你明明只是个资质平平的御兽师，却缔结了神话级兽宠银霜辉月龙。明明击杀最低级的经验怪鸡毛没有，你却能爆出一地永久增加属性的能量魔晶。明明被人追杀掉落悬崖命悬一线，却能意外获得传说级鬼玄树果子恢复伤势实力暴增，只因你获得了神级幸运系统。虽然这个系统只能增加幸运点，但随着幸运点越加越多，你发现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变态。前一秒还在感叹穷的饭都吃不上，下一秒随手买的彩票就喜提1等奖。别人还在纠结进化材料又贵又稀有，你随便进个秘境竟然遍地都是神级材料。别人费尽心思才能获得一个黄金级御兽，你却被成群结队的神话级御兽追着求宠。而此时你正心满意足的从大米之家出来，凭借神级幸运系统和新手大礼包赠送的神级技能洞察之眼，早上还在为房租发愁的你去了一趟彩票店后，就已经手握1万多元现金和一张需要去彩票中心兑换的头奖刮刮乐。至于最后用零钱买下的24倍大乐透，则需要今晚开奖才能知道结果。随后你便来到大米之家，花了4999龙币换了个最新上市的大米66，正好赶上店里的活动，花费超过3000龙币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你直接一发入魂抽中了1等奖，在店员和其他客户羡慕的眼神下抱走了那台价值1万龙币的宇宙人笔记本。现在你正一边走回家，一边想着怎么去获取御兽，自己手里的钱还不够去御兽店购买兽宠。记忆中一只最低级的黑铁资质御兽都要10万龙币，而御兽的资质又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史诗传说8个等级，资质越高代表着这只御兽的成长潜力越高，但同样的价格也会更贵。钻石级资质及以上的御兽店里是买不到的，这些资质的御兽基本都掌握在御兽世家和国家的手中，哪怕是铂金级资质的御兽刚一出现在御兽店都会引起轰动，被瞬间抢购一空。如果普通人实在想要高资质的御兽，只能冒险去野外，但是那就要考虑一下他们背后的兽爸兽妈7打1 8大锅了。而就在你想的入神之时，你没发现自己的身影竟然直接消失在原地，但奇怪的是街道两边的路人却好像没看见一般。急速下坠的感觉使得你一脸懵逼，随后心中升起阵阵不安。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你再一次感觉到了脚踩大地的踏实感，而下一秒看着面前一排又一排的蛋，你更加懵逼了。这些蛋颜色各异，其上有着不同的花纹环绕，你自然明白这些都是御兽蛋，可是这数量有点多呀。你粗略的算了一下，起码有着200枚御兽蛋，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是谁把这些御兽蛋放在这里的？2个疑问自你的脑海中升腾而起。打量四周一番后，你发现除去自己脚下这一片陆地外，四周有的只是无尽的虚无。想不明白就不去想，自己到现在还是一个光感御兽师，本来打算明天开奖后去御兽店挑选御兽，现如今这么多御兽蛋送上门，岂不是给自己省了好大一笔龙币？于是你立马运转起洞察之眼，开始观察面前的12枚御兽蛋。这12枚御兽蛋看得你眼花缭乱，竟然每一枚都是史诗资质。看着剩下的一排排御兽蛋，你激动地咽了咽口水。随后你一边向前走，一边用洞察之眼扫过一排又一排的御兽蛋，看到最后你甚至都有些麻木。这里除了史诗资质，竟然还有很多传说资质的御兽蛋。要知道传说资质是十分罕见的，记忆中整个龙国也仅只有10人拥有传说资质的御兽，而这10人是龙国的10大护国神将，正是有着这10人的镇守，龙国才能屹立于这一端林立的御兽大陆。而现在，而且整整84枚传说级御兽蛋任你挑选，这么多御兽蛋，契约那只可真难选择呀！你口中喃喃捏着下巴思索着契约哪只传说资质的比较好。然而就在你思索之际，虚无的天穹之上骤然开始翻涌，一条条银色的雷芒攒动，咔咔咔，无数道银色雷霆猛然落下，精准的劈在了这一排排的御兽蛋上。眨眼间，所有的蛋全部粉碎，化作无数颜色各异的光点。我操，我的蛋！见状你欲哭无泪，这特么不玩自己的吗？都劈碎了还契约个屁啊！合着就让自己过个眼瘾呗。早知道刚才就不犹豫，直接随便选一只传说资质的御兽蛋契约好了。然而下一秒炸碎你三观的一幕出现了，那些颜色各异的光点竟然汇聚在一起，开始不断压缩，渐渐的凝聚出了一个椭圆的轮廓。随后一道水桶粗的银色雷霆再次降落，不过这次银色的雷霆并没有劈碎那椭圆，而是包裹住了它。此时整个椭圆散发出了耀眼的银芒，随后那银芒逐渐消散，一枚半人高的御兽蛋出现，向着你的位置漂浮而来，最后稳稳地落在了你的脚边。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脚边这枚半人高的御兽蛋，姓名银霜辉月龙，唯一，属性全系别，资质神话，等级0300，蛋形态。我操，这似乎有点逆天啊！看着面板上的数据，你整个人都不淡定了。目前已知的最高资质就是传说满级别为200级，而自己看见了什么？神话资质满级别为300级，而且还是唯一的生灵，这不就意味着只要自己不中道崩殂就可以无敌了吗？这回可是真的发达了。这次你没有犹豫，直接咬破中指，根据记忆中的契约方法，在御兽蛋上画下契约法阵，画下最后一笔后，由鲜血绘制的契约法阵散发出妖异的红色光芒，没入御兽蛋内。紧接着御兽蛋的表面开始出现裂纹，随着裂纹越来越密集，一颗银色的小脑袋破壳而出。不一会儿，整条龙从蛋壳中飞出，银霜辉月龙欢快的叫着，绕着你飞行了2圈后，落在你的肩膀上，用小脑袋蹭了蹭你的脸。你抬起手摸了摸银霜辉月龙的小脑袋，说道：“以后你就叫月银吧。”刚出生的银霜辉月龙只有70公分的长度，通体呈现亮银色，看起来很可爱。月银2只眼睛眯成了2道月牙，又亲昵的蹭了蹭你，随后又从你的肩膀上飞起，落在了碎裂的蛋壳前，张起小嘴开始吃那些掉落的蛋壳。而随着月银的进食，你发现它的龙身上不断闪烁着光泽，同时身体似乎正在慢慢长大。10分钟后，月银把所有的蛋壳都吃完后打了个饱嗝，龙脸上一脸幸福陶醉的神色。而此时的月银体型已然达到了1米的长度，洞察之眼扫过月银面板，再次出现在你的眼前。看着月银的面板，你的嘴角微微抽动，这特么单是天赋就有着6个，而且有着第一个复刻天赋，那岂不是相当于无限天赋？还有这反哺天赋，那可是所有御兽师都梦寐以求的天赋。人类契约御兽后，身体虽然会有所增幅，但增幅的并不明显，而反哺天赋则是按照御兽本体全属性的百分比来反哺主人。倘若这只御兽够强大，那么它的主人将受益无穷。不过记忆中这反哺天赋最高只能反哺主人20%
时的全属性，而月莹的反骨天赋居然达到了50%，可能这就是神话资质的强大吧。技能方面的话，你也十分满意，虽然只有3个技能，但是把群体、单体和控制都囊括了。月莹现在仅仅还只有5级，根据记忆所知，别的预售5级时可能这个时候只会1个技能，资质高一些的可能也仅仅就只会2个技能。不过经验条这一块倒是个问题，记忆中预售从5级升到6级仅仅需要300点经验，月莹的经验条这是直接翻了10倍，看来得抓紧带着月莹升级了。不过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这4周一片虚无要怎么出去？自己好像被困在这里了呀！就在此时，一团银白的光芒出现，随后慢慢变大，最后化作了一个大门的形状。你看着突然出现的大门，单手比了一个6，自己刚想怎么出去呢，这大门就出现了，这运气真是没水了。把月莹收进了预售空间中后，你便走进了银白光芒形成的大门。刚一踏入银白光芒形成的大门，眼前的场景瞬息间发生变化，街道上过往的行人再次出现。不过这些行人对于突然出现的你依旧置若罔闻，仿若没看见一样。难不成他们看不见我？你边向出租屋走，口中边喃喃道。走着走着，你感觉自己身后仿若有什么东西轰然碎裂了一般，转过头，一丝极其细小的涟漪被你发觉，心中顿时明白，并不是行人看不见自己，而是那未知空间的问题。回到家，你把月莹从预售空间召唤出来，刚一出来，月莹就飞到你的肩膀上，小脑袋亲昵地蹭着你的脸，随后在一人一兽宠美美的吃了一顿大餐后，你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12点35分，见时间还早，你决定带月莹进入经验秘境提升等级。很快在缴纳了2000龙币后，你顺利的进入经验秘境中，在经验秘境中走了一会，便发现了第一只野怪，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只怪的面板。此时骷髅杂兵转过身，空洞的眼眶中升腾起2团绿色的火苗，随后便向着你和月莹的位置冲杀而来。月莹使用瑞金粉碎爪，你的嘴角勾起一丝弧度，下令道。月莹2只前爪上金芒浮现，整条龙如同离弦之箭般向着骷髅杂兵冲去，闪烁着金芒的龙爪挥下，骷髅杂兵的身躯直接被撕碎，骨头直接散架。就在这时，一枚散发着紫色光泽、拇指大小的方块突然掉落，随后散架的骨头化作点点光芒，被月莹吸收进了体内。不草，杀怪还会爆东西的吗？你目瞪口呆，心中震惊不已。自己明明记得经验秘境中的野怪死后只会化作经验点被预售吸收，并不会爆东西，难不成是自身幸运点的问题？你越想越觉得可能，毕竟幸运这东西玄之又玄，就像未知空间都能被自己莫名的踩进去。野怪死后爆出来点东西，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小跑上前，你从地上捡起那枚紫色方块，洞察之眼扫过紫色方块的信息出现在你的眼前，名称：能量魔晶，力量型，效果：服用后力量永久增加1点，适用任何生灵，无服用数量限制，无任何副作用。看完物品的属性，你感叹道：这东西有点变态啊！这能量魔晶可以永久提升属性，还能适用任何生灵，也就是说自己和月莹都可以服用。不过现在提升月莹实力和等级才是第一要素。于是你把能量魔晶递到月莹面前，开口道：把这能量魔晶吃了。月莹抓起你手中的能量魔晶，没有犹豫，直接塞进口中。莹莹吞服能量魔晶后的月莹双眸眯成了一道月牙，龙脸上满是幸福之色的围着你不停打转。对于月莹的叫声，你并不懂什么意思，只能通过她的表情和动作来判断。不过看月莹的神色，应该是很喜欢这能量魔晶。刚才击杀骷髅杂兵使得她的剩余经验从45点变成了49点，只增加了4点经验。看来想要快速升级，得找怪多一些的地方。你带着月莹继续前行，没走几步，再次遇见了2头3级的灰狼。2头灰狼对视了一眼，其中一只仰天长啸，另一只则是目光凶厉地瞪着你和月莹。见状，你立马就猜出了这灰狼想要做什么，召唤狼群吗？正愁怪少呢。很快20几道身影相继窜出，把你和月莹围在了中心位置。扫过这些灰狼的面板，基本都是3到6级，只有为首的头狼等级达到了8级。头狼脸上一条长疤贯穿整个右眼，给人一种凶狠之感。此时头狼嘶吼一声，便率先向着月莹扑杀而去。其余包围着的狼群见老大都上了，自然一拥而上。你想看看月莹凭借本能战斗的能力如何，于是说道：月莹，交给你了。得到你的指令后，月莹整条龙身刹那间被黄灿灿的电芒所环绕。不草！见状，你一句国粹脱口而出：月莹什么时候会电系技能的？而且月莹面板上并没有写啊。还有，为什么这黄灿灿的电芒看起来有点眼熟呢？咦！月莹鸣叫一声后，环绕在周身的电芒四散而出，无差别的攻击出去。不过这些电芒都很有灵性的避开了你。随后一道道婴儿手臂粗细的电芒狂轰滥炸，四周顿时一片狼藉。头狼等级达到了8级，稍微耐揍一点。第一道电芒并没有直接把它击杀掉，不过也仅仅支撑到第2道。而其余的群狼就没有头狼那么耐揍了，被电芒轰中的一息间直接暴毙而亡。在爆出了20来个能量魔晶后，群狼便化作了经验点，被月莹吸收进了体内。你走向群狼死去的位置，捡起地上掉落的能量魔晶。这次的能量魔晶全部是绿色的，足足有着24枚，而它的效果是敏捷永久提升1点。把能量魔晶擦了擦后，你自己留下1枚，剩下的23枚全部让月莹服用。毕竟这次的数量很多，你也是想尝尝什么味道。拇指大小的能量魔晶被你放入口中，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有的只是一丝甘甜。吞下能量魔晶后，你感觉四肢百骸中一股暖流涌入其中，这感觉比洗脚都要舒服100倍。23枚能量魔晶不到3分钟便被月莹全部吞下。扫过月莹的面板，你惊讶地发现月莹的技能栏中多了一个技能10万伏特，就是皮卡丘的那个10万伏特。你也终于知道那似曾相识的熟悉感是从哪来的了。不过很好奇月莹是怎么学会这10万伏特的，难不成是出门之前看电视的那会学会的？越想你越发的确定，这复刻天赋这么牛逼的吗？居然连动画片中的技能都可以学会，看来以后不练级的时候还得让月莹多看看动画片啊。随后你便带着月莹继续向前走，这次不用下达命令，遇见单只野怪，月莹便直接一发10万伏特轰过去。遇见一群野怪的时候，要么星陨技能发动召唤一片陨石砸落而下，要么直接狂轰滥炸版10万伏特无差别攻击。而你只是悠哉悠哉的捡着爆出的能量魔晶，终于再次击杀掉一群7到12级的长尾怪后，月莹的龙身上银色光芒闪烁，龙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次变长了一些。你一边捡着能量魔晶，一边喃喃道：终于升到6级了。掏出手机你看了一眼时间，不知不觉
觉已然下午4点了，4个小时的时间仅仅提升了1级，看来今晚自己和月莹就在这经验秘境中过夜。待月莹吞噬完能量魔晶后，你和月莹再次启程，不一会便发现了几名正指挥着御兽同野怪战斗的其他御兽师。不过你并没有继续上前，而是绕开了他们。毕竟月莹击杀野怪后是会爆能量魔晶的，而众所周知，经验秘境中的野怪死后除了会化作经验点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出现。被人发现这个秘密的话，天知道会发生什么。自己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了，还是暂时苟着比较好。很快你便再次找到一群10到13级的哥布林，数量的话大概有着20来只。扫视了一圈四周，并没有其他的御兽师。随后月莹一龙当先，霎时间哥布林群的头顶无数的陨石凝聚而出，随后疯狂砸落，猝不及防的哥布林群顿时死伤惨重，一半的数量直接暴毙。在爆出能量魔晶后，化作经验点被月莹所吸收。而此时一片草丛后，2名男子正半蹲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月莹。其中一名染着黄毛的男子压低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大哥，那小子身旁的御兽应该是条龙吧？”没错，草。缺了颗门牙的大哥一巴掌拍在了黄毛的后脑勺上，愤愤道：“特么的，差点给老子整结巴了！嘿嘿，大哥，我们发财了！闭嘴！我们偷偷摸上去，然后召唤出御兽，干掉这小子。”缺了颗门牙的大哥带着黄毛猫着腰，利用着草丛和树木的掩护，向着林凡和月莹所在的位置摸去。此时的哥布林群已然全部殒命在月莹的技能下，林凡下场开始收集能量魔晶。咔嚓，树枝断裂的脆响传来，被月莹所觉察。莹，月莹飞至林凡的身前，指着一棵2人环抱粗的大树鸣叫着。林凡剑眉微皱，整个人变得警惕起来。捡起脚边最后一枚能量魔晶后，林凡喝道：“谁？出来！”大树后缺了颗门牙的大哥狠狠地瞪了黄毛一眼，便直接从树后走出。既然被发现，索性就不隐藏了。这个距离不算远，他有把握召唤出御兽，干掉这个御兽师。黄毛颤颤巍巍，紧跟着大哥的步伐。你们是什么人？鬼鬼祟祟的，有什么企图？林凡细眯双眼，扫过2人的面板。姓名：杨巅峰，职业：御兽师，天赋：无。御兽：一豹炎狼25级，青铜阶；2黑纹蟒14级，黑铁阶。姓名：宋宝，职业：御兽师，天赋：无。御兽：一血狼蛛25级，黑铁阶。宋宝开口道：“我们就是。”闭嘴！杨巅峰一脚踢在宋宝的屁股上，抬手一道蓝色的法阵出现，豹炎狼被其召唤而出。见自己的大哥把御兽召唤出来了，宋宝当即抬手，一道褐色的法阵出现，血狼蛛被召唤而出。小子，我们是御兽猎人，你的御兽我们看上了。捏了捏骨节，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杨巅峰指着林凡道：“所以你要死？月莹，快跑！”闻言，林凡没有丝毫犹豫，大喝一声后，直接带着月莹开跑。御兽猎人是什么东西，他自然知道。这种职业就是以抢夺高资质和稀有的御兽贩卖给金主为生，也会接一些金主的委托，出城抓捕一些金主指定的凶兽。这群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干。想跑？豹炎狼，使用炽热烈焰攻击那小子！杨巅峰立即下令。豹炎狼得到指令，张开狼嘴，炙热的火焰瞬息间喷吐而出。迎！就在火焰快攻击到林凡之时，月莹一个俯冲，直接扑倒林凡。炙热烈焰擦着月莹的背部而过，林凡翻身而起，把月莹抱在怀中。看着月莹背部的伤势，林凡捏紧了拳头，眼神中弥漫着强烈的杀意。今日他若是能脱险，来日他必定把这2人挫骨扬灰。莹！月莹虚弱的呢喃了一声。月莹，你先进入御兽空间内休息，剩下的交给我。言罢，林凡把月莹收入御兽空间，继续跑路。操！眼见这一击没有送走林凡，反而重伤了那条龙，杨巅峰怒骂了一声：“小猪，攻击！”宋宝这时候对着身侧的血狼蛛下令道。血狼蛛的8只眼睛闪烁起红芒，张开嘴蓄势待发。嗝！血狼蛛直接打了个嗝。特么的，废物！杨巅峰抬起脚，照着血狼蛛那圆润的肚子就是一脚，体型只有半人高的血狼蛛直接被这一脚踢得向前翻滚了2圈。噗！一张乳白色的蛛网瞬息间射出，直接把杨巅峰、豹炎狼以及他的御兽师宋宝牢牢地粘在地上。血狼蛛猛逼地把身体翻过来，8只眼睛眨了眨，一脸无辜。杨巅峰冲着旁边的宋宝暴喝道：“你他妈是那小子派来的卧底是吧？你的御兽特么和你一样坑！”宋宝一脸委屈巴巴，却不敢说话。费了一番力，杨巅峰2人和豹炎狼终于从蛛网中脱困，而此时的林凡已然跑得不见踪影。追！杨巅峰跨上豹炎狼的背部下令道，凭借着那小子留下的气息，再凭借着豹炎狼极其灵敏的嗅觉，他就不信一个2条腿的人类能跑过4条腿的豹炎狼。豹炎狼的鼻子嗅了嗅，旋即向着一个方向狂奔去。大哥等！还未等宋宝说完，豹炎狼已然在着杨巅峰化作了一个黑点，跳上血狼蛛的后背，在血狼蛛8条腿奋力的倒腾下，向着豹炎狼化作黑点的方向追去。此时的林凡正手扶着一棵参天巨树，口中不断的喘着粗气，刚才的狂奔跑的心脏差点都要爆炸。林凡敢确定，他刚才那速度就算是前世几个博尔特加在一起都没他快。还没等气喘匀，林凡抬头看向不远处，只见杨巅峰骑着豹炎狼正向着他这边狂奔而来。操，追得这么快！暗骂一声，林凡再次拔腿就跑。林凡的动作同样引起了杨巅峰的注意。林凡不要命的在前面跑，豹炎狼载着杨巅峰在后面紧追不舍，而两者的距离却是在不断的拉近。豹炎狼使用火焰弹！杨巅峰眼神狠厉，暴喝道：“御兽师死亡，构建的御兽空间便会消散，到时候那条龙就会出现。同样的，御兽师死亡和御兽之间的契约亦会自动解除。反正林凡在他眼里无论如何都活不了。”豹炎狼张口，
一枚火焰弹朝着林凡的位置射去。而在杨巅峰开口的同时，林凡就向着旁边扑到，炙热的火焰弹擦着他的屁股呼啸而过，林凡的裤子直接被点燃。火焰弹径直射在林凡前方不远处的一棵巨树上，巨树的树干直接被这一击炸出了一个大坑，随后开始剧烈的燃烧。林凡在地上打了2个滚，扑灭了屁股上的火焰，强忍着屁股上火辣辣的灼烧感，林凡起身继续不要命的狂奔，继续攻击。随着杨巅峰命令的下达，一枚枚火焰弹不断从暴炎狼口中喷吐而出，林凡不断的蛇皮走位，窜行在树木之间。很快，林凡发现前方竟然没有路了。小兔崽子，你再继续跑啊！杨巅峰从暴炎狼的背上一跃而下，嘲讽道：“你他妈不挺能跑的吗？怎么不跑了？”屁股上火辣辣的痛，加之剧烈狂奔后身体传递而出的疲惫，林凡紧咬着牙，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断崖，岩壁犹如刀切般，没有一丝一毫的支撑点，断崖下雾气萦绕，根本看不清有多深。暴炎狼，使用火域囚笼！杨巅峰当即下令道，直接使用攻击技能，他怕在惯性的作用下直接把这小子打下断崖，那样的话就等于煮熟的鸭子自己飞了。他可是没有飞行预售的，一旦这小子掉落断崖，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索性就先困住这小子，然后再进行击杀。暴炎狼周身灼热的火系能量瞬息间开始凝聚，一个由火焰编织的牢笼向着林凡所在的位置照下。林凡捏紧拳头，眼神冷冽，肾上腺素不断飙升。就在牢笼即将笼罩他的那一刹，一个翻滚，林凡直接跃下断崖。操！见林凡直接选择跳崖，杨巅峰面色一黑，走至断崖前，看着雾气萦绕的崖底，犹如择人而噬的巨口，这他妈跳下去，阎王爷也留不住啊！这一次费了这么大的劲，最后什么也没得到，竹篮打水一场空。心中问候林凡祖先几百次后，杨巅峰带着暴炎狼从断崖边愤愤离去。在强烈失重感的作用下，林凡眼前一黑，直接昏死过去。预售空间内，月影感受到林凡的异常，脸上满是焦急，开始不断的冲击着预售空间的束缚。赢！在冲击了不知多少次后，一道银芒闪过，月影出现在正急速坠落的林凡上方，两只前爪死死抓住林凡的肩膀，龙身不断微颤，带着林凡向下方飞去。飞行一段距离后，体内传来的虚弱感愈发强烈，月影感觉眼前世界愈发的模糊，终于眼前一黑，和林凡双双坠落而下。不知过了多久，天色逐渐暗淡，林凡的手指微微抬起，随后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伴随着腹部强烈的痛感传来，林凡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低头看去，只见一根树杈正插在自己的腹部，鲜血还在不断地从伤口处渗出。他不禁暗叹自己好运，那么高的断崖掉下来，居然没有直接摔死。挣扎着站起身，林凡一眼就发现了正躺在不远处的月莹。月莹不是被他收进预售空间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边想着边向月莹的位置缓缓走去。月莹，醒醒！俯下身，林凡拍了拍月莹，呼唤道。在呼唤数次后，月莹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林凡的心瞬息间便提到了嗓子眼，连忙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月莹的面板。面板上显示的数据，月莹并没有死亡，这也让林凡的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坐在月莹身旁，林凡打量着四周，周围并没有野怪，有的只是一棵巨树上面结满颜色各异的果子，以及一片又一片枯槁的杂草，显得格外诡异与凄凉。洞察之眼扫过那棵巨树，得到的信息让林凡心中一震。姓名：鬼玄术，性别：无，属性：上古草，资质：传说，等级19200，传说阶，经验159942848546700，天赋一孕育随机凝结出生机果实、力量果实、敏捷果实、体质果实、防御果实、精神果实、经验果实。2天期，寿元无穷无尽，根茎在地下无限延伸，不遭受毁灭性打击下不会死亡，本体不可移动。3本能，不会主动攻击生灵，本体遭受攻击亦或是摘其孕育而出的果子会遭受攻击，造成500的伤害。技能：一夜刃风暴，群体，本体叶子凝聚而成的攻击，造成持续切割效果。2毁灭之，单体，本体上任意树枝延伸攻击。3林凡没想到面前这棵巨树竟然是一只传说级别的野怪，难怪这些杂草全部枯槁无比，一副被吸干的模样，跟传说级野怪抢养分，不被吸干才怪。不过令林凡不解的是，这经验秘境中是怎么混进来一棵传说级巨树的？这些经验秘境都存在了100年之久，难不成政府都没有发现的吗？捂着腹部，林凡再次扫过树上那些果子的面板，每一种果子的效果都极为霸道，看得他垂涎3尺。其中以生机果实的效果最为逆天，不高于100级的生灵所受的伤势瞬息间就可以治愈。这生机果实是他现在极为需要的。别看他还能活动，但他现在的伤势极为严重，腹部的伤口不断溢血，他还不能把树杈拔出来。但这样一直溢血，他失血过多导致休克死亡也只是时间问题。林凡叹气，哎，这他妈只能看不能用，可真折磨人。摘果子会受到鬼玄术的攻击，林凡相信这鬼玄术一击之下，自己绝对会当场凉凉。骤然间，一阵狂风呼啸着吹过，大量的杂草连带着地皮被高高的卷起。林凡连带着月莹同样被这阵狂风卷起了2米来高，来得快，去得也快。狂风停止，林凡和月莹砸落在地。噗！林凡捂着腹部，一道血箭自他口中喷吐而出。不过眼前的一幕却惊呆了林凡，喜色瞬间涌上眉梢。只见原本生长在鬼玄树上2/3的果子都被吹了下来，密密麻麻的掉了一地。鬼玄树插在腹部的树杈被林凡拔出，一道血箭随之而出。林凡捂着腹部，快速的爬向那一地的果子，顾不上满手的鲜血，抓起一枚生机果实便一口咬了下去。
生机果实入口甘甜，感觉就像吃苹果一般。吞服后直接化作一股能量进入林凡的体内，修复着内伤的同时，腹部的伤口亦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一枚生机果实全部吃掉后，伤势彻底恢复，腹部竟然连一丝疤痕都没有留下。林凡不仅给这生机果实和鬼玄术点了个赞，再次捡起一枚生机果实，林凡走向了月莹的位置，一只手抱起昏迷的月莹，另一只手在衣服上擦了擦。从生机果实上掰下来一小块后，林凡用力一捏，生机果实的汁水顺着他的手流入月莹的口中。月莹背部灼烧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林凡能感觉得到怀中月莹的身躯微微动了一下。莹睁开双眼，见自己的主人平安无事，月莹兴奋地鸣叫着：“乖，把这枚生机果实全部吃掉，你身上的所有伤势就能彻底痊愈。”林凡揉了揉月莹的小脑袋，把生机果实递给月莹。生机果实3两口便被月莹吞入腹中，在生机果实的作用下，月莹恢复如初。带着月莹来到鬼玄术果实掉落的地方，林凡把生命果实全部收拢起来，装入月莹的异空间之门内。这些生命果实的效果，林凡亲身体会过，简直就如同灵丹妙药，在关键时刻有着扭转战局的效果。其余的果实，林凡则是按照不同的类别归成了几堆，其中以经验果实的数量较多，足足有着219枚。月莹，先把这堆经验果实吃掉。林凡指着那堆经验果实说道。这一堆经验果实的体积起码有着10多个月莹大小，林凡真的很怀疑月莹能不能吃得完。闻言，月莹落在那堆经验果实前，抬起爪子拿起了一枚，3两口便吃进腹中。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月莹的面板，经验31285千。林凡记得月莹之前的剩余经验只有128点，没想到这一枚经验果实竟然能增加3000点经验，不愧是传说级野怪的产物，这质量太顶了。还剩下218枚经验果实，这若是全部吃完，岂不是说能获得 65W4 的经验点？这一波下来，不知道月莹能升到多少级。月莹卖力地吃着经验果实，林凡的洞察之眼不停运转，一直紧盯着月莹。银色的光泽时不时自月莹身上亮起，同时体型亦是在不断的增长。7级、8级、9级、10级，所有经验果实吃完后，月莹的等级定格在24级，距离升至25级仅差1步之遥。林凡发现这些经验果实每个所提升的经验并不相同，最低的一枚有着1000点经验的提升，最高的一枚则是整整提升了 15W 经验。看着体长超过5米的月莹，林凡感觉自己那小破屋绝对放不下月莹这么大的身躯。不等林凡开口，月莹便把剩下的那几堆果实全部吞入腹中。银格，月莹鸣叫一声后打了个饱嗝，身躯上再次散发出银色的光泽，在林凡惊讶的目光下，体型不断缩小，直至变回1米的长度，飞上林凡的肩膀。月莹亲昵地蹭了蹭林凡的脸，摸了摸月莹的脑袋。林凡笑道：“没想到你居然还能把自由变换身体的大小，真厉害。”银得到夸赞的月莹双眸眯成了一道月牙，露出人性化的笑容，掏出手机。手机屏幕在这一系列的折磨下已然皲裂，不过并不影响他顽强的生命力。林凡看了一眼时间，19点28分。鬼玄术，今天谢喽，有机会我一定会契约你，带你回家。冲着鬼玄术摆了摆手，林凡道。虽然不知道鬼玄术能不能听见，但今天还真是多亏这鬼玄术的果实，不然他很有可能今天直接就没了。月莹，我们也该回去了。银从林凡的肩膀飞起，落地后，月莹的身躯开始慢慢增大，恢复到5米的长度。林凡站在月莹的头顶，一人一龙向着断崖处飞去。月莹的飞行速度很快，不一会便回到林凡跌落的那处断崖。指挥着月莹继续向深入，月莹距离25级所差的经验并不算多，仅仅只有 1W4 的经验而已。所以林凡打算让月莹升至25级后，便带着月莹离开，正好明天去兑换彩票后给月莹购买进阶材料。路过的一些零零散散的野怪，月莹直接一发空间之刃便解决了这些野怪。升到24级的月莹学会了不少新技能，其中有一个技能是叫做念动波，这个技能可以控制着能量魔晶自动漂浮到月莹的面前，省得林凡再化身拾荒者。莹，月莹突然停在了半空中，龙爪指向一个位置，鸣叫了几声。林凡顺着月莹指着的方向望去，眼眸中瞬息间升腾出一抹杀意。他所见到的正是之前追杀他，把他逼到跳崖的杨巅峰和宋宝。此时的杨巅峰和宋宝正指挥着御兽对战一群16到21级的野怪，数量大概有着7、8只。暴炎狼和血狼蛛把野怪打残后，由黑纹蟒进行收割，最终的经验由黑纹蟒吸收。月莹，直接发动攻击！林凡果断下令道。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当真是冤家路窄。现在月莹的等级已然有着24级，虽说还在黑铁阶，但在那么多果实和能量魔晶加成下，林凡相信干掉那只青铜阶的暴炎狼应该不是问题。得到林凡的指令后，月莹的龙眸中闪烁着红芒，无数的陨石自杨巅峰二人的头顶赫然间凝聚而出，随后疯狂砸落，正是月莹的星陨技能。最先遭殃的就是那条黑纹蟒，刚补刀死一只野怪，正在美滋滋的吸收着经验点，突然被一枚陨石砸爆了蟒头，红的白的喷了杨巅峰一脸。而杨巅峰和宋宝二人此刻亦是反应过来，指挥着暴炎狼和血狼蛛不断击落砸向自己的陨石。操，谁他妈引我，给我滚出来！杨巅峰暴喝一声，黑纹蟒可是他刚契约不久的新御兽，这黑纹蟒的资质可是有着黄金，为了抓到这只黑纹蟒可是费了不少力气，如今就这么直接惨死，脑浆子都给爆出来了。谁滚滚出来！宋宝附和着喊道，不过依旧结巴。月莹飞到他们前方，林凡下令道，既然他们想知道是谁，那么林凡自然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同时林凡亦是不想这么简单的就让他们死去，得罪他林凡这么简单的死，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月莹载着林凡飞到了距离杨巅峰二人5米处的位置停下，
而以杨巅峰二人为中心，半径5米内，陨石还在疯狂坠落。你林凡爷爷来了，你待如何？林凡居高临下，抱着肩膀，眼神冰冷地说道。看杨巅峰，林凡仿若看一个死人一般。是你竟然没死！杨巅峰眼神惊诧，透露出不可置信。那么深得的断崖，以这小子当时那惨兮兮的状态掉下去，居然没死，这简直太他妈不可思议了！而且这小子的预售似乎比之前更加强大，所散发的威势甚至盖过了他的爆炎狼。这小子短短的几小时里究竟经历了什么？还没弄死你俩，我就那么死了，对得起你俩的追杀吗？林凡语气森然道，随后对着月莹下达指令：月莹，使用念动波把他给我拉出来，我要亲手宰了他。银，一股无形的透明念力被月莹释放而出，只见杨巅峰的身躯猛然间漂浮而起，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被射了过来。5米的距离，仅仅用了2个呼吸的时间，杨巅峰还在懵逼的状态，便已然到了林凡和月莹的下方。爆炎狼见自己的主人被射了过去，仰天一声狼啸，口中一枚枚炎爆弹射向砸落的陨石，拼了命的想要冲出星陨的攻击范围。月莹，那头爆炎狼交给你了。言罢，林凡便从月莹的头顶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地面上。月莹50全属性加持在林凡的身上，7、8米的高空坠落，对于林凡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有着念动波的束缚，成一个太字形躺在地上的杨巅峰无法移动分毫。你不要过来啊！杨巅峰惊叫道，如同一个被恶霸欺负的小媳妇般，偏偏的他还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凡一步步向着他走来。林凡每走一步，杨巅峰心里就剧颤一分。走至杨巅峰身前，林凡毫不拖泥带水，右脚猛然间踢出，咔嚓！嗷！惨叫和弹碎声几乎同一时间响起。杨巅峰双眼暴突，脑门上硕大的汗珠不住地渗出，哪怕有着念动波的束缚，依旧不能阻挡杨巅峰的颤抖。杨巅峰从一个太俨然变成了一个大杨巅峰。杨巅峰，林凡俯下身拍了拍杨巅峰的脸，邪笑道：“现在你的状态和你的名字挺搭配的，你特么不得好死！”杨巅峰咬着牙，7个字断断续续的从他口中说出：“得不得好死我不知道，不过你肯定会先不得好死，在你想杀我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你会死在我的手上。”林凡抄起旁边的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了杨巅峰的脸上。一击之下，杨巅峰鼻血横流，缺了一颗门牙的嘴中终于变得整齐。杨巅峰口中不断往外喷吐着血泡和牙齿。见一击没死，林凡继续狠狠地砸了下去，直到杨巅峰再没有一丝动静，林凡才停下手中砸击的动作，扔了手中的沾满鲜血的石头。林凡瘫坐在地上。两世为人，这是林凡第一次亲手杀人。林凡只感觉胃里翻江倒海，不过他还是强忍着没有呕吐。在他被杨巅峰所追杀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然明白，这个世界不再是他前世那个和平的世界。这个世界处处充满着危险，墙外有着凶猛的异端，而比异端更可怕的则是墙内不古的人心。如果不把对自己有威胁的这些人铲除，那么最后死的终会是自己。平复后，林凡站起身，看向月莹和爆炎狼的战斗，感知到自己的主人死亡，爆炎狼的狼眸中2行泪水滑落而下，进攻变得更为凌厉，只攻不守，完全就是一副想要同归于尽的架势。不过月莹现在的战斗力可不再是6级小萌新，利用着自己速度的优势，不断躲避袭来的攻击，同时一个又一个技能砸向爆炎狼。林凡能清楚地感知到月莹并没有使用全力，而是在试验自己所掌握的各种新技能。逐渐的，林凡发现月莹竟然开始把不同的技能进行组合使用，效果出奇的好。战斗的结果毋庸置疑，爆炎狼最终倒在了月莹的技能下。是只好预售，可惜跟错了主人，下辈子找个好主人吧。林凡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看向星陨技能中的宋宝。只见宋宝身旁的血狼蛛原本8条猪腿，此刻仅仅剩下了6条，还能看见2个伤口在不断地流淌着绿色的血液，但血狼蛛依旧还在不断发动着攻击，打向砸来的陨石。宋宝见林凡看向他，当即咆哮道：“你竟然杀了我大哥！我投降！”言罢，宋宝便双手抱头，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月莹，结果他们……林凡直接下令道。对于宋宝所谓的投降，林凡并没有心慈手软。这2个人当时就没想着放过自己，如果自己跑得慢一些，把事早就下去找阎王爷报道了。赢！对于林凡的命令，月莹没有丝毫犹豫，张开龙嘴，接连3发炎爆弹呈品字形射向了血狼蛛。这炎爆弹乃是月莹复刻爆炎狼的技能，不过却比青铜阶爆炎狼所释放出的威力更加巨大。不仅是爆炎弹，爆炎狼刚才在战斗中所使用的一切战斗技能都被月莹复刻了一遍。火系对冲系有着天然的克制，头顶陨石不断的砸下，爆炎弹又随之而来，血狼蛛分身乏术。轰！3枚炎爆弹全部击中血狼蛛，血狼蛛在这一击下直接阵亡。失去血狼蛛阻挡陨石的宋宝，直接被陨石砸成了浆糊。月莹收了技能后，林凡从血狼蛛和炎爆狼的体内取出了晶核。经验秘境内，野怪死亡后会化作经验点，而预售凶兽乃至其他异端死后不会。预售凶兽体内是有着晶核存在，晶核吞服后会获得大量经验，同时有些凶兽的晶核亦是进阶材料的一种。看着林凡手中的晶核，月莹双眸中露出了渴望之色。林凡直接把晶核喂给月莹，晶核被月莹吞服，紧接着银色光泽闪烁。月莹升至了25阶，扫过月莹的面板，果然上面提示着可进阶的字眼。不过林凡看了一眼进阶需要的材料后，嘴角微微抽动，这特喵的进阶材料也太多了吧！其中有些材料的名字林凡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还有不少材料的品阶已然越级，凭借着自己那点钱全部购买显然是不够的。林凡感觉他还得继续搞钱，不过林凡倒是能理解，毕竟月莹是全系别和神话资质，
想要成长起来，所付出的肯定会比普通御兽付出的多得多。所有命运的馈赠，暗地里都已然标注好了价格。走至脑袋被砸爆的黑纹蟒身前，林凡从那滩红白混合物中捡出一枚晶核，在衣服上擦了擦，放进月营的异空间之门内。月营的等级达到了25级，在进阶前吞服晶核和击杀野怪不会再获得经验。至于杨巅峰等人的尸体，林凡并没有处理。经验秘境中死亡是很正常的事，没有人会过问死因是什么，说不定还莫等被人发现，这些尸体就会被新凝聚而出的野怪吃光。时间还早，林凡并不打算离开，而是继续让月营击杀野怪。虽然击杀野怪不会获得经验，但是所爆出的能量魔晶却是没有限制的，吞服后依旧会增加属性，让月营多提升一些属性亦是好的。不知刷了多久，林凡脑海中系统冰冷的机械合成音响起，叮，发放今日幸运点时，已自动加载。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已经第二天凌晨。林凡坐在月营的头顶上打了个哈欠，看着精神抖擞的月营说道：月营，我睡一会，你要是困了的话就叫醒我，然后我们回家。营。月营回应了一声，利用念动波把林凡固定在自己的头顶，防止林凡掉下去，同时贴心的用念动波覆盖住林凡的双耳，他怕战斗的声音会吵醒林凡。虽然被念动波固定有些不太舒服，但忙了一天的林凡实在太累了。闭上眼睛，林凡很快进入梦乡。月营则是继续寻找着野怪进行击杀，随后吞噬能量魔晶。一夜无话。清晨，林凡醒来，他发现自己这一觉竟然直接睡到了天亮。身下的月营还在战斗着，见自己的主人睡醒，月营快速干掉仅剩的2只铁甲豹熊，吞服能量魔晶后，月营解除了用于固定林凡的念动波技能。林凡站起身，洞察之眼扫过月营的属性面板，上面的各项数值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体质451，力量525，防御379，敏捷502。之前月营最高的敏捷属性不过才175点罢了，这一晚上月营究竟击杀了多少野怪啊？月营太努力了，以月营现在的全属性，面对一只青铜阶40级的御兽，怕是都毫不逊色。营。月营鸣叫一声，似乎是在给林凡问候，不过声音中却带着些许的疲惫。辛苦了，月营。听出月营叫声中的疲惫，林凡摸了摸月营的头，说道：我们回家。月营回应一声后，一人一龙向着秘境出口飞去。敏捷提升300多点的月营，飞行速度愈发变态，不一会便载着林凡来到秘境出口。把月营收进御兽空间后，林凡走出秘境，眼前的场景变换，浑身破破烂烂的林凡出现在秘境大门外，身上满是血污，上衣如同破布条般随风摇曳，屁股上的布料已然消失不见。但没有人说什么，这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太正常不过。秘境中等级高的野怪不少，若是运气不好遇见一群高等级的野怪，就算是死在秘境中都很正常。拦了辆出租车，林凡返回出租屋，第一时间脱下破破烂烂的衣服，冲进卫生间洗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后召唤出月营。只见此刻的月营睡眼朦胧，显然刚才月营在御兽空间中正在休息。从月营的异空间之门内取出刮刮乐和神龙彩后，林凡便把月营收进御兽空间，在电脑上搜索神龙彩网站，把彩票上的数字和电脑上显示的数字一一对照，所有数字一模一样，毫无疑问这张24倍的神龙彩中了。不过林凡知道这都是幸运点的原因，要是没有幸运点的加持，怎么可能随手打一张彩票就中奖？在他前世时，他可是买过不少双色球和大乐透的，最高一次也仅仅只是中了5块钱而已。彩票中心在清河市和洛北市在同一个省份，但要前往却是要乘坐高铁。在网上购买了一张前往清河市的高铁票后，林凡把刮刮乐和彩票全部装进一个背包内，背上包，林凡前往了高铁站。这趟高铁的到站时间是早上8点45分，等林凡赶到高铁站时，时间刚刚好。坐在高铁上，林凡掏出手机，昨天月营刷怪的时候，他就把月营所需要进阶的材料全部记录在手机的备忘录上。此时没什么事，正好可以在网上查查这些材料都是什么价格。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月营需要的进阶材料就没有一样是便宜货。一株青铜品质的烈阳花都要20W 龙币，这在月营的进阶材料中是最便宜的。林凡默默地把能查找到的材料价格记在备忘录上。时间就像草原上奔跑的羊驼，2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走出车站，莫等林凡招手，一辆出租车便停在了他的面前。小伙子，去哪啊？中年司机摇下车窗，探出头询问道。彩票中心。没问题，上来吧。拉开车门，林凡刚坐上副驾驶，中年司机一脚油门猛然踩下，出租车犹如离弦之箭般弹射而出，惯性使得林凡紧紧地贴在了靠背上。看着那超过120迈的仪表盘和来往的车辆，林凡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小伙子，看你的年纪应该是个学生吧？中年司机开了罐啤酒，仰头灌了一口，侧头问道：你这去彩票中心是买彩票中大奖了？看着中年司机的动作，林凡脸黑线，超速还喝酒，这特么那是开车，这不玩命了吗？你快停下！我操，我要下车！没有回答中年司机的问题，林凡直接开口道：小伙子，你这啥急啊？这还没到站呢，等到站再下。路过一个弯道，中年司机对于上方的红绿灯视若无物，一个纵横漂移。你这么开车，你不怕被执法抓起来？林凡剑眉紧皱，死死地握住系在身上的安全带。怕个嘚啊，我上面有人。中年司机一脸得意，仰起头，咕嘟咕嘟一罐啤酒被他灌了下去，易拉罐随手扔出车窗，直接砸中后面一辆车的挡风玻璃。通过倒车镜看着那辆车的车主从车窗探头破口大骂，中年司机左手伸出窗外比了一个国际问候手势后，一车绝尘再次加速。林凡，小伙子，
我当年可是清河市有名的赛车手，拿奖拿到手软的那种。中年司机的嘴犹如加特林般，不停地和林凡吹嘘着他当年的光荣事迹。还没等中年司机吹嘘完，出租车身后骤然间警笛大作，数辆执法车紧随其后，车顶的喇叭不停地传出命令出租车停下的声音。小伙子，咱这排场牛逼吧？执法车保驾护航。中年司机咧嘴一笑，再次加速。看着仪表盘上已经达到了180迈的速度，林凡心中默默祈祷，千万不要出车祸，有惊无险。出租车在彩票中心门前停下，在地上划出数十米的轮胎印，一股焦皮烧糊的气味瞬间袭来。不过好在是到了，还没等林凡付钱，出租车直接被10多辆执法车包围在中心。大量的执法夹杂着数名身穿着白大褂的不明人士下车，直奔出租车而来。车门被拉开，中年司机直接被拽下车。小伙子，我们有缘再见。被架着的中年司机还不忘回头和林凡告了个别。林凡站在出租车前，看着中年司机被押上的那辆车，愣了一下。车身上清楚的印着7个大字：清河市精神病院。感情自己这是遇上精神病了，就特么离谱。询问一番林凡有没有事后，执法们拖着出租车离开了。走进彩票中心大厅，林凡来到柜台前开口道：我想兑一下奖，填一下这个登记表，然后把身份证和中奖的彩票出示一下。工作人员从抽屉内拿出一张表格递给林凡，填好后，林凡把表格、彩票、刮刮乐以及身份证全部递给工作人员。把彩票、刮刮乐和身份证复印后，工作人员带着林凡来到3楼的技术部，验证彩票和刮刮乐信息后，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脸懵逼。那张神龙彩竟然中了整整12亿龙币！饶是这些工作人员干了这么久，一时没见过一张就能中12亿的彩票。走完一切流程，在所有人艳羡的目光下，林凡拿着2张支票走出彩票中心的大门。一张是 9600W 的支票，另一张是 121W 的支票。超过 1W 以上的彩票和刮刮乐要扣除20%的税，让林凡有点肉疼。不过也就仅仅只是肉疼了几秒，林凡便恢复了平静。反正这些钱都是白嫖的，和大风刮来的没什么区别。在附近的银行把这 9721W 转入自己的银行卡后，林凡掏出手机，在缺德地图上搜索预售店。清河市作为省会城市，预售店的数量极多，在他附近就有着好几家。在缺德地图的持续导盲下，林凡前往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家预售店。刚一进门，一位长相甜美的小妹便迎了上来：先生，请问您想购买什么？进阶用的材料，具体需要什么我都写在备忘录上了。林凡说着，把自己手机上的备忘录点开，随后递给甜美小妹。接过手机，甜美小妹翻看了一遍后，嘴角微微抽动。这需要的进阶材料足足有着200多种，好多都属于稀有材料，更有一部分材料甚至她连听都没听说过。不好意思先生，这上面的材料我们这只有10几种。甜美小妹把手机还给林凡，声音略带歉意的说道：没问题，拿出来我看一下。林凡点了点头，他压根就没抱着一下能买全的想法。反正清河市预售店那么多，在自己离开之前凑够1半的数量应该是没问题的。好的，您先自己逛逛，我去楼上给您取材料。言罢，甜美小妹扭着小腰向着楼上走去。林凡走向预售区，借着等待的时间，他打算看看预售和预售弹，凭借着自己的洞察之眼，说不定能捡个漏什么的。预售区内有不少和林凡年纪相仿的学生，在父母的陪同下挑选着心仪的预售。先生，请问您要挑选预售吗？一名工作人员见林凡走来询问道：需要我帮您推荐吗？我就随便看看。林凡摇了摇头，打发掉工作人员，随后自己逛了起来，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一个又一个笼子中的预售。一只只预售的面板信息当即出现在他的眼前。面板信息和预售笼子下方标签上的信息基本一般无二。这些预售的资质最高的就是白银，75级就是这些预售的极限。林凡自然是看不上的。继续向前走着，林凡继续看着扫过预售的面板。就当林凡快要丧失看下去欲望的时候，一只笼子内的预售令林凡眼前一亮。姓名：银耳猫，变异。性别：属性：风。资质：青铜，可进阶，上限传说资质。等级：50%，黑铁阶。经验：981200。天赋：一语言精通，可以掌握所有物种的语言，和任何物种沟通都没有障碍。2智脑，智商极高，学习速度极快，擅长钻研。3得天读后，资质每进阶一次会随机获得一个天赋。技能：一爪击，利用锋利的爪子攻击敌人。这怎么这么像火箭队的那只喵喵啊？看完面板的林凡心中暗自腹诽，他对于火箭队的那只喵喵还是很喜欢的，能口吐人言不说，关键是极为聪明，能制造出各种花里胡哨的科技产物。而且这银耳猫的资质居然是可进阶的，这在他的记忆中是没有的，学校并没有讲过预售的资质可以进阶。第3项天赋才是这只银耳猫最为变态的地方，每进阶一次，资质竟然就能随机获得一个天赋，这代表着这只银耳猫如果进阶到传说资质的话，起码还可以再获得6个天赋。林凡不理解，这样牛逼的银耳猫为什么会被摆在这里，价格的话就是普通青铜资质预售的价格。银耳猫发现林凡一直注视着自己，猫脸上人性化的露出不屑之色，瞪了林凡一眼后，自顾自的舔了舔爪子，随后换了一个更加舒服的姿势趴着。哟呵，还会瞪我，看我一会不制服你。见状，林凡心中暗自腹诽，这银耳猫真不愧有着智脑天赋，竟然如此人性化。就在此时，甜美小妹拎着一个背包走了过来。先生，这是我们店里有的那10几种材料，您看一下。甜美小妹拉开背包，里面有着10几只木盒。材料的事情先等一下，这只猫我要了。林凡指着银耳猫说道。甜美小妹一脸错愕，以面前这人所需要的材料来看，这人很可能是一位强大的预售师。
不过这眼光也太差了吧！这银耳猫看起来是很可爱，可战斗力对比其他的御兽来说就差很多了。在御兽里属于观赏型御兽，一般会购买这种御兽的极少。而且这只银耳猫的性格很古怪，一点也不讨喜。甚至之前有一位想要购买的女生直接被这只银耳猫给抓伤，要不是抓得及时，这只银耳猫就夺门而逃了。先生，这银耳猫的实力对比与其他御兽来说并不突出，而且性格方面可能有些问题。甜美小妹本着良好的职业操守提醒道：“你要不考虑一下别的御兽？”听见甜美小妹这么说，笼子内趴着的银耳猫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人类什么的最讨厌了，成为人类的御兽还要战斗，他可不愿意。不用，性格古怪好，我这人就喜欢奇奇怪怪的东西。林凡肯定道：“他要不怪，我还不要呢。”闻言，银耳猫的面色一沉，他感觉这人类好像有毛病，都说了他性格古怪，还不信邪。很好，自己肯定是不会屈服的。等这人类想要契约自己的时候，自己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厉害。见面前这人不听劝，甜美小妹也没再多说，自己该说的都说了，不听他也没办法。林凡接过甜美小妹手中的背包，从里面拿出那10几只木盒，挨个打开，随后掏出自己的手机，点开备忘录，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这些材料，品阶和数量与他所需要的全部相同。在这些手机备忘录上把这10几种材料写上已购买后，林凡询问道：“这些材料加上那只银耳猫总共多少龙币？”这些材料的价格是765W，那只银耳猫的价格是50W，合计815W。甜美小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林凡点了点头，提着银耳猫的笼子和那一背包材料，跟着甜美小妹来到前台付款。付款完毕后，林凡提着笼子和背包走出了御兽店，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林凡放下手中的笼子。林凡半蹲在地上，对着银耳猫道：“你会说人类语言是吧？”闻言，银耳猫抬起头，一双眸子死死盯着林凡，猫脸上流露出不可置信之色。他不明白为什么面前这人类知道他会说人类语言，他可是从未展现过这项天赋，甚至于他妈都不知道。你不用这个表情看着我，我不仅知道你会说人类语言，我还知道你的资质是可以进阶的。林凡继续说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我的秘密你全知道？”银耳猫如遭雷击，当即开口质问道：“我叫林凡，至于为什么知道你的秘密，理由我还没编好，等我编好了再告诉你。”林凡摩挲着下巴说道：“我靠！”银耳猫指着林凡拧了半天，他没想到林凡居然这么无耻，没忍住直接爆了句粗口。林凡不说，他就很好奇。林凡嘴角上扬，抬手一道银色法阵凭空出现，月银被林凡召唤而出。银，月银刚一出现，便亲昵地冲着林凡鸣叫了一声。林凡摸了摸月银的脑袋，啧，臣服于人类的御兽，真是可悲。看着月银的样子，银耳猫抱着肩膀不屑地说道：“银，你有本事再说一遍！”闻言，月银面色一变，冲着银耳猫愤怒地鸣叫一声，气势瞬间爆发开来，直接把靠着笼子抱着肩膀的银耳猫吓了一跳，浑身的毛发瞬间炸起，身体不自觉地瑟瑟发抖。我说你很可悲。不过银耳猫依旧十分硬气地开口道，双眸死死地与月银对视着。银，找死！月银龙眸中散发出杀意，念动波瞬息间发动，只见银耳猫的身体漂浮而起，脸上露出痛苦之色。见月银真的起了杀心，林凡连忙阻止。银，哼！月银冲着银耳猫冷冷地鸣叫一声后，便落在了林凡的肩膀上。对于林凡的命令，月银是100%遵从的。虽然这只猫很令他厌恶，但主人说不让，姑且就放过这猫一次。林凡注视落地的银耳猫，询问道：“听你的语气，你似乎很讨厌人类，知道还温？”银耳猫咬着牙反问道：“为什么？”林凡再次开口道。似乎林凡的询问触及到了银耳猫内心的伤痛，银耳猫的双眼不禁湿润。看银耳猫的样子，林凡就知道这肯定是一只有故事的猫。我的父母、哥哥姐姐们都死在了你们人类的手里，甚至他们死后，你们这些可恶的人类连他们的尸体都不放过，剜出金核，剥下皮毛，剩下的血肉烤熟后分食。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银耳猫恨恨地说道：“我们一家人明明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招惹过你们人类，都是因为你们人类突然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切的美好。那你又是怎么会出现在御兽店呢？”听着银耳猫的话语，林凡感觉这猫确实挺惨的，不禁继续询问道：“你怎么问题这么多？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银耳猫挽了一眼林凡，不耐烦道：“你若是想契约我，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我就算是死，也不会给你们人类卖命。”言罢，银耳猫便闭上了双眼。他知道今天自己可能是逃不过了，那条龙的实力根本就不是自己可以抗衡的，自己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不过死就死吧，每天被噩梦惊醒的日子，他受够了。林凡看了一眼银耳猫，旋即说道：“别那么肯定，不如我们做一个交易。”银耳猫并未答话，依旧闭着眼，一副引颈受戮的模样。林凡也不恼，继续说道：“你难道不想报仇吗？不想干掉那些仇人吗？”闻言，银耳猫睁开眼睛，死死盯着林凡。干掉那些仇人，他当然想，他做梦都想，但他仅仅是一只8级的猫，还被抓起来关在御兽店，他根本做不到。实话告诉你，我昨天刚成为一名真正的御兽师，昨天契约月银时，月银甚至比你现在的等级还要低，而月银现在的实力，相信不用我说，你自己刚才就已经亲身体会过了。我的气运是你无法想象的，跟随我，你不但可以报仇，甚至还能走向世界之巅。林凡一脸严肃：“你好好考虑一下吧，我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依旧选择引颈受戮，我会满足你，让月银送你去死。”他相信，只要这银耳猫不傻，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亲眼见证自己的亲人被屠杀，是个生灵都会想要报仇。银耳猫一旦选择追随他，那就是自己人。
干掉银耳猫的那些仇人，对于林凡来说并没有任何负罪感，那些只是陌生人，生与死无所谓，用他们的死换取一个永远忠诚于自己的伙伴，怎么算都不亏。言罢，林凡对着月莹道：“月莹，复刻他的天赋。”银。月莹鸣叫一声，旋即发动了自己的天赋复刻。月莹身躯上银色的光芒骤起，之前月莹都是复刻技能，这还是月莹第一次复刻天赋。5分钟后，月莹身上银色的光芒消失。主人，一道甜美的女声在林凡的耳畔响起，语气中带着喜悦。他终于能开口说话，和主人交流了。洞察之眼扫过月莹的面板，林凡发现语言精通和智脑都被月莹复刻成功。见月莹真的口吐人言，银耳猫顿时心中大骇：这龙居然可以复刻别人的天赋，他到底是个什么变态啊？世间怎么会有这么逆天的生灵存在？这个叫林凡的家伙说，这条龙昨天的等级比他还要低，但这条龙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就算1000个，他加起来都不是对手。仅仅1天时间吗？如果是这个叫林凡的家伙吹牛，那就是这个林凡真的有本事，跟随这家伙，说不定自己以后真的可以报仇。他决定赌一把，你真的可以帮我报仇？那些人类可是你的同类？银耳猫试着询问，他需要再确认一下。同类又如何？林凡轻笑一声，语气中似乎带着些许自嘲。昨天他在经验秘境中便差点被所谓的同类追杀致死，如若不是他跑得快，加上运气斐然，哪有现如今站在这里的他？随后林凡一脸庄重道：你追随我，那就是我的伙伴，你的仇人便是我的仇人。伙伴吗？银耳猫口中喃喃，心间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油然出现。没错，伙伴。林凡肯定地重复道，同时打开龙门，伸出右手，看着林凡伸来的手，银耳猫眼神逐渐坚定，走出笼子，抬起左爪，轻轻触碰林凡的右手，一爪一手相握。林凡知道自己以后的伙伴又增加了一位，以后你就叫喵喵吧。林凡摸了摸喵喵的脑袋，不过月莹现在还没进阶到青铜，我无法契约第2只御兽，你就暂时先跟在我身边吧。御兽师契约御兽跟御兽的进阶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御兽达到25级进阶为青铜阶后，御兽师可以契约第2只御兽，当御兽达到50级进阶为白银阶后，则可以契约第3只御兽，往后以此类推。所以第1只御兽的资质很大程度影响着这名御兽师以后能否走得长远。如果第1只契约的御兽资质在青铜，还可以等进阶到青铜阶后契约第2只资质高一些的御兽，继续走御兽师这条路。但如果第1只御兽的资质是黑铁，那么这名御兽师基本上就等于凉凉，这些御兽师基本就会往着其他御兽的衍生行业发展，例如药剂师、进阶师、进化师等方向。一名御兽师所能契约御兽的最大数量便是8只，当然这还是这名御兽师有着1只传说资质的御兽，并且培养到了传说阶。不过这只是常理情况，林凡的情况就不同，月莹有着神话资质，所以培养到极限后，林凡可契约御兽的最大数量可以达到9只。好，没问题。喵喵点了点头，并没什么意见。月莹，你先回御兽空间吧。林凡摸了摸月莹的小脑袋说道。月莹恋恋不舍，不过还是点了点头。通过昨天的事情，他知道自己在人类的眼中属于那种稀有的御兽，自己公然出现在大街上，一定会给主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作为一只懂事的龙，他还是懂得轻重的。不过变强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无限放大，他要更加努力。只要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那些坏人就不会威胁到主人的安全，那么自己就可以天天跟在主人的身边了。把月莹收回御兽空间后，林凡拿出手机，根据缺德地图的导盲前往下一家御兽店，而喵喵就像一只普通的银耳猫一般，紧紧地跟在林凡身侧。直到晚上8点，御兽店下班，林凡才停止购买材料。清河市的御兽店有一半基本都被林凡光顾了，不过最后所购买到的材料加起来才仅仅只有86种，就连林凡所预期的一半都不够。这86种材料花了林凡整整6000多 W 龙币。林凡心中不禁感叹，御兽师这条道路还真是吞金。在购买一张返回洛北市的高铁票后，林凡乘坐高铁返回了洛北市。到家后，时间已然是晚上10点多，给房东打了个电话，加上滤信把房租结清。把月莹从御兽空间召唤出来后，林凡在手机上点了3份外卖。月莹轻车熟路地打开了宇宙人电脑，2只前爪在键盘上不断敲击，点开了神奇宝贝的播放界面，边喝着可乐边喜滋滋地看起了神奇宝贝。而喵喵则是对一切都很好奇，从林凡的木桌上拿起一本常见御兽手册大全，津津有味地翻看起来。吃完饭，林凡洗了个澡，和自己的2只御兽道了一声晚安，便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翌日清晨，吃过早饭，林凡把月莹收进御兽空间后，便前往了学校。这次去学校，他是去请假的。高中日常主要分为2块，周1到周2讲课，周3到周5提升御兽。讲课顾名思义就是学习一些御兽理论知识，提升御兽就是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以班级为单位进入经验秘境击杀野怪。有着班主任略阵，加上学生们抱团刷怪，在经验秘境中更为安全，效率亦是更高。而且在发掘新秘境时，学校是有着优先进入权的，这也是政府对学校的一种扶持。不过这些对现在的林凡来说意义不大，有那时间还不如想办法把月莹进阶所需的材料先凑齐。由于自己幸运点的关系，林凡更是不可能和他们组团去经验秘境，等高考时去参加一下高考就可以了。林凡所在的高中是洛北市第6中学。踏入教学楼，根据记忆，林凡直接前往4楼的教导主任办公室，敲了敲门，并没有任何回应。而这时，旁边办公室的门被拉开，一位戴着眼镜的男老师拎着暖壶走出来，看了一眼正站在教导主任办公室门前的林凡，那名男老师开口道：“主任今天有事，得过会才能回来，你先回班级上课吧。”和那名男老师道了声谢后，林凡向着自己所在的3年8班走去。由于之前林凡一直没有契约御兽，在班级里很不受待见，
一进班级就迎来了一道道厌恶的目光。走到靠墙的最后一排，林凡自顾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对于这些人的目光，林凡并不在意。很快，上课的铃声响起，班主任王建强拿着一本书和一个装有枸杞的保温杯走进教室，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课。林凡则是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王建强，面板信息瞬息间出现在他的眼中。姓名：王建强，职业：天赋御兽师，天赋 C 级火系增幅，对火系御兽的亲和力增强，所契约的火系御兽每次进阶全属性额外增加20点，技能威力提高5。御兽：一赤焰玄鸟78级，黄金阶；2名岩豹61级，白银阶；3烈甲犀牛52级，白银阶。王建强的面板和自己之前所遇见杨巅峰二人的面板一比，足以堪称豪华。林凡觉得杨巅峰二人估计不是专业的御兽猎人，而是那种半吊混混。王建强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课，林凡感觉越听越困，最后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下课铃响起，林凡揉了揉眼睛，起身向着4楼再次走去。得到的消息是教导主任回来后去开会了，让他下节课下课再来。林凡一脸黑线的走回3年8班，再次坐下。上课铃响起，王建强走进班级，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是最新发掘的龙源秘境，学校给你们争取到了第一批进入的机会。所有同学顿时惊呼，同时脸上带着期待之色。新发掘的秘境代表着里面处处是机遇啊，而且有着老师们带队，那危险等同于没有，简直就属于白嫖。不过是有着任务的，要采集里面的龙血花上交，而且每个班级只有10个名额。王建强话锋一转，再次开口道：去的人选就按照我们班的实力排名前10去，大家没意见吧？闻言，除了班级实力前10的学生外，其他学生皆是叹了口气。听到龙血花3个字，林凡瞬间打起了精神。月营进阶的材料中，他清晰的就记得有这种材料，而且需要的还不少，整整需要9株。事关月营的进阶，这林凡就不得不争取一下了，错过了这次，下次可就不一定能遇上了。老师，我有意见。当即，林凡举起了右手说道：你个连御兽都契约不起的屌丝，这有你说话的份吗？第一排的一名学生转过头，瞥了一眼林凡，语气轻蔑的说道：这人正是8班的班长，名叫王轩，洛北市御兽世家王家的2公子，实力的话在8班排名第1，就算在整个高3亦能排进前5。就是都高3了，连个御兽都契约不上的屌丝，瞎凑什么热闹？就这种人在我们8班都是一种耻辱，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以后估计就是个当鸭子的命。我们这些契约御兽去不上的都没说话，他跳出来装什么大尾巴狼？有着王轩的开口，其余学生纷纷开始窃窃私语。肃静！这个时候，班主任王建强喝道。在班主任的威势下，班级里瞬间鸦雀无声。不过学生们看林凡的目光中依旧带着无比的厌恶。王老师，我已经契约了御兽，是不是我只要打败第10名，我就能获得进入秘境的机会？林凡没有理会这些学生，直视着王建强开口道：是这样的。王建强点了点头，随后一脸严肃地说道：但是林凡同学，宋峰同学的御兽可是有着31级青铜阶的实力，你确定要对战吗？王建强身为8班的老师，对于林凡的感官同样很差。虽然别的班也有契约不起御兽的学生，但他带的8班属于尖子班，林凡拉低了他的整体 GDP。而如今契约了御兽后，竟然还如此大言不惭的想要挑战一名进入经验秘境2年的学生，令他对林凡的感官更差了。确定？林凡肯定道：这秘境中有着龙血花，他无论如何都是要去的。区31级青铜阶的实力而已，月营现在的属性理论上来说可以吊打。那这节课就改为实战课，所有同学跟我去操场。言罢，王建强拿起桌上的保温杯，率先走出了教室。王轩瞥了一眼林凡后，组织着同学前往操场。刚契约御兽就想挑战老子，等会老子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差距。宋峰路过林凡身侧时，语气不善地说道：若是你这屌丝的御兽被我的雷暴赤虎失手打残了，到时候可别哭鼻子。哦，那这句话同样送给你。闻言，林凡回应道：本以为就是一场普通的战斗，没想到这宋峰居然想打残他的御兽。杀人者，人恒杀之。既然宋峰心中有着这样的想法，那么就不要怪他林凡了。操场上有着24个御兽对战专用的擂台，在这些擂台上还有着不少正在进行御兽对战的学生。王建强此刻正站在一个空置的擂台前等待。8班的学生在王轩带领下来到王建强所在的擂台处，林凡和宋峰分别从左右两侧走上擂台，其余学生在擂台外围观，同时还夹杂着窃窃私语。这林凡还真是自不量力，刚契约了御兽就着急显摆，可不是嘛？我们都在经验秘境带着御兽升级2年了，随便出来一个都能吊打他。看着吧，一会他就得哭着下场。宋峰的雷暴赤虎可是极为凶悍的，你们觉得这林凡能契约什么御兽？就以他那穷逼样，能契约一只黑铁资质的都烧高香了吧？听着下方的窃窃私语，林凡面无表情。这些学生的话在他耳中就如同放屁一般。当你弱势的时候，这些人会厌恶你、瞧不起你，甚至于打压你、欺负你。一旦当你展现出绝对的实力，这些人就会化作舔狗，恭维你，想要攀附你。即使在林凡前世那个和平的世界，这样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在这以实力为尊的御兽世界里，这样的现象就更多了。对战规则想必你们都清楚，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对战开始。王建强扫过擂台上的宋峰和林凡，副手说道。宋峰抬手，一道暗紫色法阵凭空出现，霎时间一头体长超过3米的凶力猛虎被他召唤而出。这凶力猛虎正是宋峰口中的那只雷暴赤虎，是他的最强御兽。雷暴赤虎刚被召唤出来，仰天就是一声咆哮，一脸煞气地看向林凡。运转起洞察之眼，林凡扫过雷暴赤虎的面板，姓名雷暴赤虎，性别属性雷，资质
黄金。等级31-100，青铜阶。经验7754310000，体质272，力量280，防御245，敏捷270。天赋一狂暴，血量低于20，有一定几率使自身陷入狂暴状态。狂暴状态下，全属性临时提高20，不会御兽师听从命令，有小概率会攻击御兽师。技能一雷脉炮，单体，汇聚雷系能量瞬间激发，命中有一定概率麻痹敌人。二雷电领域，辅助，在雷电领域下作战，雷系技能威力临时提高5，暴击率临时提高20，全属性临时提高20点。三雷电爪，单体，双爪汇聚雷系能量攻击敌人，命中有一定概率麻痹敌人。四威吓，控制，有一定概率使敌人陷入恐惧状态。五狂雷耀世，群体，汇聚全身雷系能量，大范围攻击敌人，命中有一定概率麻痹敌人。这雷暴齿虎的全属性对比于月莹来说差远了，对于月莹来说，这不过就是大1号的猫罢了。虽然有着一个天赋，但这天赋简直在林凡眼中却是垃圾的不能再垃圾。在刚看见有天赋的时候，林凡本想着让月莹复刻一下，但看见介绍后，林凡顿时就不想了。这天赋太逆天，林凡觉得无福消受，陷入狂暴状态，居然还有几率攻击自己的御兽师。抬手，一道银色的法阵亮起，月莹被林凡召唤而出。月莹刚一出场，下面的窃窃私语顿时消失不见，包括王建强在内的所有人都是一副目瞪口呆之色，就连附近几个擂台旁的学生都把目光看向林凡这边。在他们的认知中，哪怕是亚龙众最低资质都有着铂金资质，更何况林凡身侧的月莹明显就是一条真正的龙，资质肯定在钻石以上，说不定都已然达到了史诗传说的资质。王轩看着林凡身侧的月莹，双眸中流露出火热之色，这可是真正的龙啊，神秘而又强大的存在，真不知道林凡这废物是从哪契约到一条龙的。旋即王轩的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可察的阴笑，契约了又如何，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带着这样的御兽就等于引火上身，怀璧其罪。契约了但守不住，那就等于白扯。就林凡这种穷屌丝，这头龙在他手中只会蒙尘，不如他王轩就发发善心，替他接手好了。相信在得到这条龙后，他王轩在高考上一定会大发神威。一个计划在王轩脑海中逐渐成型。主人。被召唤而出的月莹在林凡身侧亲昵地叫了一声，这一声主人出口，擂台下的所有人彻底的不淡定了，纷纷交头接耳。这林凡究竟撞了什么狗屎运啊，竟然能契约一条真正的龙，我他妈羡慕了啊！我要是能契约这样一只御兽，我情愿少活10年。林凡才契约不久，这御兽就能口吐人言，估摸这御兽的资质最少都得达到了史诗。看来这林凡要崛起了呀！崛起个屁！契约这样炸街的御兽，被人盯上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林凡当然知道月莹的稀有程度，但是总不能因为稀有就一直藏着掖着，这样月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机遇往往伴随着风险，而他有着幸运点的加持，他相信只要他小心一些，不会出什么问题。而这时候，擂台另一侧的宋风下达了指令：雷暴齿虎使用雷电领域。好！得到指令的雷暴齿虎仰天咆哮一声，周身大量的雷霆之力倾泻而出。擂台的上方顷刻间乌云密布，一道道雷霆在乌云中不停翻滚。主人，我感觉这只大猫的实力好弱哦。月莹压低声音在林凡耳边轻语道，虽然压低声音，但还是被雷暴齿虎那敏锐的听觉所捕捉，一双虎眼中当即流露出愤怒之色。这条龙居然说它是一只猫，而且还说它弱，它身为一只老虎，什么时候被这样羞辱过？雷暴齿虎张开血盆大口，狂暴的雷系能量瞬间汇聚，紧接着一发雷脉炮就打响了月莹的位置。林凡可还站在月莹身侧，如果这一发雷脉炮打中，林凡怕是瞬间就会毙命。月莹当即飞向林凡身前，周身银芒亮起，一道七彩光幕骤然出现，雷脉炮径直轰在这七彩光幕之上。轰！一声爆炸骤然响起，不过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七彩光幕上仅仅只是荡起了一丝涟漪。月莹双眸中寒芒乍现，这只大猫刚才那一下如果击中自己主人的话，主人不死也要残废。林凡是他出生后第一眼看见的人，对于他来说，林凡就是他的全部，所有胆敢伤害主人的生物都要死。月莹使用10万伏特，让这只大猫知道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雷电。林凡直接下令道：喜欢玩电，那就用他最擅长的打败他。雷暴齿虎使用雷电爪近身攻击，不要给他使用技能的机会。一击未奏效，另一侧的宋风同样下达命令。得到命令的雷暴齿虎四只硕大的虎爪上当即雷芒环绕，噼里啪啦声不绝于耳，向着月莹的位置猛然狂奔而去。在雷芒的作用下，那3米多长的体型风驰电掣。不过月莹却是更快，龙身上黄灿灿的电芒环绕，无数的电芒汇聚在一起，一道犹如磨盘粗细的电芒直接射向奔来的雷暴齿虎。快避开！见状，宋风面色大变，连忙下令。这磨盘粗的电芒看起来就威力不俗，在刚刚雷暴齿虎那一发雷脉炮被抵挡下的时候，他对于林凡的轻视就一扫而空。能抵挡下雷暴齿虎的雷脉炮，那么这条龙的实力一定不会比雷暴齿虎弱。月莹使用幻彩光幕封锁住他的所有退路。林凡想都没想直接下令。月莹现在的技能数量有10几个，各种技能组合在一起使用，效果可谓是极其变态。月莹周身银芒再次亮起，3道七彩光幕出现在雷暴齿虎的后方和左右两侧。雷暴齿虎直接被这3道七彩光幕夹在中间，所有退路都被封锁的他避无可避。紧接着磨盘粗的电芒带着摧枯拉朽之势直接击中雷暴齿虎。好！雷暴齿虎痛苦地嘶吼了一声，便直接双眼一翻晕死了过去。3米长的身躯被10万伏特电的焦黑一片，一缕缕白烟还在不断的漂浮而起，甚至在林凡的位置还能闻到一股股肉香味。这雷暴齿虎如若不及时救治，怕是就要归西了。而且这么重的伤势，估计就算救回来，想要复原短时间内亦是不可能。
月莹身上电芒再次环绕，做事还要再继续来一发10万伏特。他感觉刚才那一击并没有彻底干掉这大猫，刚才的事他可是还清楚的记得，所以他想彻底弄死这只大猫。住手！我认输！宋风见月莹还要继续攻击，连忙吼道。他没想到这条龙的雷系技能居然威力这么大。普通雷系技能对本身就是雷系的雷暴齿虎伤害并不高，但这一击之下竟然直接把雷暴齿虎差不多电熟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雷暴齿虎和月莹全属性上的真正差距。如果知道的话，那么就不是不可思议，而是应该庆幸。若是别的系域兽在月莹这一击10万伏特之下，怕是直接就会被电死。月莹，回来吧！见宋风认输，林凡开口道。有着林凡的命令，月莹身躯上环绕的电芒顿时消散，狠狠地瞪了一眼雷暴齿虎和宋风后，月莹飞回林凡的身侧。雷暴齿虎失去作战能力，林凡同学获胜。王建强走上擂台，宣读对战结果。宋风把雷暴齿虎收回御兽空间内，向着校医室跑去，还不忘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林凡一眼。林凡把月莹收入御兽空间后，走下擂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击败第10名的宋风，那么他就获得了进入龙源秘境的资格。这下进阶材料中的龙血花有着落了。在林凡和宋风的战斗落幕后，其他实力相近的学生陆陆续续上场对战。和王建强说明原因，林凡再次前往4楼教导主任办公室办理请假手续。王轩用手机偷拍林凡的一张照片后，同样离开。教学楼后，王轩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2秒钟，电话接通。二少爷，您有什么吩咐？略带沙哑的声音从听筒内传来，语气中带着恭敬。钱伯，我要我们班林凡的全部资料，时间我只给你5分钟。我现在需要10万块的现金，你给我送过来，还有把你手下那名有着万变天赋御兽的御兽师一起带来。欧普咖啡厅301包厢等你。王轩直接吩咐道。好的，二少爷。挂断电话，王轩径直走出6中的校门，来到不远处的欧普咖啡厅。走进301包厢，王轩看着手机上林凡的个人信息，有意思。王轩轻抿了一口咖啡，口中喃喃。林凡的信息并不多，除却基础的信息和一些打零工的经历外，就只有一条上周6去过经验秘境的信息。不过这林凡只去过一次经验秘境，御兽实力是怎么提升这么快的？虽然那是条龙，但也不可能仅仅只去一次经验秘境的情况下就能一击之下解决掉宋风的雷暴齿虎。林凡和那条龙看来都有秘密啊。思索间，敲门声响起。进来，王轩淡淡的说道。钱伯拿着一个皮包和一名耳钉男青年推开门走进包厢，随后把包厢门反锁。二少爷，这是10万块现金，这是你要的人。钱伯恭敬的走上前，把装有10万块现金的皮包放在王轩的面前。王轩点了点头，看也没看桌子上的现金，转过身看向那名耳钉男青年。你叫许正是吧？对，王少，请问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许正满脸谄媚，我许正一定鞍前马后，鞠躬尽瘁。这王轩可是御兽王家的二公子，自己若是巴结好了，以后的前途那自然是不可限量。把你那只有着万变天赋的御兽借我用一下。王轩从怀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扔到桌上，开口道。这张卡里有着50W 龙币，就当做辛苦费。作为御兽王家的二公子，钱他自然不缺。许正见状，心中顿时大喜，脸上谄媚之色更浓。抬手，一道灰色的法阵出现，许正的御兽影魔娃娃被召唤而出。许正，让你的御兽变成我手机上这个人的模样。王轩点开自己偷拍林凡的那张照片，把手机递给许正。没问题。接过手机，许正把手机放在影魔娃娃面前，下令道：发动万变天赋，幻化成这个人的模样。影魔娃娃盯着手机看了片刻后点了点头，周身一团黑雾升腾而起，包裹住影魔娃娃的全身。黑雾消散后，林凡出现在众人的眼前。看着身前的林凡，王轩满意的点了点头，和真正的林凡分毫不差。如果不是他事先知道，他肯定都会把这影魔娃娃变化的林凡当作是真的。虽然不会口吐人言，但是这对于他的计划来说足够了。紧接着，王轩拿过手机拨打了宋风的电话，响了一声后，电话被接通。喂，班长有什么事吗？宋风疑惑的声音自电话内传出。林凡那小子抢了你进入秘境的名额，你想不想报仇？想的话来欧普咖啡厅301包间。王轩直切正题，言罢直接挂断电话。他相信被一个刚契约御兽的家伙在那么多人面前打败，而且还输得那么惨，以宋风的秉性一定会想要报仇。看着被挂断的电话，宋风细眯双眼，看了一眼身后正在被救治的雷暴齿虎，径直走出校医室。不一会，宋风果然出现在欧普咖啡厅。告知宋风自己的计划，两人一拍即合。宋风当即拿着那装有10万块现金的皮包向着学校走去，影魔娃娃则是化作一支签字笔挂在宋风的外套上记录。林凡从教导主任办公室出来，迎面撞上匆匆的宋风。宋风瞥了一眼林凡，便自顾自地拿着皮包走进8班的教室。拿着请假单，林凡直接返回自己的出租屋。前往龙源秘境的时间在周3，这2天他可以继续给月莹寻找进阶材料。一进卧室，就见喵喵的2只前爪正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这才一会不见，你就成电脑高手了呀！走近一看，林凡不由惊叹道。只见编译器上一排排代码正呈现在上面，虽然看不懂这些代码代表什么，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主人，我想要学习一下黑客技术，这样我就能入侵执法总部的电脑，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查找仇人的位置所在。喵喵停下爪上的动作，转头看向林凡道，不然盲目的寻找就如大海捞针。还有我想要一台电脑和手机，你看可以吗？没问题。林凡爽快地答应道。喵喵如果学会黑客技术，那么对自己的帮助定然也会不小。带着喵喵来到上次的手机店，林凡购买了2台大米66，并且用自己的身份证给喵喵办理了一张手机卡。运气爆棚的他再次抽中了一台宇宙人电脑。主人，
你这运气太好了吧？那么随手一抽就抽中了头奖。喵喵背着电脑包，欣喜地说道，心中更加笃定林凡说的气运，看来自己这个主人的气运真的不一般。低调，机操勿六。林凡摆了摆手，笑着说道。就在这时，林凡的手机突然来了一条短信，看了一眼后，林凡剑眉微皱。您尾号9527的银行卡于上午10点45分存入10万龙币。一股不好的预感自他心间升起，存钱需要姓名和卡号，如果说存错，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主人，怎么了？见林凡看了一眼手机后便这个表情，喵喵不禁询问道。还没等林凡答话，手机就响了起来。滑动接听，电话中班主任王建强的声音传了过来。林凡，你现在在哪？赶紧回学校。我在手机店。王老师怎么了？你偷了宋峰的钱，你自己心里没数吗？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不然等执法介入你的前途就彻底毁了。我什么时候偷他钱了？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你还想狡辩吗？我劝你不要自误。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学校。一想起自己出来时撞见宋峰拿着个皮包，加上手机上突然来的信息，林凡就懂了，他这是被算计了。不过他一直在手机店，清者自清，加之手机店中有着监控，足以证明他的清白。找到手机店老板，林凡给手机店老板扫了1000龙币。老板笑呵呵地调出监控视频，给林凡拷贝了一份。为了保险，林凡给喵喵的手机同样传了一份。喵喵，你先回家，这是钥匙，如果饿了就自己点份外卖，我去学校处理点事情。林凡从口袋中掏出钥匙，把喵喵的滤信绑定上自己的银行卡。喵喵点了点头。走出手机店，林凡径自前往学校。喵喵并没有回家，而是背着电脑包悄悄地跟着林凡。从林凡的表情来看，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说不定自己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帮助到林凡。进入6中，林凡直接上了5楼，来到校长室。校长室门是开着的，里面宋峰、班主任王建强、教导主任以及校长全都在。走进校长室，校长李鹏元面色阴沉，把手中的一份文件以及正播放监控的平板往前一推，语气冰冷。身为一个学生，却不思进取，竟然还偷取同学的财物，你学习都学狗肚子里了吗？像你这种败类，简直是给我6中丢人，你被开除了。看了一眼平板上的监控视频，林凡心中一惊，那视频中的人正是他，长相包括所穿的衣服全部一模一样。可是他一直在手机店，这视频中的人根本就不是他。这个林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冒充的，不知道洞察之眼能不能通过平板看穿这林凡的信息。运转洞察之眼，面板出现在林凡的眼前。姓名：影魔娃娃，变异。性别：无。属性：暗。资质：白银。等级：2975，青铜阶。经验：1285-22000。体质：195。力量：178。防御：201。敏捷：205。天赋：10000变，可以变成任何生灵的模样，等级越高，变身持续时间越长。技能：一影魔刺杀，单体，可融入敌人的影子中突然出现攻击敌人。二魔影弹，单体，凝聚暗系力量发射攻击敌人。三替身娃娃，辅助，凝聚出3个分身迷惑敌人。原来这玩意叫影魔娃娃，利用自身的万变天赋变成自己的模样。监控里这个人不是我那会在手机店买手机，这是证据。林凡说着，拿出手机点开自己在手机店拷贝的监控视频。哦，我看看。李鹏元面露质疑，伸手拿过林凡的手机，紧接着点开监控视频，扫了一眼后直接删除。哪有你说的什么证据？你搁着逗我玩呢？李鹏元把手机拍在桌子上，厉声喝道。随后冲着校长室内的其他人问道：你们看见证据了吗？这手机上哪有什么证据啊？林凡，你太不知好歹了，这个时候还要狡辩。教导主任摇了摇头，指着林凡说道：林凡，你就别再狡辩了，你和宋峰同学一场，只要把钱还给宋峰，再做些补偿，这事也就过去了。王建强亦是看着林凡一副老好人的模样，劝说道：林凡，只要你把你的那条龙赔偿给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然你就等着坐牢吧。宋峰嘴角微微勾起，阴笑着说道。对于校长、教导主任以及班主任王建强，宋峰早就在王轩的示意下打点好了，800万龙币砸下去，诬陷加开除一个在学校里籍籍无名的穷逼学生，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3人想都没想就直接就答应了。很好，蛇鼠一窝对吧？林凡退后一步，指着面前的4人，眼神冰冷的说道：想要月赢，你是在做梦。事已至此，他算是明白了，这几人根本就是一伙的，目的就是月赢。不过林凡是不可能妥协的，以你的能力，那样的预售在你手里只会蒙尘，我这是在帮你。宋峰抠了抠耳朵，淡淡的说道：既然你不识好歹，那么就送你去坐牢好了。这同样是王轩计划中的一环，他料定林凡不会就这么妥协，等到了执法局就容不得他林凡说不了。宋峰掏出手机，按下短信的发送按钮，一条已编辑好的短信发出。紧接着2名执法走进校长室，手枪顶在林凡的腰间，一左一右把林凡架起。显然这2名执法早已被买通。林凡转头恨恨地扫过4人，这4人的面容他记下了。铂金街嘛，等着看什么看，你出不来的，就算你能出来，你在这洛北市也再无容身之处。李鹏元毫不在意地说着，仿若林凡就如一只蝼蚁。窗外的喵喵把校长室内的一切都听在耳中，喵喵心中暗想，这些人类当真是坏透了。几个闪身重新背起藏在草丛内的背包，远远跟着离去的执法车。在确定执法局所在的位置后，喵喵几个闪身消失不见。执法局内，林凡被关在一间审讯室。小子，我劝你交出那条龙解除契约，不然皮肉之苦你是免不得要受的。手中不断把玩着电棍的执法队长瞥了一眼林凡，淡淡的说道。做梦。林凡啐了一口，梗着脖子道。年轻人，
不听人劝是要受罪的。执法队长手中的电棍噼里啪啦的响了几声，做事就要起身。队长，不劳您出手，我来给这小子点颜色瞧瞧。身后一名站着的执法连忙上前，一脸谄媚，紧接着抽出腰间的电棍，手指按着开关斜笑着走向林凡，电棍上噼里啪啦之声不绝于耳。林凡死死盯着那名冲他走来的执法，就在距离林凡还有2米远时，意外骤然发生。只见那名手持电棍的执法左脚踩在了右脚的鞋带上，整个人一个趔趄栽倒在地，手中正噼里啪啦的电棍直挺挺地戳在了他自己的脸上。电棍上的电流不断进入这名执法的体内，执法口中冒着白沫，身体不断的抽搐，地面上还不断渗出黄澄澄的不明液体。真特么废物！执法队长看着不断抽搐、坤坤失禁的手下，一脸嫌弃的怒骂了一声，随后站起身，绕过那滩黄澄澄的液体，一脚踢开了正不断放电的电棍。这一踢用的力量有些大，导致他那臃肿的身躯一个没站稳，跌倒在那滩黄澄澄的液体中。突然的摔倒，手不自觉地按在了电棍开关上，电流通过液体瞬息间遍布他的全身。哦喔！一阵如杀猪般的惨叫声顿起，执法队长最终含恨晕倒在黄澄澄的液体中。看着这一幕的林凡嘴角微抽，心中不禁叹道：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呀！什么叫报应？这就叫报应！几名执法闻声冲进审讯室内，看着倒地不停抽搐的执法队长和那名队员，同样嘴角微微抽动，不过还是抬着把这2人送进了医院。林凡则是被关进了执法局内暂时的牢房里，他打算等半夜时分就召唤出月营越狱。在半夜的时候，这执法局的守卫力量是最弱的，一时半会不会发现他逃走，这样他就有充足的时间。等那些执法反应过来时，他已然在围墙之外了。虽然这牢房不知是用什么材质打造的，但依旧有着缝隙存在。他只需要进入月营的异空间之门，月营的异空间之门内可以收纳活物，所以进入并不会有问题。之后，月营再施展体型变小的能力，便可轻松逃离。是夜，林凡抬手，银色召唤法阵出现，月营出现在林凡的身前。还没等林凡开口，他只听见不远处传出一丝细微的声响。抬头一看，只见身穿黑布的喵喵鬼鬼祟祟的走来。喵喵！林凡脸上满是惊讶：你怎么来了？你去学校后，我就一直跟着你，见你被带到这，我就寻思着晚上来救你。喵喵自身上黑布的一个兜中掏出了一串钥匙，递给林凡。林凡接过钥匙，挨个试验。在试到第6把钥匙时，咔嚓一声脆响，牢门开启。在喵喵的领路下，林凡以及月营向着外面走去。看着5、6名昏死的执法，林凡一脸错愕：这些都是你干的？我买了支吹剑和一点迷药。喵喵从口袋中掏出一支吹剑和半包迷药，解释道：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深入这执法局，把自己搭在里面怎么办？看着喵喵手中的东西，林凡心中震撼，他没想到喵喵居然敢单枪匹马前来营救。你现在是我的主人，亦是我的伙伴，你有难我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喵喵摩挲着爪中的吹剑，脸上满是自信。至于搭在里面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我下午的时候做了分析，有着8分的把握。你还挺聪明的，林凡笑着说道。看电视学的。喵喵露出一个人性化的笑容，点了点头，看着林凡，这些人类要不要直接弄死？刚才他出手用的基本都是迷药，吹剑仅只用了1次，但也并未致命，所以这些执法并没有死，只是昏死过去。不用，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抗衡国家机器，一旦杀死这些执法，我们面对的将是无休止的追杀。林凡摇了摇头，眼神中散发出冷芒。等我们的实力足够为自己证明时，那些人一个也跑不掉。好，听你的。喵喵把背后的兜帽罩在头上，收起吹剑和那半包迷药。出了执法局，林凡带喵喵乘坐着月营向着出租屋飞去。进入出租屋内，看着堆了满满一客厅的物资，林凡呆住了，看向喵喵，这些也是你买的？喵喵点了点头，是的，你出来以后，我们大概率不会再在城里居住，所以我就提前购买了这些东西。这条龙有着空间天赋，这些东西可以全部带走。喵喵！闻言，一旁的月营娇喝，龙脸上略带不满，我叫月营，不叫这条龙。可你不还是一条龙吗？喵喵抱着肩膀瞥了一眼月营，所以我的称呼没啥问题不是吗？你……月营指着喵喵哑口无言，半天没想到反驳的话。好了，你们俩别闹了。林凡阻止2只玉兽继续拌嘴，对着月营下令，月营把这些物资都收进异空间。哼！月营轻哼一声，打开异空间之门，把这些物资全部收入其中。卧室内，林凡把衣物、电脑等一些有用的东西全部装进背包，随后一起放入异空间内。他这次回来就是装这些东西的，围墙外没有衣服。如果日后不想裸奔，那么这些还是需要的。反正现在执法并没有发现他越狱，时间还来得及。一切就绪后，乘坐着月营向着围墙之外飞去。月明星稀，看着下方的城市，林凡没有丝毫眷恋。叮！发放今日幸运点时已自动加载。听着脑海中传来系统冰冷的机械合成音，他知道现在已经是第2天的凌晨。月营的速度不慢，一会的功夫便出了洛北市的范围。下方一棵棵高大的树木林立，不知名的凶兽化作一道道黑影在肆意捕食。这就是围墙外的世界吗？还真是凶险。看着下方不断闪出的黑影，林凡口中喃喃。洞察之眼扫过，这些凶兽的等级普遍在30级以上，只有少量20来级的掺杂在其中。这还仅仅只是刚出围墙不远，可想而知更远处的凶兽等级会达到何种程度。周！一声阴厉骤然传来，紧接着一道携着冰系能量的光束向着月营袭杀而来。月营感知到危险，顿时加速，避开了这道袭来的冰系光束。一只展翅超过6米长的金蓝色大鸟出现在林凡眼前。洞察之眼扫过这只金蓝色大鸟，面板旋即出现在林凡眼前。姓名：冰甲夜莺，性别：属性冰，飞行。
资质黄金，等级42100青铜阶，经验8742143250，体质351，力量411，防御335，敏捷448，天赋一血战，血量低于50时，全属性提高5，血量低于30时，全属性提高10，血量低于10时，全属性提高15。技能一寒冰光束，单体汇聚冰系能量凝结成光束攻击敌人，命中后有一定概率冰冻敌人。二级寒风暴，群体召唤大量冰系风暴不断攻击敌人，命中后有一定概率对敌人附加冻疮效果，冻疮效果下敌人持续损失生命。三空气刃，单体飞行系能量凝聚而成的攻击，瞬发攻击敌人。四高速移动，辅助能量附加翅膀，增加速度。很好，刚出洛北市就遇到一只来找抽的凶兽。看着冰甲夜鹰的面板，林凡眼神森然。冰甲夜鹰的面板属性并不如月鹰，和他估计的不错，月鹰此时的全属性对比40级的凶兽来说只强不弱。不过这冰甲夜鹰居然还有着一个血战天赋，这天赋倒是还可以，那就陪着冰甲夜鹰好好玩玩，先把冰甲夜鹰逼着使用出天赋，等月鹰复刻后再一举干掉他。月鹰使用岩爆弹，林凡当即下令。不过看着天上的圆月，林凡叮嘱道：注意点，别直接把这冰甲夜鹰打死，这冰甲夜鹰有个血战天赋还可以。月鹰可是有着一个月神天赋的，在月圆之夜全属性临时提高100。林凡怕月鹰一个没收住，直接给这冰甲夜鹰秒了。好的，月鹰回应一声，口中一枚火球瞬间凝聚而出，向着冰甲夜鹰的位置喷射而去。周！冰甲夜鹰鸣叫一声，张开鹰喙，寒冰光束技能发动，向着岩爆弹对轰而来。岩爆弹与寒冰光束在空中对撞，猛然间大量的白色雾气被蒸腾而出。林凡只听见一声凄惨的鹰鸣传来，待白色雾气散开后，冰甲夜鹰已然消失在原来的位置。向下方扫去，只见冰甲夜鹰跌落在地面上一动不动，整个前胸被炸开了一个大洞，俨然一副死的不能再死的架势。林凡主人，这一下我都没用全力。月鹰一时发现冰甲夜鹰的惨状，连忙向着林凡解释，是这大鸟太不经打了，他连躲都不知道躲。摸了摸月鹰的脑袋，林凡并没有怪月鹰，死了就死了，天赋这种东西以后再复刻就是了。指挥月鹰降落，林凡来到冰甲夜鹰尸体旁，看着3件闪烁着光芒的物品，不由面露喜色。上次击杀杨巅峰2人的御兽没爆出任何物品，他还以为自己爆东西只对经验秘境中的怪物有效，没想到这冰甲夜鹰居然出货了。看来击杀御兽亦或者凶兽同样会爆出东西。拾起地面上的3件物品，物品被拾起后光芒自动消散，一把20公分通体黝黑的匕首和2枚能量魔晶。不过这2枚能量魔晶对比于经验秘境中所爆出的颜色更深，体积的话足足有着婴儿拳头大小。洞察之眼扫过，林凡发现这2块能量魔晶加成的数值有着3点。匕首是一件青铜品质的武器，名为破晓，有着锋锐效果。破晓在林凡手中上下翻飞，轻而易举地破开冰甲夜鹰的尸体，从里面取出了晶核。林凡把那2枚能量魔晶递给月鹰，晶核递给喵喵。月鹰还没进阶成青铜阶，吞噬晶核不会获得经验。喵喵现在还只有8级，正好趁着这个时间差让喵喵升级。虽然还未契约，但凭借着喵喵今天的孤身营救，就值得林凡所信任。诺，喵喵。月鹰把林凡递来的2枚能量魔晶拿出1枚扔给了喵喵，这枚给你吃吧，尽早提升实力，这样也能下场战斗了。这是什么？稳稳地接住能量魔晶，喵喵一脸好奇地上下打量着。能量魔晶呀，可以提升属性的好东西。月鹰解释后，一口吞下婴儿拳头大小的能量魔晶，龙脸上一抹陶醉浮现。听着月鹰的介绍，喵喵心中大骇，这拳头大小的东西居然能提升属性，这种东西可是闻所未闻的存在，这条龙居然舍得分给自己吃。龙姐，谢谢。喵喵语气认真道。都说了我叫月鹰，你这些奇奇怪怪的称呼都是什么啊？月鹰轻哼，一脸傲娇。月鹰，谢谢。喵喵再次说道。这还差不多。月鹰轻笑一声，总算把这喵喵的称呼给改过来了。看着月鹰把能量魔晶分给喵喵，林凡没有阻止。以月鹰的实力，加之今晚的月圆之夜，后面所爆的能量魔晶必不会少。等自己契约喵喵后，喵喵亦会拥有继承天赋，继承自己的幸运，届时喵喵同样能爆出物品。喵喵吞服了冰甲夜鹰的晶核，光泽自他身上不断闪过。运转洞察之眼看着喵喵的面板，只见喵喵的等级如坐火箭一般，从8级飙升到了15级，整整提升了7级，可见这42级晶核所蕴含的经验无比浓郁。光泽消失，喵喵开始一口一口的吃着能量魔晶。由于体型的原因，喵喵并不能像月鹰般一口就吞下去。当能量魔晶彻底被喵喵吃完，感受着体内略微增幅的属性，喵喵面色一喜。月鹰说的没错，这能量魔晶真的可以提升属性，但在他的认知中，凶兽死亡并不会爆出东西啊。看来这一定又是林凡的手段。林凡在他心中愈发的神秘起来。站在月鹰的头顶，林凡指挥月鹰继续前行。不过这次林凡并没有让月鹰飞上高空，这密林中凶兽不少，今晚又是月圆之夜，这等机会林凡怎么会错过？随着一只只凶兽被月鹰不断击杀，各式各样的物品相继爆出。喵喵背着背包，拿着破晓，充当起了拾荒者。月鹰刚击杀一只，喵喵就一跃而下，快速的收取战利品。2只御兽配合的越来越默契，在月鹰的不断击杀下，晶核和物品的数量越来越多。随着喵喵身上的光泽再次消失，喵喵的等级成功达到了25级。当即，林凡洞察之眼扫过喵喵的面板，姓名变异银耳猫喵喵，性别属性风，资质青铜，可进阶上线传说资质，等级50分之25黑铁阶，可进阶。
等级进阶材料：风元晶4枚，腾风草1株，静雾花1株，紫幽菊1株，极影吐血100克。经验0135500。喵喵所需要的进阶材料只有5种，对比于月莹来说，简直少得不能再少。而且这些材料林凡都知道，除了静雾花稀有一些外，其他的材料都很常见。主人，前面我感觉有东西吸引着我。就在这时，月莹突然开口，语气中略带迫切：“我想过去看看。”那就过去看看。林凡开口道：“有着月神天赋的加成，外加刚才击杀大量凶兽所爆出的能量魔晶，月莹现在的属性可谓极其恐怖。艺高人胆大，林凡自然不惧。能吸引月莹的东西，林凡一想看看是什么。在一个山洞前，月莹停了下来。就在这里面，月莹龙爪指了指山洞。山洞的洞口不大，只有2人宽，内部漆黑一片，没有一丝的光亮，无尽的黑暗让人不寒而栗。林凡在背包中掏出一只手电筒，这手电筒同样是刚才击杀凶兽爆出的产物。更离谱的是，在这手电筒里还有着2节5号电池。按下开关，光线打出，不过照射的并不远，能见度只有3米的距离，3米之外依旧黑暗。月莹的体型缩小，林凡带着2只玉兽向着山洞内部走去。哗啦啦，刚一进入，被光线照射到的血蝙蝠便以潮水般向着林凡的位置飞来，每一只的眸中都带着猩红的光芒，显得尤为可怖。月莹，毁天灭地版10万伏特！林凡直接下令道。血蝙蝠这种凶兽等级普遍不高，但却是群居凶兽，嗜血凶猛。一个族群往往有着成百上千的数量，一旦被大片血蝙蝠扑杀到身前，那么距离成为干尸也不远了。得到命令的月莹当即发动技能，周身电芒环绕，一道道耀眼电芒以月莹为中心，向着四周无差别的攻击。在电芒的照耀下，山洞一下就变得透亮。一只只血蝙蝠不断被电芒击中落地，爆出一件件物品和能量魔晶，但后续飞来的血蝙蝠依旧悍不畏死，发疯般的冲向林凡的位置。一只血蝙蝠突破防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林凡。找死！正在林凡身侧严阵以待的喵喵当即一声大喝，风系能量猛然注入后肢，高高跃起，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影。噗呲，利器入肉的声音传出，一道墨绿的血剑自血蝙蝠的身上爆射而出。喵喵完美落地，爪中拿着的正是最开始爆出的那把破晓。紧接着，那只血蝙蝠同样落地，身躯微微颤抖2下后便不再动弹。喵喵，干得漂亮！正不断释放着电芒的月莹夸赞道。刚才突围的那只血蝙蝠可把他吓了一跳，距离林凡如此近的距离，他是不敢使用技能攻击的，万一误伤林凡就糟了。放心，5步之内没有任何血蝙蝠能靠近主人。喵喵拿黑布擦了擦刀刃上的血渍，一脸自信，意外不会再发生了，我不会再让他们突围进一只。言罢，月莹把10万伏特运转到极致，成片成片的血蝙蝠被击落，全身焦糊。月莹释放的电芒从金黄逐渐转为银白，仿若雷神降世。其实刚才哪怕喵喵不出手，迎面来的那只血蝙蝠一时奈何不得林凡。月莹是有着反哺天赋的，50反哺全属性，再加上月神天赋发动，林凡如今的实力就相当于没发动月神天赋的月莹，唯一的差距就是林凡不会使用技能，只能依靠肉身的力量，通俗一些就是手撕蝙蝠。时间就如被电芒击中的血蝙蝠，生命瞬息间流逝。过了10分钟左右，袭来的血蝙蝠全部被斩杀，月莹停止释放10万伏特。看着四周一片又一片的掉落物，林凡面露喜色。这波虽然有点小惊险，但这么多物品和能量魔晶一点都不亏。林凡拾取着物品，月莹发动念动波收取能量魔晶，而喵喵拿着破晓不断地切开血蝙蝠尸体，挖取晶核。这爆出的物品五花八门，看得林凡眼花缭乱。一只模样古朴、镌刻着花纹的不知名手环，却是勾起了林凡的兴趣。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手环的面板。物品：空间手环，黑铁级。效果：内部拥有1立方米的空间，物品可随时存取，只能放入死物。使用方法：滴血在手环的花纹上。好家伙，空间手环！林凡惊呼一声，不过看完效果后又略微嫌弃，这储存空间也太小了吧。摇了摇头，林凡还是把空间手环戴在手腕上。这些血蝙蝠的普遍等级只有20至30之间，能爆出这种东西就不错了。月莹虽然有着异空间之门这个天赋，比这手环不知道高级多少倍，但每次存取东西都要麻烦月莹，不如这个随心所欲，这1立方米空间装一些自己所需的东西，暂时还是足够的。咬破自己的中指，林凡按照使用方法滴了一滴血在花纹之上，鲜血接触花纹，沿着花纹的纹路流淌，蔓延至整个纹路。几个呼吸后，鲜血被花纹所吸收，而林凡感觉自己与这空间手环建立了一丝联系。念头一动，林凡手中的背包顿时消失，被收进空间手环内。念头再一动，背包又出现在他的手中，还真是方便。林凡嘴角勾起一丝弧度，这玩意简直就是居家旅行必备神器啊！继续拾取地上的物品，洞察之眼不断的扫过。猎豹手枪、风雨弓、探照灯、7号电池、风雨弓箭矢、E 和 BYT。这些物品中大部分都是普通物品，达到黑铁品质的物品只有42件，唯一一个达到青铜品阶的还是一支风雨弓箭矢。不过看着手中那盒 BYT， 林凡一脸黑线，挥手直接扔到了一边。他一个单身狗给他爆出这玩意，这不纯纯羞辱他呢吗？真男人从不需要这玩意。而这盒 BYT 好巧不巧的砸在一侧正在挖金河喵喵的头上，揉了揉脑袋，喵喵捡起这盒 BYT， 看着上面的图案，喵喵一脸迷茫，把爪子上的血迹在黑布上蹭了蹭，打开盒子，撕开了一个小方块，鼻子嗅了嗅，一股浓郁的草莓味扑面而来。主人，这是什么东西啊？喵喵冲着林凡呼唤了一声，扬起手中的小方块，挺香的，能吃吗？林凡，喵喵疑惑，
主人，你这是什么表情？林凡尴尬，那是子孙收容所，不能吃，赶紧扔了。喵喵还是不理解，不过还是按照林凡的指令把那盒 BYT 扔到了一旁。既然不能吃，还没什么用，那就是垃圾无疑了。林凡把那些有品阶的物品收进空间手环，没品阶的挑选一些有用的收入，剩下的则是没去处理。左手持风雨弓，右手搭上一支黑铁品质的箭矢，随后拉开弓弦，林凡瞄准山洞的一侧墙壁，嗖，轰，咔嚓咔嚓，那支箭矢在弓身与弓弦的作用下径直射出，快若残影。箭矢击中墙壁后，墙壁上猛然间被炸出一个大洞，肉眼可见的白色锋刃不断切割着大洞的内部，无数细小的石块不断掉出。看着风雨弓的威力，林凡心中震惊，这还仅仅只是黑铁品质的东西，竟然就有着如此威力。不过缺点就是这风雨弓是需要专用的箭矢，他刚才在尸体堆中只找到了4支，而那猎豹手枪，林凡则是只找到了1发子弹。在试验过风雨弓后，林凡掏出一把匕首，开始帮着喵喵挖金河。有着林凡的加入，10分钟的时间，所有的金河便全部被挖出。带着月莹和喵喵继续向着山洞内部走去，越往里面走，空间越大。边走，喵喵边吃着能量魔晶。月莹在刚才收取时吃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则是留给喵喵。看着喵喵背着一个比自己身体还高的背包，林凡不禁感觉有些好笑。主人，我感觉那个东西就在前面拐角的后方。月莹龙脸上满是亢奋，不过眼眸中却闪过一丝忌惮。不过我感知到了一只强大凶兽的存在，不如虎穴焉得虎子。林凡捏着下巴看向月莹和喵喵，既然来都来了，不看看岂不可惜？主人说的对，我赞同。喵喵附和道。言罢，林凡等蹑手蹑脚地向着拐角处走去，甚至连呼吸都压到了一种极低的程度。露出半个脑袋，林凡看向拐角后方，心中不由一阵惊叹，这不是给我送福利呢吗？拐角后方的空间极为庞大，数百只木盒、一些金盒以及一些零散的材料胡乱地堆放在一起，有些木盒已然被打开，地面上还有一些材料残渣。而这些木盒后方，一只体长超过10米的血蝙蝠斜靠在墙壁上，奄奄一息。其中一只蝠翼呈现出诡异的姿势，其上覆盖的薄膜千疮百孔，腹部巨大的伤口中还在不断向外流淌出墨绿色的血液，身上的绒毛更是焦黑一片，墨绿色的血液和焦黑的绒毛凝结在一起，显得极为恶心。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这只血蝙蝠的面板。姓名：血蝙蝠，性别：属性：暗，资质：铂金，等级：10125，黄金阶，可进阶。等级进阶材料：紫葵7，夜明花3，寄幽草6，雾阴莲子10，暗系金核，黄金阶10。经验08920630630。看着面板，林凡判断这血蝙蝠应该是为了进阶到下一个阶段，收集材料导致自己重伤濒死。不过看着那数以百计的木盒，林凡知道这血蝙蝠一定袭击过御兽殿之类的地方，那些木盒只有人类在储存材料时才会使用。没想到为了进阶到下一个阶段，这些凶兽居然如此疯狂。不过现如今倒是便宜他林凡了。虽然血蝙蝠有着黄金阶100级的实力，但如今的他的状态半死不活，俨然一副快嗝屁的架势，所能发挥出来的实力定然10不存1。月莹喵喵，那只凶兽受了重伤，我们小心一些，争取无伤把它搞死。林凡缩回脑袋，低声对着身后的月莹和喵喵说道：好的，主人。2只御兽同样低声回应。林凡心念一动，空间手环中的风雨弓和那只青铜品质箭矢立即出现在他的手中。弯弓搭箭，林凡瞄准血蝙蝠的眼睛。无论什么时候，眼睛和腹部基本上都是凶兽最脆弱的位置。当然还有坤坤和花花，不过这血蝙蝠是母的，没有坤坤。花花的话，他又攻击不到。嗖！破空之音传出，箭矢急速飞向血蝙蝠的眼睛。感受着传来的威胁，血蝙蝠睁开双眸，硕大的双眸闪烁着妖异的猩红，死死盯着袭来的箭矢。略微低头，那只箭矢擦着血蝙蝠的头顶划过。轰！血蝙蝠的头顶被犁出了一条浅浅的沟壑，绒毛纷飞。箭矢撞击在血蝙蝠身后的墙壁上，一个大洞被炸出，锋刃不停切割着大洞内部。吱！血蝙蝠注视到正躲在拐角后方的林凡，当即嘶吼一声，庞大的身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糟了！看着自己的箭矢擦着血蝙蝠的头皮划过，林凡暗道不妙。刚才就是怕月莹和喵喵凝聚攻击时所产生的属性能量会惊动血蝙蝠，所以他才选择使用风雨弓偷袭。月莹喵喵，快向里面跑，利用你们的高速的优势攻击这只血蝙蝠。林凡当即下令，一马当先冲进拐角后的那片空间。这拐角处一旦血蝙蝠的攻击打来，等待他们的只有毁灭。月莹和喵喵紧接着同样冲入那片空间。吱！该死的人类！血蝙蝠再次嘶吼，口中墨绿色的光束向着林凡、月莹以及喵喵的位置横扫而来。墨绿色光束扫过之处，爆炸声不断，烟尘不断升腾而起。林凡一个翻滚，堪堪避开袭来的光束，心念一动，一支箭矢再次出现在他的手中。嗖！箭矢再次射向血蝙蝠，他的身躯上一道风系能量猛然炸开，不过效果却并不好，只有一缕绒毛被击落，绒毛后方的皮肉没有受到伤害。他妈的，这黑铁品质的箭矢还是太弱了，只有眼睛的位置才能造成伤害。林凡啐了一口，夹杂着烟尘的唾液吐在地上，紧接着再次向着前方跑去，规避袭来的光束。大家分散跑，找机会攻击。边跑着，林凡边下达指令：你这死蝙蝠，来打你喵喵大爷啊！喵喵灵巧地避开光束，拍了拍屁股，对着血蝙蝠嘲讽道：吱！找死！血蝙蝠见喵喵居然如此嘲讽他，当即勃然大怒，口中的墨绿光束全力向着喵喵所在的位置激射而去。喵喵嘴角勾起一丝弧度，心中喜色渐浓，这死蝙蝠上当了。
自己的速度是天然的优势，自己只要不断吸引住这蝙蝠的仇恨，那么就能给月莹和主人争取攻击的时间。纵身向前一跃，喵喵完美落地，血蝙蝠的光束再次打空。你怎么这么垃圾啊？靠着吃泔水长得这么大吗？喵喵比了个中指，眼神中流露出轻蔑。白虾那么大的体格了，还是会娘胎里回炉重造吧？吱吱吱！哎呀呀，气死我了！我要杀了你！血蝙蝠狂吼，那只没有废掉的蝠翼上黑色的光芒骤起，一道道犹如鬼魅的黑芒不断窜出，呈螺旋状向着喵喵绞杀而来。你以为放出几个黑不溜秋的攻击就能制裁你喵喵大爷了？喵喵身影消失在原地，如疾风般奔跑，边跑口中还不断的叫嚣着：“给你看看你喵喵大爷的身法！”螺旋状的黑芒在攻击向地面的那一刹突然停住，仿若有生命般朝着喵喵的位置追击。哎呦卧槽！见身后的黑芒追着自己，喵喵口中惊呼。他没想到这攻击居然还能追踪，这他妈什么玩意？第一次见啊！轰！就在血蝙蝠紧盯着喵喵揍的时候，一枚枚炙热的火球轰击在血蝙蝠的后背上，大片大片的绒毛脱落，绒毛之下的皮肤焦黑一片。月莹出手了，喵喵的举动他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吱啊！血蝙蝠惨叫一声，旋即把头转过去，看向偷袭自己的月莹，猩红的眸子中满是怒火。你看屁看，和你喵喵大爷战斗，居然还敢分心，想不想你喵喵大爷让你开花？喵喵见血蝙蝠的目光锁定月莹，当即暗道不好，继续嘲讽，同时向着月莹喊道：“月莹，快把我身后这黑玩意打掉，太烦人了！”没问题。月莹龙爪挥舞，两道空间刃成十字状击射向喵喵身后的黑芒。刷刷，两道空间刃擦着黑芒而过，在地面上留下两道极深的切割痕迹。月莹，你瞄准点啊！见月莹没击中，喵喵喝道，同时继续卖力的奔跑。月莹，嗖！见血蝙蝠要向着月莹发动攻击，林凡连忙弯弓搭箭，箭矢这次准确无误地射进血蝙蝠的右眼中，血蝙蝠右眼中的猩红顿时消失不见，一股股粘稠的墨绿液体自血蝙蝠的右眼眶中流出。吱啊！血蝙蝠惨叫一声，身体踉跄地向后退了2步，原本攻击的势头一时暂时停止。林凡朝着月莹喊道：“月莹，攻击喵喵的位置。”是，主人。月莹回应道，虽然不知道主人是什么意思，但月莹还是立即照办。两道空间刃再次发射而出，目标正是狂奔中的喵喵。轰！爆炸声骤然响起，喵喵被冲击波炸得向着前方飞去，烟尘散尽，紧追着喵喵的那道黑芒已然消失不见。喵喵咳嗽2声，摇了摇晕乎乎的脑袋，从地上爬起。还是主人牛逼！喵喵冲着林凡夸赞道。林凡让月莹攻击喵喵的位置，并不是要干掉喵喵，而是喵喵在高速狂奔，身后3个身位的距离正是那不断追击的黑芒。如果一味的攻击黑芒，那么被躲开是一定的，只有攻击前面奔跑喵喵的位置，在喵喵移动后，攻击才能准确的击中后面的黑芒。喵喵抽出别在腰间的破晓，风系能量全部凝聚在腿部，向着血蝙蝠的位置冲去，只有一道道残影留下。血蝙蝠的后方，喵喵后腿用力，全身腾空而起，双眸中带着危险的神色。噗呲，噗呲2，噗呲3，噗呲99，破晓的寒芒不断闪过，快若闪电。一声声戾气入肉与鲜血喷洒之声相互交织，奏成了诡异的乐章。花儿伴随着血蝙蝠的惨叫不断绽放。99声过后，喵喵一个翻滚，单膝跪地，右臂横起持着破晓。破晓上墨绿色的血液滴落地面，喵喵森然，我说过会让你开花。吱吱吱，可恶可恶，你们都要死死！血蝙蝠咆哮，不顾右眼眶中与花处正喷洒着鲜血，口中墨绿色光束再次喷射而出。这次的墨绿光束足足比之前的粗了2倍，速度更快。以自身中心带着摧枯拉朽之势，向着林凡、月莹以及喵喵射去。他纵横这片区域数载，何时被几只虫子耍得团团转过？这些虫子彻底惹怒他了。本想着保留些许能量，以待后续的进阶，但这些虫子当真可恶至极。这一击他调动了自身全部的能量，不成功便成人。卧槽，快避开！林凡借着攻击中散发的威势，比之前几次强了数倍，额头瞬间冷汗涔涔。话音刚落，林凡还没来得及跑出2步，轰轰轰，一片片爆炸声接连传来，整个空间内再次烟尘滚滚。烟尘中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林凡捂着胸口，强忍着全身散架般的疼痛站起身。嗨嗨！烟尘充斥着林凡的鼻腔，使得他不断咳嗽，鲜血伴随着唾液不断涌出。刚才他本以为就要被攻击收割，没想到月莹和喵喵如同残影般向着自己冲来，把自己撞飞了出去。月莹，喵喵，噗！林凡呼喊了一声，又是大量的血液喷出。主人，我这在，不过喵喵的状态不太好。烟尘中，月莹悦耳的声音传来，不过却带着一丝虚弱。循着声音，林凡跌跌撞撞的走去。只见月莹身上银色的鳞甲上染着殷红的鲜血，而一侧的喵喵口中正不断的喷吐着鲜血。虽然一副快不行的架势，但只要还没死就行。在月莹的异空间内还有着不少生机果实。月莹，快把异空间内的生机果实取出来！林凡跪坐在月莹和喵喵的身前，喘着粗气。闻言，3枚生机果实出现，漂浮在林凡的面前。费力的拿起一枚，林凡3口2口的就啃完了这枚生机果实。生机果实内蕴含的能量不断修复着林凡体内的创伤。几个呼吸后，林凡活动了一下手腕，他感觉已经没什么问题了，递给月莹和喵喵各一枚。在生机果实的修复下，月莹和喵喵恢复如初。主人，这果子太厉害了，我还以为我这次要完蛋了。喵喵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眼中冒着金光。这果子可是我和主人在经验秘境中发现的，只要吃一个，
不是已经死亡的话，就能恢复全部伤势。月莹释放了一个水系技能，冲刷掉身上的血迹。喵喵，这次还是多谢你了。如果不是你释放的那个七彩光幕抵消掉大半的攻击，我连吃果子的机会都没有。月莹摆了摆龙爪，小意思，就像主人所说的，我们是伙伴。烟尘散尽，林凡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血蝙蝠，月莹喵喵，我们去彻底解决这家伙。好的，两只玉兽异口同声，跟随着林凡走向血蝙蝠。此刻的血蝙蝠身上还在不断起伏着，谨慎的一只眼睛死死盯着走过来的林凡、月莹和喵喵，但却无可奈何。刚才那一击使用了他全部的能量，现在的他就是动一下都困难。你这死蝙蝠，没法动了吧？差点给你喵喵大爷打死！推！喵喵抱着肩膀嘲讽，朝着旁边啐了一口。滋滋！你们这些与人类一起的叛徒，你们会下地狱的！血蝙蝠恶狠狠地嘶吼。你懂什么？主人是我的信仰，亦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月莹闻言，当即不满地说道：主人可以帮助我实现目标，现在更是我的伙伴。我从前并未跟随于谁，叛徒这个词根本不成立。喵喵同样反驳道：好了，别和他废话了，月莹解决他。虽然不知道这血蝙蝠在说些什么，但看那凶恶的神色，一定不是什么好话。林凡直接下令月莹攻击。月莹张开龙口，一枚蕴含着庞大火系能量的岩爆弹瞬间击射而出。虚弱不堪的血蝙蝠被这一击直接带走了最后一丝生命。死亡前那最后的眼神中带着极为强烈的不甘。林凡没想到这受伤不轻的血蝙蝠居然还有着这样恐怖的战斗力。血蝙蝠死后爆出了6件物品，1件衣服、1柄长刀以及4枚能量魔晶。4枚能量魔晶直接被月莹和喵喵平分。林凡拿起那件衣服和长刀，运转洞察之眼扫过。物品：雾隐长袍，品阶：黄金。使用方法：滴血认主，认主后心中默念开启关闭即可触发效果。效果：全方位隐身，隐藏自身的一切气息，可抵御一次黄金阶100级以下的攻击一次。物品：隐魔刀，品阶：白银。使用方法：滴血认主，认主后可发动隐魔刀特殊效果。效果：可凝聚出携带暗系能量的刀刃，威力在白银阶50到75级间随机，剩余次数5，每天自动恢复1次使用次数。看着这2件物品的面板，林凡面露喜色。这黄金阶100级的血蝙蝠就是不一样，这爆出的东西简直强得离谱。这隐魔刀的话，正好弥补自己不会使用技能的短板。虽然自己有着御兽，但这刀拿来保命或者支援亦是不错的选择。有了这长袍，那么他就可以随时随地隐身，这样自己需要材料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城购买，也不怕被执法什么的发现了。周3龙元秘境开启，自己正好可以利用雾隐长袍混进去。如果碰见宋风、王建强的话，那么就不要怪他林凡提前收点利息了。对于其他人的态度，林凡并没有那么反感，毕竟人类就是那样，包括他自己亦是人类。但对于迫害他的人，那么林凡必要以牙还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万倍还之。咬破中指，林凡分别在雾隐长袍和隐魔刀上滴上1滴鲜血。很快，鲜血融入这2件物品中，林凡感觉自己的精神和这2件物品建立了联系。更令林凡惊异的是，那雾隐长袍林凡滴血的地方隐隐的出现了一个0字。不过这滴血认主令林凡有点头大，这种滴血有朝一日会不会给他滴干了呀？含住还在冒血的手指，林凡无奈的摇了摇头。披上长袍，戴上长袍后的兜帽，林凡提着隐魔刀挖出血蝙蝠的晶核。主人，那堆材料中就有着吸引我的东西。月银龙爪指了指那堆材料，眼中露出向往之色。你不会是被进阶材料吸引来的吧？林凡摸了摸月银的脑袋，笑着说道。进阶材料对御兽或者凶兽是有着些许吸引的，不然野外的凶兽也不会进阶到下一个等阶。凶兽们一旦到达临界点，就会开始根据感知寻找进阶材料。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的。月银围着林凡转了2圈，不好意思地说道。他也不清楚，反正那种感觉就是很需要，很渴望。林凡带着月银和喵喵走到那些木盒、金盒以及材料前，对比于最开始被血蝙蝠一顿狂轰滥炸后更乱了，不少木盒都被炸碎，材料散落一地。边拾取着材料，林凡边运转着洞察之眼查看。这是9叶赤阳果，雾草，这是声优草，雾草。看着这些材料的面板，林凡面露惊讶。这里面有着许多材料，月银进阶都用得上，难怪月银说吸引着他。这么多不吸引才怪了。把月银所需要的材料，林凡都归类到一起，并且让月银把这些材料收入一空间。剩下月银用不到的材料，林凡则是装入了自己的空间手环。他计划着等天一亮就返回洛北市。在这御兽大陆中，应该存在着黑市这类的地方。正常的御兽店他是去不了了，说不定他的银行卡都已经被执法给锁了。在手环中的这些材料，他打算出售给黑市，换取一些现金或者开一张不记名的银行卡，顺便看看剩下的材料在黑市中能买到多少。通过刚才的收取，林凡算了一下，月银需要的材料已然凑齐了142种，距离凑齐还剩75种。这75种里有一半都是凶兽血，剩下的一半都是一些极其稀有的材料。离开那处山洞后，林凡站在月银的头顶，继续踏上击杀凶兽之路。时间一点点的流逝，漆黑的夜逐渐变淡，太阳从东方升起。林凡打了个哈欠，这一晚上他并没有睡觉，而是一直看着月银战斗。月银向着洛北市的方向飞。林凡开口道：太阳出来了，月银的月神天赋效果自然消失，再击杀野怪肯定不如夜晚那么快，被围攻说不定还会陷入危险。而且正好他还准备进城打听打听黑市的存在。主人，洛北市估计已经在通缉你了，就这么回去你不怕？喵喵在一侧说道。无妨，你看好了。打断喵喵，林凡心中默念开启，
整个人顿时就消失在了原地。当然，他并不是真的消失，而是隐身了。心中默念关闭，林凡的身影再次出现。喵喵一副目瞪口呆之色，他见到了什么？林凡居然隐身了，这特么还是人类吗？别吃惊，这都是这件衣服的功劳，这件衣服的效果就是隐身。林凡笑着给喵喵解释道。喵喵一副恍然大悟之色，这件衣服他半夜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只是没想到效果居然这么变态。月莹载着林凡和喵喵在距离洛北市城墙的不远处降落下来。林凡把月莹收入御兽空间，抱起地上的喵喵，把喵喵罩进自己的雾隐长袍内。心念一动，雾隐长袍的隐身效果开启。林凡大摇大摆地路过城门前的看守的士兵，这些士兵对林凡的路过视若罔闻，没有丝毫反应，依据直挺挺地看守着城门。林凡不禁感叹这雾隐长袍功效的强大。走进洛北市，远离围墙，林凡撤掉了雾隐长袍的效果，抬起右臂拦下了沿路的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林凡坐进副驾驶，问一下，知道？还没等说完，林凡侧头看了一眼司机，面色骤然大变，不由惊呼：雾草，是你？嘿嘿，小伙子，我们又见面了。中年司机嘿嘿一笑，灌了口啤酒。我说过我们会有缘再见的。这中年司机不是别人，正是林凡在清河市遇见的那位神经病司机。靠，谁跟你有缘？说着，林凡拉开车门就要下车。这精神病司机开车太吓人了，外加他现在的身份，这神经病司机一路火花带闪电以后，他还得被连带着一起抓走。小伙子，等等！见林凡要下车，中年司机放下手中的啤酒罐，一把拉住林凡的胳膊。中年司机拉住林凡的那只手犹如铁钳般，任由林凡拉扯丝毫不动。感受着胳膊上传来的距离，林凡心中不由一惊。他现在的力量在月莹全属性的反哺下，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拉得住他。林凡转过头，眼睛死死地盯着中年司机：你到底是谁？跟着我有什么企图？这司机的异常，加之第二次莫名的相遇，让林凡不由怀疑。第一次遇见可以说得上是巧合，第二次遇见还是在不同的事，这想不怀疑都难。说着，运转洞察之眼扫过中年司机的面板。姓名：百里孤，职业：天赋御兽师。天赋：一力量掌控 S， 所契约御兽的力量属性20会反哺自身，契约御兽力量属性永久提高20。二预知梦 S 影，残缺可以通过梦境预知未来，由于是残缺版，所预知的并不完全。御兽：一圣羽猎雕115级铂金阶，二玄甲鬼面鳄101级铂金阶，三极寒双头蟒77级黄金阶，四赤焰火马56级白银阶。这面板看得林凡一愣一愣的，没想到这精神病司机居然是一名天赋御兽师，居然还有2个 S 级天赋，其中一个还是能预知的天赋，虽然是残缺版，但也很牛逼了。不仅如此，御兽的最高等级居然已经达到了铂金阶115级。我叫百里孤，我还知道你叫林凡。百里孤一用力把林凡拉回副驾驶，放心，我对你没什么企图，更不会害你。百里孤有着预知梦的天赋，知道自己的姓名，林凡并不惊讶。你身为一名天赋御兽师，为什么会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听百里孤对自己并没有什么企图，林凡悬着的心同样落下。不愧是你，居然连这些都知道。百里孤哈哈一笑，伸手撕下脸上的伪装，露出里面那张俊朗的面容。我来自百里世家，3年前偷跑出来的，精神病只是为了隐藏身份，等候你的出现。等我？林凡剑眉微皱，不解道。没错，原因的话我就不能说了，以后你自会知道。百里孤点了点头，踩下油门，走吧，我送你去黑市。早间新闻，我是一名犯罪嫌疑人，于凌晨自执法局越狱，姓名林凡，年龄18岁，身高1.82米，照片如下，如有发现的市民，请及时与执法部门联系。电话。出租车内的广播声骤然响起，播送着早间新闻。林凡，噗，这才2天，不见你就被通缉了。百里孤轻笑，看了一眼林凡，伸手比了个大拇指，果然还得是你啊，不过是有人觊觎我的御兽，故意诬陷罢了。林凡撇了嘴，眼神冰冷，等我实力足够时，自然会为自己证明，那些杂种一个也别想跑，那一天不会远。百里孤自顾自地灌了口啤酒，变戏法似的又掏出一罐递给林凡，来点。不了。林凡摇了摇头拒绝，等会他还要去黑市，而且他并不喜欢喝酒，酒是个好东西，可惜只能我自己享受了。见林凡拒绝，百里苏放下那罐啤酒，口中喃喃。这次的出租车开得极为平稳，并没有如上次般风驰电掣。在距离黑市200米远的地方，百里孤停下车。林凡，这是不记名银行卡和手机卡，以及1万龙币现金，还有这是我的名片。百里孤从裤兜里掏出4样物品递给林凡，挑了挑眉，电话的话可能会接不通，因为我住在精神病院，你懂得。那你给我名片干啥？林凡一脸黑线，不过还是接过了4样物品。仪式感了，哈哈。百里孤笑着，黑市的入口就在前面200米后的拐角，我就送你到这了，有缘再见。我感觉你不像是伪装，你倒像是个真精神病。林凡打开车门下车，和精神病待在一起久了，这不是很正常吗？哈哈。啪！出租车车门直接被林凡大力关上，头也不回地向着黑市走去。梦开始的地方，开始的地方，哈哈哈。百里孤看着林凡离去的背影，在出租车内大笑几声，重新给自己伪装好，出租车扬长而去。走过200米的距离，拐角处是一个风俗店。看着门口花枝招展的女人们，林凡嘴角微抽。他现在有点怀疑，那百里孤在坑自己。不过还是放下怀中的喵喵，带着喵喵向着风俗店走去。来都来了，不去问问岂不可惜？万一这风俗店只是个伪装呢？哟，小帅哥，这么早就按耐不住了呀？一名浓妆艳抹、身材高挑的女人甩了甩手中的手绢，迈着自认为迷人的猫步向着林凡走来。
主人，这女人看起来好像有点变态啊。喵喵拉了拉林凡的裤脚，低语一声：“林凡，小帅哥，你看姐姐怎么样？2000龙币，包你满意。”女人挺了挺，展示着波涛汹涌，媚眼连连。这位大姐，请问黑市是在这里吗？林凡心中厌恶，但还是向着女人询问道：“大姐，老娘才22岁，你这个死小子会不会说话？”女人闻言当即不满，脸上的浓妆都略微掉了一些粉。可下一瞬，女人当即就变了脸色，脸上全然一副谄媚。够了吗？林凡从怀中掏出1万块龙币现金，这现金正是离开前百里沽给他的。对于这种女人来说，别的可能不好使，但钱一定好使。正经人谁会来这地方糟践自己？还不是来钱比较快。够，当然够，这可太够了。女人娇笑着向前2步，想要拿过林凡手中的现金。瞥了女人一眼，林凡把现金再次揣进怀中，带路，到了这1万块就是你的。小帅哥，请跟我来。女人尴尬地收回伸出的手，扭着屁股在前面带路，不费什么力气，更不用虚假的迎合就能赚到1万块，这样的好事可不多。有着女人的带领，在风俗店内左拐右拐，最后林凡在一处通体漆黑的大门前停下。到了，这大门后就是黑市的入口。女人转过身，一脸谄媚：“小帅哥，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黑市吧？”林凡剑眉微皱，面色迟疑。经常进入黑市的人都会戴着面具，你这样的一看就是第一次来。女人连忙解释道，同时向林凡伸手：“你看，那1万块，谢谢。”从怀中再次掏出那1万块龙币现金，林凡扔给女人。女人一脸欣喜，对着手中那1万块现金美美的亲了一口，扭着屁股自顾自地离开了。推开漆黑的大门，林凡带着喵喵进入。主人，你要不要继续抱着我？喵喵捏着下巴开口道：“我就这样跟着你进去，会不会引人注意？把你身上的衣服给我，还有破晓。”林凡边下着楼梯边嘱咐道：“一会别说话，你只要不说话，就没人会注意到。”我知道了。喵喵把身上的黑布一把扯下，连带着还有别在腰间的破晓，再把黑布和破晓收入空间手环后，林凡在前，喵喵在后向着入口走去。把守在黑市入口处的2名守卫伸手拦住林凡，上下打量着。其中一名守卫开口道：“第一次来？”林凡点了点头。那名守卫伸手，面色没有丝毫波动，1万现金。林凡，他似乎明白百里沽给他1万现金是什么意思了。原来进入这黑市是要交钱的。特么的，他刚才把那1万块都给那女人了。林凡把手伸向裤兜，心念一动，一枚黑铁阶的金盒出现在他的手中。手从裤兜内掏出，林凡摊开手：“我没带现金，就拿这枚黑铁接金盒抵数吧。”那名守卫眼前一亮，接过金盒，感受一下里面蕴含的能量波动。守卫开口道：“可以。”这枚黑铁接金盒的价值可是远远超过1万龙币，抽空把这黑铁金盒买了，那可是又多了一笔收入。另一个守卫从身侧的一个箱子里随手抽出一个面具递给林凡：“进入黑市戴上面具，这是规矩。还有，黑市内不得盗窃和打斗，违者付出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去吧。”言罢，2名守卫各自返回自己原本的位置。戴好面具后，林凡带着喵喵进入黑市。两侧摆摊吆喝的小贩，哪怕现在是白天，黑市内依旧人来人往，尽显嘈杂。卖蛋，20万一枚，什么品种都有，买到就是赚到。苏南制药流露出的最新高科技，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岭东秘境刚采摘的稀有材料，瞧一瞧看一看来。看着吆喝小贩面前摊位上的物品，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一排牌面板顿时出现在他的眼前，很多都是垃圾，与这些小贩所吆喝的并不符。什么买到就是赚到，买到简直苦茶子都亏没。摇了摇头，林凡继续向前走去。走过小贩区域，林凡走进一家店铺。先生您好，请问需要购买什么？一名同样戴着面具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恭敬地向着林凡询问。我想出售一些材料和金盒。林凡直入正题，多余的那些材料林凡暂时用不上，金盒的话黑铁阶的对于林凡来说暂时没什么作用。预售吞服金盒只能是自己同阶亦或者更高阶的金盒，比自己阶位低的金盒不会再获得经验。月银和喵喵现在都达到25级黑铁阶，所以这些黑铁阶金盒还是先换成钱购置材料比较划算。没问题，我们店一定会给您最公道的价格，请您跟我来。工作人员伸手做出一个请的动作，旋即带领林凡向着一个电梯走去。坐上电梯，工作人员按下负4层的按钮，电梯缓缓下沉。叮的一声响起后，电梯门打开，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一处办公室前。咚咚咚，工作人员抬起手在门上轻轻敲了3下。进来，门没锁。办公室内，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声音中带着沙哑，就如同被嗓子被烫坏一般，让人听着极为不舒服。推开门，工作人员躬身一礼：“黄老，这位客人想出售一些材料和金盒。”黄老转动座椅，座椅180度旋转，整个人朝向林凡和工作人员。老头满头白发，身穿宽松的黑色长袍，正不断地捋着额下的胡须，浑浊的双眼打量了林凡一番后，开口道：“知道了，你下去吧。”工作人员再次一礼后离开办公室，顺带着关上了办公室的门。黄老开口：“把东西拿出来，我看看。”来到办公桌前，林凡取下衣袍内的背包，装模作样的从里面掏出一件又一件的材料和金盒。看着林凡不断从背包内掏出物品，黄老那苍老的脸上略微震惊：“年轻人，你这背包不大，但似乎能装很多东西。”黄老打量着林凡手中的背包，询问道：“有兴趣出售吗？这背包不过能多装些东西罢了，而且我去野外时还要用到。”林凡回绝道，继续掏出一件件物品。“开什么玩笑，这背包只是个幌子，
所有的材料和晶核都是他从空间手环中取出的。空间手环在他的记忆中是没有的，这东西不能给别人发现，不然又是麻烦一件。好吧，等你想出售的时候，欢迎随时来找我，价格你会满意的。见林凡拒绝，黄老也不强求，露出一个自认为和善的面容说道。掏出最后一株材料后，林凡拉上背包的拉链，重新背回身后。黄老从电脑旁拿起一个巴掌大小的仪器，拿起桌面上的一枚晶核不断扫过，看着显示屏上不断蹦出的信息，林凡一脸错愕。这仪器竟然如此神奇，不仅能识别出晶核的等阶，就连等级都能准确的识别。在最后一排的表格上是晶核的价格，扫了一眼后，林凡心中还是满意的，价格很公道。一枚20级黑铁阶晶核的价格有着 25W 的高价，在外面预售店出售的话，一枚20级黑铁阶晶核的价格也就23W 左右。把所有的晶核和材料都统计一番后，黄老报价，这些材料和晶核加起来总共是255亿龙币。林凡心中不由大惊，他没想到这些晶核和材料加起来居然能卖这么多钱。不过随之也就释然，毕竟一枚20级黑铁阶晶核就 25W， 他可是足拿出了700多枚黑铁阶晶核，这些晶核的等级都不低，来源自然是那些雪蝙蝠提供的。预售师还真是赚钱，仅这一趟就是2亿多龙币。不过也就是他这个等级别的其他预售师要是敢那么玩，怕是会被雪蝙蝠直接吸成干尸。没问题，林凡果断点头，报上自己那张不记名的银行卡号。钱转过去了，小兄弟下次如果还要出售东西，一定要再来我们这。2分钟后，黄老放下手机，看着林凡开口道，多的那100万就当做我们的诚意了。像林凡这样的，在他看来背后一定是有着大势力的，不然不可能一出手就是这么多晶核和材料。对于这样出手就是成片晶核和材料的大客户，他自然是要笼络一下的。而且区100万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这些材料和晶核一转手卖出，所能产生的利润可比这区的100万多得多。林凡点开手机上的 app， 看着那张不记名银行卡中多了256亿龙币，笑着说道，没问题。这黄老倒是个实在人，为了拉拢生意还挺大方。黄老捋着胡子问道，还有什么需要的吗？你看一下这上面的材料，你们这有吗？林凡掏出手机，点开记录剩余材料的备忘录递给黄老，接过手机看了一会，黄老摇了摇头，你这上面的材料太稀有，有些甚至我都不曾听过，我们这只有龟背草、龙头金、金甲龙羽血和疾风引爆血这4样材料。好吧，那4样材料多少钱？对于这个答案，林凡并不失望，起码还有这4种。龟背草1株 1700W 龙币，龙头金1枚 4000W 龙币，金甲龙羽血1克 50W 龙币，疾风引爆血1克 40W 龙币。林凡，金甲龙羽血和疾风引爆血每份都需要200克，那么加起来18亿龙币，再加上那2份材料，那就是237亿龙币。这他妈刚到手的钱，转瞬间就要花出去了。好吗，这4样材料我都要了。咬了咬牙，林凡道，反正钱没了还能再赚，月营进阶财是头等大事。刷过卡后，在黄老的带领下，林凡来到一处仓库前。黄老把一张精致的卡片插入凹槽，在密码锁上输入密码，又在识别虹膜处扫描一下后，仓库的大门咔嚓一声打开。等了片刻后，黄老拿着4只木盒走出。黑市的拍卖行最近有不少好东西，你可以去看看，说不定有你需要的。把木盒递给林凡，黄老捋着胡子说道，好的，谢谢。道了声谢后，林凡便离开了。拍卖行这地方虽然他很感兴趣，但如今他手中的钱没多少了，想要去的话，前提就是需要搞些钱。这里是黑市，他又有着洞察之眼，那么他就去逛逛，勉为其难的捡个漏好了。返回小贩贩卖的那片区域，相比于他刚来那会，人流更多，摆摊的小贩亦是更多。不断的走着，洞察之眼扫过一片片的物品，一枚珠子的面板信息突然让林凡眼前一亮，径直来到那个小摊前。林凡蹲下身，装模作样的打量着其他物品。小摊的摊主是一个体型臃肿的胖子，见林凡蹲下打量，连忙上前招呼，大兄弟，我这摊上可都是好宝贝，都是秘境里出的货。老板，这草多少钱？林凡拿起一株通体金蓝色的草询问道。大兄弟，这草可是凛冬秘境的产物，名为玄冰草，是冰系预售进阶的稀有材料。胖子摊主侃侃地介绍着，伸出3根擀面杖粗的手指，只要300W 龙币，绝对不亏，在店里这玄冰草可是要400W 龙币的。林凡嗤之以鼻，这特么哪是什么玄冰草，就特么是一株寒冰草，售价不过15W 罢了。这2种草长得极为相似，不是熟知的人根本无法分辨。那这枚珠子呢？多少钱？并没有拆穿胖子摊主，林凡放下寒冰草，拿起躺在旁边散发着微微荧光的珠子。这珠子正是吸引林凡注意的那枚，这个可是个了不得的宝物啊！胖子摊主惊叹一声，比划起2根擀面杖粗的手指，只要你200W，这珠子同样是凛冬秘境的产物。这珠子是干什么用的？只会发光，可不值这个价格，买回去只能当个摆设。林凡再次询问，这珠子他当然知道是什么东西，明月珠，月营进阶材料中最为稀有的几种之一，属于根本没听说过的那种。没想到居然能在这小摊上碰见，他料定这胖摊主一定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胖摊主略微迟疑，随后搓着手，实话说，我也不知道这珠子的作用，你要是真想要 50W 你拿走。这珠子已经在他手里很久了，一直都卖不掉，但又没舍得扔，毕竟只会发光，别人又不是傻子，谁会花大价钱买这么一颗珠子？想要发光，5块钱一支的灯泡不比这亮。林凡放下手中的明月珠，作势就要走。胖子摊主连忙拉住林凡的胳膊，肉疼的说道，40W 龙币，
10W。林凡摇了摇头，语气淡然，卖的话我就拿走，不卖就算了。这珠子只是好看，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这胖子，主心中挣扎片刻，咬了咬牙，行，就10W 龙币。能卖10W 龙币，总比一直摆在这要强。摆在这可是不能创造出任何价值。扫码付款后，林凡带着明月珠离开。算上明月珠和刚才购买的4种材料，距离凑齐还剩70种。龙币的话，剩下1900W。至于他以前那张银行卡，不出所料被冻结了。这剩下的1900W，他得创造最大的价值，不然就算去拍卖会，也只能干瞪眼。去拍卖会参与竞拍的有钱人肯定不在少数。林凡一路走走停停，凭借着洞察之眼和自身的幸运，购买到不少材料。有些高阶材料和普通材料的长相差不多，若不仔细分辨，根本分辨不出。而有些高阶材料则是被混迹在普通材料中，对于林凡来说，找出其中混迹的材料并不是难事。小贩们虽然把这些普通材料当成高阶材料来忽悠，但在林凡悄悄点名后，小贩们面露诧异，一脸讨好恳求林凡不要声张。林凡自然不会莫名树敌，只是挑选混迹的高阶材料，付了普通材料的价钱，在小贩的笑脸欢送下离开。预售蛋的话，林凡并没有购买，占地方不说，想要鉴定出里面的品种，还要费一番周折，等待时间太长。见差不多了，自己卡里的钱也已经见底，林凡再次前往之前出售材料和金盒的那家店铺。这位先生，您又来了，请问您还要出售物品吗？工作人员见林凡刚出去不久又回来了，略带惊讶地询问道。点了点头，林凡轻车熟路地再次来到黄老的办公室。小兄弟，你这刚出去2个小时，又来出售物品了？黄老脸上面皮微抽，满是不可思议。我想去拍卖会看看，但怕钱不够，就寻思再出售一些高阶材料。林凡平静地回答，语气中没有丝毫波动。打开背包，一种种材料被他取出。就在黄老查看材料时，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一名身材高大、戴着面具的青年大步迈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地说道：“黄老，给我再来10枚明年优果。”袁绍，你这是预售又进阶失败了？黄老抬头看向面具青年，声音沙哑地询问道：“可不是嘛？”哎，面具青年摇了摇头，语气苦涩：“我的羊驼进阶失败2次了，要不是生命力顽强，怕是早都挂了。这比例就是找不对，气死我了。你的那只羊驼挺稀有的，想要找到正确的比例确实不容易。”黄老低头继续查看林凡的材料，等我给这小兄弟计算完材料的价钱，就去给你取材料。行。面具青年从裤兜里掏出颗华子，自顾自的点上一颗，美美的抽了一口，看了林凡一眼，再次抽出一颗递给林凡：“兄弟，来一颗。”谢谢。林凡接过华子，心中略微思考，开口道：“我对预售进阶略有研究，你预售进阶材料的比例，或许我能帮你解决。兄弟，不瞒你说，我家预售进阶师可是有着不少的。”面具青年轻笑，给林凡点了个火：“听你的声音，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不是兄弟我瞧不起你，我觉得你也无法解决。本事多少跟年纪无关。”林凡吐了个烟圈，语气极为自信：“不试试，你怎么知道我解决不了？你就这么有把握？”面具青年略带迟疑，语气中带着些许狠厉：“如果在进阶失败，我的羊驼可能会没命。我的大宝贝可是跟随我征战至今，他嘎了，我可是不会放过你的。给你家预售进阶师进阶，不还是有大概率失败的风险？”林凡风轻云淡，毫不在意面具青年狠厉的语气：“进阶失败我赔命，进阶成功我只要你5个亿，如何？成交？”面具青年略微思考，便点了点头。看着这人如此有把握的模样，他心动了。谁会没事闲的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能有这种魄力的，要么是有真本事，要么就是大傻逼。显而易见，能在这出售材料的，肯定不会是大傻逼。价钱的话，只要5亿而已，对于他来说并不贵。能把他的大宝贝羊驼成功进阶，哪怕花10亿他都觉得值。把你的预售召唤出来，我看一下。”林凡说道。抬手，一道暗紫色的法阵出现，一只羊驼形态的预售凭空出现。吉尔！羊驼冲着面具青年呼唤一声，声音极为虚弱，显然是前2次的进阶失败造成了极大的损伤。走上前，林凡装模作样的抚摸着羊驼，上下打量，暗中运转洞察之眼，扫过羊驼的面板。姓名：雷暴喷火驼。性别：属性：雷火。资质：钻石损坏原始师。等级：50150，青铜阶，可进阶。等级进阶材料：雷鸣果8，紫纹电草4，云雷晶1，岩阳花10，火芒种2，明年优果5，火系白银结晶合1，赤灵蛇血100克。这羊驼所需的进阶材料全部浮现在林凡眼前。看着原本史诗资质的羊驼被硬生生完成了钻石，林凡略感可惜。半小时后，林凡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转头向着黄老道：“黄老，纸和笔借我用一下。”黄老此刻已然清点好了物品，正饶有兴致地看着林凡，他也想看看这小子有多大的本事，竟然敢夸下如此海口。这袁家在这洛北市可是预售世家之一，实力极为强大。若是真的进阶失败了，这小子怕是真的要凉凉。有。黄老从抽屉中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签字笔递给林凡，接过纸笔，林凡根据面板上的数据刷刷刷的写下需要的进阶材料和份数。这上面的就是方案，你可以找药剂师调配验证一下。林凡把本子递给面具青年。预售直接吞服材料可以进阶，但是经过的时间会很漫长，快的话要2-3天，慢的话则是要1个星期。而药剂师把材料中的精华成分提取出来，制造成进阶药剂的话会大大提高效率，完成进阶的时间只需要1至2个小时。仔细阅读林凡的方案，面具青年眉头微皱，这和他家进阶师开出的进阶方案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多了2种材料不说，而且需要的份数相差甚大。不过既然选择赌一把，那么就进行到底吧。
面具青年从怀里掏出张银行卡，连同本子一起递给黄老。黄老，按照这方案上的来，顺便帮我直接调配一下药剂。没问题。黄老右手捋着胡子，左手接过本子和银行卡，刷卡付款，把林凡的材料钱支付后，黄老带着林凡和面具青年来到一间类似于实验室的地方。兄弟，你确定真的能进阶成功？面具青年冲着林凡再次询问。如果等黄老把材料取来后，那可就真的要履行你我的约定了。既然我敢那么说，就有着绝对的把握。林凡摆了摆手，依旧自信。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会傻到拿自己的命来做主。取来材料，黄老开始调配药剂，把一件件材料内的精华提纯，随后注入一支特制的试管内，再加入最后一样赤灵蛇血后，试管内原本浑浊的药剂猛然变色，紫色细微的电芒在其中环绕，淡红色的液体不断升腾着热气。成了，等药剂内的结构彻底稳定后，就可以让玉兽服用了。黄老摘下手套，抬了抬架在鼻梁的眼镜。雷暴喷火驼看着实验台上的药剂，两只卡姿兰大眼睛中闪烁着金光，脸上满是渴望之色。单种材料都会对于处于进阶阶段的玉兽造成吸引，更不用说是完全的药剂了。对于玉兽来说，这可是让层次迈向更高的东西。10分钟后，在众人的注视下，雷暴喷火驼美滋滋地喝下药剂。霎时间，雷暴喷火驼周身暗紫的电芒环绕，不停地咆哮，绕着实验室不断奔跑。看着如此异常的雷暴喷火驼，面具青年心中一紧，他不知道这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一切只能等待时间来验证。Doom！ 一张实验台直接被奔跑中的雷暴喷火驼撞得粉碎。黄老、面具青年、林凡、吉尔。1小时后，雷暴喷火驼终于停止奔跑，兴奋地叫了一声，走进面具青年的身侧，大脑袋亲昵地蹭了蹭面具青年的腿，成功吸收药剂中蕴含的能量，连带着他体内之前的伤势一并恢复。进阶成功了！面具青年摸着雷暴喷火驼的脑袋，目瞪口呆。之前的进阶失败，雷暴喷火驼都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这次的状态毫无疑问是成功了。这人真是太厉害了！特么的，他家里的那些御兽进阶师都是一群什么废物，还不如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小子。吉尔，雷暴喷火驼脑袋歪了歪，伸出舌头舔了舔面具青年的手，洞察之眼扫过，林凡清晰地看见雷暴喷火驼的面板上已然从青铜阶变成白银阶。不过这进阶的过程可是真的有点炸裂，不知道月银进阶的时候会不会像雷暴喷火驼那般。兄弟，你这进阶方案太牛逼了！面具青年看向林凡，竖起大拇指，另一只手摘下脸上的面具。我叫元宝，以后你就是我元宝的兄弟，谁敢欺负你我就帮你揍他。你这么说，不会是想借着好兄弟的名头不给我钱吧？林凡轻笑打趣道。嗨，好兄弟之间谈钱多伤感情，不就5亿龙币吗？兄弟我给你10亿。元宝一挥手，满是狗大户之色，小眼睛不住地转了转。兄弟还不知道你叫啥呢？林凡淡然开口。难不成你就是那个被通缉的林凡？元宝语气中略带疑问。林凡点了点头，没有否认。对于自己通缉犯的身份毫不掩饰，毕竟这是黑市，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手里多多少少都不干净，更何况自己有着这一手。这元宝若不是个傻子，就知道该怎么做。元宝若是个傻子，自己一时不惧，有着雾隐长袍，他想走谁也拦不住。元宝不解，你有这般手段，加上刚才出售那些材料的钱，应该不至于偷窃啊。有些人看不惯我，诬陷罢了。林凡说道。好家伙，敢诬陷我元宝的兄弟！元宝闻言当即面色一变，谁呀？我帮你收拾他。不用，这件事我自己会解决。摆了摆手，林凡拒绝道。这件事他暂时还不想让别人插手，在自己没有绝对的实力前，哪怕别人帮忙解决这一次，下次这种事情还是会出现。好吗？有需要就给兄弟说，卡号给我，我这就给你转钱。元宝拍了拍胸脯，看着手机上到账的10亿龙币，林凡心中一喜，去拍卖会的钱有了。看来这进阶师是个来钱快的行当。兄弟，一会你要去哪？要不要去拍卖会转转？元宝把雷暴喷火驼收回御兽空间，自来熟的搂着林凡的肩膀。拍卖会上最近可是有不少好东西，可以，一会正好没什么事。林凡没有拒绝，正好他也要去拍卖会。这元宝一听就是常客，跟着这元宝走，省得自己在打听拍卖会的位置。那可太好了。元宝重新戴上面具，冲着黄老道：黄老，那我们就先走了，那损坏实验台的钱下次一起给你算。离开黄老的店铺后，林凡和元宝并排行走，喵喵紧跟林凡身后。兄弟，以后我御兽进阶的时候，元宝边走边憨笑着，搓了搓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可以，我觉得我们挺有缘分的。林凡没有拒绝，反而是拇指和食指搓了搓。元宝当即一副我懂的神色。钱嘛，这些都是小意思啊。他身为堂堂袁家2少爷，会缺钱吗？和一名这么吊的御兽进阶师成为兄弟，那么以后他只会收益无穷。要是别人知道，估计要羡慕死。别看身为世家少爷的御兽牛逼，但哪怕是同品种御兽进阶时需要的材料和份数依旧略有差异，失之分毫，差之千里。该说不说，今天兄弟我出门的时候，我家养的霸王喜鹊就在的我头顶瞎鸡波飞，一坨屎正好拉我脚下被我踩上。元宝一脸贱笑，拍着林凡的马屁，这来一趟黑市，居然就遇上了兄弟你，帮我解决了进阶的难题。你家这鸟挺会啊。闻言，林凡挑了挑眉，略微嫌弃的与元宝拉开一丝距离。擦了吗？擦了，但好像没擦干净。元宝不以为意，笑着又往林凡的身旁凑了凑，以后我就叫你凡哥吧，总兄弟的显得生分。元宝就如同加特林般喋喋不休。不知不觉间，2人走进拍卖所中。期间，
林凡和元宝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元宝想邀请林凡去他家看霸王喜鹊拉屎，但被林凡果断拒绝。他还要急着给月莹提升实力，并且准备明天前往龙源秘境，哪有时间和元宝去看鸟拉屎？拍卖所的空间很大，足以容纳数千人。在林凡和元宝落座时，已然人满为患。不过凭借着元宝的关系，还是带着林凡坐在的最前面击牌。凡哥，还有10分钟，拍卖会就开始了。元宝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又掏出颗两华子，自己叼上一颗，另一颗递给林凡。少抽点，你也不怕得肺癌？摆了摆手，林凡拒绝道。而且，你确定这里让你抽烟？香烟这东西，林凡并没有什么瘾。前世时，除了在外应酬会抽上几颗，平时他是不抽烟的。没事。元宝自顾自地点上火，毫不在意地说道：“咱抽的不是烟，抽的是寂寞。”烟雾缓缓上升，充斥着元宝的周身，元宝则是一脸迷醉。地面多出2个踩灭的烟头，拍卖会正式开始。拍卖台上的灯光骤然亮起，主持人走上拍卖台，欢迎各位莅临本次拍卖。本次拍卖共有12件拍卖品。主持人向着下方鞠了一躬，起身后拍了拍手。2位身着黑衣的工作人员顿时从台后走出，抬着一只凶兽走上拍卖台。而拍卖台上的大屏幕则展示着这件拍卖品的信息。各位，这是一只完整的黄金阶90级赤金虎。这凶兽的血液属于稀有血液，是一些御兽进阶的必备材料，金盒中更是蕴含着大量经验，它的肉对人类的体质有着略微的提升。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头雄虎，其虎鞭的价值更是能让一个不举的人重回巅峰。起拍价1亿龙币，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W 龙币。主持人手持麦克风介绍着这只赤青虎的功效。在说出起拍价后，当即就有一道声音沙哑的老头音传来：“我出11亿龙币，12亿，15亿，16亿。凡哥，你觉得这虎咋样？”元宝舔了舔嘴唇，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你不举？林凡侧头意味深长地瞥了元宝一眼。凡哥，你这么说话会没朋友的。元宝脑门遍布黑线，连忙摇头解释：“我是看这赤金虎是火系御兽，说不定以后我的羊驼进阶会用到。而且这肉不是还能提升体质吗？这种凶兽很难杀吗？”林凡反问道。不是难杀，而是这种虎总是成群结队的，而且神出鬼没，一般3-5个有着黄金御兽的御兽失去了都是送菜。元宝说道，同时举起手中的牌子：22亿，25亿。哎呦卧槽，敢和大爷我竞价！3亿！元宝当即不忿，立马再次举起牌子喊道。最终，这头赤金虎以35亿的高价被元宝拍得。林凡心中感觉这元宝比这赤金虎还虎，35亿就拍个这玩意。元宝喜滋滋的去付了款，而赤金虎则是被寄放在了后台，毕竟还要继续参与拍卖会。这么大一只虎可没地方放。后续几件物品依然没有林凡需要的。林凡兴趣缺缺的看着，而身旁的元宝则是不断喊着价格。听着元宝不断喊出的价格，林凡感觉这小子一点也不虎，还特么的贼坏。嘎嘎给这些拍卖品抬价，见差不多的时候就停止叫价，一些上头跟着叫价的自然就倒霉了。上去交完钱后，恶狠狠地扫向元宝和林凡这边。林凡怀疑这小子能活这么大没被打死都是个奇迹。你这么玩，不怕哪天出门谁给你沉江啊？林凡开口道。怕啥呀？玩的就是心跳。元宝嘿嘿一笑，捏着下巴，凡哥，你看他们那恶狠狠的小眼神，啧。林凡，下一个物品出现，瞬间就吸引了林凡的目光。这件物品有用，月银进阶的稀有材料之一——阴体果。在主持人介绍和报价后，林凡率先举起手中的牌子：35亿，5亿。前方一个声音传来，毫不犹豫的开口道：6亿。林凡瞥了一眼，直接开口：这阴体果他势在必得。8亿。前方的那个声音再次传来，隐隐的侧头朝着后方看了一眼。这阴体果我王家看上了，还请阁下不要自误。闻言，元宝顿时不乐意了，居然敢威胁他兄弟。凡哥，让兄弟来，这些就当做我下次御兽进阶方案的预支了。元宝看了一眼林凡，当即拿起手中的牌子喊道：20亿。你莫非想与我王家为敌吗？前面的那个声音语气阴沉，夹杂着丝丝冷意。这人乃是王家二爷，此次来正是为了阴体果，这是他御兽所进阶需要的一味主要材料。笑话，你王家又如何？我袁家怕你不成？元宝语气中夹杂着不屑，对于王家二爷的威胁丝毫不惧。袁家，哼，如此那便手底下见真章吧。王德发拳头捏得咔咔作响，一拍扶手冷哼道：22亿。袁家与他王家本就不对付，虽然明面上没有什么大的斗争，但暗地里小摩擦却是不断。跟我袁家比财力，你有那个实力吗？元宝吐了个眼圈，语气极为嚣张，直接举起手中的牌子继续加价：30亿、35亿、50亿。当50亿的报价被元宝说出口时，全场瞬息间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是一脸惊诧，早就听说洛北袁家有钱，没想到竟然如此的有钱。王德发此时双眼欲要喷火，但却没有再继续报价。40亿的价格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是极限，50亿除非他动用家族的资金，不然凭他自己是拿不出来的。而且看袁家那人的架势，50亿并不是终点。王家老狗怎么不继续了？元宝弹了弹烟灰，语气中带着嘲讽，刚硬起来就软了，你这也不行啊，多吃点虎鞭补补吧。王德发勃然大怒，刚要拍案而起，身旁坐着的一名跟班连忙低声劝阻：二爷消消气，这小子我们出去再教训他，在这里可千万不能动手啊。哼！王德发略微平复心中的怒火，冷哼一声，站起身一甩袖子，我们走。脸被打得啪啪作响，继续待下去只会丢人现眼。见王德发带着身旁的2名跟班离开，元宝吹了个流氓哨：王家老狗，这就夹着尾巴逃跑了呀？啧啧啧。
刚平复下去的怒火被元宝这一声再次点燃。王德法恶狠狠地瞪了元宝一眼，牢牢地记住了这个袁家的人。他等会要给这小子一个血的教训。虽然财力方面比不过袁家，但战力方面他王家还要略胜袁家一筹。这小子不是嚣张吗？一会就抢了你的宝物，再打你个半身不遂。元宝哼着小曲交了50亿龙币，带着装有阴体果的木盒，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回座位。凡哥，给你。元宝笑着把木盒放到了林凡的手中。这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作用，拍下来一是为了和林凡打好关系，二是为了打王家老狗的脸。谢了。林凡郑重地对元宝说道。这可是50亿的阴体果，今天要是没有元宝，那么以他现在手中的龙币，还真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阴体果被拍走。虽然他和元宝之间有着进阶预售的交易，但元宝这人的品性他很喜欢，是个有缘分的人。别和我客气，我们可是兄弟，更何况你还要帮我。还莫等元宝说完，裤兜里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元宝面色大变，显得极为惊慌。你咋了？见元宝的异常，林凡狐疑地问道。你这脸色咋跟吃了2斤隔夜屎似的？刚才好好的，来了个电话就如此诡异，难不成这元宝借果带逾期了？不应该啊，就他这姿色，啧，我姐来电话了。元宝一脸便秘之色，深呼吸一口后按下了接听键。元宝，你是不是又在外面鬼混？我看你小子是皮痒了。电话中清冷的女声传出，语气中带着丝丝愠怒。冤枉啊姐，我今天干的绝对是正经事。元宝哭丧地说着。你小子还能干正经事？说，你卡上怎么突然划走了50亿？这不是姐姐你的预售要进阶了吗？你老弟我出来帮你物色合适的进阶师啊。编，你继续编。没有啊姐，这进阶师可牛掰了，我的羊驼你知道的，他一下就给我进阶成功了。真的？你没骗我？清冷女生语气微缓，不可置信。你看我像是敢骗你的样子吗？元宝弱弱地说道。谅你也不敢，50亿是请进阶师花的。嘿嘿，那倒不是，我在拍卖会遇见王家的人了，用这50亿把他们的脸扇肿了。元宝说起这个瞬间就来劲了，一脸自得。行，我知道了。言罢，电话便被挂断。元宝如蒙大赦，松了口气。元宝，你好像很怕你姐的样子哦。虽然电话声不大，但坐在元宝身旁的林凡却是能听得清清楚楚。元宝默默地比了个中指，元宝继续看向拍卖物品。拍卖会结束，林凡和元宝并没有在黑市逛下去，而是直接出了黑市。走出风俗店，只见外面数十名预售师正在指挥着预售战斗。风俗店的位置偏僻，这里并没有什么居民，一片片废弃的房屋被预售战斗的余波震得支离破碎。姐，你怎么在这？元宝朝着一名身着淡蓝色短裙的女子喊道。这女子年纪不过20，肤若凝脂，亭亭玉立，一双杏眸中散发着冰寒，乌黑的长发如瀑般垂于双肩。她此刻正抬着玉臂，指挥着预售进行战斗。傲人的双峰虽被束缚，但却随着跑动不断起伏。你在拍卖会上打了他们王家的脸，我不来接你，你能回得去吗？女子瞥了一眼元宝，语气淡然。他们王家是一群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别傻站着了，赶紧过来。这就是你姐？看你那会的表情，我还以为是只母老虎。看向那面容清冷的女子，林凡运转洞察之眼。姓名袁雪，职业天赋预售师。天赋一兵系增幅 S， 对兵系预售亲和力增强，所契约的兵系预售每次进阶全属性额外增加100点，技能威力永久提高20。2心灵感知 S 影，可以和预售凶兽进行心灵沟通。预售一双月血狐55级，白银阶，2叶冰渊50级，青铜阶。嘿嘿，怎么样凡哥，漂亮吧？元宝轻笑一声，拉着林凡帮兄弟一把过去揍那群王家人一顿。林凡比了个 OK 的手势，抬手一道银白法阵出现。这袁家会和王家干上，有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他，这他林凡肯定的帮场子。主人，月莹亲昵地呼唤了一声，萦绕在林凡身侧。看着林凡所召唤出的预售，元宝脸上大写的懵逼。凡哥，这是你的预售？元宝指了指月莹，结结巴巴地问道。这他妈可是龙啊，神面又强大，成长起来无不是毁天灭地的存在。没想到林凡如此深藏不露，不仅进阶预售有一手，竟然还有一条龙。这样的人成长起来以后肯定是一方大佬，说不定成为第11位护国神将都有可能。看来得好好抱紧大腿了，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林凡点了点头，一副看白痴的表情。很明显月莹就是他召唤出来的，这元宝还问一句这么无脑的问题。凡哥牛逼，以后小弟可就跟你混了。元宝激动地握住了林凡的手。凡哥，你看我姐咋样？要不给我当姐夫吧？林凡，元宝，我认真的，凡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林凡，元宝，我姐可是校花一中妥的女神级人物，而且我家可有钱了，考虑一下呗凡哥。林凡惊恐，你姐好像要弄死你。元宝的声音不算小，袁雪虽然听得不清楚，但还是听见了姐夫这个字眼。啊！元宝迷惑侧头看着袁雪正用杀人的目光看着他，瞬息间元宝就打了个哆嗦。考虑一下哈凡哥，我先去干架了。元宝抬手召唤出雷暴喷火陀，一溜烟的带着雷暴喷火陀冲向战场。月莹喵喵，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无奈的摇了摇头，林凡带着月莹和喵喵向着战场走去。王德发看向月莹，眼中流露出一抹贪婪。这预售好像就是王轩所说的那条龙啊，这个人是林凡。月莹的事情王德发知道，执法局就是他安排的。王轩对于他来说就如同他的儿子般，准确来说就是他的儿子。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和大嫂偶遇。当然这些他大哥王德贵是不知情的。你还有你去对付那小子，那小子生死无论，那条龙我要活的。
王德发指了2名手下吩咐道，随后再次命令自己的御兽向着对面发动攻击。是，2名手下得到指令，立马从战团中抽身，带着各自的御兽向着林凡的位置杀去。哟呵，一下就来了俩，挺给我面子啊！看着向自己奔来的2名御兽师，林凡嘴角噙着一抹邪笑。这2名御兽师的御兽，一只是51级白银阶獠牙象，另一只是43级青铜阶龅牙鼠。月莹，长得跟地刚成金似的白银阶交给你了，喵喵，你解决那只青铜阶耗子。林凡快速下达着指令。好的，主人。月莹果断回应。瞧好吧，猫抓耗子，我的拿手绝活。猫猫点了点头，向着林凡伸手。主人，破晓给我。这破晓他用的极为顺手，破晓在手，喵喵感觉他的战斗力起码能多20。很快，月莹和喵喵与那2只御兽酣战在一起。虽然现在月莹和喵喵的等级只有25级黑铁阶，但实际的全属性已然丝毫不弱于进阶过后的御兽。尤其是月莹比喵喵不知道多服用了多少能量魔晶和属性果实，对战51级白银阶的獠牙象丝毫不落下风。月莹具有飞行能力，隐隐的还占据着上风。那2名御兽师对视一眼，2道法阵再次出现。地狱狼，你去攻击那小子。暴风犬，你在一旁协助，别让那小子逃了。2道指令瞬间下达，得到命令的2只御兽绕开战场，直奔林凡。看着冲向自己的2头御兽，林凡眼中没有丝毫惧意，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2头御兽的面板。地狱狼26级青铜阶，暴风犬20级黑铁阶。月莹和喵喵见状想要回援，却被林凡制止了。正好他想试试自己如今的实力，虽然心中带着担忧，但林凡的命令他们是一定会执行的。呸，垃圾！林凡扭了扭脖子，活动了一下手腕，朝着旁边啐了一口，手一翻，影魔刀出现在林凡手中。地狱狼直接一发幽冥火朝着林凡喷吐而来，绿色的幽冥火携着恐怖的速度袭来。林凡缓缓地抬起影魔刀，唰，轰！影魔刀斩下，幽冥火直接被这一刀劈落在一侧，在林凡右方3米处炸开。地狱狼见状，2只狼眼差点没瞪出来，这特么的是人类！挥刀把他的攻击砍飞了，假的吧？讲讲科学好吗？嗷呜！地狱狼不信邪的嘶吼一声，口中一道道幽冥火不断喷吐而出，他就不信这个人类能在他的一堆幽冥火之下生存。刷刷刷！林凡手中影魔刀上下翻飞，在强横力量的加持下，舞出一道道残影，密不透风的刀影把这些幽冥火全部击落，一声声爆炸在林凡四周不断响起，溅起一片片烟尘。烟尘散尽，林凡毫发无伤。嘿嘿，该我了。林凡轻笑，刚才他不过想试试自己的实力如何，试过以后他可就要动真格的了。持刀的右手呈45度微微的抬起，林凡迈开腿向着地狱狼奔袭而去。地狱狼龇牙咧嘴，同样朝着林凡扑杀而去。远程攻击没有用，那就近身撕了这个人类。这个人类该不会真以为近战可以赢过自己吧？做梦！地狱狼高高跃起，林凡牢牢锁定地狱狼的位置，右腿猛地踩的一个弹射，交锋转瞬即逝。林凡平稳落地，影魔刀的刀锋上一滴嫣红的狼血落地，地狱狼的腰腹也在这一刻分离，带着不甘他一命呜呼变作2段。到你了！转身看向那只暴风犬，林凡鬼魅一笑，汪汪！暴风犬眼神惊恐，向后倒退着，退着，猛然转头撒腿就跑。你跑个嘚啊！林凡边追口中大喝，身为御兽临阵脱逃，你脸呢？给老子站住！就一刀不疼。暴风犬听着林凡的话，犹如魔音贯耳，心中惧意更甚，发挥出了超越他极限的速度，玩了命的跑着。林凡同样爆发，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暴风犬的前方。汪！见前路被这个可怕的男人挡住，暴风犬一发锋刃向着林凡打来。这锋刃对比与刚才地狱狼的幽冥火来说，简直是小儿科，威力和速度都远远不如。林凡直接个大跳躲开了这道攻击，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一下直接撞到了什么东西，连同着一起栽倒了下去。但是一点都不疼，还挺香，挺软。感受着手上传来柔软的触感，林凡抬起头，看着那冰冷目光，尴尬的开口道：“我说不是故意的，你信吗？”这人正是袁雪，面色泛着羞红，但眸中散发出的冰冷目光，却让处于炎炎夏日的林凡感觉到彻骨的寒意。还没等袁雪说话，林凡抱着袁雪一个翻滚，只见原来的位置，一道锋刃攻击在上面，炸出一个脸盆大的坑。不用谢。林凡连忙起身，拿起一侧的影魔刀，头也不回的一溜烟跑路，后会无期，拜拜。他似乎知道为啥元宝这么害怕了，有这么个姐姐，想不害怕都难啊。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灰尘。袁雪看着林凡的背影，攥起粉拳，心中不知在想些什么。林凡扛着影魔刀，继续追着那条暴风犬。漫天刀影下，暴风犬含恨而终。月莹和喵喵的战斗还在继续。从空间手环中取出风雨弓和2支箭矢，林凡瞄准那2名御兽师，嗖嗖，2声过后，那2名御兽师应声而倒，前胸处被风雨弓箭矢炸出一个可怖的巨洞，显然是死的不能再死。见自己的主人阵亡，那2只御兽暴怒，本来颇有章法的进攻一下变得紊乱。抓住一个空档，喵喵率先干掉那只龅牙鼠。龅牙鼠阵亡，月莹和喵喵配合着再次击杀掉白银阶的獠牙象。见场面上的战斗还在如火如荼，你来我往。林凡细眯双眼，一个计划在他心中出现。他可是能隐身的，只要悄无声息的把这些王家的御兽师给干掉，那么这场战斗想必很快就结束了。想着，林凡把风雨弓收入空间手环，从里面取出了一把普通的匕首，随后又把月莹收入御兽空间。心念一动，隐身开启。
林凡的身影瞬息间消失在原地。侧目盯着林凡这面的袁雪，整个人都震惊在了原地，脸上写满了问号。这登徒子怎么突然消失了？一名王家御兽师刚要给御兽下达命令，一道寒芒凭空出现。这名御兽师睁大双眼，双手死死地捂住脖子，大量的鲜血不断地从他指缝流出，最后一头栽倒在地。失去主人指挥的御兽很快便被袁家御兽师指挥着御兽解决。就这样，一名名王家御兽师捂着脖子莫名其妙地惨死。诡异的氛围笼罩起整个战场，王家御兽师们纷纷惊恐。袁家御兽师战意昂扬，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优势在他们。王德发自然注意到了战场上的情况，心中一横下令所有人撤退。这袁家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法，再这样下去可能都要折在这里。虽然脸面合龙重要，但是和命一比却什么都不是。随着王德发的撤退，这一场战争自然结束。袁家并没有去追，这小打小闹还行，若是真把王德发弄死，那么两家可就真的是不死不休。王德发撤退后，林凡便躲在一处残垣后解除了隐身。凡哥，我猜的不错的话，这些王家御兽师都是你弄死的吧？元宝把雷暴喷火陀收进御兽空间后，搂着林凡的肩膀低声道：“刚才我可是看见你突然消失了。”林凡点了点头，既然被发现，隐藏是没有必要的。凡哥，今天可是帮了大忙了，没有你我袁家不知道要有多少御兽师阵亡或者受伤。元宝心中越发的崇拜，对着林凡再次邀请道：“凡哥，要不去我袁家坐坐，我把我姐介绍给你认识。”林凡，元宝谄媚，你这么厉害，相信我老爹肯定会满意你做他女婿的。林凡摆了摆手，我等下还有事，有时间再说吧。对于那个女人，林凡可是没什么兴趣，虽然挺软的，但整个人就像个冰块似的，谁要是娶了她，那不得抱憾终身啊。行吧，那有时间凡哥你可一定要来我家坐坐。见林凡拒绝，元宝惨惨一笑，我们电话联系，反正以后时间还多着呢，也不差这一时。离开后，林凡径直向着城外而去，有着雾隐长袍在，通过城门就跟回家一般轻松。这次林凡并没有让月莹继续深入，而是和喵喵在外围击杀凶兽，获取金核和能量魔晶。月莹和喵喵的配合已然相当的默契，所以林凡还是很放心的。一天一夜没睡，感受到困意袭来，林凡躺在月莹的头顶进入了梦乡。再次醒来时，林凡发觉自己正躺在一个树洞里，月莹落在他的身侧正酣睡，喵喵坐在树洞前，口中衔着一根草，双爪摩挲着破晓。掏出手机，林凡看了一眼时间，已然是第二天清晨。早啊，喵喵。林凡蹑手蹑脚地走出树洞，月莹还在睡觉，所以林凡的声音很轻。早，主人。喵喵把破晓插回腰间，抬起爪子和林凡打着招呼。见喵喵一副没睡醒的模样，林凡让喵喵继续休息，反正时间还早，精力充沛才能更好的应对战斗。打开手机，这围墙外的信号不算太好，只见绿信上有着2个好友申请，一个是元宝，另一个林凡不认识，直接点击拒绝。时光匆匆而过，一晃来到早上7点。吃过早饭，林凡乘坐着月莹来到洛北市围墙不远处，把月莹收入御兽空间后，抱着喵喵开启隐身，进入了洛北市。林凡掏出手机，打开缺德地图，搜索了一下龙源秘境的位置。龙源秘境位于西城区，距离他现在的位置有一段距离。在地图的导盲下，林凡向着龙源秘境的位置狂奔而去。半小时后，林凡到达龙源秘境的位置，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正守在秘境大门前方，下面是由各个学校教导主任带领的学生队伍，每支队伍都有着300多人，各班班主任正拿着册子在点名。看着这数千人，林凡估计这是整个洛北市的学校都来了。8点半，秘境大门开启，学生们在军官的指挥下有序地进入秘境中。林凡隐身混迹在6中的最后方，这次他来不仅是要收集龙血花，他还要提前收拾一番宋风和王建强。这2个王八蛋可是害苦了他，趁着这个机会不好好修理一下这2个杂碎，林凡都感觉对不起自己。不是喜欢玩阴谋诡计吗？那么就让这俩杂碎也尝尝有口难辩的滋味。龙源秘境内，班主任和学生们纷纷召唤御兽，一时间五颜六色的法阵相继出现，各种吼叫不绝于耳。不过这些御兽的等级都不高，学生们的御兽最高的也就达到了白银层次，还是刚刚进阶不久的那种，剩下的全部清一色的青铜。黑铁阶的一只没有，这也能理解。学校给名额肯定会给本校实力高的学生，强上加强才能更强，只有更强才能在高考中争取更高的名次，让学校的名声更响。在每个班主任的带领下，各个班级向着不同的方向而去。林凡掉在3年8班的末尾，双眸死死地注视宋风和王建强，以待时机。走了不远，3只凶兽出现在视野中，凶兽的感知极为敏锐，这群学生的出现自然逃不过他们感知。3只凶兽嘶吼一声，直接发动攻击，3枚火球分别向着学生们袭来。林凡扫了一眼，这3只凶兽的等级只有27到32级青铜阶，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感觉这3只凶兽脑子不太好使。对面一堆御兽，这都敢发动攻击，这不是平白给他贡献3枚金核吗？整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同学们，凶兽不多，围杀他们！王建强大喝。王建强黄金阶的御兽一马当先，狂暴的火焰直接把那3枚火球击穿。黄金打青铜，大炮打蚊子，王建强只会保证学生们的安全，并不会出手帮忙击杀。有着王建强压阵，8班的学生们连忙指挥着自己的御兽，向着那3只凶兽发动攻击。一时间，颜色各异的攻击相继而出，那3只凶兽毫无意外的被这些攻击所淹没，尸体被炸得支离破碎。林凡清楚地看到1枚金核都被炸飞了出来。林凡嘴角噙着一抹邪笑，如一阵风般奔向了那3具凶兽尸体。弯腰伸手，第1枚金核到手，弯腰拔出喵喵腰间的破晓，
背对着学生们挖出金盒，第2枚金盒到手，弯腰扣出一半露出体外的金盒，第3枚到手。在雾隐长袍的作用下，根本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宋峰、齐磊、陈梅梅、王建强随口叫了3个名字，3人立刻小跑着向尸体位置而去。挖金盒，他们懂。挖了半天，这3人一脸苦涩。本来就支离破碎、脑浆迸裂的尸体，在这3人的摧残下更为惨烈。宋峰，你那有金盒吗？齐磊甩了甩匕首上的血污，眉头拧在一起。有个屁，尸体都快被我玩烂乎了，啥也没看见。宋峰又是狠狠一刀扎在了尸体上。尸体？我这同样没有啊，这秘境里的凶兽难道没有金盒吗？陈梅梅停下手中动作，抬头迟疑。不可能，我清楚的看到金盒飞了。宋峰头也不抬，继续碎尸。会不会是你看错了？齐磊狐疑。不可能，我又不瞎。宋峰反驳。看着3人的动作，林凡嘴角再次微微勾起一丝弧度，走至宋峰身后，一脚就照着那硕大的屁股蛋子踹了过去。正埋头苦干的宋峰，脑袋直接扎进凶兽的烂肉中，门牙硬生生的磕在匕首手柄上。啊！凄厉的杀猪声骤然响起，那叫声比死了亲妈还惨。宋峰，你怎么了？一旁的齐磊连忙上前，把宋峰从碎肉中拔了出来。操你大爷的！你他妈敢踹老子！宋峰口中血流如注，脸上沾满凶兽的烂肉，配上他现在的表情，显得尤为狰狞，就如那索命的厉鬼一般。屁！我特么刚才一直在找金盒，我帮你我还有错了？齐磊见宋峰诬陷他，当即喝道：“滚你大爷的！”宋峰双眼血红，猛地一推齐磊，抄起手中的匕首就要捅，口中大骂：“我他妈旁边就只有你，我弄死你！”齐磊见宋峰如疯魔般真的捅了过来，在地上一滚，起身就向着8班跑去，边跑边大喊着：“救命！”陈梅梅吓得眼镜都掉在地上，在一侧瑟瑟发抖。宋峰站起身，向着齐磊追去，被林凡伸出右脚绊了个狗吃屎。林凡嘿嘿一笑，向着8班的队伍走去，看也不看身后挣扎的宋峰。趁着学生们的慌乱，林凡走至宋峰御兽雷暴齿虎的身前，手中寒芒闪过，一条硕大的虎鞭径直落下，连带着2枚硕大的虎蛋亦是被切割而下。好，好，好！雷暴齿虎当即双眼暴突，倒在地上不断翻滚，模样极为痛苦，口中不断发出一声声嘶吼，鲜血哗哗哗的喷洒，就连洗澡时的花洒都没这个水流凶猛。见到自己雷暴齿虎的异状，宋峰再也顾不上追杀齐磊，撞开挡着的人，向着满地打滚的雷暴齿虎跑来。雷暴齿虎，你怎么了？由于2颗门牙全部脱落，导致宋峰说话极为不清晰。走近，只见雷暴齿虎光荣的成为了一只太监虎。宋峰仰天一声嘶吼：“谁他妈干的？我操你老了！”翻滚中的雷暴齿虎，双眸中的眼白逐渐转为血红色。一直看戏的林凡知道，这应该是雷暴齿虎的狂暴天赋被触发了。这下可好玩了。雷暴齿虎双眸血红的站起身，朝着宋峰就是一声咆哮，紧接着就是一爪拍下。宋峰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脸惊恐，只得看着爪子向着自己落下。阿明使用闪瞬炎刃，王轩指挥着御兽发动攻击。雷暴齿虎被这一击直接击飞出去，硬生生的翻滚了7、8米。宋峰，没事吧？王轩跑至宋峰身前蹲下身，同时指挥御兽制服雷暴齿虎。王少，多谢。宋峰拍着胸口喘着粗气。不用，林凡的事情还多亏了你。王轩摆了摆手。听着王轩居然提到自己的名字，林凡微微一愣，随之他就明白了，原来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这个王轩。这宋峰不过是他推出来表面上的人罢了。默默地拿出手机，林凡开启了录音功能。王少，林凡抓住了吗？我看新闻他越狱了。宋峰抬头看向王轩，还没有，不过昨天我二叔在黑市发现他了，我王家已经派出大量高手。王轩眼神森然，死死地握住腰间的匕首，他跑不掉的，他的那条龙我一定要拿到。那就提前恭喜王少了。宋峰谄媚一笑，牵动嘴上的伤口，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林凡眼神冰冷，停止录音，向着一侧的大树后走去。喵喵，拿着手机把那2个杂种给我录下来。林凡放下喵喵，下令道：“没问题，主人。”喵喵接过手机，点开录像。林凡选的位置极好，这个位置正好能清晰地把宋峰和王轩2人录在其中。言罢，林凡再次如一阵风般来到2人身侧，伸手抓住王轩握着匕首的那只手，噌，匕首猛然拔出。林凡抓着王轩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匕首捅进宋峰的心口，狠狠地转动了2下。你！宋峰瞪大双眼，满脸不可置信，抬起手指着王轩，心脏被匕首洞穿。宋峰你了2声后，便直接仰头倒下。林凡心中冷笑，松开抓住王轩的手。既然确定幕后黑手就是王轩，那么宋峰这个炮灰就没什么活着的价值了，正好还能让这王轩尝尝什么叫做百口难辩。杀人了！王轩杀人了！一个女生惊恐地大叫着。这一声把本正观看着御兽战斗学生们的目光全部吸引了过来。我没有，不是我。王轩哆嗦地扔掉了手中的匕首，惊恐地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不断否认。王轩，你在做什么？宋峰可是你的同学。王建强连忙上前，一脸严肃。御兽世家就可以随意杀人吗？我拍照了，王轩你等着被法律制裁吧。一名平时和宋峰极为要好的男生拿着手机不断拍照。真的不是我，我没有。王轩歇斯底里的嘶吼。我亲眼看见的就是你杀了宋峰。那个最先惊呼的女生指着王轩说道。看着不断指责的同学，王轩眼神逐渐冰冷。这些人要死！这件事要是被捅出去，哪怕他是洛北王家的2公子亦是不行。洛北又不是只有一个王家，还有袁家、欧阳家等等，趁机想要踩一脚的肯定大有人在。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不能在这里毁掉，不能！心一横，当即捡起地上的匕首。王轩如同一头发狂的野兽，你们都给我去死吧！一刀捅进那名惊呼女生的胸口，随后猛然拔出。女生睁大双眼，捂着胸口向后倒去，鲜血溅了王轩一脸。此刻的王轩就如同地狱出来的魔鬼一般。王建强，你若是帮我杀了他们，我保证你以后荣华富贵，以后你预售进阶的材料我王家全包了。若是不，你全家包括你都要死，你选择吧。王轩暴喝。如果王建强帮他这一把，在场的这些人一个都跑不掉。毕竟王建强的预售可是黄金阶的存在，对付一群学生简直就是虎入羊群。王老师，你别听他胡说！那名送风的好兄弟喝道，同时向后退了几步。是啊，王老师，王轩已经杀了2名同学了，他就是一个疯子！疯子！一名女生惊慌失措，脸色苍白。王建强脑海中此刻正在天人交战，帮王轩解决掉这些学生，把传出去的苗头在这里掐灭，以后自己会飞黄腾达，家人会平平安安。不帮的话，那些学生虽然能在这秘境中活下来，但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肯定会遭到王家的报复。那些学生出了秘境后，已然会被王家慢慢弄死。死死地捏紧拳头，王建强眼中下了决定。好！王建强咬着牙，从牙缝中恨恨地蹦出一个字：很好，王老师，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王轩阴恻恻地说道：我希望你说话算数。王建强深呼吸一口，放心，只要你帮我弄死他们。王轩点了点头。在一侧看着的林凡，没想到竟然会演变成这种状况。这王轩不是自寻死路吗？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过林凡并没有要出手的意思，他可不会同情这群人。以前这群人对他没什么好脸色，就他们，做梦吧。不过等日后给他们报仇倒是可以顺手。赤焰玄鸟，鸣岩豹，烈甲犀牛，攻击！一个不留！这一声，王建强几乎是喊出来的，眼角一丝清泪猛然滑落。这些学生和他相伴了3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感情，但为了家人，只能对不起了。得到命令的御兽们没有丝毫犹豫，纷纷发动自己的攻击。学生们的御兽根本无法抵挡1只黄金阶和2只白银阶的攻势，惨叫着，哭嚎着，哀求着。这些学生连带着他们的御兽纷纷葬身火海之下。你满意了？王建强捏着拳头，指甲已经深深地嵌入肉中。很不错，王老师，这张银行卡给你，里面有着1龙币。我王轩说到做到。边说着，王轩边向着王建强走去，面带笑意，把银行卡塞到王建强的手中。王轩拥抱王建强，在他耳边轻声说着：密码是你去死吧。匕首狠狠地扎进了王建强的心脏。王轩持着匕首狠狠地搅动了几下。你不讲扑，王老师，你不死的话我很担心啊。放心，你的妻子女儿我替你养。王轩阴笑着在王建强耳边说道。不过此刻的王建强却已然死的不能再死。阿明，拖住那3只御兽！王轩喝道，抬手间一道法阵出现，被他唤作阿明的那只御兽死命地抵御着王建强的那3只御兽，给王轩争取到了一丝逃跑的时机。趁着这个时机，王轩乘坐着召唤出的御兽一溜烟地向着入口跑去。可真特么是个禽兽！林凡看着王轩离去的背影，啐了一口。现在这王轩还不到死的时候，先让他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死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林凡想要的是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林凡走进王建强的尸体前，用手给死不瞑目的王建强合上了双眼。下辈子做个好人吧。走向喵喵所在的位置，拍了拍喵喵的肩膀。喵喵当即会意，停止拍摄，把手机揣进裤兜。林凡重新抱起喵喵，收取死去御兽的金盒后，便离开了这里。这次他来的主要目的还是龙血花。视频是意外的收获，这视频想必够那王轩喝一壶的了。把自己的同学连带着老师全部干掉，不愧是世家子弟，下手真狠。龙源秘境不愧是刚发现的秘境，里面的材料数量极多，走个几百米就能碰到几株。但凶兽的数量同样也很多，很多材料旁都守着凶兽。虽然等级不算高，但若是落单的学生碰上，他也凶多吉少。不过这对于林凡来说丝毫没有压力，凶兽看不见，亦感知不到他。穿行在凶兽群中，肆无忌惮。林凡大摇大摆地走至一只凶兽的身侧，弯腰伸手拾起脚下的那株材料，心念一动，收入空间手环。那只凶兽瞪大双眼，兽脸上满是不可置信。这特么见鬼了！他守了这么久的材料，居然自己长腿飞了，什么玩意啊！好！凶兽咆哮，2只前爪不断地刨着材料生长的位置，刨了许久，原本的一个小坑已然变成了一个3米直径的不规则大坑，但一无所获，除了土还是土，哦不，还有石头。凶兽沮丧地跌坐在地，仰天长叹，那表情就像是老婆被偷了一般。主人，那凶兽的模样太可怜了。喵喵低语。林凡迟疑，我觉得为了不让他那么可怜，应该让他的金盒和那株材料一起入库。喵喵摩挲着下巴，眼里闪烁出金光。林凡，我这么善良的猫可不多见了。喵喵感叹。林凡，你是不是对善良这个词有什么误解？喵喵，我这是助纣为乐。主人，你看他那悲痛欲绝的模样，让他和那株材料团聚比较好。有道理，1分钟，没问题。喵喵从林凡的怀里跳下，蹑手蹑脚地靠近凶兽背后。在一声凄厉的惨叫后，那枚金盒和那株材料团聚了，从此再也不会分离，长相厮守，相偎相依，永结同心，山盟海誓，相伴一生，同生共死，共赴巫山。喵喵，你把凶兽群引过来了。林凡看着周围溅起的烟尘以及不断震颤的地面，面色一黑。喵喵，林凡再次抱起喵喵，一人一猫消失在原地。越往前走，凶兽的数量越是密集，随着提升的还有等级。
在这片区域，白银遍地走，青铜不如狗，时不时还能撞上1-2只黄金阶。再次如法炮制的偷走一株材料后，喵喵，你看这凶兽可怜不？林凡拍了拍猫头，不可怜。喵喵摇头，这只和刚才那只表情一样，你怎么能厚此薄彼？林凡撇嘴，助纣为乐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如果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那喵喵义正言辞，说特么人话。林凡黑线，我打不过呀。喵喵耸肩，林凡，一人一猫有一搭没一搭的瞎挤饱水着，不知不觉间，林凡来到了一处大河前，大河横跨100米，水很清，鱼没有，凶兽不少。大河的对岸是一片血红色的花海，林凡有预感那片血红色的花海应该就是龙血花，看数量的话极多，起码有着几千几万株的数量。不过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他特么不会游泳啊！狗刨在水浅的地方还能勉强支棱2下，到了河中心那还不得沉底啊！林凡，喵喵，问你个问题。喵喵说。林凡抚摸猫头，我和你妈一起掉河里，你先救谁？喵喵不假思索，你。林凡惊诧，考虑都不考虑一下的吗？你不应该抉择一下吗？喵喵冷哼，我妈打了，莫得选择。林凡点了点头，我懂了。言罢，林凡一跃而下，直接跳入大河，顿时水花四溅，林凡溺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凭借着大河的浮力，林凡勉强浮在水面上。不过处境并不好，他感觉这河很深，随时会沉下去，只能依靠喵喵了。这附近黄金阶的凶兽太多，召唤月营出来铁定暴露，到时候估计会被群起围攻。林凡催促喵喵，快点推着我游，我们的目标是对面河岸。嗨嗨，喵喵抓着林凡的衣袍，从爬到林凡的脸上，咳了几声后，我不会游泳啊，我又不是狗，这玩意不是天生的。林凡剑眉紧皱，那他妈你说掉河里，你先救我，我他妈以为你会游泳，我打电话给你叫救护车呀。滚，你不如直接给我叫灵车。那也行啊，啥车不是车呢，不都是4个轮的吗？林凡一口气没喘匀，一头栽进大河，连带着爬在他脸上的喵喵一同栽了进去。林凡现在心头就仿若1万只草泥马的高速狂奔。好在雾隐长袍是防水的，四周从林凡身边游过的水生凶兽对林凡已经趴在他脸上的喵喵视若罔闻。林凡抓住一只水生凶兽的尾巴，水生玉兽感觉屁股位置有些痒痒的，抬起后脚戳了戳，随后便若无其事地向前游去。林凡感觉这水生凶兽游的方向正是河对岸的方向，心中不由一喜，只要这水生凶兽把他送过去，那么一切就都迎刃而解。关键时刻还是要靠他的聪明睿智。林凡和喵喵大眼瞪小眼，纷纷闭紧嘴巴。水下不能呼吸，但是憋气憋一会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当水生凶兽游到正中心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道漩涡凭空出现，就如同龙卷风一般。水生凶兽的魂差点没被惊出来，对于危机凶兽的感知比人类强得太多。他深深地感知到那道漩涡的恐怖，硕大的尾巴用力一甩，骤然一个加速，林凡直接被这一下给甩飞了出去。本来那水生凶兽的尾巴就滑不溜秋的，不用力还好，这一用力根本就抓不住。喵喵死死地抱住林凡的脑袋，林凡死死地在大河里胡乱挥舞着手，一人一猫被那道摧枯拉朽的龙卷风漩涡卷入其中。被喵喵抱住脑袋的林凡啥也看不见，只感觉天旋地转，转个没完。逐渐的，他晕了，眼前一黑，停止了挣扎。林凡感觉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他又回到了前世，左手红酒，右手嫩模。嫩模的玉手轻柔地划过他的帅脸，娇笑着，口中不断地唤着主人。什么兔女郎、猫耳娘、小狐仙应有尽有。就当嫩模的唇快要亲到林凡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只见面前的一名名嫩模从中间开裂，血肉模糊，一只纸喵喵从裂缝中爬出，娇笑着迈着风骚的步伐走来。亲自己的那名嫩模同样裂开，从里面爬出了一只喵喵。我尼玛！林凡挥起拳头就招呼了过去。啊！一声惨叫传来，把梦中的林凡惊醒。睁开双眼，林凡看着飞上天穹的喵喵，松了口气。还好这是个梦，太他妈吓人了。不过下一秒他就感觉到了不对，自己的嘴唇为啥特么有点湿润？平复一下惊吓的小心脏，林凡不断自我麻痹，可能是一直在水里，不会是我想的那样。轰！就在林凡思考之际，喵喵从天穹坠落而下，溅起大量烟尘。嗨嗨！喵喵抬头看向林凡，主人，你突然打我干嘛？林凡尴尬，无好梦中杀人啊，不对，梦游了，梦游了，下次注意。喵喵爬起身，掸了掸身上的灰，你这一拳差点没直接给我送走。林凡打量着四周的场景，林凡疑惑，我们这是在哪？我记得那会不是掉漩涡里了？喵喵摇了摇头，我也不太清楚，我刚就比你早醒那么几分钟。好吧，那我们四处看看。林凡点了点头，向前走去，喵喵紧随其后。这地方很荒凉，除了他和喵喵之外，连一个生灵都没有。走了不知多久，一个硕大的圆形拱门出现在林凡和喵喵的眼前。这拱门林凡认识，他之前进入经验秘境和龙源秘境都是这种拱门。好家伙，秘境里掏秘境，跟我在这套玩呢。林凡心中暗自腹诽，不过还是拉着喵喵进入秘境之中。眼前场景变换，荒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茂盛的原野。原野之上，凶兽窜动，成群结队。看清这些凶兽的模样后，林凡惊呆了，这些凶兽居然都是一头头亚龙，实力最弱的都有着黄金阶。林凡除了月营外，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他的龙，虽然只是亚龙。主人，我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喵喵拉了拉林凡的裤脚，一脸严肃，是挺危险的，
我们一个也干不过。林凡耸了耸肩，坦率道：“既然如此，那喵喵看向林凡，那个对，他们又看不见我，走。”林凡把喵喵抱进怀里，心念一动，开启隐身。刚才林凡眩晕，隐身效果自动消失，不然的话，喵喵怕是要在那地方孤独终老了。正有此意，喵喵附和：“屁，我看你是想拉着我跑。”林凡一拍猫头：“喵喵，这不是害怕主人你出事吗？”林凡从这些亚龙身旁穿过，这些亚龙对于林凡的经过视若罔闻。不过在经过一只铂金阶亚龙时，那只铂金阶亚龙微微的抬头看向林凡的位置，看着铂金阶亚龙的动作，林凡剑眉微皱。这铂金阶亚龙的样子，明显就是感知到了什么。不过林凡只是经过，并没有别的举动。那只铂金阶亚龙看了2眼后，便转过头离开了。看来雾隐长袍只对黄金以及黄金以下的凶兽有效。林凡心中暗道。不过这也很合理，毕竟雾隐长袍的品质只有黄金，黄金以上的存在能感知到不足为奇。若是能屏蔽一切的感知，那这雾隐长袍的品质就不会只是区区黄金了。反正总的来说，对于他现在是够用的。铂金阶的凶兽并没有那么常见，踏入这处秘境只是个意外。等月莹实力高了以后，说不定还能爆出品质更高的雾隐长袍。一路走走停停，林凡偷偷摸摸的收取了一些材料。至于有着铂金阶存在的地方，林凡直接快速掠过，根本不做停留。时间转瞬即逝，不知不觉天色暗淡。不过林凡的视觉却不会受到影响，喵喵就更不用说了，猫的视力还是很强的。一处巍峨的宫殿出现在林凡的眼前方，四周扫视一番，林凡并没有发现凶兽。主人，这宫殿我感觉对我有着排斥。喵喵身躯微微颤抖，感受怀中喵喵身体的颤抖，林凡皱眉，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感觉到？难不成这宫殿会排斥凶兽靠近？难怪这里一只凶兽都没有，看来是这个宫殿搞的鬼。林凡又向前走了50米的距离，怀中的喵喵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那种颤抖比之震动都毫不逊色。林凡越来越好奇这宫殿里到底有着什么东西了，竟然能让凶兽如此畏惧。主人，我喵喵结结巴巴的开口，我知道，你先进入月营的异空间休息一下。林凡摸了摸猫头，抬手召唤出月营。主人，被召唤而出的月营轻昵的唤了一声，显得极为愉悦。月营此刻的状态和喵喵截然不同，这他妈咋回事？林凡百思不得其解。月营其实算下来也是凶兽，为什么月营却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模样呢？月营，你把喵喵先收入异空间之门。林凡下令道。这些等一会再考虑，看喵喵的样子，不放进去都不行了，给孩子都整炸毛了。好的。话音刚落，一道银白色的圆门凭空出现，一股强大的吸力随之出现，把喵喵吸入了异空间之门内。喵喵进入后，异空间之门消失不见。主人，这宫殿对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里很熟悉。月莹歪着脑袋款款地说着。熟悉？林凡懵逼。月莹是他亲眼看着从蛋里孵化出来的，月莹的御兽蛋还不同于普通的御兽蛋，说白了，那就是几百枚御兽蛋融合之后的产物。月莹怎么可能会对这里熟悉呢？这可真他妈古怪。是的，很熟悉的感觉。月莹点了点头，模样颇为认真。林凡，你做梦梦见的吗？月莹摇头，不是，我的梦里都是主人。林凡，你是不是把我藏起来的蜂蜜吃没了？月莹疑惑，多吃点。林凡大方的从空间手环里变出一桶半人高的蜂蜜，指了指，别客气，都是你的，吃吧。看着出现的蜂蜜，月莹一脸茫然，虽然不明白，但还是一个龙吸水。粘稠的蜂蜜变化做柱状，被月莹吸入口中。这系列绝了！林凡捏着下巴不住的点头。哥，一桶蜂蜜见底，月莹打了个饱嗝，晕乎乎的落在林凡的肩头，拍了拍月莹的脑袋。林凡扛着月莹向着宫殿走去，来到宫殿的正前方，林凡看着高耸的大门，用力的推了推，大门纹丝不动。难道是打开方式不对？林凡皱眉，手指扣着门缝，向着两边拽去。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但大门依旧未动分毫，进不去呀。林凡一屁股坐在地上，摩擦着下巴，研究着怎么进去。凭他现在的力气，防盗门都能一拳头轰飞了。这门虽然看起来高大沉重，但不可能连一点点拉动的迹象都没有。看来开门是有方法的，并不是蛮力能打开的。哥哥，你要进去吗？哥，月莹晃了晃脑袋，蜂蜜太甜，甜得他发晕。现如今才刚刚缓过来，见林凡思考，不由得询问道：林凡点了点头，我有个办法。哥，月莹一边打嗝一边说着，旋即摇摇晃晃的向着大门飞去。林凡注视着月莹，只见月莹飞至大门的正中心位置，伸出一只龙爪印在上方，随后大门散发出耀眼的银色光芒，月莹身上同样散发出银芒。对比大门，月莹显得更亮，在这暗淡的夜色下极其耀眼。咔咔咔，大门缩向两侧，月莹收回龙爪，向着林凡的位置飞来，稳稳地落在林凡的肩头。哥哥可以隔进去了。林凡，月莹，你先喝点水顺一顺。听着月莹的话，林凡脑门遍布黑线，什么玩意搁进去，怎么听怎么别扭。翻手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桶农夫四泉，伴随着吨吨吨的声音，农夫四泉被月莹一饮而尽。主人，我好像不打嗝了。月莹喝完水，尝试着开口。林凡，以后少吃点蜂蜜，吃多了打嗝。月莹疑惑，不是主人你让我吃的吗？林凡附额，我不知道龙吃蜂蜜打嗝。月莹，宫殿的大门在林凡和月莹进入后，咔咔咔的缓缓闭合。月莹，你是怎么知道打开宫殿大门办法的？林凡询问道。脑子里凭空出现的呀。月莹如实回答。林凡，
宫殿内的空间极其庞大，大得有些离谱。林凡怀疑那宫殿的大门又是秘境大门一样的东西。这宫殿在外面看虽然巍峨雄伟，占地面积不小，但内部空间一定不会这么大。这龙源秘境嘎嘎套娃，一个套一个，林凡感觉他已经习惯了。主人，我带你飞，你上我吧。月鹰从林凡的肩头飞落，整条龙骤然变大，冲着林凡轻唤一声。林凡黑人问号，不过还是纵身一跃，跳到了月鹰的头顶。月鹰，说话的时候别少字，这不算水。哦，月鹰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向着前方飞去。起飞后，林凡俯视下方，他惊讶地发现前方不远处竟然有着密密麻麻的石像群。月鹰的目标正是那石像群。盘旋在石像群的上方，林凡看清了这下方的石像究竟是什么。那是一条条龙，和月鹰一样，真正的华夏龙。每一条的身形都有着数十米，数量足足有着万余，规模宏大，给人一种极其震撼的视觉冲击。这些龙石像全部俯首，似乎是在朝拜着什么。林凡根据这些石像朝拜的位置看去，只见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圆台。月鹰，我们去中心位置看看。林凡下令道，他很好奇这群龙石像朝拜一个破圆台做什么？难不成这圆台是个什么宝贝？好，月鹰急速下落，载着林凡来到那处圆台前方。月鹰的体型同时缩小，便会1米的长度重新落在林凡的肩头。林凡打量着这圆台，圆台的占地不算大，半径只有2米左右。圆台的正中心有着一个小平台，踏上台阶，走向小平台。只见上方摆放着一个质地古朴的卷轴。林凡细眯双眼，拿起卷轴，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物品：龙域圣册，品质：神话，效果：其中封印着一缕龙域之主的残魂，开启后可能会死或者获得机缘。看着面板上的介绍，林凡眉头微皱，这东西的品质居然是神话级别的，龙域之主又是什么？能用神话品质物品封印的残魂，想都不用想，肯定实力极其恐怖。这特么万一放出来，自己和月莹还不得嗝屁啊！想着，林凡摇了摇头，把这龙域圣册又返回那处小平台之上。月莹从林凡的肩头飞起，停在小平台前。月莹，怎么了？看着月莹的诡异举动，林凡不由询问。主人，有个声音一直在呼唤我，想让我解开这东西的封印。月莹转头，大眼睛眨了眨，说道：“你能解开封印？”林凡惊愕：“能。”月莹点了点头，用我的血就能解开这东西的封印。那道声音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声音？林凡可以确定在这里只有他和月莹，没有其余的生物。那这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想着，林凡的视线猛然间落在小平台上。难不成是这个？紧盯着小平台上那个卷轴，林凡大脑飞速运转。这龙域圣册让月莹解开封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在考虑要不要让月莹开启。开启后是毁灭还是机缘？算了，赌一把。林凡心一横，眼神逐渐坚定。月莹算下来也是龙族，机缘的可能相对毁灭来说还要大一些，加上他的幸运点，理论上来说不会出事。月莹解开卷轴的封印，林凡下令。月莹点了点头，锋刃划过龙爪，一滴滴嫣红的龙血不断滴落在卷轴上。卷轴吸收着滴落的龙血，散发出一阵阵璀璨的红芒。上面捆绑的金色绳子断裂，卷轴缓缓展开。月莹收回龙爪，展开的卷轴之上，一道虚影凭空浮现。那是一条龙，一条和月莹长得差不多的龙，通体呈现亮银色，眼神中散发着披靡天下之色。看向月莹时，眼神却变得慈爱。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虚影，面板信息顿时出现。姓名：银霜辉月龙，残魂。性别：属性：全系别。资质：神话。等级：300/300，神话。天赋：一复刻。技能：一星河璀璨。林凡脑子有点宕机，他记得不是说月莹是唯一的银霜辉月龙吗？不过随之也就明白了，这条银霜辉月龙只是一道残魂，并不能算是一个完整个体。看他那慈爱的眼神，难不成是月莹他老妈？越想林凡越觉得有可能。银霜辉月龙残魂摇身一变，化作一名女子。女子面容清冷，明眸皓齿，眉心处印着一枚银色的龙形花钿，3000银丝披于身后，在皎白长裙的衬托下，显得圣洁无瑕，宛若仙女落入凡尘。我的女儿，好久不见。女子漂浮而下，玉手轻抚月莹的脸颊。没想到这还真是月莹他妈。听见女子这样的称呼，林凡确定了自己的猜测，那这女子是龙域之主，月莹岂不就是龙域公主了？没想到月莹竟然还有这样的身世。月莹歪头一脸懵逼，傻乎乎地看着那女子。你为什么会被封印在这卷轴里？林凡询问道。女子转身上下打量林凡，反问道：你是我女儿的御兽师？没错。林凡点了点头。谢谢。女子右手放于胸前，向着林凡一礼。如果不是你，我女儿还不知要在那封印之地待多久。小意思，说说你的事。林凡摆了摆手。我名月离，本是龙域之主。1000年前我所在的星球发生叛乱，暗龙族首领偷袭并重创了我，联合其他叛乱的首领大举进攻。我所掌控的军队在那一场战争中几乎全军覆灭。在几名首领拼死护送下，我们突出重围来到这里，但暗龙族却是要斩草除根。无奈之下，我只得封印我的女儿和我的一缕灵魂，其后带着那几名首领和暗龙族血战，直至陨落。女子阴唇轻启讲述着过往，语气中带着哀伤。那这些石像呢？是怎么回事？林凡指了指围绕圆台扶手的一众石像，这是那些首领的后代，最后的希望。后代？最后的希望？林凡不解，这一堆石头还希望？扯淡的吧？难不成这石头还能打架不成？是不是月莹他妈留下的这缕残魂脑子不太正常？对。女子点了点头，挥手间一股浩瀚的力量散开，
原本伫立的石像群开始微微震颤，连带着这片大地都在摇晃。完整的石像纷纷开始皲裂，随后猛然炸开，一条条颜色各异的龙从里面飞出。看着这般景象，林凡揉了揉双眼，这一切太不真实。石头里居然是一条条真的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数以万亿的龙，那是一股何其强大的战力啊！耀龙族秦阳率3621名族人参见圣主，雪龙族宁霜率2142名族人参见圣主，天龙族卡洛奇尧率2625名族人参见圣主，魅龙族斯格鲁庆率1159名族人参见圣主，蛮龙族荒雷率912名族人参见圣主。骁龙族破开石像的一条条龙纷纷化作人形，排作整齐的方阵，眼神炙热地看向圆台之上。每个方阵的最前方都有一名统帅，右手横于胸前，向着月离汇报着。林凡洞察之眼不断扫过这些龙族，除了最前面的统帅是铂金阶外，其他全部都是黄金白银阶。这些龙的等级有点低啊，他还以为起码每一只都有着钻石阶呢。他们为什么等级这么低？林凡看向月离，一脸不解。月莹疑惑，你能看见他们是什么等级？我的天赋。林凡淡然，你很不简单。月离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们还处于幼年期，所以等级并不高，但他们的潜力都极高，未来的希望。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月莹以后带着他们反攻回龙域吧？林凡摩挲着下巴询问道。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并不强求。月离先是点了点头后又摇了摇头，我的女儿和这些孩子能平平安安就好。你越来越淡了。看着月离逐渐变淡的身形，林凡提醒道。自刚才月离挥手后，林凡就发现了，不过此刻的速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月离轻笑，两个浅浅的梨涡浮现，接下来我会把我的一些能力灌输给我的女儿，我的使命也就结束了。我的女儿和这些孩子就托付给你了，看得出你是个好人。言罢，月离再次对林凡行了一礼，转过身面向月莹，月离玉手抬起，覆盖在月莹的头顶，一股股皎白的能量自月离手中不断注入，随着能量的注入，月离变淡的速度更快。哎，看来自己以后有活了。林凡心中感叹，今天的相遇或许早已是命中注定，逃不开，躲不掉。龙玉，待有朝一日，自己一定要去看看。皎白的能量传输完毕，月离的玉手自月莹头顶放下。娘！月莹龙眸红润，两行清泪滑落。月离灌输的不仅是天赋能力，还有一些过往的记忆。记忆在月莹的脑海中不断划过，她记起了面前这人就是她的母亲。再见了，我的女儿。月离慈爱地摸了摸月莹的脸颊，转过身宣布，自此以后月莹为龙域之主。言罢，月离的身形化作繁星点点，彻底消散在世界。娘！月莹凄厉的哀鸣。圣主！圆台之下的数万龙族齐齐跪拜。月莹人死不能复生，龙域我们一定会去的。那个什么碉堡暗龙族必会覆灭。林凡走上前抱住月莹，轻声安慰。主人。月莹哽咽，龙身上银芒璀璨，月莹化作人形。林凡看着化作人形的月莹，林凡一脸懵逼。好家伙，黑铁阶化形，这说出去能给人吓死。月离究竟给月莹灌输了什么能力？运转洞察之眼，林凡扫过月莹的面板。姓名：银双辉月龙，月莹。性别：属性全系别。资质：神话。等级25300，黑铁阶。经验0250000。天赋：一复刻，可以完美复刻任意生物的技能和天赋为自己所用。2反哺，自身80的全属性会反哺给主人。3月神，月夜之下，全属性临时提升100。4异空间之门，可存放物品，不限制是否有生命。5全系神，所有属性技能威力提升100。6继承，继承宿主幸运值，宿主专属附加天赋。7语言精通，可以掌握所有星域的语言，和任何物种沟通都没有障碍。8智脑，智商极高，学习速度极快，擅长钻研。9完美化形，无视等级，化形后全属性临时提升20。10百变迁机，可利用属性能量凝聚武器，品质等于自身等阶加1。神之祝福，战斗时全属性概率增幅，受致死攻击时触发守护，剩余3次，神话阶。新增加的3个天赋，每一个都对战力有着大幅的提升，简直堪称离谱。连带着以前的天赋都提升了几个层次，技能就更不用说了。月离的技能，月莹基本都掌握了，但是能不能使用那就不清楚了。反正总的来说，这波血赚。掌握化形，就再也不怕暴露月莹是龙的问题了。主人，我娘给我留了好多材料。见林凡一直盯着自己，月莹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提升实力才是正解。主人也说了，会带领他们返回龙域，覆灭暗龙族，报仇是迟早的事情。他相信主人。啊！林凡惊诧，灌输完天赋还不算，这还要送一波材料。这月离不仅人美，心还善良，好人啊，大好人啊！在这里，月莹咬破手指，在小平台上画着晦涩难懂的符文。画完最后一笔，整个小平台上红芒大盛，小平台缓缓向下坠去，露出一条通道。主人，我们下去吧。月莹调整好心态，露出笑容。圣主不可，下面是龙族宝库重地，外族怎可进入？秦阳一跃飞上圆台，对着月莹一礼。放肆！他是我主人，什么外族？月莹回首，眼神冰冷。主人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你们若当我是圣主，主人的命令就要听，主人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这……秦阳低头，遵命。秦阳见过主人。你们呢？月莹目光扫过台下，语气森然。见过主人，圣主。圆台下的一众龙族当即单膝跪地，右拳持于前胸。
林凡嘴角微微抽动，他感觉月莹的气势变了，不像从前那样天真可爱、呆呆傻傻。现在的月莹散发着一种阴气，准确的来说是一种霸气。这种眼神，他刚才还在月离的眼神中见到过。走吧，主人，我抱着你下去。月莹看向林凡，俏脸上笑容再次浮现。林凡点了点头。这条通道内没有光亮，黑漆漆一片，他还真不知道有多深。月莹是会飞的，有着月莹在，起码自己不会莫名其妙摔死。月莹抱着林凡，向着通道纵身一跃。林凡在这漆黑的通道内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感受到身后的柔软以及心跳。一炷香的时间后，眼前出现光亮，一枚枚璀璨夺目的珠子镶嵌在两侧的墙壁上，但是下落就足足一炷香。林凡不敢想这通道到底有多深，哪怕凭借他的体质掉下来，就算不死，怕是也要摔个残废。主人跟好我，宝库前方这段路是有着机关的。放下林凡，月莹阴唇轻启，没问题。跟随着月莹的脚步，二人不断前行，最终在一处大门前停下。这大门真不错，龙族这么有钱的吗？林凡看着面前如玉般光滑细腻的两扇大门，不住赞叹，伸手想要触碰。主人，不要！月莹见林凡要触碰，连忙惊呼，想要阻止，但林凡的手已然触碰在大门之上。轰！一道强横的能量瞬息间把林凡推出，重重地撞击在了一侧的墙壁之上，烟尘弥漫，碎石不断滑落。嗨！被镶嵌进墙壁内的林凡咳嗽了几声，两条手臂不规则地耷拉在身侧，他感觉自己的肋骨好像全截而断了，甚至有一根插进了他的肺中。这龙族有毒啊，在大门上还设置陷阱。林凡欲哭无泪，看着林凡的惨状，月莹整个人愣在原地。他没想到这大门上的防御进入如此的恐怖。主人！月莹的眼角再次红润，手中一枚生机果实骤然出现，疯了般跑向林凡。月莹，我现在动不了了，你先给我扣出来。林凡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声音极为沙哑。好，主人你先别说话了。月莹连忙发动念动波，把林凡包围在其中，从墙壁中扣出后，缓缓地放在地面上，看着自己主那两条的胳膊显然是不能动了。月莹把林凡扶起身，拦在怀中，掰下一块生机果实放进了林凡的口中，咀嚼吞咽，再咀嚼再吞咽。一枚生机果实入腹，澎湃的能量不断地修复着林凡的伤势，全身的骨头噼里啪啦炸响。片刻后，林凡活动了一下胳膊，重新站起身。好了，我没事了。林凡摸了摸月莹的脑袋，擦干了月莹脸颊的清泪，再哭就成喵喵了。喵喵，好。月莹轻笑，脸上的焦急被冲淡得无影无踪。跟着月莹，林凡再次来到大门前，不过这次却是距离大门有一段距离。虽然自己有生机果实，但架不住疼啊。月莹稍微用力一推，如玉般的大门应声而开。主人，你怎么不进来？月莹看着林凡还站在原地，俏脸上满是疑惑。那里面不会还有机关吧？林凡指了指宝库内部，没有啦，大门上是最后一道。月莹摇了摇头。闻言，林凡松了口气，走进宝库内，看着各种堆满各种材料的宝库，林凡面露喜色。进阶材料啊！林凡走进那堆材料，一样样的查看。之前没听说的那些材料，这里竟然都有，就连林凡已经购买的那些，这里也有。看来月莹他妈早就给月莹准备好了。好家伙，自己这是白忙活半天。不过这里貌似没有凶兽血，有的只是材料。林凡翻找了半天，并没有发现凶兽血，口中喃喃，但那也足够了。凶兽血的话，倒是可以问问元宝有没有路子。正好元雪不是也要进阶御兽吗？等自己从秘境出去，就联系元宝。这些材料，林凡全部让月莹收入异空间之门内，说不定下次、下次进阶的材料，这里面同样有。走吧，月莹，我们回去。主人，这个给你。月莹递给林凡一块拇指大小的龙形玉佩。这是什么？林凡接过玉佩，上下打量，并没有看出什么端倪。兵符可以召唤外面的那些族人。月莹郑重，不过他们在到达史诗阶前，不能出这个秘境时间太久。这些是你娘告诉你的？林凡询问道。月莹点了点头，记忆里突然就有了。兵符是在宝库里的一个小箱子里拿到的。把玉佩挂在脖子上，月莹带着林凡离开宝库，重新返回原台。有着这些龙族的护送，不费吹灰之力，林凡便重新回到龙源秘境。主人，圣主，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了，我们不能轻易出这个秘境。秦阳一礼，颇为恭敬地说道。对于林凡，他和其他龙族已经彻底接受，他们是圣主忠实的追随者，祖上深受圣主恩惠。既然是圣主的契约者，那么也就算是他们的契约者。林凡点了点头，把月莹收回御兽空间，心念一动，隐身开启，走出秘境。茫茫的夜色，繁星点点。林凡走在路上，从裤兜掏出手机，点开滤信，给元宝发了条消息。片刻，消息就回了过来。元宝，凡哥，怎么了？林凡，你在哪啊？找你有点事。元宝，家呀，我叫司机，算了，我直接开车接你。元宝，凡哥，你在哪？给我发个坐标。发送自己的位置后，林凡坐在路边等待。不出10分钟，一辆劳斯莱斯没影停在林凡身前。元宝下车四处张望，没发现林凡的身影，挠了挠头，掏出手机给林凡发了一条滤信。元宝，凡哥，我到了，你搁哪呢？我咋没看见你？林凡心念一动，隐身消失。林凡出现在元宝的身后，拍了拍元宝的肩膀。哎妈呀，我的凡哥，你可吓死我了！元宝拍了拍胸口，拉开车门，林凡坐上副驾驶。凡哥，这么晚什么事啊？元宝边开车边询问着。我想让你帮我寻找一些凶兽血，钱的话我原价支付。林凡说道。小意思，钱的话就不用了。元宝摇了摇头，点了一刻，华子美美的吸了一口。凡哥，
我姐昨天加你了，然后被你给拒绝了。那个是你姐？林凡想起早上自己拒绝的那条绿姓好友申请，莫名的感受到一丝寒意。是啊，他要进阶预售。元宝憨笑着，凡哥你进阶预售那么刁，我就把你绿姓给他了。而且我的梦想就是让你当我姐夫。林凡，元宝，我这有个视频，你看能不能用你们袁家的关系挂到网上？林凡摇了摇头，掏出手机点开喵喵录制的视频。袁家也是世家，关系的话应该不弱。自己虽然可以把视频挂在网上，但王家会想尽办法让这视频消失，并且洗白。哦，元宝闻言被林凡的话勾起了兴趣，一脸坏笑。凡哥，是不是什么禁播内容？是啊，嫩模大全，各种型号。林凡瞥了元宝一眼。呜呼！元宝一脚刹车踩下，急行中的劳斯莱斯没影在地面划出一条长长的轮胎印，连忙接过林凡的手机，点开视频。元宝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内播放的视频，越看元宝的脸色越黑。操，这王轩可真他妈是个畜生！元宝一巴掌拍在方向盘上，怒气冲冲。凡哥，这视频你是从哪弄到的？元宝把手机递还询问道。龙源秘境啊。林凡说道。这王轩就是当初诬陷我的那个杂碎。凡哥，这王轩死定了！元宝踩下油门，车再次启动。这王轩之前还说班主任和同学都被凶手干死了，就他一个人逃出来，没想到真相居然是这样。这视频挂在网上，就算是王家也保不住这王轩，这王轩必死无疑。那就谢谢了，你姐进阶预售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林凡点了点头说道。谢啥呀，兄弟之间不说谢。元宝吐了个烟圈。而且这王家和我们袁家摩擦不断，能看见王家出事，我巴不得呢。车很快便行驶到了袁家庄园，把车钥匙随意的丢给下人。元宝带着林凡走入大门。你这小日子挺奢靡啊。林凡咂了咂嘴。凡哥，要不你搬来和兄弟一起住吧？这不好吧？林凡摆了摆手。有什么不好的？凡哥，你不是需要凶兽血吗？元宝搂着林凡的肩膀，一脸贱笑。而且你在外四处奔波，我家可是有着不少会按摩的美女，手艺个顶个的出色。我是那样的人吗？林凡拍开元宝的胳膊，扣着手指头。你说的对，我确实需要凶兽血，那我就叨扰几天了。嘿嘿，就等你这句话了。元宝满脸堆笑，大手一挥，来人，给我兄弟收拾出一间最好的客房，要一睁眼就能看见太阳和月亮的。是，少爷。几名佣人领命后，进入别墅内给林凡收拾房间。凡哥，跟我来。元宝带着林凡向着另一栋别墅走去。进入别墅后，元宝带着林凡左拐右拐，最终在一间门前停下。我姐在里面，凡哥你去帮她进阶预售吧，我去把那个视频挂到网上。元宝嘿嘿一笑，说完便要离开。我怎么觉得你很古怪啊？看着元宝的笑容，林凡狐疑。哪有，我这不寻思早点把这视频挂上去，王轩那兔崽子早点完蛋吗？元宝三根手指向天做发誓状，兄弟我一片赤诚，日月可见。咔嚓，门锁转动，房门打开。凡哥我滚了，回见。元宝见房门打开，袁雪正站在门口，头也不回一溜烟的跑了。林凡，进来吧。袁雪瞥了林凡一眼，表情一如既往的冰冷。走进房间，林凡四处打量，淡粉色的装修风格，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兰花香气。喝点什么？袁雪问道。不用了，我怕你给我下毒。林凡摇了摇头，走向沙发，一屁股坐下。袁雪，不喝拉倒。袁雪没好气的说道。把你要进阶的预售召唤出来吧，我看看。林凡说道。袁雪挥手，召唤法阵出现，叶冰渊被召唤而出。小鸟，过来。林凡冲着叶冰渊勾了勾手指，运转洞察之眼扫过他的面板。叶冰渊看向袁雪，袁雪点了点头，飞到林凡的脚边。林凡装模作样的查看起叶冰渊，一会翻翻叶冰渊的眼皮，一会掰开鸟嘴，屁股上拔下几根尾羽。一番折腾后，叶冰渊差点没背过气去。林凡拍了拍手，笔墨伺候。如蒙大赦到叶冰渊慌不择路的逃至袁雪身后，惊恐的看着林凡。他感觉屁股上的毛都快被面前这王八蛋给薅秃了。袁雪看着惨兮兮的叶冰渊，嘴角微微抽动。他还从未见过那个预售进阶师是这样给预售进阶的。不过还是把早就准备好的笔和本子递给林凡。林凡刷刷刷的在本子上写下进阶方案。袁雪接过本子看了一遍，秀眉微皱。你确定这方案能进阶？袁雪迟疑。不信的话撕了就好。林凡耸了耸肩。他给出的方案都是预售最正确的进阶方案，洞察之眼的能力毋庸置疑。每次都要被质疑一下子，他林凡不要面子的吗？你好像对我的敌意很大。袁雪收起本子看向林凡。没有，我只是不喜欢别人质疑我罢了。林凡摇了摇头。既然我敢给你写，那么我就敢保证100%的成功率。袁雪皱眉。你就这样有把握？就算是最顶尖的进阶师也不敢这样说吧？听说过2个字吗？林凡摆弄着手指。什么？袁雪疑惑。林凡指了指自己。天才，说的就是我。袁雪，不如我们打个赌吧。林凡翘起二郎腿。你想赌什么？袁雪问道。如果我赢了，你以后见到我就面带笑容，嗲嗲的叫声林凡哥哥。林凡嘴角上扬。闻言，袁雪的脸刷一下就黑了下来，冷冷的看着林凡。如果你输了，我就打死你。袁雪咬牙切齿的说道。成交。林凡打了个响指。输是不可能输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输。林凡很想见识一下冰块的笑容。袁雪拿起手机，对着本子拍了张照片，发送给绿信上的袁家药剂师。袁雪，这进阶方案，立刻马上给我配一份药剂出来，送到我的房间。袁家药剂师，好的大小件，半小时内一定送达。重新关上手机，袁雪气鼓鼓的坐在林凡对面的沙发。这登徒子竟然想让自己叫他什么哥哥？
痴心妄想，拒绝自己申请好友的事情还没算账呢，而且还摸了自己的啊！混蛋！等待总是漫长的，林凡没管坐在对面的袁雪，自顾自地掏出手机玩起了开心消消乐。一条推送自手机上方划过，林凡点开一看，嘴角噙着一抹邪笑。这推送不是别的，正是喵喵所拍摄的那条视频。元宝的办事效率还真不是盖的，这才多大一会的功夫，居然就推上了新闻热搜。王轩啊王轩，这回看你死不死！洛北预售王家。王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枕头旁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拿起一看上面显示的名字，立马接听。操，你他妈现在赶紧滚来我这！电话另一头，王德贵咆哮如雷。爸，怎么了？王轩皱眉，心中不好的预感升腾而起。他爸还从未用过这种语气，还他妈有脸问我怎么了？你自己看看新闻，杀人还被拍下证据，你可真他妈是个蠢货！老子怎么会生出你这么蠢的儿子？王德贵继续咆哮，恨不得从手机里钻出来把王轩咬死。闻言，王轩大脑瞬间宕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他明明把所有人都杀干净了，为什么还有人会知道？我知道了，我这就来。王轩深呼吸一口，挂断了电话，点开手机上的推送，上面的视频让王轩大脑一片空白。这视频正是他干掉所有人的过程，清清楚楚，没差一丝一毫。从宋峰再到王建强，包括他说的话都清晰地录了进去。到底是谁？我操你大爷！王轩双眼赤红，手中的手机猛然间狠狠地砸在地上，摔了个粉碎。王轩喘着粗气，房间内一片狼藉。发泄过后，王轩整理了一下衣服，向着王德贵的住所走去。进入房间，王轩发现房间里正站着3个人，一个是他老爸王德贵，一个是王家的死士王宇，还有一个不认识胡子花白的老头。轩儿，这位是季文长季老，以易容伪装闻名。王德贵介绍道，看向白胡子老头都神色极为恭敬。见过季老，爸这是要干什么？王轩对着季文长一礼，看向王德贵面露不解。还不都是你这个蠢货？你和王宇交换身份，懂了吗？王德贵抬起右脚，狠狠地踹向王轩，刚平复的火气再次被点燃。王轩被踹了个跟头，却不敢有丝毫怨言。季老，让您见笑了，接下来还劳烦您出手。王德贵转身，语气恢复恭敬。无妨，你出去。季文长摆了摆手，手指指向门口。好。王德贵一礼后离开了房间，把门关闭。季文长转过身，拿起箱子，开始为王轩和王宇变换容貌。不出10分钟，二人的容貌对调。季文长点了点头，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袁雪房间内，叶冰渊正喝着药剂师刚送来的药剂。袁雪蹲在叶冰渊的身侧，观察着变化，美眸时不时地瞪林凡一眼。林凡斜躺在沙发上，气定神闲玩着开心消消乐。房间内的氛围显得极其诡异。林凡，小约要是进阶失败，你就死定了。袁雪看着把沙发当成自己家的林凡，火气就不断上冲。你还是担心一下，你今晚有没有地方住吧？林凡抠了抠耳朵，淡然道，眼睛依旧没离开手机屏幕。你什么意思啊？袁雪不解，这句话莫名其妙的，这里就是他的房间，什么叫没地方住？没什么，字面意思喽。林凡站起身，默默地走向墙角。上次雷暴喷火陀进阶的那一幕，他可是还历历在目，那毁坏程度不低于一只被憋了1个月的二哈。你还没等袁雪开口，叶冰渊周身蓝芒大盛，整只鸟骤然扑腾飞起，如离弦之箭般冲向一侧的承重墙。轰！承重墙直接被撞出一个大洞，烟尘不断升腾而起。轰！轰轰！轰轰轰！叶冰渊不断在房间内撞来撞去，原本粉色系的房间不出片刻便千疮百孔。袁雪看着这一幕，呆愣在原地。林凡，你对小渊做了什么？他怎么会变成这样？袁雪用杀人的目光看向蹲在墙角的林凡。叶冰渊就是喝了林凡进阶方案的药剂才变成这样的，效果太牛逼，他需要适应吸收。而且刚才我提醒你了。林凡耸了耸肩，一副无辜的神色。你……袁雪跺了跺脚，指着林凡。我操，什么玩意？还挺香。林凡刚掏出手机准备再玩一关消消乐，突然一个东西落在了他的脑袋上，伸手抓向落在自己头顶的东西，定眼一看，哟西，不得了！抬头看了看袁雪，又看了看手里的内衣，林凡陷入了沉思。看着林凡手里抓着的内衣，袁雪面色羞红，冲到林凡面前，袁雪伸手抢过自己的内衣。你变态！袁雪娇喝。小鸟听见没？他说你变态，没事给人内衣都撞出来了。林凡指着叶冰渊骂道。我说你变态！袁雪再次喝道。小鸟，你没事撞人内衣干啥？看吧，被骂变态了吧？林凡正气凛然。你……袁雪高低起伏，指着林凡的手指都在微微颤抖。不用感谢我，我只是个路过的无名英雄。林凡轻抚额前不存在的刘海，嘴角勾起45度的蜜汁笑容。淫贼，我要打死你！袁雪把内衣一扔，举起拳头向着林凡就挥了过去。拳头未到，林凡只感觉软香入怀。你脚下有块石头，要不你再重新来一下。林凡嘴角微微抽动，他清晰地看到那石头咕噜咕噜地滚到了袁雪的脚下。放手！袁雪挣扎着想要爬起，脚踝的剧痛却使得他不停地倒吸凉气。哦，林凡点了点头，放开拖着袁雪的手。啪叽，袁雪滑落，此时和林凡的位置愈发的尴尬。袁雪现在羞愤的恨不得立马从楼上跳下去。冰清玉洁18年，毁于一旦。你这个姿势，我怀疑你要对我图谋不轨。林凡摩挲着下巴认真道。滚！袁雪怒骂，忍着脚踝传来的剧痛，翻身坐在一侧。哎，好人没好报啊！林凡无奈的摇了摇头。我可是救你，不然那一下你就撞墙上了。我情愿撞墙上。袁雪咬牙切齿，又说狠话了，女人。林凡打量着袁雪的脚踝，
看样子应该是脱臼了。算了，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吧。林凡被自己的善良感动得稀里哗啦，撸起袖子，咔嚓一声，帮袁雪把脱臼的脚踝复原。啊！响彻云霄的惨叫自袁雪口中传出，在这幽静的黑夜中传出老远老远。远在另一栋别墅的元宝瞬间就听出了这是他姐的声音，心中不禁暗叹凡哥牛逼，果然他姐被凡哥给制服了。跑出别墅，看向他姐那栋，只见别墅墙上一个又一个大洞。凡哥，你他妈就是我偶像，人家都马震、车震，你这给房子都震塌了。元宝冲着别墅的方向重重的比了一个大拇指，脸上带着崇高的敬意。你们都滚蛋，谁也别打扰我姐和凡哥。看向跑来的佣人们，元宝驱逐道。在佣人们不解的目光下，元宝点燃了一颗华子，吐了个烟圈后，哼着小曲离开了。佣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终一哄而散。袁雪看着林凡，一脸幽怨，眼角红润，两行清泪顿时滑落而下，抱着膝盖不住的哭着。她恨啊，为什么要把林凡叫来进阶御兽？这林凡简直就是魔鬼，自己好歹是个女孩子，懂不懂怜香惜玉啊？此时的叶冰渊停止了撞击，一脸懵逼的停在房间正中心，歪着头呆呆的看向袁雪和林凡。你御兽进阶成功了。林凡戳了戳袁雪，别哭了，我下次轻点。你滚，我不想看见你。袁雪哽咽，抬起青葱般的手指指向门外。得嘞。林凡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别忘了赌约哦，相信袁大小姐可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言罢，林凡一溜烟的夺门而出。听着关门的声音，袁雪抬起头，眼神极为复杂。哼，冷哼一声，擦干泪痕，袁雪站起身走向叶冰渊。可恶的林凡，他一定要报复回来。袁家庄园内，林凡漫步，掏出手机打开滤信，给元宝发了条消息。不一会，元宝的身影便出现在林凡的眼前。元宝弹飞烟头，一脸坏笑，凡哥，你真牛逼啊，把我姐别墅都震塌了。那是你姐御兽干的，和我可没关系。林凡双手插兜，仰望星空。元宝惊愕，凡哥，你连我姐的御兽都不放过，你也太禽兽了吧。操！林凡一巴掌拍在元宝的后脑勺上。你姐御兽进阶把房子撞塌的，你想背呢？那我姐那声惨叫是怎么回事？元宝再次询问。你姐脚踝脱臼了，我给她接上了。林凡耸了耸肩，上下打量元宝，怎么？你要不要试试？不用了，我怕你累着。元宝看着林凡犀利的小眼神，吓得浑身一哆嗦，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没事，不累怎么叫人累呢？林凡嘿嘿一笑，向着元宝抓去。元宝灵巧一闪，两人在月光下你追我赶。洗了个澡，躺在大床上，林凡进入了梦乡。一夜无话。次日，阳光明媚，阳光透过全景天窗照射在林凡的脸上。睁开惺忪的双眼，林凡一脚踢飞被子。自打出逃后，他已经许久没睡过床了。这一觉舒坦。洗漱完毕，穿戴整齐，林凡打开房门。林少，元宝少爷说您醒后让我带您去餐厅吃饭。身着西装的文静妹子躬身一礼，躬身间雪白沟壑，尽显无疑。林凡，大早上的造孽啊！林凡移开目光，带路吧。在西装妹子的带领下，林凡来到餐厅。元宝和袁雪此时正坐在餐桌前。你先下去吧。元宝挥手屏退那西装妹子，一脸笑意的看向林凡。凡哥快来坐，早餐刚上，就等你了。袁雪俏脸微红，银牙紧咬。落座后，林凡手只有节奏的微微敲击桌面。敲击桌面的声音很小，但听在袁雪耳中却如重锤敲击大鼓。昨天的赌约他确实是输了，不过他怎么好意思叫得出口呢？更何况还是林凡这个讨厌鬼。但输了就是输了，他袁雪向来说到做到。死林凡，臭林凡，坏林凡，林凡哥哥。袁雪终究忍受不住叫了一声后，便逃也似的离开了餐桌。元宝，下划线，吃饭了。林凡拿起桌上的牛奶，吨的仰头饮下。凡哥，刚才我姐叫你什么？元宝掏了掏耳朵，不可置信。我怀疑我姐被夺舍了。你姐还是你姐？林凡摇了摇头，咬了一口烤肠。只不过昨天打赌输了。好家伙，还得是凡哥你，这杯牛奶兄弟先干为敬。元宝脸上满是崇敬，抬起玻璃杯一口饮下。不过我姐肯定恨上你了，你得小心点啊，凡哥。小意思。林凡摆了摆手。吃过饭后，元宝去了学校。林凡回到房间，召唤出月莹。主人，这是哪里啊？月莹打量着四周，摸摸着摸摸那，如同好奇宝宝一般。我们暂时住在这里。林凡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把喵喵从异空间之门内放出来吧。好。月莹点了点头，抬手间异空间之门出现，缓缓打开。喵喵从异空间之门内漂浮而出。月莹。喵喵一出现如遭雷击，指着月莹结结巴巴。他不敢确定，但月莹身上散发的气息确实是那条龙的气息。没错。月莹点了点头。你不和我一样都是黑铁阶吗？你咋化形的？喵喵质问。天赋异禀了。月莹捂嘴轻笑，走到林凡身侧。主人和我昨天在秘境内得到机缘了，谁让你害怕的都炸毛了？喵喵无语。他表示很羡慕，月莹实力强大就不说了，居然还得到机缘可以化形，而且气息感觉比之前貌似又强了一截。好了，今天放假一天。林凡说道，这些天接连战斗，你们也该好好放松一下，劳逸结合。主人，我可以看神奇宝贝吗？月莹眨了眨大眼睛，看向林凡。没问题。喵喵你呢？需要电脑吗？喵喵点了点头。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那2台宇宙人电脑，分别交给了月莹和喵喵。月莹的复刻天赋可以复刻技能，正好休息时看看动画片，还能顺带着学习一些技能，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喵喵的话之前说学习技术，一直没有时间，
这下空闲下来，正好可以让喵喵研究研究。林凡靠在椅子上刷着抖音，绿信通知的好友申请再次弹出，看头像就是自己拒绝的那个。林凡知道这是袁雪，这次点击了通过，不知道这冰块加自己有什么事。袁雪，林凡，我要和你进行预售对战。看着袁雪发来的绿信，林凡摩挲着下巴，眼睛转了转，打字回复：林凡，你预售都白银阶了，我的预售可是才黑铁阶，你这是欺负我啊！这么不公平的对战，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林凡，我原本以为胸大无脑只是夸大其词，没想到居然是真的。袁雪，滚！你才胸大无脑。林凡，不过呢，你要是给我提供一些进阶用的材料，倒也不是不能考虑。袁雪，需要什么材料找管家。林凡，哟呵，没看出来袁大小姐这么大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袁雪，这么说你是同意和我预售对战了？那么你要是输了的话，昨天那个赌约就取消，如何？林凡，没问题。那么你要是输了呢？袁雪，输？本小姐预售对战还没输过，若是我输了，随便你提要求。林凡，看来你这第一次要交给我了。袁雪，滚！死变态！林凡，承蒙夸奖，荣幸之至。关掉手机，林凡从椅子上起身。月莹、喵喵，我出去一趟，你们饿了的话，冰箱里有吃的。月莹剩下的进阶材料有元宝帮忙收购和打听，那么是时候把喵喵从黑铁进阶到青铜了。相较于月莹来说，喵喵的进阶材料并不难找。随手拦了个佣人，在佣人的带路下，林凡找到了管家。管家是个40来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气质。有着袁雪的交代，林凡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进阶材料。在袁家药剂师调配好药剂后，林凡拿着药剂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喵喵，过来喝进阶药剂。林凡对着喵喵勾了勾手指，摇了摇手中的药剂。正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喵喵闻言一喜，一溜烟的跑到林凡身前。没想到主人出去是给自己弄进阶药剂去了，这可太让猫感动了。虽然他现在的综合实力加起来远远超过正常的黑铁阶，凭借身法和武器甚至能干掉青铜阶，但谁会嫌自己的实力更强呢？果然跟着主人可以越来越牛逼。他越发的感觉当初的选择极为正确。回想起前2次进阶时的状况，林凡觉得还是带着喵喵去室外好一些，毕竟自己在这还要住几天，直接把房子给拆了不太好。自己通过洞察之眼看到的进阶方案和正常进阶时给出的方案可能不同，自己的方案能最大限度的开发预售进阶后的潜力，所以相对应的进阶过程预售会比较狂暴，这也正常，有的必有失。喵喵，我们去外面进阶，这药剂的效果比较强。林凡把药剂递给喵喵，转头看了一眼月莹，月莹你也一起来吧，正好看一下进阶的过程。好的主人。月莹站起身，莲步轻移来到林凡身侧，两人一猫来到庄园内。喵喵迫不及待地拧开盖子，咕嘟咕嘟把药剂一饮而尽。药剂入腹，澎湃的能量在喵喵体内爆发，冲击着它的四肢百骸。喵喵身上光芒大盛，整只猫散发出强横的气息。主人，我感觉我要被这进阶药剂中的能量撑爆了。喵喵喘着粗气，胡乱挥舞着利爪，去绕着庄园跑几圈，这样药剂就能彻底吸收，完成进阶。有着前2次的经验，林凡指挥道。喵喵点了点头，如一阵风般消失在林凡的眼前。主人，我感觉得到喵喵饮下药剂后一瞬间那股强大的气息，我觉得喵喵进阶后再升几级后的实力，怕是不会弱于现在的我。月影美眸流转，捂着小嘴，俏脸上满是惊诧。身为林凡预售中的头号战力，他感觉自己的地位快要不保了。再过不久，你也要进阶了。林凡笑了笑。月影的进阶差的还是那些凶兽血，材料的话已经全部凑齐，200多种进阶材料。林凡很期待月影进阶后会是一番怎样的实力。现在的月影综合实力已经能和一些刚进阶白银的预售掰掰手腕，如果进阶后说不准黄金阶的也能碰一碰。月影重重的点了点头，他相信主人的话。1个小时后，喵喵的身影出现在林凡的眼前，整只猫显得神采奕奕。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喵喵的面板，技能的话多了2个常规风属性的技能，进阶后的全属性上升了一大截。以现在喵喵的属性对付普通青铜阶预售怕是可以轻松取胜。属性固然重要，但并不能代表一切，更多的时候取胜还是要靠着技能熟练的运用和搭配。主人，我想和月影对战。喵喵挥了挥爪子，战意昂扬。他想试试自己进阶后真正的战力能达到什么程度。你确定？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喵喵进阶后实力是不弱，但月影可是能和白银阶五五开的存在，加上现在多了个化形，人形态还提升20的全属性。喵喵现在还只是个25青铜阶，如果升到40级以上的嘛，还真的有可能一战。确定？喵喵点头。喵喵，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哦。月影活动一下手腕，向前一步。来吧。喵喵接连向后几个大跳，和月影拉开一段距离。月影看向林凡，林凡点了点头。自己的2只预售对战也不是什么坏事，在实战中能更快速的进步。月影周身银白光芒闪烁，化为龙形态。人形态，他感觉有点欺负喵喵，还是用龙形态战斗吧。林凡坐在地上，从空间手环中拿出一听可乐，看着对峙着待战的2只预售。喵喵抽出腰间的破晓，眸中露出警惕的目光。月影盘旋半空，同样严阵以待。开始。随着林凡的一声令下，喵喵率先出击，爪持破晓向着月影所在的位置冲去。月影周身再次闪烁银芒，一道道银白色的闪电劈落而下。喵喵嘴角勾起一丝弧度，瞬息间改变方向，向左移动，避开向自己射来的那道银白闪电。轰！避开的位置炸出一个大坑，烟尘飞扬。喵喵呈现 S 型走位，向着月影不断掩杀而来。
速度快若闪电，一道道银白闪电不断劈在喵喵身侧，一个个大坑不断被炸出。嗖！喵喵的身影消失不见，再次出现之时，已然是高高月启持着破晓向着月莹刺去。破晓刺中月莹的龙身，月莹的龙身瞬息间破碎。喵喵，这场战斗你输了哦！月莹的声音在喵喵的右后方响起。闻言，空中的喵喵一脸懵逼，刚才他明明刺中月莹了，为什么月莹的声音会在他身后出现？糟了！喵喵心中暗道不好，这一定又是月莹使用出来的什么古怪技能。他刚才刺中的并不是月莹。一发言爆弹自月莹口中吐出，感受着后方的高温，喵喵以最快的速度下坠，企图避开，不过还是被盐爆弹擦到了尾巴，灼烧感使得喵喵不断龇牙咧嘴。下一秒，喵喵直接愣在原地，面前的一幕直接差点把他吓死。万化千影，月莹周身银芒闪烁，数十个月莹凭空幻化而出，把喵喵包围在正中心的位置。这还打得对？我认输了。喵喵直接把破晓插回腰间，耸了耸肩。月莹的技能太变态了，根本没法打。自己的速度优势在月莹面前根本就无法成为优势。算起来月莹的速度比自己还要快些，之前没和月莹交过手，交手后才知道压根就没法打。不过喵喵并不恼火，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御兽凶兽都像月莹那么变态，反正月莹是友军，以后不会成为对手。喵喵，昨天月莹可是新学会不少技能，你的运气差了点。林凡拿起可乐抿了一口，笑着说道：没事，晚上还有一场战斗，到时候就看你的了。这场战斗自然说的是和元雪的御兽对战。喵喵虽然打不过月莹，但是对比其他御兽凶兽来说却是不差的。没问题，主人你可以永远相信我。喵喵。喵喵拍了拍胸膛，主人，那我呢？月莹收了技能，重新化为人形，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林凡。如果喵喵败了，你再上场。林凡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当然，如果是2v2，就需要你直接上场，还不确定。主人，不用那么麻烦，我直接包场好吧？喵喵摆了摆手，嚣张的说道：月莹，虽然打不过你，但对付其他御兽我还是有信心的，所以你看着就行了。那么有自信？林凡抱着肩膀，狐疑的打量喵喵，对面可都是白银阶御兽，区区白银，在我喵喵眼中如插标卖首之辈。喵喵仰望天空，脸上豪情万丈，下一刻表情突然一抽。不过，主人你得先帮我治疗一下尾巴，这属实有点折磨猫了。噗！月莹给他拿一枚生机果实，再拿一些青铜阶的晶核。林凡说道。月莹照做。喵喵一把拿过生机果实，咬了一口吞入腹中，尾巴上的灼烧在生机果实的修复下恢复如初。喵喵，你那点伤吃一口就行了，没必要全吃掉。见喵喵还要继续吃，林凡阻止道。虽然生机果实还有不少，但是浪费不是这样浪费的。嘿嘿，主人你看我都咬了，不吃那不是坏掉了？喵喵挠了挠头，不会，我把它榨成汁就行了。林凡摇了摇头，拿过喵喵手中的生机果实。喵喵，你在这吸收晶核提升等级，顺便掌控属性提升后带来的不适。没问题，主人你放心的去吧。喵喵点了点头，开始吞服青铜阶晶核。青铜阶晶核的数量不算很多，只有300多枚，全部堆在一侧。林凡扫了一眼吞服晶核后喵喵的面板，一枚晶核所增幅的经验并不是很多，只有喵喵经验条的1/10不到。不知道是晶核等级低的缘故，还是晶核往后吞服晶核的效果就是如此。林凡找佣人要了一台榨汁机后，便返回了房间。月莹同样跟随林凡返回，把手中没生机果实用刀切成小块，全部塞入榨汁机内。随着榨汁机的运转，浅绿色的汁水不断从小块中被榨出。见差不多了，林凡取出一个小型试管，把这些浅绿色的液体全部倒入其中。看着底部剩余的残渣，林凡不知道还有多少效果。拿起一旁的小刀，林凡在手腕上一割，鲜血瞬间喷涌出。抓起残渣，林凡塞入口中，有效果。看着手腕血液不再喷涌，伤势缓缓修复，林凡面色一喜。这些残渣可以当做疗伤药来用，而那些果汁则是当做救命药来用，这一下就不会浪费了。而且这果汁的效果肯定比果实发挥效用更快，而且使用起来速度同样会更快。吃还要吃一会，喝只需要1-2口。林凡把那些残渣全部取出，放入一个透明的小盒子中封存，又让月莹取出10枚生机果实，如法炮制。很快10管生机果汁和10盒残渣就被造了出来。林凡满意的收起了5份，剩下的5份则是交给了月莹。自己有着空间手环，月莹有着异空间之门，看来有机会得给喵喵也弄一个空间手环。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下午的时间一会儿过。林凡走出房间，感受着迎面吹来的微风，看向还在刻苦的喵喵。只见喵喵边吃着晶核，一边挥舞着破晓，一侧的手机上还在播放着什么。林凡好奇的走上前，喵喵，你在这练啥神功呢？嘿嘿，主人等会给你个惊喜。喵喵神秘一笑，停止手中的动作，洞察之眼扫过喵喵的面板，一下午的吞服晶核，喵喵的等级已然成功达到了35级。林凡目测晶核所剩的数量还有30-40枚，看来200多枚晶核只给喵喵提升了10级，这速度并没有林凡想象中那么快。青铜阶好像和黑铁阶时候的升级不太一样。就在林凡思考时，手机突然传来消息提示音。林凡掏出手机一看，是袁雪的消息。看来这冰块一放学就忍不住找自己御兽对战了。走吧，喵喵，我们去御兽对战。林凡把地上剩余的那一小堆晶核收入空间手环，对喵喵说道：没问题。喵喵满是自信。你悠着点，我可是没带月莹来，你输了那可是真输了。虽然相信喵喵，但林凡还是提醒道：我这一下午可不是闹着玩的，等下我就要惊艳全场。喵喵撇了撇嘴，一人一猫向着袁家的御兽对战擂台走去。御兽对战擂台上，袁雪早就等候多时。
林凡带着喵喵跃上擂台，袁大小姐，怎么个打法？说吧。高考的模式是2v2，就按照高考的打法来吧。正好你也有2只御兽。袁雪抬手召唤出自己的2只御兽，没问题，去吧喵喵。林凡点了点头，没有意见。你的那条龙呢？2打1，我可不想胜之不武。袁雪见林凡只派了1只御兽上场，柳眉微皱。喂，女人，你是不是瞧不起本喵？喵喵脸上全然一副不悦，这是赤裸裸怀疑他喵喵的战斗力啊。袁雪闻言一愣，不可置信地打量起喵喵。银耳猫会说话，少见多怪，放马过来吧，我一个打2个。喵喵冷哼一声，指着双月雪狐和叶冰渊。双月雪狐，你一直青铜街响打我们2只白银街，你是没睡醒吗？叶冰渊，就是，你是不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喵喵掐着腰，我喵喵打的就是白银，多说无益，来战。林凡，你确定就派1只御兽？袁雪再次询问道。虽然银耳猫能口吐人言，很让人震惊，但实力并不是会说人话就能改变的。我相信喵喵。林凡双手插兜，扫过袁雪2只御兽的面板。有着袁雪天赋的加成，这2只御兽的实力很强，全属性这一块各有优势，资质上更是1只史诗，1只钻石。难怪袁雪说御兽对战没输过，他这个等级御兽师的御兽还真打不过他。不过对于喵喵，林凡还是有信心的。别看平时2逼呵呵的，关键时刻还没掉过链子。那好，你若是输了的话，昨晚的赌约一笔勾销。袁雪不再纠结，当即下令道：双月雪狐使用寒霜漫天，叶冰渊使用冰晶剑。他的目的就是胜利，取消那个羞人的赌注。既然林凡如此托打，那么他就不客气了。喵喵，自我发挥吧。林凡自顾自地掏出1听可乐，开口道：好嘞。喵喵回手给了林凡一个自信的眼神。双月雪狐周身散发出淡蓝色的光芒，擂台的上空居然开始飘落银白的雪花，整个擂台之上的温度陡然降低。上来就放这种技能，感冒了你得赔钱啊，袁大小姐。林凡打了个喷嚏，连忙从空间手环内取出1件衣服披在身上。现在擂台上的温度，林凡感觉已然在0下了，这冷热突然交替，不感冒才怪呢。袁雪瞥了一眼林凡，淡淡开口：冻死你活该。叶冰渊口中凝聚出1道冰箭，直奔喵喵所在的位置射去。喵喵严阵以待，猛然间向左一跃，完美躲过冰箭。虽然现在擂台上温度很低，对他的速度有着一定的限制，但影响并不是很大，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双月雪狐、叶冰渊交替攻击，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一举击败他。见攻击没有命中，袁雪再次下令：2打1，再加上环境优势，袁雪相信这银耳猫距离落败不远了。双月雪狐和叶冰渊相互对视一眼，一个在地面主攻，一个在空中辅助攻击。一道道冰系攻击不断在喵喵身侧炸开，凝结成一个个冰块。喵喵左突右闪，不断躲避袭来的攻击，时不时抬起爪子，凝聚出2道风系攻击进行还击。林凡轻抿了一口可乐，却是一脸黑线。他妈的，可乐都给冻上了，喝不到。一脚踢飞可乐，林凡抱着肩膀哆哆嗦嗦：喵喵，你丫的快点，你搁那玩呢呀？林凡催促。喵喵虽然不断躲闪，一副被狗撵的样子，但林凡看得出，喵喵现在并未使用全力，而是在不断的溜着这2只御兽，甚至连他腰间别着的破晓都没拔出来。嘿嘿，主人看好了，这一刀会很帅。喵喵向后几个大跳，避开再次向着自己袭来的攻击，抬起头，右爪握腰间的破晓，能源灌注后肢，弹射起步，快若残影的冲向双月雪狐。轰轰轰轰轰轰，无数的冰系攻击扑面而来，喵喵如鬼魅般一往无前，这些技能不断在地面炸开。糟了，双月雪狐使用凝冰盾。袁雪见状连忙下令。双月雪狐得到命令，身前一道冰盾瞬间凝聚而出，企图抵挡。喵喵嘴角噙着一抹邪笑，和林凡如出一辙，迎面踩着冰盾一跃而起。哈萨 K！ 喵喵大喝，破晓猛然间挥出，一道龙卷风瞬息间凝聚而出，带着摧枯拉朽之势向着叶冰渊袭去。卧槽！亚索！林凡目瞪口呆，难不成这就是喵喵所说的惊喜？他下午在哪究竟都干了什么？所有人都以为喵喵的目标是双月雪狐，但喵喵真正的目标却是空中的叶冰渊。在他看来，只要叶冰渊率先失去战斗能力，那么对付一只不会飞的狐狸那就简单多了。叶冰渊没想到喵喵的目标竟然是他，还莫等反应过来，龙卷风便把他卷入其中。喵喵顺势而上，刀光漫天，以叶冰渊的身体为落脚点，身形不断穿梭，手中的破晓不断造成伤害，刀刀不致命，但却很痛。叶冰渊惨叫几声，直接坠落在地，失去战斗能力。小渊！袁雪惊呼，连忙把叶冰渊收入御兽空间，向着双月雪狐下令，趁着他在空中击败他。双月雪狐直接向着空中的喵喵发动攻击。天真！喵喵冷笑，一块板砖被喵喵丢出，喵喵踩着板砖向前猛地一跃。他在和月莹对战时就发觉空中没有着力点，如果不能一击让对手失去战斗能力，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反而落入下风。为了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可是在空中踩了半个下午的板砖，如今正好可以派上用场。这不可能，不可能！袁雪看着空中的一幕，俏脸上满是不可置信。往脚下垫板砖，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操作？假的吧？御兽对战还能这样打？攻击击中板砖，喵喵叼着破晓平稳落地。风驰电掣间，喵喵陡然冲刺，锋利的破晓横在了双月雪狐的脖颈之上。而此时被击中的板砖轰然落地，声音震醒了还在惊诧中的袁雪。我输了。袁雪小嘴微张，神色中尽显落寞。1打2，自己竟然还输了。这林凡和他的御兽到底都是些什么妖孽？
这也就是御兽对战，如果是生死战斗，在哪一瞬间自己的双月血狐肯定尸首分离，死的不能再死。袁大小姐，胜负已定，至于你输给我的赌约，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到再告诉你。林凡开口道。喵喵干得不错，我们回去了。看着一人一猫离开的背影，袁雪搓着衣角。林凡，等一下。袁大小姐，你不会想耍赖吧？林凡回首，一脸玩味。我没有。看着林凡那欠揍的表情，袁雪气得跺了跺脚。他向来说话算话，怎么可能会耍赖？那还有啥事？赔偿我感冒的医药费吗？林凡迟疑，妈撒着下巴。我这人感冒总反反复复的，医药费的话怎么着也得100万吧？看在是熟人的面子上，给你打个对折，200万。你给我滚！袁雪捏紧拳头。这林凡怎么这么贱？他真想打死这个家伙。好嘞，拜拜。林凡挥了挥手，转身迈开步子。你站住！袁雪平复一下心中的怒气，再次开口。林凡，不是，你搁这遛狗呢呀？林凡转头一脸不满。主人，你好像给自己骂了。喵喵拽了拽林凡的裤脚，提醒道。你不说我不说，他傻了吧唧的，肯定听不出来。林凡一个大逼都拍在喵喵的后脑勺上，指了指袁雪。喵喵，袁雪。林凡看向袁雪，你到底要干啥？到底有啥事？你不会暗恋我吧？呸，鬼才暗恋你！袁雪咬牙切齿，不过还是按下火气。清河市政府新发掘出的秘境，我想邀请你一起去。我可是通缉犯，进不去。林凡摇头拒绝。跟着袁家的小队可以进去，不会检查你身份的。袁雪再次开口，语气稍显平和。袁家这么多御兽师找我干啥？你有啥阴谋？林凡挑了挑眉。袁家的御兽师一抓一大片，上次黑市外，林凡还见到了一名黄金阶的，去秘境主动邀请自己，这里面肯定有古怪。这个秘境有着规则限制，只允许白银阶及其以下的御兽和御兽师进入。袁雪解释道。不按规则会怎样？林凡询问。他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么离谱的限制。御兽师和御兽在秘境内暴毙而亡。袁雪一脸认真。太危险了，不去。林凡故作惊恐，连忙摇头。我这段时间还得带着喵喵去练级。没错，我还得带着主人去练级，升级可是头等大事。升级可是需要大量金核，时不待我啊。喵喵连忙附和。林凡，喵喵，你觉得升到50级需要多少金核？喵喵捏着下巴，怎么也得1000枚吧，毕竟越到后面速度越慢啊。林凡，那估计要刷好久的怪了。袁雪，想要金核你直接说不就好了？袁雪咬牙。喵喵，你看我像是那个意思吗？林凡指了指自己。喵喵点头，感觉不对，又连忙摇头。袁雪，你就差写脸上了。我给你1000枚青铜阶金核，但你要和我们一起去秘境，要不2000？林凡试探。林凡，你别太过分。袁雪指着林凡，胸前高低起伏。开个玩笑，说吧，你要我进入秘境后干什么？林凡笑着说道。有原财主贡献的这1000枚青铜阶金核，喵喵说不准可以直接堆到50级，到时候的战斗力说不准可以媲美月银。秘境内有一种名为9叶魂草的材料，这种材料可以增加御兽师的精神力，可以使御兽师多契约一只御兽。袁雪从兜里掏出手机，点开照片，把手机递给林凡。就是这个，你只需要带一株这个9叶魂草交给我就行了。林凡接过手机，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手机上的那张图片，面板信息浮现在他的眼前。物品9叶魂草，效果服用概率增加精神力，有一定概率失败，成功可使御兽师永久增加一个契约位。注：只可使用1次，使用第2次爆体而亡，黄金阶及以上使用无效。好东西啊，竟然真的可以增加一个御兽契约位。林凡心中震惊，没想到还有这种东西。虽然只能服用1次，还是概率性成功，但凭借着他的幸运点加成，那不就摆明了100%成功吗？有了这个，再加上月银神化技的资质，那么自己以后岂不是可以契约10只御兽？这个秘境进入后是随机传送的，所以风险还是有的。秘境中你获得的其他东西都归你，我只需要一株9叶魂草。看着林凡呆愣的神色，袁雪再次开口道：金河的话，等会我会让管家给你送去，前往秘境的时间在下周1，到时候我会通知你。林凡嘴角上扬，那万一我拿不到呢？拿不到就算了，那些金核就当做辛苦费，秘境中还是挺危险的。袁雪拿回手机，把御兽收回御兽空间内，转身离开。林凡御兽的实力很强，能在这秘境中走得更远，说不定可能会碰见，但他也没抱太大的希望。这次秘境之行去的不单单是清河市内的所有世家，还有其他城市的世家，就连京都世家都有人前来。相较于秘境中的凶兽，更可怕的是人类，还挺大方。林凡捏着下巴看着袁雪离去的背影，既然袁雪这么大方，那他林凡也不是小气的人。如果有多余的9叶魂草，那么他林凡一定会给袁雪一株。一路无话，回到房间，月影起身看向林凡和喵喵，御兽对战怎么样？赢了吗？当然，喵喵出马，所向披靡。喵喵得意洋洋，别羡慕哥，哥的技术你学不会的。别飘了，赶紧吃饭吧。月影指了指桌面。呜呼。林凡看向桌面上的菜肴，满脸惊诧。月影，你做的？我在网上学的。月影甜甜一笑。落座，林凡拿起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口中，入口香滑，肥而不腻，唇齿留香。不错呀，月影。林凡赞叹道。要不是知道月影从没做过饭，林凡都要怀疑月影眼前是做厨子的了。主人喜欢就好，真不错。月影以后做饭就交给你了。林凡和喵喵大快朵颐，边吃林凡边含糊不清地说着。吃到一半时，房间门突然被敲响。
管家把装有1000枚青铜接金盒的背包交给林凡。林凡道了声谢后，管家便离开了。再回到饭桌前，林凡发现喵喵正拍着肚子打着饱嗝。喵喵，我碗里的肉呢？看着空空如也的盘子，林凡抱着肩膀斜视喵喵，是不是被你给吃了？嗝喵喵拍着肚子，一脸正色。主人，我这是替你分忧，那么多肉我怕你吃不完，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我就勉为其难的帮你吃掉了。我可谢谢您嘞。林凡一个大逼都呼在喵喵的后脑勺上，本着不让你增肥影响速度，去刷碗运动运动吧，我可都是为了你好。月莹，喵喵被拍得一个趔趄，到嗓子眼的肉都差点给喷出来。在林凡笑意满满、和蔼可亲的目光下，喵喵抱着一碟盘子奔向内置厨房。林凡葛优躺倒在椅子上，掏出手机搜索九叶魂草以及清河氏秘境。清河氏新秘境1个月前被发掘，目前还未开放，消息不多，只有零星的几条。林凡并未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关于九叶魂草，则是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网络上得到的信息，甚至还没有袁雪告诉他的多。正当林凡思索之际，元宝给林凡发来了信息：元宝，凡哥，你要的凶兽血有眉目了，找到了8种。林凡，这么快的吗？震惊。元宝，那当然，我元宝办事你放心。虽然这些凶兽血是在别的市，但我已经派手下去购买了，很快就能够带回。林凡，谢了。清河市那个新秘境你去吗？元宝，去啊。凡哥，我刚想和你说这事，没想到你早都知道了。你这消息很灵通啊。林凡，你姐告诉我的。元宝，我说我姐怎么一放学就不见了，原来是幽会情人去了。滑稽滑稽。林凡，宝啊，你脚脖子还疼不？可爱可爱。元宝，狗头保命 JPG。元宝，凡哥，既然你已经知道清河秘境的事情，那就不用我说了，周一不见不散。飞吻。林凡，刷过盘子后，喵喵开始吞服金河升级。林凡躺在大床上，看着天窗外的月亮，不知想着什么。时光如水，岁月如梭，3天的日子一晃而过。这3天，林凡白天带着月莹和喵喵前往野外练级，晚上返回袁家别墅休息。1000枚青铜接金盒，外加这3天击杀凶兽获得的金盒，并没有把喵喵提升到50级，而是提升到了44级。越往后需要的经验越多，而金盒所能提供的经验却是在不断锐减。林凡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世家的公子小姐背靠着世家御兽，却还是白银阶了。在一个阶段里，金盒对于御兽提供的经验，越到后面提供的越少。而高阶的凶兽大部分都是成群结队，落单的极少，想要击杀获取金盒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御兽的升级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不过这3天虽然没有提升至满级，但月莹和喵喵的属性却是水涨船高，对比于3天前战力起码提升了3成。月莹进阶需要的凶兽血，在元宝的搜寻下已然凑齐了大半，还差最后4种，月莹的进阶物品便彻底集齐。清晨，林凡的房间门被敲响，林凡打了个哈欠，拧开门锁，打开房门。生存物资给你。袁雪站在门口，面容清冷，手中提着一个淡粉色的背包。想不到袁大小姐还挺关心我的，诚惶诚恐。接过袁雪递过来的背包，林凡挑了挑眉，不过这颜色你是认真的吗？要不要8点庄园门口集合？袁雪白了林凡一眼，自顾自地离开了，耸了耸肩，重新关上房门。林凡拉开淡粉背包的拉链，一股兰花的清香扑面而来。背包内是10包压缩饼干、5瓶水、1个睡袋、1个急救包以及1把手枪。好家伙，整这么齐全！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连手枪都有，这就离谱啊！拿起手枪，林凡把玩一番，和前世的手枪一般无二，虽然从未接触过，但是瞎鼓捣一番后，林凡也就明白怎么使用了。不过手枪这玩意看着挺唬人的，但对于凶兽来说屁用没有。林凡有点不解袁雪在背包里放这玩意干啥。在背包的最下方，林凡发现了一张字条，娟秀的字迹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上面书写着一行字：前往秘境的各地世家御兽师很多，手枪已备不时之需。林凡懂了，看来这次前往清河秘境的并不只是袁家，还有其他世家的御兽师。九叶魂草对于御兽师的诱惑力确实很大，毕竟可以多契约一只御兽。手枪这玩意虽说在御兽师不备之下能一枪打伤甚至打死，不过它会隐身，作用倒是不大，但聊胜于无，还是收起来先。一切就绪后，林凡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7点45分，把喵喵收进月莹的异空间，再把月莹收回御兽空间。林凡罩上兜帽，背着淡粉背包，向着庄园门口走去。袁家御兽师们已然在门口列队等待。林凡粗略地扫了一眼，算上袁雪和元宝在内，一共有着19人，清一色的白银阶御兽师。出发！见林凡到了，袁雪一声令下，清冷的声音中不带有丝毫感情。所有人全部上了一辆大巴车，大巴车启动，向着清河市驶去。车上林凡闭目养神，元宝凑了过来，戳了戳林凡，一脸贱笑：“凡哥，看不出来你还好这口。”林凡睁开眼，一脸问号。元宝意味深长地看着露出来的淡粉背包：“是你买的还是哪个小妖精送你的？凡哥，你可不能始乱终弃啊！”林凡，凡哥，我可是怕啊！还没等元宝说完，只见一块压缩饼干糊在了元宝的脸上，鼻血瞬间喷涌。看着前排袁雪那杀人般的眼神，元宝一下就明白了，可怜的孩子，擦擦鼻血。林凡无奈地摇了摇头，从裤兜里掏出一包面巾纸：“凡哥，我自己来吧，这点小事就不麻烦你了。”元宝挡住林凡的纸巾：“身为好兄弟，我给你擦擦血，那不是应该的吗？”林凡义正言辞，眼神中关怀备至，连这点小事我都不能帮你吗？呜呜！元宝哽咽着，口中含糊不清：“那你也不能把纸巾塞我嘴里啊，这不怕你失血过多，给你补补，万一你晕倒我会伤心的。”林凡义正言辞，俗话说的好吃啥补啥，反正都是你的血，型号匹配。我可太感动了，但兄弟还是喜欢自己动手。
元宝夺过林凡手中的纸巾，看着包装袋，他总有一种莫名的熟悉。凡哥，你这纸从哪拿的？厕所呀？怎么了？林凡疑惑。元宝嘴角微抽，鼻血再次淌下，胃里翻江倒海。你看你感动的都流血了，一包纸而已，不至于。林凡摆了摆手。元宝，在元宝呕吐不止间，4小时悄然而过。林凡伸了个懒腰，搀扶着元宝下了车。以后少撸点，坐个车都能吐4个点。林凡拍了拍元宝的后背，从裤兜内掏出一个小盒子，这个你拿着，特效药包治百病。这盒子里装的自然是生机果实的残渣，虽然效果没有生机药剂好，但确实包治百病。元宝幽怨地看着林凡，接过林凡递来的小盒子，凡哥，这是什么药？怎么看起来有点怪怪的？补肾的，1口提神醒脑，2口屹立不倒，3口长生不老。林凡笑着说道。真的假的？元宝惊诧，附在林凡耳边小声询问。不要啊，那还我吧。林凡做事就要抢。元宝把小盒子直接揣进裤兜，牢牢捂住。既然凡哥你都那么说了，那怎么能辜负凡哥你的一番好意呢？人和玉兽都能用，关键时候能救命。林凡白了元宝一眼，开口道，同时拍了拍走在前面的袁雪，再次掏出一个小盒子扔给袁雪。袁雪接住小盒子，刚才林凡对元宝说的他自然听见了，看向林凡的眼神有些复杂。别这样看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暗恋我呢。林凡耸了耸肩，元宝对他不错，是林凡穿越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朋友。秘境中随机传送危险系数肯定不低，有着小盒子内的生机果实碎渣，就相当于多了半条命。袁雪的话可是还欠着自己赌约呢，万一在秘境中挂了，那自己就亏大了。自恋狂，死变态！袁雪心中暗骂，不过还是把小盒子放进背包。在袁雪的带领下，一行人很快来到秘境入口。入口前把守着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另一侧摆放着一个桌子，几名军官模样的人正在记录着什么。等了半个小时，袁雪走上前，掏出一块小牌子递给军官。军官核实真伪后，点了一下人数，便放行通过。林凡踏入秘境入口，眼前立马变得白茫茫一片，一股无形的力量拖着他不断移动。这股力量仿若实质，但又看不见摸不着。片刻后，林凡眼前的场景再次一变，看着自己面前的场景，林凡嘴角微微抽动，他被传送到了一棵树上。不过还好这树并不高，仅仅只有5米左右的高度。林凡并未着急下去，他看见了一个倒霉蛋。这倒霉蛋相较于林凡来说就惨了，此刻正坐在一只凶兽的头顶瑟瑟发抖，四周8只凶兽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这运气简直绝了，你直接传送进凶兽嘴里那不更省事？林凡心中感慨万千。洞察之眼扫过，这些凶兽的等级都有着白银阶的实力。毫无意外，这个不知名的倒霉蛋连玉兽都来不及召唤，便被凶兽们撕碎吞噬，鲜血内脏哗啦啦地洒了一地，死状极惨。林凡打了个响指，一道银白法阵出现在他的身侧，月莹被召唤而出。主人，你怎么跑树上来了？月莹蹲在林凡身旁，俏脸上满是好奇。树上风景好，视野广阔。林凡耸了耸肩，指向凶兽群，月莹，那有9只白银阶凶兽，去干掉他们。好。月莹点了点头，向着那9只白银阶凶兽飞去。玉手微抬，一道银色雷霆呼啸着向其中一头凶兽炸去。那头凶兽还没等反应过来，便被这道银色雷霆击中头颅。轰！凶兽的头颅在狂暴雷霆的洗礼下炸作血雾，5头尸体抽搐了2下后，缓缓地倒在地上。好！剩余的8只凶兽看着自己同伴惨死当场，纷纷咆哮，警惕地打量四周。一道银白雷霆再次袭来，轰碎了一只凶兽的脑袋。这次凶兽们看清了攻击是从空中打来的，而攻击他们的正是那个穿白裙的女人。被你们发现了呢？月莹轻笑，丝毫没有慌张之色。好！7只凶兽龇牙咧嘴，口中喷出一道道烈焰，目标正是空中的月莹。静影逆转，月莹不疾不徐，青葱般的手指在身前缓缓画了一个圆，银白圆门凭空出现，并且不断扩大，挡在月莹身前。7只凶兽攻击而来的火焰尽数被这道圆门所吸收，没有引起丝毫波澜。14只眼睛就如同见鬼一般不可置信，还没等他们有所行动，圆门内红芒骤起，大量烈焰向着那7只凶兽喷吐而出。猝不及防之下，7只凶兽被烧得皮开肉绽，不断哀嚎惨叫。虽然没有一击毙命，但每只身上的伤势都不轻。百变千击，银白圆门消失不见，月莹左手出现了一柄能量幻化而出的皎白长弓，右手拉开弓弦，7只箭矢凝聚而出。嗖！7声破空之音传出，7只箭矢分别射向那7只凶兽。轰轰！爆炸声不断传来，空中的月莹却摇了摇头，再次张弓搭箭，又是一轮箭矢射下。3轮箭矢过后，月莹停止射击。烟尘散尽，看着地面上那7只凶兽已然全部死绝，月莹手中银白长弓消散。范围攻击的话，虽然打击目标多，但是威力终归对比于单弓要低上一些。林凡从树上一跃而下，走向那些凶兽的尸体。在围墙之外，他们遇见的绝大多数凶兽都是青铜阶，更深的地方他们没有进入，所以这些技能还是林凡见月莹第一次使用。没想到月莹的实力现在居然已经恐怖到这种程度了。砰！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枪响传了出来。林凡身后一道七彩光幕骤然出现，光幕荡起丝丝涟漪，弹头落在地面的碎石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月莹抬手一道银雷打出，横跨100米，击中一棵大树。轰！大树被硬生生炸成了2截，月莹向着大树的位置飞去。林凡剑眉紧皱，捡起地上的那枚弹头，这弹头足足有着食指大小，特么的这要是被打中，不得直接归西。这子弹哪怕是击中黑铁阶的凶兽都得受伤。
不出片刻的功夫，月莹手中提着一名男子返回。主人，就是这个人偷袭你。月莹把那名男子扔在林凡的脚边，看向那名男子的眼神中杀意弥漫。八嘎，快放了我弟干活！那名男子挣扎着想要爬起，口中叽里呱啦。哟呵，樱花鬼子！林凡细眯双眼，一脚踩在小樱花的脑袋上。这口音他可太熟悉了，不就手撕鬼子系列里常见的口音吗？不过这是龙国内的秘境，距离小樱花108000里，他很好奇这樱花鬼子是怎么进来的。八嘎，我乃大樱花国日川家族的少主龙国珠，拿开你低臭脚，不然我大樱花国不会放过你的。樱花鬼子奋力挣扎，不过林凡的力量岂是他可以抗衡的？若是再用力一些，这樱花鬼子的脑袋直接就会被他踩碎。呸！区区海外弹丸之地也敢称大，我看你是喝沸水长大的吧？林凡不屑，一口痰吐在了樱花鬼子的脸上。屁大的地方，龙国一人一口痰都能给他淹没喽，装什么呢？龙国珠，你竟然敢辱我大樱花国！你完了，我要杀了你，杀你全家！樱花鬼子咆哮。去你妈的！林凡暴喝，抬起脚直接踩在樱花鬼子的右手上，巨大的力道直接把樱花鬼子的右手踩进地面之中。啊！歇斯底里的惨叫瞬间响彻云霄。樱花鬼子挣扎了2下便不再动弹。狗一样东西，真垃圾！林凡撇了撇嘴，哗啦哗啦一泡尿浇在樱花鬼子的脸上。死不太可能，刚才那一下应该是把这狗东西给疼晕了。想偷袭他，怎么可能会让这狗东西这么容易死呢？而且他还没搞清楚这樱花鬼子是怎么进来的。随着林凡的童子尿不断浇下，樱花鬼子咳了2口醒了过来。八嘎！你居然给我日川大帝喝尿！龙国珠，我要你死！嗨嗨！日川大帝双眼暴突，边放狠话边咳嗽。3道法阵同时出现，3只御兽被召唤而出。上！给我杀了他们！日川大帝歇斯底里。身为日川家族的少主，他何时受过这种羞辱？他要杀了这2个人，哪怕他现在还躺在林凡的脚下。林凡扫了一眼这3只御兽的面板，都是些没见过的品种，估摸都和这樱花鬼子一样是个杂种。月莹3分钟解决他们。林凡挥了挥手下令道：凭借着月莹的实力，干掉这几个杂种御兽不成问题。是，主人。月莹移开目光，眼神冰冷地看向那3只御兽，周身庞大的气势瞬间爆发。万化牵引。月莹朱唇轻启，下一瞬数10个月莹凭空出现。月华婆娑，数十个月莹手中同时结印动作整齐划一，脚白的弯刃不断释放而出，齐刷刷地向着那3只御兽飞去。弯刃不断快速切割，上下翻飞，围绕着那3只御兽仿若翩翩起舞。日川大帝的3只御兽还莫等攻击，便被直接切成碎块，散落一地。这不可能！日川大帝一双王八眼差点没瞪出来，口中不断惊呼：他的3只御兽竟然连技能都没有用出来就死了！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这个秘境不是只允许白银阶进入吗？哼！月莹冷哼一声，数十个月莹同时消失不见。好家伙，看来这才是月莹真正的实力，不到1分钟直接碎尸3只白银阶。林凡点了点头，心中对月莹的战力有了一个新的评估。上次月离给月莹灌输后，月莹的古怪技能就越来越多。林凡有点好奇，月莹的那些分身到底是实体还是影子，竟然还可以使用技能。不过眼下先把地上这条死狗处理一下。告诉我你是怎么进来这个秘境的，目的是什么？林凡喝道。龙国珠，你休想从我口中知道任何事情！来啊，杀了我！日川大帝露出一种变态的眼神，咆哮道：死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你想死都会是一种奢侈。林凡嘴角上扬，露出一抹更为变态的笑容。月莹，你先回御兽空间，接下来的事情你身为一个女孩子不可以看，容易长针眼。林凡把有些懵逼的月莹收回御兽空间。你要干什么？日川大帝神色惊恐，他感觉面前这人仿若一个魔鬼，那变态的笑容太瘆人了。林凡没有回答，轻笑着一脚碾在日川大帝的左手上，咔吧咔吧的骨碎声不断响起。日川大帝不断惨叫，额头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说不说？林凡瞥了一眼日川大帝，耸了耸肩，算了，踩断你右腿后再问吧。说着，林凡一个大蹦跳到日川大帝的右腿上，日川大帝的右腿顿时呈现不规则弯曲，下方向上翘起，显然是彻底断裂。啊！日川大帝惨叫声再次响起，不自觉地抽动一番，再次晕死了过去。林凡手中一瓶生机药剂骤然出现，在日川大帝张开的嘴里滴了2滴。日川大帝再次清醒，双眼中恨意十足，又夹杂着丝丝恐惧。说还是不说？林凡微笑着。日川大帝死死咬着牙，一言不发。看来你还要继续顽抗哦，不愧是喝沸水长大的傻逼。林凡摇了摇头，听说你叫日川大帝，那我就试试你能不能日川，嘿嘿。林凡把日川大帝绑在树干上，手中匕首翻飞，很快日川大帝就如被褪了毛的猪一般。就你这还想日川大帝呢？林凡一脸唏嘘，看着那头发丝，你这也就穿个真逼吧，难怪你们这些杂种长得又矮又矬又丑，一个个猥琐的像头畜生。林凡冷笑。言罢，林凡在空间手环内掏出一瓶风油精，想了想直接扔掉，直接从调料堆里抽出来一桶辣椒油，哗啦哗啦直接泼在日川大帝的身上。辣椒油自上而下不断滴淌，伤口处亦或者头发丝全部过了一遍。哦！日川大帝痛苦异常，灼烧的痛感直冲天灵感，头发丝在辣椒油的猛烈刺激下变成了一条泛着血红的鼻涕虫。林凡抄起一块石头在手中掂了掂，大帝就不用了，就拿这个石头试试吧。林凡比划着，嘴角上扬。啊！杀了我！杀了我吧，你这个魔鬼！
日川大帝哀嚎，嗓子沙哑：“没用的，我若不想你死，阎王爷都不敢收你。”林凡咧嘴一笑，手中石头直接拍下，一声凄厉的惨叫再次响彻云霄，连树上的枯叶都震落了几片。看着石头下爆开的鼻涕虫，林凡撇撇嘴，净吹牛逼，夸大其词。林凡脱下鞋，把袜子拽了下来，在上面倒了半管生机药剂，塞进了日川大帝的嘴里。袜子的味道混合着生机药剂被日川大帝吸收。林凡把石头扔在一旁，耐心等待。一管生机药剂够他玩2次，他手里还有不少，他就不信闻不出来。感受着体内体外的伤势在修复，日川大帝睁大了双眼，全然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见日川大帝恢复的差不多了，连爆开的鼻涕虫都重新长好。林凡再次捡起石头，来到日川大帝的身前。被袜子堵住嘴的日川大帝不断挣扎。林凡瞥了一眼日川大帝，抽出袜子。我说。日川大帝连忙改口，面前这人就他妈是一个恶魔，刚才的痛苦承受一次就已然是极限，没想到这人居然可以修复伤势，这要是再来几次，神仙也他妈扛不住啊！皇啊，不是我日川大帝是叛徒，就算你来你也遭不住。怎么进这个秘境的？京都少家是我樱花国在龙国的内线，我们是跟着他们进入的。你们进来了多少人？算上我在内，一共18人。目的：杀掉龙国各个世家的年轻精英和抢夺9叶魂草。杀了多少人了？7人，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这群杂碎还真是该死啊！林凡额头青筋暴起，一石头再次拍下。如果不出意外，这批世家精英里有很大一部分会成为下一批龙国的高端战力，如果全死在这里，以后怕是会出现不小的断层。虽然他和洛北王家有仇，但人有好的就有坏的，并不能一概而论。像袁家那样的，对他来说就属于好的。这樱花鬼子的算盘打得挺好，不过碰见他林凡，那么就全部留在这秘境中吧。还有那个什么京都少家卖国求荣，他林凡身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龙国人，早晚得给他铲除。有朝一日，他林凡必定把这群樱花鬼子王族灭种，男子全部屠光，女子带回来为奴为婢，让他樱花国插满龙国的旗帜。他林凡从来不信什么，他只知道他是个龙国人，前世也好，今生也罢，从未改变。你们有没有联络的手段？林凡瞥了一眼鼻血横飞的日川大帝，喝道：“有个微型定位器，是为了这次行动专门制造的，只要在方圆5公里内有持着这种定位器的人，就会在上面显示并发生震动。在哪？我衣服的内衬里。”林凡俯身翻找被他切成布条的衣服，果然他发现了一枚硬币大小的定位器，定位器中心有着一个小红点。很好，你可以去死了。林凡手中影魔刀出现，一刀把日川大帝削手。收起前面9只凶兽爆出来的物品和能量魔晶后，林凡离开了这里。站在月莹的头顶上，林凡手中捏着定位器，不知是不是运气使然，月莹飞行了半小时后，定位器上突然震动了2下，2个红点重叠在一起，显示在2点钟的位置。看来是2个一起行动的樱花鬼子。林凡心中冷笑，紧接着命令道：“月莹2点钟方向全速飞行，注意下方的人类。”是，主人。月莹回应一声后，飞行速度骤然加快。风吹得林凡衣袍咧咧，却吹不散林凡心中的杀意。主人，发现他们了，要不要攻击？月莹的声音突然响起。看着定位器上重合的3个红点，林凡直接下令月莹攻击。有着定位器在，很好判断是不是樱花鬼子，并不会误伤。在月莹的攻击下，这2名樱花鬼子直接被分尸，其御兽空间由于主人死亡自动崩散，里面的御兽全部出现。这些御兽自然逃不过月莹的攻击，一道道银色雷霆不断劈落。这些御兽给樱花鬼子做了陪葬，干掉了3个，还剩下15个。至于9叶魂草倒是不急，反正距离离开秘境的时间还早。直到天色渐暗，林凡才指挥月莹降落。奔袭一下午，林凡的肚子早已咕咕作响。从身后的背包内取出2块压缩饼干和2瓶水，林凡和月莹开始吃了起来。压缩饼干入腹，再加上水的作用，很快林凡便饱了。不得不说，这玩意效果挺好。这一下午的时间，林凡总共干掉了7个樱花鬼子，同时还收获了不少金盒。他们的定位器林凡同样留了下来。这7枚定位器放在一起，这群樱花鬼子说不定发现了，会主动向他这个位置靠拢。主人，我吃饱了，这饼干好噎啊。月莹揉了揉肚子，我们继续去追杀那些什么鬼子吗？不着急，你累的话就再休息一下。林凡摆了摆手，休息好了我们再上路。我已经恢复了，我们走吧。月莹笑着站起身，摇身一变，再次化为龙形态。站在月莹的头顶，林凡在月色下穿梭，飞行至一处河岸时，林凡命令月莹停了下来。如林凡所料一般，真的有樱花鬼子在向他这里靠近。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林凡嘴角噙着一抹邪笑，静静地站在月莹头顶，等待着定位器上2个红点向自己的位置逼近。月黑风高夜，杀进樱花石，就用这2名樱花鬼子的哀嚎，为这静谧的夜晚增添一些喧嚣。2名樱花鬼子的行进速度极快，不一会便出现在林凡的视野当中。这2人的胯下分别骑着不知名的御兽，正低头看着手中的定位器。其中一名樱花鬼子看着定位器中逐渐重合的9个红点，四处张望，最后抬头发现了空中的林凡，但由于天色太暗，并看不清林凡的面貌。那名樱花鬼子皱眉，脸上全然是疑惑之色。龙，那是他们樱花国没有的御兽，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手中的定位器明明显示在这里有他们的人啊，而且还是7个，为什么只有这么一个家伙？难不成是他们的计划泄露了？那些勇士都被这个家伙给杀掉了？月莹，送他们去死！就在樱花鬼子疑惑间，林凡下达了指令。月莹口中2枚被银色雷球瞬息间喷吐而出，分别射向了那2名樱花鬼子。糟了，肛门君这个人很危险，我们的计划怕是泄露了。那7个红点估计就是他诱惑我们的。你快逃！
这里我来挡住！那名疑惑的樱花鬼子大骇，一把推开身旁的石田肛门，石田肛门直接被推飞了出去，落在地面上一个翻滚，拉开了一段距离。而那名樱花鬼子连忙指挥着御兽发动攻击，企图抵挡袭来的雷球。不自量力，林凡轻蔑一笑，樱花御兽的攻击抵挡只是徒劳，被月莹的雷球轻而易举的破碎。轰轰，2声爆炸传来，那名樱花鬼子直接被炸成血雾，2只御兽重伤倒地。石田肛门大惊失色，连忙召唤出自己剩余的2只御兽，其上1只逃命，剩下的1只留下阻击。还想逃，痴心妄想！林凡看着玩命逃跑的石田肛门，冷哼一声。有着定位器，5公里内都能感知得到，想跑那是在做梦。樱花鬼子的死亡，其御兽空间内的2只御兽被释放而出，加上石田肛门留下阻击的1只，一共3只。不出片刻，这3只御兽便被切割成碎块。月莹，11点钟方向追。林凡看了一眼定位器，下令道。月莹如一道流星划破夜空，林凡和月莹很快出现在了石田肛门的正前方。你乖乖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可以不追你，放你走。林凡抱着肩膀俯视石田肛门。真的？你能放我走？石田肛门警惕地询问。当然。林凡点了点头。他没想到这个樱花鬼子居然这么怂，对比于那个日川大帝可省事多了。那个什么京都少家，他只是知道是内线，但是他并没有证据，仅凭他说可是没人会信的，所以他要把这樱花鬼子的话留作证据。林凡掏出手机，点开录像功能，询问过后，林凡摆了摆手，滚吧。石田肛门如蒙大赦，连忙指挥着御兽逃离。月莹，杀了他们。林凡淡淡开口，看他如此听话的份上，切得均匀点。石田肛门的御兽还未跑出几步，闻言愤恨回头指着林凡，你说话不算话，卑鄙！对待畜生不需要说话算话，况且我只是说不追你放过你，也没说不杀你。林凡话音刚落，石田肛门连带着他的御兽便化作碎块，在林凡的命令下，月莹切得极为认真，每一块的大小都在0.5厘米左右，偏差不超过5毫米。下辈子投胎到龙国做条狗，都比在你们那鸟不拉屎的弹丸之地强。林凡啐了一口，指挥着月莹继续寻找樱花鬼子。现在已经干掉了9个，距离清理完毕还剩9个。秘境这么大，还真是不太好找。月明星稀，林凡躺在月莹的头顶，仰望天穹。这秘境中与外界并不相连，但却有着太阳和月亮，甚至于还有着星星，昼夜交替，就如外面的世界一样。记忆中、课本上、网络上都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这一些就好像被所有人默认，从未有人怀疑。这让林凡不禁想起他前世的地球，会不会这些秘境都来自于别的空间，亦或者平行时空？由于某些原因和这御兽大陆重合，次元壁破裂，继而凭空出现。那他有一天会不会通过这些秘境找到他前世的地球呢？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不断涌出。唉，不知道前世地球上的我怎么样了，是还活着亦或者是死了？林凡心中感慨，不由得叹气。主人，你有什么心事吗？月莹见林凡叹气，柔声询问。没有，只是想起了一些过往的事情。林凡摇了摇头。过往的事情？月莹疑惑。月莹，其实我来自另一个世界，你相信吗？相信呀。为什么？主人说的话我都信，哪怕它是假的。小傻瓜，时间就像指缝划过的清泉，一夜的时间转瞬即逝。清晨，鸟鸣兽吼。林凡捧着泉水洗了把脸，冰凉的泉水带走了林凡的困意。一夜的时间，月莹载着林凡不断飞行，一人一龙聊了一夜，期间再次干掉了3名樱花鬼子。短暂休整，吃过早饭后，一人一龙再次起航。主人，这饼干真的太噎了。月莹边飞边说着，连着吃了2顿压缩饼干，被噎了4次。月莹对压缩饼干十分嫌弃，而且干巴巴的味道并不是很好。确实，不过这玩意比较抗饿，而且方便，要不我们中午烧烤。喵喵上次买的那一堆物资，大部分都是大米白面和一些生的肉类，其余的都是一些膨化零食，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为了省事，林凡就直接吃饼干了。好耶，主人最好了。月莹喜悦，但我不会整啊。林凡尴尬，你会吗？月莹。就在2人说话时，林凡感觉到裤兜里的定位器突然震动了几下，连忙掏出查看，看着定位器上的5个红点，林凡连忙指挥月莹向着红点的位置飞去。一名少女倚靠在大树前，口中不断溢血，俏脸惨白无比，洁白的衣衫被鲜血浸染得一片鲜红。身前躺着一只奄奄一息的玉兽，全身伤口遍布，却还在挣扎着想要站起身保护主人，无奈伤得太重，挣扎却只是徒劳。5名樱花鬼子嚣张地站在不远处，玩味地打量着这名少女。你们在这里等我弟干活，花姑娘，我弟先潇洒一番弟干活。其中一名樱花鬼子向着4名鬼子说道，搓了搓手，淫笑着向少女。去，龟田君还是这么风流，等龟田君潇洒完，我弟也要潇洒地干活。你们猜猜龟田君多久地干活？3分钟地干活，这可是我们樱花人最长的时间。小野君，你弟要不要等下要不要试试？我弟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只想要得到这龙国女人手中的那株9叶魂草。少女见樱花鬼子向自己走来，银牙紧咬，强撑着站起身，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她的眼中已存死志，能杀掉一个樱花鬼子就赚了，若是杀不掉，直接自刎。就算是死，她也不要落入这群畜生的手中。妖西，花姑，还没等樱花鬼子说完，整个人就直接化作了一块块碎肉，漫天挥洒。少女面露疑惑，她不明白这畜生怎么突然就变成碎肉了，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啊！这龙国女人会妖法地干活，快杀了她！攻击！攻击！其余4名樱花鬼子惊恐，再也不顾上什么花姑娘，
直接命令各自的御兽向着少女的位置发动了攻击，连带着死去那名鬼子的3只御兽，总共15道攻击，携着摧枯拉朽之势向着少女袭来。少女闭上了双眼，等待着死亡降临。15道攻击打来，肯定尸骨无存，不过这样也好，自己和九叶魂草都会消散。月影静影逆转，少女身前一道银色圆门骤然出现，15道攻击尽数被吸收进圆门之内。随后，圆门内光芒不断闪烁，这些攻击重新打向了那4名樱花鬼子的位置。其中2名樱花鬼子直接被这些攻击炸成了血雾，剩下2名同样受伤不轻，惨叫连连。少女睁开双眼，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名少年身着长袍，屹立在银龙头顶，银芒映衬下少年如天神临世，双眸中带着冷冽之色，更显霸气。这一瞬，少女感觉自己的心在狂跳，惨白的俏脸上都泛起一抹潮红。这种感觉她从未有过，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月华婆娑，林凡继续下达命令，一枚枚绞白弯刃不断倾斜而下，苟延残喘的樱花鬼子和那些御兽们顿时被切割成肉块。我是京都欧阳家的欧阳千木，谢谢你救了我。欧阳千木攒着衣角，俏脸微红。你叫什么名字？我会报答你的，我只是个过路人。林凡瞥了一眼少女，又看了一眼地上那奄奄一息的御兽，手一翻，一个小盒子被他抛下，把这个给你的御兽吃了，不然你的御兽要死了。言罢，林凡指挥着月影离去，只留下一个背影。欧阳千木接住抛下的小盒子，望着林凡离去的背影，愣在原地，直到林凡和月影的身影彻底消失，欧阳千木才回过神来，俯下身，打开手中的小盒子，把里面的东西喂给自己的御兽。不出片刻，自己御兽身上的伤口居然开始结痂。欧阳千木捂着小嘴，一脸不可置信，这小盒子内的东西效果居然这么强，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强大而又神秘，最重要的是还很帅。林凡的身影不断的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欧阳千木从怀中掏出一个小本子和笔，小本子已经被鲜血染红一片，凭借脑海中的记忆飞快落笔，画下了林凡的画像。把小本子和小盒子认真收好，欧阳千木带着恢复大半的御兽离开。这个人他一定要找到。离开后，林凡和月莹在一座山的山顶上停了下来，二人蹑手蹑脚地躲在一棵树后。原因无他，林凡发现了9叶魂草，数量不少，足足有着几百株，但在那附近有着不少黄金阶的凶兽，就这么过去肯定是不行的。月莹的战力对付一群白银阶凶兽还可，对战一群黄金阶凶兽那铁定打不过。毕竟月莹现在才是黑铁阶，能横跨2个阶位越级作战已然属于奇迹。把月莹收进御兽空间，林凡心念一动，雾影长袍隐身效果开启，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林凡从树后走出，向着那一片9叶魂草走去。在这群黄金阶凶兽的眼皮子底下，一株9叶魂草凭空消失，尽数被林凡收入空间手环。黄金凶兽们如遭雷击，纷纷错愕。你看看我，看看你。林凡咧嘴一笑，继续收割着9叶魂草。9叶魂草可是好东西，虽然有着概率失败，但若是成功，那么就相当于比别人多了一个御兽位。越到后期好处便越是明显。他相信这东西若是卖出去，价格肯定贼高，而且会引来疯抢。他、元宝、元血总共需要3株，剩下的那些就托袁家帮他售卖。收割完最后一株后，林凡照着一头黄金阶凶兽的屁股踢了一脚，被踢的黄金阶凶兽当即咆哮一声，目光不善的左右环视着4周同类。嘿嘿，能不能引发他们自相残杀呢？林凡心中思索，嘴角微微上扬。穿梭在这些黄金阶凶兽间，林凡手中匕首不断挥舞，目标都是这些凶兽的坤坤和花花。匕首对于黄金阶凶兽来说伤害不大，但林凡砍的位置却侮辱性极强，很容易引起这些凶兽发狂。这些群黄金阶凶兽没一会就开始混乱起来，咆哮着互相攻伐。林凡反握匕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黄金阶凶兽们的乱战，越打越凶，越打越狠。这些黄金阶凶兽似乎都打出了火气玩了命的攻击。林凡发现已经有不少凶兽都重伤倒地，这是个好兆头，全部重伤，到时候召唤月莹出来收割一波，不仅能获得一堆黄金阶金盒，应该还能爆出不少好东西。等待总是漫长的，林凡翘着2郎腿坐在一块石头上打着瞌睡。2个小时后，这群黄金阶凶兽的战争终于结束。林凡打了个哈欠，扫视了一圈战场，战场上鲜血淋漓，血肉横飞，凶兽们横七竖八，奄奄一息的栽倒在地，有的脑浆子都干出来了，只有一只还在苟延残喘的伫立着，不过受伤同样不轻，强弩之末罢了。终于完事了，这些残兵败将月营应该解决起来不困难。林凡站起身，抬手间银白法阵出现，月营被召唤而出。心念一动，雾影长袍隐身效果关闭，林凡跳上月营的头顶。月营先升空，林凡下达指令，然后把这些凶兽都弄死。月营点了点头，急速升空，与这些残兵败将拉开距离。虽然这些黄金阶凶兽受伤不轻，但那次山洞中的血蝙蝠他可还是记得的，都那逼样了，还能拼死一击。100米高空之上，一道道弯刃向着下方不断飞去，地面上的黄金阶凶兽不断被切割，惨叫声接连响起，几只还有着些许体力的黄金阶凶兽开始反击，一道道攻击冲天而起。月营在空中左拐右拐，这些凶兽本就属于半残，加之空中是月营的主场，月营很轻松的就避开了这些袭来的攻击。万化牵引一开，数十条月营凭空出现，配合着月华婆娑，那几只黄金凶兽含恨倒地，化作一块块碎肉。到死时，他们方才明白，他们是被人给算计了。不过为时已晚，他们没有机会了。确定了下方的凶兽都变成肉块后，林凡命令月营降落。看着爆出的一个个物品和能量魔晶，林凡心中大喜。月营，你去收集金盒和能量魔晶，我去看看都爆了什么物品。林凡转身说道。
明白。月莹轻轻点头。林凡蹲下身，捡起面前的物品，运转洞察之眼扫过。物品：能量手雷，火系，品阶黄金。效果：一次性物品投掷而出可造成爆炸，同时散发出大片烈焰，效果等同于80级黄金阶凶兽的一击。黄金阶物品，试试效果。林凡拉开拉环，直接向着远处抛去。能量手雷顷刻间被林凡抛飞了数十米远的距离。轰！爆炸声传来，一棵直径2米的大树被拦腰炸断，随后大量的烈焰倾泻而出，以爆炸中心为原点方圆20米内，犹如炼狱火海一般。卧槽，牛逼了！看着实际效果，林凡惊呼：这玩意要是扔人堆里或者凶兽堆里，那不是妥妥的神器吗？一下死一片哦，有机会给小樱花的首都来个能量手雷洗地，想必肯定很壮观。林凡蹲下身，把脚边的8枚能量手雷全部收入空间手环内。这8枚其中有4枚火系的，3枚雷系的，还有1枚毒系的，全部是黄金阶物品，威力略微有所差异，在77到85级黄金阶浮动。继续向前走去，林凡捡起1枚手环，这玩意林凡认识。洞察之眼扫过，黄金阶空间手环，内部空间足足有着20平方的大小，对比他的黑铁阶空间手环来说，无疑是鸟枪换炮了。二话不说，林凡直接咬破中指，在上面滴血，鲜血沿着纹路散开，消失在手环的表面。林凡把新的手环戴在手腕上，打扫战场持续了半小时。林凡收获的物品很多，黄金阶凶兽的爆率还是很高的。空间手环4只，2只白银阶，2只黄金阶。能量手雷28枚，6枚白银阶，22枚黄金阶。黄金阶武器3把，2柄匕首，1柄长剑。白银阶武器若干，剩下的就是一些普通物品，像什么烧烤架、铁锅、电视、手电筒、成盒 BYT。主人，烧烤架耶，我们可以吃烧烤了。月莹摸索着烧烤架，满脸兴奋，终于不用吃那干巴巴的饼干了。你会烤吗？林凡询问。会啊。月莹点了点头，这个我在电脑上学了一点。那行，把喵喵放出来，我先契约喵喵。林凡说道。9叶魂草已然到手，那么就先把喵喵给契约了，不然总要收入异空间之门内，还是有些麻烦的。没问题。月莹玉手轻抬，异空间之门出现，喵喵被送了出来。主人，你终于想起给我放出来了。喵喵哭丧着脸。行了，你这表情好像个怨妇。林凡拍了拍猫头安慰，取出一只空间手环递给喵喵，这是空间手环，把血滴在这个纹路上。喵喵哭丧着的脸瞬间一喜，这空间手环可是好东西，有了这玩意就不用背个包了，就连武器也不用别在腰间了，甚至它还能装一堆板砖，释放板砖空中转体大法。主人，我可太爱你了。喵喵一跃而起，抱住林凡的脸。林凡，行了，你先下来吧。月莹掐着喵喵脖子上的软肉，给喵喵提了下来。主人等下就要契约你了。月莹，放我下来。喵喵挣扎，听到后半句后一脸错愕。什么？你也青铜阶了？月莹摇了摇头。主人找到了9叶魂草，可以增加一个契约位。太好了，主人来吧，我等这一天很久了。喵喵张开双臂。林凡，9叶魂草我还没吃，你先和月莹把地上这些肉块串起来清洗一下，等会烧烤用。林凡指了指地面。喵喵把空间手环弄好后，用月莹捡来的树枝开始串着地上的肉块。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株9叶魂草，团吧团吧塞进了口中。林凡一脸便秘之色，这9叶魂草的味道太冲了，真他妈上头。不过还是强忍着呕吐感，把这团9叶魂草咽了下去。9叶魂草入腹，林凡感觉全身一阵暖流涌过，这感觉还挺舒服的。不出意外，林凡成功了，自己的预售空间中再次多了一个位置。起身走到正在穿串的喵喵身前，俯下身咬破刚结痂的中指。林凡在喵喵的头上画下了契约法阵。契约法阵绘画完毕，散发耀眼的红芒后融入喵喵的体内。林凡感觉和喵喵产生了一缕联系，契约成功。林凡扫过喵喵的面板，果然契约后，喵喵成功拥有继承天赋，继承了自己的幸运点。以后在击杀凶兽时，就不用最后一击总是月莹出手。喵喵现在同样可以爆出物品，有着林凡的加入，穿串的效率更快。闻着空中飘来的阵阵烤肉香气，林凡食欲大动。不得不说，月莹在做饭这方面很有天赋。黄金阶凶兽的肉口感细腻，可是不多得的食材。上次拍卖会上，一只黄金阶的赤情虎就拍卖了35亿的价格。虽然这些都是7、80级的黄金阶，但随便拉出去一只拍卖，怎么也不会少于1亿。两人一猫吃饱后，离开了这处山顶。秘境的传送门每隔3天会随机刷新在秘境之内，这些传送门会存在2天，3人传送过后，这个刷新出的传送门就会自动消失。一旦错过，就要再重新等待下一次刷新。今天是第2天，第3天凌晨开始传送门才会陆续刷出。吃饱就犯困，加上一直没有睡觉，林凡坐在月莹的头顶，哈气连连。月莹和喵喵不断击杀出现的凶兽，一枚枚金盒和爆出的物品不断被喵喵收入空间手环。能量魔晶则是直接被月莹和喵喵吞服，一边击杀一边前行，不知不觉间林凡睡着了。时光飞逝，天色逐渐暗淡，裤兜内定位器的震动把林凡从睡梦中吵醒，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林凡掏出定位器，在自己1点钟的方位出现了一枚小红点。不出意外，这就是剩下的那最后一个樱花鬼子了。扰人清梦，真是该死。林凡伸了个懒腰，把喵喵收进预售空间，指挥着月莹向着红点的位置飞去。扫视下方，林凡发现一个人影正骑着御兽向着自己这面狂奔。离近一看，这人全身血迹，衣服都快碎成了破布条，胳膊上脑袋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那御兽的状态同样不好，虽是在奔跑，身上焦黑一片，不少地方皮开肉绽，
一边狂奔一边喷血。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元宝。元宝！林凡大喝。听着前方传来的声音，元宝抬头，见是林凡，连忙焦急地喊道：“凡哥快跑！后面有樱花鬼子！”林凡摆了摆手，示意月莹降落，从月莹头顶跳下，走到元宝面前。林凡翻手，2只小盒子出现在他的手中，扔给了元宝。不就一个樱花鬼子吗？跑个嘚呀！林凡撇了撇嘴，凡哥，这樱花鬼子实力很强，我的羊驼3回合不到就被打残了，要不是你给我的那个小盒子里的神药牛逼，现在可能我都已经没了。元宝接过小盒子，打开直接吞服口中，含糊不清。我估计那樱花鬼子的御兽很可能已经60-70级了，我们还是先跑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凡哥。就在2人说话间，那名樱花鬼子出现在了2人的后方。元宝面色一变，咬了咬牙，把另一只小盒子里的生机果实碎渣一股脑的倒进羊驼口中。凡哥，你快走，我挡住他！元宝喝道，同时抬手召唤出了他的另一只御兽。元宝、羊驼和一只飞行御兽一起挡在了林凡身前。八嘎！你们2个一个也跑不掉地干活，统统地都要死！樱花鬼子疑惑，为什么明明显示有红点，却不见自己人，反而是出现了一个龙国人？不过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干掉这些龙国人，至于队友的事情，等杀了这2个龙国人后再研究。看着元宝的举动，林凡心中感动，没想到元宝关键时刻竟然当在前面，让自己先走。若是自己没有实力去解决樱花鬼子，那么元宝为了阻挡这樱花鬼子，今天不是阵亡也会是重伤。虽然只有几天的交情，但却胜过无数嘴上的铁哥们。这份情谊，他林凡记下了。元宝，交给我！林凡拍了拍元宝的肩膀，同时对月莹下达命令：月华婆娑。凡！还没等元宝说完，月莹的攻击已至，樱花鬼子连带着他的3头御兽，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就被一道道绞白的弯刃切割成碎块。元宝睁大眼睛，一副见了鬼的表情，这他妈一击就给瞬杀了。对面那樱花鬼子可是有着3只白银阶的御兽啊！假的吧？他是不是在做梦？凡哥，你打我一下，我感觉我好像在做梦。元宝结结巴巴。林凡，啪！元宝鼻血横流，吸了吸鼻血，元宝脸上全然一副激动，疼，是熟悉的感觉。凡哥，你太牛逼了，你这可是妥妥的英雄救美啊！元宝跳起一把抱住林凡，如果我是个妹子，我肯定嫁给你。林凡如遭雷击，行了，先擦擦血吧，然后我给你个好东西。林凡推开元宝，从空间手环中取出2包面巾纸，一包扔给元宝，另一包内取出一张擦着肩膀上元宝蹭的鼻血。嘿嘿，凡哥，你要给我什么好东西？元宝擦了擦鼻血，一脸贱笑，不会是9叶魂草吧？林凡打开背后的淡粉背包，取出一株9叶魂草。我操，真是9叶魂草！元宝大惊，不可置信，他找了那么久毛都没找到。这偌大的秘境，想要找到9叶魂草，就如大海捞针一般，除非是运气使然，要不就算累死也不一定能发现。凡哥，你把它给我了，你自己不用吗？元宝虽然想要，但还是摆了摆手。我找到了很多9叶魂草，而且我已经用过了。林凡直接把9叶魂草丢给元宝。嘿嘿，凡哥你对我太好了！元宝连忙接住，眼中闪着小星星。你可真是我的天使，我怀疑你有点不正常。林凡向后大跳一步。哪有啊，凡哥，我就是单纯的仰慕你。元宝一脸无辜。真的？林凡狐疑。真的，比杀金都真。元宝庄重的点头。我的理想是让你成为我的姐夫。林凡嘴角不由得抽了抽，他感觉元宝好像魔障了。元宝同样团吧团吧，把9叶魂草塞进口中，面容扭曲，不断干呕，不过还是强忍着咽了下去。片刻后，元宝面色一喜，显然9叶魂草成功帮助元宝开辟了一个契约位。凌晨，脑海中响起系统冰冷的机械和成音，只见一道道光柱骤然从天穹之上降落。林凡知道那就是刷新出的传送门，只要通过传送门就能返回。如今樱花鬼子已然全部解决，9叶魂草也到手，是时候回去了。林凡站在月莹的头顶，元宝乘坐着他的飞行御兽，2人向着距离自己最近的那道光柱飞去。没有任何意外，林凡和元宝回到了秘境入口处。秘境入口处此时有着不少人，除了荷枪实弹维持秩序的士兵外，全部都是进入秘境的御兽师，几乎人人带伤，惨一些的缺胳膊少腿，被人用担架抬走，可见秘境之中的危险程度。秘境入口还在三三两两的向外传送着御兽师。林凡和元宝前往来时的大巴车内等待。同一时间，洛北欧阳家的大巴车内，欧阳千木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从怀中掏出小本子，翻开画有林凡画像的那页，美眸流转，如醉如痴。咦，千木姐，你在看什么呢？胳膊上缠着绷带的少女蹦蹦跳跳的来到欧阳千木身侧。没什么。欧阳千木一惊，连忙把小本子放入怀中。瑶瑶，你的伤怎么样了？无碍了，就是破了点皮。欧阳瑶摆了摆手坐下，嘴唇贴近欧阳千木的耳畔。千木姐，你刚才在看男人对不对？我都看见了。瑶瑶，欧阳千木俏脸顿时羞红一片。欧阳瑶坏笑，千木姐思春了哟。才没有，你别胡说。欧阳千木俏脸绯红更甚，眼神躲闪。这是我的救命恩人，英雄救美哦。那千木姐是要以身相许了？欧阳瑶眨了眨大眼睛，随着话锋一转，刚才那个男人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见过？什么？欧阳千木一愣。真的？欧阳瑶摆弄着手指，我想起来了，那个男人好像叫林凡，是我们市的一个通缉犯。别闹，怎么可能？欧阳千木失声否认。你看是不是这个？欧阳瑶掏出手机，点开林凡被通缉的那条新闻，上面有着林凡的照片。欧阳千木秀眉微皱，
这照片上的人正是之前救他的那个男人，不过怎么可能是个通缉犯呢？瑶瑶，你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通缉的吗？欧阳千木连忙询问，俏脸上全然一副焦急。欧阳瑶想了想，开口道：好像是因为偷了同学的10万龙币，然后从执法局越狱了。欧阳千木偷同学的10万龙币？开玩笑的吧？给自己那一盒小小的药品，价值都远远超过10万龙币，这种实力会缺少那么一点钱？就那条银龙就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这里面肯定有蹊跷。林凡肯定是被诬陷的。欧阳千木，瑶瑶，我决定不回京都了。啊？欧阳瑶疑惑，你不是在京都念书吗？这都高3了，马上就要高考了，你不回去伯伯能让吗？我可以去洛北市念书呀。欧阳千木轻挽耳边的发丝，眼神坚定，我爸的话会同意的。千木姐，你不会是为了那个林凡吧？欧阳瑶狐疑地打量着欧阳千木。欧阳千木微点了点头。既然欧阳瑶已经知道了，那么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他欧阳千木认定的男人，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诬陷。自打被救的那一刻起，他感觉林凡的身影就在自己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一刹便是永恒。想必这应该就是一见钟情吧？好吧。欧阳瑶耸了耸肩，恋爱中的女人真可怕。欧阳千木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2声便被接通。喂，乖女儿，你从清河秘境里出来了，怎么样，没受伤吧？电话另一边，中年男人的声音传来，语气中带着关怀。没受伤，爸。我想在洛北市念书。为什么突然想去洛北市念书？都快要高考了呀。我就是想去洛北市念书，而且我和瑶瑶都说好了。哎，真拿你没办法。我会和洛北知迈以及洛北市长打好招呼，你需要什么就直接和他们说。谢谢爸，那我就先挂了。说完，欧阳千木直接挂断了电话，俏脸上笑容浮现。这就成了？欧阳瑶错愕，他还以为没戏，没想到就这么3言2语就直接搞定了。欧阳千木点了点头。瑶瑶，你帮我查一下林凡的资料，还有这个案子的全部过程，我觉得这件案子很蹊跷。知道了。陷入爱河的千木大小姐。欧阳瑶努了努嘴，做了个鬼脸，随后便打了个电话，吩咐了下去。洛北欧阳家虽然只是支脉，但是在洛北还是属于顶尖世家，查这么一点小事，效率还是极快的。不出几分钟的时间，林凡的资料便全部被传输到了欧阳瑶的手机上。时间犹如白驹过隙，约莫天快亮的时候，林凡所在的大巴车终于缓缓启动，驶向洛北市。袁家去的20名御兽师只回来了6名，其余的可能是没来得及进入传送门，亦或者葬身在秘境之内。没来得及进入传送门的，那就只能后续自己返回了。葬身秘境的，那么就只能慢慢等待着化作凶兽的粪便了。回来的这些人，包括袁雪在内，没有一个找到9叶魂草，却个个带伤。林凡悠闲地躺在最后一排，对着袁雪勾了勾手指。干嘛？袁雪没好气问道。这个嘛，当着这么多人，我会害羞的。林凡意味深长，嘴角上扬。滚！死变态！刚从秘境出来的他，全身就跟散了架一样，并没有闲心和林凡吵架。唉，好心当做驴肝肺。林凡耸了耸肩，我可是有东西要给你的，不要就算了。什么东西？袁雪强撑着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向林凡。他倒是想看看林凡想要干什么。这一趟下来，损失惨重，不仅没有得到9叶魂草，反而折损这么多人。林凡所说的东西，元宝自然知道是什么，不过元宝却并没有说，自顾自地坐在一旁看着。能让自己姐姐吃瘪的，怕是也只有他凡哥了。我们的赌约，你是不是忘了呀？林凡邪魅一笑。你……袁雪咬牙切齿。哎，没想到袁大小姐居然要食言喽。林凡唏嘘。停车！袁雪娇喝。司机当即一脚刹车踩下。惯性作用下，袁雪直挺挺地扑倒在林凡的身上，香唇径直印在林凡的脸上。其余的人皆是人仰马翻，本就受伤不轻，在这一下后，个个哀嚎惨叫。袁雪羞红着脸，连忙爬起身。初吻就这么没了？造孽啊！他上辈子究竟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老天要这样惩罚他？你居然趁我不备吃我豆腐！林凡委屈巴巴，一脸惊恐，摸着自己被亲的小脸，我的真操没了。你说吧，怎么办？袁雪指着林凡哑口无言。明明是他吃亏好吗？这林凡能不能要点脸啊？你们都给我下车！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上车！袁雪听着身后的哀嚎，才想起来刚才要干什么。司机和哀嚎着的袁家御兽师一溜烟的下了车。他们看得出大小姐正处在暴怒的边缘，不听话，下场估计很凄惨。元宝趴在椅子上，悄咪咪的看着二人。你为什么不下去？袁雪看向元宝。我这不是……元宝四处张望。滚！袁雪娇喝。好嘞姐。元宝连滚带爬的冲出大巴车。车厢内此刻只剩林凡和袁雪。你想干啥？你不会要杀人灭口吧？林凡挪着屁股向后蹭了蹭。怎么会呢？袁雪甜笑。你别过来，别再过来，我要叫了。看着那甜甜的笑容，林凡表示很慌。这女人配上甜甜的笑容太诡异了，这种笑容就不应该出现才对。你叫啊！袁雪走上前，把林凡壁咚在了椅子上。下一瞬，惨叫声响起，在这静谧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大巴车外的众人听得毛骨悚然，后背不停地冒着冷汗。林凡哥哥疼吗？袁雪的话在林凡耳畔响起。都他妈紫了，你说疼不疼？林凡心想，嘴上说道：不疼，您赶紧收了神通吧，这不符合您冰冷的气质。哼！袁雪冷哼一声起身。你刚才说的什么东西？9叶魂草呗，我林凡从不食言。林凡揉着腰间，不停地吸着凉气。这女人下手太狠了，以后高低的离她远点，
太恐怖了！什么？袁雪惊诧。林凡从那淡粉背包里掏出一株九叶魂草，递给袁雪。袁雪愣愣地接过九叶魂草。刚才他都以为自己幻听了，没想到林凡居然真的弄到了九叶魂草。行了，你吃我豆腐的事情我就不和你计较了，我答应你的九叶魂草也给你了。林凡一个葛优躺，边揉着腰边说道：“以后别这么暴力，不然小心嫁不出去。”言罢，林凡掏出手机开始玩开心消消乐，不再理会袁雪。林凡，赌约那个事情。袁雪一手握草，一手捏着衣角，能不能别在人这么多的时候？行，退下吧。林凡摆了摆手，他也就是逗逗袁雪，没想到这袁雪还当真了。司机和那些御兽师重新上车，看向林凡的眼神中纷纷充满敬意，居然还能悠闲地躺下玩手机，果然是高手。玩着玩着，林凡的电话上突然弹出一个陌生号码，想了想，林凡点击接听。请问是林凡同学吗？电话另一头一个略微苍老的声音传来。你谁啊？啥事？我不知道小姐。林凡回绝道。电话另一边沉默几秒，略微苍老的声音再次传来。林凡同学，我是一中的校长李长青，不是会所，你误会了。一中校长？那你找我啥事啊？我不上学好多年。是这样的，林凡同学，你的实力很不错，我想邀请你来我们一中念书，希望高考的时候能取得一个好名次，让我们一中出镜，条件你的话随便开。你该不会是骗子吧？想打我腰子吧？电话另一边再次沉默。你们那待遇好不好？工资开得多不多？啪！林凡听着手机里传来一声炸响，随后电话便直接挂断了。哎，这年头的骗子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呢？林凡无奈地摇了摇头。凡哥，我听你说一中校长，刚才是谁给你打的电话啊？元宝好奇地凑过来，他说他叫李长青。林凡回答道：那确实是我们校长啊，我和我姐都是一中的。元宝挠了挠后脑勺，不过知道一中校长叫李长青的不少，说不定可能是个骗子。林凡正坐在椅子上，李长青紧闭着双眼，地面上是一台4分5裂的手机。平复了一下小心脏，吃了2颗速效救心丸后，李长青再次从抽屉内拿出一部新手机，从地面上找出手机卡，重新插上，按照桌面本子上的号码再次拨打了过去。林凡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不好意思，林凡同学，刚才电话炸了。你手机是不是用的6星？哎，你怎么知道？小心点，别炸死。嗨嗨，林凡同学，我们谈正事。你是不是想打我腰子？啪！5分钟后，林凡的绿信收到一条好友申请，头像是一个端庄严肃的老头。林凡通过了好友申请，老头直接弹过来一个视频通话，林凡点击了接听。林凡同学，不好意思，刚才又炸了。老头脸上露出笑容，但却显得格外的不自然。你这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啊？你们连老头够雇，肯定不？什么大团伙啊？拖欠工资不？林凡捏着下巴。林凡同学，我真是一中校长，这是我的身份证。老头一只手颤抖着拿起自己的身份证，在镜头前比划着。凡哥，你这怎么个事啊？到底？元宝凑到手机屏幕前，一张大脸挡住了林凡的视线。紧接着看清视频内的人和场景后，元宝直接缩头。凡哥，那确实是我们校长，背后的场景就是校长室。元宝戳了戳林凡。林凡同学，这回你相信我是真的了吧？老头捋了捋胡子，如释重负。有他那么几个瞬间，他都要忍不住抱起伤人了。这林凡太他妈气人了。可是没办法，有人交代了，不得不执行。就算你是真的，以我现在的身份，只要暴露在公众的眼中，怕不是下一秒就会被执法局给抓进去吧？林凡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看着老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妙计。你只要来一中念书，这些都不是问题。老头气定神闲，随之话锋一转，我知道你是被诬陷的，以你的能力加上我一中的全力培养，高考夺得头筹并不难。到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为自己证明，岂不美哉？相信6中那老王八肯定会被气死的。这么帮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可不相信什么高考帮你们出境的鬼话。林凡狐疑，事出反常必有妖。自己和这李长青素不相识，这老头却又如此帮自己，说没有阴谋他是不信的。有人在帮你，是谁我就不能说了。老头和蔼一笑，你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下午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行吧，那我考虑一下。林凡点了点头，随后挂断了视频通话。老头说有人帮自己，是谁呢？自己认识的人并不多，有这种能力的更少。袁家不可能，从刚才元宝的表情就能判断出来。难道是百里姑？越想林凡越觉得有可能。虽然这百里姑神经不太好，但也就剩他有这个能力了。百里姑曾说过他来自百里世家，其本身又是铂金阶御兽师，虽不知是哪里的世家，但背景肯定不简单。这百里姑先前就帮过自己一次，如今又帮自己，他到底想做什么呢？林凡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老头的邀请他倒是已经考虑好了，去一中念书，参加高考，拿到状元，把证据公之于众，为自己证明终究要回归人类世界，这高考就是最好的踏板。大巴车在袁家庄园前停下，和袁家姐弟告别后，林凡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着外面已然升起的太阳，林凡倒在大床上，直接进入梦乡。市执法总局局长办公室内，千木小姐您好，我是洛北执法总局的局长陈远和，您亲自过来，真是让我们执法总局蓬荜生辉啊。陈远和一脸堆笑，脸上写满了谄媚。京都欧阳家的大小姐啊，龙国顶级世家之一，背景滔天。俗话说得好，大树底下好乘凉。如果能借着这个机会攀上这棵大树，那么以后的仕途岂不是风生水起？陈局长，我来是为了林凡。欧阳千木坐在沙发上，看了一眼身侧的欧阳瑶。欧阳瑶当即会意，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枚 U 盘，扔给了陈远和。林凡。陈远和接住 U 盘，面露疑惑。
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感觉好像在哪听过。是的，陈局长不妨看看你的下属做了什么好事。欧阳千木语气一冷，这 U 盘里全部都是林凡被诬陷的证据，监控、通话录音应有尽有。陈远和如遭雷击，连忙把 U 盘插在电脑上，观看起来里面的内容。二少爷，你有什么吩咐？钱伯，我要我们班林凡的全部资料，我现在需要10万块的现金。越看越陈远和越心惊，后面还有他的下属分局收受贿赂，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把林凡抓回执法局，甚至滥用私刑。这……陈远和惊慌起身，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陈局长看明白了。欧阳千木冷哼，看明白了。陈远和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我这就命人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抓起来就不必了，这些人高考后我欧阳家自会处理。欧阳千木摇了摇头，把这些人监视好，撤销通缉令即可。明白。陈远和连忙点头堆笑询问，冒昧的问一句，您和这林凡是什么关系？林凡就是底线，越过就是毁灭，明白了吗？言罢，欧阳千木起身带着欧阳瑶离开了执法总局，而这句话却一直环绕在陈远和的耳边，久久不散。洛北市要变天了。陈远和叹了口气，随后命令下属把一切和案子有关的人全部监视，又派了几名黄金阶的御兽师暗中保护林凡。林凡若是出事，他感觉他的仕途也就到头了，甚至可能会因此丧命。千木姐事情办完了，不如我们去逛逛。欧阳瑶提议道，洛北市好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瑶瑶，我们去看看房子吧，我想在一中附近买2栋别墅。欧阳千木说道。哦，2栋。欧阳瑶意味深长地叹息一声，哎，女人啊，为了小情人又要抛弃我了。说完便一溜烟地向着远处跑去。瑶瑶！欧阳千木俏脸绯红跺了跺脚，举起粉拳向着欧阳瑶追去，就像阳光穿破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下午时分，手机铃声响起，吵醒了睡梦中的林凡，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林凡按下了接听。林凡同学，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李长青似乎心情不错，笑着询问道。你的条件没有让我拒绝的理由，但你吵到我睡觉了。林凡打了个哈欠，一脸不满。沉默几秒后，李长青的声音再次传来，你是不是肾不太好？林凡，正好老夫认识一名神医，专门治疗肾虚，如果你需要，老夫可以帮你引进一下。李长青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关切。不用了，你自己留着吧，我肾挺好的。林凡一脸黑线拒绝道。什么就肾不好？一宿100次都不成问题的好吧？他只不过在秘境中没怎么睡觉，缺乏休息。这老头脑子里竟想些什么玩意？那好吧，有需要随时告诉我。还有你现在来一趟一中，我会派人去接你。知道了。挂断了电话，林凡伸了个懒腰。洗漱一番后，林凡乘坐专车来到了一中校门口。李长青笑呵呵的在门口等待着林凡，其身侧还有一个老头。你来了。李长青向前一步。我来了。林凡向前一步。你终究还是来了。李长青抚须。那我走。林凡皱眉转身。别！李长青连忙拉住林凡的胳膊。林凡同学，你这咋不按套路出牌呢？林凡，你让我过来就是和你玩梗呢，这不是给你的欢迎仪式吗？多庄重。我可谢谢您嘞。自己人，别客气。林凡同学，这位是季老，等下他会帮你易容。李长青郑重地介绍着身侧的老头。季老。林凡挑了挑眉，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季老，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季文长。对，是季老。李长青点了点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去校长室。一路无话，林凡跟着李长青来到校长室。坐吧。林凡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冲着对面的沙发伸了伸手。别跟我客气，到了校长室就跟回自己家一样。李长青嘴角微微抽动，看向林凡和季文长。我这有上好的铁观音，整点。季文长点了点头，不过目光却一直没离开林凡。铁观音喝腻了，有萝莉音吗？林凡敲着2郎腿。李长青一愣，手中的茶叶盒咔嚓砸在了脚面上。萝莉音是什么茶叶？他为何从没听过？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他好像懂了。萝莉音没有，老头音你看行吗？李长青捡起茶叶盒。别，无福消受。林凡连忙摆手，我还是喝旺仔牛奶吧。没问题。李长青打了个电话。不一会的功夫，教导主任就满头大汗的提了2箱旺仔牛奶进来。钱主任，效率很快，我很满意。李长青拍了拍教导主任的肩膀，这位是林凡同学，以后就是我们一中的学生了。教导主任走上前，一脸诧异，这不是6中开除的那个林凡吗？为什么会在这？小钱是吧？以后多多关照。林凡笑着看向教导主任。哦对了，给我拿瓶奶。教导主任。钱主任，别愣着呀。李长青催促。教导主任目瞪口呆，他现在有点凌乱，不过还是从箱子中扣出了一瓶旺仔牛奶递给了林凡。这林凡到底是什么来路？难不成是校长的私生子？不过看年纪这也不像啊。行了，钱主任，你的任务完成了，先出去吧。李长青挥了挥手，你的疑惑一会我会给你解答的。教导主任带着懵逼的神色点了点头，随后离开了校长室。真不错，还是冰的。林凡吸了一口，满意的点了点头。李长青泡好了茶，给自己和季文长斟满。这是你新的身份证，还有学生卡。李长青轻抿了一口茶水，从上衣兜里掏出了2张卡片递给林凡。接过身份证和学生卡，林凡扫了一眼上面的照片，面容和自己有着5分相似，还挺帅的。不过看向名字一栏的时候，却让林凡眉头一皱。名字不用改吗？林凡指了指身份证。不用，重名的那么多，别人看不出来的。你确定？林凡一脸黑线。你要不要自己好好看看？你给我印的是什么？
李长青不解，接过林凡的身份证，姓名范。噗！看见身份证上的名字，李长青口中的茶水径直喷出3米远。这身份证是执法局办的，他压根就没看。要不你将就一下？李长青擦了擦嘴，尴尬的笑着，反正高考过后就不用这个了。林凡重新收回身份证，六目相对。李校长，时间也不早了，我该给林凡易容了。纪文长开口道。李长青点了点头，起身走出校长室，并且关好门。规矩他自然懂，在林凡来之前，纪文长就已经和他说了，在他易容时，除了易容者外，不得有第三人在场。偌大的校长室内，此刻就剩一脸笑意的纪文长以及喝着旺仔牛奶的林凡。季老，你总看着我笑干啥？林凡警惕，他刚才就发现了，这季老有事没事的就盯着自己，还露出略带猥琐的笑容。林凡，我们又见面了。纪文长手朝着脸上一撕，顿时露出了原本的面容。噗！林凡口中的旺仔牛奶直接喷了出去，惊呼道：他妈的，你又逃出来了！别激动。百里姑掏出一张面巾纸，擦着脸上的旺仔牛奶，这不是太久没见，来看看你吗？这次我来一中念书，是不是你搞的鬼？林凡皱眉，并不是。百里姑摇了摇头，把面巾纸团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真的？林凡狐疑，他的判断难不成错了？不应该啊，除了袁家和百里姑之外，他还真想不到谁了。当然，我百里姑从不扯谎。百里姑注视林凡，告诉你个信息，王家王轩并没有被抓走。林凡，新闻上已经清清楚楚的写了，你当我瞎呀？那个王轩是假的，真正的王轩还在王家，并且还在6中念书。百里姑笑着掏出一个 U 盘递给林凡，这是王轩易容逃脱的证据。林凡接过 U 盘，面露迟疑，你怎么会有他易容逃脱的证据？嘿嘿，因为给他易容的就是我呀。百里姑嘴角上扬，就让他那么被执法抓走，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据我所知，他会以王宇的身份参加高考，对于这种畜生，你在高考上击败他拆穿，他再亲手干掉他，不是更好吗？而且王家派出大量的御兽师想要干掉你，夺取你的御兽，你没遇见是这些御兽师都被我拦下了，所以你真正的敌人不只是王轩，还有他身后的王家。林凡，谢谢，我知道了。你看起来像个精神病，没想到这么阴险。百里姑，过奖，你的事情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找你的麻烦，我肯定不会让他好过。林凡，我们就见过几次，你这么做到底出于什么呢？百里姑，不可说不可说，命数。林凡，行了，开始易容吧。百里姑起身打开一侧的皮包，从里面取出一只小盒子。不出片刻，易容完毕。看着镜子中自己的新面容，林凡震惊。不得不说，百里姑的易容术很屌，易容出的样貌和身份证上的一模一样，分毫不差。百里姑从包里再次掏出2个小瓶子，这是专用的卸妆水，只有用这个才能卸掉脸上的易容。你这易容术不错。林凡接过小瓶子，想学吗？百里姑得意，我教你啊。不，我就夸夸你。林凡摇头，拍了拍百里姑的肩膀，有免费的，不用自己受累。百里姑把自己重新易容回纪文长后，二人走出了校长室。李长青蹲在走廊拐角，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听着身后传来的动静，李长青起身一脸惊诧，没想到这才半小时，竟然就完事了。这纪文长的易容术还真是厉害。林凡，你现在应该还没有住的地方吧？既然你已经成为我们一中的学生了，这栋别墅就给你住了。李长青把手中的钥匙递给林凡。卧槽！林凡惊愕，你们一中这么豪的吗？还给分配别墅？不是你们一中，是我们一中。李长青伸出一根手指纠正道，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一中的学生了，反正这别墅又不花我钱，这么好的装逼机会放过岂不是太可惜了？李长青心想，嘴上说道，林凡同学，我们一中对待学生那可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区区一栋别墅而已，不足挂齿。行吧，我还没吃饭呢。林凡收起钥匙，摸了摸肚子，那我们一中这么好，请我吃顿饭不过分吧？这个自然。李长青点了点头，走吧，季老，李老头做东，我请你吃饭，多吃点，千万别和我客气。林凡拍了拍百里姑的肩膀，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百里姑微微点头，装得像模像样。林凡掏出手机，搜索了一下洛北市最高档的酒店，很快他就锁定了目标，紫禁之大酒店，听起来就不错，正好他还没去过，那就去紫禁之巅吧。林凡抬头看向李长青，我觉得只有这才能配得上我们一中的好。李校长你觉得呢？没问题。李长青心疼极了，强装镇定，但大鱼大肉的是不是太腻了？要不我们吃点清淡的？这一顿没个1800万是跑不了了，最重要的是得自己掏腰包啊。没事，我现在正长身体呢。李校长你要是吃不了的话，我可以帮你点份水煮白菜。林凡一脸关切，尊老爱幼这一块我可是楷模。李长青，神他妈尊老爱幼，我是不喜欢大鱼大肉吗？我他妈是怕吃完被人丢出来。李长青无奈，但牛逼已经吹出去了。虽然他身为一中校长，但还真没多少钱，看来一会只能尿遁去求助那位了。10分钟不到，林凡从李长青的车上下来，看着面前恢宏气派的酒店，不住点头称赞。三人一起上了最顶层的包间。林凡拿起菜单开始点菜，点了一堆7个0起步的菜品后，林凡为了照顾李长青不能吃肉，特意点了几道素菜，像什么水煮白菜、水果切盘、大葱蘸酱。李长青看着那一个个价格炸天的菜品，心中不断微颤，连忙借机上了个厕所，吃了2枚速效就心完，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千木小姐，我现在和林凡在紫禁之巅大酒店，但我手里的钱不够。李长青面露苦涩尴尬的说道。1个亿够了吗？够了。林凡喜欢吃什么你记一下，钱等下会给你打过去。
林凡好像喜欢喝旺仔牛奶。知道了，别墅的钥匙给他了吗？给了。行，那我挂了。手机挂断的声音传来，李长青如释重负，整理了一下衣衫，李长青神采奕奕地回到包间内。菜上的很快，香气四溢。林凡把月莹和喵喵从御兽空间召唤而出，这等吃大餐的机会怎么能不带上他的御兽呢？看着林凡的御兽，李长青面露惊讶。早就听说林凡的御兽是条龙，今日居然真的看见了。李校长，你看啥呢？吃饭啊。林凡口中含糊不清地说道，同时指了指李长青面前的素菜，这些都是你的，别和我客气。月莹、喵喵还有基佬，你们快点吃，李校长看见肉可能不舒服。李长青啃着白菜叶子的李长青开始怀疑人生，他就不应该多那一句嘴。这些可都是凶兽肉，吃了对人类的体质是有着提升的。能来这里的机会本就不多，如今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了。一顿饭宾主尽欢，除了李长青，付款了8892万龙币后，李长青载着林凡向着别墅开去。林凡同学，御兽方面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李长青握着方向盘，豪情万丈，有的话尽管说，我肯定帮你搜集全。还真有，既然李校长你这么大方，那我可不客气了。林凡嘴角上扬，瞌睡来的送枕头，无为影狐血200克，噬魂魔无血150克，电光暴血100克，烈甲龙血200克，没问题，找到会给你送过来的。李长青毫不犹豫，反正他只是帮忙问的，又不需要他找，而且这需要的凶兽血中竟然还涉及到了龙血，虽然只是亚龙种，但那也是极难获取的东西。哦对了，明天别忘了来学校报到，你的班级是3年1班。李长青一拍脑门，他差点把这个给忘了。车很快在林凡的新别墅门口停下，林凡和李长青二人道别后走进别墅内。别墅很大，但却只有他一个人，不过无妨，起码是有自己的地方了。掏出手机给元宝发了条信息，林凡，元宝，我现在有住的地方了，李长青给我分配了一栋别墅。元宝，分配别墅？凡哥你没逗我吧？惊讶。林凡，别墅照片 JPG 怎么样，不错吧？元宝，牛逼啊，凡哥，没想到校长那铁公鸡居然舍得拔毛了。林凡，我觉得李长青挺大方啊，今天还请我去紫禁之巅吃大餐了，不过他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素，可惜了。元宝，隔壁别墅内，千木姐，你心心念念的小情人回来了。欧阳瑶从窗边起身，蹦蹦跳跳的来到欧阳千木身边，要不我们去隔壁找他聊聊天吧？瑶瑶，这不好吧？欧阳千木俏脸微红，双手揉搓着衣角，多冒昧啊！真的吗？我怎么感觉是你害羞了呢？欧阳瑶捂嘴坏笑，才没有呢。欧阳千木俏脸更红，哼，瑶瑶你又打趣我，看招！欧阳千木起身扑倒了欧阳瑶，二女在床上滚作一团。哥，千木姐，我错了，别打欧阳阳了，我错了，千木姐，哥，欧阳瑶连连告饶，娇躯乱颤，银铃般的笑声在房间内久久不散。10分钟后，欧阳瑶终于摆脱欧阳千木的魔爪，红着小脸坐起身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衫。姐，你等我一下吼，我去把林凡给你叫来。言罢，欧阳瑶一溜烟的跑出了房间。欧阳千木一愣，再看房间里哪还有欧阳瑶的身影？路过卫生间时，欧阳瑶大眼睛眨了眨，嘴角微微上扬，抬手一道蓝色的法阵出现，一只御兽被他召唤而出。阿影，使用攻击水管，破口要大一些。欧阳瑶下令道。轰！一道攻击闪过，水管应声而断，水流哗啦啦的喷洒而出，效果不错。本小姐可真是个天才。欧阳瑶打了个响指，随后带着御兽走向厨房以及各个能看见水管的位置。轰轰轰！水管不断爆裂，水流不断喷洒。看着自己的杰作，欧阳瑶满意的点了点头，收回御兽，迈开步子向着林凡的别墅跑去。叮咚！正在和元宝聊天的林凡听见门铃忽然响起，起身向着大门走去。打开门，只见一名少女气喘吁吁的站在门前。你谁啊？林凡疑惑，上下打量着少女。帅哥帮帮忙，我家自来水管坏了。欧阳瑶神色焦急。林凡嘴角微抽，自来水管坏了，你找水电工啊？我又不会修。水电工离这里太远了，帅哥帮帮忙，拜托，快发盒了，挺急的。欧阳瑶双手合十，我是真不会修，修坏了可不怪我。林凡耸了耸肩。欧阳瑶催促，没事，你就算把房子拆了都行。林凡跟随着欧阳瑶来到别墅内，看着没过脚面的水，林凡一脸懵逼，这他妈可是别墅啊，水管坏了能发合成这样？你这水流的挺多呀。林凡挠了挠头，带我去看看吧，我看看能不能堵上。好，跟我来。欧阳瑶点了点头，跟随着欧阳瑶来到卫生间。林凡看了一眼自来水管，眉头微皱，水管中间的位置直接缺少了半截，这堵个屁啊！帅哥，怎么样，能修吗？欧阳瑶眨着眼睛问道，嘴角扬起一丝不可察的弧度。林凡摇了摇头，那可怎么办呀？欧阳瑶佯装焦急，眼泪汪汪，帅哥，那我和我姐姐今晚没地方住了，要不你让我和我姐姐借宿一晚吧？这不好吧，孤男寡女的。林凡摆了摆手，帅哥，你看我和姐姐都无家可归了，你就发善心帮帮我们吧。欧阳瑶哽咽。林凡在欧阳瑶的软磨硬泡下，林凡终究无奈的点了点头。帅哥，你等一下，我去把我姐姐叫下来。欧阳瑶小跑着上了楼。房间内，欧阳千木看着满身湿漉漉的欧阳瑶一愣，瑶瑶，你这是怎么了？千木姐，今晚我们去林凡家住，快跟我走。欧阳瑶拉住欧阳千木的小手就要往下走。啊！欧阳千木大脑宕机，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欧阳瑶拉下了楼。看着发黑的地面，欧阳千木傻了，这才一会，这别墅就成游泳池了。帅哥，这是我姐姐欧阳千木，我是欧阳瑶，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欧阳瑶介绍道。林凡，
林凡看清欧阳千木的面容后一愣，脱口而出：“咦，是你？这女人她在清河秘境里见过啊，没想到居然是自己邻居。你和我姐姐认识？”欧阳瑶佯装惊讶。林凡现在易容了，他和欧阳千木都是知道的，算是吧。清河秘境里见过。林凡点了点头。你好。欧阳千木俏脸羞红，小脑袋都快埋进胸口中。秘境里，谢谢你救了我。客气，走吧。林凡笑了笑，带着二女返回了自己的别墅内。别墅内的空房间很多，二女选择了2层的一间。对此林凡并没有什么意见，反正明天这2个女人就会离开。林凡，你家卫生间在哪？我可以洗个澡吗？欧阳瑶起身，刚才一番破坏下，她的衣服全部湿透，粘在身上极为不舒服，而且自己离开正好能给姐姐和林凡创造独处的机会。那边左拐。林凡指了指卫生间的位置。欧阳瑶快速离开。大厅里只剩下林凡和欧阳千木。林凡翘着2郎腿靠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欧阳千木羞红着俏脸低头一言不发。你要喝点啥饮料不？林凡侧头看了一眼欧阳千木，这少女自打坐下后就如鸵鸟一样埋头，脸还一直不停的红，好生古怪。在秘境里她也不这样，林凡百思不得其解。都行。欧阳千木轻声。林凡起身从裤兜里掏出一瓶旺仔牛奶递给欧阳千木。谢谢。欧阳千木微微抬头接过牛奶。林凡，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结巴？我没有。林凡，你看吧，明明就有。我有点紧张。林凡，你紧张啥？我又不是凶兽，还能吃了你不成？林凡笑着说道，话锋一转询问道，哦对了，你之前说你来自京都欧阳家，那么你知道京都邵家吗？知道呀。邵家怎么了？欧阳千木疑惑。林凡，邵家是樱花国的内线，秘境里的樱花鬼子就是他们带进去的，那些樱花鬼子的目的就是杀掉秘境中的所有人。什么？欧阳千木大惊，邵家居然是樱花国的内线？怎么，你不紧张了？见少女突然说话连贯，林凡打趣道，我没有。欧阳千木再次微微低头，刚才的样子就挺好的。林凡笑了笑，掏出手机点开视频，你看，这就是樱花鬼子的供述。欧阳千木俯身在林凡身侧，美眸盯着视频播放的画面，闻着少女身上传来的体香，林凡不由感觉有些口干舌燥，微微转头，一抹雪白晃瞎他的24K 钛合金狗眼。林凡连忙抬头，他发誓他绝对不是故意的。林凡，能把这个视频发给我吗？看完视频，欧阳千木看向林凡询问道。没问题。林凡爽快地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欧阳家在京都屌不屌，能不能干得过邵家，但是樱花鬼子差点把欧阳千木给害死，凭借着这个肯定就不会善罢甘休。二人互加了滤信，林凡麻利地把视频发了过去。聊着聊着，欧阳千木不再结巴，彻底恢复自然。夜深人静，林凡躺在大床上进入了梦乡。另一个房间内的欧阳千木却是神情严肃地打着电话。翌日清晨，林凡伸了个懒腰，一脚踢飞被子。洗漱一番后，林凡走下楼梯，看着餐桌上的早餐以及旁边的二女，林凡微微一愣。林凡，快来吃早点吧。欧阳瑶一脸幽怨的拿着一只勺子比划着。你不下来，我姐都不让我吃，饿死我了。林凡落座，看着面前香气扑鼻的粥以及各种小菜询问道，这些都是你做的？欧阳千木轻轻点头，搓揉衣角，感谢你昨天收留我们，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随便做了点，味道很不错。林凡喝了一口粥夸赞道，你喜欢就好。欧阳千木轻笑，啧。欧阳瑶努了努小嘴，埋头喝粥，不看二人。大早上就你侬我侬的，真腻啊。陷入爱河的女人可真可怕，一大早就拉着她起来做饭，她还没睡醒呢，最重要的是做完还不能吃。吃过早饭，三人开车前往了一中。昨天聊天中，林凡得知欧阳千木转学到了一中，欧阳瑶同样在一中上学，巧合的是还都和他一样在3年一班，正好他早上就搭个顺风车。别墅距离一中的位置不远，不过5分钟便抵达了一中。你们看，那不是欧阳校花的车吗？车上怎么下来个男人啊？不止男人，还有另外一个大美女啊！我操，这美女比欧阳校花还要漂亮几分啊！这不会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吧？从来没见过呀，是不是转校生？不知道，一会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露露，那个男的好帅啊，我想要去要个绿系。你没看人家是个欧阳校花一起来的吗？我觉得你还是算了吧，可真的好帅啊！林凡和欧阳姐妹向着教学楼走去，路上的学生不断窃窃私语。看不出来你还是校花呢。林凡轻笑，侧头看向欧阳瑶，我这颇有之资哪能和我姐姐相比，他们就是没事闲的。欧阳瑶耸了耸肩，紧走2步，你们去主任办公室吧，我去教室等你们了。主任办公室内，钱有为正在猫着腰撅着屁股修剪着地面上摆放的一盆招财树。嘿，小钱！林凡突然窜出，拍了拍钱有为的肩膀，早上好啊，吃了么呀？咔嚓！钱有为被吓得一哆嗦，招财树顿时被竖了个中分。钱有为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中分招财树，旋即面色铁青，暴怒转身，当看清来人后如泄了气的皮球。你走路都没有的声音了吗？钱有为哭丧着脸看着林凡，这位的来历，昨天校长和他明明白白地讲清楚了，得罪不起，得当爷供着，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林凡露出大白牙，嘿嘿一笑，昨天你的奶挺好喝的，今天再给我整2箱哈。奶的事情好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就是你突然出现挺惊吓的。钱有为擦了擦手，把剪刀放回桌子上，
随后从办公桌下拎出2箱旺仔牛奶以及2套教材。小钱啊，还是你会办事。林凡拍了拍钱有为的肩膀，比了个大拇指。应该的，我这就联系一班的班主任。钱有为陪笑着掏出手机，给一班班主任打了个电话。不出2分钟，一班班主任赶到。在钱有为交代过后，班主任左拎着2箱旺仔牛奶，右手抱着2套教材，带着林凡和欧阳千木向着一班走去。进入班级，班主任把东西往讲台下一放，清清嗓子：“嗨嗨，这位是林凡，这位欧阳千木，是转来我们班的2位新同学，大家鼓掌欢迎！”啪啪啪，掌声雷动，同时夹杂着不少窃窃私语。听着下方的窃窃私语，林凡耸了耸肩。没办法，谁让他长得太帅了，经常照镜子都会被自己迷晕，每天起床甚至都不敢多照镜子，怕自己深陷无法自拔。下面的这些女同学含情脉脉地讨论着自己，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一侧的欧阳千木脸色却是不太好看，这才刚报道就出现10多个对林凡暗送秋波的女人，可恶啊！班主任压了压手，掌声停止。林凡同学、千木同学，你们就坐在靠窗的那排吧。班主任指着窗边空着的2个座位，欧阳千木坐在靠窗的一侧，林凡坐在外侧。在班主任的魔音入耳下，林凡挺不住再次昏睡。时间一晃来到第3节下课，看着身侧睡得酣甜的林凡，欧阳千木微微一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合影。就在此时，一个光头大摇大摆的从一班的后门进入，身后还跟着5、6个学生。还在班级里的一些学生们见状，连忙3、3、2、2的溜走。这光头学生可是学校里的扛把子，仗着自己表就是执法局副局长，在学校里飞横跋扈，普通学生根本不敢招惹，还是敬而远之的好。小逼崽子，就你不交保护费的是不是？光头学生瞪着眼，指着最后排的一名眼镜男暴喝：“野哥，我真没钱了，我的钱都拿来培养预售了。”眼镜男唯唯诺诺，双腿颤抖打着白子。去你妈的！光头学生抬起一脚，照着眼镜男就踹了过去。眼镜男瞬间就被踹飞出去数米远，力道之大，使得桌椅被撞得歪曲裂疤，叮当之声震天。眼镜男嘴角一血，面色惊恐地看着光头学生带着跟班向自己走来。谁啊？你家祖坟他妈拆迁啊！林凡被这一阵响声震醒，恼怒地抬起头暴喝。他最烦的就是别人在他睡觉的时候给他吵醒。光头学生闻言一愣，皱眉朝着林凡的方向看去。小逼崽子，你跟谁说话呢？跟班一顿时骂骂咧咧。哟，之前没见过呀，新转来的吧？劝你乖乖跪下给我们野哥道歉，再拿10万块保护费，不然你就完了。跟班2抱着肩膀不屑地看着林凡，不就10万块吗？来，你过来，我给你。林凡冲着跟班2勾了勾手指。跟班2看了一眼光头学生，光头学生点了点头。跟班2嚣张地走向林凡，居高临下伸出手。林凡一把抓住跟班2伸出的手，直接从3楼的窗户给扔了下去。啊！伴随着一声惨叫传来，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林凡，唯有欧阳千木表情如常，但看向光头等人的目光却带着杀意。林凡不以为意地站起身，向着光头学生以及剩下的跟班们走去。怎么？谁给你们的勇气，敢和老子伸手要钱的？梁静茹吗？林凡抬起手，一巴掌拍在光头学生锃亮的大脑门上，5个血红的手指印顿时出现。光头学生被林凡这一下直接拍懵了，踉跄着向后退了几步，扶着墙根。操！你敢打老子！光头学生晃了晃脑袋，看向几个跟班暴喝：“给我干他！出了事我负责！”几个跟班对视一眼，哗啦啦把林凡包围了起来。欧阳千木心中一紧，手摸向背包中的匕首，想要帮忙。还未等他起身，只见林凡飞起一脚，照着其中一名跟班的肚子上踹了过去。巨大的力道使得跟班直接撞破窗户飞了出去，下场如那名跟班2一般无二。剩下的跟班们一拥而上，林凡嘴角泛起一抹冷笑，一口痰吐出，直接准确无误地飞进咆哮冲来的跟班一口中。跟班一如遭雷击，如鲠在喉，如醉如痴，一脸便秘之色，连忙停下冲来的势头，猫着腰不断干呕。还剩下3个，见那名跟班的惨状，警惕地闭上了嘴巴。林凡抬起拳头，冲着离自己最近的一名跟班就是一通王八拳。跟班在这杂乱无章、拳拳到肉的王八拳下含恨到底，口中不断地喷出一颗颗脱落的牙齿。林凡一个驴蹬腿踹飞了后面想要偷袭的一名跟班，咔嚓！另一名想要偷袭的跟班突然面露痛苦之色，原本打来的拳头突然紧捂着腰，显然是刚才用力过猛，把腰干坏了。轻轻松松，6名跟班全部解决。林凡拍了拍手，冷漠地向着光头学生走去：“你别过来，我表舅可是执法局副局长，你敢动我你会后悔的。”光头学生面色惊恐，这小子把他的6个跟班全部解决了，这自己肯定干不过呀。副局长多个鸡波。林凡不屑，现在能救你吗？大不了自己就再找百里孤易容一下子，管你什么副局长不副局长的。林凡同学，等一下！门口教导主任钱有为匆匆赶来，身后还跟着2名老师以及一些学生。呵呵，小逼崽子，钱主任来了你还想动我？光头学生瞬间嚣张，指了指自己的脸，来啊，有本事就打呀！钱有为，求着我打你。林凡笑了，握了握拳头，那我就满足你。他还没见过求着被人打的，不满足要求都对不起他。一拳挥出，光头学生鼻血横流，口中溢血，牙齿不断向外吐着，大脑一片眩晕，瘫软在了地上。林凡蹲下身，在光头学生的衣服上擦了擦拳头上的血迹。小钱，刚才叫我干啥？林凡起身笑呵呵，看向钱有为。没事了，你开心就好。钱有为嘴角不断抽动，一脸无奈。这光头学生可真是找死，没事惹林凡这个煞星干啥？自己过来，林凡可能能看在自己的面子上轻一点，但你他妈还作死，真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一个小小的副局长在哪位的眼里算个屁啊，真是害人精，自己完蛋还要拖着别人。行吧，楼下有2个，剩下的全在这，抬走吧。林凡摆了摆手，返回自己的座位上。好的。钱有为点了点头，一挥手，2名老师带着几名学生就光头一行抬走。等一下，这个留下。林凡翘着2郎腿，指着跟班一玩味一笑。跟班一闻言，双腿一软，差点没趴在地上。钱有为会意，带着一行人匆匆离去，留下了跟班1号。别怕，你刚才不是挺能放狠话的吗？林凡手指微微敲击桌面。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跟班1号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哀求道：把一般的地面用舌头舔干净，一块脏你就等着飞出去吧，不摔成植物人你就一直飞。林凡说道。明白了。跟班1号立刻照做，跪在地上清理地面。林凡，我想上个厕所，让我出去一下。欧阳千木突然起身，看向林凡，面色羞红。啊！林凡连忙让开，你快去吧，别憋坏了。林凡记得他可是睡了3节课了。欧阳千木一直在内侧，从未出去过。厕所内，欧阳千木掏出手机，拨通了执法总局局长陈远和的电话。电话刚响了一声，便马上被接通。千木小姐，你有什么指示？虹桥区执法分局副局长周志把他撤职。千木小姐，他得罪您了？还记得我当时说过的话吗？3分钟内他不撤职，你撤职。言罢，欧阳千木挂断了电话。办公室内的陈远和揉着太阳穴。欧阳大小姐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这周志得罪了林凡，得罪谁不好，偏偏要得罪林凡。这下好了，直接和师徒说拜拜吧。没有犹豫，陈远和直接下达了命令。他的时间只有3分钟，晚了他就下岗了。他丝毫不怀疑欧阳千木的话，就他这区一个局长，在人家眼里比一条蚯蚓也大不了多少。挂断陈远和的电话，欧阳千木再次拨通一个号码。薛姨，我发一份资料给你，资料上的人天黑之前让他永久消失。是，大小姐。电话挂断，欧阳千木把光头学生的资料发了过去。刚才光头学生被抬走时，眼神中流露出的阴狠，他看见了。既然如此，那就去死吧。收回手机，欧阳千木向着一班教室走去。班级内的桌椅已然重新排列整齐，除了像扫地机器人一般的跟班1号在不停地撅着屁股舔着地面，其他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就是学生们看林凡的眼神中带着敬畏、崇拜以及爱慕。一个人徒手打败5、6个人，就连教导主任在林凡面前都不敢吱声，恭敬的像个3孙子一样。林凡肯定是有着大背景的，这样的人可千万不能得罪了，一定要交好。林哥你好，我对你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中午一起吃饭的饭没？林哥加个滤信呗，规矩我都懂，5万看看实力，我嘎嘎有实力。林哥，你有女朋友了吗？你看我怎么样？我3.6D。你滚！林哥这么帅，就你也配？老娘3.6亿。林哥你看我行吗？林哥，你大腿上还缺挂件吗？求你了，我想当你小弟跟你混。林哥，越来越多的学生把林凡包围起来，不只是一班，隔壁几个班级的学生同样闻风而来。学校这个圈子里，消息传播还是极快的，更何况是这么大的事情。不知不觉间，一班教室已经被填满了，甚至走廊上都变得拥挤。欧阳千木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脸懵逼。林凡坐在椅子上，看着四周乱七八糟的人群，同样一脸懵逼。舔着地板的跟班1号此刻都要哭了，这才刚舔完一小半，全他妈白干了。舌头啊，我对不起你啊。林哥，谢谢你救了我。眼镜男咕噜着挤开人群，来到林凡身前深深鞠躬，眼神中夹杂着狂热。我可没救你。林凡翘着2郎腿，语气平淡，挨揍都不知道还手的人被欺负也是活该。林凡出手的原因是因为动静太大，给他吵醒了，加上那几个跟班出言不逊，对于救这眼镜男他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软弱就是最大的可恨。都被欺负成那个熊样了，都不知道反抗，一点血性也没有。就算对方有权有势，那也得干他娘的。实在不行就挖坑灌水下泻药，阴也得阴死他们。活得卑躬屈膝，不如深埋地底，只等着引颈受戮，只能说一句活该。还有你们都散了吧。林凡冲着人群摆了摆手，这么多人围着，跟他妈看猴似的，不就揍几个人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有着林凡的话，围着的人群很快就散了。眼镜男捏着拳头，把林凡最后的那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上课铃声响起，班主任走进教室，把保温杯放在讲桌上。同学们，下午学校会组织一场全校性的预售比赛，此次的奖品是市教育局特批给每个学校的，奖励极为丰厚。第1名奖励钻石资质的预售蛋1枚以及白银阶金盒20枚，第2名奖励铂金资质的预售蛋1枚以及白银阶金盒15枚，第3名奖励黄金资质预售蛋1枚以及白银阶金盒10枚，第4至10名奖励白银阶金盒5枚，青铜阶金盒10枚。学生们听到班主任所说的奖励，瞬间不淡定了，个个交头接耳，摩拳擦掌。卧槽，钻石资质的预售蛋，这不就是给我准备的吗？这次比赛第一肯定是我的。你可拉裤兜子吧，就你那刚迈入白银的预售，啧，那也比你那条青铜狗强。这次教育局可真是下了血本了，既然钻石资质的蛋都拿出来了。可惜了，我的预售有点菜，第一肯定拿不到了。就算拿不到第一，后面的奖励也不亏啊。金盒呀，1枚都好贵。我的预售从契约到现在还没尝过金盒是什么滋味呢。这次就算拼了老命，也得拿个名次。班主任话锋一转，这次比赛为了加快进程，每个班内会先进行一次预售对战，选出前10名参加这次比赛。这节课我们去室外上实战课，所有人跟我走。班主任拿起桌上的保温杯，率先走出了教室，学生们排好队紧跟其后。林凡跟在队伍的后方，钻石资质的预售蛋对于他现在来说有点低了，不过拿来卖掉倒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钻石资质的蛋应该会很值钱吧？千木，钻石资质的蛋一枚能卖多少钱？林凡侧头问道。这个，欧阳千木略微思索，好像要几十个亿的样子吧，我没买过。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属实有点难，他的玉兽是家族培育的，并不需要花钱购买。千木姐，钻石资质的玉兽蛋市面上是买不到的，通过一些渠道购买的话要100亿。欧阳瑶眨了眨眼睛补充道。好家伙，这么值钱！林凡的眼睛瞬间就亮了，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一枚钻石资质的蛋居然可以卖这么多钱。这第一，他林凡拿定了。走到玉兽对战平台前，班主任掏出手机，点开一个软件。软件的功能很简单，随机分配对战。一般总共有着48名学生，在软件的运转下，很快分配完毕。第一场，欧阳千木对战。班主任宣布道：“姐，没想到你是第一场啊！”欧阳瑶惊诧：“第一场挺好的。”欧阳千木微微一笑，走上对战平台。林凡喝着旺仔牛奶，看向对战平台。欧阳千木玉手轻抬，一道绯红的法阵凭空出现，玉兽被召唤而出。场下的学生们瞬间不淡定了。雾草，这是什么玉兽？我怎么没见过？白痴，看不出来那是头凤凰吗？没文化真可怕！我的天，这凤凰的资质肯定不会低，怎么也得有着钻石资质吧？这欧阳千木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欧阳校花早上和欧阳千木一起来的学校，你说呢？羡慕啊！为什么我没出生在世家？哎，不仅人美，玉兽看起来还真牛逼，女神啊！这只玉兽不是林凡上次在秘境中所见到的那只。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欧阳千木的玉兽。姓名：焚天皇。性别：属性：火，飞行。资质：传说。等级：54200，白银阶。天赋：异温控，温度越高，全属性提升越高，最高可临时提升200。2涅槃，死亡后可无伤复活一次，复活后为死亡前巅峰状态01。3不灭战魂，击杀敌人，临时获取敌人全属性的20加成自己，最多叠加10次，持续时间1小时。4火焰掌控，火系技能威力永久提升20%，灼烧效果加成50%。技能一夜火千里。林凡目瞪口呆，他没想到欧阳千木的玉兽竟然有着传说资质，而且这天赋简直有点 bug 了吧？还能吸收击杀单位的全属性，临时加成自己。虽然有着时间限制，但也没说不能一直使用啊。得找个机会让月影把这些天赋都复制一遍，这天赋打起架来，那不妥妥的降维打击。看来得有空找欧阳千木去野外探讨一下人生了。对面的同学见欧阳千木所召唤出的焚天皇，一下子就没了底气。不过为了能出现他，还是决定拼一把。同时心中不断安慰自己，对面说不定只是个花瓶呢。同学召唤出了自己的玉兽，直接命令发动攻击，使用火雨。欧阳千木看着向自己玉兽打来的攻击，从容不迫地下达着指令。焚天皇人性化的点了点头，双翅一震，无数火系能量瞬息间凝结成无数火焰羽毛，迎着那道攻击而去。那道攻击被不断冲刷而来的火雨打散，剩余的火雨携着摧枯拉朽之势向着的玉兽打去。刷刷刷，轰轰轰的玉兽直接在狂轰滥炸中倒地，失去了战斗能力。一击结束战斗。第一场，欧阳千木胜。收回玉兽，伴随着欢呼喝彩，欧阳千木走回林凡的身侧。这场对战在他看来没什么悬念，对面的玉兽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应该只是青铜阶玉兽，技能用的只是初始技能，毕竟只是普通的玉兽对战，又不是高考赛场亦或是生死战争，只要让对面失去战斗能力就好。不错呀，喝奶。林凡掏出一罐旺仔牛奶，插上吸管递给欧阳千木，脸上谄媚，有时间我们去野战啊。啊！欧阳千木娇躯一颤，俏脸绯红。欧阳瑶 W， 班主任 W， 众人 W， 你们打你们的，看我干啥？林凡见众人吃惊的看着自己，皱眉摆了摆手，都这么看着自己干啥？自己脸上又没开花，自己得把欧阳千木约出去击杀凶兽，然后才好复刻天赋。怎么样？考虑一下。林凡露出恳求的眼神。会不会太快了？我还没准备好。欧阳千木攥着衣角，俏脸上红的欲要滴出血来，声音小的林凡都差点没听清。欧阳千木害羞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么多人呢，就不能等2个人的时候悄悄的说吗？就在围墙外围不远的。林凡不解，不就去野外杀了几个凶兽吗？这还要准备？准备啥呀？我……欧阳千木低着头，支支吾吾。林凡，你好变态啊！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姐可是个冰清玉洁的黄花大闺女，你怎么能拉着她去野外干那种事情？欧阳瑶看林凡的眼神就如看变态一般，她没想到林凡看着这么帅，居然心里这么变态，可怜千木姐了。哎，林凡，我不就是想去野外杀个凶兽吗？我怎么就变态了啊？和黄花大闺女又有啥关系？林凡反驳。欧阳瑶，原来是杀凶兽啊！欧阳千木抬起头，不然呢？你怎么突然又结巴了？还有你们怎么奇奇怪怪的看着我？林凡疑惑。林哥，你刚才的话有问题。前面的一个小黄毛回头提醒，你刚才说想野战，野外战斗不就是野战吗？林凡再次反驳。林哥你说的对。小黄毛嘿嘿一笑，是我才疏学浅，浓缩才是精华。林凡，我随时都有时间，什么时候去杀凶兽都可以。欧阳千木轻声说道。OK， 那就今天放学去。林凡嘴角上扬，比了个 OK 的手势。反正只能让焚天皇使用出天赋就行了，自己的目的就是复刻天赋，小小的误解他不会在意的。没办法，谁让他的格局大呢？带上我，我也要去。欧阳瑶连忙开口。林凡，我是变态，
所以不能带你。欧阳千木，瑶瑶，野外太危险了，你还是别去了。欧阳瑶，他妈的，这两个人这就开始排斥自己了。欧阳瑶撅着嘴，陷入了沉思。第10场，林凡对战方磊。不知不觉间，轮到了林凡上场，活动了一下手腕，林凡迈着大步向着对战平台走去。林哥，妹妹可是崇拜你好久了，让着点妹妹好不好吗？方磊眨着大眼睛撒娇，妹妹能开能合，林哥你懂的。林凡打量一番，摇了摇头，太小了，没兴趣。方磊，姐，有小妖精要勾引林凡了。欧阳瑶停止沉思，伏在欧阳千木耳边低语。哼。欧阳千木冷哼，低头看了看脚尖，然而并看不到。班主任一脸黑线，对战开始。林凡心念一动，法阵出现，喵喵被召唤而出。方磊抬手召唤出自己的御兽。主人，对面御兽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喵喵咧嘴一笑，活动了一下爪子，做出攻击姿态。林凡，活的，没问题。喵喵点了点头。台下的学生们，包括班主任，再次震惊。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银耳猫竟然开口说话了。咦，我掐自己居然不疼，我原来是在做梦。去你妈的，你掐我身上了。林哥就是林哥，契约的银耳猫都这样牛逼。操，以后我就是林哥的头号小迷弟了。会说话，太羡慕了。对面的方磊同样震惊，不过打败林凡才是现在主要的事情。雷霆师使用雷脉炮。方磊下令道。好。雷霆师咆哮如雷，身上紫色电弧不断闪烁，口中汇聚大量电系能量，做事就要向喵喵发动攻击。下一秒，骤变突发，嘟一声屁响顿时传出。我尼玛，毒气弹！喵喵连忙捂着鼻子向后大跳2步。雷霆师双眼暴突，使脸上全然一副痛苦之色，口中汇聚的电系能量瞬间消散。嘟嘟，又是几声屁响传来。平台上、平台下鸦雀无声，只有流连忘返的臭气。所有人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远离平台。林凡，噗！雷霆师突然倾泻而出，吸成散弹状向后方喷去，而他的后方正是方磊。霎时间，方磊被喷了一身，方磊整个人都呆愣在了原地。哟！林凡忍不住了，俯身蹲在一旁干呕。这他妈太恶心了，什么玩意？对战的时候拉屎，还喷御兽师一身。哟！喵喵来到林凡身侧，同样干呕。林凡和他是距离最近的，感官和气味冲击最为强烈，这就他妈的生化武器。不知道这死狮子吃啥了，拉出来的玩意味道这么冲。一炮未停，一炮又来。噗噗噗！雷霆师的花花就如同加特林散弹枪一般不断窜稀。方磊饱受摧残，身上脸上焦黄一片。啊！方磊回过神来，一声尖叫响彻了整个操场。噗！一张嘴的下场可想而知。林凡 fuck， 别恶心我了。喵喵，主人，我受不了了，我情愿和黄金街干仗。雷霆师4条腿一软，晕死了过去，拉死了过去。方磊同样晕了过去。第10场，林凡胜 you。 班主任边干呕边宣布。林凡收回喵喵，迈开2条腿，以120迈的速度逃离。班主任联系了校医务室，几名医生戴着口罩合力抬走了焦黄的方磊，2只大力圆含泪把雷霆师送上了推车。换了个场地后，对战继续。林凡，你没事吧？看着林凡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欧阳千木关切地询问道。我没事，就是 you。 林凡摆了摆手，回想起那个场景，再次干呕。喝点奶顺顺，不够我还有。欧阳千木轻声道。别想了林凡，不就是窜稀吗？欧阳瑶同样安慰道。你越想越难受。you。 林凡刚喝进去的奶一口喷了出来。你不要说话。林凡擦了擦嘴角，指着欧阳瑶。欧阳千木点头附和。是啊，瑶瑶你先别说话了，你看林凡又吐了。哦。欧阳瑶撅嘴，不说就不说嘛，好心当成驴肝肺。他妈的，合着我就是个局外人，女人啊，有了男人就忘了妹妹，妹妹就是个工具人。呜！欧阳瑶仰天长叹。时至正午，对战结束，一班的前10名选择完毕，林凡、欧阳千木、欧阳瑶赫然在内。林凡手机滤信提示音响起，掏出手机是元宝的消息。元宝，凡哥哥奶呢？中午一起吃饭啊？林凡 A 食堂门口。元宝，等我，马上到。怎么不走了？见林凡突然停下，欧阳瑶没好气地问道。林凡，等个人。哦。欧阳瑶撇嘴，搂着欧阳千木的胳膊。姐，我们先进去吧，我好饿啊。欧阳千木，等一会吧，也不差这一会不是？欧阳瑶右手扶额，绝望渐浓。没几分钟的功夫，元宝就屁颠屁颠的向着林凡的位置跑来。凡哥，我来了。元宝跳起来，一个熊抱扑向林凡。林凡惊恐，微微一个侧身。Doom。元宝拥抱大地，中指颤抖着微微抬起。凡哥，没爱了。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噗，哈哈哈。欧阳瑶笑得花枝乱颤。欧阳千木轻捂小嘴。元宝咕噜着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瞥了一眼二女，趴在林凡的耳边。凡哥，你不能移情别恋啊，你这才刚来，怎么就勾搭上欧阳校花了？还有旁边那个又是谁啊？啪！林凡一巴掌拍在元宝的后脑勺上。以你个大头鬼，那是我邻居，而且我和你姐又没什么。哦。元宝挠了挠头，憨笑着。凡哥别吃食堂了，我请客，咱们去紫禁之巅。你来一中上学，兄弟给你接风洗尘。宝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林凡拍了拍元宝的肩膀。客气啥？走走走。元宝拉着林凡向自己的劳斯莱斯梅影走去。欧阳瑶很自觉地拉着欧阳千木跟在后面。有紫禁之巅蹭饭，谁还吃食堂啊？车上，元宝掏出手机，
悄悄地给袁雪发了条消息：元宝，大事不好，凡哥和欧阳校花勾搭上了，我姐夫要被勾搭走了。我们现在正在去紫禁之巅的路上。袁雪，你是不是想死？林凡跟我有什么关系？袁雪看着手机上的消息，秀眉微皱，起身走出食堂。袁雪烦躁地向着教学楼走去，脑海中时不时浮现出林凡那张欠揍的脸以及那可恶的笑容，还有欺负自己时的。为什么总会想起这个讨厌鬼啊？还有这糖怎么这么酸？袁雪停下脚步，捏着小拳头吐掉口中的奶糖，转身走向停车的地方。紫禁之巅大酒店，把菜谱全给我上一遍。元宝扔下菜谱，看向服务员：今天给我兄弟接风，把你们这吹唢呐的给我叫来。好的先生。服务员嘴角微抽，请问先生您要喝点什么？我们这无论是酒还是其他饮品都是最全的，小孩子才做选择，明白了吗？元宝大手一挥，行了，你下去吧。服务员鞠躬离开，关上房门。你挺奢侈啊。林凡挑了挑眉，吃我兄弟的席能不多点吗？元宝义正言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不是怕浪费我还想再点。林凡抱着肩膀，我算是明白了，你是想给我送走？怎么会呢？凡哥你可是我姐夫，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元宝憨笑着挠了挠头，话外之音尤为明显。欧阳千木秀眉微皱，面色不太好看。元宝，林凡什么时候就成你姐夫了？欧阳瑶冷哼道，他要是也应该是我姐夫才对。林凡，欧阳瑶，凡哥早就是我姐夫了，他和我姐把房子都震塌了。元宝反驳。林凡，欧阳瑶不屑，房子震塌？林凡还说要和我姐去野战呢，围墙说不定都能震塌，你姐拿什么和我姐争？林凡，元宝，凡哥帮我姐进监狱受，你姐没这待遇吧？欧阳瑶，林凡喂我姐喝奶，你姐没享受过吧？元宝，凡哥之前住在我家，天天和我姐见面，感情你知道吗？欧阳瑶，我和我姐昨天住在林凡家共处一室，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元宝，我姐背。欧阳瑶，我姐有。欧阳瑶，妈的，姑奶奶忍不了。御兽单挑。元宝，单挑就单挑，怕你啊。欧阳瑶抬手，一道蓝色法阵凭空出现，御兽被召唤而出。元宝抬手，一道紫色法阵凭空出现，御兽同样出现。停，你俩要拆楼啊？林凡扶额，他都听懵逼了，这些事他啥时候干过？他咋不知道呢？能不能消停的吃个饭？林凡起身，还有你们编的时候，能不能考虑一下当事人啊？哼，看在我姐夫的面子上，今天不和你计较。元宝冷哼，抬手收回御兽，返回座位。我姐夫要是不发话，姑奶奶非得把你从楼上打下去。欧阳瑶同样返回座位，如同一只暴躁的小野猫。就在此时，紧闭的房门被推开，袁雪走了进来。姐，你怎么来了？元宝惊诧，他姐刚才的语气可是很严肃的，那架势恨不得打死他。这怎么突然又来了？什么情况？莫非真的爱上我凡哥了？看来应该是这样的，果然啊，果然。凡哥牛逼，我刚好还没吃午饭就过来了。袁雪款款一笑，坐在了林凡的身侧，不过目光却一直和欧阳千木对视，一丝淡淡的火药味逐渐升腾。你好，我叫袁雪。袁雪笑着向着欧阳千木伸出手。你好，我叫欧阳千木。欧阳千木笑着回应握手，二女握着的手慢慢微红，显然在较着劲。欧阳千木，雪妹妹的手还真软呢。袁雪，千木妹妹也不差呀。言罢，二人松开手再次落座，看着彼此带着笑意。欧阳千木，雪妹妹一路过来一定口了吧？这是林凡给我的旺仔牛奶，我还没来得及喝，你先润润喉。袁雪接过旺仔牛奶，心中一颤，依旧笑着。千木妹妹真的是太体贴了。欧阳千木，雪妹妹别和我客气，你我一见如故。袁雪，千木妹妹说的是。随着唢呐声响起，菜品不断的被摆上餐桌，终于开饭了，饿死了。听着两个女人你侬我侬了半天，林凡头都大了。原来女人之间的感情这么简单，才见第一面就一见如故了。林凡哥哥，这菜不错，你尝尝。袁雪抬起筷子，夹了一块木耳放进林凡的盘子里。林凡错愕，把手伸向袁雪的脑门，没发烧啊？你咋了？袁雪娇笑，没有呀，这不是我们的赌约吗？千木妹妹，你别误会，我就是和林凡打赌输了。没误会啊，凡哥哥，这鲍鱼很不错呀，汁水很饱满，你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呢。欧阳千木轻笑，夹起鲍鱼同样放进林凡的盘子里。林凡错愕，懵逼的看向欧阳千木，凡哥哥，菜凉了可就不好吃了，多吃点，这道菜也很不错呢。欧阳千木柔声，再次夹起了一只生蚝放进林凡的盘子。袁雪拿着勺子玩起一勺大补汤送到林凡的嘴边，林凡哥哥，这个对身体好。欧阳千木夹起一颗黑芝麻球递到林凡的嘴边，凡哥哥，这个补肾。林凡，凡哥，我敬你一杯。元宝起身给自己斟满了一杯酒。欧阳千木、袁雪二女各自拿着一瓶酒就往林凡的杯子里倒。红掺白，林凡嘴角微抽，他明白了，这俩女人是要让自己胃穿孔。他懂了呀，他悟了，为什么感觉不对劲的原因，他终于找到了。我不喝酒，你懂的。林凡笑了笑，那我就以奶代酒吧。话音刚落，欧阳千木从桌上拿起一瓶奶麻利的拧开盖子，凡哥哥，喝我的奶。袁雪同样不慢，林凡哥哥喝我的奶吧，我的多，千木妹妹你那个太少了。林凡，太坏了，这是想让他奶中毒，自己没惹他们俩，这到底是为什么？林凡不解，茫然，惊恐，奶有点腻，我还是喝水吧。说着，林凡从桌前拿起了一瓶农夫四泉，咕嘟咕嘟一饮而尽。看着还饮的林凡元宝微微一愣，随后把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时间犹如饭桌上的菜肴，不断的被加入林凡的盘子内。哥，
林凡欲哭无泪的打了一个饱嗝，他感觉饭都已经甜到了嗓子眼，这他妈全自动可真是太可怕了，他2辈子加起来都没这么撑过。2位神仙收了神通吧，我真吃不下了，哥。林凡哭丧着看着面前餐盘里堆着的半人高的食物，我究竟是哪里得罪2位了？您2位直接说就行了，也不用想把我活活撑死。哥，欧阳千木，凡哥哥，我和雪妹妹这不是怕你吃不饱吗？你说对吧，雪妹妹？袁雪点了点头，是呀，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呢，多吃点总是好的。林凡，我可谢谢您2位了，哥。林凡打了个饱嗝，摇摇晃晃的站起身，宝啊，送我回学校，哥。元宝连忙起身，搀扶着摇摇晃晃的林凡向着门口走去。路过唢呐选手时，林凡站住，拍了拍唢呐选手的肩膀，吹得挺好，但下次别吹了，哥。唢呐选手坐上元宝的车，一溜烟的开回一中校园。元宝，凡哥，那唢呐选手不吹得挺好的吗？莫跑调啊。林凡，是挺好的，他妈给我来了个安河桥循环，能不好吗？跑了5、6趟厕所后，林凡坐在比赛待战区内，等待着比赛的开始。林凡，你没事吧？欧阳千木坐在林凡身侧，柔声询问。喝点旺仔吗？我带了奶。欧阳瑶则是捂着小嘴在一旁偷笑。托你俩不杀之恩，我还苟活于世。林凡生无可恋的摆了摆手，面色苍白。欧阳千木搓着衣角。就在欧阳千木刚想开口之时，评委台上的李长青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时间到了。李长青清了清嗓子，拿起桌面上的麦克风。同学们，这次比赛是市教育局取得第1名的同学，学校会在原有奖励的基础上着重培养。最后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巴拉巴拉半小时，李长青终于讲完了废话，大手一挥宣布比赛开始。这次比赛是全校性质的，不仅高3的学生参加，就连高1、高2的学生同样会参加。面对这次比赛丰厚的奖励，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反正只要冲刺进前100名就有着奖励。林凡估算了一下，每个班10人，全校参赛的学生加起来起码得有着近1000人。不过单是启用的预售对战平台就有50座，所以速度应该不会慢，这一下午的时间足够了。来到待战区的光屏前，林凡输入了自己的学号，他发现自己被排在了第5组，对手居然是个高1的学生，这还用打吗？这不就是妥妥的送分童子吗？耸了耸肩，林凡回到自己的座位观看比赛。50座对战平台上打得你来我往，热火朝天，有一招制敌的，有投降认输的，同样也有焦灼酣战的。很快轮到了林凡所在的第5组，林凡从待战区内走出，向着对战平台走去。2位同学有问题的话可以向我提出，没有的话比赛现在开始。裁判老师看向双方，没有。林凡摇了摇头，没有。那名高1的学生同样摇头。裁判老师退至一侧，高1学生严阵以待，抬手一道法阵出现，御兽被召唤而出。林凡心念一动，喵喵出现。高1学生见林凡召唤出来的居然是一只银耳猫，不由大喜。银耳猫的实力可不强，属于观赏性宠物御兽，自己说不定有希望可以拼一拼。喵喵，自由发挥吧。林凡抬眼一瞅，不过是一只22级黑铁阶的钢甲蛮牛罢了。喵喵点了点头，双爪中锋系能量汇聚，钢甲蛮牛使用野蛮冲撞，击飞他，不要给他使用技能的机会。高1学生连忙下令，MO！ 钢甲蛮牛4蹄猛然踏地，如一辆坦克车一般朝着喵喵直线冲撞而来。可惜天不遂人愿，蹄不如牛意，咔嚓！跑着跑着，钢甲蛮牛前左蹄绊在了前右蹄上，骨裂声骤然响起，听得林凡一阵牙酸。由于惯性的原因，钢甲蛮牛翻滚着冲向了喵喵，翻滚到喵喵身前1米时停了下来，脑袋正好冲着喵喵的双爪。轰！喵喵想也没想，风系能量直接打出，钢甲蛮牛直接在这一击下失去了战斗能力。比赛结束，林凡同学成功晋级。裁判老师马上宣布道。收回了喵喵，林凡无奈地走下了对战平台。刘高1学生一人在风中凌乱，这战斗不是才刚刚开始吗？为什么就结束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跑着跑着就绊到腿了呀？以前从来没出现过啊，这地面上也没有阻挡物啊。高1学生心中所想，林凡并不知道。林凡，为什么我感觉你的对手下场都不太好呢？欧阳瑶努着嘴，意外连连啊。可能我比较幸运吧。林凡坐回座位上，翘着2郎腿。欧阳瑶，太古怪了，我可不希望对手匹配到你。那可说不准，你不也晋级了？有可能下一场就你我对战了呢。林凡轻笑。比赛进行得很快，一半成功晋级，一半含恨失败。林凡再次走到光幕前，输入学号，查看自己的对手是谁。欧阳千木和欧阳瑶同样看着。你看吧，还真匹配到了。林凡耸了耸肩，指了指光幕。你就是个乌鸦嘴。欧阳瑶惊呼，俏脸上花容失色。成为林凡的对手，御兽或者御兽师的下场可是没有一个好的，尤其是方磊被喷得焦黄焦黄的，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反胃。瑶瑶，林凡就随口一说，能匹配到那都是机器的问题，不能怪林凡的。欧阳千木轻声安慰。欧阳瑶，有此姐，真乃无知性也。真的是没救了。查看过对战信息后，欧阳瑶气鼓鼓坐回座位上。看在我们是邻居的份上，等会我下手会轻点的。林凡说道。没事的，林凡，瑶瑶的实力不弱，你不用让着他，他被让着就算赢了也肯定觉得胜之不武。哼，谁用你让？赛场上本小姐一定会让你惊掉下巴的。欧阳瑶冷哼。难不成你还有什么秘密武器？林凡疑惑。当然。欧阳瑶梗着脖子。那拭目以待了。林凡耸了耸肩。林凡扫过欧阳瑶的面板，御兽还是那2只，并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看向对战平台，林凡发现元宝竟然在这22号对战平台上。
林凡饶有兴致地观看起来。雷暴喷火陀和一只浑身燃烧着烈焰、长着一双翅膀的马在战斗着。扫过元宝对面学生的面板，林凡心中一句妈卖批划过，这他妈精神病不当，又跑来当学生了？怎么在哪都能看见他？似乎是发现被人注视，易容成学生的百里孤朝着林凡的位置望去，两人四目相对，百里孤嘴角勾起一丝弧度，林凡则是比了个中指。不出意外，元宝的羊驼5个回合被百里孤的御手击败。林凡，千木，你知道百里世家吗？京都的百里世家。欧阳千木反问。对比你们欧阳家如何？林凡心中惊讶，没想到这百里世家竟然还是京都的。百里世家在京都能排到前5，我们欧阳世家不过就是一个小世家，哪能比得过百里世家？欧阳千木拄着下巴，话锋一转，不过百里世家出了一件大事，挺惨的。欧阳瑶嘴角微微抽动，心中吐槽，是挺小的，整个龙国都归你爷爷管。哦，林凡惊讶，什么大事？百里孤，京都百里世家的大少爷，3年前失踪了，整个百里世家找疯了都没找到。欧阳千木回答道。那是挺惨的，可能被当精神病抓走了吧？林凡佯装叹息，心中却有了答案。怎么突然想起问百里世家呢？欧阳千木疑惑。没，万度上没事，搜着玩的。林凡笑了笑，看见了就寻思问问。好吧。欧阳千木点了点头。很快轮到林凡和欧阳瑶上场对战，双方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没有问题对战即刻开始。裁判看向林凡和欧阳瑶。没有。林凡摇了摇头。我有。欧阳瑶举手。我肚子疼，这场比赛打不了了，就算他赢吧。欧阳瑶指了指林凡。林凡，这难不成就是欧阳瑶所说的秘密武器？确实挺让人惊讶的。哼。欧阳瑶转头就走。裁判，现在比赛打得都这么随意的吗？无奈的摇了摇头。裁判宣读了比赛结果。PG 啊！欧阳瑶突然跌倒在地，俏脸微微扭曲，小嘴不停地倒吸凉气。林凡，这什么情况？这真的是他的问题吗？林凡小跑上前，想要搀扶起欧阳瑶，毕竟是邻居，该照顾还是照顾一下。林凡，我觉得你真的有问题。欧阳瑶颤抖着站起身。你太邪门了，我明明都认输了。先别说我了，你看你都摔出血了，去医务室包扎一下吧。林凡不经意间扫到欧阳瑶裤子上有一抹淡淡的红色。欧阳瑶闻言一惊，俏脸瞬间绯红一片。包扎你个鬼，起开！欧阳瑶忍着痛，一路小跑进了卫生间口中，还不停骂道：死直男，出血了不包扎的吗？林凡挠了挠头，不明所以。女人还真是奇怪。走回待战区，林凡落座。林凡，瑶瑶刚才怎么了？欧阳千木连忙询问。她怎么自己跑了？不清楚，我看她裤子上有血迹，问她要不要包扎，她直接就跑路了。林凡如实回答。欧阳千木。下一刻，欧阳千木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姐，救命啊！快去我包里帮我拿一下 WSJ， 顺便帮我找一条裤子。我在卫生间。这，好吧，我马上就来。挂断了电话，欧阳千木有点凌乱。裤子他上那去找。算了，先不想了，先回教学楼。林凡，我先去找瑶瑶了。说完，欧阳千木起身小跑着离开。林凡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貌似应该是那啥来了。不过这应该不是自己的问题吧，自己又不是神仙。1小时后，欧阳千木搀扶着欧阳瑶回来。此时的欧阳瑶换了一条新裤子，依旧捂着小腹，小嘴中倒吸着凉气。林凡，欧阳瑶咬牙切齿，喝点奶顺顺，喝了可能就不疼了。林凡嘴角微微抽动，递给欧阳瑶一瓶旺仔。哼！欧阳瑶冷哼。瑶瑶，林凡也是一片好心，喝了吧。欧阳千木接过旺仔，插上吸管放到欧阳瑶手中，努着嘴，不情不愿地喝了一口。欧阳瑶，咕嘟咕嘟，顷刻间欧阳瑶拔出吸管，一股脑的全喝了进去。不疼了。欧阳瑶惊了，看向林凡的眼神更为诡异。林凡，你是不是会什么妖法？我不会啊。林凡皱眉，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的心理作用。你想啊，我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一瓶旺仔就包治百病呢？欧阳瑶沉思，或许林凡说的没有错，有可能真的只是凑巧，自己以前来的时候也痛过，只不过都没有这次疼罢了。林凡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控制这东西什么时间来呢？更不可能一瓶旺仔就让自己不疼了。不过还是有点邪门。比赛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欧阳千木在4强的时候遇见了林凡。欧阳千木直接选择认输，在秘境内他就见识过林凡的实力，他并不认为自己能打得过林凡，而且他还想看林凡拿到第1名，内耗道化还是不必了。欧阳千木和另一名落败的选手对战，欧阳千木成功获胜，取得了第3名。决赛剩下的2人，林凡、百里孤。待战区内，千木姐，你觉得林凡和这个人谁能拿到冠军啊？欧阳瑶看向欧阳千木。肯定是林凡喽，瑶瑶你没见过林凡真正的实力，他要是真的出手，在场的任何学生可能都不是他的一合之敌。欧阳千木认真道，脑海中回忆起秘境中林凡大杀4方的身影，美眸中小星星不断闪烁，彻底沉沦了，可怜的姐姐啊。欧阳瑶嘴角微微抽动，无奈地叹了口气。对战台上，林凡和百里孤分立两侧，彼此对视。坐席上的学生们纷纷欢呼呐喊，以一班学生为最，在班主任的带领下，硬生生给林凡造了个啦啦队出来。全校性质的比赛，这新转来的林凡可真是太给他长脸了，别的班主任看他的目光中都带着浓浓的羡慕。以一只烂大街的银耳猫，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推，难怪钱主任说重点培养林凡，一切都要顺着林凡来。就以这种实力，高考赛场上那肯定能拿得好名次啊！
想想都觉得美滋滋，他都恨不得抱着林凡亲两口。双方有问题，现在可以向我提出，没有问题的话，决赛现在开始。裁判老师看向林凡和百里孤，没有，没有。林凡、百里孤异口同声。裁判老师连忙向后退去。林凡，刚才的比赛我就在注视你了，你很强，不过今天你终究还是要败在我装逼的手上。百里孤面无表情，一副冷酷模样。基佬，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啊？还跟我哥着装？林凡抱着肩膀。百里孤脸上抽动，摇了摇头。不愧是你，这都被你发现了。你那基佬的眼神，想不发现都难。林凡摊手。百里孤。裁判老师在一侧大眼瞪小眼的看着逼逼赖赖的二人，开口道：“两位同学，请尽快召唤御兽开始决赛。来吧，让我看看你如今的实力。”百里孤抬手召唤出自己的御兽，还是那只赤焰天马。林凡，等等，你先买份意外险，我怕你出事。还有受益人填我的名字。百里孤。林凡愣着干啥？我这是为你好，是不是手机没流量了？我给你开个热点。在全场学生不解的目光下，林凡笑眯眯的向着百里孤走去。百里孤一脸懵逼的在手机上购买了一份意外险，返回自己的位置。林凡抬手，喵喵被召唤而出。林凡，喵喵，自由发挥吧。没问题。喵喵点头，爪子上2双墨镜和2只口罩出现。主人，你把墨镜和口罩戴上。戴这玩意干啥？林凡疑惑的接过。嘿嘿，等下你就知道了。喵喵神秘一笑，戴上口罩墨镜，摆出攻击姿态。林凡耸了耸肩，把墨镜口罩戴好。他想看看喵喵准备玩什么幺蛾子。赤焰天马，使用烈阳斩。百里孤直接下达指令。赤焰天马扇动着翅膀，2道火焰形成的绯红刀芒向着喵喵斩去。喵喵后腿用力，弹射起步，一跃而起。当当，2声金铁交鸣之音传出。只见喵喵原本所在位置的地面上被斩出了2道1公分的凹痕。大烟雾弹之术。喵喵嘴角上扬，大量的石灰粉包被喵喵从空坚手环内不断扔出，一道道风系攻击不断打出，准确无误的击中石灰粉包。轰轰轰！石灰粉包不断炸开，对战平台上顿时石灰漫天，陷入一片白茫之中。林凡嘴角微微抽动，他貌似知道这墨镜口罩是干啥用的了。可嗨嗨！赤焰天马，快扇动翅膀，吹飞这些石灰。百里孤边咳嗽边揉着眼睛。嘿嘿嘿，晚了。喵喵冷笑，2块板砖凭空出现垫在脚下，用力一踩，板砖下落，喵喵再次跃起。吹死你之术！双爪合十，猛然向前一推，风系能量不断宣泄而出，狂风肆虐整个对战平台，石灰粉不断吹向赤焰天马，连带着遭殃的还有百里孤。百里孤被吹得根本睁不开双眼，不断咳嗽，根本无法指挥作战。赤焰天马同样被吹得睁不开双眼，只得在空中乱飞，不断打着喷嚏。板砖不断被喵喵从空坚手环内取出，快速的踏着板砖向着赤焰天马而去。哈萨 K 破晓出现在右爪中，喵喵向前猛然挥舞，一道旋转着的龙卷风瞬息间笼罩赤焰天马。刷刷刷！喵喵伴随着风暴起舞，刀光漫天，以赤焰天马的身体为落脚点，不断造成伤害。赤焰天马不断哀鸣，伴随着哀鸣，大量石灰被吸入口中，哀鸣之声之间古怪。一酷！喵喵跃起，直接踢向赤焰天马的头颅，是大力沉的一击，直接把赤焰天马一脚踢飞，向着下方坠落而去。轰！啊！赤焰天马重重的砸在地上，身躯不断颤抖。百里孤被压在赤焰天马的身下，惨叫连连。喵喵空中几个翻滚，完美落地，伸出爪子，潇洒的担了担身上的石灰。全场一片愕然，紧接着就是一片欢呼。虽然没看清战斗是怎么样的，但显然是林凡的银耳猫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胜利。你这稀奇古怪的招式都是哪搞来的？林凡嘴角微抽，我这不是技能少吗？没办法。喵喵耸了耸肩，一脸无奈，只能自己发明了。裁判老师宣读了比赛结果，林凡获得冠军。收回喵喵，把赤焰天马身下的百里孤拽了出来。看着口吐白沫昏迷的百里孤，林凡挠了挠头，翻手间取出半管生机药剂，给百里孤灌了几滴。百里孤醒来，想要起身，却发现自己双腿根本动不了，口中不断倒吸冷气。完了，腿折了！百里孤哭丧着脸，我他妈终于知道你让我买意外险干啥了。相信我，这真的只是个意外。林凡拍了拍百里孤的肩膀，把那半管药剂递给百里孤，等保险公司理赔完，喝了这药剂你的腿就好了。我可真是谢谢您了。百里孤生无可恋。林凡微笑，客气啥？我林凡平生甘愿为兄弟两肋插刀。百里孤带着绝望的小眼神被校医抬走，连带着还有赤焰天马。嗖嗖啊！我操你妈！你出来抬我还带着手术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手术刀装口袋里给忘了。看着插着2把刀的百里孤，林凡轻抚额头。随着决赛的结束，比赛彻底落下帷幕。林凡、欧阳千木以及等前10名站在领奖台上。林凡同学，恭喜你获得第1名。李长青面带笑意，老脸宛若一朵盛开的菊花。低调低调。林凡摆了摆手，一脸淡然。获得第1那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林凡接过钻石自制的御兽蛋和装有金盒的包裹，洞察之眼扫过那枚御兽蛋，面板信息顿时出现在他的眼前。姓名：赤影幽狼，属性：火暗，资质：钻石，等级：0150，蛋形态，还真就是一枚平平无奇的钻石蛋，不过还好能值点钱。林凡心想。天穹之上突然间乌云滚滚，把原本的阳光全部遮挡，没有一丝光亮。白天转瞬间化作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我操！什么情况？怎么天突然黑了？妈的，世界末日了吗？操！谁踢老子屁股？
这太诡异了。妈妈，我想回家。靠！我手机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手电筒也不能用了，怎么回事？我明明昨天刚换的电池。观众席上学生们瞬间大乱，被这突然的一幕吓得惊慌失措。同学们，不要乱，不要乱！李长青连忙高喝，都在座位上坐好，不要造成踩踏事件。声音霎时间响彻整个场地，原本乱糟糟的学生在这一声下恢复了些许的安静，不过依旧窃窃私语，惶恐不安。李长青额头冷汗涔涔，他长那么大，同样没见过这样古怪的事情。突然间伸手不见五指，电器全部失效，太古怪了。不过身为一校之长，这个时候只能是保持镇定，不然在这黑暗中学生暴乱起来，那么受伤的人数怕是会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好在黑暗持续的时间不长，仅仅只有5分钟。咔嚓，一道雷霆骤然间划破天穹，把漆黑的天穹从中间劈开了一道裂缝，整齐的就如同刀切般。一丝光亮再次打落下，不过却是诡异的血红色。林凡剑眉紧皱，看向天穹，这他妈到底是干啥呢？老天爷用小刀拉自己屁股呢！黑漆漆的乌云逐渐向着两侧退散而去，露出血红色的天空。天空之上，一道道凶兽的虚影不断浮现而出，密密麻麻不可计数。紧接着，一道极为庞大的虚影降临，通体血红，虽是虚影，其身上燃烧的烈焰却宛若实质。凶兽虚影全部匍匐，向着那道庞大的虚影虔诚朝拜。庞大虚影如帝皇般，眼神中带着睥睨天下之色。林凡摩挲着下巴，盯着天上血红庞大的虚影，这他妈好像是头麒麟啊！林凡心中暗道。麒麟虚影扫过下方，眼神正好与林凡相互碰撞。好！麒麟虚影仰天长啸，声音震天彻地，响彻在所有人的耳边。不可计数的凶兽虚影化作点点流光消散，随后凝结成一道彩色光柱，打在林凡手中的那枚御兽蛋上。林凡惊诧，彩色光柱并没有破坏御兽蛋，而是在不断注入。洞察之眼扫过，林凡惊讶地发现手中的御兽蛋上的各种信息全部变成了问号。林凡，你怎么了？欧阳千木看着林凡的表情，柔声询问。你看不到吗？林凡一愣，看向天穹，看见什么？天穹上的异象不是已经消失了吗？欧阳千木疑惑。林凡，什么鬼？那不是明明还在吗？为什么欧阳千木会说消失了？林凡一脸懵逼。林凡，什么时候消失的？欧阳千木，就在那个红色的虚影吼了一声之后啊，天就恢复原状了呀。这好吧。林凡点了点头，可能刚才太震撼，我现在有点懵。看来麒麟虚影吼了一声后，就选择性的消失在所有人的眼前了。除了林凡，彩色光柱还在不断注入。林凡感觉手中御兽蛋虽然外表没有任何变化，但是重量却是在不断增加。注入整整持续了5分钟的时间。天穹之上的麒麟虚影看向林凡，点了点头，露出了一个可爱的笑容。随后，麒麟虚影散作血红光点，光点化作一团光芒，径直射入林凡手中的御兽蛋。林凡再次扫过手中的御兽蛋，面板再次浮现，这次出现的却不再是问号。姓名：日曜麒麟，属性：全系别，资质：神话，等级0300，蛋形态。雾草，这他妈又是一只神话资质的御兽，还是指麒麟？这他妈还卖个嘚啊！林凡心中震惊，没想到，自月营之后竟然又获得了一只神话资质的御兽，还真是天佑他林凡。圣虚神殿，一位胡子花白的老头浑身颤抖，一张老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如枯枝般的手激动的胡子都薅下了一小撮。刚才他竟然感受到了传说中的气息，凶兽族最强的大帝之一圣火麒麟的气息。可是那大帝明明很早以前就已经陨落了，怎么会突然出现与之相同的气息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复活了，亦或者是转生了？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回这位大帝。相信这位大帝若是回归，带领着凶兽族必定可以一举击破人类。老头身影瞬息间消失在原地，下一瞬出现在一座门前。老头眉头微皱，捂着心口，感受着翻涌的气血，心中哀叹：哎，这伤是越来越严重了。大门自动开启，一名少女走去。爷爷，你怎么来这了？您不是在神殿里养伤吗？少女疑惑。若儿，我凶兽族有一位大帝可能复活了，我需要你去寻找这位大帝，把他带回来。大帝？您说的是哪位大帝？少女询问。在她的记忆中，凶兽族的大帝可是有着10多位的，不过就是之前在和人类的战争中尽数陨落了。那场大战，人类最顶尖的御兽师们和这些大帝同归于尽，不然现如今整个大陆都是凶兽族的天下，哪还有人类什么事？不过这些他也是听爷爷说的，那时候他还没出生，他爷爷那时候亦不过是个史诗罢了。圣火麒麟，他的气息是在洛北市出现的。老头从怀中掏出数枚血红色的珠子，这是当年他陨落时遗留下来的，如果附近有他的气息，这些珠子就会自动亮起。我这就前往洛北市。少女接过珠子，点了点头，凌空而起，向着洛北市的方向飞去。洛北市一中，由于异象的突然出现，颁奖典礼草草的结束。抱着御兽蛋，林凡上了车，和欧阳千木坐在后排。林凡，我家的水管还没修好，今天我和我姐能继续在你家住吗？欧阳瑶趴在靠背上看向林凡。住吧。林凡点头，正好等会还要去野外击杀凶兽，反正房间那么多，也不差他俩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复刻欧阳千木御兽的天赋，温控、不灭战魂以及火焰掌控这些天赋可都是比较逆天的存在。就是不知道火焰掌控能不能和月营的全系神天赋叠加，如果能的话，那月营使用火焰系技能的时候，威力将会增幅120，那是什么概念？想想都丝滑。温控温度越高，提升的全属性越高，最高能达到200，
那么配合着月神天赋使用的话，300啊，那可是林凡觉得吊打黄金可能都不是问题。林凡的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扬。林凡，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忍心我姐和我流落街头的。欧阳瑶嘿嘿一笑，转身发动车子，一路无话。很快车子在别墅前停下，三人走进别墅，和二女打了声招呼后，林凡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出发前，林凡打算先把御兽蛋给契约了。服用9叶魂草后，契约了喵喵，而喵喵的等级又达到了青铜，那么正好还有一个契约位可以契约。把御兽蛋放在床上，林凡取出一柄匕首，冲着中指一扎，嫣红的鲜血瞬间冒出。嘶！林凡见眉微愁，心中暗骂：他妈的，还是咬得得劲，这下可糟了，口子有点大。扔掉匕首，在御兽蛋上画下契约法阵，随着最后一笔落下，法阵绘画完毕，阵阵红芒闪烁，法阵融入御兽蛋内。如月莹孵化的时候相同，蛋壳的最上方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纹，咔咔咔，裂纹越来越密集，一个小脑袋破壳而出。主人，全身赤红色的小麒麟从蛋壳内一跃而出，跑到了林凡身侧，用脑袋蹭着林凡的手臂。雾草，直接就会说话了。林凡惊诧，他记得月莹刚孵化出来的时候可是不会说话的，这难不成是语言精通天赋啊？小麒麟歪着脑袋，一副不解的模样。林凡抬手间，两道法阵相继出现，月莹和喵喵被召唤。咦，主人，你契约新的伙伴了吗？月莹走上前，好奇地打量着小麒麟。林凡点了点头，运转起洞察之眼，看向小麒麟的面板。姓名：日曜，麒麟，爆焰形态。性别：属性：全系别。资质：神话。等级：0300，黑铁阶。天赋：一祈福，爆焰形态下专属天赋，周围温度会不断上升，温度每提高5度，攻击属性临时提高20%，技能威力提高20%，最高全属性和技能威力可临时提升200。2日神，日光所及，全属性临时提高100。3全系神，所有技能威力提升50。4强锐，提高主人幸运，每进阶一次随机增幅1至1000，自身2倍加成，附加语言精通，青铜阶化形。5霸体，不受任何异常状态影响。6继承，继承宿主幸运值，宿主专属附加天赋。7吞噬，只要吞噬就能不断获取经验值，获取的经验值随物品品级而定。8无碍进阶，进阶不需要材料，到达级别后自动进阶下一个阶段。9神刺，攻击时50触发暴击效果，50触发冰冻效果，50触发灼烧效果，50触发中毒效果。10天命，有方所有单位附加1/2神刺天赋，有方单位宿主契约的全部御兽需本体在场。技能：一株元万化。看着面板的林凡直接陷入了懵逼状态，这天赋简直就离谱好吧？他妈的，还分形态，还能这么玩？这有个爆焰形态，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形态，一会可以试一下。不过这个倒是给了林凡一些灵感，月莹不是有着复刻天赋吗？直接去看奥特曼不就行了？给迪迦那个什么力量型、敏捷型复制过来，那不就是异曲同工的效果吗？越想，林凡越觉得自己是个天才，这完全可以一试啊！成功了，血赚；不成功，不亏。日神和全系神道士和月莹最开始的天赋没什么区别，不过这祥瑞就掉了。自己本身每天就在不断增加幸运点，这每进阶一个阶段还随机给自己再增加幸运，简直就是 bug。幸运点的效果他可是有体会的，那打起架来简直就是敌人的噩梦，意外频发。虽然他嘴上不承认，但心里还是知道的。后面的天赋更是变态，直接吞噬就能获得经验，而且进阶直接都不需要进阶材料了，这不妥妥的王炸，直接一路横推上神话。让月莹复刻一下子，直接日月二人组横扫一切啊！月莹的进阶材料属实让人头皮发麻，200多种啊，估计越到后面需要的越多。这下好了，直接解放。主人，你擦擦口水，流出来了。月莹贴心的递来一条毛巾。林凡回神，尴尬一笑，接过毛巾擦了擦嘴角的口水。主要是刚才激动的太过忘我，实属迫不得已。以后你就叫日算了，叫希诺吧。林凡拍了拍小麒麟的脑袋，这个日开头属实不太合适，所以林凡觉得还是换一个姓好了。好，谢谢主人。希诺点了点头。诺儿，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月莹抱起希诺，一脸宠溺之色。我叫月莹。哦，莹莹姐。希诺在月莹的怀里蹭了蹭，看向喵喵，这个呢？他也是主人的御兽吗？我叫喵喵，主人手下的最强御兽。喵喵一爪捏着下巴，一爪扶着桌子，脑袋45度仰望天花板，人称刺客喵，当然你也可以称呼我为喵哥。哦，希诺点了点头，趴在月莹耳边轻声，姐姐，他怎么看起来有点傻呀？他中二病犯了，别理他。月莹揉了揉希诺的脑袋，带着希诺向破碎的蛋壳走去。喵喵，林凡耸了耸肩，看向凌乱的喵喵，无奈摇了摇头。月莹拾起蛋壳碎片喂给希诺，他记得他刚出生的时候吃的就是这东西，这东西里面蕴含着的经验还是不少的。咔吧咔吧，希诺不断吃着蛋壳，没一会的功夫就吃完了整个蛋壳。随之身上光泽不断闪过，林凡扫了一眼希诺的面板，希诺的等级提升到了5级。诺儿，你还有什么形态？林凡走上前，坐在希诺的身旁。雾希诺歪着脑袋，有好多呢，好像有金、木、水、土、光明，还有一些形态我现在用不出来。林凡，月莹，等下你复刻一下诺儿的天赋。林凡抬头看向月莹。好的，主人。月莹笑着点头。林凡，诺儿，发动祈福天赋。好呢。希诺从床上站起身，全身燃烧起赤红色的火焰，四周的温度瞬间变热，一股股热浪涌来。紧接着，床就着火了。以希诺为中心，
火焰向四周不断蔓延，愈演愈烈。我操！林凡惊呼：“月莹，快喷水，帮我灭一下火！”林凡不知道希诺发动天赋身上还会着火呀，这他妈的直接给床点着了。月莹抬手，数道水流射出，床上燃烧的火焰逐渐被浇灭，冒起一阵阵白烟。走吧，我们去外面。林凡一挥手，带着3只玉兽向着别墅外走去。屋里是不行了，这再来一次，他怕给别墅烧着了。别墅外，花园内，诺尔发动祈福天赋。林凡下令。呼！希诺身上烈焰燃起，温度愈来愈高。诺尔向着那棵大树发动攻击。林凡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12个赤红的光点骤然出现在大树周围，赤红光点相互连接，形成了一个诡异玄奥的法阵。轰！法阵红芒大盛，数十米高的火柱冲天而起。大树瞬息间，大树化作了焦炭，微风轻拂化作点点尘埃。主人，我复刻好了。月莹俏脸上流露喜色。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月莹的面板，果然多出了3个天赋，分别是爆焰祈福、日神以及神赐。日神属于被动天赋，和神赐属于被动性质的天赋，不用特意开启，只要符合条件就会自动开启。所以那下攻击，月莹直接复刻了3个天赋。月莹使用幻音，霸体天赋还可以复制一下，至于吞噬、无碍进阶以及祥瑞天赋等下，给希诺吃金核的时候再复刻。黑铁阶的升级速度还是很快的。得到指令，月莹阴唇轻启，悦耳的歌声自月莹的小嘴中唱出。虽然林凡听不懂，但是确实挺好听的，伴随着的还有点迷糊。喵喵和林凡一样，东倒西歪，原地浑浑噩噩。若不是月莹没有使用完全版的，一人一猫怕是已经晕倒在地。希诺周身一道无形的波动骤起，眨了眨大眼睛看向月莹：“莹莹姐，你唱歌好好听呀。”月莹复刻完毕，月莹停止使用幻音技能。林凡和喵喵重新清醒。月莹使用新天赋。林凡晃了晃脑袋，下达命令：攻击左前方的那棵大树。大树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月莹身上皎白的长裙瞬间化作赤红色，一股股热浪不断升腾。哇！希诺愣了，呆呆地看着变红的月莹。12枚颜色各异的光点骤然出现在大树的周围，相互连接，法阵形成。轰轰！12系的能量宣泄而出，大树瞬息间化作了渣渣。这是你根据希诺技能魔改的？林凡惊诧。对啊，那些光点其实就是火系能量压缩而成的，通过法阵从而增强威力。月莹点头，我想着试试其他属性能不能压缩成光点形成法阵，没想到真的成功了。林凡的嘴角微微抽动，他的这些御兽一个比一个会玩。喵喵拿着石灰袋当烟雾弹，板砖当登天梯，月莹这直接自己魔改创造新技能。月莹赤红色的长裙再次变成皎白色。呼！刹那间，他就感觉周围变得凉快了许多。这天赋强是强，但是加到最高温度，林凡在想会不会把自己给烤熟了。看来以后在开启这个天赋的时候，得让月莹给自己整个冰罩什么的，不然有点遭罪。林凡翻手间，把自己这段时间收获的所有金核全部一股脑的倒了出来。喵喵现在已经达到了50级青铜阶，资质还没进阶，所以暂时没法继续提升。月莹的话一直就卡在25级黑铁阶，所以金核还是有着不少的，足够希诺升到25级黑铁阶完成进阶了。月莹，你带着希诺去吞噬金核，进阶的时候你记得复刻一下他的天赋。林凡嘱咐道。好。月莹点了点头。时光匆匆，天色逐渐暗淡。希诺成功的达到了25级，完成了进阶。月莹一直在旁边陪同，在希诺完成进阶的那一刻，月莹成功的复制了希诺的3个天赋。下一瞬，月莹的周身散发出淡淡的银白光芒，同样进阶到了青铜阶。林凡满意的点了点头，以后就再也不用为了一大堆材料奔波了。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自己的手，自己的面板出现在眼前。幸运2170，幸运直接瞬间暴涨了2000点。希诺进阶给自己增加了满值的1000点。月莹复刻天赋后进阶，再次给自己增加了1000点幸运。林凡抬手把3只御兽收进御兽空间，哼着小曲向着别墅内走去。现如今月莹的进阶问题解决了，天赋也复刻完毕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和欧阳千木去野外击杀凶兽，然后复刻焚天皇的天赋了。爆焰祈福这天赋配合着不灭战魂一起使用，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推开二女的房门，啊！惊叫声骤然响起，看着眼前的一幕，林凡直接懵了。车灯晃得林凡有点眩晕，鼻血不知不觉间横流。出去啊，你还看？欧阳瑶娇喝，惊慌失措的一把拽起床单挡在自己和欧阳千木身前。喔！林凡连忙转身夺门而出，懵逼的蹲在墙角。林凡颤抖的从空间手环中掏出了一根芙蓉王以及一个打火机，啪嗒，清脆的火机声响起，窜起的火苗点燃了林凡口中的香烟。林凡深深的吸了一口，烟雾弥漫，不断充斥着林凡的肺叶，脑海中却不断浮现出刚才的一幕幕。不将伯仲，可能会窒息。自己这是不是幸运点加猛了？这种付费章节怎么直接就出现了呢？他妈的，下次得悠着点了，不然该被当成流氓了。他林凡可是个正人君子。摇了摇头，叹息一声，烟雾不断升腾。卧室内，姐，呜。欧阳瑶换好衣服，眼角闪烁着泪花，不断哽咽。我被林凡给看光了，我的清白没有了啊！欧阳千木，欧阳瑶，我不干净了。欧阳千木，欧阳瑶，我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我以后可怎么嫁人啊？要不然，欧阳千木俏脸上陷入挣扎，微微叹息，算了，要不就当林凡没看见吧。欧阳瑶，突然，欧阳千木的手机弹出了绿信提示音。欧阳千木拿起手机一看，
是林凡发来的，俏脸不禁一红。林凡，那个刚才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在换衣服，我什么都没看到。刚才我突然失明了。欧阳千木，哦，其实是我和瑶瑶忘记锁门了，不怪你。林凡，去野外击杀凶兽吗？欧阳千木，好，这就来。放下手机，欧阳千木背起包，瑶瑶，我和林凡去野外击杀凶兽，你饿了的话就自己先吃吧。姐，我也想去。欧阳瑶抬头，这好吧。欧阳千木略微思索，点了点头。欧阳姐妹走出房间，看见蹲在墙角的林凡，喂，别蹲着了，赶紧走啊。欧阳瑶幽怨地说道。你也去？林凡疑惑。欧阳瑶，不行吗？林凡嘴角微抽，行行行。坐上车，林凡和欧阳千木坐在后排，欧阳瑶在驾驶位上不断幽怨地透过后视镜看向林凡。林凡不自在地缩了缩，车内陷入了诡异的氛围。车行驶至城门前，林凡和欧阳姐妹下了车，走出城门。欧阳千木抬手，绯红色的法阵出现，焚天皇被召唤而出。林凡心念一动，月莹同样被召唤出来。我们出发吧。林凡跳上月莹的头顶，指了指前方，前面不远处应该就能遇见凶兽，随便杀几只就好。欧阳千木点了点头，和欧阳瑶坐在焚天皇的背部，一龙一黄载着三人向着前方飞去。没过一会，林凡三人就到达了凶兽出没的区域，下方一头头凶兽在丛林中不断窜行。月莹，开爆焰天赋。林凡指挥道，注意点，别把我烤熟了。这周围的温度应该不足以让焚天皇的温控天赋发挥出来，想要发挥出来，还得让月莹把周围的温度提升起来。月莹银白的龙身瞬息间变成赤红色，龙尾上燃烧起熊熊烈焰。林凡被七彩光幕包围着，并没有感受到周围温度的上升。变色了姐，林凡的玉兽变色了。欧阳瑶长大小嘴，指着月莹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可能是变色龙。欧阳千木同样惊讶。月莹，变色龙是什么玩意？我是纯种的龙好不好啊？林凡喊道。千木，让你的玉兽开着天赋击杀下面的凶兽，天赋全开，别忘了。好。欧阳千木没有犹豫，直接命令焚天皇冲着下方窜行的凶兽发动了攻击。一道道火焰凝聚而成的羽毛不断射下，覆盖了大片区域，在这片区域内就仿若下着火雨一般，一只只凶兽不断被火焰羽毛击穿，阵亡。月莹，复刻。林凡轻声。主人，复刻好了。不出几个呼吸的功夫，月莹的声音在林凡耳边响起。洞察之眼扫过月莹的面板，果不其然，温控、不灭战魂、火焰掌控三个天赋全部复制成功。可惜了，还有个涅槃天赋，这可是相当于多一条命啊！不知道这焚天皇什么时候能死一下。林凡心中暗想，旋即摇了摇头。欧阳千木还是挺好的，自己想着让人家玉兽去死，有点不太道德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月莹恢复初始形态，林凡周身的七彩光幕随之消散。天赋复刻完毕，收取金盒后，林凡和欧阳姐妹返回别墅。回到自己的房间内，林凡召唤出三只玉兽。希诺晋升到了青铜阶，同样可以化形，一身火红的长裙，粉雕玉琢的俏脸，身材凹凸有致，比之月莹毫不逊色。林凡把空间手环内的所有材料，包括月莹所需要的那些进阶材料全部取出，堆成了一个小堆。月莹和希诺边吃着材料边看着电脑，电脑上播放的真是奥特曼。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林凡觉得还是要试一下。喵喵则是在操控着另一台电脑，苦练黑客技术。他不羡慕，他真的一点都不羡慕。他相信自己以后只要好好跟着主人混，肯定能混成天下第三。林凡掏出手机，从通讯录中找到李长青的电话，拨打了过去。电话响了2声，便被接听。林凡同学，这么晚了什么事啊？李校长，上次说的那4份材料不用找了，帮我多找一些金盒还有材料，什么等级的都行，数量越多越好。只要是材料就行，反正现在只要是吃就能获得经验，数量大管饱就行了。行，明天一早就给你送过去。李长青闻言一愣，虽然不明白林凡要那么多材料和金盒干什么，但还是应下了，反正不用他掏钱买。没问题，那拜拜。林凡挂断了电话，悠闲地躺在大床上。洛北市青崖山脉，少女来到一处宫殿前，看向门前的2头凶兽守卫，掏出了自己的身份令牌。见过大人。2名凶兽守卫看清少女手中的令牌后，面露惊诧，连忙匍匐参拜。这种令牌乃是东部战区神殿高层才能拥有的，而他们这一系正归属于东部战区统领，在东部战区内的所有凶兽都会无条件服从神殿所下达的命令。面前这名少女拥有令牌，显然是一位有来头的大人物。带我去见你们的统帅。少女面容清冷，不带有一丝表情。遵命，请大人跟我来。凶兽守卫起身，恭敬地说道。少女在守卫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大殿前，前方是统帅大人的居所，来者止步。2名狼首人身的凶兽拦下守卫以及少女。这位乃是神殿来的大人，快去通报统帅。还未等少女开口，带路的那名凶兽守卫连忙上前。2名狼人互相对视一眼，眼神中闪过惊诧。他们这种小区域怎么还会有神殿的大人前来？当真不可思议。还请您稍等，我这就前去。狼人的话还未说完，大殿的门便被打开，一位身着漆黑长袍的中年人从门内走出。青崖山脉墨狼部统帅弥沙参见圣女大人。中年人单膝跪地，俯首高喝，参见圣女大人。所有人当即齐刷刷的跪倒一片，口中高呼：起来。少女依旧面无表情。弥统帅，我需要50名能化形的凶兽，跟我去洛北市一趟。弥沙起身，脸上一愣，露出苦涩。圣女，化形需要铂金阶，我部所有铂金阶加起来还不够50名啊。少女皱眉，有多少？28名。弥沙颤颤巍巍，这么少？少女迟疑，28名在我看来已经很多了好吗？
你以为都像神殿一样，铂金一抓一大把呀？谁懂我们这些小区域的痛啊？弥沙心想，口中却说道：青崖山脉资源匮乏，所以只有28名铂金阶圣女，这是我们的极限了。算了，把这28名铂金带来。少女无奈，圣女，还请您殿内等候，我这就命人把他们叫来。弥沙伸手一礼，随后向手下吩咐，去把28名将军全部叫来。是。手下领命离去。少女走进殿内，坐在主位上，从一个小布包内取出那8枚血红的珠子，珠子上刻画着玄妙的符文印记，这种符文她从未见过。珠子入手冰凉，她感觉这珠子内蕴含着一股奇特的能量，至于这股能量是什么，她并不清楚。不出片刻，28名铂金阶齐刷刷地站在少女前方。少女扫视了一眼，俏脸上微微抽动。这化形的真是差劲，4只虽是人身，但却是狼脑袋；5只虽表面看起来像人，但却长着毛茸茸的耳朵；8只身后的狼尾巴在不停地晃来晃去；2只没有毛茸茸的耳朵，也没有狼尾巴手，却是狼爪；6只没有奇奇怪怪的特征，但脸上却是有着不少黑色的毛发。只有3只化形的还算凑合，起码走在人群里不会被发现。哎，算了，矮子里拔高个吧。少女无奈地叹息一声，玉手抬起指着几名铂金：你，还有你们14个，跟我去洛北市。遵命。被少女点到的铂金阶面色一喜，连忙单膝跪地。这可是圣女啊，跟着圣女出任务，那可是天大的好事。神殿可是富得流油，他们现在每升一级都极为的困难。若是能得到圣女的赏赐，说不定实力会更进一步。若是能得到一些好的材料，化形的更加完全，也不是不可能。你们留下，其余人出去。少女下令道。遵命。有着少女的命令，弥沙带着其余的14名铂金阶退出了大殿，关上殿门。殿内只剩下少女和那被选中的14名铂金。此次前往洛北市，我要寻找一位凶兽族大帝。这珠子感知到附近有大帝的气息后会自动亮起。你们的任务就是帮我在洛北市内地毯式搜寻。少女捏着珠子看向下方的众兽人，这是人类世界的手机，相信你们应该见过。少女从包里取出7部手机，搜寻到后在群里发所在地的坐标，都明白了吗？明白。众兽人齐齐点头。人类世界的手机他们还是玩过的，毕竟他们都杀过御兽师，御兽师的身上就有着手机这种物品，所以他们并不陌生。2人一组，拿上手机和珠子，现在出发。少女起身，头也不回地向着殿外走去。一众兽人快速分好组，拿起摆放在地面上的手机和珠子，纷纷离去。少女凌空而起，直奔洛北市而去。深夜，林凡躺在大床上辗转反侧，一闭眼睛就是车灯，睡不着啊。月莹，帮我助眠一下。林凡看向正看电视的月莹说道。好的，主人。月莹起身来到林凡的身侧，发动幻音，开始给林凡唱摇篮曲。林凡很快便甜甜地进入了梦乡。正埋头敲代码的喵喵同样栽倒在电脑上，呼呼大睡。月莹看向林凡，美眸流转。主人，晚安。在林凡的脑门上轻轻一吻，月莹返回电脑前继续研究动画片中的天赋和技能。他复刻了一个很厉害的天赋，这个天赋不仅他可以用，就连林凡同样可以使用。相信主人知道后一定会很开心的吧。林凡别墅外的不远处，百里姑嘴里吊着根牙签，手中拿着一罐啤酒。终于来了。百里姑嘴角上扬，捏瘪易拉罐，一脚踢飞，抬手2道法阵接连出现，圣羽猎雕和玄甲鬼面鳄被召唤而出。出来吧，我已经发现你们了。百里姑抱着肩膀。什么情况？一名铂金兽人皱眉，他和同伴刚来到这边，紧接着就有一个人类冲着他们这边大喊，发现他们了，身旁还带着2只铂金阶的御兽。不清楚，珠子亮了，先把坐标发到群里告知圣女，我去会会这个人类。另一名兽人开口，语气中带着不屑。区区一个人类和2只铂金御兽罢了，他在野外常年厮杀征战，对付这种活在围墙之下的御兽师还不是手到擒来。言罢，狼人身上气势瞬间全部爆发，冲向百里姑。风吹落照在头上的兜帽，露出一对毛茸茸的耳朵，果然一样。百里姑不屑一笑，下令道：玄甲鬼面鳄，王继所。玄甲鬼面鳄周身团团黑气散发而出，双眼变得一片赤红，一道道黑色的能量不断漂浮而出，向着冲来的狼人袭去。狼人咆哮一声，双手中凝聚出道锋刃，打向黑色能量。刷刷刷，锋刃高速划过，不断切割在黑色能量之上，黑色能量霎时间被切碎。雕虫小技，人类受死吧！狼人不屑，加快速度向着百里姑冲去，他要一击干掉这个人类。御兽师这个职业的弱点就是人类本体，只要干掉御兽师，那么接下来的战斗就会无比轻松。无知。百里姑从背包内自顾自地掏出1罐啤酒，拉开拉环，美美地灌了一口。在距离百里姑还有10多米距离的时候，狼人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紧接着流露出惊恐之色。他发现他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束缚住了，巨大的力道根本让他不能再前进一步。束缚住狼人的东西，自然是他刚才切碎的黑色能量。切碎后的黑色能量看似消散，实则每一块都会重新复苏。这些黑色能量复苏后，从狼人的身后先是缠绕住了狼人的双腿，把其绊倒，随后紧紧地把他缠绕起来。我的能量！狼人惊呼。他感觉他的能量正在不断的流逝，缠绕着狼人的黑色能量不断蠕动，变得越发的庞大了几分，劲道更足。狼人的脸色变得越发的苍白，挣扎的越发微弱。见差不多了，百里姑命令玄甲鬼面鳄收回了黑色能量。收回黑色能量的玄甲鬼面鳄身上闪过一阵光泽，看来上次预料的不错，果然经验差的不多。百里姑口中喃喃，随后下令道：圣羽猎雕，千猎暴影杀。圣羽猎雕双翅上风系火系能量弥漫，2道火焰风暴瞬间凝聚而出，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着地面上如死狗一般的狼人吹去。狼人浑身剧颤，但却根本无法行动，他现在就如同被榨干了一般，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两道风暴重合，形成了一道更庞大的风暴，狼人被卷入其中，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风暴内的风系能量切割成碎块，紧接着火系能量席卷，烧得灰飞烟灭。风暴消散，只有一枚金盒孤零零掉落在地面之上。不过区区2分钟，战斗便已然结束。圣羽猎雕翅膀一扇，风系能量卷起地面上的金盒，飞向百里孤。百里孤抬手一握，稳稳地接住。行了，到你了。百里孤看向还剩下的那名狼人，怎么样？消息发完了？你到底是谁？还有，你怎么知道我在发消息？那名狼人惊恐地向后退了2步，他才刚刚发完消息，同伴就变成金盒了。战斗结束得太快，他连援助的机会都没有。金盒没必要知道的太多。百里孤耸了耸肩，直接下令：玄甲鬼面恶，王继所。王你妈！那名狼人咆哮一声，拔腿就跑。他和一起的同伴实力不分伯仲，留在这里就是找死。等其他队伍的支援过来，到时候再一起灭掉这小子。他就不信13只铂金加上圣女，不把这小子天灵盖都掀飞喽！薛宁还看戏啊？出手吧！百里孤看向一个方向，面对那名狼人的逃跑，毫不在意。唰！一道狂暴的火焰顷刻间飞出，方向正是那名逃跑的狼人。轰！眨眼间，狼人直接化作了一枚金盒，尸体直接被炸成了飞灰。金盒和血红珠子掉落在地，一名25、6的女人乘坐着一只焚天皇落在地面。女人从焚天皇的身上一跃而下，弯腰拾起金盒和珠子。百里孤，薛宁看向百里孤，秀眉微皱。如你所料。百里孤耸了耸肩，被认出来，在他的意料之中。他们百里世家特有的玄甲鬼面恶以及圣羽猎雕，加上百里世家的人都在京都，只有他失踪了。洛北市这个小地方出现这2种御兽，想不认出来都难。不过无所谓，只要他想，谁也无法找到他，当然林凡除外。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薛宁迟疑。无可奉告。百里孤摇了摇头，灌了一口啤酒。等会还会有铂金街的凶兽不断来袭，今晚有的忙了。你怎么知道的？无可奉告。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无可奉告。你……百里孤抬手打断，眉头微皱。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别问了，我就是不告诉你，怎么样，气不气？薛宁捏紧了拳头。少女看着手机上的定位坐标，不断加快飞行速度。钻石阶的实力全部展开，在空中划过一道道残影，音爆声不断在她耳边响起。距离坐标的位置越来越近，少女手中的珠子亮起红芒，一道细微的波动出现在少女的正前方，少女并未发现，径直的飞去。面前场景突然变换，少女俏脸上全然一副疑惑之色。她刚才明明还在空中，怎么一下出现在地面上了？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天空中还在不断飘着雪花，这是哪里？少女左右环顾，没有任何生物的踪迹，有的只是无尽的白雪。我这是陷入幻境了。少女口中喃喃，抬手间一道能量打出，不远处的地面霎时间被炸出一个大坑，无数的土石被炸得冲天起，伴随着雪花不断下落。少女陷入了迷茫，雪花是有着冰凉触感的，地面也确实是实质。可是她到底是什么来到这里的？她要怎么出去啊？突然，雪花停止飘落，地面上的积雪开始消散，一头又一头恐怖的凶兽凭空出现。少女花容失色，这些凶兽使她感觉到了恐惧。这些凶兽最弱的实力都有着史诗，更高的甚至可能已经超越了传说。少女不断向后退着，凶兽们猩红着双眼向少女扑杀而去。别墅内，林凡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大雪纷飞，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他屹立于天穹之上，俯览着整个世界。世界中没有任何生灵，显得死气沉沉。突然间，一个小黑点突然出现，虽然很小，但却被林凡所洞察。朝着小黑点看去，林凡惊讶地发现他的眼睛居然可以像望远镜一般远近调节。这梦还真是奇怪啊！林凡心中暗想，他从未想过眼睛还能出现这种能力，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虽然只是梦境，这小黑点是一名少女，面容极其精致，凹凸有致的身材并没有被身上宽松的黑色长袍所掩盖，不过俏脸上却是一片茫然之色。少女猛然间抬手，一道攻击打出，地面上被炸出了一个大坑。这应该不是人类吧？林凡口中喃喃，下意识的就运转洞察之眼扫去。姓名：九尾幻天狐。性别：属性：幻系、光明系、空间系。资质：传说。等级：130-200，钻石阶。眼前的面板印证了林凡的想法，这少女的确不是人类。不过林凡很意外，为什么他会梦见一只狐狸？他可是从未见过这种凶兽啊！就在林凡思索之际，雪花停止飘落，地面上的积雪消散，无数的凶兽凭空出现，遍布在梦境中的各个角落。好，好！凶兽们不断咆哮，双眼赤红，一步步向着那名少女逼去，同时向着少女的位置发动了攻击。自相残杀！林凡狐疑，这少女不也是凶兽吗？这些凶兽为什么会攻击呢？刷刷刷！少女不停的瞬间移动，看得林凡一脸懵逼。这有点意思啊，不愧是空间系凶兽。林凡摩擦着下巴，很快又摇了摇头。哎，太多了，能量中有耗尽的时候。接连的瞬间移动，使得少女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胸口不断的上下起伏。一道攻击袭来，少女想要再次发动瞬间移动，可是却如何也使不出来了。少女俏脸上满是绝望，她到现在还在迷茫，为什么好端端的突然就出现在了这里？这里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多能扫平御兽大陆的存在？轰！攻击打在一道七彩光幕之上，少女微微一愣。天穹之上，林凡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口中喃喃：雾草，不愧是做梦啊！我连月莹的技能都能用出来。刚才挡在少女面前的七彩光幕正是林凡所释放的，他想试试在梦中他是不是无敌的存在。
这少女是他在梦中见到的第一个生灵，他可以肯定的是，这少女与那些赤红着眼的凶兽不同，这少女似乎有着灵智，那些凶兽就如同杀戮机器一般。不过令他意外的是，这些杀戮机器的等级异常的高，最低都有着史诗级，甚至还有着神话级的存在。月华婆娑，林凡打了个响指，数万道皎白的弯刃瞬息间出现，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飞向少女的周身。这些弯刃上下翻飞，围绕着少女50米内的杀戮机器，化作无数散落的血块。各种物品不断的被爆出，一道道颜色各异的光芒直冲天际。少女揉了揉双眼，面前的弯刃还在翻飞，冲来凶兽们还在被切割。少女再次揉了揉双眼，还是相同的场景。少女傻了，她好像是被救了。林凡从天穹之上缓缓降落，来到少女面前。哈喽，会说话不？林凡在少女的眼前挥了挥手。这少女刚才还好好的，这怎么突然就好像卡机了一样？啊！少女回神，眨了眨大眼睛，看向林凡。好家伙，居然还会说话！林凡惊诧，他没想到这梦里的人还能说话，简直神奇。林凡双眼一转，伸出手，直奔车灯。有触感。林凡愣了，为什么会有触感？莫非是他翻了个身，正在摸枕头？不然怎么会这么软？少女再次傻了，呆愣愣地看着林凡，俏脸上不断升腾起一抹抹红晕。果然是做梦。林凡心想，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一个大嘴巴子扇过来吗？这少女就这么呆愣愣地看着自己，并没有反抗。是不是傍晚那会看欧阳姐妹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还好这是做梦，不然就要被当变态了。林凡收回了魔爪，少女依旧傻愣愣地站在原地，只不过俏脸上越来越红。死机了。林凡拍了拍少女的小脸，疑惑地开口：少女，你……林凡，我……少女，你我……林凡，我……你……少女，你要娶我？林凡，这回轮到林凡懵了，这都什么和什么啊？少女认真，我们天狐一族族人一辈子只能有一个配偶，你轻薄了我，所以你必须娶我。林凡懵逼。见林凡没有答话，少女捡起地上爆出的一柄短剑，就要向着心口刺去。林凡手指微弹，弹飞了少女手中的短剑。你的样子并不想娶我，那你拦着我死做什么？少女质问。哎，别死了，娶你娶你。林凡耸了耸肩，反正都是在做梦，就当做体验生活了。梦醒了，一切也就都结束了。真的？少女惊喜。真的。林凡点了点头。夫君。少女飞身抱住林凡的胳膊。额娘子。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夫君，那我们什么时候圆房？少女询问。林凡错愕，圆房？对啊，你都同意娶我了，那不就要圆房了吗？少女点了点头。等等吧，不着急不着急。林凡尴尬一笑，地上爆出这么多东西，我先看看都是什么。林凡抽出手臂，跑向周围杀戮机器们死亡后爆出的物品，拾起其中的一件，林凡扫过。我操！林凡惊呼，这他妈居然是一件传说级的物品，居然有着定格时间的作用，太变态了。这要是放在现实中，那岂不是掉炸天了？捡起旁边的一枚能量魔晶，林凡再次扫过。敏捷永久增加3000点。夫君，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少女蹲在林凡的身侧，好奇地打量着。刚才的场面太过震撼，导致他都没注意到这些凶兽居然死后会出现东西。看了看手中的能量魔晶，又看了看面前的少女，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林凡心中升腾而起。这些物品无法带到现实，但自己可以在梦里玩养成啊。自己在梦中虽然是神一般的存在，但亲手培养出一个无敌的存在，想想都有趣。林凡注视的目光使得少女一脸茫然，俏脸略微红润。夫君，你怎么了？少女忽然开口。你这样看着我，我有点害羞。没事。林凡回神，伸手递出手中的能量魔晶，来，张嘴把这个吃了。少女张开樱桃小嘴，如小猫般把林凡手中的能量魔晶一口口吃掉。林凡的手心感觉痒痒，不过林凡也没在意。每咬下一口，少女的俏脸上都震惊一分。这东西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感觉她的敏捷属性居然在不断提升。夫君，这是什么？太神奇了。少女抬起头，我感觉我的实力增强了好多。能量魔晶可以增强属性的东西。林凡笑着解释。谢谢夫君，夫君你对我真好。少女眨了眨大眼睛，小嘴吧唧印在了林凡的嘴唇上。林凡大脑一片宕机，林凡愣住，自己的初吻就这么没了，还是被强吻的？好吧，没事，反正就是在做梦而已。不过还挺甜的。身为一个男人，林凡怎么能被强吻呢？当即回应化为主动。少女俏脸逐渐红润，瘫软在林凡的怀中。林凡别墅的不远处，百里姑掏出一包瓜子，边嗑着瓜子边灌着啤酒，时不时爆发一声喝彩。在薛宁钻石阶焚天皇压倒性的攻击之下，接连赶来的狼人如葫芦娃救爷爷般被不断的覆灭，一个个化为金河。你能不能闭嘴？薛宁瞥了一眼百里姑。当然。百里姑停顿，吐飞瓜子皮，不能了，你很欠揍。薛宁捏紧拳头，等战斗结束，我就给百里世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你在这，别介啊。百里姑连连摇头，他们大老远赶来怪麻烦的，而且薛姐，我相信你不是个喜欢打小报告的人，你说对吧？那就闭嘴。薛宁冷哼。林凡别墅内，希诺指了指大床，莹莹姐，你看主人为什么一直在清空气啊？月莹望去，还真如希诺所说，林凡不停地清着空气，双手还在不停地活动，好像是在抓着什么。可能主人是在梦里拥抱大自然吧。月莹也搞不明白，歪着脑袋编了个理由。这样哦。希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林凡的梦境内，四周的弯刃还在不断的切割，
就如同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试图冲进来的凶兽们依旧被不断的切割成块，物品刷刷刷的爆出。片刻后，凶手们停止进攻，赤红的双眼中带着一抹幽怨、不解，无奈的离去了。纯分，林凡重新起身，我去看看都爆了些什么东西。林凡摸了摸少女的脑袋，你去找能量魔晶，然后把它们都吃掉。都听夫君的。少女害羞的点头。走至一堆混合的肉块前，林凡拾起一枚类似于种子的东西，擦了擦上面的血迹。这种子通体泛着赤红，一股股温热的触感不断传来。运转洞察之眼，林凡扫过这枚种子。物品：火系之种。使用方法：吞服。效果：御兽、凶兽。吞服后可增加火属性系别，该火系之种内的全部技能和天赋会自动获取。若御兽、凶兽原有系别为火系，除获取全部技能天赋外，会额外随机开启一项火系天赋，可叠加使用。我操，这个牛逼啊！看着面板上的介绍，林凡错愕。这东西的含金量，林凡觉得甚至不比能量魔晶差，可以增加系别，这不就相当于每个系的都服用一遍后，就会像月银和希诺一样变为全系别吗？获取火系之中内的全部天赋和技能，还能叠加使用。这片世界的凶兽那么多，要是杀干净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无限技能和天赋了？林凡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简直是太酷了。可惜啊，这是梦魇。如果在现实世界中击杀史诗级以上的凶兽，不知道会不会爆出这种东西。不过就算能爆出来，现实中以他现在的实力也打不过。在梦里把这些物品东西的效果都试验一番，倒也不错。阿 T， 在一侧吃着能量魔晶的少女突然打了个喷嚏，不解地揉了揉鼻子。她已经是钻石阶了，讲道理应该不会感冒的呀，怎么突然打喷嚏了呢？可能是以为血腥味比较浓的关系吧。少女疏导着自己，又开始小口地吃起能量魔晶。拾起一只空间手环，林凡轻车熟路地咬破中指，滴了一滴血在上面。空间手环上一阵红芒闪烁过后，成功认主。WTF！ 林凡疑惑，没想到这梦里竟然和现实一样。随之也就释然了，触感都有，痛感应该不稀奇。有了空间手环，林凡把一件件物品收进手环内。不得不说，传说级的空间手环的内部空间还是极大的。把物品全部收入手环后，林凡手中只剩下了2件物品，一座巴掌大的宫殿，另一个则是一艘巴掌大的飞船。物品：神域圣堂。品阶：神话。使用方法：滴血。效果：可随主人的心意改变大小，随时收取。拥有自动防御功能，完全抵御神话阶及以下的任何攻击。若被攻击，攻击会被自动吸收并反击，反击威力为原技能威力的200。圣堂内能量恢复速度100，生命恢复速度100，每日自动生成10枚神话阶全属性圣果，服用后全属性提升2000，随机获得一项天赋或技能，每单位每日限服用1次。林凡。物品：神域圣剑。品阶：神话。使用方法：滴血。效果：可随主人的心意改变大小，随时收取。每日自动充能，飞行速度为神话阶全速的5倍，可发动各系能量进行攻击，可开启防护罩，每日除飞行耗能外，最大可使用100次，能量用尽后可使用晶核充能。看着这2件物品的面板，林凡嘴角微微抽动。神话品质的物品确实不一般，不过他这只是梦境啊，这东西作用好像不是太大。醒来后这些就没了，下一次说不定就梦不到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林凡耸了耸肩，想那么多干掉，先爽了再说。咬破中指，林凡再次在这2件物品上滴血，红芒乍现，认主完毕。林凡心念一动，巴掌大的宫殿在林凡的手心漂浮而起，慢慢的飞向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之上。宫殿落地，体积开始不断增大，1米、10米、100米、1000米。林凡剑眉微皱，这宫殿看起来好像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太大了没必要，1000米的占地面积已经很够用了。心念再次一动，宫殿停止增大，保持在1000米大小。一旁的少女瞪大了双眼，小嘴微张。凭空出现的宫殿，这太不可思议了。夫君，这是我们以后的家吗？少女问道。没错。林凡回应，拉着少女向着宫殿内走去。宫殿大门自动开启，少女呆呆地跟着林凡走进宫殿。至于找圣火麒麟的事情，她已经不去想了，就这么和夫君一直生活在这里挺好的。天狐一族的女子都是这般，她的母亲就是如此，那么她自然也不例外。林凡是她的男人，一切都以林凡为主，其余的都不作数了。什么圣女，不做也罢。神域圣堂内，富丽堂皇，雕梁画栋。林凡觉得他2辈子加起来都没见到过这么豪华的地方。大厅正中心的位置有着一座雕像，雕像45度仰望天花板，周身10枚全属性圣果围绕着不断漂浮，全属性圣果上光彩四溢，映照的雕像如同天神下凡。看着这座雕像，林凡的嘴角微微抽动，这丫的不就是自己吗？挥手间，一枚全属性圣果被林凡射了过来，把这个吃了。林凡把果子递给少女，少女点头，接过圣果，开始小口的吃着。夫君，你不吃吗？少女俏脸上一抹幸福浮现，这果子好好吃哦，是若儿吃过最好吃的果子了。真有这么好吃？我尝尝。林凡挥手再次射来一枚果子，咔嚓咬了一口，味道确实不错，甜而不腻，汁水饱满。不过林凡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提升。之前林凡是吞噬过能量魔晶的，属性的增长他体会过。看来在这梦境中我是无敌的，所以吃增加属性的物品并没有什么效果。林凡心中暗道。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宫殿外天色逐渐暗淡，少女把林凡收取能提升实力的物品都服用完了。林凡扫过少女的面板，在大量物品的强力增幅下，少女的全属性丝毫不弱于史诗阶的属性，等级更是提升到了150级钻石阶的巅峰。夫君，
我们圆房吧。少女俏脸微红，林凡，夫君是不愿意吗？少女微微低头，玉手中悄然幻化出一把匕首，抬起横在自己的脖子上。看来夫君并不喜欢若儿，不想和若儿圆房。少女眼角红润，你误会了。林凡握住少女的手，义正言辞，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但我们才认识不到1天，进展太快了，就这么随随便便要了你，这是对你的不负责。还有啊，不要随随便便就自杀，如果你死了留下我一个，我岂不是很伤心？听着林凡的话，少女娇躯微微颤抖，玉手中能量化作的匕首悄然消散，化作点点光芒。原来是自己误会夫君了，自己真是太不懂事了。夫君是想把那个留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夫君还要给自己一场最盛大的婚礼。夫君这么的有担当，自己能得到夫君的垂怜，真是三生有幸。自己总按照自己的想法判断，一点也没顾及到夫君的感受。夫君肯定很难过，以后自己一定不能这样了。夫君，若儿错了。少女抱住林凡，是若儿没顾及到夫君的感受，夫君不要生若儿的气好不好？若儿以后不会这样了。没生气，我只是心疼你，万一你不小心划伤自己怎么办？林凡继续编，伤在你身，痛在我心。夫君。少女哽咽，林凡轻拍着少女的后背安慰。少女轻闭双眸，胸前一滴精血悄然飞出，融进了林凡的体内。顷刻间，少女面色惨白，不过俏脸上却带着幸福之色。这一切，林凡并不知晓。在相拥中，林凡的身影逐渐消散，最终化作万千光点。夫君，少女错愕，光点汇聚成了一行文字，每一个字都深深烙印在少女的心中。若儿，等你。别墅内，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林凡的脸上，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林凡伸了个懒腰。主人，你睡醒了。月影倒了一杯温水，拿着杯子走到林凡的床前，接过温水，林凡抿了一口。你和希诺昨晚不会一直在看动画片吧？对啊。月影点了点头。希诺走过来，主人，晚上的时候你一直在清空气爷，手还在乱抓，莹莹姐说你在拥抱自然。林凡，好家伙，看来自己做梦的时候动作一直在印象啊。还好自己是个正人君子，要不然起来还不得。梦遗，林凡不住庆幸，一脚踢飞被子，林凡坐起身。哇哦！希诺惊呼，捂着小嘴，主人，你为什么有3条腿啊？林凡低头一看，林凡老脸一红，飞身而起，直奔卫生间。洗漱一番，穿戴整齐，林凡走出卫生间，看着窃窃私语、俏脸泛红的月莹和希诺，林凡不解，你俩在唠啥呢？莹莹姐说希诺抢答，刚说几个字，月莹捂住希诺的嘴，连忙说道，主人，我们在研究新技能呢，我刚才在和诺儿说这个技能的事情。主人，我在动画片里复刻了不少技能和天赋呢。行吧，下午我们去野外。林凡点了点头，正好试验一下新的天赋和技能。好，月莹回应。林凡背负着双手，如老干部巡查般走到趴在电脑上酣睡的喵喵身侧。啪！喵喵瞬间惊醒，抬起头，一脸懵逼的眨了眨眼睛。我是谁？我在哪？谁打我？主人，早啊！喵喵愣了1分钟，转过头看了一眼笑眯眯的林凡，不愧是我的主人，又帅了。是吗？我也这么觉得。林凡欣赏的看了一眼喵喵。月莹，你太过分了！你给主人助眠，为什么直接我也中招了？喵喵话锋一转，怒视月莹，我还打算攻克一晚上黑客技术呢。这个是范围型的，我也没办法呀。月莹摊手，俏脸上满是无奈。喵喵欲哭无泪。林凡，好了，先下去吃饭，下午还要去野外呢。主人，我今天能请个假不？喵喵搓着爪子，谄媚一笑，我想在家研究技术，嘿嘿。行吧。林凡没有拒绝，掏出手机，把李长青的号码写在纸上，需要什么，你给这个号码打电话就行。反正现在喵喵的资质还没突破，而且今天去野外主要是试验一下新的天赋和技能，顺便干掉一些凶兽，获取能量魔晶和晶核。希诺和月莹2个就够了，能量魔晶到时候给喵喵留一些就行了。喵喵研究明白了，能更快的找到他的那些仇人，解决过后，心结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技术以后对自己也有着不小的作用。3人一猫下了楼，一如昨日。楼下欧阳千木和欧阳瑶已经餐桌前等待，看着突然出现的2个美女，欧阳姐妹一愣，纷纷瞪大了双眼。林凡什么时候带了2个女人上去的？他们怎么不知道？林凡，你居然金屋藏娇！欧阳瑶敲着筷子，瞪着林凡，没想到啊，没想到，藏你个大头鬼！林凡落座，这是月莹，那个是希诺，他们都是我的御兽。月莹你们之前见过，希诺是我刚契约的。闻言，欧阳千木微微松了口气，原来只是御兽，应该是林凡的御兽拥有可以化形的天赋。我去再加2副碗筷。欧阳千木起身，甜甜一笑，喵喵，喂，3副啊！喵喵不满地挥舞着爪子，还有我呢，你不应该吃猫粮吗？银耳猫不都是吃这个的吗？欧阳瑶好奇，喵喵，猫粮是个什么玩意？他高贵的喵喵大人什么时候吃过猫粮？好了，瑶瑶你别逗他了。欧阳千木说道，起身向着厨房走去，拿回了3副碗筷。一阵风卷残云过后，欧阳姐妹看向月莹和希诺的眼神微微一愣，这2只御兽也太能吃了吧，那可是整整1大锅的饭外加1桌子菜，就这么干干净净，一点都不剩。早饭过后，欧阳姐妹驱车前往一中，林凡则是等待着李长青把他所要的物资送货上门。7点半，林凡的手机响了起来，拿起一看，正是李长青的电话，伴随着铃声，还有大门外卡车的轰鸣声。按下接听，喂，林凡同学，你要的东西到了，你出来吧。李长青的声音从听筒内传出。OK。林凡挂断电话，
带着月莹、希诺以及喵喵向着别墅外走去。看着距离别墅不远处整整齐齐的停着10辆卡车，以及头车车顶上坐着的李长青，林凡嘴角微微抽动。李长青从卡车的车顶一跃而下，胡子微微翘起。林凡同学，我这10大卡车的物资，你可还满意？李长青老脸上神采奕奕，捋了捋翘起的胡子。这么多的物资，就连他都没见过，相信林凡一定也没见过吧？拿着别人的钱装逼，可真是太爽了。当然满意了。林凡拍了拍李长青的肩膀，李校长，吃了吗？嗨，我这一宿都在忙活材料的事情，哪有时间吃饭啊？李长青摇了摇头。行，李校长这么辛苦，我不请顿饭都过意不去。林凡笑着，等会紫禁之巅走起，我请客李校长付款，没毛病吧？咱们一中这么好，我就聊表一下心意，借花献佛。校长你可千万不要推辞，正好把这些开卡车的兄弟们都带上，等会搬东西也挺辛苦的。李长青懵逼，你请客我付款，你在这逗我玩呢？还借花献佛？你丫的借我的花献给我？李校长，你不会请客的机会都不给我吧？你这是不把我林凡当自己人啊？林凡痛心疾首，那天你可是说的明明白白，进了一中就是自己人了，你不会就没把我当成自己人吧？李长青，唉，终究是错付了。林凡叹息，当然是自己人了。李长青无奈，林凡同学的心意我怎么会不接受呢？等会咱们就去。李校长给我林凡这个面子，我林凡也不是小气的人，等会肯定给李校长安排满意。林凡喜笑颜开，客气客气。一般教室内，欧阳千木摸了摸兜，秀眉微皱。糟了，手机不见了。千木姐，你怎么了？欧阳瑶见欧阳千木皱眉，不禁询问。我手机好像丢了，再买一个不就好了？可是买个手机而已啊，可是什么？里面有我和林凡的合照，咱俩不是天天住在他家，再拍几张不就行了？好像也是哦。10大卡车的物资把林凡隔壁的几间卧室全部堆满。林凡掏出匕首，撬开一只箱子，里面摆放着一排又一排的金盒。洞察之眼扫过，这箱子内的金盒都是青铜接的，数量的话大概有着500枚。这样的箱子起码还有着100只，等一会回来的时候再慢慢查看。相信有着这些材料，月莹和希诺一定能快速的提升一波。各位，林凡清了清嗓子，叫住了准备离去的搬运人员。搬运人员止步，茫然的看向林凡，都辛苦了，相信这么早各位都还没吃饭吧？为了答谢各位的搬运，今天我林凡请各位去紫禁之巅吃饭。搬运人员全部震惊，纷纷揉了揉耳朵。紫禁之巅啊，那可是洛北市最豪华的酒店，他们这些人仅仅只是听说过，如今这位居然说要请他们去紫禁之巅吃饭。林少，可太谢谢您了，早上我还真没吃饭呢。林少，您这样的大老板我们可从来没见过，我可太感动了。林少，您看您这别墅这么大，还缺保安不？沈老六，就你预售那实力，还想着给林少当保安？林少，我来，我预售实力吊打初中生，绝对能胜任。林少，我家女儿没见过世面，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吗？林少，我80岁的老母亲也想临终前去看看紫禁之巅。林凡大手一挥，都带上一起去。今天我林凡安排，我林凡就喜欢热闹。林少牛逼，林少威武，林少 YYDS。李长青老脸不断的抽动，无奈的叹了口气。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着一连卡车前往了紫禁之巅。司机坐在主驾驶，林凡坐在副驾驶，搬运人员以及其家人们站在卡车车斗里。李长青坐在车顶，威风拂面，生无可恋。紫禁之巅外，林凡跳下卡车，身后呼啦啦一大片人紧跟着跳下车斗。卧槽卧槽！紫禁之巅的保安看见这一幕直接傻了，口中不断惊呼，这他妈110号人是干啥的？砸场子的吗？喂，呼叫支援，呼叫支援！保安连忙掏出对讲机，支援你妈，那是林凡林少。经理小跑着从一侧匆匆赶来，一巴掌拍飞保安的帽子，夺过对讲机，原地解散。带头的人正是林凡，他已经见过2次了，妥妥的大手笔，这可是大客户。经理小跑至林凡身前，一礼，林少这边请。在经理的带路下，林凡等数百人直奔最大的包间，看的所有人都是一愣一愣的。请客吃饭他们见过，这几百人一起他们还真没见过。显然一个包间并不足以放下这么多人，林凡足足开了10个包间。月莹、希诺、林凡给2女单独安排了一个包间，毕竟这些是凶兽肉，对于2女同样有着提升。你们想吃什么就点，不用给我省钱。林凡大手一挥，好。2女点了点头，目送林凡离去。正好早上他们并没有吃饱，所有包间全部点过菜后，林凡来到了那间最大的包间，径直坐在了 C 位上。不过林凡并没有发现李长青，询问一番过后，搬运人员说李长青去上厕所了。厕所内，李长青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对不起，完犊子了呀！李长青仰天长叹，看着手中8亿的账单。李长青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他妈在林凡面前装逼了，没成功过就算了。这次大小杰居然还手机关机，这8亿的账单怎么办？这不BBQ了吗？对了，让小钱去一班找大小杰说一声不就行了？李长青灵机一动，他感觉自己可真是个天才。拨通教导主任的电话，钱主任去一班找欧阳千木一趟，让他接电话。是，我这就去。挂断电话，李长青捋了捋胡须，还好自己聪明，看来这次化险为夷了。不出3分钟，教导主任的电话打了过来，李长青直接点击接听。校长，欧阳千木不在学校，一班班主任说欧阳瑶和欧阳千木请假去买手机了。李长青如遭雷击，双手颤抖，蹲坐在墙角。喂，校长，滚！李长青挂断了电话，
之前大小姐给的购买物资的钱还剩下5个亿，他本来寻思着可以充填进自己的腰包，这下不仅全要吐出去，还要倒贴3个亿。他妈的，关键是他没有3个亿啊！默默地点开了贷款界面，李长青含恨点击，手中拿着身份证，默默地拍了张照片。3个亿解决了。叹息一声后，李长青老脸微红，向着包间走去。包间内锣鼓喧天，载歌载舞。见李长青进来，林凡大手一挥，喧闹的声音顿时安静。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林凡清了清嗓子：“各位，这位是我的校长李长青，想必各位都认识。他对我的栽培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今天这顿饭，李校长才是真正的 C 位。我要感谢他，感谢他的无私，感谢他的奉献，感谢他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看见了我。各位，鼓掌！”随着林凡的话音落下，包间内掌声雷动，欢呼不停。一名搬运人员不知道从哪拽出来一挂鞭炮，用烟头点着火，牵响的鞭炮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几名搬运人员掏出礼花筒，砰砰，五颜六色的彩带不断飘落。李校长，这边坐。林凡伸出手邀请，脸上满是感激。我点了你最爱吃的青菜。李长青老脸微微抽动，猛逼地走向前，头上还挂着几根彩带。接着奏乐，接着舞。林凡再次挥手，一顿饭匆匆而过。宾主尽欢，林凡叼着牙签大摇大摆地离去。林凡走后，李长青如蒙大赦，筷子不断地夹向凶兽肉，吃得满嘴流油。把月莹和希诺收回预售空间，林凡返回自己的别墅。为了不再被月莹的幻音所波及，喵喵要了一间单独的房间。推开喵喵的房间门，林凡惊奇地发现，房间内多了7、8台电脑以及一些不知名的电器。看着喵喵不停地穿梭在这些电脑间，林凡从空间手环内掏出了10几盘菜，放在了机箱上。喵喵，这些是紫禁之巅带回来的，还热乎着，忙完记得吃饭。林凡嘱咐了一声，便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喵喵一脸感动，还是主人关心他。林凡房间内召唤出月莹和希诺，打开2箱子金盒。月莹和希诺自然明白什么意思，直接一人走到1箱子金盒前，开始不断吞服。洞察之眼开启，林凡看着二女不断增加的经验条，满意的点了点头。一阵光芒自二女的身上闪过，26级了。不过林凡微微皱眉，他感觉到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连忙跑进卫生间。林凡掏出一看，我操！林凡惊呼：他妈的，全长了！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月莹和希诺升级自己还能2次发育？这会不会是错觉？不应该啊！林凡百思不得其解，穿好裤子，重新走出卫生间。二女还在不断吞服金盒，27级、28级、29级、30级，我他妈以后不会变成驴吧？林凡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心中1万头羊驼呼啸而过。林凡搬来的40箱金盒被全部吃完，后面的经验条越来越厚，获得的经验却是越来越少。月莹和希诺二女最后的等级停留在了36级。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下午15点28分，该去野外了，剩下的材料等晚上回来再吃。月莹、希诺，我们该出发了。林凡说道。二女点了点头，跟着林凡走出别墅。林凡和希诺站在月莹的头顶，向着围墙之外飞去。进阶到青铜阶的月莹对比与之前来说，速度更快。急速飞行之下，林凡都能感觉到耳边传来的阵阵音爆。这还仅仅只是青铜阶，若是有朝一日月莹进阶到神化阶，那该是一种什么力量？一个技能碎星，嘶！林凡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场面想想都丝滑。月莹降落在丛林之中，重新化作人形。这次林凡选择的地方比较深，外围的话凶兽等级普遍不高，基本都是黑铁青铜。深处的话或许有着黄金层次的凶兽。月莹现在的战力，林凡觉得和黄金阶凶兽正面对战应该问题不大。刷刷刷！就在林凡等人落地的一刹，几只凶兽突然窜出，凶恶地冲着林凡3人咆哮着。运转洞察之眼扫过，不过是几只白银阶罢了。月莹，让我看看你的新技能。林凡下令道。好的。月莹点了点头。2只玉臂张开，无数淡紫色的能量光点出现，成一条线状汇聚。紧接着，月莹双臂摆出 L 状，光线技能瞬息间发射而出，射向其中的一头白银阶凶兽。光线速度奇快无比，白银阶凶兽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光线技能炸成了碎块，连带着周围的几只凶兽同样被爆炸波及，被冲击波掀翻。栽配地熬光线。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对，迪迦复合型的光线技能。月莹回应，不过这些只是技能，我还复制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紧接着，月莹周身银芒大作，一条银龙虚影浮现而出，仰天一声龙吟。刚才那被炸飞的几头白银阶凶兽惊恐地看向银龙虚影，纷纷拔腿就跑。我操！看见眼前这一幕，林凡下巴都差点惊掉。洞察之眼扫过，面板出现在林凡眼前。姓名：银双辉月龙，月莹。形态：月神圣铠，终极版，普通型。效果：全属性临时增幅100，天赋和技能效果：临时增幅10，降低受到攻击的10伤害，致死攻击下铠甲解体，免死一击，召唤铠甲时间根据自身能量恒定。这不就是铠甲勇士吗？看着面板的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复刻了希诺天赋的月莹，无论是黑夜白天全属性都会临时提升100，再加上这个铠甲提升的100，那不就是200？若是再加上爆焰祈福、不战魂2项天赋的发动，那黄金阶凶兽会不会一下就被秒杀？甚至说铂金阶都可以兑现？这还真是个惊喜啊！原本以为打黄金阶凶兽，这可以直接再提一个档次了。而且这铠甲是真的帅，不得不说林凡表示很羡慕。这玩意咔嚓一变身，简直贼拉风。主人，
这个铠甲我也有哦。希诺突然开口道：“啥玩意？”希诺的话打断了正在思考中的林凡，紧接着让林凡惊掉下巴的一幕再次出现。希诺周身赤红光芒闪烁，天穹之上高高挂起的烈日，一道光柱猛然间打在希诺的身上，赤红光芒消失，又一副铠甲出现在林凡的眼前。希诺，你是咋变身的？林凡百思不得其解。月影有着复刻天赋，学会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都可以理解，但是希诺可没有复刻天赋，那么这铠甲希诺是怎么获得的？这个……希诺歪着头，莹莹姐教我的呀。她说用月神天赋可以沟通月亮，那我用日神天赋就可以沟通太阳呀，所以我就可以变身了。林凡洞察之眼扫过，希诺的铠甲面板出现在林凡眼前，姓名日耀麒麟希诺，形态耀阳战铠初阶版普通型，效果全属性临时增幅25，天赋和技能效果临时增幅25，降低受到攻击的25伤害，致死攻击下铠甲解体，免死一击，召唤铠甲时间根据自身能量恒定。月莹的终极版，而希诺的只是初阶版。莫非是月莹复刻后直接就是最终的等级，而希诺的是月莹教的，所以只是最开始的版本。越想林凡越感觉可能，月莹现在也是拥有日神天赋的，那岂不是说希诺的铠甲月莹也能使用，而且召唤出来就是终极版 ？bug， 简直就是 bug！ 主人，这铠甲不仅我和希诺可以召唤。月莹解除铠甲，连步轻移走到林凡身前，只要我或者希诺在你的身边，你同样可以召唤。林凡自己也能召唤，真的假的？难不成还能来个召唤器什么的？这项能力在学会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月莹甜甜一笑，解释道：“主人只需要在心中默念2套铠甲的名字就可以召唤使用，我和希诺都可以成为媒介，让主人成功召唤。”我操，这么屌的吗？林凡震惊，心中默念就行了，这属实有点厉害，可比什么召唤器屌多了。莹莹姐，让主人召唤我的吧。希诺解体铠甲，你的实力配合铠甲的话，爆发出的战力更高，击杀凶兽的效率也更快一些。月莹点了点头，对此林凡自然没有意见，召唤哪个对于他来说都一样，帅就完了。反正自己现在的实力有着月莹的反哺，相当于没有开月神天赋的月莹，击杀一般的白银凶兽应该只是小意思。心念一动，红芒闪过，希诺消失在原地。林凡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果然召唤成功了。虽然只有25的全属性加成，但这也让林凡感觉到浑身似有使用不完的力量般。主人，召唤铠甲后你就可以飞了。希诺的声音突然在林凡耳边响起。呜呼！林凡眨了眨眼睛，希诺，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为什么可以和我对话？主人你可以理解为奥特曼，不过我身体的指挥权在你的手里，我只可以说话。林凡点了点头，好像还挺高端的样子。唰！林凡弹射起步，一跃而起，脚下以及周身似乎有着一股莫名的气流在托浮，果然他飞起来了，这感觉有点丝滑。两世为人，这还是第一次体会飞的感觉。嘿嘿，主人，好玩吧？希诺的声音再次传出，俏皮的笑了起来。还不错。林凡回应，话锋一转，有武器吗？有呀，转动腰带右侧的轮就行了，或者直接心中默念也是可以的。希诺讲解道，不过还是用轮好一点，毕竟主人你是第一次使用铠甲，不太熟悉。林凡右手伸向腰间，转动转轮，透明的武器贴瞬息间出现。芜湖林凡惊喜，武器贴上是一柄通体赤红的长剑，纂刻着麒麟花纹，栩栩如生。林凡握住长剑，长剑名为十字，挥砍了几下，还挺趁手的。锁定下方一头白银阶的凶兽，林凡手中长剑一挥，唰！一道赤红剑芒斩出，携着摧枯拉朽之势向着那头白银阶凶兽袭去。剑芒所过之处，阻挡的树木尽数被斩断。白银阶凶兽还莫等反应过来，尸首便悄然分离，硕大的头颅冲天而起，断颈处鲜血喷涌而出。这威力居然这么强，白银阶凶兽都可以一击干掉。林凡震惊，嗖，身形闪动，林凡向着凶兽尸体处飞去，拾起地上爆出的物品，能量魔晶以及晶核。主人，晶核和能量魔晶直接放在腰带前方就能自动吸收了。希诺再次提醒林凡，这下好了，直接不用吃了，给肚子开个拉链，自动吃。按照希诺所说，林凡把能量魔晶和晶核放于腰带前方，能量魔晶和晶核漂浮，被吸收进腰带内。主人，我感受到一只铂金阶凶兽以及一群黄金白银阶在附近不远处，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月莹化作铠甲形态飞身来到林凡身后。铂金阶？林凡微微一愣，看向月莹，你现在和铂金阶对战胜算有多少？100%。月莹想都没想，脱口出：林凡，主人，这铠甲的形态还只是普通形态，其实还有不少形态可以切换的。月莹解释道，奥特曼的那些形态其实我复制了很多，和这些铠甲是可以搭配使用的，还有希诺的各种形态，这些都是可以叠加的。听着月莹的解释，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这是在叠 buff 呢呀。不过这些的话，只有我召唤的铠甲能使用，希诺的铠甲是使用不了的，希诺的铠甲只能使用他自己的天赋形态切换增幅。月莹再次开口，林凡点了点头，这个他能理解，月莹可以复刻，希诺不能，所以月莹可以无限叠别人的 buff， 希诺只能玩自己的 buff。林凡，那我们就去干掉这群凶兽，正好让我看看你的战力。没问题。月莹轻笑，天穹上一银一赤两道流光划过，半炷香的时间便来到了月莹所说那群凶兽的上方。下方凶兽数量不少，起码有着100只，为首的是一名脸上带有浓重黑毛的大汉。哟呵，化形的凶兽！林凡心中一叹，洞察之眼随之扫过，
面板信息瞬息出现：姓名飓风墨狼，性别属性风系、暗系，资质钻石，等级110-150铂金阶，天赋一追风，战斗时有20%的概率敏捷临时提升50%，攻击临时提升10%。技能这天赋好像还可以的样子，自己这么幸运，相信那20%的概率可能会自行拉成200吧。复刻一波，这种增益性天赋简直对月莹来说就是极品 ，buff 叠起来直接就是蛋。月莹，这铂金阶有一个天赋名为追风，等会你记得把他的这个天赋复刻一下。林凡说道。月莹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你们是谁？地面上那头铂金阶的墨狼仰头看向空中，指着林凡和月莹喝道。这突然出现的一银一赤看起来诡异的很，不像是人类，但也不像是凶兽。他从未见过这么奇怪的生物。你太爷爷的姐姐的弟弟的爸爸的姐姐的弟弟的爸爸，管我叫太太爷爷，你说我是谁？林凡嘴角上扬，反问道。太爷爷的姐姐、弟弟、爸爸、太太爷爷。墨狼眉头微皱，似乎陷入了思索，片刻灵机一动，所以你是我祖宗？哎，猜对了。林凡抱着肩膀笑道。噗，月莹在一侧偷笑。这凶兽感觉没啥智商的样子，傻不拉几的。来，再叫一声听听。林凡一脸玩味。墨狼，将军，这两个东西好像是在玩弄你，羞辱你。墨狼身后的一只凶兽小声地提醒道。身后的其他凶兽唏嘘，窃窃私语。闻言，墨狼面色一变，本就黑黝黝的脸变得更黑，隐约的都有点反光。啪！转头挥手猛然拍在那只凶兽的脸上。他妈的，老子用你提醒吗？啊！那只凶兽惨叫着飞了出去，2颗门牙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找死！你们竟然敢羞辱老子！墨狼重新看向空中的林凡和月莹暴喝：老子要杀了你们！言罢，双手中凝聚出一道风系能量，向着空中的林凡和月莹袭去。月莹丝毫没有躲闪的意思，铠甲周身银芒再次亮起，璀璨夺目，光芒在这一刻仿若凝成实质。轰！月莹抬手间，一枚七彩光球打出，直接撞击在那道风系能量上。2股能量对撞，在半空中爆炸开来。地面上除了那只墨狼外，其余凶兽纷纷被冲击波震的倒飞。月神圣铠终极版闪耀型。呜呼！林凡看向月莹的面板惊诧，这莫不是迪迦的闪耀形态？这还真给复制过来了。铠甲勇士加奥特曼的组合啊！这是。刚才那一击下，就算不是铂金墨狼的全力一击，那也是货真价实的铂金阶攻击。月莹切换个形态，直接随手一个球就给那攻击打炸了。看来月莹所说的一点不差，如今自己也套着铠甲呢。林凡也准备亲自下场战斗一番，虽然可能不如月莹那么变态，但打下面这些应该是问题不大。月莹，你和这铂金阶的打吧，我去下面揍其他的凶手。林凡跃跃欲试。好的，主人，注意安全。月莹嘱咐。林凡比了个 OK 的手势，直接降落到地面。几只黄金阶凶兽见林凡落地，立马凶狠地扑杀而来。主人，有远程武器，可以放风筝。希诺的声音再次响起。林凡手中的火灵剑化作光点消散，再次转动腰间转轮，一个武器贴再次浮现。看着武器贴上的武器，林凡一脸茫然。你这 AK47 都整出来了，真的好吗？林凡问着希诺。这他妈就离谱，铠甲勇士拿着 AK47，这画风就很诡异。AK47 火麒麟呀，不比公啊努啊的强多了吗？希诺娇笑。而且就算是近战，不还是可以攻击的吗？嘻嘻，是我格局小了。林凡尴尬，你和月莹都他娘的是个天才。伸手从武器贴中拿过 AK47 火麒麟，林凡向后几个大跳，和那几头扑来的黄金阶凶兽拉开一段距离。哒哒哒 ，AK47 火麒麟的枪口不断喷射火舌，一枚枚射出去的子弹不断化作一指指麒麟虚影。黄金阶凶兽身上一团团血花不断爆开，连带着各种状态不断附加。冰冻、灼烧、中毒、眩晕。主人，无限子弹爽吧？希诺继续开口道。这每一发子弹都相当于一个技能，都会随机触发神赐天赋的效果哦。林凡，他现在不想说话，千言万语只能汇聚成2个字：牛逼！这几只黄金阶凶兽的目光中带着绝望，但却不能前进分毫。虽然这攻击力不知名，但这突然加持的负面 buff 是真他妈折磨兽啊！其他被掀飞出去的凶兽陆陆续续的向着林凡的位置包围而来，凶兽们口中能量汇聚，向着林凡的位置攻击而来。见状，林凡嘴角上扬，包围有个嘚儿用，老子现在会飞！手中的 AK47 火麒麟不断开火。林凡一跃而起，飞上半空，轰轰轰！四面八方打来的攻击相互对撞，一股小型蘑菇云升腾而起。虽然都是黄金白银，但这攻击爆炸的气势还是挺唬人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导弹炸了。烟尘还未散尽，林凡就在烟尘中见到几枚光束突然出现。他知道这是凶兽死亡后爆出的物品自带的光亮，拾起后这些光亮才会自动消失。主人，我是有着防御技能的，不用躲避攻击，硬扛就行了。希诺再次提醒道。怎么用？林凡边哒哒哒边询问道。站着输出，不用躲避，这么离谱的吗？看来希诺这铠甲同样很屌啊！心中默念开启夜连幻幕就行了，不用的时候直接默念关闭。希诺讲解道。按照希诺所说，林凡心中默念，果然周身半径1米内，一道半透明的赤红光幕凭空出现，把林凡包围在正中心。赤红光幕之上印着一朵朵绚丽的赤火红莲，似有生命般不断流转。好，下方的凶兽边逃窜躲避着 AK47 火麒麟发射出来的子弹，边时不时的一道能量攻击袭来。能量攻击纷纷在夜连幻幕上炸开，
荡起一道道涟漪。除了流转的赤火红莲不断散发出耀眼的赤芒外，没有任何的变化。好家伙，黄金阶的攻击都能挡得住！林凡惊诧。下面袭来的攻击不仅仅只是白银级别的，其中还夹杂着几道黄金级别的攻击。当然了，我的这套铠甲还可以继续升级的，不过需要我继续进阶，等到白银阶的时候就可以提升为终极版。希诺的语气里满是喜悦，主人很喜欢，他就很开心。不错，真不错。林凡赞叹，手中的火麒麟一直哒哒哒的不停。反正希诺说是无限子弹，那就一直扫射好了。轰轰，哒哒哒哒，随之攻击不断炸在幻幕，火麒麟不断宣泄着子弹，百来只凶兽接连倒地而亡，一枚枚物品被不断爆出。白银阶的几枪就可以干死一头，但黄金阶的就要很多枪了，至于多少林凡也没数。不过击中一枪，基本上那只凶兽的身上就会出现一种负面 buff。林凡甚至见到打中一枪后，那凶兽身上被叠加了20多种负面 buff 的惨状，原本没受重伤，猛然间双眼翻白，各种负面状态齐齐发动，直接归西，直接骨头渣子都被烧没了。该说不说，神赐这个天赋是真的变态，就算用小刀蜡破皮，都可能随机出一项负面状态，简直就是对手的噩梦。墨狼和月莹的战斗还未停止，月莹不断闪避着墨狼发动的攻击。林凡说让他复刻这铂金阶的天赋，可是这丑不拉几的东西就是没发动出来。月莹都忍不住想要放大招了，到底是个什么天赋，发动起来这么慢？墨狼累得气喘吁吁，猛然间侧头一看，面色惊恐，自己的部下竟然都被那套红色的铠甲给快杀绝了。他妈的，那红色铠甲就站在那不动，拿着个什么玩意一直哒哒哒，自己部下被杀没了，到时候自己岂不是要一打二？天上飞的那个像条泥鳅一样滑不溜秋的，也不攻击自己，就知道躲来躲去，自己的攻击就没命中一下，要不自己偷袭一下那个红色的铠甲吧，说不定能一击打破那防护罩，重伤那个红色铠甲，既能为部下报仇，如果可以的话还能翻盘。嗖嗖嗖，3道暴风自墨狼的手中席卷而出，直奔林凡所处的方向而去。你大爷的！空中的月莹交喝，找死！他没想到这死玩意居然要偷袭主人，真他妈的该死！嗖嗖嗖，3枚七彩光弹追着那3道暴风而去。轰轰轰，3声猛烈的爆炸传来，四散而去的冲击波席卷开来，地上本就受伤的那些凶兽被这冲击波一震，纷纷吐血，眼中带着不甘与绝望，直接头一歪，彻底死亡。咔嚓咔嚓，夜莲幻幕上裂纹骤起，不断皲裂。轰！月莹开始还击，直接一发光弹向着墨狼打去。墨狼连忙闪避，但光弹的速度远比他想象的要快，光弹直接炸飞了墨狼的一条手臂。墨狼面色惊恐，这银白铠甲居然这么强，这还打个屁啊！合着刚才就一直在耍自己呢。不行，得赶紧跑，不然今天小命估计得交代在这。咦，居然是人类！墨狼余光扫见赤红铠甲解体，一男一女2名人类正从空中向下落去。主人，希诺！月莹意识发现了坠落的2人，直接一个闪身向着2人飞去。希诺现在还不会飞，只有靠着铠甲才能飞行，这么高的高空摔下去估计要受伤。接住坠落的林凡和希诺，月莹不解，希诺怎么回事？英姐，铠甲能量不够了，就自动解体了。希诺小声的嘀咕，刚才他看林凡大杀四方极为开心，就把攻击和防御需要消耗能量的事情给忘记了。安稳落地，轰！月莹抬手再次一道七彩光弹轰出，击碎了墨狼袭来的暴风，无数细小的粉末从天而降。墨狼撒腿就跑，趁着这群人手忙脚乱赶紧溜。林凡眨了眨眼，一阵眩晕感突然传来，直接昏了过去。主人，你怎么了？月莹焦急，眼中寒意已然降到了冰点。林凡没有回应。希诺，你看着主人。月莹起身捏紧拳头，唰！月莹的身影瞬间消失，再次出现时已然在那逃跑墨狼的背后，手中正捏着一只鲜血淋漓不断跳动的心脏。噗！一把捏碎心脏，墨狼应声而倒，死的不能再死。转瞬间，月莹返回林凡的身侧，看着林凡的脸越来越红，越来越烫。月莹无比急躁，她不清楚主人到底怎么了。英姐，你看主人支起来帐篷了。希诺指了指，眨了眨大眼睛。这……月莹秀眉微皱，轻抚着林凡滚烫红润的帅脸。现在主人的状态和他昨天看过的一部动画片有些相似。想着想着，月莹俏脸刷的升腾起一抹红晕，整个人变得娇羞起来。英姐，你怎么了？希诺歪着脑袋。诺儿，你发没发现主人的状态和昨天我们看过的一部动画片有些相似？月莹越说，俏脸越发的羞红。英姐，你是说……希诺眨了眨大眼睛，秒懂。昨天他和月莹可是还特意的万度了一下，看得2人面红耳赤，这可是他和月莹的小秘密。月莹轻轻的点了点头。那我们快帮主人解毒吧。主人这个样子不快点，可能要暴体而亡。希诺义正言辞。英姐，你先来还是我先来？为了主人，他希诺义不容辞，甘愿奉献。我来吧。月莹玉手轻抬，微微俯身，小嘴微张。英姐，加油！希诺挥着小粉拳给月莹打气呐喊。1个小时后，咕噜，月莹俏脸羞红的欲要滴出血来，一阵光泽瞬息间自月莹身上闪过。英姐，你这是升级了？希诺呆愣愣的看向月莹，伸手摸了摸林凡的帅脸，惊喜道：主人的脸没那么烫了，面色也没有之前那么红了，有效果。我验了以后就感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属性点还加了一些，而且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天赋。
月莹红着脸，小嘴有些不自然。希诺，你来吧，我先休息一下。哦，主人这么厉害的吗？希诺一脸崇拜。莹莹姐，你放心的休息，接下来看我的吧。月莹点了点头，脑海中思绪纷飞。希诺学着月莹。1小时后，一阵光泽自希诺周身闪过，希诺惊喜。嗨，莹莹姐，真的爱，经验好多好多，比吞服金河还要多。希诺咳嗽了2声，主人的状态又有好转吗？对比之前有没有降温？好多了。月莹点点头。莹莹姐，你来。希诺起身和月莹换了个位置。1小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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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过了多久，明月高悬于天穹之上，繁星点点。二女相互对视。莹莹姐，几点了？希诺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又看了看月莹，又看了看林凡，还差3分钟就是第2天了。月莹从林凡的兜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回应道：主人怎么还没醒啊？脸已经不烫了呀，而且也不红了呀。希诺有些沮丧，猛然间他又转为惊喜。莹莹姐，主人的手指我看见动了。动了？什么？月莹同样惊喜，连忙起身，缓缓地睁开眼睛，看着漆黑的夜景。林凡一脸懵逼，2张俏脸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主人，你终于醒了。希诺抱起林凡的脑袋。主人，你先喝点水，你晕了一下午，我和诺尔担心坏了。月莹玉手一翻，一瓶矿泉水悄然出现，拧开盖子递到林凡的嘴边，又冲着希诺眨了眨眼睛。林凡轻抿了一小口，想要站起身来。扑通！林凡，我操，我腿怎么直发软？林凡心中不解，剑眉微皱。月莹希诺见状，连忙搀扶起林凡。怀揣着不解，林凡坐在月莹的头顶，向着自己的别墅飞去。他记得突然就晕了，晕倒后发生了什么，他一点也不清楚。在这期间，他甚至连梦都没做。月莹，希诺，我晕倒那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林凡询问。没发生什么呀，主人，那些粉末具有睡眠效果，你吸入后就晕倒了。我和莹莹姐一直在旁边等着你苏醒。希诺眨了眨大眼睛解释道。诺尔说的没错，主人就是睡了一觉而已。月莹附和。这样吗？就是这样的。林凡别墅前，月莹降落，重新化为人形。林凡推门而入，再次懵逼。4个女人正在客厅沙发上看着电视，气氛中透露出一种诡异。见林凡推门进来，4个女人齐齐看向林凡。袁雪。林凡愕然，你怎么来我家了？林凡，我家着火了，别墅烧没了，我就在一中附近又买了一栋别墅，可是我买的那个别墅莫名其妙的就爆炸了。袁雪叹气，这么晚的房子肯定是买不到了，你一定不会忍心让我流落街头的对吧？林凡，那他呢？又是谁？林凡无奈指了指袁雪身旁的少女。我的闺蜜东方清婉。袁雪介绍道，本来我们俩打算一起住在新别墅的，结果它就爆炸了。林凡，你好。东方清婉起身，向着林凡微微一礼，谢谢你收留我和雪儿。林凡，好，挺好。扶额没有管这4个女人。林凡径直向着楼上走去，月莹希诺跟在后面。反正已经收留2个了，再多2个就多2个吧。自己这别墅赶上难民收容所了，虽然难民都是美女。回到卧室，林凡去卫生间洗涤。莹莹姐，今晚我们要不要趁主人睡着了？希诺趴在月莹耳边。这不好吧？月莹俏脸羞红，心中却是期待。主人肯定不会怪我们的，我们提升实力就可以更好的保护主人了呀。希诺继续说道。月莹点点头。诺尔，你说的有道理，但你看主人今天刚起来的时候都差点跌倒，我们会不会把主人？应该不会吧，今天下午不是才起。希诺还未说完，林凡便洗漱归来，看着自己的2只玉兽在窃窃私语，林凡不禁有些好奇，你们2个在聊什么呢？神秘秘的。没有啊，我和诺尔在讨论吃点什么，有点饿了，对吧诺尔？月莹解释。没错，饿了就是饿了。希诺附和。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敲响。打开房门，喵喵站在门口，一脸急促的模样，浑身颤抖，爪中死死地捏着手机。怎么了喵喵？林凡不解。自打契约喵喵以后，喵喵一直都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主人，我找到我的仇人了。喵喵伸出爪子，把手机递向林凡，这上面就是他们的具体资料。林凡错愕，这才1下午的时间，喵喵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这学习速度和实践速度太快了吧。接过手机，林凡扫视上面的信息。清河市横飞公会会长周恒，铂金阶玉兽师，拥有2只铂金阶玉兽，1只黄。副会长，主人就是这个周恒带队，他的面容和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喵喵咬牙切齿，那模样恨不立刻就把这手机上显示的人全部撕碎。行，我们这就出发前往清河市。林凡把手机收好，拍了拍喵喵的脑袋。今夜血洗横飞，替你报仇。主人。喵喵抬头，心中微颤，这周恒是铂金阶玉兽师啊，我们现在是不是打？他虽然想立刻就去报仇，但是现在他们的实力对付铂金不太行啊，就这么去那不是送死吗？林凡摆了摆手，打断了喵喵，铂金而已，小意思。月莹现在召唤铠甲后的实力，对付铂金没有任何问题，哪怕是2只同样问题不大。如果是前几天，或许他还要考虑一下，但经过今天具体了解了月莹的真正战力后，林凡根本无所畏惧。月莹希诺，走了，今夜我们去给喵喵报仇。林凡一挥手，是主人。2女齐英，3人一猫向着楼下走去。林凡，你这么晚了又要出去啊？楼下4女还在看着电视，见林凡又要出门，欧阳瑶不解。去清河市
办点事情。林凡头也没回，继续向着别墅门走去。需要帮忙吗？欧阳千木轻声。不用，小事一件。林凡摆了摆手，推门而出。月莹摇身一变，化作龙形态。林凡一跃而上，站在月莹的头顶，向着清河市进发。姐，林凡就这么匆匆的走了，会不会？欧阳瑶附在欧阳千木耳边小声提醒。我们先回房间吧。欧阳千木笑了笑，雪妹妹，清婉妹妹，我和瑶瑶先回房间休息了，晚安喽。千木妹妹，瑶瑶妹妹，晚安。袁雪回礼一笑，看向东方清婉，清婉，我们也回房间吧。东方清婉点了点头。四女回到各自房间。欧阳千木卧室内，欧阳千木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薛姨，你跟着林凡保护他的安全，有什么事立刻通知我。可是你的安全？没什么可是的，林凡出事的话，我会抑郁的，一抑郁就容易想不开，想不开我也就出事了，所以薛姨你快去吧。我明白了。挂断电话，欧阳千木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袁雪房间内，雪儿，你怎么面色这么不好？东方清婉打量着袁雪，是不是担心那个林凡呀？没有，清婉你别胡说。袁雪刷一下，俏脸变得红润，还说没有呢，你看呀，都脸红了呢。东方清婉捂嘴轻笑，从小到大还没见过你这样子过呢。林凡究竟有什么魔力哦，能把我们的雪儿迷成这样？清婉，没有，别担心了，我刚才派人跟着林凡保护他的安全了，什么事都不会出的。东方清婉安慰着，有事情我们会第一时间得知。袁雪，清婉，麻烦你了，和我还这么客气，我们可是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这次我来洛北就是陪你的。东方清婉笑着。天穹之上，风吹的林凡长袍呼呼作响，握着手机，在缺德地图的持续导盲下，林凡一行人极度向着清河市赶去。上一次他来清河市还是兑换彩票的，这一次他来清河市却是来杀人的。半小时的时间悄然而过，月莹载着林凡停在了清河市的上空。清河市内，一只大鸟腾空而起，其上正载着一个人向着林凡的位置飞来。林凡剑眉微皱，大鸟载着那人越来越近，林凡面色一黑，雾草，怎么又是你？林凡没好气地说道，为什么我在哪都能遇见你？哈哈哈，这不稀奇。百里姑灌了一口啤酒，仰天大笑，你去干活怎么能少了我百里姑呢？林凡，走，我带你去。百里姑坏笑着，沿途的监控都被我给破坏了，就等着你过来了。林凡，在百里姑的带领下，林凡很快便来到了恒飞工会所在地的不远处。月莹和大鸟降落，百里姑和林凡半蹲在一处墙角后。林凡，前面就是恒飞工会了。百里姑邪魅一笑，从怀中掏出一个遥控器，里面有着200多号御兽师，我先给他来一波狠的。林凡看着百里姑手中的遥控器，嘴角微微抽动，这玩意好像是遥控炸弹的遥控器。他妈的，这百里姑早都在这安排好了。百里姑抿了一口啤酒，手指轻轻按下，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骤然响起，前方恒飞工会的建筑群火光冲天，一股股蘑菇云冲天而起，惨叫声、哀嚎声、爆炸声、坍塌声，在这静谧的夜显得极为刺耳。多么绚丽的烟花啊！百里姑赞叹，回首看向林凡，烟花只是开胃小菜，只能炸死一部分御兽师而已，剩下的一部分就轮到我们出场了。林凡、百里姑后方不远处的2个方向，分别有2个女人正在注视着眼前的一切。2个女人虽然彼此未发现对方的存在，却都同时掏出手机，动作整齐划一，分别拨打了电话。林凡别墅，欧阳千木房间内，接听电话，电话内声音传来，虽然声音很轻，但欧阳千木听得却极其清晰。大小姐，林凡和百里姑把清河市恒飞工会的建筑群给炸了，声音太大，估计会有麻烦，要不要我联系清河市执法局？让清河市执法局全部出动，恒飞工会所有人格杀勿论，鸡犬不留。明白。对了，让林凡成为拯救清河市的英雄。薛姨，你懂我的意思吧？明白。挂断电话，欧阳千木美眸流转。同一时间，袁雪房间内，大小姐，您让我保护的人把恒飞工会炸了，接下来怎么办？等一下。东方清婉放下电话，看向袁雪，雪儿，你觉得怎么办好？袁雪，林凡平安，麻烦消失就好。懂了。东方清婉点点头，重新把电话放在耳边，联系清河市军方，让恒飞工会彻底消失，别留下麻烦，就这样。明白。挂断电话，东方清婉不禁好奇，林凡究竟有什么地方这么吸引她这个好闺蜜呢？清河市恒飞工会外，2个隐藏在暗处负责保护林凡的女人同时再次拨通手机，一时间整个清河市开始忙碌起来。清河市执法总局，在总局长的带领下，总局内100多名执法纷纷出动，300多名特勤执法同样出动，各个片区内分局的分局长接到调动，裤衩子都来不及穿，就从床上咕噜着爬起，星夜不停地带着手下执法向着恒飞工会的位置而去。清河市军区，1000余名士兵临时集结，个个荷枪实弹，在一名上校的带领下，纷纷乘坐着卡车、装甲车、直升机向着恒飞工会的位置赶去。百里姑抬手间召唤出所有的御兽，林凡，走吧。百里姑挑了挑眉，趁着现在乱，直接一举击破他们。OK。林凡比了个手势，爆炸所造成的混乱不小，趁着这个时候报仇最合适不过。唰，林凡身上红芒闪过，希诺消失在原地。铠甲成功召唤。雾草，百里姑一脸懵逼，睁大了眼睛。林凡，你这咋变成机器人了？机器你个鬼，这叫铠甲。林凡没好气地说道。怎么这么惊讶？没梦见过？这个还真没梦见。百里姑嘴角微抽，别墨迹了，上！林凡率先向着恒飞建筑群冲去。唰，银白光芒闪过，月莹同样召唤铠甲，紧跟林凡而去。
喵喵快步奔跑，同样紧跟。你这越来越离谱了，不过我喜欢，神就要有神的逼格。哈哈哈哈！百里孤放声大笑，大手一挥，我们上，干翻这群敌军。横飞公会建筑群内，林凡手中端着 AK47 火麒麟，子弹不停地宣泄着，一只只白银阶的御兽以及御兽师不断死在他的枪下。月银抬手间一道道攻击挥出，黄金阶御兽皆不是一合之敌。喵喵犹如鬼魅一般，身着黑袍，爪中匕首不断挥舞，在御兽师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一击抹脖。百里孤指挥着御兽围绕着林凡作战，防备着突然袭来的偷袭，顺带着击杀横飞公会的御兽以及御兽师。草他妈的，都别乱，向我这聚集！一声暴喝突然传出，一名大光头站在50米开外的一座平台上，身边还围绕着10多只御兽以及御兽师。周恒吼过后，向着身侧的一位中年人低头，满脸堆笑：“杨先生，让您受惊了，是我的错。”周恒，这到底怎么回事？中年人瞥了一眼周恒，语气中带着不满：“我也不知道啊。”周恒苦涩，指着林凡等人：“那几个就是罪魁祸首，我这就去干死他们。”主人，这声音就是周恒的。喵喵身影一闪，来到林凡身侧，这声音犹如梦魇，他无法忘却，当初就是这个声音。没问题，但他……林凡一枪爆了一名御兽师的头后，向着周恒的位置冲去，边跑边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林凡剑眉微皱，那个周恒身旁居然有着一名钻石阶的御兽师。喵喵不是说横飞公会内最高就是铂金吗？怎么会突然出现钻石阶？莫非是情报有误？你妈的，你谁啊？敢来我横飞公会撒野，找死不成？周恒跃上自己铂金阶御兽的背部，一挥手，几头御兽跟着他向林凡这边冲来，连带着还有刚聚集过来的御兽师以及他们的御兽，同时还有没过来的在向着这边包围。他本来正在谈事，这他妈突然就炸了，要不是他机灵，说不定直接就被埋在废墟里了。小逼崽子，你跟谁在这呜呜喳喳的呢？炸你家房子是给你面子知道吗？不感恩戴德，跪下磕头，还敢狂吠！百里孤当场不干了，跳到林凡身前反击，骂林凡那就是得罪他百里孤，苦等了3年才等到，谁知道这3年他是咋过来的？你他妈又是谁？周恒瞪眼，就你个小小的破工会会长也配知道我的名字？百里孤不屑，老子真想搞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狂妄！周恒暴怒，你们都他妈去死吧！全体听令，给我攻击！月营攻击！林凡直接下令，猎雕、玄甲，给我拆了这王八蛋！百里孤同样下令，轰轰轰！攻击对轰的爆炸声不断传来。那名中年人拇指微微搓着小指，眼神越来越冷。这个周恒真他妈是个废物，这么多人还解决不掉那么2个人。抬手间，一道法阵骤然出现，一只钻石阶御兽被他召唤而出。你的对手是我！一道声音从那名中年人背后传来，还有我！另一道声音同时传来，瞬息间，2只钻石阶的御兽被召唤而出。钻石！中年人大惊，这到底什么情况？为什么会突然出现2位钻石阶御兽师？这周恒到底得罪什么人了？就在此时，大量的直升机盘旋着飞至横飞公会的上空，士兵们纷纷顺着绳索落地，大量的卡车、装甲车以及执法车辆同样赶到。哗啦啦，士兵们和执法们把整个横飞建筑群以及所有人尽数包围了起来。林凡一时间有点懵逼，横飞公会与境外恐怖组织有所关联，企图摧毁我清河市。为保护我清河市的治安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有执法听令，横飞公会所有成员全部就地格杀。清河市执法总局局长厉声暴喝。执法们在总局长的命令下，纷纷召唤出自己的御兽，向着横飞公会的御兽师以及御兽发动了攻击。所有人听令，覆灭横飞公会。上校军官微微一愣，旋即大手一挥。他没想到执法总局的人竟然也是来覆灭横飞公会的，而且理由都想好了。要说老谋深算，还是得这群执法呀。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双方并不冲突。士兵们得到命令，挥手间数千只御兽被齐齐召唤而出，相互配合着向横飞公会的御兽师掩杀而去。大战一触即发。林凡从懵逼中回神，这横飞公会什么情况？和境外恐怖组织有关联？这有点离谱了吧？不过无所谓，他的目的同样是覆灭横飞公会。有着执法和军方的加入，起码自己后续不会有什么麻烦，毕竟自己这是为民除害，说不得还要给自己来点嘉奖。横飞公会的御兽师有着执法和军方的人负责斩杀，那名中年人有着林凡临时的2个保镖负责对付，而周恒则由林凡亲自招呼。唰！月影手中一发七彩光球爆射而出，径直打在周恒其中一头铂金御兽的身上。那头御兽的身上顷刻间被炸出一个大洞，鲜血横流，哀嚎惨叫不断。负面状态在同一时间开始不断叠加，灼烧、中毒、窒息、冰冻、能量汲取、持续流血，伤害加深。那头御兽就这样在痛苦中死去，最后身体自然化作了一堆灰烬，只留下一枚金核孤零零地躺在地上。周恒整个人都傻了，他从未见过如此变态的攻击，这可是铂金阶的御兽啊！一击之下没有彻底死亡，反而后续莫名其妙的自然成灰了。今晚这到底是怎么了？他都怀疑他是不是在做梦。自己的老巢被几个不知名的玩意直接给炸了，暗中的行动不知什么原因被执法和军方发现了，过来围剿自己。真是人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喝凉水都能直接噎死。周恒的大光头在月色下被照得锃光瓦亮，眼神变得越发的狠辣，手伸向怀中掏出了一只金属小盒子。打开盒子，周恒从里面取出了一只金属针筒，直接扎在了自己屁股下面御兽的身上。针筒内的液体全数注入，周恒一个翻身直接跃下。好，
那只玉兽的双眼中血丝遍布，大片的毛发开始不断的脱落。仰天一声咆哮：“妈的，你们今晚都要死！”周恒疯狂的大吼了一声。林凡剑眉微皱，那只玉兽似乎变得有些古怪。洞察之眼扫过，那只玉兽面板瞬息间出现在眼前。姓名：蓝焰宗同胞，丧尸化。性别：属性：火系。资质：基因链崩坏。等级：115。铂金阶。天赋：一炙热，目标在灼烧状态下自身再次攻击目标，目标受到的伤害为正常状态下的120至150。2丧尸化，失去本我意识，眼中只有血肉，会向一切生物悍不畏死的发动进攻，基因链彻底崩坏，吞服血肉晶核会无限提升等级，所有能力大幅度提升，自愈能力极致增幅，血液传播，被感染后会逐渐丧尸化。技能：雾草。丧尸。林凡心中震惊，看来这横飞工会还真是和恐怖组织有关联啊！丧尸都整出来了，这玩意要是放出去，那世界还不完犊子了。血液传播，也就是说被抓一下，哪怕蹭破点皮都会被感染，然后逐渐丧尸化。好，丧尸化玉兽口中幽蓝色的火焰喷吐而出，目标正是林凡的位置。轰！一道皎白的光刃向着幽蓝色的火焰对轰而去，两道攻击在空中相互对撞，发生爆炸。丧尸化玉兽转身向着旁边的士兵们以及他们的玉兽扑杀而去，眼中全然是一副嗜血。月影，干掉他！快！林凡直接下令。得到命令，月影两道光球齐齐发射。轰！轰！空中跃起的丧尸化玉兽直接被这两道光弹炸落在地，不断翻滚，鲜血内脏不断散落。月影秀眉微皱，略有不解，这东西居然的伤口居然在快速愈合。刷刷刷！几道光刃再次被月影发射而出。轰轰轰！烟尘升腾而起，丧尸化玉兽还没等站起身，就在此被击中，地面上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喵喵，去把那个周恒干掉，注意别被那些丧尸化的玉兽抓伤。烟尘中，林凡发现周恒的身影不见了，扫视一番，发现这周恒正拿着针筒给他的其他玉兽扎针。百里姑，你帮喵喵去解决那些丧尸化的玉兽，那些只是黄金阶，你应该解决起来不难，注意别被伤到，会感染。没问题。喵喵几个闪身消失不见。OK。百里姑比了个手势，向着那几头被感染的玉兽而去。好！大坑内咆哮声传出，紧接着丧尸化玉兽从坑内一跃而出，猩红着双眼向月营扑杀而去。林凡惊诧，不应该啊，这接连的攻击砸下去，不死也会是重伤，居然还能战斗。幻光天幕，月营抬手，前方七彩光幕骤然出现。轰！咔嚓！哗啦啦！丧尸化玉兽径直撞在月营的光幕技能上，光幕上道道裂纹出现，紧接着破碎开来。什么？月营心中微微震惊，这玉兽的实力居然又增强了，光幕居然直接被撞碎了。斗转星移，月营的身影瞬息间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来到了丧尸化玉兽的后方。丧尸化玉兽扑了个空，落地后转身看向月营的位置，龇牙咧嘴。这一幕同样震惊到了林凡，月营的光幕居然被一下给撞碎了，这丧尸化玉兽刚才可是做不到的，就这么一小会的功夫居然就可以了，难不成是这丧尸化玉兽又出现了什么幺蛾子？林凡运转洞察之眼，再次扫过丧尸化玉兽的面板。等级124，铂金阶。刚才不是还115级，这么一小会就124级了，这丧尸化玉兽吃炫迈了，直接提升了9级。林凡百思不得其解，这就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呀！月营周身银芒闪耀，切换了形态。月神审判，震！玉手抬起，猛然间挥落，天穹之上，地面之上，两道银白色的法阵顿时出现，不停地转动着。法阵映照下，原本的黑夜霎时间亮如白昼。两道法阵笼罩了丧尸化凶兽所在的区域，其余在区域内的士兵执法亦或是玉兽直接被分离了出去。法阵笼罩的区域，丧尸化玉兽不断冲击，企图突破。不过这次没有如同刚才的光幕被撞碎，反而是把丧尸化玉兽硬生生的弹了回去。丧尸化玉兽翻身，继续冲击法阵。银月银朱唇轻启，双手合十，法阵外无数的银色雷霆凭空出现，在天穹之上不停涌动，随后化作一条条银色雷龙，不断融入进法阵之内。凝，法阵内无数雷霆不断凝聚成一柄柄长矛，长矛上银色的雷龙环绕。落，随着月银再次掐下指印，所有的长矛顷刻间如暴雨倾盆，密密麻麻的向着丧尸化玉兽袭去。刷刷刷！好，丧尸化玉兽就如同一只刺猬般，全身上下尽数被长矛贯穿，黄暴的雷电不停的在他体内肆虐摧毁。还不死？见丧尸化玉兽还在挣扎，月影冷哼。换！法阵内能量再次汇聚，化作一柄柄弯刃，颜色各异，其上汇聚着不同属性的能量。周！弯刃自四面八方袭来，不停的分割着丧尸化玉兽，周而复始。随着一阵阵嘶吼，丧尸化玉兽被弯刃不断分割，脑袋、四肢、尾巴、吉耳，看着残肢断臂还在抽动，月影皱眉。弯刃继续切割，彻底把丧尸化玉兽切割成了肉末，对比于包饺子的臊子更为细腻。分！地面上的那道法阵由银白转为赤红，无数火焰喷涌而出，不断燃烧着肉末，噼里啪啦之声不停，肉末最终被燃烧的化作飞灰。两道法阵逐渐缩小，最终化作一枚圆形的银色珠子掉落在地上。月影一挥手，银色珠子径直飞入他的手中。主人说这玉兽是什么丧尸化，还能感染传播，索性就把这东西烧成灰烬，彻底封存，这样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在场的士兵执法
包括带队的局长和上校都是一脸懵逼之色。刚才的那道攻击简直太他妈震撼了，前所未见，惊世骇俗！这种攻击到底是怎么用出来了？月莹回返，落在林凡的身侧。主人，这里面是那御兽的骨灰，我让骨灰散开会造成危害，就给收起来了。把手中的银色珠子递给林凡，月莹说道：“干得不错。”林凡夸赞，翻手间把珠子收进了空间手环。月莹，去支援百里姑他们，这些丧尸化的御兽不简单，我怕百里姑他们不是对手。好，月莹点点头。这丧尸化御兽确实不好杀，刚才的技能他耗费了全身2/3的能量才勉强发出，这还只是不完全版的，完全版的凭借他现在的能量根本不足以用出。月莹去支援百里姑和喵喵，林凡刚想动身，就被身后一道声音叫住：“小伙子，等等！”执法局局长脚步走上前，自我介绍道：“我是清河市执法总局局长陆威。”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转身看向陆威：“这局长叫住自己干啥？小伙子，还不知道你叫啥呢？”陆威讪讪一笑，对于名字他早就知晓，不过为了演得更像一点，还是得装一下。这样的人物他必须要教好，能让哪位亲自开口，自己若是攀上这棵大树，以后可就牛逼了。林凡，好名字，一看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为了清河市的安危，孤身闯入罪犯老巢，这样的胆色，这样的勇气，谁能有？陆威不停地夸着，这次可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就是清河市的英雄啊！林凡，我代表清河市所有市民由衷的感谢你，还请你跟着我去做个采访。英雄不应该籍籍无名，应该让所有人尊敬。林凡，陆局长，采访就算了，他们和恐怖组织有关联，你给我做采访，你这不是让恐怖组织盯着我杀吗？林凡感觉这陆威脑子好像有毛病，真给自己采访一下，那以后的麻烦可就真是不断了。能发明出这种丧尸化药剂的组织，那规模肯定不小，甚至背后有可能是某个国家。陆威一愣，尴尬一笑，这倒是我考虑不周了。他刚才只想着如何完成上面的交代，倒是把这个事情给忘记了。不过这可有点难办了。陆局长，战斗还没结束，虽然那些普通成员解决完了，但还有不少丧尸化的御兽在反抗。那些丧尸化的御兽很危险，你应该知道的，所以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OK， 丧尸化那是什么？陆威不解。你不知道？林凡同样不解。我只是得到消息，横飞工会和恐怖组织有联系，其余的并不清楚。陆威摇了摇头。其实和恐怖组织有关系，那就是他编出来的，反正这些工会基本10个里有8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周恒刚才给他御兽打的那种药剂，就可以让御兽丧尸化的药剂，丧尸化后的御兽会失去理智，只会想要吞噬血肉，对任何生物都会无差别攻击，被咬伤擦伤，甚至擦破点皮就会被感染成丧尸化。林凡解释道。陆威直接愣在原地，这他妈横飞工会居然还真的和恐怖组织有关系，这么丧心病狂的药剂都整出来了。好家伙，要不是今天过来，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这药剂要是突然在清河市内爆发，那清河市岂不是会直接化作人间炼狱？不仅是清河市，扩散到周边，周边再继续向外扩散。他有些不敢想了，这岂不是龙国都要遭殃？陆局长，麻烦让你部下全部撤出战斗，不然一旦被波及化为丧尸就很麻烦。林凡看向一边的上校，再次开口：“那位长官，麻烦你也让你的部下撤回吧，铂金街的在最前方防守即可，剩下的就全部交给我来。那些丧尸化的御兽根本就不是同等级的普通御兽可以比拟的。丧尸化御兽不畏死亡，没有痛感，实力成倍的提升，自愈能力堪称恐怖，只需要擦破一点皮就可以让对方被同化。所以低于铂金阶的上去，很可能就是在给对面增加队友。战场上其实已经有不少被丧尸化的御兽，甚至还有士兵和执法。士兵和执法都是人类，不难解决，麻烦的还是那些丧尸化御兽。是。上校尽了个标准的军礼，随后向着士兵们下令，所有人全部撤出战斗，铂金阶在第一排构筑防线，所有执法全部撤出战斗，铂金阶构筑防线。陆威同样下令。很快，执法和士兵们就带着各自的御兽撤出了战斗，全部站在了一起。铂金阶的挡在最前排抵御，虽然人数很多，但铂金阶的却并不多，只有13个人有着铂金阶的御兽，其中5名是执法，8名是军官。战场清空，林凡无所顾忌，这些丧尸化御兽只要没有再可以感染的御兽，那么结束战斗只是时间问题。主人，解决完了。月莹飞至林凡身侧，翻手间几枚银色珠子出现，这些是那些丧尸化御兽的骨灰，全部已都封存完毕。喵喵和百里姑紧跟着跑来，喵喵的手中还提着一颗血淋淋的大光头，那光头不是别人，正是周恒。断口处极为的不平整，还带着半条气管，断口不停滴滴答答的淌着血，一看就是被巨力给拔下来的。主人，我终于报仇了！喵喵直挺挺的跪倒在地，猫眼中闪烁着泪花。咚咚咚！喵喵放下周恒的脑袋，冲着林凡磕了3个响头。你这是做什么？赶紧起来！林凡把银色珠子收入空间手环，连忙上前搀扶喵喵。主人，谢谢你。喵喵没有起身，眼神坚定看向林凡。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才能为我的家人报仇，这是我代表家人向主人磕的。喵喵心中暗暗发誓，以后他喵喵这条命就是主人的，主人就算让他去死，他都会马上执行。行了，别客套了，我们是伙伴，这些是应该的。林凡拽起喵喵，看向百里姑，百里姑去执法和军队那边，这些丧尸化御兽我来处理。好，注意安全。百里姑点点头，向着执法和军队那边走去。抬手间把喵喵收入御兽空间。月莹，把这些丧尸化御兽全部解决。林凡下令道。月莹点了点头，感受了一下体内还剩余的能量。
只有不到1/5了。月莹并没有再开大招，开大招所耗费的能量太多，剩余的这些根本不够。万化牵引，月华婆娑，数十个月莹瞬息间出现，无数皎白的弯刃被释放而出，刷刷刷，弯刃接连不断地斩在丧尸化御兽的身上。这些丧尸化御兽里最高的也就是黄金阶，在月华婆娑的持续输出下，所有被丧尸化的御兽全部化作一块块碎肉。红莲业火，地面上火焰凭空出现，宛若一朵朵盛开的红莲，不断燃烧着这些碎肉。很快，这些碎肉便被烧作了灰烬。月莹手一挥，一道道银色能量被打出，化作银色珠子，把这些灰烬尽数包裹，随后漂浮到林凡的面前。林凡把这些银色珠子全部收入空间手环，数十个月莹同时消失不见，仅剩下月莹的本体。林凡看向那名钻石阶中年人，那名中年人亦是看向了林凡。中年人身前有着2头御兽，一只钻石阶，一只铂金阶，全部已经丧尸化。在和这2只丧尸化御兽对战的是4只钻石阶的御兽，其中一只御兽林凡见过，焚天皇欧阳千木拥有的就是这种御兽。那回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不过他在忙着处理眼前的丧尸化御兽，就没细想。收回目光，中年人冷哼一声，抬手召唤出一只飞行御兽，一跃而上就要离开。横飞工会已然全军覆没，这里就剩下自己了，计划失败，该离开了。想跑？林凡剑眉微皱，月莹拦下他。林凡刚下达指令，月莹还未动手，只见那中年人身下的御兽尾部一团黄色的息直接爆射而出，嗖！紧接着那只御兽就如同打摆子一般不停颤抖，直直地向着下方坠落而来。轰！在林凡前方5米处，烟尘飞溅，中年人直接被惯性甩到了林凡的脚边。中年人想要爬起，却被林凡一脚踩在了后背上。月莹抬手间，2发七彩光球射出，直接轰击在了那只飞航御兽的身上。2个巨洞顿时出现，各种状态不断叠加，颤抖着，哀嚎着，抽搐着，尾部的息还在不停地窜着。飞行御兽韩赫尔王，你是谁？这丧尸化药剂是怎么回事？林凡细眯双眼。中年人继续挣扎，没有答话。不说。林凡耸了耸肩，转身看向执法和士兵所在的位置。陆局长，你带几个人过来一下。好嘞。陆威点点头，随便点了几个人，就向着林凡所在的位置走去。陆局长，这个人嘴里估计有背后的秘密，我觉得可以审问一下。没问题，审问我在行啊，这方面我可是专家。陆威拍了拍胸口。你是什么人？这丧尸化药剂从哪搞来的？来清河市有什么目的？陆威询问道。中年人已经不说话，继续挣扎。好小子。陆威点了点头。小王、小张，你们俩把他给我捆起来。是。2名执法掏出一条特制的绳子，麻利的给这中年人捆成了粽子，还贴心的为其戴上了银手镯和银脚链。我就喜欢嘴硬的。陆威嘿嘿一笑，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勺子。小李啊，你去那个飞航御兽的尾巴上挖一勺，然后拿回来。是。陆局。执法毕恭毕敬的接过勺子，向飞行御兽跑去。哟！执法看着一滩又一滩稀黄，干呕了几声，皱着眉，戴上了口罩和手套，手颤抖着伸向勺子上，顿时被染成了焦黄。勺子内热气腾腾，隐约还冒着白烟，焦黄中裹挟着未消化完的菜叶以及一些黑黝黝的东西。执法嘴角微微抽动，连戴着的口罩都有些扭曲。妖兽啊！执法摇摇头，快步返回，手中的勺子平举着，没有半分低落。陆局，这是您要的，我特意捞了点干货。干得不错。陆威赏识的拍了拍执法肩膀夸赞，随后一脚踢在中年人的脸上。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不然的话，我可是要请你吃自助餐的。中年人鼻血横流，看着面前执法手中的勺子，露出惊恐之色，不过依旧咬着牙一言不发。运转洞察之眼，林凡扫过这中年人的面板，姓名山田菊景。樱花鬼子。面板上的信息让林凡剑眉微皱。刚才他以为这中年人是龙国人，没想到居然是个小鬼子。这群小樱花鬼子还真是其心可诛啊！上辈子就是一群杂碎，没想到穿越过来后，这群樱花鬼子还是一群杂碎，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丧尸化药剂弄到龙国，那目的就不言而喻了，很可能清河市就是试点。那么其他的事会不会也有？如此的话，那岂不是危机了？轰轰轰！接连的几声爆炸传来，打断了林凡的思索。林凡抬眼望去，只见那2只丧尸化的御兽被炸成了碎块，那2名钻石界的御兽师则是乘着各自的御兽离去了。月莹把那些碎块焚烧，然后封存在珠子内。林凡下令道：是，主人。月莹领命，向着那片战场而去。陆林凡刚要开口，就看见陆威一脚踹在了中年人的裆部。啊！哦！中年人顿时双眼暴突，面容极具痛苦，不停地惨叫。喂！陆威招了招手，执法立即会意，一个箭步上前，手中的勺子直接塞进了惨叫的中年人口中。不可言喻的味道直冲天灵盖，中年人挣扎更甚。小李抽出勺子，两侧执法死死地捂住中年人的嘴，焦黄不断顺着中年人的嘴边流下。林凡，真他妈恶心！执法局平时都这么玩的吗？林凡心中暗想，嘴上却说道：陆局长，事情已经结束了，这人押到执法局再审吧。没问题。陆威点点头，大手一挥，1队2队留下，其余人收队回局里。执法们把中年人押进车内。片刻后，月影返回，把2枚银色珠子交给林凡，手一翻，珠子凭空消失，被收进空间手环内。解除铠甲状态，林凡把月莹和希诺收回御兽空间。
林凡跟着陆威上了一辆执法车，至于上校，则是直接带领军队返回军区。他的任务已然完成，至于其他的就不归他管了。2名保镖暗中继续保护着林凡的安全。清河市执法总局审讯室内，林凡坐在主位，陆威和一名副局长分居两侧。虽然林凡有些懵逼，但是架不住陆威太他娘的热情了。中年人双眼恶狠狠地盯着3人，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那么林凡3人怕是早已经被凌迟。林凡吸了一口旺仔牛奶润润喉，起身走至中年人的面前。山田局警，对吧？林凡淡淡开口。你是怎么知道的？山田局警瞪大双眼，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他来到龙国一直用的假名字，甚至就连对接的周恒都不知道他的真正名字。雾草。陆威和那名副局长对视一眼，一副见鬼的表情。中年人的真正信息，执法局内根本查不到，有的只是假名字和一份假信息。林凡是怎么知道的？看中年人的表情，明显是说对了。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难不成林凡是神仙转世不成？不过他们并没有多嘴，林凡他们得罪不起。我怎么知道的？你不用管。林凡瞥了一眼山田局警，冷漠开口：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当然你可以不回答，无非就是受罪而已，也没啥。山田局警皱眉，眼神依旧凶狠。算了，你还是别说了。林凡摆摆手，我林凡生平就喜欢折磨人，我就喜欢听惨叫，等我啥时候折磨够了再说吧。我希望你一直别说，不然很无趣。言罢，林凡脱下鞋，拽下袜子塞进了山田局警的口中。山田局警，陆局长，给我找20头母猪过来。林凡走回陆威和副局长的身旁，趴在陆威的耳边细语：陆局长，这样。陆威嘴角微微抽动，心中剧颤，真他妈的变态啊！不过还是按照林凡的要求，命令手下去办了。不多时，20头母猪被执法们接连牵入进审讯室内。药都喂好了吗？林凡扫过20位执法，都喂好了，这是您要的大剂量，是正常的50倍效果。领头的执法敬了个礼，恭敬道：把这包都给那个樱花鬼子喂进去。林凡点点头，翻手一管药剂出现，快死的时候给他喝2滴。明白。执法接过药剂，带着其余执法以及成群的母猪包围了山田局警。陆局长，我们出去吧。林凡拍了拍陆威的肩膀，等下有些辣眼睛，正好趁着这个时间把这件事你向上汇报一下。我觉得这件事不简单，很有可能其他的事也有。陆威点点头，和林凡、副局长走出了审讯室。下一秒，猪叫声不绝于耳，似兴奋，似狂野，无法言语。林凡斜靠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喝着旺仔牛奶。副局长在一侧陪同，陆威则是去局长办公室打电话向着上层汇报。林凡说的没错，这件事既然他清河市出现了，那么其他的城市未必没有。一旦这丧尸化爆发，那就是一场大的灾难，损失的都是龙国的力量。不知过了多久，咚咚咚，林凡所在办公室的房门被敲响。进！一名执法推门而入，冲着副局长和林凡敬了个礼，开口道：那樱花鬼子受不了了，要招供。才这么快就不行了？林凡撇了撇嘴。执法和副局长相互对视，嘴角狂抽。这么快？这都3、4个小时了好不好？虽然那是个畜生，但是也架不住20头上药的母猪啊。走吧，去看看。林凡起身，在执法的带路下，林凡和副局长重新回到了最初的审讯室。审讯室内一片狼藉，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我说，你想问什么？我全说。山田局警歇斯底里，但声音却极其微弱，脸上、嘴唇上没有一丝血色，完全一副虚的快要升天的神态。你的态度我不是很满意啊。林凡摇摇头，你这好像我在逼迫你一样。我林凡不喜欢逼迫人。挥了挥手，一侧林立的20名执法从兜里再次掏出一包包药。扑通！山田局警见状，惊得亡魂皆冒，直挺挺地跪在了林凡面前。还来，当个人吧，好吗？求求您了，我自愿的。哦不，是我逼着您听我说的。山田局警连忙向前蹭了2步，求您了，一定要听我说啊，拜托了。可真是个孬种，你的骨气呢？武士道呢？林凡不屑，我没中，我错了，我们樱花皇就是个傻逼。山田局警连忙附和。换间审讯室，林凡挥了挥手，和副局长走出审讯室。这里的味道太冲了，林凡都感觉有些隐隐作呕。新的审讯室内，山田局警被重新固定在审讯椅上，一台摄像头对准了山田局警。姓名？副局长开口问道。山田局警。山田局警连忙应答，生怕晚了。另一旁的执法拿着比飞快的记录。林凡翘着2郎腿，自顾自地喝着旺仔牛奶。国籍：樱花。年龄：42。性别：男。目的：来龙国试点丧尸化药剂。来了多少人？76。那些城市：望江、海西、清河、洛北。人员名字以及接触的势力。一番审讯后，山田局警所知道的信息全部供出，包括副局长没想到的同样被供出。林凡见眉紧皱，他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的城市，就连洛北也在其中。这群樱花鬼子可真是该死啊！这件事可是大事，如今证据确凿，就看最上层的人怎么解决了。山田局警被收押了起来，并没有直接弄死，这畜生还有用，得转交到龙国高层手中。陆威把证据，包括一些供词等，全部交给了最上面的总局。他只是一个市的局长罢了，指挥其他城市做不到，只能让最上层调动清理。林凡，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没有你出现，清河市乃至龙国都要遭受一场大危机。陆威眼神真挚，不如今晚去我家过夜吧，
我与你一见如故，咱兄弟俩喝2杯。恭敬不如从命，忙活一晚，正好有些饿了。感受着肚子传来的抗议，林凡没有拒绝。陆威开车，林凡坐在副驾驶。我比你年长一些，不嫌弃的话，以后就称呼我为陆老哥，我称呼你为林老弟，如何？陆威笑着开口。当然没问题了。林凡笑了笑。陆威这局长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从最开始就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整得他都有点怀疑人生。自己可是压根就不认识陆威。林老弟这个年纪应该还在念书吧？陆威握着方向盘看了一眼林凡，林凡点点头，可真是英雄出少年，哈哈。陆威哈哈一笑，其余的也没有多问，掏出手机，陆威拨打了一个号码，电话很快便接通了。老伯，你炒几个好菜，再整2瓶酒，等会我和我兄弟回去喝2盅。这么晚你还知道回来呢？我看你干脆住路边算了，还喝2盅，你咋不上天呢？嘟，手机内忙音传来，陆威的嘴角微抽，一脸黑线。陆老哥，要不咱还是去饭店吧？你这电话内都声音，林凡听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禁偷笑，挺大个局长，还是个怕老婆的主。啧，林老弟，你别看你嫂子这样说，等回去的时候，那肯定是菜都做好了。陆威摆摆手，义正言辞，在我家，那我是说一不二啊，我让他炒菜，他敢不炒吗？林凡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陆威一只手不断发着滤信消息。10分钟后，刹车声响起，陆威的车子停在一间别墅前。陆老哥，你这别墅还挺气派啊。林凡下车指着别墅笑道。林老弟可别打趣我了，这哪是我的，这是国家发的。陆威摇摇头，领着林凡走进别墅，推开门，一大桌子的菜品整整齐齐，还冒着热气。一个妇女正穿着围裙，端着一锅汤从厨房内走出，桌边还端坐着2名少女，长相一模一样，年纪的话和林凡差不多大。林老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你嫂子沈韵，这个是我的大女儿陆媛，这是我2女儿陆倩。陆威给林凡一一介绍，随后看向自己的2个女儿，叫林舒、陆媛、陆倩。别愣着呀，快和你林舒问好啊。陆威催促，这俩闺女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见面连招呼都不知道打，怎么回事？林舒好。2女懵逼的向着林凡打了个招呼。林老弟，来快入座吧，嫂子这一桌子菜可都是给你准备的，你可得多吃点。沈韵放下汤，拉开座位邀请着。在刚才的时候，陆威可是滤信上给他发消息了，这位可是大人物，跺一跺脚，清河市都能地震的那种，一定要招待好，一定要抱住这棵大树。沈韵同时也存了小心思，林凡这么厉害的话，若是自己的女儿能嫁给这位，那以后不就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指日可待。如今见到林凡本尊，沈韵是越看林凡越顺眼，那眼神就如同丈母娘看新姑爷一般。林凡的外貌简直是帅得离谱，100分是满分的话，起码能打个200分。如此俊俏，再配上那通天的背景，良配啊！可得让自己的女儿抓住机会，这样的好机会不多。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林凡总感觉哪里有些怪怪的，这热情的很离谱，尤其是沈韵的眼神，为什么他有种不安的感觉呢？落座后，陆威直接敲开了一瓶白酒，给林凡和自己斟满。林老弟，咱哥俩碰一个先。陆威举起酒杯，林凡笑了笑，举起酒杯和陆威碰了一下。陆威仰头一饮而尽，林凡同样一口饮下。雾草，为什么感觉跟喝水一样？白酒入腹，林凡没有感觉到丝毫不适，如此急促间一饮而尽，竟然没一丁点的感觉。酒还是酒的味道，但似乎却没有了酒的效果。自己的身体莫非是出现了什么变异不成？反观陆威，脸色微微泛红。林老弟可真是好酒量。陆威比了个大拇指夸赞。林老弟，嫂子敬你一杯。说着，沈韵给自己倒了杯白酒，起身敬向林凡。咕嘟，林凡回敬，一杯酒再次下肚。这次林凡确定了，自己真的好像是变异了。第2杯如第1杯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林凡百思不得其解。幸运就算再变态，也不能让自己喝酒不会醉吧？陆家2姐妹一直偷偷地打量林凡，她们的脑海中只出现了一个字，那就是帅。她们还从未见过如此帅气的男生，不由得纷纷面色羞红，但是还总是忍不住偷偷打量。随着不断的敬酒，陆威和沈韵相继而倒，陆家姐妹喝得迷迷糊糊。林凡没有一丁点醉意，陆家姐妹的偷看，林凡自然注意到了，不过也没在意，谁让自己长得帅呢？看就看吧，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李叔，冷不冷？加个滤芯。陆源率先开口，面色潮红。李叔，也要。陆倩紧接着开口，口齿有些不清。林凡喝得有点多，林凡尿意上涌，没理会陆家姐妹，起身向着卫生间而去。姐，李叔怎么跑了？陆倩歪着头看向林凡离去的方向。不知道，我们去瞧瞧。陆源晃了晃脑袋，站起身，搀扶着陆家姐妹跌跌撞撞地向着卫生间走去。Doom！ 卫生间的门突然被撞开，林凡一脸懵逼，惊诧地转过身。哗啦啦，铺天盖地的大雨倾盆下，尽数淋在了陆家姐妹的身上。姐，下雨了。陆倩迷迷糊糊地舔了舔嘴角，这雨怎么咸咸的？好像是下雨了，还挺大。陆源迷迷糊糊地摸摸脸上的。林凡，姐，李叔为什么有3条腿啊？陆倩摇摇晃晃地走上前，疑惑地指着林凡，是我眼花了吗？好像真的有3条腿啊。陆源揉了揉双眼，李叔不是人类吗？林凡，不应该啊，李叔那么帅，怎么会不是人类呢？我研究一下，这是不是假肢？一只手突然袭来，紧接着是第2只手。林凡，慌忙间挣脱，林凡逃也般的跑出了卫生间。陆家姐妹微微愣神，
李叔怎么突然不见了？不急倒啊！摇晃着，陆家姐妹走出卫生间，扑通2声，陆家姐妹晕倒在地，睡着了。林凡呼了一口气，这他妈太吓人了，差点真操不保。无奈的摇了摇头，看着窗外升起的太阳，林凡走出了陆威的别墅。抬手间，月莹被林凡召唤而出，清河市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他也该回去了。至于自己的离去，等下午时给陆威打个电话说一声就行了。站在月莹的头顶，林凡吹着风向着洛北而去，就像阳光穿破黑夜。林凡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掏出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犹豫2秒，林凡按下了接听。是林凡吗？电话一边的声音传出。你谁啊？林凡不解。我是国安局局长欧阳钊。电话另一边自我介绍道。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林凡剑眉微皱，这年头骗子太猖狂了，居然连国安局局长都敢装。你不就是林凡吗？电话另一头微微一愣。不，我是你家隔壁老王。说完，林凡直接挂断了电话。国安局内，欧阳钊一脸懵逼，这都什么和什么呀？看了一眼电话，又看了看资料，没错呀，就是林凡的电话呀。重新拨打，响了2声过后，再次被接听。你没完没了是不是？林凡没好气的说道。我真是国安局的。欧阳钊算是明白了，这林凡把他给当成骗子了。他这次给林凡打电话是为了丧尸化药剂的事情。自打陆威把情况上报后，他就一直忙活到现在，终于把所有地区的清理任务全部安排完毕。我也真是你家隔壁老王，等你下班以后我们再见吧。林凡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默默地把这个号码拉入了黑名单。听着手机内传来的忙音，欧阳钊一脸黑线，平复了一下心情。欧阳钊带着一队国安局的人出发，向着洛北市而去。时光如水，岁月如梭，月莹在林凡的别墅前降落，化作人形后，林凡和月莹进入别墅。你怎么没去上学？林凡看了一眼正在给盆栽浇水的东方清婉，询问道。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早上9点了，正常来说这个时间段他们都已经上学去了。上学太枯燥了，所以就请假喽。东方清婉放下花洒，抬头看向林凡。那你慢慢浇花，我先上去了。言罢，林凡带着月莹向着楼上走去。看着林凡的背影，东方清婉口中喃喃，还真是个奇怪的人。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全部都知道了。丧尸化药剂，境外恐怖组织，樱花国。看来雪儿喜欢的男人还真是不简单呢。回到自己的卧室，林凡抬手间，3道法阵凭空出现。月莹、希诺、喵喵3只御兽被召唤而出。主人，我去研究技术，有事靠我。喵喵喜笑颜开，整个猫都显得神采奕奕。去吧。林凡点点头。喵喵确实是个天才，在电脑这一块简直牛逼的不行。这才多长时间，就自己鼓捣着把仇人都找到了。若是长此以往的发展下去，说不定喵喵会从战斗型御兽转变为科研型御兽。战斗型现在月莹和希诺已经足够支撑了，科研型加以辅佐的话，那么简直就是无敌啊！喵喵刚要打开门，迈出一步，林凡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开口：喵喵，你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动画片，学一下这方面的技术，需要什么跟我说。没问题。喵喵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主人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喵喵知道月莹是有复刻天赋的，主人让他做动画片，肯定是要做一些牛逼的天赋和技能来给月莹复刻。一个个想法猛然间从喵喵的脑海中出现，如果自己制造出了想象中的那种天赋，不知道月莹能不能复刻。复刻出来了，那么自己、主人以及希诺那可是全员受益啊！自己可真是个天才。哦不，这都是主人教的好。主人，你就瞧好吧。喵喵眼中小火苗不断升腾，信誓旦旦地向着自己的实验室走去。月莹打开电脑，点开了一部动画片，把异空间内的材料全部取出。月莹和希诺继续研究起了动画片，边研究着边吃着各种材料。看着自己的御兽们如此努力，林凡决定自己也不能落下。于是乎掏出手机刷起了抖音，享受生活。不知不觉间，月莹的小嘴中哼唱起了摇篮曲。林凡栽倒在床上 ，zzzzz。莹莹姐，主人睡着了。希诺转头看了林凡一眼，悄悄地趴在月莹的耳边说道：月莹，动画片有点应景，他不知不觉间竟然用出来技能了。主人可是没有霸体天赋的，这下可糟了。月莹心中暗道不妙。怎么了？莹莹姐。希诺小手在月莹眼前晃了晃。你怎么突然发呆？没事。月莹回神。这些材料吃着升级太慢了，主人正好睡着了。希诺兴奋。诺儿就不客气了。起身走向林凡身边，把林凡呈木字形摆在床上。希诺可爱一笑，小手。月莹。梦境内，林凡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天穹之上，还是上次的老地方。雾草，还是上次的吗？林凡惊诧，看着下面的圣堂，林凡一个闪身直接进入。圣堂内，少女呆呆地坐在林凡雕像下。夫君。少女看见林凡突然出现的身影，俏脸上瞬间流露出惊喜，起身向着林凡飞扑而来，抱住林凡，少女贴贴。林凡不知所措，小别胜新婚，虽然还没新婚，但少女却觉得林凡不在的每一秒都度日如年。猛然间，少女感觉到了不一样的地方。夫君，你……林凡同样感觉到了不对劲，为什么莫名其妙的站起来了？什么鬼？林凡老脸一红，尴尬的挠了挠头。我去冲个凉。为了缓解尴尬，林凡决定先行遁走。言罢，林凡一个闪身，直接上了2楼。哗啦啦，随着凉水的不断洒落，林凡感觉很奇怪，为啥没有一点减弱的痕迹？吱嘎，门被推开，少女娇红着俏脸走入。夫君，让若儿服侍你沐浴吧。林凡，
还没等林凡反应过来，少女已然来到林凡身前。虽然夫君说要在新婚之夜，但夫君这么难受，自己或许可以用别的方式呢。林凡卧室内，希诺小脸上满是懵逼，主人的手又开始乱动了。月莹同样懵逼，主人又在拥抱大自然了。1小时后，希诺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裙子，起身。莹莹姐，我感觉这次的经验属性点都被削减了一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诺嘟着小嘴，可能是我们升级过后的原因。月莹疑惑，或许是不是你感觉错了？不会啊，莹莹姐你自己试试吧。希诺让开位置，月莹点点头，走上前。梦境中，少女身上一道光芒闪过，林凡洞察之眼扫过，整个人瞬间呆愣在原地。等级150200，史诗。雾草居然进阶了，林凡心中不断腹诽，自己还有这功能呢。经验宝宝，哦不，进阶宝宝，这他妈有点离谱了。不过随之林凡也就释然了，毕竟这是梦，发生什么离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夫君，我……少女俏脸红润，抬起头结结巴巴。刚才的一刹那，她感觉到自身的桎梏被打破了，从钻石阶迈入了史诗阶，心中惊喜万分，同时更是感慨夫君的强大。你不用考虑我，你想干啥就干吧。林凡无奈地摇了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如此吧。大梦一场，做完再说。少女连忙点点头，俏脸上满是幸福。1小时后，雾草多了一个天赋。1小时后，雾草多了一个技能。1小时后，雾草全属性增加了。1小时后，雾草，我他妈好像变异了，停不下来了呀！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一晃时间来到了傍晚。诺儿，别了。月莹拉住希诺，我怕主人会虚脱，这已经是第16次了。我知道了。希诺依依不舍，搓着裙子。我们去洗漱一下，然后我去做饭。月莹继续开口，诺儿，你把主人叫醒。希诺点点头。咚咚咚！就在此时，楼下的大门突然被敲响。东方青婉从沙发上起身，踩着拖鞋向着别墅大门走去。拉开门，东方青婉俏脸上全然一副惊诧之色。门口的人同样是一副惊诧之色。青婉丫头，你不是在京都上学吗？你怎么会在林凡的别墅里？我转学了呀，来陪我闺蜜念书。东方青婉询问。欧阳叔叔，你们来这是有什么事情吗？欧阳昭意味深长的点点头。我来这是找林凡的，他在家吗？在的，先进来坐吧，我去楼上叫他。东方青婉侧身邀请。欧阳昭进入房间，坐在沙发上，身后的国安局成员哗啦啦直接散开，隐蔽在别墅的四周。东方青婉踩着拖鞋向着楼上走去。咚咚咚，林凡房门被敲响，月莹起身拉开房门。东方青婉，林凡呢？主人还没起床，有什么事情吗？月莹询问道。东方青婉，国安局的人来找林凡，应该是有事。5分钟不到，别墅的大门再次被打开，欧阳姐妹以及袁雪大包小包的走进别墅。一进入别墅，欧阳千木看着沙发上坐着人，俏脸上陷入懵逼之色，手中的东西哗啦啦掉了一地。女儿，你怎么会在林凡的别墅？欧阳昭疑惑、不解、迷茫。这个，欧阳千木有点宕机。姐，我和袁雪先把东西拿上去啊。欧阳瑶连忙捡起地上的东西，拉着袁雪向着楼上走去，等下就回来。随着欧阳瑶和袁雪的离开，大厅内只剩下欧阳昭和欧阳千木。你来洛北念书，是不是就为了林凡这小子？欧阳昭率先开口，根据他睿智的判断，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是。欧阳千木不再宕机，坚定的点点头。我喜欢林凡，所以我就来了。欧阳昭，林凡在清河秘境救了我，不然我现在已经死了。我已经发誓这辈子非林凡不嫁了。欧阳千木继续说道。欧阳昭，爸，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希望你能支持我的选择。欧阳千木认真。那我要是不支持呢？欧阳昭反问。我相信你一定会支持我的，你说对吧？爸。欧阳千木的玉手轻抬，掐住了自己的脖子。欧阳昭，哎，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一定要简直。欧阳昭脑海中思绪流转，无奈的摇摇头。我支持支持，你快把手放下。就知道，老爸你最好了。欧阳千木放下手，爸，别说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还想在这安安静静的住下去。知道了。欧阳昭轻抚额头。那我先上去了。欧阳千木绽放笑容，欢快的向着楼上跑去。林凡房间内，林凡醒来，咕噜着爬起身。扑通！林凡，雾草又来。林凡心中暗骂，自己不就做了个梦啊，咋子回事啊？扶着墙，林凡下了楼，颤颤巍巍的走到欧阳昭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东方青婉直接返回了袁雪的房间，看着林凡的状态，欧阳昭嘴角微微抽动。这就是他未来的女婿，这孩子不是肾虚吧？不应该啊，昨天根据陆威的汇报，这林凡可是能够召唤什么铠甲和铂金阶御兽正面对抗的呀。应该不是，可能是用了什么特殊技能导致的暂时后遗症。你好，林凡。欧阳昭起身自我介绍，同时掏出了一个小本子。我是国安局局长欧阳昭，那会给你打过电话的，这是我的证件。雾草。看着欧阳昭的证件，林凡心中微颤，这家伙居然还真是国安局局长，所有的执法局都归属国安局管理。这位是个大佬啊，不过找自己干什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地孩证件。林凡疑惑。这次多亏你的帮忙，才能让龙国免出一场浩劫。欧阳昭收回证件，脸上郑重。所以我想邀请你加入国安局。加入国安局？林凡剑眉微皱，我有什么好处？你想要什么好处？欧阳昭挑了挑眉，反问道。这小子还真是奇怪，
其他人都巴不得能进入国安局呢。国安局督察整个龙国，有先斩后奏之权。这小子居然还问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有意思。当然是钱了。你也知道，御兽师这个职业是很烧钱的，材料啊、金盒啊。停！欧阳昭听的头都大了，1年20亿龙币，可以提前预支工资。这小子掉钱眼里了吧？咋这么俗呢？不过一想，这也是自己未来女婿了，自己就牵慕一个女儿，这也就算是自己的儿子了。缺钱的话，自己直接给就行了。就算自己不给，看自己女儿那架势也会给。给来给去，不都还是自己的钱？这么多，林凡心中暗自腹诽。他没想到1年工资竟然足足有着20亿龙币，这国安局太富有了吧？还有其他的要求吗？欧阳昭开口道。暂时没有了。林凡摇摇头。那我加入以后都需要干什么？毕竟工资开这么多，那肯定不能让自己闲着，说不定是要让自己去做什么任务。什么都不需要，你暂时在洛北待着就行了。欧阳昭摆摆手，从衣兜里再次掏出一张证件递给林凡。这是你的证件，你的身份已经在国安局内录入完毕了。凭借这个证件，任何市的执法局你都可以调动，遇见不法之人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加入？林凡疑惑。你有拒绝的理由吗？欧阳昭反问。林凡耸耸肩，好像还真没有。不过这国安局待遇也太好了吧，什么都不用干，还能凭白开20亿的工资，最主要的是权力居然这么大，还能先斩后奏，这他妈不就相当于锦衣卫吗？看着林凡的表情，欧阳昭心中无奈。本来来之前他是准备带走林凡的，结果自己女儿横插一脚，一切计划也就全部改变了。既然是自己的女婿，那么就不需要让林凡跟着自己去京都了。普通的国安局成员权力当然没有那么大，调动执法那只有任务下派的时候才行，还需要有他的书面命令。不过林凡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他相信自己女儿的眼光，他也相信自己的眼光。为什么我这个级别一览是空白的？林凡翻开证件查看，指了指级别一览。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你等下。欧阳昭一拍脑门，从怀里拿出了一枚精致的印章，把林凡的证件平铺在桌面上。印章盖下，原本空白的级别栏上出现了一个金色的 A。 这么随意的吗？看着欧阳昭的动作，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这直接现场给安排级别，这国安局不是假的吧？但是通过洞察之眼所看到的面板，欧阳昭的面板确实是传说级的御兽师啊。一个传说级的御兽师没事闲的没事忽悠自己干啥？其实证件上的所有级别都是这样印上去的。欧阳昭收回印章，看向林凡。印章的印泥是用特殊材料制造而成的，搭配印章内钻刻的法阵，防伪效果无懈可击，甚至说这印记相当于一道护身符。 A 级的印章可以抵御一次史诗级的全力一击。那你无限印，那不无敌了？林凡反问。站在史诗凶兽面前拿出一叠证件，那不是能活活累死那凶兽？臭小子，你想什么呢？欧阳昭白了林凡一眼，这印章的使用是有着限制和次数的，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印的。行吧。林凡收回证件，有了这玩意，那以后就是真的起飞了，也不用等到什么高考了，直接明天就把王轩那小子给弄死。欧阳局长，你这远道而来吃饭了吗？林凡笑眯眯地看向欧阳昭。别欧阳局长了，以后你就叫我叔叔吧。欧阳昭摆了摆手，饭当然没吃，你饿了？这不是怕欧阳叔叔你饿了吗？林凡憨笑。行了，事情解决，我请你吃饭。欧阳昭大手一挥，地方你选，我买单。飞了一天了，也该吃点饭了。爽快。林凡哈哈一笑，果然啊，大佬就是大佬，简单直接，毫不拖泥带水。那就去紫禁之巅吧，这地方不错，物美价廉。林凡提议，就我们俩太冷清了，要不把我邻居们也带上？你说了算。欧阳昭摆摆手起身。林凡，没问题，那我去上去叫他们。欧阳昭点点头，向着别墅外走去。林凡上楼，麻利地敲响了几女的房门，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1秒，直接接通。喂，李校长，之前都是你请我吃饭，今天我请你吃饭，全场消费由林公子买单。电话另一头的李长青微微一愣，林凡居然要请他吃饭，还是林凡付款？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看了一眼窗外，太阳快落了，不过方位正确。喂，说话呀，李校长。啊，去哪呀？紫禁之巅，我家门口等你，小钱的话也顺道带来吧。行，我这就来。挂断电话，林凡再次拨打了一个号码。喂，百里姑。哟，林凡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别扯淡，我家门口，请你吃饭。挂断电话，林凡再次给元宝打了过去。自己的兄弟们都联系了一遍后，林凡收回了手机，满意的下楼。叔啊，等一会，先抽根烟。林凡站在门口掏出了2颗芙蓉王，递给了欧阳昭1颗，自己叼上一根。欧阳昭接过芙蓉王，叼在口中，啪嗒，清脆的火机声响起。林凡给欧阳昭点着了火，欧阳昭吸了一口，烟雾缭绕。林凡同样给自己点上。随着烟头的落地，林凡别墅前几道身影出现，正是李长青、百里姑以及元宝，还有李长青身后的钱有为。欧阳局长。李长青当即面色一变，看了看林凡身后的欧阳千木，又看了看林凡身侧的欧阳昭。欧阳千木瞪了李长青一眼，李长青当即会意。李校长是吧？久仰久仰。欧阳昭伸出手，哈哈一笑。久仰。李长青同样伸出手握了握，陪着笑。哟，百里姑，你咋在这？欧阳昭看了一眼百里姑，脸上一愣。哈哈，欧阳叔叔好久不见啊。百里姑潺潺一笑，挠了挠头。那个叔叔啊，您可千万别暴露我的行踪。欧阳昭点点头，他又不是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
百里世家的事情他懒得管。不过这林凡居然认识百里姑，林凡这小子不简单啊！一行人分坐三车，向着紫禁之巅而去。进入包房，一行人落座。你点吧。欧阳昭把菜单直接递给了林凡，我去趟卫生间。林凡相当客气，按照元宝的秉性，直接把菜单点了一遍。酒水的话自然相同，毕竟堂堂一个大局长，吃饭不能太寒酸。没过一会，欧阳昭回来，身边还带着2个中年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市长徐山，这位是执法总局局长陈远和。欧阳昭介绍道，刚才我去卫生间正好碰见这2位，那大家就熟悉熟悉，一起吃个饭。3人落座，随着酒水菜品不断端上，酒宴开始。对于林凡、徐山和陈远和虽没见过真人，但相片和名字自然是见过。他们前来并不是偶然，而是得到了欧阳昭前来的消息。欧阳昭那可是龙国的大人物，他们估计这次欧阳昭前来就是为了林凡。看来这林凡真的是不简单。推杯换盏间，所有人都开始熟络。徐山和陈远和不断地向着欧阳昭和林凡敬酒，一杯又一杯，林凡无所畏惧，反正他是怎么喝都不会醉。欧阳昭的酒量同样很屌，这么多杯下去，脸上只是略微泛红。各位，我喝多了，我去个卫生间。百里孤起身略带歉意，路过林凡身侧的时候，拍了拍林凡的肩膀。林凡疑惑，我也去趟卫生间，你们先喝着。百里孤和林凡走出了包厢。林凡，你是不是打算明天就干掉王轩？正好这洛北市的2位顶头在这，等会看我表演。你又知道了，你这梦还真他妈准啊！我那会才刚刚想，你这一天一个想法，梦得我都快精神错乱了，估计再过不久，我可能真要精神病了。不，你本来就是。林凡摇摇头。百里孤回到包厢，林凡和百里孤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又是几杯下肚，百里孤突然声泪俱下，在场众人皆是微微一愣，朝着百里孤看去。百里小子，你这怎么喝高了？欧阳昭不解，面带疑惑。唉，我恨命运不公啊！百里孤双眸轻闭，叹息道。在场所有人都一脸懵逼，除了林凡，百里孤不给他颁发的奥斯卡都对不起丫的演技。林凡心中腹诽，这说哭眼泪立马就下来了，真牛逼！我的好兄弟林凡，多么优秀的一个人，却因为区区10万块被人诬陷，被逼得只能改变容貌隐姓埋名，至今都无法伸冤雪耻。百里孤睁开双眼，面带悲痛，洛北王家诬陷我兄弟不算，还觊觎他的玉兽，3番4次派人暗中劫杀，我兄弟可就只是一个普通人啊！言罢，百里孤自顾自的给自己斟了一杯，举杯。2位叔叔都是这洛北市的高层，还有欧阳叔叔，您是国安局局长。我百里孤见兄弟的遭遇，实在心有不甘，不吐不快，还望3位叔叔能帮我兄弟平冤昭雪，还世间一片朗朗乾坤。我百里孤干了！百里孤一饮而尽。闻言，欧阳昭面色铁青，眉头皱起。市长徐山一脸懵逼，执法局长陈远和颤颤巍巍，其余众人义愤填膺。陈远和的目光不经意间看向了欧阳千木的位置。欧阳千木点点头，陈远和立马会意。小凡，百里孤说的都是真的。欧阳昭看向林凡，林凡叹息一声，点点头。妈的，这洛北王家真是狗胆包天，是我龙国的法律如无物吗？欧阳昭一拍桌子，勃然大怒。陈远和，洛北的治安是你负责的吧？欧阳昭看向陈远和，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已经把所有证据都收集清楚了，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尽数抓捕洛北王家和其余相关的人，以及还林凡一个清白。陈远和浑身一抖，连忙解释。等个屁，小凡现在是 A 级国安，他被诬陷就是在打我欧阳昭的脸，明白吗？欧阳昭起身，眼睛一立，召集所有执法，王家在洛北这么横行无忌，也不用留了，我亲自带队。在来洛北之前，欧阳昭就已然调查过林凡的信息，信息上显示的都很正常。当然这信息是欧阳千木给林凡弄的新信息，至于林凡之前的信息和现在的林凡信息，那就是2个人。没想到林凡居然还有这么一段过往，这王家可真是厉害，居然敢动他欧阳昭的女婿，还诬陷暗杀，简直无法无天。这样的世家不必存在了。是。陈远和立即起身，一个个电话被拨打了出去。欧阳叔叔，我袁家院派人辅助执法剿灭王家。袁雪起身，没错，林凡同样是我的兄弟，我袁家想出一份力。元宝起身附和。欧阳昭点点头，掏出手机拨打了2个号码，一个是他带来的那一队国安的领队，另一个则是洛北欧阳家之脉。东方清晚没有说话，从包里掏出手机发了几条信息。她闺蜜都要出手了，那她东方清晚必须要帮场子。一时间整个洛北风云变幻。一切就绪后，欧阳昭、林凡、百里孤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向着王家的位置赶去。手机上各种推送音开始不断的响起，电视上、各种直播平台上、各大网站的主页上、各种广播里挂的全部都是王家所诬陷林凡的种种证据，包括王轩易容逃避抓捕的那份录音。洛北王家，他妈的，天要绝我王家呀！王德贵看着手机上弹出的各种消息，直接差点没惊的猝死。王轩卧室内，王轩看着手机上一条条的推送，眼睛都瞪得差点掉下来，尤其是最后那一条，易容，不仅有录音，甚至还有易容前后的照片，而王家已经被列入通缉犯。整个王家，王德贵狂吃了一瓶速效救心丸后，召集了所有王家的人。大厅内，数百号王家御兽师站立，每个人的面色都极为惊恐，这可是国家要剿灭他们。王德贵的心中此刻恨不得掐死王轩这兔崽子。敌惹了多大的事？国安局局长欧阳昭亲自带队前来。他妈的，国安局局长欧阳昭那可是传说级御兽师，在场的几百号人都不都人家一直守灭的。趁着现在国安局的人还没过来，
我们只能孤注一掷逃离这里。王德贵开口，向着围墙外逃，能逃出多少算多少。樱花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会有人接应我们。还好他之前和樱花那边有着些许联系，这次樱花来人试点药剂，他凭借着关系要来了2支，而药剂正在他的手中，这算是他最后的底牌了。随着王德贵的一声令下，所有王家御兽师纷纷召唤出各自的御兽，向着王家外冲去。趁着夜色的掩护，外加国安局还没到，说不定真的能突围。轰轰轰！就在王家御兽师刚冲出王家的一刹那，四面八方的攻击就不约而同地打了过来。这些正是被陈远和暗中安排在王家四周的执法，以及欧阳家安排的御兽师。他们之前的任务是监视王家的一举一动，现在的任务则是阻击王家御兽师的逃窜。这一波突然的袭击，直接导致20多名王家御兽师连带着御兽一起并天攻击，全力集中一点，给我撕开一道口子！王德贵大吼，其御兽率先发动攻击，向着一处猛烈的发动了进攻。王家御兽师纷纷指挥着御兽向着那处发动了攻击。轰轰！接连不断的爆炸传来。执法和欧阳家御兽师本就数量没有王家御兽师多，这番进攻下真的被撕开了一道口子。王德贵骑上御兽一马当先，带领其他王家御兽师冲了过去。兄弟们，拦住他们，不能放跑一个！执法领队大喝。是。执法们以及欧阳家御兽师们纷纷向着缺口位置支援而去。随着执法们以及欧阳家御兽师们不要命的往里堵，缺口再次堵上，撕开，堵上，再撕开，再堵上。林凡的手上涂了一些卸妆药水，用力一撕，脸上的伪装如一片轻纱般被撕下。林凡原本的面貌出现在众人眼中。欧阳千木美眸流转，眼中不断闪烁小星星。这张脸又出现了，袁雪心里嘀咕，脑海中浮想联翩。还别说，真挺帅啊！伪装的时候就挺好看，这撕掉之后比之前帅了好几倍，难怪能把姐姐迷得神魂颠倒。欧阳瑶眨了眨大眼睛，心中暗道，看来雪儿的眼光还真是不错。东方青婉暗自点点头。王家外，军方的直升机率先抵达，紧接着是各种装甲车、坦克、运兵车，一辆辆执法车载着大量执法同样赶到。袁家、欧阳家前来增援的御兽师乘坐着大巴同样赶到。兄弟们，我们的支援到了！狠狠地干他狗娘养的！执法领队歇斯底里，双眸中血红一片。刚才的一会，他们正面对执法，连带着欧阳家御兽师直接损失了30人多，其余的大部分伤的伤，残的残。如今援兵已到，干他狗日的！吱嘎吱嘎！就在执法领队话音落下的同时，林凡一行人的车辆同样抵达。林凡打开车门，一跃而下，其余众人纷纷下车，跟上林凡的步伐，向着战场而去。身后的几辆车内，国安局的领队带着国安局成员跟上，各个媒体的记者同样扛着长枪短炮紧随其后，不断拍摄录像。有不少自媒体的网红拿着手机等设备不断拍摄，转播到各大直播平台。起初林凡一行人只有2辆车，这后续的几辆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赶来的。不过林凡等也没在意，这种媒体哪里有事哪里到，正好借他们的转播给自己证明。看着惨烈的战斗，林凡剑眉微皱，不由得心中一紧，当即抬手，2道法阵凭空出现，月莹和希诺被林凡召唤而出。欧阳昭抬手间，1道法阵出现，庞大的气势瞬息间席卷全场。林凡看了一眼欧阳昭所召唤的御兽，面板信息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姓名天元启灵，性别无，属性光明黑暗生命神秘，资质传说，等级184-200传说阶，天赋一神秘祈祷，为在场所有有方单位进行祈祷，随机附加临时20全属性增幅，临时50技能威力增幅，临时自愈效果提高50%，临时攻击50暴击概率，临时防御提高50%，临时攻击提高50%，临时敏捷提高50%，临时体质提高50%，临时技能附加效果概率增幅50%。注：每个有方单位最多可获得一项随机加成。2超级治愈，使用治愈类技能效果提高200%，治愈过后的单位全属性临时提高10%。3玄光，为有方单位附加光明之种，可抵御20的伤害。注：每枚光明之种的效用为10次，每次最高附加100名有方单位。4暗示，为敌方单位附加黑暗之种，降低敌方单位20的攻击伤害。注：每枚黑暗之种的效用为10次，每次最高附加100名敌方单位。5反哺，自身40全属性会反哺宿主。6万载，自身可化作任意形态附着，被附着单位获取自身80全属性加成，可使用自身所有天赋技能，除万载天赋外。注：使用时间1小时，每月限使用1次。技能，我操！林凡心间直接就是一句国粹，不愧是传说级御兽啊，这天赋简直就离谱。不过这只应该属于辅助型御兽，天赋以及技能都是增幅和削减以及治愈的，攻击技能并不多，只有那么2-3个。欧阳昭的面板他之前就看过了，这只是欧阳昭4只传说级御兽中的其中1只，其中有2只的等级已然达到了200的满值。欧阳昭召唤出这只御兽的目的是什么？让自己亲手覆灭王家吗？月莹，只要这只御兽出手，就给我复刻，无论是技能还是天赋，全都要。林凡悄悄地说道。没问题。月莹点点头，这只御兽身上所散发出的强大气息，他感觉到了，那是一种现今根本无法战胜的存在。启灵，天赋全开，同时使用治愈，把御兽师和御兽们都治疗一下。欧阳昭指挥着，使用过后，万载天赋附着在林凡的身上。这场战斗他并不打算出手，林凡被诬陷了那么久，心中怕是早已怨气冲天，自己解决首任敌人，才不会留下遗憾。好的，招。天元，启灵点点头，周身光芒不断变换，照得夜幕亮如白昼。
各种力量不断注入友方单位，一团团耀眼的光芒不断出现。执法、士兵、御兽师们的御兽瞬息间气势大涨，而王家御兽师阵营内，一团团黑黝黝的能量不断被注入，所有人都是一副惊恐之色。林凡活动了一下手腕，心中默念：唰！银白色的铠甲瞬息间笼罩林凡的周身。这次林凡直接选择使用月银的铠甲，月银的铠甲他还是第一次使用。林凡只感觉自身现在强大的一批，黄金弹指可灭。嗡嗡嗡！使用过天赋合技能后，一阵嗡鸣之音传来，天元启灵化作了一个光环，飞至林凡的头顶。林凡，这一幕，林凡感觉极其诡异，这光环就跟动画片里升天以后的那个光环一模一样，淡黄色。不过随着光环的加成，林凡感觉周身的力量开始无限量的暴增开来。80的全属性加成啊！更何况这天元启灵是一只传说级的御兽，全属性已然到达了一个恐怖的程度。主人，我感觉我的所有技能都可以使用了。月银的声音悄然间在林凡耳畔出现，显得格外激动。紧接着，月银把自身的天赋、技能、形态、武器等各种参数全部汇聚在林凡的眼前，真贴心。林凡赞叹。对于月银的技能，林凡并不是太熟悉，主要是月银的技能实在太多了，每天都会增加，数不过来。这么多技能，林凡笑了。月银原本的技能、希诺的技能、复刻来的各种技能，以及天元启灵的技能，看得林凡眼花缭乱。不过月银本就是神话级的御兽，相信本身的技能定是会更加强大。好，好！就在此时，两声咆哮传出。林凡望去，剑眉皱起。丧尸化御兽，这王家还和樱花有勾结啊！狗娘养的，该死！月华影，铠甲周身银白光芒璀璨。林凡抬手，悬于天穹之上的明月似乎是得到了召唤，无数皎白的月光落下，笼罩了全部执法、士兵、御兽师以及他们的御兽。林凡心念一动，这些人和御兽全部移动到了一个安全位置。你们退后，我要亲自为我6中死去的同学们和班主任报仇，以及清理这些龙国的叛徒。林凡转头看向众人，紧接着林凡一跃而起，悬浮于半空，抬手间一道月光再次落下，包裹住王轩。王轩被这股力量拖动着飞上半空，脸上满是惊恐。好好看着吧，看着你的族人全部覆灭。林凡厉喝：你的贪念葬送了你们王家，不仅如此，你们王家居然还勾结樱花，在龙国境内试点丧尸化药剂，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龙国的土地上干着卖国的勾当，你们该死！这一声响彻云霄，犹如炸雷般在所有人耳边响起。正在转播的各大平台电视前的无数的观众纷纷谩骂王家勾结樱花叛国，这是所有龙国人都不能容忍的。月照星河，天穹之上，星河璀璨，无数的星辰之力汇聚，投射在明月之上。明月之上，一道直径1000米粗的光柱径直落下。王家御兽师、御兽建筑群在这一道光柱之下，尽数化作齑粉，消散的无影无踪，就仿若从未出现过一般。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观众，全都被这一击所震撼。这样的攻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简直恐怖的离谱。一击之下，方圆1000米之内的所有物体全数消失。欧阳昭嘴角微微抽动，他本想着让启灵附着在林凡所化作的铠甲上增幅实力，可他并未想到林凡的实力居然能达到这种恐怖的程度。就刚才那一击，就连他200级的战斗型御兽都未必能做得到，简直就是恐怖。看来自己这个女婿真的是太不简单了，不行，得好好培养，必须好好培养，就算是给自己的老底搬空也得好好培养。正好自己还有一枚启灵的蛋，本来是打算后续给自己女儿培养的，等自己回去就让人把这枚蛋交给林凡。林凡成长起来，日后龙国的整体战力必将更上一层楼，而且林凡又是自己的女婿，嘿嘿，怎么算自己都不亏。相信老爷子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睡不着觉。这一趟落北真的是不虚此行，到你了。林凡指向王轩，所有的媒体网红的拍摄设备刷一下全部对准了王轩的位置，几滴卸妆液挥洒而出。林凡微微挥手，一股无形的巨力直接把王轩脸上的伪装撕开，王轩本来的面貌顿时浮现而出，月华婆娑。随着林凡的话音落下，无数皎白的弯刃瞬息间出现，被包裹着的王轩刹那间被无数弯刃切割成了碎末，包裹消失，碎末散落。一条野狗不知什么时候跑到空地上，把这些碎末尽数席卷干净。随着一声声屁响，野狗再次把这些碎末拉了出来。这一战，王家彻底覆灭。而林凡不仅为自己证明，同时还成为了英雄，名动整个龙国。林凡降落在地面上，解除了铠甲形态，启灵附着的光环消散，重新化作本体，被欧阳昭收回御兽空间。林凡向着欧阳昭走去，叔，能不能把我今年的工资预付一下？林凡开口道。当然。欧阳昭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密码在后面。接过银行卡，林凡向着先前的那名执法领队走了过去。这张卡你拿着，里面有20亿龙币。林凡把银行卡递给了那名执法领队，这些钱给那些战死兄弟们的家人，若不是他们以命相抵，这王家就不会覆灭，好好照顾他们的家人。言罢，林凡向着那一具尸体深鞠一躬。虽然这些执法和欧阳家的御兽师都是被调派来的，但却是为他林凡战死的。执法领队颤抖地攥着银行卡，虎目含泪，看着林凡的举动，欧阳昭微微点头，不愧是他欧阳昭的女婿。随着事情的落幕，林凡等人返回了别墅。林凡，这些以后就是你的队员了，你可以自主招募其他队员，数量没有限制。欧阳昭坐在沙发上，看向林凡，在洛北这边你可以成立一个分部，其身后是一排国安局成员，正是他来洛北所带来的那一批。
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些人的面板，钻石阶、钻石阶、铂金阶、铂金阶、铂金阶，一共11名，2名钻石阶，9名铂金阶。部长，还没等林凡开口，11名国安局成员齐刷刷一礼。林凡，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林凡的大脑有些宕机，他是越来越搞不懂这欧阳昭了，这是唱的哪一出？不过这对他林凡来说没什么危害，力道是蛮大的。那好吧，林凡点点头答应。如此，那我就回京都了，有事打我电话。欧阳昭起身一笑，向着门外走去。洛北市的问题已经解决，赶紧回到京都，把这件事汇报给老爷子，顺带着把自己珍藏的御兽蛋都给林凡这小子运过来。如此天才不好好培养，那可真的是对不起上苍的眷顾。另外，他打算回去就多派点高手过来保护林凡。坐在御兽的背上，欧阳昭掏出手机给欧阳千木发了一条短信。欧阳千木房间内，随着手机提示音的响起，欧阳千木拿起手机，俏脸唰的一下变得绯红。欧阳昭，林凡这小子不错，我很满意。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等着抱外孙子了。嘿嘿，千木姐看什么呢？欧阳瑶打量着欧阳千木，捂着小嘴坏笑，是不是？瑶瑶。欧阳千木关上手机，瞪了欧阳瑶一眼，起身就要向着欧阳瑶扑去。好啦好啦，我不说了吗？欧阳瑶连忙投降。上次他可是被收拾的差点胖子都不见了，打不过。与此同时，大厅内，你们都自我介绍一下吧。林凡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报告 C 级国安中号，原国安局1部3队队长，其中一名钻石阶的国安经理汇报。C 级国安齐梦娇，原国安局1部3队副队长，另一名钻石阶的国安紧接着敬礼汇报。D 级国安乔月师，原国安局1部3队队员。D 级国安董战，原国安局1部。D 级国安。随着11名国安局成员的自我介绍，林凡心中大概有所了解。这2名钻石阶国安都是队长级别，是 C 级，而这些 D 级的铂金级国安都是队员。行，你们都坐下。林凡指了指对面的沙发，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想问问你们。是，部长。11名国安齐刷刷的回应，落座，动作整齐划一。林凡从冰箱里取出12罐旺仔牛奶，分别递给了11名国安，自己拿着1罐插上吸管喝了起来。喝吧，别拘谨。林凡摆摆手，这些国安一个个正襟危坐，看得林凡极为不适。是，国安们纷纷拿起面前的旺仔，插上吸管。一个部总共有多少人？国安总共都分为什么等级？林凡询问。报告部长，一部下辖10个小队，每个小队满编11人，算上正副部长，共计112人。中号起身，表情庄重。国安共分为 SAP 6个等级 ，SD 级属于正式编制，E 级属于编外人员 ，C 级之上根据证件上字母的颜色划分权限，金、红、蓝。林凡，坐下，坐下。林凡摆摆手，中队你以后就是副部长，扩建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齐副队，你以后就是咱们部一队的队长，直接各自官升1级，正好林凡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中号心中震撼，眼中火热。副部长啊，B 级国安，部长居然如此信任他中号，他中号何德何能啊？而且他知道林凡的证件那可是金 A 级，不出意外的话，国安局内除了局长欧阳昭之外，就属面前这位最大了。良禽择木而栖，林凡他中号跟定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是。中号和齐梦娇起身敬礼。大概了解一番后，林凡给这11名国安分配了住处，别墅内空房子还很多，让这些国安暂时居住足够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内，抬手间，月莹和希诺被林凡召唤而出。二女很自觉地打开电脑，看起了动画片，掏出手机，林凡拨打了徐山的电话。徐市长，我要在洛北建立一处国安局分部，地方的话，正好你别墅附近有一处刚修建好的办公楼，你看怎么样？那就多谢徐市长了。客气客气，在洛北建立分部维护洛北治安，辛苦的还是林部长，有什么需要联系我就成。挂断电话，林凡伸了个懒腰，大仇得报，莫名其妙成了国安部长，一切都很奇妙。樱花国国都，天皇陛下，这是我们在龙国的内应传来的消息，还有这段视频，请您过目。这个叫林凡的小子，很可能就是导致我们这次试点行动失败的关键因素。而且欧阳昭还亲自去洛北见了这个林凡，和这个林凡一起干掉了洛北的王家。一名嘴上有着小胡子的中年男人单膝跪地，手中盛着2部手机。八嘎，这林凡究竟是什么人地干活？樱花天皇看着视频上大发神威的银色铠甲，以及清河世恒非工会建筑群的赤红色铠甲，脸愤怒地皱成了一团。这个林凡是最近才崭露头角的，其自身的御兽只是青铜阶实力，但却可以越级挑战，其实力可以堪比铂金阶。小胡子浑身一颤，颤颤巍巍地继续说道：“什么地干活？青铜打铂金？这他妈的离谱地干活！”樱花天皇一拍桌子暴喝，气得假牙都掉在了地上。八嘎八嘎，不惜一切代价给我从本国派遣史世界的高手，我们在龙国内的内线全力配合，给我干掉这个林凡。龙国不能再出现这样的天才了，在他没成长起来，必须给我灭杀。我这就去办。小胡子连忙捡起地上的假牙，双手呈上，脑袋点得像个打桩机一般。樱花天皇拿过假牙，重新塞了回去。小胡子连忙告退，撤出了宫殿。樱花国内12名史诗级御兽师齐齐出动，直奔龙国洛北市而去。与此同时，龙国境内的各种内线开始纷纷行动，大量的黄金、铂金、钻石阶开始向着洛北而去。时间就像林凡排酸奶，喝着喝着林凡就不知不觉地跌倒。一夜时间匆匆而过。翌日清晨，林凡的房门被敲响。打开房门，只见顶着2个浓重黑眼圈的喵喵正站在门口，打着哈欠，但猫脸上却是止不住的兴奋。主人，
你要的动画片我成功的制作出来1集，肯定包你满意。喵喵开口。这么快？这才1天时间啊！林凡惊诧，这喵喵的干活效率也忒快了吧？1天时间就把动画片技术给研究明白了，并且成功的制造了1集，这他妈简直就是个天才啊！嘿嘿，这不是想给主人一个惊喜吗？喵喵挠挠头，真不错，带我去看看。林凡拍拍猫头夸赞，一招手，月莹、希诺跟我一起去看看喵喵的成果。3人1猫向着喵喵的实验室走去。推开房门，喵喵来到一台电脑前，搓了搓爪子。林凡、月莹以及希诺拉了3把椅子过来，开始观看起喵喵所制作的动画片。喵喵按下播放按钮，动画片开始播放。动画内的场景和角色并不复杂，简单的来说，并不复杂的说，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就是火柴人，没有太多的花里胡哨，开局即是高潮。一个吐血濒死的火柴人拉着一个略小1号的火柴人，而砸。魏父快要不行了，今天魏父就把所有的天赋和技能都传承给你，这是我们火柴人家族特有的天赋传承，你一定要努力成长，复仇。略小1号的火柴人声泪俱下，频频点头。吐血濒死的火柴人的手附在了略小1号火柴人的头顶，传承天赋开。随着吐血火柴人的声音响起，无数天赋和技能纷纷复刻了一遍，注入了小火柴人的体内。看着小火柴人成功的获得了自己的所有天赋，吐血火柴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仰天长啸，随后足。动画片的第1集就此结束。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这太绝了，表情全靠自己脑补。主人，这个天赋不错吧？喵喵抿了一口咖啡，一脸兴奋。牛逼！比了个大拇指。林凡转头看了一眼月莹，你看懂了吗？看懂了。月莹轻抚额头，一脸无奈。里面的那个天赋复刻好了，这是他看过的最简陋的动画片，没有之一。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月莹的面板，果然在众多天赋中，林凡发现了一条新的天赋：无损传承，复刻自身所有天赋和技能，完美传承给其他生物，自身不会受到任何损失。注：可选择性复刻单独天赋和技能，1个月限用5次，目前0.5。看着这条天赋的信息，林凡直接惊呆了。动画片虽然说是简陋的一笔，但这天赋却是实实在在的复刻出来了。这天赋对于月莹来说没有什么增益，但是对于林凡、希诺以及喵喵来说，那简直就是神仙天赋，这直接就瞬间升华了呀！没有犹豫，林凡当机立断，月莹发动无损传承，复刻你的全部天赋和技能，给我、希诺以及喵喵全部安排一下。好，月莹点点头，周身银芒大盛，无数玄奥的符文围绕着月莹不停的流转。这场面对比喵喵的动画片来说，视觉观感强大了不止一个层次。银芒消散，月莹面前出现了3枚光球，月莹玉手一挥，3枚光球径直打入了林凡、喵喵以及希诺的脑海中。嗡，光球进入，大量的信息顷刻间涌入，林凡只感觉头晕脑胀，喵喵和希诺皆是如此。10分钟后，这种感觉才逐渐消失。林凡内视了一下自己的面板，天赋和技能果然都复刻成功了，但是技能他却无法使用。下一秒，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月莹是全系别，所有属性的技能都可以完美释放，自己是人类，没有属性这种东西，所以自己无法释放出技能。不过天赋的话，倒是可以正常使用。喵喵，技能的话，你是不是只能使用风系的？林凡看向喵喵，喵喵试验了一番，点点头。果然，天赋可以完美使用，但是技能的话，却是要自身所拥有这一项属性才能使用。林凡心中暗自腹诽，不过这已经很变态了。月莹的复刻天赋，现在他和御兽们是人手一个，以后碰见牛逼的全员复刻，提升最大的还是希诺。希诺和月莹一样，都是全系别，适配的程度最是完美，干得不错。林凡夸赞，摸了摸猫头，你注意休息，再熬几天你都要成熊猫了。嘿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喵喵得意一笑，主人，你们先去忙吧，我休息一下后就要继续工作了。林凡点点头，带着月莹和希诺离开了喵喵的实验室。回房间洗漱一番后，林凡走下楼。楼下四女正在从厨房中不停地向外端着菜品。芜湖，早啊！林凡惊诧，向着四女打了个招呼。早！四女异口同声，说完便全部再次进入厨房。林凡嘴角微微抽动，没想到这4个美女居然都热衷于做饭，真不错。林凡坐在餐桌前，看着四女忙碌的身影。随着菜品越来越多，林凡感觉到有些不对劲，这餐桌都要放不下了，这4个人在搞什么飞机？早餐做这么多，吃不完啊！这些菜够多了，餐桌装不下了。林凡向着厨房喊了一声。四女齐齐探头，欧阳千木和袁雪对视，解开围裙，四女向着餐桌走去。落座后，林凡看了一眼四女，总感觉有着些许古怪。咕，肚子不争气的叫了起来。林凡没有管太多，直接开动。欧阳千木和袁雪不停地给林凡的盘子内加着各种菜品，不知不觉间，东方青婉和欧阳瑶也加入了战斗。看着自己面前餐盘上高高摞起的食物，林凡陷入了沉思。同一时间，欧阳昭返回了京都，没有回国安局，而是向着家族宝库而去。家族宝库内，欧阳昭来到存放御兽蛋的区域，挑选了2枚传说资质的御兽蛋后，欧阳昭满意的点点头。这2枚蛋他可是珍藏了好久，本来打算交给欧阳千木后续培养的。林凡出现了，那么就全部送给林凡吧，相信女儿是不会怪罪他老爹的。把这2枚传说级御兽蛋取出后，欧阳昭返回了自己的房间，拨通了几个号码。不一会的功夫，几个人就来到了欧阳昭的房间。家主，
这几人对着欧阳昭齐一礼。欧阳昭点点头，随后开口：“你们去洛北市保护林凡和千木，还有把这2枚御兽弹交给林凡。”“是，我等一定竭尽全力。”几人再次一礼，为首一人接过欧阳昭手中的2枚御兽弹。言罢，几人纷纷召唤出各自的御兽，向着洛北市的方向而去。林凡拍了拍肚子，不停地打着嗝。“林凡，今天学校没课，你有没有什么安排啊？”欧阳瑶咬着筷子提议：“我和我姐在家挺无聊的，不如我们一起逛街吧。我等会还要去野外击杀凶兽，逛街就算了吧。”林凡摆摆手拒绝。相比于逛街，他还是喜欢提升实力，带上我和我姐呗。欧阳瑶眨了眨大眼睛，满是祈求之色。林凡，我和我姐的御兽战斗力不弱的，可以帮上忙。欧阳瑶补充，语气中略带撒娇。而且金河什么的都归你，就带我和我姐去嘛。林凡，别了，还是野外挺危险的，你俩还是去逛街吧。林凡摆摆手，他去野外击杀凶兽是会爆出能量魔晶和物品的，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暴露的好。哼！欧阳瑶嘟起嘴，摇摇头。林凡起身向着大门外走去，抬手间召唤出月影，唰！银白铠甲覆盖全身，林凡化作一道流光向着围墙之外飞去。林凡别墅不远处，林凡向着围墙外去了，我们跟上，在野外杀掉他。为首一名脑门上有着一道疤痕的男人转过头对着身后几人说道：“嗨！”几人低头肯定，几人纷纷召唤御兽向着围墙之外而去。林凡别墅内，姐，我们偷偷跟着去吧。欧阳瑶看向欧阳千木，欧阳千木点点头。走出大门，欧阳千木召唤出焚天皇，欧阳姐妹向着围墙之外飞去。元雪、清婉，我们也去吧。都行，听你的。东方清婉笑笑。二女走出别墅，东方清婉抬手间一只飞行御兽被召唤而出，二女同样赶去。围墙之外，轰轰轰！铠甲形态的林凡挥手间，数枚七彩光球打出，地面上炸出一个个深坑，沿途的树木纷纷断裂，数只凶兽直接被七彩光球炸得灰飞烟灭。挥手间，能量魔晶、晶核以及物品纷纷漂浮至林凡的面前。扫过物品的面板，有用的直接收入空间手环，没用的直接扔掉。能量魔晶和晶核直接原地吸收。轰轰轰！林凡右方不远处爆炸声传来，火光冲天，赤红色的铠甲悬于半空。如林凡的动作一般无二，挥手间晶核、能量魔晶以及物品纷纷漂浮于身前。希诺是没有洞察之眼的，所以爆出的物品尽数收进了空间手环内。能量魔晶和晶核直接吸收。希诺和月莹的战斗力如今都不弱，在这片区域属于横着走，两线作战效率更快。目光所及处的凶兽无一只逃脱，纷纷化作晶核、能量魔晶和物品，不断的向前推进。时至正午，林凡的铠甲周身银芒闪烁。50级白银阶，月莹终于晋升到了白银阶段。希诺向着林凡所在位置飞来，洞察之眼扫过，林凡惊讶地发现希诺竟然也晋升到了50级白银阶，各项属性拔高了一大截。主人，我进阶了。希诺挥着小拳头，语气中充满喜悦。不错，继续努力。林凡点点头，诺尔会继续努力的。希诺目光定格在某个位置，轰轰，两声爆炸突然传来，两朵蘑菇云冲天而起。林凡剑眉微皱，看向爆炸的位置。走，我们过去看看。林凡挥手，希诺点点头，二人向着爆炸的位置飞去。距离并不算远，林凡和希诺仅仅只用了2分钟便赶到了爆炸的位置。下方的人让林凡微微一愣，正是欧阳千木、欧阳瑶、袁雪以及东方青婉。他们的对面还有着一队人，为首的是一名脑门上有着疤痕的中年人。林凡，这群人是樱花鬼子，要杀你！欧阳瑶娇喝。闻言，林凡面色一变，眼中寒意乍现。樱花鬼子要杀自己，看来是自己破坏了樱花鬼子的试点。这群樱花鬼子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想要干掉自己啊！这群杂碎真是找死！看来自己有必要去一趟樱花国了。你们退后，保护好自己。林凡直接飞至4女身前。林凡，优西！中年人点点头，一挥手，干掉他！嗨！对面的一群御兽在同一时间向着林凡的位置发动了攻击。林凡洞察之眼运转，扫过每个樱花鬼子的面板，不过是一群铂金黄金罢了。林凡没有躲避，抬手间一道银白色的能量光柱直接向着袭来的攻击对轰而去。轰！攻击对撞，蘑菇云再次冲天而起。轰！希诺在同一时间亦是发送动了攻击。12枚赤红的光点骤然间出现在那些樱花鬼子的四周，光点互相连接，形成法阵。法阵内无数的火焰瞬息间涌出，吞没了所有的樱花鬼子。火焰消失，黑色的粉末随风飘散，地上躺着20几枚晶核。所有樱花鬼子御兽师在这一击之下，全部被烧成了飞灰，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其没来得及召唤出的御兽，同样被法阵火焰烧成飞灰，只剩下了晶核。场上只剩下了8只原本的御兽，这8只御兽在林凡和希诺的持续攻击下纷纷死亡。战斗结束，5分钟内，这些樱花鬼子连带着所有的御兽尽数死亡。挥手间，一半晶核飞向林凡的腰带，另一半飞向希诺。你们怎么会在这？吸收过后，林凡转身看向4女，家里太无聊了，所以我们就组团来野外击杀凶兽了。是啊，没想到我们正好就碰见了这群樱花鬼子。听到这群樱花鬼子对你有阴谋，那我们肯定不能坐视不理啊！你可是我们的房东啊，他们想害你，那我们不是就要流落街头了？对，就是这样的。4女，你一言我一语，我们先回去，你们把御兽收起来吧。林凡点点头，
这件事不简单，继续在外面怕是要出事。四女闻言，纷纷收回各自的御兽。林凡抱着2个，希诺抱着2个，如同2道流星般向着别墅疾驰而去。林凡别墅内，林凡掏出手机，给百里姑和元宝一人发了一条信息。发过信息后，林凡直接上楼，向着喵喵的实验室走去。推开门，喵喵正埋头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听见声音，猛然抬头看向林凡。喵喵，我近期要去一趟樱花，我会找几支专业做动画的团队来配合你做动画。林凡直入正题，动画不用太长，5分钟以内的就行，能直接表现出天赋最好。小小的弹丸之地如此嚣张，3番5次挑衅龙国不算，这次居然还把主意打到了自己身上，派人暗杀自己。他林凡可不是挨打不还手的人，这次去樱花就是去报仇的，不让小樱花尝尝厉害，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头上到底长了几只眼。狗娘养的，就是欠收拾。没问题，主人。喵喵点点头，话锋一转，有专业团队制作动画的话，我只需要提供想法，剩下的时间我会研究武器方面，可以的话给我来一些这方面的人才，我相信主人你会用得上的。林凡直接同意了喵喵的要求。喵喵他还是信得过的，说不定真能研究出什么惊世骇人的武器。喵喵，等会有人会来接你，你去我新建立的国安分部，我会让人给你弄一个专门的科研室，这张卡你拿着，里面是经费。言罢，林凡走出喵喵的实验室，自己的别墅显然无法装下这么多人，只能把喵喵安排进国安分部了。掏出手机，林凡拨打了钟浩的电话，电话马上接通。部长，有什么指示？老钟，等会你来我的别墅，把喵喵带去国安分部，我要弄一个科研室，研究些东西，还有找一些制作动画的团队以及研究武器方面的专家，我有大用。明白，我马上就回来。等等，顺便把齐队带回来，最近不太平，我需要他来保护一下我别墅内4位邻居的安全。齐梦娇是钻石级别的御兽师，自己去樱花，别墅里可是还有着4个邻居的，得派人保护一下，不然万一出事，那就不好了。是。挂断电话，林凡回到自己的房间，把空间手环内的9叶魂草全部取出，装进一个背包里。拎着背包，林凡下了楼。四女还坐在楼下，林凡拎着背包来到袁雪的身前。袁雪，这里面全是9叶魂草，我现在需要钱，你看看你们袁家收过这东西不？林凡拉开背包的拉链，里面密密麻麻全是9叶魂草。看着背包内密密麻麻的9叶魂草，袁雪直接懵了。当初去清河秘境，他们袁家死伤了大量的御兽师，一株9叶魂草都没有拿到。你现在很缺钱？袁雪不解。林凡点点头。这些9叶魂草的价值无法估计，你缺钱的话，直接和我说不就行了？袁雪把背包拉链重新拉上，递还给林凡，同时伸出玉手，把卡号给我。林凡眨了眨眼睛，这袁大小姐这么大方的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正是给喵喵那张卡的卡号。袁雪拿着手机输入了卡号转账。林凡的手机上提示音顿时响起，掏出手机一看，足足20亿龙币。欧阳千木的目光扫向林凡手机上的数字，起身夺过袁雪手中的那张纸条，拿出手机输入了卡号。片刻，林凡的手机再次响起提示音。林凡，这些日子我和瑶瑶一直住在你家，怪麻烦你的，你有困难，我和瑶瑶也想出一份力。欧阳千木笑着说道。看了一眼手机上的信息，到账50亿龙币。林凡的嘴角微微抽动，好家伙，这是一群富婆呀。袁雪秀眉微皱，拿起手机再次转账。提示音响起，80亿。欧阳千木，100亿。袁雪，150亿。欧阳千木，200亿。短信提示音不断响起，林凡看着疯狂增长的数字，一时间大脑都有些宕机。垂死梦中惊坐起，富婆竟在我怀里。不，别墅里。够了。林凡看着2个女人还在疯狂地按着转账，连忙阻止。银行卡上此刻已然有了2000多亿的龙币，喵喵的经费估计用不上这么多。这么多的钱，林凡2辈子加起来也没见到过。袁雪和欧阳千木在林凡的阻止下收起了超能力，笑意盈盈看向彼此，目光对视，火花四起。那什么，我先走了。林凡感觉气氛有些诡异。你们最近别去学校了，这几天不太平。言罢，林凡一溜烟的逃离了别墅。别墅外，百里姑和元宝正蹲在墙角等待着林凡。林凡，你终于出来了。百里姑把啤酒罐捏扁，站起身，这次去樱花咱得干一票大的。凡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元宝踩灭烟头，同样站起身看向林凡。现在。林凡直接把手机关机，翻手间3个对讲机出现在林凡手中。百里姑和元宝同样掏出手机关机，一人从林凡手中拿过一只对讲机。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前往樱花了。百里姑召唤出自己的飞行御兽，和元宝一起站在了飞行御兽的背上。林凡抬手间召唤出月营，站在月营的头顶，林凡一行人向着樱花国的方向而去。时间犹如白驹过隙，时间一晃来到了傍晚。9名御兽师指挥着各自的飞行御兽降落在林凡别墅外，为首的那名御兽师怀中还抱着2枚御兽蛋。刚一降落，5名身穿国安制服的人以及数十名执法就把这9名御兽师包围了起来。为首的正是齐梦娇。你们是什么人？齐梦娇娇喝。那9名御兽师一时间有些发懵，互相对视。为首那名御兽师从怀里取出了一枚牌子，递给了齐梦娇。齐梦娇接过牌子，上面清晰地刻着欧阳2个字。这牌子他知道是京都欧阳家特有的，看来是欧阳家派人来保护林凡的。一挥手，身后的国安以及执法纷纷散开，重新隐蔽回各个角落。把牌子重新递还给为首的御兽师后，齐梦娇亦是重新隐蔽起来。咚咚咚，为首御兽师敲响了别墅门。别墅门打开，欧阳千木看着门外站着的一行人，微微一愣。大小姐，我们是家主派来保护你和林凡的。为首御兽师一礼，
这2枚御兽弹家主让我交给林凡。薛说，你们先进来吧。欧阳千木点点头，一行人跟随着欧阳千木来到别墅内，其余3女坐在沙发上，看向欧阳千木和进来的一行人，掏出手机，欧阳千木拨打了林凡的号码。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怎么手机突然关机了？欧阳千木心中一颤，林凡自中午出去后到现在也没回来，现在拨打电话连手机都关机了，不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再次拨打林凡的号码，手机内传来的提示音仍是关机。千木姐，林凡不会出事了吧？欧阳瑶秀眉微皱，今天下午林凡走后，他的御兽就被钟浩给接走了，紧接着我们别墅4周就被国安和执法给保护了起来，这一切都透露着古怪。而且林凡还说我们最近不要去上学。不会的，别乱说，林凡不会出事的。欧阳千木打断欧阳瑶的话，林凡的御兽应该知道林凡去哪了，问一下那只猫不就知道了。东方青婉突然开口道。对。欧阳千木点点头，掏出手机拨打了钟浩的电话，电话很快便接通了。钟部长，我想找一下林凡的御兽，问些事情。好的，欧阳小姐您稍等。电话另一边的钟浩从办公室内起身，小跑着向喵喵的科研室而去。喵喵此时正喝着咖啡，看着电脑上的资料。钟浩拿着手机来到喵喵的身前，把手机递给喵喵，有人找你。喵喵接过手机，略带不解。喂，喵喵，林凡手机关机了，你知道他去哪了吗？你哪位啊？找我主人啥事？欧阳千木。哦，我主人出去办事了，具体去哪我也不清楚，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主人不会出事的。喵喵的眼睛转了转，林凡的行踪他自然知晓，那会林凡已然告诉他了，不过他是不会透露的。好吧，那谢谢你了。欧阳千木挂断了电话。袁雪问到了吗？欧阳千木摇摇头，喵喵说林凡出去办事了，具体的位置他也不知道，让我们不用担心。东方青婉，有可能是林凡出去后特意把手机关机的，也说不准。有可能。欧阳瑶点点头。轰轰轰！就在4女讨论之时，别墅外猛然间传来几声爆炸，4女皆是秀眉微皱，起身向着别墅外走去。薛凯放下那2枚御兽弹，带着8名欧阳家御兽师紧随其后。别墅外，齐梦娇率领着国安以及执法们正在和一群不知名的御兽师战斗，10几只御兽已然死亡，还有这几名执法瘫倒在地上，口中不断吐着鲜血。半空中，12名御兽师乘坐着飞行御兽，虎视眈眈。下方100来名御兽师把林凡的别墅包围了起来。你们快回去，这里危险！看着从别墅内出来的欧阳千木等人，齐梦娇娇喝：“你们是什么人？”欧阳千木没有管齐梦娇，反而是看向半空中那12名御兽质问道：“要你们命低人，你们低叫林凡出来受死，低干活。”其中一名樱花鬼子开口道，眼中充满了不屑：“大言不惭，该死的樱花鬼子！”欧阳千木眼神冰冷，就是这群杂碎想要伤害林凡，既然来了，那么就一个也别想走了。薛叔，这些樱花鬼子一个不留，碎尸万段。欧阳千木转身看向身后的薛凯，下令道：“是，大小姐。”薛凯领命，抬手间5只御兽被薛凯召唤而出，5只史诗巅峰，距离传说只差一步，差的就是进阶。其身后的那名御兽师同样抬手，一时间各色法阵凭空出现，一只只御兽不断被召唤而出。清一色的史诗级共计19只，虽不是史诗巅峰，却是也是高等级史诗。高级史诗，史诗巅峰！半空中的12名樱花鬼子纷纷大惊，这小小的洛北居然有着这么多的史诗御兽师，什么时候史诗御兽师这么不值钱了？还有那5只御兽身上的气息如此磅礴，肯定是已经到达巅峰的史诗御兽。这一趟可能要在。虽然他们的御兽同样是史诗，可只有领队有着一只史诗巅峰，高级史诗寥寥无几。齐梦娇、国安们以及执法们纷纷愣神，本来他们以为今日都要战死在这，没想到转机进来的如此之快，一时间所有人都是斗志昂扬。红叶使用斗灵天赋，薛凯向着一只史诗巅峰御兽下令道。那只御兽点点头，双臂在前方交叉，周身红芒大盛，一道道红芒冲天起，注入战场内所有有方单位的体内。一时间，所有有方单位的御兽周身尽是红芒闪烁，气势大增。攻击！薛凯大手一挥，老四，让你的御兽施加防护盾，别误伤到国安和执法。是。其余8名御兽师领名，纷纷指挥各自的御兽。轰轰轰！铺天盖地的毁灭性攻击接连而至，包围着林凡别墅的那些樱花鬼子瞬息间化作齑粉，直接清场。有着护盾的保护，国安和执法们并没有被误伤。跑！那12名樱花鬼子见势头不妙，直接开溜。红叶天锁阵开！薛凯见12名樱花鬼子想跑，直接再次下令。刹那间，一道道血红色细丝突然出现，拦截在了逃跑的12名樱花鬼子的前方。一名樱花鬼子逃跑的太猛，御兽连带着人直接撞在了那血红细丝之上。撕拉！嗡嗡！御兽连带着那名樱花鬼子直接被血红色细丝分尸，化作大小不一的肉块，挥洒着向地面掉落。血红细丝上的血珠被血红细丝吸收，血红细丝上的红芒再次亮了几分。剩余的11名樱花鬼子面色惊恐，连忙向着右侧逃窜。还没等飞出几米，右侧大量血红色细丝再次出现。所有人全力攻击！薛凯细眯双眸下令道。在场的所有御兽师、国安以及执法纷纷指挥着御兽向着半空的11名樱花鬼子攻击。轰轰轰！半空中一朵朵冲天的蘑菇云升腾而起，伴随着大量肉块、鲜血、残肢断臂的洒落。这11名樱花鬼子连带着他们的御兽直接死亡，真正如欧阳千木所说的碎尸万段。就连其没召唤出的那些御兽，
出现的一刹那就被这接连不断的攻击吞噬，化作碎块。战斗结束，国安和执法打扫战场，欧阳千木4女返回了别墅内。薛凯则是掏出了手机，给欧阳昭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2声便被接通。家主，我们在林凡别墅附近遇见了樱花鬼子，12名史诗100余名黄金铂金乃至钻石，其目的是为了杀林凡。薛凯如实汇报，语气中带着严肃。什么？樱花鬼子？他妈的这帮杂碎蹬鼻子上脸！欧阳昭勃然大怒。林凡的话并没有在别墅，现在不知去向，我们应该怎么办？薛凯继续汇报。找，给我找！洛北翻过来，也务必给我找到林凡。我会派出大量国安、欧阳家御兽师前往洛北，林凡和千木必须安全，少一根头发都不行。明白了吗？家主放心，想伤害大小姐和林凡，除非从我薛凯尸体上踏过。挂断了电话，薛凯看了一眼身后的8名御兽师。兄弟们，刚才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誓死保卫大小姐和林凡。京都欧阳家，欧阳昭拨通了几个号码。不一会的功夫，数百名欧阳家御兽师接连赶到。你们全部去洛北，2个任务：第一，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林凡，保护林凡和欧阳千木的安全；第二，清除洛北内所有的樱花内应，任何樱花人以及相关联人员全部格杀勿论。都明白了吗？欧阳昭下令道。明白。欧阳家御兽师纷纷议礼，在各个领队的带领下，纷纷前往洛北。欧阳昭召唤出御兽，向着国安局飞去。国安局会议室内，欧阳昭坐在主位，下方是国安局各部部长，1部、2部、3部、4部、5部，全部前往洛北寻找林凡，务必给我找到。是。5名部长立即起身。6部、7部负责龙国东部区域，联合各市执法，所有樱花人以及相关联人员全部抹杀。8部、9部负责龙国西部区域，10部、11部负责龙国南部区域，12、13部负责龙国北部区域，14部以及特编部由我直接统领负责中心区域，其余部原地待命，等候下一阶段命令。都明白了吗？欧阳昭下令道。明白。所有部长纷纷起身。散会，命令即可执行。欧阳昭大手一挥，他奶奶的，这狗日的樱花鬼子，简直就是惯的，真的是当他龙国没人了吗？欧阳昭起身走出会议室，向着1号的住所而去。通过层层关卡，欧阳昭终于进入房间内，2名老者正在下棋。爸，东方叔叔。欧阳昭走上前，平复心情，打着招呼。2名老者停止下棋，抬头看向欧阳昭。小子，你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我们2个老家伙来了？欧阳潇意味深长地看向欧阳昭。爸，樱花鬼子太猖獗了，对我龙国境内企图使用丧尸化药剂，想要覆灭我龙国。还好我女婿，也就是你，孙女婿给化解了，不然龙国现在就是一片生灵涂炭。欧阳昭义愤填膺，捏紧了拳头。孙女婿，千木有男朋友了？欧阳潇询问。叫林凡，救过千木的命。上次在清河秘境，要不是林凡这小子，千木估计就回不来了。凶手同样是樱花鬼子。哦对了，今晚丫头我在林凡的别墅也看见了。欧阳昭话锋一转，看向另一位老者。东方夏。爸，樱花鬼子欺我龙国太甚，林凡是我龙国的英雄，樱花鬼子为了报复他，派出了12名史诗前来暗杀，以及100名黄金至钻石的内应。要不是我派的人及时赶到，千木和清晚怕不是都回不来了。林凡现在失踪了，我怀疑同样是樱花鬼子搞的鬼。爸，东方叔，你们2个都在这，我请求和樱花开战。樱花若是不灭，我龙国永无宁日。2个老者相互对视，神情凝重。他们基本已经不参与国事，权力全部下放，但真正有大事的时候，还是会过来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这次樱花国简直是欺人太甚。林凡姑且不论，试点丧尸化药剂，这是要覆灭龙国呀！龙国内居然还能出来100来名内应，给脸了！区区一个屁崩的地方，这么喜欢搞事，打他狗娘养的！还没等欧阳潇开口，东方夏就是一拍桌子：“东方离那边，你直接联系他，这小鬼子欠收拾。”欧阳潇点点头，不灭了他们，诸国怕不是都以为我龙国软弱可欺，放手去干吧。是。欧阳昭领命，给2位老人各自续了一杯茶后，转身离去。京都军区一间办公室内，欧阳昭和东方离商定3日后，全线进攻樱花国正式开战。大量的舰队纷纷调动，无数的士兵集结，斗志昂扬。对于樱花之前在龙国境内干的事，所有的龙国人心中都憋着一口气。新闻内、媒体上不断播报着这一新闻。他欧阳昭也不怕小樱花看见，得罪龙国就要承担怒火。其他国家要是敢趁这个时候来掺上一脚，他欧阳昭不介意送他们一颗核弹。小樱花必须灭，谁挡着干谁，不服就碰一碰，大不了就是同归于尽，也要让诸国知道龙国不可欺。天穹之上，林凡一行人还在向着樱花国飞去，对于龙国内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林凡，全速飞行的话，预计明天下午我们就能抵达樱花国。百里姑抿了一口啤酒，看了一眼手中的地图，明天下午到达的话，那时间还早。林凡点点头，妈撒着下巴。凡哥，你在琢磨什么呢？元宝看林凡若有所思，不禁好奇。林凡，你们把主战御兽召唤出来。没问题。元宝没有犹豫，抬手一道召唤法阵，雷暴喷火陀瞬息间出现在飞行御兽的背部。我的主战御兽就是圣羽猎雕了。百里姑没有动，指了指脚下的鸟。林凡点点头，直接发动了无损传承天赋，选择了吞噬以及无碍进阶2个天赋进行复刻。2枚光团凝聚而出，随后落入林凡的手中。
这光团里面分别有着2种天赋，一种是吞噬，顾名思义，也就是说御兽只需要吃就能获取经验，获取的经验根据吃的品级来判定，哪怕你吃普通的一顿饭也是会有经验增加。第二种是无碍进阶，御兽到达等级后不需要进阶材料，直接就可以完成进阶。我们这次去樱花，先把他们的材料晶核都给搜刮干净，估计到时候我们的御兽就会成长到一个可观的程度，届时直接马踏东京，用他们的材料养我们的御兽，再灭他们的城，很划算。介绍完后，林凡把手中的光团分别递给百里菇和元宝，让你们的御兽把这2枚光团吞服，里面的天赋会自动加载。我操，这光团太牛逼了吧！元宝小心翼翼地接过光团，脸上满是激动。凡哥，我可太爱你了，你就是我的天使啊！林凡，我所料不差的话，你现在应该可以复刻天赋了。百里菇接过光团，把手伸向林凡，我有一个力量掌握天赋，你看看能不能复刻，对于御兽师和御兽来说，提升效果还是蛮大的。百里菇只是略微惊诧，却并不意外，他梦见过很多，虽然时间线有些不太一样，不过他已然习惯了，每次的梦总是在不断根据新的发展进行修正。林凡伸手和百里菇一握，百里菇微微用力，林凡发动复刻天赋，刹那间林凡周身闪烁起一丝微亮的光泽，松开手，林凡内视自己的面板，果不其然多出了一条新的天赋，力量掌握 S 所契约御兽的力量属性20会反哺自身，契约御兽力量属性永久提高20，自己的3只御兽现在都拥有反哺天赋，且全是80，再加上这力量掌握反哺的20，自己还有日神和月神2个增加全属性的天赋在，无论白天黑夜全属性永久提升100，就是自己没有系别，不能使用技能，不然简直就是一头人形凶兽，自己单凭力量的话应该能干翻一头铂金阶凶兽吧，有机会得试试。自己甚至同样有一个反哺天赋，可惜自己是人类，无法被契约。百里菇和元宝分别把光团给自己的御兽喂了下去，林凡开启运转之眼，观察着2只御兽的变化，吞服过光团后的2只御兽周身光芒大盛，和自己喵喵以及希诺融合时的不太一样。我操！林凡内心惊诧，他通过洞察之眼看到这2只御兽的资质和经验条竟然在增加。圣与猎雕本来的资质是在史诗，现在直接变成了传说家。传说资质林凡见过，可传说家是什么鬼啊？传说之上不就是神话了吗？莫非中间还有等级？林凡百思不得其解。元宝的雷暴喷火陀由于资质崩坏过一次掉到了钻石，直接从钻石资质提升到了传说资质。虽然搞不明白为什么不一样，但百里菇和元宝的御兽变得牛逼起来，对自己同样是一种助力。京都军区内，欧阳昭和东方离面前的大屏幕上，一个身着军装的鹰将人出现在上面。欧阳局长，东方将军，请你们立刻停止对樱花国的行动。怎么想帮樱花出头？欧阳昭瞥了一眼大屏幕，语气冷漠。这是为了和平，你们龙国公然宣战，难不成是要与世界为敌吗？别扯没用的，一句话滚，再多逼逼一句，核弹就会立马出现在你们白宫的上空。欧阳昭一拍桌子，指着鹰将人暴喝：你！鹰将人瞪眼。很好，刘少将，命令安平市军区向鹰将国白宫投放 K629型战术核弹。欧阳昭挥挥手下令道：是。刘少将回应，紧接着向安平市军区下达指令。安平市军区，一发直径超过100米的核弹冉冉升空，化作一道残影，直奔着鹰将国白宫而去。操！你这个疯子！鹰将军官瞪大了双眼，面色铁青。他没想到这龙国人如此疯狂，居然说发射核弹就发射核弹，赶紧滚，不然老子樱花不打了，和你鹰将同归于尽如何？还真他妈以为全世界都得听你们的！欧阳昭冷哼一声，直接切断了视频。欧阳兄，你看他那张驴脸都气青了，哈哈哈！东方离拍桌狂笑，这帮东西就是欠收拾。欧阳昭摇摇头，同归于尽，他们没那个胆子，更何况我们龙国的传说及御兽师明面上的有10位，暗中隐藏的一些老家伙还有不少呢。欧阳兄，听说千木侄女有男朋友了，准备什么时候成婚啊？我还准备喝杯喜酒呢。东方离话锋一转，哎，林凡这小子还没找到呢。欧阳昭叹了口气，成婚估计那还早着呢呀。林凡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消息，可真是仇人啊！这个臭小子就不能让他省省心吗？欧阳兄，林凡我略有耳闻，英雄出少年啊，覆灭樱花鬼子的计划，拯救龙国于危难，青铜阶干翻铂金阶，你我像他那个年纪的时候都不如他啊。东方离赞叹不已，你可别打什么歪心思啊。欧阳昭面色一变，林凡可是我欧阳昭的女婿，你要是和我抢林凡的话，那兄弟可是没得做了。欧阳兄，哪能呢？你想多了。东方离摆摆手，起身，我去个卫生间，早上可能吃坏了。卫生间内，东方离掏出了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林凡别墅内，东方清晚香汗淋漓，正对着一个木桩不断施展着格斗术。手机突然响起短信提示音，拿起一条毛巾擦了擦汗。东方清晚拿起手机，老爸，今晚啊，我觉得林凡这小子很不错，长得又帅，实力又强，我想让他成为我东方家的女婿。这是他的资料，你看看，正好你现在在洛北。林凡个人资料 doc。东方清晚，爸，你是不是中邪了？编辑了一条信息回复。东方清晚一头雾水，自己老爸这是在抽什么风？不出1分钟，一条短信再次发来，老爸，我是认真的，为了你的终身幸福，我已经决定和你欧阳叔叔割袍断义了。先不说了，你需要什么直接调用。东方清晚直接懵逼，望着天花板，久久不能回神。天穹之上，有着百里菇的持续导盲，林凡乐得清闲，躺在月莹的头顶上进入了梦乡。梦境中，林凡再次回到了那座宫殿内，少女还是一如既往的等候在雕像下方。夫君，
见到林凡出现，少女惊喜地站起身，扑向林凡，暖香入怀。林凡拍了拍少女的后背，走吧，今天我们出去猎杀凶兽，都听夫君的。少女起身，甜甜一笑，运转洞察之眼扫过少女的面板。姓名：九尾幻天狐，性别：属性：幻系、光明系、空间系、火系、水系，资质：传说，等级160-200，史诗阶，天赋，不知道在梦中自己能不能使用无损传承天赋呢？林凡若有所思，随后心念一动，周身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一道道玄奥的符文不断汇聚、压缩、凝结，最终一枚光团出现在了林凡的手中。果然可以，林凡一喜，内视了一下自己的面板，林凡发现使用次数变成了1/5。若儿，把这个光团吃掉。林凡把手中的光团递给少女。哦，少女点点头，接过光团。随着吞服下光团，少女的周身不断散发出七彩之光。林凡再次扫过少女的面板，传说、传说家、传说家神话。看来自己所释放的无损传承确实是会提升御兽的资质，而且是2个阶段。而且传说和神话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传说家的等级。夫君，我感觉我的资质上限好像晋升了。少女面露惊喜，她从未想过自己的资质上限居然能超越传说。在她的认知中，传说就是最强的资质了。但自从夫君出现后，她的认知就在一项一项的被打破。夫君真的是太厉害了，尤其是居然还可以增加经验、天赋、技能和全属性。越想少女的脸颊越红，看向林凡的眼神含情脉脉。好了，我们出去吧。林凡微微一颤，连忙拉着少女向着宫殿外而去。宫殿外的这片区域没什么凶兽，敢靠近的基本都变成了大地的养料。林凡和少女在空中飞行了一段距离后，大片的凶兽出现在二人的眼前。传说级的凶兽，现在你应该可以对付。林凡扫视了一圈下方的御兽，随后看向少女，你下去试试，这些凶兽都有着天赋，你可以全部复刻一遍。好的，夫君。少女点点头，向着下方飞去。少女平稳落地，凶兽们咆哮嘶吼，眼中翻着血红，朝着少女扑杀而来。异次元空间分割，少女朱唇轻启，前方空间顿时破碎，一道数十米长的空间裂缝猛然间出现。那些扑杀而来的御兽纷纷进入空间裂缝之内。下一瞬，少女身后再次出现一道空间裂缝，源源不断的碎肉以及晶核被抛出。我操！天穹之上的林凡看见这一幕，直接惊呆了。空间系技能这么变态的吗？这就宛如一个大型的绞肉机啊！前面进，后面出，离谱！林凡发动了自己的复刻天赋，复刻了这个技能。在梦中，不同于梦外，他是可以使用技能的。心念一动，自己的面前一道空间裂缝猛然出现。抬手间，地面上的一只凶兽被射了过来。林凡直接把这只凶兽扔进了空间裂缝。凶兽！下一瞬，一道空间裂缝再次出现，碎肉晶核连带着能量魔晶以及物品被扔出。这技能真不错，林凡赞叹。以后过年包饺子不用剁肉馅了。下方的凶兽逐渐停止了进攻，停滞不前。虽然没什么理智，但最基本的危险感知还是有的。同类不断的进入那裂开的大洞，却没有一个出来的，肯定是遭遇不测了。见凶兽们不再冲锋，少女收了技能，玉足点地，一跃而起，在空中化作兽形。一只通体雪白的狐狸出现在林凡的眼前。林凡数了数狐狸的尾巴，总共有着12根，9为极致，12为圆满。这是资质提升了以后，连带着尾巴都增加了。12尾幻天狐张口，地面上的所有晶核纷纷被其吸入口中，冲着林凡笑了笑，再次化为少女模样。周身光泽不断闪烁，少女身上的气势逐渐攀升。161级，162级，163级，164级，165级。升到165级后，少女身上的光泽消散，停止了升级。裁决之剑，少女玉手连掐指印，一道道圆形的空间系法阵接连出现在凶兽们的身下。噗噗噗，无数空间系能量形成的巨剑自圆形法阵内凝聚而出，由下而上，纷纷刺入凶兽们的体内。空间系能量的高速震荡，使得这些巨剑轻而易举地破开了凶兽们的皮肤。凶兽们接连倒地，顽强一些的还在哀嚎，并没有立即死亡。万招离焰，少女再次掐着指印，那些空间系圆形法阵纷纷散发出恐怖的热量，乳白色的火焰喷涌而出，不断灼烧着死去亦或者未死去的凶兽。不出片刻，这些凶兽在火焰的灼烧下纷纷化作飞灰，只留下了一地的晶核。2个技能之后，少女下方直接被清理出了一片空地。吞噬晶核后，少女的等级再次提升，168级，距离晋升传说还差7级。看着不断升级的少女，林凡心中不由羡慕不已。若是自己在梦外，月莹他们升级能这么快就好了。月明星稀，在少女成功晋升到175级传说阶后，二人返回了宫殿之内。二人相对坐，林凡上下打量着少女。少女俏脸泛红，微微低头，夫君，这样，你把衣服。林凡突然开口。少女娇羞，轻轻点头。玉手解。少女轻闭双眼。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咬破手指。他想试试在梦中能不能契约御兽，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幸运就可以继承。虽然说现在少女有一个复刻后的祥瑞天赋，但加的还是不多，祥瑞天赋之后进阶后才有用。虽然少女从史诗进阶到了传说，但幸运仅仅只增加了482点。林凡画下了一个契约法阵，法阵画下最后一笔后，却没有如正常一般闪烁出光芒。看来梦里不能契约御兽啊。林凡摇摇头。下一瞬，林凡的身影突然消失。少女睁开眼睛，看见消失的林凡，心中不住的落寞。
阳光洒在林凡的脸上，伸了个懒腰后，林凡在月莹的头顶坐起身。凡哥，你这一觉睡得可真久啊！元宝抽着华子，看向睡醒的林凡，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元宝，你别把烟灰弹我玉兽的身上行不行啊？百里姑瞪着元宝，我刚清理完，你又给我弹了一堆，风太大，这真不怪我。元宝耸耸肩，一脸无辜，我也不想的呀。抬起手腕，林凡看了一眼时间，12点37分，距离樱花国应该不远了。你俩别闹了，百里姑，我们还有多久抵达樱花？林凡询问道。2个小时。百里姑看了一眼地图，回复道。行。林凡点点头，接过了元宝扔来的面包，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罐旺仔。林凡解决了吃饭。时光如水，岁月如梭，2小时的时间一晃而过。林凡、百里姑以及元宝成功抵达了樱花国。百里姑、元宝，你们会说樱花话不？林凡看向二人，自己有天赋在，所以各个国家的语言都完美掌握，哪怕就是外星语言，林凡现在一样能说。百里姑点点头，元宝摇摇头。林凡，元宝，等会你就扮演哑巴。阿巴阿巴。元宝点头。林凡，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千叶，我收集的资料里，千叶总共有2大势力，相当于我们龙国的世家，我们可以先从这2个势力下手。百里姑掏出一个小本子说道。林凡，你带路，我先给你们易容一下，我们就可以直接混进去了。百里姑从背包内掏出箱子。10几分钟后，百里姑收起了箱子。林凡，现在开始，你叫平野古田，我叫平野上口，元宝你叫平野小次郎。没问题。阿爸，阿爸。林凡3人在百里姑的带领下偷了一辆汽车，掏出了一枚能量手雷，林凡顺着窗户就扔进了那栋楼内。轰！爆炸声骤起，整栋楼瞬息间火光冲天，其中哀嚎惨叫不绝于耳。百里姑开车扬长而去，林凡哼着小曲坐在副驾驶，元宝看着街边来来往往的樱花娘们指指点点。开了约莫半小时，百里姑在平田家族的大门口停下。百里姑大摇大摆地下了车，步伐走得六亲不认。林凡和元宝紧随其后，同样大摇大摆。上口少爷，您怎么回来了？门口2名护卫热情欢迎，点头哈腰。啪！百里姑一巴掌扇在了门口1名护卫的脸上，护卫转着圈飞了出去，几颗牙不断喷吐而出。八嘎！这是你一个小小低护卫应该询问的吗？百里姑暴喝。扑通！剩下的那名守卫当即跪地，浑身颤抖。对不起，对不起，上口少爷，是我低多嘴低干活。起来和我去一趟仓库，我需要取些东西，你弟带路。百里姑瞥了一眼地上跪着的守卫。嗨！守卫连忙起身，带着百里姑向着仓库的位置而去。林凡心中憋着笑，紧跟百里姑走了不一会，来到了仓库前。你们弟开门，弟干活。百里姑命令道。嗨！几名看守仓库的守卫点头，随后掏出钥匙打开了仓库大门。你们弟都走，不要打扰我们弟干活。百里姑再次下令。嗨！看守们齐齐点头，随后离开了仓库的范围。仓库前只剩下林凡3人。行啊！林凡拍了拍百里姑的肩膀。小意思。百里姑挥挥手，我们进去吧。林凡率先进入，看着仓库中材料和金盒，嘴角勾起了一丝弧度。元宝和百里姑进入后，百里姑关上了仓库的大门。兄弟们，干活！林凡抬手间，月莹和希诺被召唤而出。月莹和希诺直接化作龙形态和麒麟形态。百里姑和元宝的玉兽这是同样召唤了出来。4只玉兽开始不断吞噬着仓库中的各种材料和金盒，随着一道道光泽不断闪烁，4只玉兽不断升级。吃着不花钱的东西就是爽啊！林凡心中不禁感慨。林凡、元宝，你们先在这里待着，我出去布置一下。百里姑起身，背起包走出仓库。4只玉兽兽形态的进食速度还是极快的，基本就是直接吞下，甚至连咀嚼都没有。半小时不到，整个仓库内的所有物资就被清扫一空，光秃秃的只剩下了承重墙。而此时，百里姑亦是返回了仓库。平田家族的4周我都买好了炸药，等会我们离开后就让他们直接升天。百里姑嘿嘿一笑，手中拿着遥控器。林凡3人收回玉兽，大摇大摆地走出平田家族。百里姑咬出遥控器的天线，拇指轻轻按下。轰轰轰！平田家族的建筑群直接被淹没在了爆炸中，一股股蘑菇云冲天起。林凡甚至看见了很多断胳膊断腿飞上了天穹，惨叫声、哀嚎声不绝于耳，伴随着还有大量玉兽的咆哮声。炸药能炸死炸残樱花鬼子，但却对那些玉兽构不成什么伤害。失去主人暴动的玉兽绝对够这片区域的其他小樱花喝一壶的。百里姑踩下油门，汽车犹如离弦之箭般冲出，前往千叶内的下一个樱花家族。凡哥，刚才那一波我的羊驼直接升了12级，还差8级就可以晋升到黄金阶，简直太他妈过瘾了。元宝身体前倾，趴在副驾驶的靠背上，同时掏出3颗华子，自己叼上1颗，递给林凡和百里姑，1天1颗。估计我们给小樱花境内的物资全部扫荡完，玉兽就能传说了。百里姑接过华子，点着火吸了一口。刚才那一波下来，我的圣羽猎雕升了7级，还差2级可以进阶到钻石。林凡点点头，接过华子。刚才月莹和希诺吃的最多，仓库内的2/3物资基本都是被二女吞掉了。月莹和希诺现在的等级是69级白银阶，刚才那一波整整升了17级。掏出手机，按下了开机键。刚一开机，数十个未接来电以及短信就弹了出来。欧阳千木的、袁雪的、欧阳瑶的、欧阳昭的、钟浩的，还有几个没有备注的。点开滤信，喵喵的信息栏里有着4条新消息。看着4条新消息，林凡嘴角上扬，逐个点开，每条新消息都是一个简短的动画。动画观看过后，林凡获得了4个新的天赋。
记忆读取，探查生物的灵魂进行记忆读取，使用后该生物80%概率变为白痴。灵魂操控，白痴状态下可以操控其灵魂，使其听从你的一切命令。万化，可通过意念变身成任意生物，无时间限制。动画穿梭，可穿梭进动画世界，动画世界时间流速1年等于现实世界1秒。动画世界内任意物品生物可带出，每个世界线穿梭一次。注：每月可使用1次，仅计算现实时间当前0、1。看着这4个天赋，林凡心里直呼变态。记忆读取，这简直就是利器，不需要什么拷问了，直接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灵魂操控更是能直接控制白痴状态下的人。万化的话，林凡觉得应该是万变的升级版，不过有这个天赋在，就不用易容了。最后一个天赋可以穿梭世界，那自己直接去动画里给那些牛逼的大佬都带出来，岂不是无敌了？这4个天赋完全就可以配套使用啊！林凡给喵喵发了条信息，下一秒手机中信息框就回复了过来：喵喵，主人，我研究的武器方面同样有效果了，不过我想要一些史诗和传说级的晶核。林凡，研究的什么武器？喵喵，通过邪阵催发晶核内的全部能量进行汇聚，再由超频法阵进行增幅，能量由1点内全部爆发，可以达到一种极其恐怖的威能。视频 P4，林凡点开视频，运转洞察之眼，一处场地内，一头白银阶的凶兽正咆哮着。喵喵按下了一个按钮，仪器内10枚青铜阶晶核在一阵波动下顷刻间化作了齑粉，能量尽数汇聚在一起，传导进仪器内。仪器上6道法阵接连出现，带起一阵嗡鸣之音。轰！直径10米粗的光束顷刻间笼罩了白银阶凶兽，光束消散，白银阶凶兽消失不见，地上只躺着一枚孤零零的晶核。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这攻击有点离谱了。白银阶凶兽就在那么一瞬间，直接渣渣都不剩，原材料还仅仅只是10枚青铜阶晶核。林凡牛逼！喵喵，主人，如果是史诗阶晶核的话，灭杀掉一头传说级凶兽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喵喵，如果是传说阶晶核的话，甚至可以覆盖一片区域，那片区域上的生物直接就会消失。原理的话，可以参照那天月影使用的月照星核。喵喵，当然这些是有限制的，超过史诗阶以上的晶核使用过后，仪器就会报废掉，需要重新制作。林凡没有犹豫，直接同意了喵喵的要求。这玩意简直就是大杀器啊！直接照着樱花来一发传说级晶核的，怕是能瞬间把自己所在的千叶给击沉。林凡直接拨打了欧阳昭的电话，没过2秒，电话直接接通。林凡，你小子跑哪去了？洛北市老子都快翻过来了，也没找着你。欧阳昭语气中夹杂着兴奋，同时又夹杂着愠怒。我现在在樱花，这小鬼子太猖獗了，我这次准备给他们来一波狠的。林凡如实回答。樱花，你赶紧回来，后天就是和樱花全面开战的日子。欧阳昭语气急促。全面开战？林凡疑惑。樱花鬼子欺人太甚，这次不惜一切代价灭了他们。欧阳叔叔，你能不能给我调配一些史诗传说级的晶核？我的御兽研发出了一种武器，可以用来覆灭樱花。武器？什么武器？欧阳昭惊诧。电话里说不清楚，我滤信上给你发吧。说完，林凡挂断了电话，把自己和喵喵的滤信聊天记录发给了欧阳昭。5分钟后，欧阳昭，雾草，你的御兽可真是个天才，我这就给你调配晶核，不过数量不多，史诗阶1500枚，传说阶50枚。欧阳昭，传说阶太过稀少，这些都是从国库那条出来的，你悠着点用。还有你啥时候回来？林凡，樱花灭国之后我就回去，我会洗劫樱花境内所有的物资，用以提升实力，到时我就让樱花中心开花。欧阳昭，你悠着点，千万别逞强，记住龙国永远是你的后盾。结束对话后，林凡重新收起了手机。吱嘎，百里姑踩下刹车，掏出箱子，百里姑准备再次易容。不用了，看我的吧。林凡摆摆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径直下车。百里姑和元宝相互对视一眼，随后下了车，跟随在林凡身后。林凡嘴角勾起一抹弧度，随着守卫在门前的2个樱花鬼子招了招手。你滴什么人滴干活？2名樱花鬼子对视一眼，狐疑的向着林凡走来。要你命滴干活！见樱花鬼子越走越近，林凡猛然间冲出，手刀分别砍在了2名樱花鬼子的脖颈之上。2名樱花鬼子还未等反应过来，直接晕了过去。林凡挥挥手，百里姑和元宝上前，立马把这2名樱花鬼子拖进了车里。发动记忆读取天赋，林凡的手心中一股奇妙的能量波动散发而出，渗透进樱花鬼子的灵魂。凡哥，你这是在干啥呢？元宝好奇。闭嘴！林凡没好气的瞪了元宝一眼。元宝馋馋一笑，连忙捂住了嘴巴。随着林凡的不断读取，2名樱花鬼子的脸上露出痛苦之色，面容不断扭曲。百里姑，凡哥这是在折磨小鬼子吧？元宝拉了拉百里姑，悄悄地说道。不是，是读取记忆。百里姑摇摇头。你咋知道的？元宝疑惑。我还知道你今天穿的红裤衩呢。百里姑瞥了一眼元宝。我操！你变态！元宝大惊。你是不是想对我图谋不轨？百里姑。随着记忆读取完毕，林凡收获到了不少信息，2名樱花鬼子毫无意外的变成了白痴。发动灵魂操控天赋，林凡控制了这2名樱花鬼子。主人！2名樱花鬼子齐齐叫道。百里姑和元宝一愣，这2樱花鬼子怎么突然管林凡叫主人呢？10分钟后，你们2个进去直接召唤御兽，见人就干，见到的一切东西全部摧毁，明白了吗？林凡对2名樱花鬼子下令道。嗨！2名樱花鬼子头一低回应。林凡心念一动，直接变成了一个中年人，鼻子下方还有着一撮小胡子。这个模样正是这樱花家族的族长，名叫三上树。凡哥，原来你是巴啦啦小魔仙。
元宝指着林凡，语气中充满了疑惑。滚！巴啦啦你个头！林凡一脸黑线，一巴掌拍在元宝的后脑勺上。跟我走，我们去仓库。元宝揉了揉后脑勺，百思不得其解。林凡带着百里姑和元宝畅行无阻地来到了仓库，打开仓库滴干活。林凡下令道：嗨！把守仓库的樱花鬼子低头，随后连忙开启了仓库。与此同时，轰轰轰，爆炸声接连不断的传来，那2名被操控的鬼子开始行动了。你们赶快去看看什么情况，滴干活，我马上就来。林凡冲着把守仓库的鬼子们命令道。嗨！回应后，这些鬼子匆匆地向着爆炸传来的地方赶去。林凡3人进入仓库，百里姑关上了仓库的大门。3人召唤出御兽，开始吞噬仓库内的各种物资。东京，樱花天皇在房间内急躁地走来走去，面容极为扭曲，其身前还跪坐着10几名身着樱花军服的中年人。天皇陛下，我愿率领我们的自卫队出击，抵御龙国。一名鬼子军官开口道。怎么抵御？就凭我们区区的这点人吗？还不够人家龙国塞牙缝的干活。另一名鬼子军官反驳。天皇陛下，不如我们和龙国和亲，把公主嫁往龙国，这样说不定就能免除这场战争。天皇陛下，不可啊！这次龙国是铁了心的要覆灭我们樱花，我们不能。放屁！我们只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龙国人大赌是不会和我们一般见识的。你这是在玷污我们大樱花帝国，你那是莽夫的表现，你只会带着我们送死。听着下方军官们的议论，樱花天皇感觉脑袋都要爆炸了。报告！鹰将、约翰牛、高卢基、棒子以及阿三等12个国家派代表前来，同时还有12名传说级御兽师、100多名史诗级御兽师，他们正在会议室内等待。一名军官快步走进房间，跪地汇报。什么？正急躁不已的樱花天皇瞬间面露喜色，快带我去见他们。嗨！军官低头回应。跟随着军官，樱花天皇来到了各国代表所在的会议室。樱花天皇，我们这次是特地来助战的，龙国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这次的高手加上你们樱花本土的高手，相信打败龙国不成问题。龙国实在是太嚣张了，这次我们就给他们一些厉害瞧瞧。龙国战败后，我们就入侵龙国，瓜分他们的土地，抢夺他们的资源。12国的代表纷纷开口道。我弟感谢你们弟干活，你们弟是我们大樱花帝国永远的朋友。樱花天皇鞠躬，为了欢迎各位代表弟干活，我将设宴款待各位。三上家族仓库内，林凡、百里姑以及元宝的御兽把仓库清空。三上家族的物资对比于平田家族的物资数量更为庞大，月银和希诺直接纷纷提升了8级，成功进阶为77级黄金阶。百里姑的圣羽猎雕提升了6级，达到了129级钻石阶。元宝的羊驼提升了15级，达到了82级黄金阶。这次提升的蛮大的，我们直接亲手覆灭这三上家族吧，就算吃他们材料的报答。林凡看向百里姑2人，没问题。百里姑点点头，凡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元宝搓搓手，实力提升后，他早就想找几个樱花鬼子练练手了。林凡心念一动，恢复原本的面貌。百里姑和元宝一撕，脸上的伪装顿时不见。唰，心念一动，银白铠甲覆盖林凡的周身，一发光弹打出，仓库大门直接被轰飞。林凡率先冲出仓库，希诺召唤铠甲紧随其后，紧接着是百里姑和元宝。轰轰轰，一枚枚光弹不断被林凡打出，一座座建筑不断被击碎，烟尘溅起，惨叫不断。舒坦！元宝大笑，指挥着雷暴喷火陀给我攻击。看见那小鬼子的裤裆了吗？给我电他！圣羽猎雕，千列暴影杀！百里姑指向前方，前方正站着8个樱花鬼子以及21只御兽。圣羽猎雕双翅上风系火系能量弥漫，2道火焰风暴携着摧枯拉朽之势，向着那些樱花鬼子以及御兽袭去。那些樱花鬼子大惊，连忙命令御兽发动攻击，奈何等级之间的差距太过悬殊，最终纷纷被卷入火焰风暴内。分尸，火化。百里姑，不如我们比比谁杀的樱花鬼子多如何？林凡转身看向百里姑，没问题，输的请客吃饭。百里姑笑了笑回应道。元宝看向2人，感觉自己并插不上话，无奈地拍了拍自己的羊驼，下回多吃点，这里就属咱俩战力最弱。羊驼歪着脑袋眨了眨眼睛，伸出舌头舔了元宝一脸口水。元宝，焚天火雨！抬手间，整个三上建筑群的上空立马变得赤红一片，空气都被高温蒸腾的扭曲，无数赤红的火焰从天穹降下，火焰犹如复古之躯，沾上一丝便立马燃烧。林凡，你耍赖啊！你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留！看着林凡释放的大招，百里姑抱着肩膀，嘴角微微抽动。等着，请客吃饭吧！林凡打了个响指，火雨成片成片的洒落，建筑群顷刻间化为火海。百里姑和元宝的周身被一层七彩光幕所笼罩，并没有受到攻击。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林凡听着这美妙的乐章，内心无比舒畅，焦糊味、肉香味混合着飘来。半小时后，火焰还在熊熊燃烧，但却没有了任何惨叫。主人，这建筑群的下方还有一个空间，我感受到里面有生物的存在。月莹的声音传来，还有活人吗？林凡一愣，直接解除了铠甲，带我去。月莹轻轻点头，跟随着月莹，果然发现了一个通往地下的入口。月莹打头，林凡一行人紧随其后进入地下，走了约莫5分钟的时间，一道大门出现在众人眼前。炸开它！林凡直接下令。轰！一发光球打出，大门被炸得粉碎，荡起阵阵烟尘。几名樱花妇女和樱花小孩出现在林凡眼前。主人，藏起来的应该就是他们了。月莹看向林凡，
全杀了。林凡挥挥手，是。领命后，月莹直接使用技能，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这些人就被切割成了肉块，斩草除根，一个不留。这就是林凡对樱花的态度。离开地下后，林凡掏出手机给喵喵发了一条消息：林凡，武器制作完毕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直接击沉，有问题吗？喵喵，没问题，明天上午就仪器就可以全部制作完成投入使用。林凡，后续等我指令。收起手机，林凡、百里孤以及元宝离开了千叶，前往了东京。这次没有隐藏，而是大摇大摆的乘坐御兽飞行。月莹和希诺现在都已然晋升到了黄金阶段，自己的幸运再次暴增2000点，现在的总幸运已然达到了6220点，6000多点幸运，他还怕个嘚儿？就算就危险，直接把百里孤和元宝收入异空间之门，他就不相信这群樱花鬼子能奈何得了他。一路飞行，东京上空，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能量手雷，一股脑的拉开铁环，全部扔了下去。轰轰轰！爆炸声不断传出，大片建筑物接连不断的倒塌，化为废墟。大片大片的樱花鬼子不是被炸死，就是被倒塌的建筑物砸死砸伤。可惜了，能量手雷不多。林凡耸耸肩，如果够多的话，他还真想给这东京来个手雷洗地。林凡的举动自然引起了樱花鬼子的注意，大量战斗机、飞行御兽载着樱花鬼子升空，地面上大量的部队同一时间锁定空中的林凡。林凡不屑一笑，看向百里孤和元宝：你们先进入异空间之门，我解决一下这些樱花鬼子。凡哥，你……还没等元宝说完，林凡就一手一个拎起百里孤和元宝扔进了异空间之门内。别看了，你也进去。林凡指了指圣羽猎雕，眨眨眼，圣羽猎雕乖巧的飞进异空间之门内。唰，银白光芒闪烁，林凡化作铠甲形态，抬手间2道光弹打出，目标正是他前方拦截的飞行御兽。八嘎，避开！飞行御兽上的军官大惊，连忙命令身下的御兽。咔嚓，飞行御兽扇动翅膀企图拉升，不料一声骨碎之音传出，飞行御兽一声悲鸣，他感觉自己的翅膀断了，可能是用力过猛。轰轰！2枚光球直接炸在了飞行御兽的身上，巨大的冲击力使得飞行御兽不断向后倒飞，一架架战斗机被飞行御兽直接撞落，火花四起。嗖嗖嗖！一架架战斗机大头朝下，直接撞击在建筑物上。林凡认真的数了一下，这只飞行御兽居然一次性撞飞了7架战斗机，坠落的战斗机又撞塌了7栋大厦，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啊！开火！收到命令，其他战斗机开向林凡发动攻击。轰轰轰！林凡身前一道七彩光幕出现，抵御着袭来的攻击。令他大跌眼球的是，几架战斗机居然自己爆炸了。樱花鬼子造的玩意还真是不靠谱啊！战斗机居然能自爆，太牛逼了！林凡心中暗自腹诽。随着越来越多的御兽攻击，林凡耸耸肩，直接使用斗转星移，消失在了原地。就凭这几条臭鱼烂虾，就想抓住他？做梦去吧！随手抓了个樱花娘们，林凡拿过他的手机，打开地图导航。聒噪！樱花娘们不断的挣扎叫嚷，林凡直接拍飞了他的脑袋。随着鲜血的喷洒，世界瞬间安静了下来。根据地图导航上的指引，林凡前往了东京的军队驻地。铠甲的飞行速度极快，不出片刻的时间，林凡就抵达了军队驻地。看着守卫森严的军队驻地，林凡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解除铠甲状态，把月莹收入御兽空间后，林凡心念一动，变成了一只蜜蜂，震动翅膀，林凡飞进军队驻地。沿途一队队樱花鬼子不断巡逻，不过并没有注意到处于蜜蜂状态的林凡。飞进一所大楼的卫生间，一名鬼子军官正在嘘嘘，林凡邪魅一笑，心念一动，重新恢复人类形态，手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落而下。鬼子军官应声而倒。鼻涕虫啊！林凡撇着嘴摇摇头，把鬼子军官拉进了隔间内，锁好门。林凡发动记忆读取天赋，一股无形的能量自林凡手心中出现，渗透进这鬼子军官的灵魂深处。随着记忆的不断读取，鬼子军官的面容变得极为扭曲。收回手，记忆读取完毕，鬼子军官变成了白痴。而林凡得到了大量的信息，驻地内仓库的位置、樱花高层的位置以及导弹核弹的位置等等。发动灵魂操控天赋，成功控制了白痴状态的鬼子军官。鬼子军官睁开眼睛，一脸崇敬地看向林凡，咕噜着爬起身，连忙跪倒在地。主人没有回应鬼子军官，林凡自顾自地从空间手环内取出那几枚包裹丧尸化御兽骨灰的珠子，戴上手套，一枚枚相继捏碎，把骨灰尽数装入了一个玻璃瓶内。这些粉末，想办法给我放入东京的供水系统里，明白了吗？林凡下令道。嗨！鬼子军官低头回应，双手接过玻璃瓶，心念一动，林凡再次化作蜜蜂，根据读取的记忆，向着驻地最高指挥的办公室飞去。飞行了约莫5分钟的时间，林凡在办公室的窗前落了下来。办公室内，一名鬼子老头正在训斥几名鬼子军官。根据记忆，林凡得知这鬼子老头就是这军队内的最高指挥，只要控制这鬼子老头，自己后续的计划就能完美展开。不过办公室内现在人比较多，动手的话肯定不行。在窗沿上耐心等待，没一会的功夫，那几名鬼子军官就陆续走出了办公室。震动翅膀，林凡悄咪咪地飞进办公室内，恢复人类形态，手刀劈落而下。鬼子老头闷哼一声，直接晕倒。发动记忆，读取天赋。随着不断读取记忆，林凡面色一冷。在这鬼子老头的记忆中，他读取到了一个生化实验室的信息以及位置。这个生化实验室内所研究的正是丧尸化药剂。呸！狗娘养的杂碎！林凡啐了一口，发动灵魂操控，成功控制住鬼子老头。
鬼子老头转醒，对着林凡恭敬一礼：“主人，现在立刻马上把驻地内所有的军官都叫来这里。”林凡下令道：“嗨！”鬼子老头领命，开始拨打电话。抬手间，林凡召唤出了月营。月营等会鬼子军官到齐后，直接使用幻音技能，让他们全部陷入昏迷。林凡看向月营，记得给我隔绝一下，别把我也弄昏迷了。没问题，主人。月营点点头。随着时间的推移，驻地内的鬼子军官尽数来到了鬼子老头的办公室。月营发动幻音技能，这些鬼子军官尽数昏迷，连带着鬼子老头同样昏迷。一时间，办公室内站着的只剩下林凡和月营。走到这些晕倒的鬼子军官身前，林凡挨个记忆读取，随后进行灵魂操控。1小时后，办公室内所有的鬼子军官全部被林凡控制。主人，鬼子军官们齐齐向着林凡行礼。瞥了一眼还晕倒在地的鬼子老头，林凡抄起一把椅子就拍在了鬼子老头的裤裆上。嗷！随着一声惨叫响起，鬼子老头抱裆痛醒。叫你妈呀叫！林凡剑眉微皱，翻手间一把剪刀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中，扔给鬼子老头，自己捡了。嗨！鬼子老头跟狗似的爬向剪刀，拾起剪刀。抬手间，林凡把月营收回了预售空间。咔嚓！死！一剪子下去，大量的血迹喷涌而出。鬼子老头紧咬牙关，没有叫出声，额头上冷汗涔涔，脸色变得惨白，没有一丝血色。你还有你，把所有鬼子士兵全部聚集在一起。林凡指着几个军衔还算高的鬼子军官下令道。嗨！被点到的那几名鬼子军官低头回应，随后推开办公室的门去执行林凡的命令。你们几个去操控导弹以及核弹，刚才聚集起的鬼子士兵一轮轰击内给我炸平，剩下的导弹核弹一半给我轰向樱花天皇的住所，另一半给我轰向鹰将百宫，都明白了吗？林凡继续发号施令。嗨！其余的鬼子军官全部领命，相继走出办公室。至于你的话，去东京街头制造混乱吧，全身绑上炸弹，见人就杀，打不过的时候直接自爆。林凡扫了一眼地上的鬼子老头，哦对了，把你身上的狗皮扒了再去。这老头的实力并不弱，预售有着史诗的实力，若不是林凡有着种种手段突然袭击，正面刚还真不一定能对付得了史诗级。嗨！鬼子老头捂着裆，颤颤巍巍的起身，脱下军装后一瘸一拐的向外走去。一切就绪，林凡大摇大摆的走出办公室，根据记忆向着驻地的仓库而去。驻地内的士兵全部被调走聚集，仓库的外面空无一人。抬手间召唤出月营和希诺。林凡打开异空间之门，把百里姑他们放出来。好的，主人。异空间之门悄然出现，缓缓开启。百里姑、元宝以及圣羽猎雕被送了出来。凡哥，这是哪啊？元宝左顾右盼，一脸疑惑。鬼子军区的仓库。林凡回答道。我操！那鬼子呢？元宝再次询问。这怎么一个守卫都没有？聚集在一起，等着引颈受戮。林凡摆摆手，别废话了，我们赶紧进去，让御兽们吃材料，等会还有好戏看呢。我。元宝点点头，抬手间召唤出自己的羊驼。轰！月营一发七彩光球打出，仓库的大门直接被炸飞。看着仓库内密密麻麻的物资，林凡满意的点点头。这些物资全部吃完，实力必定会再次水涨船高。4只御兽全部进入仓库内，开始不断吞噬着物资。百里姑，把你的赤焰天马召唤出来，我们去天穹上看戏。林凡转身看向百里姑。百里姑点点头，抬手间召唤出赤焰天马。林凡3人跳上赤焰天马的背部，赤焰天马双翅一震，飞上了天穹。林凡3人俯视着驻地，整个驻地一览无余。好戏要开场了。林凡打了响指，掏出手机，点开了录像功能。嗖！林凡的话音刚落，几十道破空之音接连传来，几十枚导弹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直挺挺地扎在聚集起来的鬼子士兵群中。轰！鬼子士兵群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直接被这几十枚导弹炸得灰飞烟灭，连带着林凡控制的几名鬼子军官同样被炸成了飞灰。随着鬼子士兵群的湮灭，无数的无主御兽凭空出现在原本聚集的地方，疯狂地咆哮着，嘶吼着。我操！为什么这群小鬼子自己炸自己啊？他们是不是疯了？元宝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置信。嘿嘿，天机不可泄露。林凡神秘一笑，保存录制的视频。凡哥，这肯定是你一手策划的。元宝意味深长地看着林凡，你为什么如此优秀啊？要不是生活所迫，谁会把自己搞得一身才华呢？林凡耸耸肩，我要是个妹子，我肯定嫁给你。元宝仰天长叹。林凡打了个寒战，向后退了2步，你可拉倒吧。伴随着闲聊，无数的导弹以及核弹再次发射，分作2批。第一批向着樱花天皇的住所飞去，另一批则是向着鹰将百宫飞去。距离太远，林凡不知道效果如何，反正他也不求能一波给这些王八蛋送走，主打的就是一个调戏。再次保存视频，林凡把这2条视频给欧阳昭发了过去。不出片刻，欧阳昭的消息就回了过来。欧阳昭，林凡，这全是你干的，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些樱花鬼子居然把自己给炸了！震惊！林凡，这算是我的一个天赋吧，这些只是开胃小菜罢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欧阳昭，那后续你打算怎么办？林凡，樱花鬼子制作丧尸化药剂实验室的位置我找到了，我打算给小樱花来一波全民丧尸化，届时定叫他们内外不能兼顾。欧阳昭，我相信你，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量力而行。林凡，结束聊天。百里姑指挥着赤焰天马下落，林凡一跃而下，心念一动，一股股无形的能量散发而出，
操控导弹以及核弹的那些鬼子军官脑海中纷纷得到了指令，召唤御兽前往东京市区，建筑物全部摧毁，所见的人一律干掉。鬼子军官们全部起身，向着林凡的方位嗨了一声后，纷纷召唤出各自的御兽，向着东京市区而去。用小鬼子打小鬼子，简直不要太爽。林凡现在越发觉得喵喵制作出的这两个天赋逆天。东京市区，鬼子军官分散各个区域，开始无休止的恐怖袭击。这些鬼子军官最弱的都是铂金阶御兽师，破坏力惊人。一时间，无数的建筑被摧毁，樱花百姓死伤无数，哀嚎惨叫比比皆是，残肢断臂飞上天际。随着4只御兽把仓库彻底清空，林凡等人坐上战斗机离开了军队驻地。临走时，林凡把大量的高爆炸弹尽数收入空间手环。百里孤喝着啤酒，开着战斗机向着东京内的其余樱花家族而去。林凡把一箱箱高爆炸弹从空间手环内取出，元宝不断拿起高爆炸弹向着下方抛去，月莹和希诺则是使用技能把这些高爆炸弹码成一排，随后向下坠去。一枚枚高爆炸弹不断从战斗机上落下，轰轰轰，爆炸声接连不断，所过之处高楼大厦尽数坍塌。没一会的功夫，林凡取出的高爆炸弹就被投掷一空，至于投掷了多少，林凡没有细数，数量的话起码在10000枚以上。元宝的投掷效率不高，但月莹和希诺的效率，一次投掷每人就是整整100枚高爆炸弹。一个不知名樱花家族的上空，百里孤驾驶战斗机不断盘旋。你们两个在这等我。言罢，林凡身上银白光芒闪烁，直接化作铠甲形态从战斗机上一跃而下。轰！林凡手中一枚七彩光弹凝聚而出，轰在了一栋看起来较为华丽的建筑上。建筑的房顶轻而易举地被轰出了一个大洞，顺着大洞，林凡飞身而入。废墟下，灰头土脸的中年樱花鬼子哆哆嗦嗦爬出，其腹部还插着一根钢筋，口中不断喷吐鲜血。林凡走上前，一巴掌拍晕樱花鬼子，开始读取记忆。运气不错，这樱花鬼子居然是这不知名家族的族长，正好他需要的仓库位置可以直接获取。记忆读取完毕，还在昏死状态的樱花鬼子直接被林凡分尸，一个闪身，林凡消失在建筑内，直奔着仓库而去。沿途挡路的鬼子守卫以及前来支援的，全部被林凡分尸。这些喽啰以月莹现在的实力斩杀轻而易举，比碾死一只蚂蚁难不了多少。仓库前轰飞大门，林凡直接发动天赋异空间之门，强劲的吸力传出，仓库内的物资接连不断的被吸入异空间之门内。清空后，林凡抬手就是一道焚天火雨，不知名家族的天穹之上变得赤红一片，无数火雨倾盆而下，顿时形成一片火海。拍了拍手，林凡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弹射而起，林凡向着空中的战斗机飞去。百里孤继续驾驶战斗机前往下一个樱花家族的位置，直到半夜，樱花家族尽数被林凡洗劫一空。异空间之内堆积了大量的物资，林凡估计这些物资若是全部吃完，月莹希诺怕不是能直接堆到钻石。一处空地之上，林凡命令月莹开启异空间之门，无数的物资哗啦啦的被送了出来。看着堆积如山的物资，百里孤和元宝呆愣当场。他们俩这一下午的时间没有离开过战斗机，一切行动都是林凡独自完成的。饶是百里孤、元宝这种出身世家的子弟，亦是没见过这么多物资。物资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异空间之门内被运出，越堆越高。别愣着，赶紧召唤御兽，等会我们还要前往下一个地方。林凡催促。二人齐齐点头，分别召唤出各自的御兽。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个烧烤架以及一些肉串，百里孤自告奋勇。不一会的功夫，百里孤就把肉串烤得滋滋冒油，香气四溢。吃着烤串，林凡翻看着手机，一个视频电话突然弹出，林凡直接按下了接听。视频另一边，袁雪、欧阳千木、欧阳瑶以及东方清婉同时出现。林凡，你在樱花怎么样？没遇到危险吧？袁雪询问，其余三女皆是齐齐看向林凡。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樱花？喵喵和你们说的。林凡疑惑，他记得走的时候可以没有告诉四女的行踪，唯一知道的只有喵喵。是的。欧阳瑶抢答道。远在洛北国安分部科研室的喵喵不住地打了几个喷嚏，揉了揉鼻子，一头雾水。谁在说我坏话？丫的，我在樱花挺安全的，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林凡点点头。你们打电话过来有什么事？欧阳千木，林凡，我们都挺担心你的，你要不还是回来吧。欧阳瑶，是啊，还有2天就要全线开战了，樱花那边肯定会乱的，你回来吧。东方清婉看着林凡，若有所思，并没有说话，脑海中不断闪出他老爸发来的那2条信息。没事，你们在家保护好自己。林凡摆摆手，指向身后的物资，看见没？这些都是从东京的各个家族抢来的，而那些家族全部被我们灭了，在这樱花没人能威胁到我的安全，你们放心吧。还有，你们有时间去找一趟喵喵，他会给你们一些东西。好了，先不说了，等会还要忙。言罢，林凡挂断了视频通话，点开喵喵的聊天窗口。林凡，喵喵，你用无碍传承复刻出4枚天赋光球，天赋光球的话保留吞噬和无碍进阶2种天赋，弄好后交给欧阳千木他们4个，我会让他们去取。喵喵，没问题主人。交代完毕后，林凡关上了手机。欧阳千木4女对自己都不错，天赋光球这东西就算做事回馈了，相信有着天赋光球的帮助，再加上4女背后家族的能量，御兽提升的速度肯定不会慢。凡哥，你看我们上小樱花的新闻了。元宝咬着肉串，拿着一部手机递给林凡。这些小樱花哭爹喊娘的场景真的是太下饭了，看着那些残肢断臂，我就忍不住想再吃几大碗。你越来越变态了。接过手机，林凡看了一眼上面的新闻，新闻上正是百里孤驾驶的轰炸机，高爆炸弹不断的从空中坠落。视频只有短短的30秒，
结局是一枚高爆炸弹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这名樱花记者的脸上。虽然不知道这摄像机质量为什么这么好，但看着新闻上的视频，视觉冲击还是很震撼。当时他们在空中，对于下方并没注意，就是无限地往下扔。可当以地面视角看的时候，那就宛如世界末日一般，堪称是炸弹洗地，爆炸不断，浓烟四起。可惜了，高爆炸弹还是太少了点。林凡把手机扔给元宝，摇摇头，不然我们一路执行，起码能给这东京输个中分。吃过饭后，看着还在不断吞噬物资的4只御兽，林凡躺在地上仰望星空。元宝变戏法似的掏出了一副扑克，凡哥，百里姑，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斗地主。百里姑点点头，林凡起身没有拒绝，就这么干等着，却是挺无聊的。于是乎，三人盘膝而坐，开始了斗地主。飞机、顺子、王炸，3带2。地主林凡一手牌瞬间清空，看得百里姑和元宝二人目瞪口呆，嘴角微抽。嘿嘿，来吧！林凡邪魅一笑，照着二人吨就是5个脑瓜崩，弹得二人惨叫连连。第2局开始，第3局开始，直至天亮，百里姑和元宝满头大包，就如西天的来哥一般。二人这一夜简直痛不欲生。从第1局开始，他们就没赢过。林凡把地主，他们连一张牌都没出过，就直接输了，岂可是一个惨字了得！堆积如山的物资，这时也被4只御兽全部吞噬完毕。林凡伸了个懒腰，扔下手中的扑克牌，洞察之眼扫过4只御兽的面板。姓名：银双辉月龙，月银。等级：109-300，铂金阶。姓名：日耀、麒麟、希诺。等级：109-300，铂金阶。姓名：圣女猎雕。等级：151-250，史诗阶。姓名：雷暴喷火陀。等级：120-200，铂金阶。虽然没有达到林凡预期的钻石阶，但综合实力，林凡预计哪怕月银和希诺对上史诗阶的御兽都不会落下分。林凡把希诺收回了御兽空间，心念一动，银白铠甲覆盖周身。百里姑、元宝把你们的御兽收进御兽空间。林凡下达指令，然后你们进入异空间之门，我们接下来去樱花鬼子的生化实验室。二人点点头，各自收回御兽。林凡开启异空间之门，把二人收了进去。根据脑海中的记忆，林凡弹射而起，向着生化实验室的方向飞去。阵阵音爆不断自林凡的耳边响起，铠甲周身淡淡银芒不断闪烁，在空中就仿若是一道流星划过。樱花鬼子实验室在东京以北方向的海底，半小时的时间，林凡便已抵达。一头扎进海中，林凡开始狗刨。海中凶兽横行，一只只凶兽不断向着林凡袭杀而来。这些凶兽林凡从未见过，看来应该是樱花这边特有的凶兽，就是不知道烧烤起来味道如何。抬手间，月华婆娑释放而出，袭来的凶兽尽数化为肉块，鲜红的血液不断蔓延，使得附近的海水浑浊不堪。能量魔晶和物品散发的光芒掺杂在浑浊的海水中，一挥手，这些能量魔晶和物品尽数向着林凡的位置漂浮而来。林凡直接把能量魔晶置于腰带前吸收，物品全部存入空间手环。至于晶核，还夹杂在肉块中，一枚枚的搜寻太过麻烦。看着越来越多的凶兽被血腥味吸引而来，林凡剑眉微皱。这海里凶兽的数量压根就不是陆地上所能比拟的。就这么短短一会的功夫，他面前凶兽的数量已然达到了恐怖的1000只。他奶奶个腿的，没完没了是吧？着急投胎是吧？老子成全你们！林凡暴喝，双手合十，道道银色雷霆自林凡周身不断释放而出。由于海水的导电性，聚集起来的凶兽直接纷纷被电得双眼暴突，身体抖若筛糠，不断打着白子。若干的负面状态不断出现在这些凶兽身上，凶兽们双眼翻白，不是被电死，就是被负面状态消耗致死。这一波下来，林凡算了一下，聚集起来的加上不断赶来的，再加上意外波及的，足足有着5、6千只的数量。随着大量的能量魔晶和物品被爆出，一时间把整个海里照得透亮。一挥手，能量魔晶和物品纷纷向着林凡漂浮而来，数量之巨，直接把林凡围了个水泄不通。能量魔晶不断被吸收，物品不断存入空间手环。林凡还在不停放电，这似乎有点爽啊！林凡心中不住的感叹。陆地上想要击杀5、6千只数量的凶兽要很久的时间，而在海里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以后自己在击杀凶兽获取能量魔晶，似乎可以把位置选在海里。一时间，林凡陷入了 bug。不知不觉间，1小时过去了，林凡还在放电。林凡的上方，不可计数的凶兽尸体漂浮着，操控铠甲不断吸收着能量魔晶。月银的实力每秒都在增长，空间手环已经装满了足足12只。又是1小时过去，整片区域再没有一只凶兽敢靠近。林凡继续狗刨式下潜，在一处大门前，林凡停了下来，抬手一道七彩光球轰出，大门直接被炸得粉碎。海水并没有灌入生化实验室内，反而是和大门内泾渭分明。林凡径直走入大门内，请报，请报 ！B1 入口遭到攻击，检测到非法入侵。请报，请报 ！B1 入口遭到攻击，检测到非法入侵。通道内不断闪烁着红芒，扬声器中不断传来机械合成音。没有理会，林凡继续前行。沿途所遇见的守卫亦或者是科研人员，尽数被一招轰杀。轰！一道金属门被林凡轰碎，里面的场景令林凡剑眉紧皱。一个个巨大的器皿内装着墨绿色的液体，液体内浸泡着一头头凶兽，甚至还有不少的人类，周身插满了管子。走至这些器皿前，看着器皿下方的标签，姓名周安若，性别女，年龄19，国籍龙国，信息 C2 型丧尸化成年实验体，姓名未知，性别男，年龄1，国籍龙国，信息 C1 型丧尸化幼儿实验体。看着一个个标签，
林凡捏紧了拳头。其中的人类80是龙国人，从婴儿到老人应有尽有，甚至连同这些人的御兽同样被用于试验丧尸化药剂。狗娘养的樱花鬼子！林凡捏紧拳头，双眼泛红，一道道皎白的弯刃凝聚而出，斩击在这些器皿之上。器皿纷纷爆裂，墨绿的液体喷洒一地。林凡走出了这间实验室的大门，实验体们纷纷睁开双眼，双眼中赤红一片，咆哮嘶吼着冲出实验室，向着所见的任何目标发动攻击。那名叫周安若的丧尸化少女一口咬在一名科研人员的脖子上，霎时间，那名科研人员脖子上一大块血肉就被撕了下来，鲜血如同喷泉般喷洒在墙壁上。又是一口下去，科研人员的半张脸直接被硬生生的扯下，连带着的还有眼珠子。活该！变作蜜蜂的林凡冷冷瞥了一眼不断惨叫的科研人员，丧尸化婴儿的战力还是令林凡震撼的，短小的四肢不断攀爬，速度极其之快。须臾间，从天花板上一跃而下，落在了一名奔逃的科研人员头顶上。张开嘴，原本并不应该存在的獠牙轻而易举地咬碎了科研人员的头盖骨，不断吸食里面的脑浆。整座实验室内乱作了一锅粥，凄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随着不断的感染，丧尸化的樱花鬼子越来越多。林凡慢悠悠地向前继续飞行，路过卫生间的时候，林凡发现一间隔间的下方有着一双脚。飞至隔间的上方，只见一个樱花娘们身穿白大褂，一脸惊惧地躲在里面。化作人类形态，林凡一把拽飞了卫生间的门，带我去存放丧尸化药剂的地方，不然马上死啦死啦地。林凡掐住那樱花娘们的脖子，厉声喝道。记忆中只有这生化实验室的位置，存放丧尸化药剂的地方，林凡还真不知道。你放开我，放开我！樱花娘们不断挣扎，拍打着林凡的手。敬酒不吃吃罚酒。林凡语气森然，另一只胳膊抬起，咔咔两声，樱花娘们拍打林凡的手臂，瞬息间捏得粉碎，歇斯底里的惨叫自樱花娘们口中发出。拎着樱花娘们，林凡走出卫生间。樱花娘们以一道极其优美的抛物线飞进了不远处的丧尸群内，一时间血肉横飞，鲜血喷射在天花板之上。不多时，樱花娘们就被丧尸群分食而尽，连丧尸化的机会都没有。主人，前方左侧第6间屋子内聚集着不少人类。就在此时，月莹的声音突然自林凡耳畔响起。跟随着月莹的指引，林凡很快来到月莹所说的那间屋子门前。抬手间，一道七彩光弹轰出，大门应声而碎。房间内，20来个身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正躲在其中。林凡邪魅一笑，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内。幻光天幕，心念一动，七彩光幕凭空出现，封锁在炸碎的大门处。你是谁？一名科研人员惊恐地看向林凡，没有回答。林凡走到那名问话的科研人员身前，一巴掌拍下，科研人员的脑瓜子刹那间被拍飞了出去，脖颈处不规则的断口，大量鲜血喷涌而出，不断洒落。肮脏的血液！林凡一脸嫌弃，光幕包裹住周身，隔绝这些鲜血。其余的科研人员被这喷洒而出的鲜血溅了一身一脸，面容惊恐。随着那名科研人员的死亡，其御兽空间内的御兽尽数出现。挥手间，无数皎白弯刃出现，这些御兽尽数化作肉块。所用时间不过1分钟，想活下去就杀掉身边的任何人，剩下的最后一个我会带他离开。林凡冷冷地扫过剩下的科研人员，别想着反抗，反抗等待着你们的就是尽数被屠灭。言罢，林凡搬来一个椅子，翘着二郎腿，静静地看着那些科研人员。你！一名科研人员指着林凡刚说出一个你字，下一秒就被无数弯刃切割成了肉末。紧接着出现的御兽依旧没逃过被分割的下场。这一幕彻彻底底地震撼了那些剩余的科研人员，没有人再敢说话。面前这位简直就是个恶魔！噗！一根笔猛然间扎入一名科研人员的脖颈，随着拔出，大量的鲜血被带出。出手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樱花娘们，鲜血喷溅在她的脸上、眼镜上。抬手抹干净眼镜上的血迹，不顾捂着脖子倒地的同事，继续向着下一个发动攻击。捂着脖子到底的那名科研人员浑身颤抖，面色逐渐惨白，最终一命呜呼。出现的御兽顷刻间被弯刃绞杀，化作肉块，场面开始愈发的混乱。剩余的那些科研人员反应过来，开始远离身旁曾经的同事，目光警惕。身旁一切能当做武器的物品被纷纷拿起。你们的时间还有10分钟。林凡那犹如恶魔般的声音再次响起，犹如一柄巨锤敲击着在场每一名樱花鬼子的心脏。随着林凡话音的落下，戴眼镜的樱花娘们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狠辣，率先扑向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名樱花娘们，手中的签字笔狠狠地插在那名樱花娘们的眼窝里，眼球瞬息间爆裂，嫣红的鲜血夹杂着不知名的液体流出，惨叫声充斥整间屋子。签字笔并没有拔出，反而是又用力地扎入，随着搅动，惨叫声停止。唰！同一时间，金属门炸碎后形成的金属碎片划开了眼镜樱花娘们的后背，拔出签字笔，不顾后背火辣辣的疼痛，转身一脚踢向偷袭他那名男性研究人员的裤裆。随着金属碎片的掉落，眼镜樱花娘们快速拾起，径直划过了男性研究人员的脖颈，鲜血再次挥洒，左手捂住脖颈，右手捂住裤裆，那名男性研究人员逐渐死亡。坐在椅子上，林凡心念一动，大量弯刃再次出现，出现的御兽们再次被切割成肉块。时间1分1秒的流逝，房间内的樱花鬼子越杀越狠。取出手机，林凡看了一眼时间，还剩4分钟，房间内仅剩下了3个樱花鬼子，个个带伤。那名眼镜樱花娘们的腹部、后背上有着2条巨大的伤口，伤口处不断流淌着鲜血，脸上惨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林凡甚至都能看见半截肠子。把肠子塞回去，眼镜樱花娘们紧咬着牙，右手死死握着签字笔。一名竖着马尾的樱花娘们瞎了一只眼睛，右手的手指呈现不规则的弯曲，显然已经骨折。
一名中年科研人员脸上被划开了一道1公分长的血口，嘴已然彻底被撕裂，鲜血还在不断渗出，一瘸一拐的拿着金属碎片向着眼镜樱花娘们逼近。苍井丽，我们2个先合力干掉他，不然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上。眼镜樱花娘们看向马尾樱花娘们，干掉他以后，我们2个再分个高下。好，马尾樱花娘们点点头。2个樱花娘们一前一后包围住了中年科研人员。中年科研人员举起金属片，向着眼镜樱花娘们冲去。眼镜樱花娘们一个翻滚，迅速避开，随着翻滚肠子滑落出来，不顾剧痛，直接再次按了回去。马尾樱花娘们趁机扑向中年科研人员，2人滚倒在地。眼镜樱花娘们瞅准时机，右手中的签字笔狠狠地扎进了中年科研人员的眼眶内，尽数没入其中。左手中一枚金属碎片悄然出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划过马尾樱花娘们的脖颈。马尾樱花娘们捂住脖颈，不可置信地看向眼镜樱花娘们。啪啪啪！林凡拍了拍手。9分钟的时间，房间内只剩下了林凡和这名眼镜樱花娘们，其余的不是残肢断臂，就是樱花鬼子的尸体以及被切割成肉块的玉兽。过来！林凡勾勾手指。眼镜樱花娘们扔下金属片，捂着肚子向林凡走来。您以后就是我小泽晴空的主人，我以后就是您的狗。眼镜樱花娘们双膝跪地，求您一定不要杀我，带我去存放丧尸化药剂的地方。林凡直入正题。嗨！小泽晴空低头。撤去光幕后，林凡跟随着小泽晴空向着存放丧尸化药剂的地方而去。兜兜转转，一人一狗在一处金属门前停下。主人，就是这里，所有的丧尸化药剂都存储在这个房间内。小泽晴空指了指金属门。轰！一枚七彩光弹直接轰击而出，金属门被炸得粉碎。林凡走进房间，一排排的金属箱子堆积在房间内，其上还印刻着不同的标签 A1、A2。看不明白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林凡直接把这些箱子尽数收入了空间手环内。身后的小泽晴空看着凭空消失的一只箱子，眼神错愕。收取完最后一只箱子后，林凡转身拍了拍小泽晴空的肩膀，随后一把拧下了小泽晴空的脑袋。区区樱花杂碎，想当我的狗，你还没有这个资格。离开房间后，根据月莹的引导，林凡把整座实验室内还幸存的樱花鬼子全部屠戮一空，确定实验室内在没有活人后，直接轰碎墙壁。林凡离开了实验室。天穹之上，林凡再次向着东京飞去。洛北市喵喵科研室内，欧阳千木4女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个天赋光球，面露不解。这个天赋光球内蕴含着2个天赋，一个是吞噬天赋，只要吞噬材料就能增加经验；第二个是无碍境界天赋，只要达到进阶的等级，不需要使用进阶材料，就能进阶到下一个阶段。喵喵背着手讲解道：天赋光球最好给你们资质最高的御兽使用，这样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闻言，4女互相对视，俏脸上无不流露出震惊之色。进阶不需要方案，直接就能进阶，只需要无限位材料就能一直升级，这简直就无敌了啊！短时间内哪怕堆出来一只史诗都不是问题。谢谢。4女向着喵喵道谢。不必，是主人交代的。喵喵摆摆手，没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就去忙了，你们随意。说完，喵喵转身离去。4女没多做停留，出了洛北国安分部后，欧阳瑶开着车，4女返回林凡的别墅。别墅花园内，4女纷纷召唤出自己的御兽。天赋光团被喂下后，4只御兽的身上闪烁起微弱的光泽。随后，4女开始大量的购买金盒和材料。短短1上午的时间，林凡别墅内就堆积了大量的物资。在4女的命令下，4只御兽开始不断吞噬物资，阵阵光泽不断闪烁，4只御兽的等级不断的提高。与此同时，东京的某处别墅内，百里姑正在客厅内烤着一只林凡在海中击杀的凶兽，旁边屋子内捆着别墅内原本居住的樱花鬼子，总共4人，一对中年夫妇，一个6、7岁的孩子，以及一个土埋半截子的老头。林凡带着元宝进入屋子内，从空间手环内取出几箱丧尸化药剂，每种型号的各1箱，从 A1 型箱子内拿出1只，走向了被捆住的中年夫妇。被割掉舌头的中年夫妇看着林凡如魔鬼般的走来，不禁眼中升腾出阵阵恐惧，不断向后腾挪，很快便撞在墙壁上，推了一下针筒内的空气，带出几滴丧尸化药剂。林凡直接扎在了中年男人的脑门上，随着药剂不断的注入，中年男人额头上青筋暴起，双眼逐渐变得赤红，手臂上、脸上居然长出了一片片类似鱼鳞的鳞片，在火光的映照下泛着光泽。凡哥，他这是变成美人鱼了？元宝捏着下巴，不过为什么没有鱼尾巴呢？没有鱼尾巴的美人鱼是没有灵魂的。美人鱼你个锤子！林凡摇摇头，这应该是给御兽注射的丧尸化药剂，我在生化实验室内见过丧尸化的人类，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啊，那他会不会拥有御兽的能力？元宝若有所思，他这鬼样子已经超出人类的范畴了。元宝话音刚落，中年男人嘶吼一声，就要向着旁边的女人咬去。林凡抬起脚，直接踢飞了中年男人，居然还想咬实验品，真是欠收拾。被踢飞的中年男人翻了个身，像一条蛆虫般不断向着林凡这边蠕动而来。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把匕首，林凡把还在蠕动而来的中年男人钉在了地板上，运转洞察之眼扫过中年男人的面板，面板上给出的信息果然不出林凡所料，这中年男人此刻处于一种兽类丧尸化的状态，全属性会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增幅，而且居然还出现了一个水属性以及几个技能，不过可存活时间却是只有10分钟。讲道理来说，人类应该不会出现系别，这肯定是那个环节出现了变异。林凡百思不得其解。刷刷刷，被钉在地面上的中年男人口中吐出3枚冰剑，3枚冰剑成品字形向着林凡和元宝的位置袭来。拉着元宝，林凡轻而易举地躲开这3道冰剑。林凡身后的樱花老头却是倒了血霉，
心脏直接被一枚冰箭贯穿，另一枚冰箭落空，还有一枚冰箭射爆了吉尔。抬手召唤出月莹，在月华婆娑的分割下，中年男人直接化作肉块。半分钟不到，樱花老头嘶吼一声，双眼赤红一片，转化为丧尸形态。不过却和刚才的中年男人不同，并没有出现鳞片，也没出现属性，就是最普通的那种丧尸。看来注射药剂后才会发生变异，被变异感染的人类只会变成普通丧尸。林凡点点头，指挥月莹干掉了丧尸化老头。他记得自己但是看器皿下方信息的时候，那些人类都是没有说话的。最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是那没有姓名的丧尸婴儿，速度极快，极其灵活。翻手间，林凡手中出现了一把锤子，走至樱花小孩身前，几锤子下去，敲掉了樱花小孩的所有牙齿。从 C 型箱子内取出一支药剂，林凡给那樱花孩子注射了进去。不出1分钟，樱花小孩完全丧尸化，原本被敲得一颗不剩的牙齿全部长出，显得锋利无比，隐隐地散发出金属的光泽，其上还有着锯齿。洞察之眼扫过，林凡发现这樱花小孩敏捷属性一栏增长的极多，整整的提升了80点，数值还在不断上涨。从 B 型箱子内取出一支针筒，林凡扎入中年妇女的脑门，中年妇女开始疯狂的挣扎，全身逐渐变得通红，身形不断的膨胀。轰！随着膨胀了2圈后，中年妇女直接爆炸开来，血肉犹如天女散花般铺满整个房间。一道光幕瞬息间出现在林凡的面前，林凡没有沾染到一丝血迹，转头看向月莹，月莹冲着林凡甜甜一笑。看来这 C 型号的药剂应该是给人类使用的， A 型号应该是给兽类使用的，而这 B 型号貌似是人体炸弹。随着实验体的全部阵亡，林凡似乎搞懂了这些丧尸化药剂的用途。走出房间，吃过午饭，林凡向着东京市中心的位置而去。东京街头人流稀疏，断壁残垣还未修复，狼藉遍地，人人面露惊恐，焦促不安。林凡慢悠悠地走在街道上，随意拦在一名过往鬼子路人的身前。鬼子路人轻而易举就被林凡拧断了脖子，挣扎的身体在一瞬间仿若定格静止，鬼子路人的脑袋无力地耷拉下来。啊！杀人了！快跑啊！八嘎，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樱花国到底是怎么了？这难道就是上天的惩罚吗？随着鬼子路人的死亡，其余路人惊叫出声，连忙四散而逃。自昨天开始，恐怖袭击就接连不断的出现，打破了原本一切的宁静。鬼子路人死亡后，其构筑的御兽空间悄然破碎，3只御兽纷纷出现，一只白银，2只青铜，就先从你们开始吧。翻手间，林凡手中一支 A1 型丧尸化药剂凭空出现，弹射起步，林凡直接落在了那头白银阶凶兽的背部，针管内的药剂尽数注入其体内。注射完毕，林凡没有多做停留，继续前行，寻找下一个目标。完全丧尸化后，那只白银阶御兽定然会率先感染那2只青铜阶御兽，随后附近的鬼子路人必然会遭殃。没走多远，一间樱花执法公署出现在林凡的眼前。执法公署外，不少执法刚坐上执法车，正准备出动。抬手间召唤出月莹，唰，心念一动，银白铠甲覆盖周身，月华婆娑。那些执法车辆连带着里面的鬼子执法，顷刻间被分割成数块。一头头御兽再次出现，林凡身形一闪，向着御兽们冲去，手中一支支丧尸化药剂不断出现，尽数注入这些御兽的体内。林凡所挑选的御兽实力最低的也是黄金阶，太低级的没必要浪费药剂，反正后续也会被丧尸化御兽所感染。东京的军队驻地就那么一个，已然被林凡所团灭，其他地方的军队就算想要前来支援，那也需要时间。等他们赶来的时候，东京可能早已经丧尸化御兽遍地。今天就用这樱花鬼子造出的丧尸化药剂来彻底沦陷东京。好，丧尸化药剂效果好的离谱，短短1分钟不到，注射过药剂的御兽就完全丧尸化，开始不断攻击附近的一切生命体。飞至半空，大量的七彩光弹接连爆射而出，执法公署顷刻间化为一片废墟，里面的鬼子执法死的死，残的残。有人刚从废墟中爬出，迎面来的就是一发七彩光弹。钻石阶的御兽吗？还有7、8只铂金阶的御兽，真不错，这些家伙的感染速度一定不慢。洞察之眼扫过成片出现的御兽，林凡嘴角勾起一丝弧度，身影不断穿梭于这些御兽之间，药剂接连注入。随着一声声咆哮传来，林凡拍了拍手，飞身离去。掏出抢来的手机，林凡搜索了一下东京内所有的执法公署以及大学，高端战力理论上来说还是在这些地方，至于传说级的那些，他暂时可能还打不过。附近有一所樱花大学，林凡开始导航，根据导航的指引，林凡如一道流星般划过天穹，降落在樱花大学内一处隐蔽的角落中。啊！一声尖叫突然响起，把刚降落的林凡吓了一个趔趄。转身看去，只见一对野鸳鸯正，而其中的女生正指着自己，双眼中露出惊惧。他妈的，真是变态！林凡剑眉微皱，抬手间一道弯刃飞出，皎白的弯刃径自斩断了坤坤。男生双眼暴突，鲜血喷涌而出，惨叫声不绝于耳。聒噪！一巴掌拍晕了2人。林凡开始读取记忆。这所樱花大学校长的实力是传说级的，学校内还有不少史诗级的教授，钻石级的导师也不少。运转洞察之眼扫过2人的面板，这2个樱花学生的御兽实力都在黄金阶。发动灵魂操控，成功控制了这2名已然变作白痴的学生。召唤出你们的御兽！林凡直接下令。嗨！2名学生异口同声，2道法阵凭空出现，御兽被召唤而出。翻手间，2支丧尸化药剂被林凡取出。你们2个等会带着各自的御兽去操场溜圈，待围观的人变多以后，直接把药剂注入到你们御兽的体内，明白了吗？嗨！2名学生轻轻点头，接过药剂后，带着御兽前往了操场。这2个学生赤条条的，尤其还有一个被阉割成太监，不断喷血，
相信肯定会有大量的学生前来围观，届时注射丧尸化药剂，现场一定会很热闹。根据记忆，林凡化作蜜蜂形态，向着校长室飞去。虽然传说级御兽可能打不过，但是出其不意的敲晕他还是可以的，就像军队驻地内的鬼子老头一般。御兽师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其本体，毕竟谁也不可能一直把御兽召唤出来带在身边。校长室窗户外，窗帘紧闭，窗户锁死。蜜蜂，林凡剑眉微皱，心中暗骂：大白天关窗户，你也不怕闷死？不知道通风呼吸新鲜空气吗？落在窗台上，隐隐的压买跌之音传入了林凡的耳中。林凡若有所思，他似乎知道这校长室内在做些什么了。小鬼子真会玩，不愧是遭骗的。林凡再次起飞，和窗户拉开了一段距离，旋即急速向着窗户上撞去。So doom！ 窗户被高速冲来的林凡撞出了一个小眼，林凡成功的进入校长室内。而这一丝动静惊动了正在运动的樱花校长，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林凡直接化作人类形态，弹射而起，电光火石间一巴掌拍晕了樱花校长。整个过程只在短短的2秒之间完成。呸，真小！扫了一眼樱花校长的银针，林凡啐了一口。房间里还有一名樱花学生，同样被林凡一巴掌扇晕。发动记忆读取，随后再进行灵魂操控。樱花校长成功化作林凡的傀儡。传说级御兽师不过如此，接下来就让这传说级御兽师好好的毁灭一下东京吧。扫过樱花校长的面板，1只传说级，4只史诗级，3只钻石级。传说级御兽注射丧尸化药剂的话，可发挥出的真正战力绝对是远超常规传说级。在清河的时候，周恒的丧尸化御兽就是如此，甚至还能不断自行升级，越战越勇。基因链崩坏后，资质的桎梏消失，鬼知道最后会进阶成什么怪物。不过这就不是他林凡需要操心的了，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覆灭樱花。当然是要在经历恐惧和绝望之后。死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林凡要的是让樱花鬼子受尽折磨后再痛苦的死去。把你们学校里史诗级的导师全部召集到会议室。瞥了一眼恭敬的樱花校长，林凡直接下令：嗨！樱花校长提上裤子，低头回应。扫了地上晕死的男学生一眼，林凡撇撇嘴，这樱花鬼子还真是变态。把男学生已经出现的御兽切块后，林凡跟着樱花校长来到会议室内，解除铠甲形态。林凡翘着2郎腿坐在主位上，月莹从异空间之门内取出一碟葡萄，扒好皮后不断的喂给林凡。樱花校长像条哈巴狗一般站在另一侧。良久，能赶来的教授尽数汇聚在会议室内。月莹发动幻音技能，所有的鬼子教授全部昏睡了过去。林凡起身开始不断的记忆读取，随后控制这群教授。一切就绪后，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3箱子 A 型丧尸化药剂。林凡开始布置每个樱花鬼子所负责的区域。得到指令的樱花鬼子纷纷上前领取丧尸化药剂，随后离开会议室。3箱丧尸化药剂最终只剩下箱子，足足900支药剂尽数分发完毕。会议室内只剩下林凡和月莹。教学楼下不断传来嘶吼声和惨叫声。走至窗边，看着下方不断追逐和撕咬的丧尸化御兽，林凡满意的点点头。被操控的樱花校长乘坐着御兽来到另一座樱花大学。校长室内，田中俊，听闻你的御兽上个月晋升到传说阶，不知可否有这个荣幸让我看看。被操控的樱花校长直入正题。九良俊，这当然没问题。宫本田中起身，正好我们可以切磋一番。走，我们去对战擂台。走至擂台，宫本田中召唤出自己的传说阶御兽。被操控的樱花校长笑着走上前，拍了拍传说级御兽，不断称赞。猛然间，一只丧尸化药剂被掏出，扎进传说阶御兽的屁股蛋子上，药剂尽数被注入进那只传说阶御兽的体内。哦，好！传说阶御兽不断嘶吼，4只眼睛逐渐变得赤红。八嘎！你对我的御兽做了什么？宫本田中大惊，冲着被操控的樱花校长暴喝。田中君，后会无期。被操控的樱花校长嘿嘿一笑，召唤出御兽，直接逃离。轰！彻底丧尸化的传说阶御兽一发能量光束喷吐而出，宫本田中直接被炸成了渣渣，地面上瞬间出现了一个数米深的巨坑。随着宫本田中的死亡，其御兽空间内的御兽纷纷出现，丧尸化传说阶御兽不断发攻击，出现的御兽们逐渐全部被感染，失去理智，双眸中散发出赤红。这座大学不出1小时便彻底沦为了人间炼狱。同一时间，这样的感染还发生在东京市的其他大学，甚至是附近城市的大学，同样被林凡所派出去的傀儡所攻陷。会议室内的林凡喝着旺仔，欣赏着惨绝人寰的丧尸盛宴。主人，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很快东京就要彻底沦陷了。月莹吃着香蕉，看向林凡，这些丧尸化御兽感染的速度太快了。林凡点点头，一会我们就前往樱花天皇所在的位置，这老王八该歇菜了。就在林凡和月莹说话之际，会议室的大门猛然间被推开，10来名樱花学生冲了进来，随后连忙锁死了会议室的大门。那些樱花学生喘着粗气瘫坐在地上，身上还沾染着丝丝血迹。吃的，喝的。其中一名染着红毛的男学生看见桌子上的水果和旺仔，起身就要去拿，完全忽视了林凡和月莹的存在。林凡瞥了一眼那名红毛学生，起身一把拽住红毛学生的胳膊，顺着窗户就扔了出去。啊！惨叫声传来，显然是那个红毛学生的，不过声音却是越来越小，最后彻底消失。你太过分了，他不过就是想吃点东西而已，你居然直接把他扔下去了。一名樱花女学生看向林凡，不断的谴责。原本瘫坐在地上的一众樱花学生纷纷起身，警惕地打量着林凡。刚才那一幕太过震撼，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被扔出去了。一群傻逼！林凡不屑一笑，一步步地向着那群学生走去。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
他就一个人，不用怕他。我们上！其中一名男学生大喝，一众学生呼啦啦把林凡包围了起来。不自量力！林凡活动了一下手腕，犹如迅捷的猎豹般猛然出击，一脚踢在了说话那名男学生的裤裆上。紧接着2根手指直接插入他的眼窝中，搅动一番，男学生毙命当场。出现的玉兽顷刻间被月莹切割成碎块。包围着林凡的一众学生直接懵了，这种血腥的场面他们什么时候见过？此刻看林凡的眼神就如同看魔鬼一般，抽出手指在死去男学生的衣服上擦了擦，起身走向逼逼赖赖的那名女学生。你不要过来！那名女学生惊叫着后退，其余学生却没有一个敢上前。喜欢谴责对吧？喜欢嘴贱对吧？林凡左手掐住女学生的脖颈，右手直接把女学生的下巴撕了下来，鲜血喷涌。扔掉下巴，再次伸手生生地扯下了那名女学生的舌头。扔掉女学生的尸体，林凡转身看向那些颤颤巍巍的樱花学生，露出了一抹和蔼可亲的微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一众学生被林凡看得发毛，纷纷跪地求饶。哎，我这个人就是太善良，见不得别人求我。林凡无奈地叹息一声，转过身挥手，月莹，给他们分尸吧，记得切得碎一些。刷！无数皎白的弯刃顷刻间释放而出，跪在地上的一众学生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尽数切成肉末。银色铠甲覆盖全身。根据记忆，林凡向着樱花天皇所在的千代田区飞去，沿途丧尸化玉兽以及丧尸四处横行，无数建筑崩塌，火焰肆意的燃烧。街面上逃窜的樱花鬼子不断被扑倒、撕咬，随后化作丧尸。林凡所过的区域皆是如此，短短几小时的时间，丧尸化彻底爆发开来，一路畅通无阻。飞至千代田区建筑群上空，林凡选择一处相对隐蔽到地方降落。落地后，心念一动，化作蜜蜂形态飞进建筑群内，随意找了一栋看起来比较宏伟的建筑，林凡飞入其中。一个房间内不断传来撞击声，林凡面露不解，顺着通风口进入，只见一名黑鬼正惬意地运动着，其身前匍匐着几头长相狰狞的玉兽。好家伙，这黑不拉几的玩意应该就是阿三了，还真他妈的变态啊！林凡心中暗自肺腑，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阿三以及那几只凶兽的面板。史诗级，钻石级，这些全是这阿三的玉兽，有公有母，但无一例外正被摧残。这阿三出现在樱花天皇的住所，看来应该是暗中帮助樱花国对抗龙国的。蜜蜂，林凡思索着，点点头，再次通过通风口飞出，向着下一个房间去。陆陆续续进了20-30个房间，林凡发现了鹰将、阿三、高卢基、棒子等等12个国家的御兽师。这些御兽师的等级清一色都是史诗，看来这些国家都暗中派出了御兽师帮助樱花。奶奶个腿的，等解决完樱花以后，这些国家必须得去光顾一圈。林凡心中暗下决定，同时开始思索自己接下来的计划。这些人肯定要解决掉，不然这些御兽师加起来同样是一股不小的战力。不过在此之前，得先控制一个。林凡有预感，这些人可能还不是全部，甚至其他国家可能派来了传说级御兽师来援助樱花。顺着通风口，林凡再次进入了一个房间，一名鹰将国的御兽师正拿着一本书翻阅着。林凡直接化作人类形态，一巴掌抽晕鹰将国的御兽师，开始记忆读取。随着不断翻阅着记忆，林凡剑眉微皱，果然不出所料，这些国家不仅派来了100多名史诗御兽师，传说御兽师同样派来了12名。据林凡所知，龙国传说级御兽师仅仅只有10位，这派来的12名，再加上樱花本土的传说级御兽师，那全线开战之时，龙国说不定会陷入危机。而且这诸国简直狼子野心，居然想着龙国和樱花两败俱伤之时，全线入侵龙国。这不由让林凡想起了前世那段悲痛的历史。他妈的，这些国家后面必须也得灭了。林凡心中暗骂，一群低劣肮脏的东西，活着就是浪费空气。这个世界只存在龙国就足够了。彻底读取完记忆，林凡发动灵魂操控，控制了这名鹰将御兽师，命令鹰将御兽师原地待命。林凡摇身一变，变成了这名鹰将御兽师的模样，随后推开门，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咚咚咚，隔壁的房门被林凡敲响。房门打开，一个鹰将娘们探出头看向林凡。雷恩，有什么事？林凡没有回答，直接把鹰将娘们的头按了过去，走进房间，随后一脚踢上了房门。雷恩，你究竟想要干什么？你不会。鹰将娘们说着说着，脸上居然泛起了一丝红润，娇羞的从身后拿出一根皮鞭，递给了林凡。林凡，来吧，我猜你肯定是想。鹰将娘们愈发兴奋。林凡一头雾水，看了看手中的皮鞭，又看了看鹰将娘们那张满是期待的脸。不出半秒钟的时间，林凡秒懂，这鹰将娘们是想和他玩 spy。周瑜打黄盖，这个他懂，前世可没少看三国。啪，手中的皮鞭直挺挺的落下，鹰将娘们的脸上出现一道血痕。鹰将娘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鞭子给抽懵了，还没等反应过来，啪啪啪，又是10几皮鞭抽落而下，尽数落在鹰将娘们的脸上。鹰将娘们原本光洁的脸蛋已然皮开肉绽，眼球都被抽飞了一颗，而鹰将娘们此刻直接晕死了过去。看着自己扮演的极其成功，林凡不禁对自己的演技极其满意。扔掉皮鞭，走至晕死过去的鹰将娘们身前，开始读取记忆，灵魂操控，摇身一变，化作鹰将娘们的模样。看着自己身前高高的隆起，林凡嘴角微微抽动，伸手向下一探，林凡连忙变回原本的模样，再次一看，拍了拍胸口，还好宝贝没丢。于是乎，林凡放心的变成鹰将娘们的模样，走出房门，继续敲门，然后拍晕进行控制，每次都变换一种身份。几个小时的时间悄然而过，
这栋别墅内2/3的诸国御兽师已然成为林凡的傀儡。林凡再次敲响一个房门，房门被打开，这间房正是林凡最初进入的那间。床上那几只长相狰狞的御兽纷纷口吐白沫晕倒，只有一只还在强撑着。而那名阿三正色眯眯地看向林凡。此刻林凡的外貌乃是一名阿三国的黑妞。塔莎，快进来坐。阿三不怀好意的邀请，脸上堆满了笑容。看着床上那几头史诗级的御兽，林凡眼睛一转，不如你来我的房间，正好我有点事想和你说。没问题。阿三迫不及待地跟着林凡进入隔壁的房间。刚一关上门，阿三径直扑向林凡。去你妈的！林凡猛然间一脚踢出，阿三的裤裆直接被林凡这一脚踢爆。阿三双眼暴突，直挺挺地跪倒在地，暴当哀嚎。林凡不屑地啐了一口，一记手刀劈晕了阿三。随着阿三的晕倒，林凡轻车熟路地读取记忆，进行灵魂操控。太阳西落，天色逐渐暗淡，整栋建筑内的100多名诸国史诗及御兽师尽数被林凡所控制。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18点25分，是时候进行下一步计划了。林凡心念一动，召集所有被控制的史诗及御兽师。不多时，诸国的史诗及御兽师直挺挺地站在林凡面前等候指令。林凡坐在大床上，翘着二郎腿，指尖夹着一颗芙蓉王，口中吐了一个烟圈。扫过诸国御兽师，每一位都神采奕奕，但身体上都缺点零件。吸完最后一口芙蓉王，林凡随意一弹，冒着火星的烟头落在那名被踢爆裤裆阿三的口中。阿三一脸兴奋，咀嚼了2下就把烟头吞咽了下去。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箱 A1 型丧尸化药剂，放在床上。你们每个人拿2支丧尸化药剂，等会和传说及御兽战斗的时候，给自己最强的御兽注射。林凡指了指箱子，注射了丧尸化药剂的史诗御兽，就算一只干不过传说级，那么10只加起来肯定能对传说级造成伤害，哪怕只是轻微的撕破一个伤口，也会被感染。过不了多久，整个千代田区内就会沦为丧尸乐园。届时失去了传说及御兽的御兽师，就只是个普通人类，想怎么杀就怎么杀。诸国御兽师纷纷领命，排着队上前领取丧尸化药剂。全部领取完毕后，现在全体出动进攻千代田区，所见的人类以及建筑无差别攻击。林凡大手一挥，直接下令。是。诸国御兽师们领命后全部出动。林凡慢悠悠地跟在最后面走出了建筑。一时间，数百道召唤法阵接连出现，各式各样的御兽被召唤而出。诸国御兽师指挥着各自的御兽，开始不要命的进攻。轰轰轰！千代田区内一时间火光冲天，爆炸声接连不断，建筑群不断坍塌，被砸死砸伤的樱花不鬼子不计其数。还在和诸国代表以及12名诸国传说及御兽师庆祝的樱花天皇，被突如其来的爆炸搞得一头雾水。天皇陛下，大事不好了！一名樱花鬼子急匆匆地跑进房间，胸口上下起伏，不断喘着粗气，神色极度慌张，额角还在不停流着鲜血。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樱花天皇一拍桌子，厉声喝道，假牙在同一时间坠落在地。诸国的御兽师们暴动了，正在不停地进攻千代田区，大量的建筑被摧毁，人员死伤无数啊！樱花鬼子跪地，身形不断颤抖。什么？樱花天皇面色一变，不可置信地抠了抠耳朵，他都怀疑自己幻听了。诸国御兽师进攻千代田区，骗人的吧？诸国不是来帮助樱花的吗？怎么会这样？各位，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樱花天皇拾起假牙，重新按了回去，扫过在场所有的诸国代表。天皇，我想这期中肯。有什么误会？我们都是诚心来帮助樱花国对抗龙国的。没错，这里面肯定有着误会。我们所带来的御兽师一直都在你安排的建筑内，可能是龙国的间谍冒充的，为的是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诸国代表纷纷开口。既然如此，那么还请诸位跟我出去看看。诸位都是传说级御兽师，解决这次暴动相信不是问题。樱花天皇再次开口道。诸国代表和12名传说级御兽师点点头，跟着樱花天皇向着建筑外走去。轰！樱花天皇的队伍刚一出建筑，迎面就是一道不知名的攻击打来，门口处被炸出了一个数米深的大坑。樱花天皇、诸国代表以及12名御兽师在这一道攻击下死伤大半，残肢断臂横飞，中心位置的几人直接被炸成了血雾。随着御兽师的死亡，构筑的御兽空间破碎，数十只御兽悄然出现，其中还有这数只传说级御兽。啊 ！fuck！ 哦，我的吉尔被炸没了 ！fuck！Why leg？ 边缘位置的代表以及传说级御兽师被爆炸的冲击波震飞，落地后不断哀嚎惨叫。樱花天皇挣扎着起身，一条胳膊已然不知所踪，断口处还在不断喷洒鲜血，倒吸着凉气，从衣服上扯下布条，紧咬着不存在的牙。樱花天皇开始包扎断口。天穹之上的林凡看着下方的一幕，嘴角上扬，心念一动，把正在四处破坏的诸国御兽师纷纷向着樱花天皇等人所在的位置召集而来。嗖！大量的诸国御兽师放弃原本的攻击目标，尽数向着樱花天皇的位置赶来。掏出手机，林凡按下了录像按钮。下方樱花天皇率先召唤出自己的御兽，运转洞察之眼。林凡扫过那几头御兽，姓名八岐大蛇，性别属性金系、木系、水系、火系、土系、雷系、毒系、风系，资质传说，等级200-200传说阶，天赋一再生，躯体上的任意部位可无限再生，每次再生会增加1点愤怒值，愤怒值增加至100后会陷入狂暴。2狂暴，全属性临时提高200，暴击临时提高100，所有技能威力提高100，无差别攻击任何目标不死不休，1小时后会陷入虚弱状态，削减99全属性，1个月后恢复。3汲取注入毒系种子，
吸取对手生命值以及20的全属性反哺自身，最多同时释放5枚，时限半小时。4反哺，自身20的全属性会反哺宿主。58命里拥有8条命，每次死亡都会复活至巅峰状态。当前1/8。技能一掣天明雷。这樱花天皇居然有着4只传说级御兽，其余的4只全部都是史诗巅峰级御兽，而且这些御兽的天赋显然都还可以。林凡不由得异动，尤其是这个8条命的爬虫，这可比涅槃天赋还多了7条命。这爬虫得想办法弄死一次，然后把他的天赋给复制过来。捏着下巴，眼睛转了转，林凡嘴角勾起一抹邪魅。战场上，那些没被炸死的传说级御兽师纷纷召唤出自己的御兽，开始作战。心念一动，林凡化作一只体型极小的飞虫，急速向着八岐大蛇的位置冲去。八岐大蛇体型本就十分庞大，如同一座小型山岳。林凡在他的面前仿若灰尘，轻而易举就钻入了八岐大蛇体内。对付打不过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内部瓦解。进入八岐大蛇的体内后，林凡恢复了铠甲形态，周身被七彩光幕所笼罩。看着脚下粘稠的液体，林凡一脸嫌弃，果断选择飞行，向着深处而去。兜兜转转，八岐大蛇的体内就如同迷宫一般，让本就路痴的林凡更加雪上加霜。可惜了，这里用不了缺德地图。林凡耸耸肩，继续漫无目的的前进。在经过一个岔口后，林凡来到了一处相对空旷的空间，看着前方不断跳动的心脏以及蔓延纵深的血管，林凡嘿嘿一笑，看来自己的运气真不错，莫名其妙的就进入这八岐大蛇的心房了。抬手间，希诺被林凡召唤而出，再次开启异空间之门。百里菇和元宝被传送而出。凡哥，这是啥地方？怎么四处都血红血红的？元宝目瞪口呆，脸上满是错愕，向前走了2步，上下打量着不断跳动的肉块，这是貌似是心脏。凡哥，我们不会被凶兽给吃了吧？你是不是傻？百里菇扶额，我们要是被吃了，出现的就不是心脏了，而是胃酸。已经晚上了，正好大家都没吃饭，这一顿就请你们吃八岐大蛇的心脏。林凡笑了笑，这八岐大蛇可是樱花天皇的御兽，传说级的存在，相信肉质口感一定不差。我操，传说级！闻言元宝惊呼，双眼中爆发金光。传说级御兽别说吃了，根本见他都没见过。果然跟着凡哥混没错，这世界上可能也就凡哥能把传说级御兽当晚饭给吃了。百里菇虽没有说话，但内心同样震撼。不过随之也就释然了，林凡可是未来神明一般的存在，吃个传说级御兽怎么了？就算吃更高级的都很合理。林凡手中一柄皎白的长剑赫然出现，无数空间系能量加持在长剑上，随着空间系能量的高速震动，林凡一剑挥下，一块心脏刹那间被切割了下来，缺少了一块的心脏，大量鲜血瞬息间喷涌而出。猝不及防的元宝被喷了一身，全身上下被浸透，宛若血人一般。百里菇早在林凡取出长剑的那一刻就远远的躲开了，所以并未被波及。缺了一块的心脏很快就止住了鲜血，随后急速复原，不出10秒的时间，整个心脏恢复如初。果然这就是再生天赋吗？可惜是有副作用的，不过自己有着霸体天赋在，想必应该不会触发那什么所谓的怒气值，所以这副作用对于自己以及御兽应该是无效的。林凡心中思索，解除铠甲状态，月莹出现在林凡的身侧。月莹息诺，这八岐大蛇的天赋还不错，你们都复制一下。林凡看向二女说道。好的主人。二女点点头。林凡手中皎白的长剑再次一剑斩落，一块心脏再次被斩落，随着再次心脏再次复原，林凡、月莹以及希诺周身散发光泽，显然是成功复刻了再生天赋。复刻完毕，林凡左手伸出中指，右手长剑猛然间挥落，唰，中指应声而断，死，鲜血喷涌，额角豆大的汗珠径自滑落。林凡倒吸了一口凉气，雾草，凡哥你干啥呢？元宝火急火燎地跑向林凡，心疼地看着林凡的手，从衣服上撕下布条，想要给林凡包扎伤口。还未等元宝包扎，只见林凡左手的中指再次生长了出来。林凡活动了一下中指，没有任何异样，而且所谓的怒气值并没有被触发，看来是被霸体天赋给免疫掉了。自己的猜想果然不错，不过缺点就是挺疼的。长出来了。元宝眨了眨眼睛，手中的布条悄然滑落，不可置信地拾起林凡掉落的中指，又看了看林凡完好无损的右手。元宝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一般，凡哥这太离谱了吧？这怎么还能重新长出来一根手指头呢？这好像超过人类的范畴了呀！难不成凡哥是壁虎？元宝看向林凡的眼神愈发的古怪。你别这样看我，这就是一个天赋而已。林凡被看得有些发毛，解释道。随后从空间手环内取出烧烤架、煤气罐以及炒菜用的各种炊具。元宝，你把这些炊具拿到百里菇那里，他会做饭。林凡指了指地上的炊具。元宝点点头，开始干活。林凡手中长剑不断挥舞，剑光连连，一块又一块的心脏被斩落，随之又不断复原。林凡心中默数次数，足足看了100剑后，林凡停止了劈砍，身侧的心脏肉块已然堆积的有半人高。把这些心脏肉块尽数收入空间手环内，林凡向着百里菇和元宝的位置而去。相信现在这八岐大蛇怒气值已然达到了100点，开启了狂暴状态。而狂暴状态下就会失去理智，无差别攻击。1小时后，这八岐大蛇就会陷入虚弱状态，全属性锐减99。等到那时，就是干掉八岐大蛇复刻8命理天赋最佳的时机。相信这1小时过后，外面那些御兽师以及传说级的御兽定然不会剩下多少。这一波没什么成本，简直血赚。林凡把空间手环内的心脏肉块取出，又取出了一些青菜以及一些饮品。月华婆娑，月莹释放技能，把这些肉块尽数切碎。元宝负责穿串，
百里姑负责烧烤，西诺负责洗菜，月莹负责炒菜，而林凡躺在摇椅上喝着旺仔，等着吃饭。不一会，香气便已然扑面而来。林凡伸了个懒腰，从摇椅上起身，来到桌子前，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月莹做的炒菜放进口中，入口劲道十足，汁水饱满。这八岐大蛇的心脏味道果然不错。主人，喝点蛇血羹吧。西诺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碗，献宝似的来到林凡面前，把碗放在桌子上。西诺挽起一勺蛇血羹，小嘴轻轻的吹了吹，随后喂进林凡的口中。入口软糯，没有一丝一毫的腥味，林凡颇为满意。元宝和百里姑的其他御兽同样被召唤而出。月莹手握长剑，再次去八岐大蛇的心脏处砍了几十剑，随后把这些肉块尽数丢到了一口大锅内煮熟。菜品全部上桌，林凡几人围坐在餐桌上享用美食。元宝和百里姑的其他御兽啃咬着煮熟的心脏肉块，大快朵颐。传说级御兽的肉，对于御兽乃至凶兽来说，堪称绝对大补的食材，其效用甚至超过钻石级晶核。看着经验条不断增加的月莹和西诺，林凡满意的点点头。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八岐大蛇体外，八岐大蛇双目赤红一片，全身气势节节攀升，面前所见的无论是人类亦或者是御兽，不分敌我，全部轰杀。短短几分钟内，四周直接被彻底清空。八只蛇头仰天不断咆哮。樱花天皇躲在一处断壁后瑟瑟发抖，他的其余御兽不是被攻击彻底丧尸化，就是被狂暴后的八岐大蛇当成鸡给宰了。若不是他是八岐大蛇的御兽师，提前发现八岐大蛇的怒气值不断增加，提前离开，此刻怕是已然变成了一具死尸。明明八岐大蛇就没怎么遭到攻击，但怒气值却不断的增加，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简直就是离谱。在以前可是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场的其余诸国御兽师100多号史诗在连番大战下，只有4人侥幸存活，代表以及12名传说级御兽师全部阵亡，其御兽全部被感染，彻底丧尸化。千代田区的高端战力尽数湮灭，彻底沦陷。一只沾满血污的手猛然间抓住了樱花天皇的衣领，在樱花天皇一脸惊恐的神色下，一把将樱花天皇扔到了一头飞行御兽上。4名史诗级诸国御兽师指挥着御兽向着相对安全的一处位置飞去。飞航御兽的背上，樱花天皇饱受着4名大汉的不断摧残，惨叫连连。八岐大蛇体内，林凡对外面所发生的全部所掌握，而那4名史诗级御兽师正是林凡授意的。饭还在吃，林凡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距离八岐大蛇狂暴状态结束还有20分钟的时间。从空间手环内掏出一盒芙蓉王，递给百里姑和元宝一人一根后，林凡自顾自地点着了火，美美的吸了一口。月莹、西诺以及其他御兽的饭量还是很大的，整桌子的菜几乎都是月莹和西诺所消灭的。元宝和百里姑的御兽就仿若不要命一般，不断地往嘴里塞着肉块。百里姑拿着月莹的长剑不断地挥砍，一块块的心脏再次被斩落。元宝把肉块拾起，尽数扔进大锅内煮熟。轰！随着时间的推移，20分钟悄然而过，八岐大蛇狂暴状态消失，虚弱的一头瘫倒在地。林凡扫过八岐大蛇的面板，果不其然，全属性降低99%。此刻的八岐大蛇怕不是一只钻石级的御兽都能轻而易举的终结了它。你们先别吃了，时间到了该出去了，想吃一会再吃。元宝、百里姑把你们的御兽收入御兽空间，随后进入异空间之门。林凡起身命令月莹开启异空间之门。元宝和百里姑点点头，回手间收回各自的全部御兽。随着异空间之门的出现，百里姑以及元宝被异空间之门收了进去，挥手把西诺收入御兽空间。月莹在上面开着天窗，我们出去。好的，主人。月莹一跃而起，手中脚白的长剑4道剑芒闪过，林凡的上方被切割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天窗。月莹抱着林凡飞出八岐大蛇的体内，安全落地后，看着犹如死狗一般瘫软在地的八岐大蛇，林凡下达了攻击指令：月照星河。月莹化作铠甲形态，外加各种形态的增幅后，直接发动了大招。这八岐大蛇是有着再生天赋的，必须一击之下彻底湮灭。天穹之上，星辰之力尽数汇聚，纷纷融入进圆月之上。一道皎白的光柱瞬息间打下，笼罩了八岐大蛇那犹如山岳般的躯体。唰！虽然威力不如上次释放的那般强横，但在这一击之下，八岐大蛇的身躯还是被轰击的消散。召唤出西诺，3人等待八岐大蛇复活的那一刹，复刻8命理天赋。不出片刻的时间，无数光点凭空出现，不断汇聚在一起，八岐大蛇的身形再次凝聚而出。而在同一时间，林凡、月莹以及西诺的周身光泽攒动，成功的复刻了8命理天赋。把西诺收回御兽空间，林凡化作铠甲形态，摇身一变，化作飞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钻入八岐大蛇的体内，轻车熟路的来到八岐大蛇的心房。几十剑斩落，几十枚心脏被林凡收入空间手环内，随后在空间手环内取出一整箱 A 型丧尸化药剂。打开箱子，林凡开始不断给八岐大蛇注入丧尸化药剂。10分钟后，整整300支 A 型丧尸化药剂尽数被注入到八岐大蛇的体内。看着原本赤红的心脏已然变成了墨绿色，林凡嘴角上扬，摇身一变飞出了八岐大蛇的体内。300支丧尸化药剂，不知道会制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出来，相信这八岐大蛇一定能给小樱花好好。上一刻，来到一栋建筑内，林凡见到自己操控的4名史诗级御兽师以及被折磨的极其凄惨的樱花天皇。主人，4名史诗级御兽师见林凡到来，纷纷躬身一礼，极为恭敬。林凡挥挥手，向着樱花天皇的位置走去。你就是樱花天皇啊？解除铠甲形态，林凡背着手，嘴角上扬，杂碎，认识我是谁吗？被捆绑起来的樱花天皇喘着粗气，缓缓地抬起头，看向眼前的林凡，眼神中透露出不可置信。
面前这人他认识，不就是前段时间手下汇报的那名龙国少年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不成最近几天樱花国内的各种恐怖袭击都是他搞出来的？如果真的都是这龙国少年搞出来的，那么以区区一人之力摧毁了近乎于半个樱花，这龙国少年简直太恐怖了，恐怖程度不亚于10个传说级御兽师，甚至说10个传说级御兽师加起来都比不上。自己到底招惹到了一个什么存在？没有说话，樱花天皇只是死死地盯着林凡。杂碎，你跟我在这玩沉默呢？林凡飞起一脚，径直踹在了樱花天皇的老脸上。当初还想派人暗杀老子，真是给你们脸了。霎时间，樱花天皇鼻梁骨被踢得粉碎，整个鼻子凹陷进去，一片血肉模糊。这一脚林凡并没有用全力，不然这樱花天皇此刻的脑袋怕是已经被踢爆。掏出手机，林凡点开滤信，给欧阳昭打了个视频电话。不出2秒钟的时间，电话直接被接通。林凡把摄像头对准樱花天皇，视频另一边的欧阳昭瞪大眼睛，满是不可置信。其身旁还有着一名身着军装的将军，和欧阳昭的表情出奇的一致。呸！林凡，你他娘的给樱花天皇活捉了！欧阳昭回神惊呼：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嘛，理由我还没编好，等我编好了再告诉你。林凡话锋一转，诸国派遣御兽师来樱花协战了，12名传说级御兽师，100多名史诗级御兽师。闻言，欧阳昭和那名军官相互对视一眼，面色凝重。别担心，诸国派遣来的那些传说级史诗级御兽师都被我弄死了，还有东京和其周边城市已经彻底沦陷，全部丧尸化。林凡再次开口，语气风轻云淡。死！两人倒吸了一口凉气。12名传说级御兽师啊，那可是，外加上樱花东京内还有这几名传说级御兽师，林凡才是什么等级？竟然把这些传说级全干掉了，简直是恐怖如斯。这小樱花惹了林凡，简直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还好林凡是龙国人，不然和林凡成为敌人，简直就是噩梦。林凡你好，我是东方离龙国军队的最高总指挥，你什么时候返回龙国？回来后咱一起吃个饭吧。东方离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小心脏，笑眯眯地看向林凡邀请，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哦对了，我女儿东方青丸你应该认识，荣幸之至。林凡点点头，明天我会返回龙国，在回去之前我会让整个樱花彻底沦为丧尸国度。好了，先不说了，樱花天皇我会带回龙国当众凌迟。言罢，林凡挂断电话，命令月营开启异空间之门，把百里菇和元宝放了出来。紧接着又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了12箱丧尸化药剂，你们4个每人拿3箱丧尸化药剂，把樱花境内的其他城市给我彻底沦陷。林凡对着4名史诗级御兽师下令道：沦陷过后，你们不用回来了，原地自杀就行。是。4人领命后，纷纷召唤出各自的飞行御兽，带着丧尸化药剂向着不同的方向而去。4人走后，百里菇召唤出圣羽猎雕，林凡一行人同样向着没被沦陷的城市而去。龙国京都军区作战指挥室内，东方离，我怎么感觉你要挖我的女婿？欧阳昭面色不善，手指不停地敲击桌面。欧阳昭，据我所知，林凡可还是单身状态，怎么就是你女婿了呢？东方离转身和欧阳昭对视。东方离，你什么意思？你这是摆明了要和我抢女婿了呗？欧阳昭拍案而起，这怎么叫抢呢？这叫公平竞争。东方离抿了一口茶水，在女婿这件事情上，我可是不会让步的。喝死你丫的！欧阳昭暗骂，没有再理会东方离，掏出手机，飞快地编辑了几条信息给欧阳千木发送了过去。东方离看着欧阳昭的动作，同样掏出手机，编辑信息发送给东方青婉。两人猛然抬头，目光碰撞，火花迸溅，没有硝烟的女婿争夺战就此打响。林凡别墅内，同一时间，欧阳千木和东方青婉的手机提示音不断弹出。正在给督促御兽吞噬材料的4女纷纷一愣。欧阳千木掏出手机，老爸，林凡明天就会从樱花回返，东方离这老王八蛋要和我抢女婿。老爸，乖女儿，一定要尽快和林凡确定关系，千万不能让林凡被拐走。老爸，最好10个月后我能抱上外孙子。看着手机上的消息，欧阳千木俏脸刷得羞红一片，手指在手机上快速地敲击了一行字后，便把手机重新揣进兜兜里。东方青婉的手机上，女儿，为了你的终身幸福，我已经彻底和欧阳老贼撕破脸了。我刚才看欧阳老贼在发信息，我猜肯定是给千木丫头发的。林凡明天从樱花回来，你一定要尽快和林凡确定关系。我已经让管家筹备婚礼了，还有你的嫁妆，我已经派人送去洛北了。可千万不要辜负你老爸我的良苦用心。你妈对于这件事和你老爸我是一个态度。东方青婉看见手机上的信息，直接人都傻了。婚礼、嫁妆，这都怎么个事？为啥都不和自己商量一下的？自己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就要嫁人了？还有林凡是袁雪看上的呀，关他什么事啊？他不过就是来陪闺蜜的。东方青婉手指翻飞，飞快地敲击在虚拟键盘上。东方青婉，爸，是我闺蜜喜欢林凡，我和林凡只是普通朋友，而且你和妈直接就决定了，都不和我商量一下的吗？东方离，那你就和你闺蜜一起嫁给林凡，这样有个伴正好。东方青婉，东方离，女儿啊，林凡这小子我很看好，错过了可就再没有机会了。收起手机，东方青婉陷入了沉思，无奈地叹了口气。东方青婉拉着袁雪回了房间。青婉，你怎么了？袁雪询问道。雪儿，东方青婉欲言又止，不知怎么开口。到底怎么了？有什么话说就好了，我们的关系不用见外。东方青婉掏出手机，点开刚才的聊天窗口，把手机递给袁雪。接过手机，袁雪看着聊天记录，从最上面开始向下翻去。袁雪的内心在不停的斗争，不过最后还是按下了决定。青婉，不用纠结。袁雪把手机递还给东方青婉，我不介意，就像叔叔说的那样，我们一起可以有个伴。
东方青婉眨了眨眼睛，微微有些愣神。我们可是好姐妹啊，以后一起欺负林凡。袁雪笑了笑，拉着东方青婉走出房间，向着楼下而去。樱花国内，东京上空，林凡三人乘坐着圣女猎雕不断飞行，所过之处，原本的高楼大厦，此刻俨然尽数化作废墟。街头没有一个活人，有的只是无尽的丧尸以及丧尸化御兽，咆哮着，嘶吼着，疯狂地摧毁着。杂碎，这场景满意吗？林凡踢了一脚，呆愣愣看着下方的樱花天皇。樱花天皇转头，眼睛死死地瞪着林凡，眼神中带着阴冷、怨毒、恐惧。放心，我现在不会杀你，我会让你看看你们这弹丸之地是如何彻底沦陷的。林凡不屑一笑，丧尸化药剂可真是个好东西，没想到研究出来以后会被这药剂把自己的国家玩崩吧。哈哈哈哈！百里姑和元宝同样放声大笑。你们恶魔！樱花天皇咬牙切齿，没有牙。谢谢夸奖，老王八蛋，你气不气啊？有本事来打我呀！元宝拍了拍屁股，一脸嘲讽。哟，你打不到我呀！哈哈哈哈！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小小樱花不自量力，妄想撼动龙国。百里姑抱着肩膀，一口浓痰吐在了樱花天皇的脸上，推垃圾，直至飞离东京。整个东京内在看不见一个活人。挑选了一个方向，林凡三人星夜兼程继续前进。东京附近的几座城市同样沦陷，其内的丧尸化御兽以及丧尸正在不断向着外围扩散，冲击着下一座城市。林凡三人率先抵达下一座城市，掏出手机找到了这座城市所在的军队驻地。唰，银白铠甲覆盖全身，林凡一马当先，手中几枚光弹飞出，驻地前的巡逻鬼子士兵尽数被炸成了飞灰。百里姑和元宝同样召唤出御兽，跟随着林凡的步伐冲进驻地内，大开杀戒，一路飞一路杀。林凡已然不知道干掉了多少鬼子士兵。一处仓库出现在林凡的眼前，轰飞仓库的大门，异空间之门开启，其内的所有物资全部被林凡装入异空间之门内。随之林凡操控了一名鬼子军官，获取了导弹基地等重要位置的信息。前往导弹基地后，将所有的导弹尽数向着诸国的首都位置发射。随后林凡挑选了几名钻石级樱花鬼子的御兽，注入了丧尸化药剂。操作完这一切后，林凡等人扬长而去。军队摧毁后，赶来的那些丧尸化御兽，普通御兽师根本无法抵御，只会被攻破同化，最后彻底沦陷。周而复始，追星赶月，在一些城市内，甚至不用林凡出手，其内就已然乱作了一团，丧尸化御兽遍地。这当然是林凡派出去的那4名诸国御兽师的杰作。直至第二天中午，林凡三人彻底摧毁了所有樱花国的军队，给那些高级别的御兽尽数注入了丧尸化药剂。至于收入异空间之门内的物资，已然达到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数量。万米高空之上，林凡俯览整个樱花国，火光四起，浓烟不断，俨然彻底化作了人间炼狱。樱花彻底沦陷为丧尸国度，其内再不会有一人生还，哪怕还有侥幸存活下来的，在林凡回国后，樱花还会再次面临一波核弹洗地。丧尸化御兽可能不会有事，但那些躲藏的人类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走吧，我们该回去了。林凡转身看向百里姑和元宝二人，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睡一觉。凡哥，你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对你的敬佩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元宝眼中小星星不断闪烁，疯狂地拍着马屁。林凡的实力太强了，他和百里姑几乎就没怎么出力，樱花几乎就是靠着林凡一人之力覆灭的，一人灭一国，这是何等的牛逼，哪怕是传说级御兽师也做不到。林凡，这次覆灭了樱花国，我准备回家族一趟，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吧。百里姑看向林凡，我妹妹和你年纪相仿，我觉得你们挺合适的。卧槽，百里姑你休想，林凡是我姐夫，你居然想来挖墙脚！元宝当即不干了，立马反驳，你不懂。百里姑瞥了一眼元宝，摇摇头，屁，我告诉你啊，别想着拐走我凡哥，凡哥只能是我的，呸，我姐的。元宝继续说道。没有管元宝，百里姑掏出了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后便被接通，我是百里姑。哥。电话另一头惊喜的女声传来，霓裳，我这2天会回家族一趟，哥给你找了个英俊潇洒、帅气无敌的男朋友，你好好准备一下。哦对了，他叫林凡，你应该听说过。行了，就这样。还没等百里霓裳说完，百里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另一边的林凡嘴角微微抽动，林凡，百里姑，你是不是把我这个当事人给忘了？就是，凡哥压根都没同意，你就自作主张、自作多情，啧。元宝一脸嘲讽，娶我妹，整个百里家族都是嫁妆。百里姑一笑，毫不在意，百里家族在京都能排得进前5之列，况且我妹还有着一个天赋，对你大有用处，我相信你是不会拒绝的。林凡，放心，我妹的容貌不比你别墅内的4女差。百里姑再次补充道，至于你娶多少个无所谓，只要有我妹的一席之地就行了，我百里世家会是永远是你的后盾，以后再说吧，现在我只想回去睡一觉。林凡耸耸肩，百里姑笑了笑，没有再说话，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到时自会水到渠成，自己不过是个引子。林凡躺在月莹的头顶闭目养神，百里姑拿着手机刷着抖音，元宝拿着燃烧的烟头不停地戳着樱花天皇的脑门。时光如水，岁月如梭，时间一眨眼来到了凌晨。发放今日幸运点时已自动加载，随着系统那冰冷的提示音响起，林凡睁开了眼睛。同一时间，林凡的手机响了起来，掏出手机点击接听。林凡，你们现在离开樱花境内了没有？听筒内欧阳昭的声音传来。中午就离开了，都已经快飞到龙国了。林凡回应道，没问题，你离开樱花境内的话，导弹核弹群就可以发射了。
挂断电话后，无数的导弹核弹冉冉升空，摇曳着尾焰，不间断地划过，密密麻麻地飞往樱花的方向。林凡转身看向樱花国的位置，光点不断闪烁，半边天穹都被映照成了赤红，一股股蘑菇云不断升腾而起。随着第一波导弹核弹的释放结束，第二波导弹核弹再次升空，唰唰唰，携着尾焰继续向着樱花国飞驰而去。欣赏着绚丽的烟花，林凡、百里姑以及元宝三人相视一笑。樱花天皇犹如一条死狗般瘫软在地，脑门上全是伤疤，目眦欲裂。整整10波持续了1小时的导弹核弹群洗地。林凡的手机上传来了手机提示音，点开手机是欧阳昭发来的一条视频，时间长达整整1个小时。视频内正是通过卫星拍摄的樱花被炸沉的视频，拍摄的极为清晰，让人犹如身临其境，那感觉说不出得震撼。樱花国内的御兽师尽数化为了丧尸，没有御兽师指挥御兽抵挡，导弹核弹犹如无人之境。在第3波的时候，无数的海水开始自沿海城市倒灌而入。在第4波的时候，整个樱花就已经开始4分5裂。在第5波的时候，樱花开始缓缓下沉。第8波往后，樱花在导弹核弹群的洗礼下彻底被大海所吞没。林凡甚至通过卫星拍摄看见了丧尸化的八岐大蛇，对比于离开之前，这八岐大蛇体型更加庞大，整个身躯已然超过了300米的高度，身上不断流出浓稠墨绿色的血液，看起来甚至恶心。当然，这些墨绿色的血液不是导弹核弹炸的，而是丧尸化的后遗症。导弹核弹对付人类还行，对付御兽凶兽效果甚微。林凡，这10轮覆盖式轰炸总共发射了多少枚导弹核弹？欧阳昭，各种型号的导弹核弹加起来20万枚吧。看着这个数字，林凡直接一句好家伙，平均1轮下来就是2万枚导弹以及核弹，这不炸沉才出怪事了。欧阳昭，这次还是多亏了你，不然这些导弹核弹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在空中就会被拦截掉大半，真正的战场还是要靠御兽师的厮杀。林凡，那是我应该做的，诸国的话我觉得也应该给他们一点教训，他们原本还计划着我们和樱花打得两败俱伤之时入侵我们，我御兽研究出的那种武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欧阳昭，行，放心的干，龙国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经过这件事，欧阳昭已然彻底知道林凡的恐怖，一人灭一国，还仅仅就只用了3天的时间。林凡现在估计连钻石级御兽师都不是，简直太妖孽了。若是日后成长起来，怕不是能一扫整个世界。欧阳昭，对了，你回来后抽空来京都一趟，我带你去见一下1号。林凡，没问题。结束聊天，林凡把手机揣回兜内，看了看百里姑和元宝2人。林凡，挺无聊的，斗会地主。别介凡哥，扑克我上厕所给用了，所以斗不了。元宝一惊，连连摆手。没事，我这有。林凡翻手间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了一副崭新的扑克。那个啥，晚上要不我们吃点宵夜吧？百里姑岔开话题，上次和林凡斗地主被弹了一脑袋包的事情，可是还历历在目，他可不想再重蹈覆辙，简直太痛苦了。对，吃点宵夜，你看我都饿瘦了。元宝连忙附和，撇了撇嘴，林凡收回了扑克，扔给了百里姑和元宝一堆炊具以及食材。百里姑连忙在圣羽猎雕的背上架起了烧烤架以及大锅。林凡斜靠在月影的龙角上，计划着回去后和别墅内的几女斗地主。百里姑做好饭后，林凡跳到了圣羽猎雕的背部，3人边喝酒边吹牛逼。一眨眼就是4个小时过去，林凡3人已然进入龙国境内，无数的战斗机直升机冉冉升空，盘旋在林凡3人的周围保驾护航。林凡细数了一番，足足有着数千架，每个飞行员看着林凡的眼神都充满了炙热和崇拜。林凡的事迹已然传遍了各地的执法局和军区，面对各个飞行员的热情招呼，林凡不断回应：各位辛苦了。林凡挥挥手，不辛苦，偶像一会到站了，能给我签个名吗？能护送您是我们的荣幸。偶像，我太崇拜您了，一人灭一国啊，那就是樱花天皇吗？偶像一会能不能让我踢他2脚？各个战机内的飞行员纷纷打开窗子，向着林凡问好。没问题，兄弟们晚上都没吃呢吧？来一点宵夜。林凡点点头，拿起烧烤架上的一份份凶兽肉，顺着窗口尽数扔了进去。飞行员们纷纷大喜，这可是偶像给的，本来能见到一面就已然知足，没想到还能吃到偶像亲手给的烤肉。单手开着飞机，另一只手抓起凶兽肉塞进口中，飞行员们个个吃得满嘴流油。随着不断前进，越来越多的战机升空，加入了护送林凡的队伍中。黑夜逐渐消散，太阳缓缓从东方升起。林凡在数千战机的护送下，安全地返回了洛北别墅。洛北别墅的上空，无数战机黑压压的一片，上方每名飞行员都在和林凡挥手。别墅大门口，欧阳千木4女正在等待林凡。别墅上空的战机相继离去，返回自己所在的军区。隐藏在别墅周围各个角落内的国安和执法们，在齐梦娇的带领下纷纷出现，列队整齐，向着林凡敬礼。齐队和诸位兄弟们这几天都辛苦了。林凡点点头，能为部长效命是我们的荣耀。齐梦娇义正言辞，眼中充满炙热与崇拜。其身后的国安与执法皆是相同的眼神。虽然他们这几天一直守卫着林凡的别墅，但林凡一人沦陷整个樱花的消息却已然在内部系统传开了。这可是龙国的英雄，他们能为英雄效命，那是何等的荣耀，别人是羡慕不来的。林凡你好，我们是欧阳家族的人。薛凯带着其余欧阳家御兽师走出，把2枚御兽弹递给林凡，这是家主让我交给你的2枚御兽弹。欧阳昭，林凡疑惑接过那2枚御兽弹。是的，薛凯点点头，扫过手中2枚御兽弹，全部都是传说级资质，其中1枚正是林凡之前见过天元、启灵的御兽弹。
看来欧阳昭对自己还真是大方，出手就是2枚传说级的御兽蛋。林凡、齐队，这樱花天皇派几个人看押起来。是。几名国安和执法立即上前，如临一条死狗般拖走樱花天皇，在四女的簇拥下进入别墅内。看着堆满物资的客厅以及正在不断吞噬的御兽，林凡嘴角微微抽动，洞察之眼扫过，4只御兽的信息面板出现在林凡的眼中。这才仅仅过去1天的时间，4只御兽竟然全部晋升到了钻10级，果然有了吞噬和无碍进阶2个天赋，晋级如吃饭喝水一般轻松。上楼洗了个澡后，给元宝和百里姑各自安排了一个房间。随后林凡返回自己的卧室，美美的躺在了大床上，舒坦。林凡一脸惬意，这3天基本上没怎么休息，如今终于又体会到床的感觉了。咚咚咚，就在林凡准备入睡之时，房门突然被敲响，挠了挠头，一脚踢飞被子，打开房门，只见欧阳姐妹正伫立在门外。你们有？林凡还未说完，只见欧阳瑶从后推了一把欧阳千木，欧阳千木猝不及防，重心不稳，扑倒进林凡的怀中。啪！欧阳瑶直接关上了房门，从口袋里拿出一管502滴进了锁眼之内，拧了拧把手，纹丝不动。看着自己的杰作，欧阳瑶满意的点点头，蹲在林凡的房门外，听着房间内的动静。林凡卧室内，欧阳千木脸颊绯红，眼神迷离，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酒味。林凡，你知道吗？欧阳千木语气轻柔，玉手抚着林凡的脸。自从上次在秘境中你救了我的那一刻起，我就无法自拔的爱上了你，脑海中无时无刻全都是你。你喝多。还未等林凡说完，欧阳千木的小嘴就不由分说吻住了林凡的唇。林凡感受着唇齿间传来淡淡的酒香，以及欧阳千木身上的体香，林凡大脑一时间彻底宕机。卧室外，袁雪和东方清婉见欧阳瑶蹲在林凡门口，相互对视一眼后，向着林凡卧室走来。欧阳瑶，你蹲在这干嘛呢？袁雪不解。没事啊，刚好路过崴脚了。欧阳瑶面不改色。你姐呢？东方清婉狐疑。你俩平时不是都在一起吗？言罢就要上前敲门，欧阳瑶连忙起身拦在了东方清婉身前。你不是崴脚了？东方清婉秀眉微皱。欧阳瑶突然好了，不行啊。东方清婉，我找林凡有事，你拦着我干嘛？欧阳瑶，林凡睡着了，你敲门会吵到他休息的。东方清婉，你怎么知道他睡着了？你不是刚路过？欧阳瑶，卧室内，月莹突然出现，一记手刀劈在了欧阳千木的后颈上。欧阳千木双眼一翻，晕倒在林凡怀中。月莹，林凡惊诧，你不是在御兽空间内吗？你是怎么出来的？我怕主人有危险，所以就……月莹搓着衣角，主人，你不会怪我吧？林凡，没想到月莹居然不用自己召唤就可以随意出入御兽空间，这有点离谱啊。林凡摆摆手，没有说什么。月莹甜甜一笑，化作一道银芒消失不见，重新进入御兽空间内，把晕倒的欧阳千木放在床上。林凡起身走向房门，拧了拧门把手，纹丝不动，一用力，整个门把手直接被拧断，卧室门应声而开。门外3女的说话声戛然而止，呆愣愣地看着林凡手上的半截门把手。你们在这开会吗？林凡抱着肩膀扫过3女，还有我这门怎么回事？欧阳瑶是不是你干的？林凡心中已然有了答案，能干出这事的除了欧阳瑶没别人了。嘿嘿，林凡你可真聪明，这都被你猜到了。那个我还有事哈，先走一步。欧阳瑶嘿嘿一笑，转身就要开溜。你等会，你得陪我上门。林凡一把抓住想要开溜的欧阳瑶，看向袁雪和东方清婉，你们是有什么事吗？没有，我们就是上来的时候恰好碰见欧阳瑶就聊聊天，我们先回去了。东方清婉说完，随后拉着袁雪向着自己的房间而去，拉着欧阳瑶进屋，关上没有锁的门。欧阳瑶注意到了晕倒在床上的欧阳千木，小跑着来到欧阳千木的身边，心中不住的叹息：姐啊，你这酒量怎么回事啊？你这怎么就晕过去了呢？唉，看来只能下次再试试别的办法了。欧阳瑶撅着嘴秀眉微皱，看向林凡，我姐这么一个大美女躺在这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想法吗？林凡，那是她没有想法吗？那是被突然出现的月莹给直接打晕了好吧？欧阳瑶，林凡，我姐漂不漂亮？林凡，漂亮。欧阳瑶，大不大？林凡，大。欧阳瑶，腿长不长？林凡，长。欧阳瑶，够不够温柔？林凡，够。欧阳瑶，那你把她娶回家当老婆怎么样？嗖！轰！林凡卧室天花板上猛然间被砸出了一个大洞，烟尘四起。Doom！ 一枚通体漆黑的弹分毫不差的落在了林凡的头上。林凡只感觉眼前无数的小星星在不断的转圈，双眼上翻，直挺挺的向后倒去。哗啦啦，碎石瓦块不断落下，把林凡掩埋在其中。欧阳瑶眨了眨眼睛，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林凡回过神来，连忙放下怀中的欧阳千木，起身跑到废墟前挖掘林凡。其余人闻讯而来，最终林凡被挖掘了出来。不过林凡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任凭如何呼唤都没有苏醒的迹象，而那枚漆黑的蛋却是不见了踪影。梦境内，林凡面前悬浮着一枚通体漆黑的蛋，蛋的外表有着一道道裂纹，并且裂纹还在不断蔓延。咔嚓，蛋壳彻底破碎，圆圆的小脑袋钻出打量着林凡。雾草，鲲鹏。看着面前的生物，林凡心中惊呼。打量了一会林凡后，小鲲鹏把蛋壳尽数吞噬，周身散发出莹莹光泽，摇身一变，竟是直接化作了人类形态。小脸粉雕玉琢，银白色的长发披于双肩，淡粉色的罗裙却遮掩不住那凹凸有致的身材。萝莉还是白毛？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运转洞察之眼扫过面板，姓名
星之，鲲鹏。性别，属性：飞行系、水系、上古系、空间系。资质：星域时段。等级：200-900，传说阶。看着面板上的资质，林凡陷入了沉思。这星域时段是个什么资质？难不成是神话之上的资质？而且极限等级不再是300级，而是达到了恐怖的900级。这小鲲鹏分明才刚刚出生，这怎么直接就达到了200级？这有点离谱了吧？不过随之也就释然，在梦里出现什么都不足为奇，或许仅仅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产物罢了。主人，你在看什么啊？小鲲鹏漂浮而起，小手在林凡的眼前晃来晃去。没什么。林凡回神，我在想星域时段是什么资质？我所知的最高资质不过是神话。还有你为什么刚出生就有着200级？哦，这样呀，主人不知道吗？小鲲鹏眨眨眼睛，解释道：神话资质之上还有着行星、恒星乃至星域资质，每一个资质又分为10段，每段的等级是20级。我的记忆传承中，我是来自鲲鹏星域，在我们的星域上，所有鲲鹏亦或者其他物种一出生最低的都有着80级黄金阶的实力，资质的话最低都是传说。林凡，哎，我想象力可太他妈丰富了。林凡心中微微感叹，开口道：跟我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林凡和小鲲鹏进入宫殿，少女依旧坐在林凡雕像的下方等候。夫君，少女拄着下巴，见林凡的身影出现，俏脸上立马流露出喜色，起身飘至林凡身前，一把抱住了林凡。小鲲鹏，片刻后，夫君，这位是？少女指了指小鲲鹏，你们终于想起我了。小鲲鹏抱着肩膀，小脸气鼓鼓，我是主人的御兽。御兽？少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向着小鲲鹏伸出手。你好，我叫安若。小鲲鹏伸出手和少女握了握。你好，我叫无名氏。林凡。挥手间，一枚全属性圣果被少女射了过来，递给了小鲲鹏。这个果子很好吃的。接过果子，小鲲鹏咬了一口，感受着体内不断增长的属性，小鲲鹏面色一喜，味道确实很好。最重要的是，居然会增加全属性，在他的记忆传承中可是没有这种东西存在的，这太匪夷所思了。小鲲鹏，你以后就叫安逸吧。林凡思索一番，觉得还是和安若一个姓比较好，以后估计这姐俩就要一直在梦境内相伴了。谢谢主人。安逸点点头，继续啃着果子。安若同样欣喜，又从空间手环内取出大量的能量魔晶递给安怡。安怡一枚枚的吞服，小脸上不断流露出震惊之色。我不在的时候，你出去猎杀凶兽了？看着安若取出的能量魔晶，林凡疑惑。安若点点头。夫君，我现在已经到达了200级传说阶了。运转洞察之眼扫过安若的面板，果然如安若所说，等级达到了200级传说阶。等会我们继续出去猎杀凶兽。好。安若和安怡同时点头。能量魔晶很快便被安怡一扫而空，三人飞出宫殿，搜寻着凶兽。在宫殿附近，一只凶兽的影子都没有，显然是被安若给清空了。飞了大概10公里的距离，林凡才见到了那些双眼赤红的凶兽群。安若和安怡没等林凡开口，直扑凶兽群而去。万丈高的水幕猛然出现，随之倒灌而下。刷刷刷，凶兽们被无情淹没，在水幕中逐渐化为虚无，尸骨无存。无数的能量魔晶和物品在凶兽消失的那一刹被爆出。好家伙，这小鲲鹏的攻击太猛了！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心中极为震撼。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直接就是大招。所触碰到的一切生物全部化作虚无消散。随着不断的推进，所遇见的凶兽皆是死于小鲲鹏的水幕之下。安若甚至都没有出手的机会。安若无奈一笑，不断的把爆出的物品收入空间手环内。夫君，安逸的实力实在匪夷所思，那些神话级的凶兽在水幕下都撑不过3分钟。安若飞回林凡的身侧，林凡点点头。安逸的战斗他在全程观看，这技能就像是不消耗能量一般，无限的释放，威力一次强过一次。不知过了多久，天上已然繁星点点，林凡的身形突然化作光点，消散在半空。夫君又不见了。安若喃喃自语了一声，随后向着另一侧的凶兽群杀去。林凡别墅内，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林凡的脸上，缓缓睁开双眼。林凡坐起身，欧阳千木，林凡，你终于醒了。袁雪，林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先喝点水润润喉。欧阳瑶起身倒了一杯水递给林凡。你已经1天1夜没吃东西了，这是我刚做的粥，你吃点。东方清晚拿出保温饭盒，舀了一勺喂到林凡的嘴边。一勺粥入口，林凡接过水杯，咕嘟咕嘟的灌了进去，感觉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异样。林凡起身向着卫生间走去，四女紧跟着同样进入了卫生间。我要小姐啊！林凡扶额，欲哭无泪。欧阳千木，你才刚苏醒，身体还很虚弱，我来帮你吧。袁雪，还是我来吧，林凡的衣服都是我换好的。欧阳瑶，林凡的内裤明明是我换的。东方清晚，我真的一点事都没有，我就小姐一下，你们先出去吧。林凡扶额，一会我要尿裤子里了。东方清晚默默地取出了一张 WSJ 递给林凡，这个应该可以帮到你。林凡实话当场，把四女推出卫生间后，死死地锁上了卫生间的门。湍急的水流哗啦啦地倾下。5分钟后，随着冲水声的响起，林凡开始洗漱，看着镜子内的自己，不由得如醉如痴。哎，你说你为啥长得这么帅呢？就这眼睛，就这眉毛，就这鼻子，就这嘴，就这脸，简直是完美啊！不行，不能再看了，再看我都要沦陷了。林凡心中喃喃自语，还不忘了对镜子内的自己拜了几拜。走出卫生间，推开房门，房门外一大群人呼啦啦的起身，欧阳昭、东方离、百里孤、元宝、陈远和、徐山、李长青以及一些林凡叫不出名字的人。
小凡，你怎么样了？欧阳昭顶着2个黑眼圈，一把拉住林凡的胳膊。女婿，你饿不饿？想吃点啥？东方离挤开欧阳昭，听说你突然被砸晕了，可担心死我了。林凡懵逼，你个老王八蛋，要不要脸？林凡明明就是我女婿。被挤了一个趔趄的欧阳昭一脚踹在东方离的屁股上。欧阳老贼，你休想！东方离一拳倒在了欧阳昭的胸口。这件事情我不会让步的。两人你一拳我一脚，你来我往。林凡一头雾水，不明所以。爸 ，X2，你们别打了。X2，欧阳千木和东方青婉同时出声。林凡似乎懂了，原来欧阳昭是欧阳千木他爸，东方离是东方青婉他爸。这个林凡在返回的那天就已然知晓。欧阳昭和东方离同时驻手，不善地看向对方。小凡啊，我是袁雪和元宝的父亲袁万道。一名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走上前，身旁还跟着一个靓丽的妇人。感谢你对我们家雪儿和元宝的照顾，还带着元宝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小凡可真是年轻有为。那靓丽夫人上下打量林凡，不住的点头。叔叔阿姨客气了。林凡笑了笑。袁万道，你和雪儿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还叫什么叔叔啊？叫岳父。对，别叫阿姨了，叫岳母。靓丽夫人同样开口，把一张卡塞入了林凡的手中。这是张不限量银行卡，就当做见面礼了。欧阳昭和东方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林凡，这是我妹妹百里霓裳。百里姑带着一名少女挤到林凡身前，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递到林凡的手里。这块是我们百里世家的家主令牌，以后我妹妹就交给你了。林凡，欧阳昭和东方离再次对视。小凡啊，我是欧阳瑶的父亲，欧阳公。又是一名中年人挤上前，手中拿着一叠文件，这些是洛北欧阳家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就当做是瑶瑶的嫁妆了。卧槽！欧阳昭直接傻了，这他妈怎么这么多人和他抢女婿？什么个情况？为什么欧阳公都开始行动了？欧阳瑶同样一脸懵逼，这件事他是一点不知情。李长青带着孙女同样上前，其余林凡不认识的带着女儿、侄女、孙女接连不断的上前。本市的、外市的，林凡，龙国的 BYT 制造厂都是我的产业，娶了我女儿，我把厂子都送给你，以后不花钱。林凡，娶了我女儿，我天南冯家都是你的。林凡，我家这对姐妹花你娶了绝对不亏。林凡手中的东西越来越多，整个人懵逼在了原地。自己不就是被砸缸苏醒吗？为什么一开门就变成了大型提亲现场了？还有你提亲就提亲，你让你儿子男扮女装算是几个意思？2个小时后，这场闹剧终于结束。林凡前往了洛北市国安局分部，跟随前往的还有着欧阳昭、东方离、百里姑、元宝以及欧阳千木5女。齐梦娇带着国安压着樱花天皇同样抵达。大量的记者以及网红不断的拍摄着，林凡并没有阻止，目的就是让全龙国的人民能观看到这一幕。高台之上，樱花天皇跪在地上，无数的长枪短炮牢牢锁定。林凡拿着一把小刀挽了个刀花。各位，这个杂碎就是樱花天皇。虽然樱花已然彻底覆灭，但这个杂碎所犯下的罪行不千刀万剐，不足以雪恨。今日我林凡就替天行道，剐了这个杂碎。言罢，林凡手中刀光一闪而过，樱花天皇的一只耳朵应声而落。啊！樱花天皇惨叫声瞬息间响起，双眼暴突，但却只能徒劳的挣扎，任鲜血肆意挥洒而出。电视机前、电脑前、手机前无数的观众欢呼呐喊，热血沸腾。各大直播平台上无数的弹幕占满了屏幕。唰！又是一道寒芒闪过，另一只耳朵应声而落。林凡抬头看了一眼大屏幕上的弹幕，过瘾！狗日的杂碎天皇！林凡，永远的神！我龙国有凡神无敌！砍了樱花杂碎的坤坤，让他变太监。凡神太帅了！凡神，我要给你生猴子！又是一刀而下，随后刀光漫天，鼻涕虫被切割成了一片又一片。樱花天皇惨叫连连，不断抽搐，眼一翻，直挺挺的晕死过去。林凡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一管生机药剂猛然间出现在手中，掰开樱花天皇的嘴，滴了一滴。随后一罐辣椒油再次凭空出现，拧开辣椒油的盖子，整整一罐尽数倒在了樱花天皇下身的切口之上。嗷！樱花天皇转醒，杀猪般的惨叫再次响起，火辣辣的灼烧感加之伤口痛感的结合，使得樱花天皇欲仙欲死。魔鬼，你这个魔鬼，你不得好死！樱花天皇状若疯魔，惨叫间夹杂着充满恨意的谩骂，眼神无比的怨毒，恨不得把林凡生吞活剥。来来回回就这么2句，没有点新词了吗？林凡瞥了一眼樱花天皇，不屑一笑，并没有选择堵住樱花天皇的嘴。林凡觉得这个样子就挺不错，没有惨叫哀嚎以及无能狂吠的乐章，还真是缺点什么。别着急，我会给你机会组织语言。手中刀子上还在滴着血，林凡一笑，这才3刀，还有9997刀，希望到时候你依旧能骂得出来。放心好了，舌头我会给你留到最后的再割的。唰！一刀再次挥下，樱花天皇1/20的小拇指被直挺挺的斩落而下。刷刷刷，就如同切黄瓜般，小拇指被均匀的切割成20份。23刀，林凡口中喃喃，还少了一只胳膊，这可是在给我增加难度啊。也罢，切得薄一点好了，就当练刀功了。摇摇头，林凡继续行动，刀光漫天，愈发的娴熟。整整1万刀下来，樱花天皇的指头、手掌、胳膊尽数化所切片，薄如蝉翼。樱花天皇接连不断的惨叫，大口的喘着粗气，几次晕厥都被林凡的辣椒油拯救了回来。一条野狗循着血腥味自顾自的跑上高台，嗅了嗅地上薄如蝉翼的切片，摇了摇头，一溜烟的跑了。这杂碎天皇真是狗见了都摇头。凡神太牛逼了，
刚才那不间断的切割，我仔细的数了一下，整整有着1万刀。最牛逼的是，每片都很均匀，好吧？凡神这手法比机器都专业，这手速我好喜欢。凡神要是我男朋友就好了。不行了，凡神太帅，我忍不住了。姐妹们一会见。你们猜樱花天皇最终会被切成多少份？一条胳膊1万份，我猜整个人怎么也要10万份吧？你太小看凡神了，我猜50万份。弹幕接连不断的滚动着，元宝拧开一瓶矿泉水，走上前递给林凡。凡哥，喝点水歇会，接下来让我砍几刀呗。元宝搓搓手，一脸兴奋。砍吧，别弄死了。林凡接过水喝了一口，把手中的刀子和生机药剂递给元宝，感觉他快死了就喂一滴，晕过去了就辣椒油伺候。凡哥你就瞧好吧，嘿嘿。元宝戴上手套，接过刀子和药剂后，冲着樱花天皇嘿嘿一笑，老杂毛，你喜欢蝴蝶结吗？不由分说，一刀下去，樱花天皇的腹部被切割出一道1公分长的血口。元宝噙着笑，拽了拽流出的肥肠，潇洒的打了个蝴蝶结，挂在樱花天皇的脖子上。不错吧？这可是我刚才刷抖音刚学的。元宝点点头，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百里姑，你看见没？元宝这小子越来越变态了。林凡撇撇嘴，我感觉他没你变态。百里姑喝着啤酒，意味深长的看向林凡，你可是把凌迟给玩明白了。去你的！林凡白了百里姑一眼。直至正午，樱花天皇不知道挨了多少刀，满地都是薄薄的切片，只剩下一个脑袋。各位，接下来就是让这狗杂碎彻底泯灭的时刻了。上榨汁机！林凡拍了拍手，2名国安抬着一个榨汁机放置在高台上，打开榨汁机的盖子，林凡一脚把樱花天皇的脑袋踢飞了进去。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响起，樱花天皇卒，樱花国再无一人存活，整个樱花彻底覆灭。这个 BYD 国家彻底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视频永久的保留了下来，被每一位龙国百姓所铭记。处理完了樱花天皇，林凡进入洛北国安分部喵喵的科研室内。主人，这是我研究出来的手表，我命名为喵喵超级手表时。喵喵手中拿着一块手表，滔滔不绝的介绍，其不仅拥有手机的功能，更具备短距离瞬间移动的能力，可以理解为闪现。当前可瞬间移动的最远距离为10米，墙体等障碍物可以无碍穿过。其不仅可用日光、月光进行自动充能，还可以使用晶核进行充能。这只是10的最初版本，后续还会加入一些其他的功能。我现在正在研究量子空间传送。拿过喵喵手中的手表，林凡鼓捣了一番，全息立体显示，科技感十足。嗖！林凡按下手表一侧的按钮，身影直接原地消失。下一瞬，林凡出现在了隔壁。好家伙，这手表还真能进行闪现啊！林凡心中无比激动，有这东西在，那自己简直就是御兽师的克星啊！再次按下，林凡穿回了喵喵科研室内。主人，好玩吧？喵喵一脸得意，干得不错。这闪现在满能量的情况下能释放几次？林凡询问道。10次。喵喵脱口而出，不过使用其他功能的话，可能会缩短至8次。林凡点点头，8次的话，那也足够了。突然出现在敌人身后，往往只需要一击就可得手。喵喵，上次没有让你发射那个新武器，但等会我需要你冲着鹰将的百宫来上一发。林凡话锋一转，开口道：没问题，这一发下去，百宫以及他所在的城市会瞬息间消失，传说急来了都没用。喵喵拍了拍胸口，保证道：林凡，等会我会给你发信息。明白。喵喵点点头。林凡走出科研室，向着会议室而去。会议室内，欧阳昭、东方离以及各个电视台记者媒体正在等候林凡。推开会议室的房门，长枪短炮立马对准了林凡，不间断的拍摄。林凡挥挥手，露出了一个招牌微笑。欧阳昭和东方离分坐两边，林凡翘着二郎腿落坐于主位上。小凡，一切都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连线诸国代表。欧阳昭看向林凡，那就现在吧。林凡点点头。3分钟后，会议室的大屏幕上穿着军装的诸国代表分别出现。我是谁？不用介绍，你们都知道。林凡扫过大屏幕上的诸国代表，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这次覆灭樱花的时候，我见到了你们派去协助樱花的御兽师，不过很可惜，他们都死了。fuck！ 鹰将代表面色铁青，指着林凡：你这乳臭未干的黄皮猴子，你是在挑衅我们诸国吗？是的，挑衅你们了又如何呢？林凡不屑一笑：对于你们，我只能说屏幕上的各位，包括你们的国家，都是垃圾。可恶，太狂妄了！你们龙国等着被诸国宣战吧？真以为灭了一个樱花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行了，别狗吠了！林凡猛然一拍桌子，想宣战，那也是我们龙国宣战你们，就凭你们这些杂碎还不配。我提醒你们一句，5分钟后鹰将百宫马上就会泯灭，我给你们时间不妨。我倒是想看看一会，你们会不会像条狗一般摇尾乞怜呢？掏出手机，林凡在和喵喵的对话栏中敲击了一行字，随后发了过去。林凡，5分钟后覆灭鹰将国百宫。喵喵 ，OK。收起手机，林凡手指有节奏的敲击着桌面。啊，还5分钟，就是给你5天的时间又怎样？还想泯灭我们的百宫？别做梦了！鹰将军官一脸不屑，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与此同时，无数的百姓正在电视机前观看着会议室内的一幕。京都一间别墅内，桌上的热茶都已然变成了凉茶。2名老者双眼死死盯着电视机上的画面。东方夏，你说这林凡真的这么有把握能把鹰将的百宫给泯灭？欧阳潇，未来终究是年轻人的，能以一己之力覆灭樱花，古今谁能做得到呢？如果是发生之前，你会相信吗？东方夏，也是，这小子可真是超乎寻常，我越来越感兴趣了。欧阳潇，我的孙女婿能是一般人吗？哈哈。会议室内，就如同看小丑一般，
看诸国代表在大屏幕上喋喋不休，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林凡嘴角微微上扬，还有10秒的时间。喵喵带着一群科研人员在场地外一切准备就绪。3、2、1，喵喵按下红色的发射按钮。嗡嗡嗡，嗡鸣之音不断传来。仪器内10枚传说结晶核顷刻间在一阵波动下化为齑粉，晶核内的所有能量尽数汇聚在一起，压缩后进入主体内。汇聚压缩后的能量不断增幅，12只指示灯接连亮起，12道法阵接连出现。轰！一道直径100米粗的光柱冲天起，一时间天穹之上风云变色，原本湛蓝的天空化作一片赤红，无数太阳的能量不断倾泻而下，汇聚在那道光柱之上。原本散发着淡黄的光柱变得赤红一片，从最初的直径100米逐渐膨胀到了万米、10万米，携着摧枯拉朽之势直奔鹰将百宫而去。会议室内，鹰将国代表的画面突然消失，屏幕连雪花都没有出现，直接陷入了黑屏状态。叮咚，一声手机提示音突然响起，欧阳昭点开一看，面色震惊，连忙起身把手机上的视频投影在一块大屏幕之上。只见大屏幕之上一道淡黄的光束冲天起，无数的太阳能量不断汇聚其上，最终这道光束直接笼罩整个华盛顿，瞬息之间华盛顿就被这道赤红光束所吞没。别说小小的一个百宫，整个华盛顿都彻底的消失了，除了一片虚无空旷的土地外，其余什么都没有留下。建筑、人类、御兽、凶兽亦或者是生活过的痕迹全部烟消云散。死！诸国代表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画面以及不断传来的消息，口中皆是倒吸凉气，看向林凡的眼神变得畏惧、惊恐、不可置信。无数电视机前的龙国百姓都纷纷瞪大了双眼，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果真如林凡所说，百宫会在5分钟后彻底泯灭。下一秒，所有的龙国百姓都沸腾了，欢呼呐喊不绝于耳。别墅内的2个老者看着电视机上的画面，同样震惊不已。这种攻击简直就是逆天一般的存在，顷刻间覆灭一座城市，这林凡可真是不一般。龙国有林凡在，要彻底崛起了。会议室内，怎么？把你们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给我听听。林凡不屑地扫过诸国代表，嚣张的气焰呢？再拿出来给我看看。场面一度陷入寂静，诸国代表根本不敢回话。龙国的实力简直太可怕了，刚才视频上的那一幕幕还在他们的脑中不停地萦绕，那种光束一击之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覆灭一座城市，鬼知道贸然说话会不会给自己的国家引来灭顶之灾。哦，都哑巴了？也对，你们这些杂鱼不配和我说话。林凡掏出了一颗芙蓉王和火鸡，啪嗒一声点着了火，美美的吸了一口后，把你们国家的总统都给我叫来，你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后没来的国都覆灭。还有啊，你们通知一下鹰将，10分钟内选个新总统出来，不然等着变果酱吧。全部覆灭，林凡现在自然是做不到的。喵喵的那种武器，每一次发动都需要耗费10枚传说级晶核，而现在喵喵还剩下40枚传说级晶核，最多还可以发动4次这样的攻击。不过这些诸国却并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国家会敢去赌林凡的枪里还有几发子弹，万一真的有，那就是个国家覆灭的下场。趁着这个机会，他林凡势必要好好敲打一下这些诸国，届时传说级晶核那不就大把的来了。那些诸国代表听见林凡的话后，马上开始行动，开始玩了命的拨打电话。10分钟，仅仅只有10分钟的时间，他们可就在各国的首都呢，他们可不敢赌林凡的话是真的假的。命只有一条，国只有一个，没了那就全都没了，一群杂碎，啧。林凡摇摇头，小凡，你把他们总统叫过来，想要干什么？欧阳昭不解，欧阳老贼，这你就不懂了吧？东方离瞥了一眼欧阳昭，我女婿自有妙计，我们只管看着就好了。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欧阳昭白了东方离一眼，就你这老王八蛋明白。女婿啊，一会完事了，跟我回京都，我带你去见见你岳母。东方离没有管欧阳昭，自顾自的说道，你岳母可是盼你来很久了，咱爷俩到时候好好喝几杯。不行，林凡去京都也是去我家。欧阳昭立马反驳，小凡，你可别被这老王八蛋忽悠了。林凡嘴角微微抽动，两位叔叔现在正事还没办完呢，回京都的事一会再说。别叫叔叔，叫岳父。X2，林凡，行，两位岳父。林凡无奈，算了。林凡想开了，既然都想当岳父，那就让他们当吧，反正自己又不亏，每天和4女相处早已习惯。听着林凡的称呼，两人皆是满意的点头，不再言语，同时掏出手机给各自的女儿发了一条消息。10分钟的时间很快便过去，各国的总统出现在了大屏幕上，就连鹰将国的大屏幕都重新亮了起来。一名西装革履、戴着眼镜狗模狗样的鹰将人出现在了大屏幕内。都到齐了是吧？每人先自己扇自己100个大嘴巴子。林凡摆手，不扇出血来重新扇，和老子会面还不亲自出来，摆谱啊！大屏幕内的各国总统纷纷懵逼，一脸呆滞，眼睛瞪得如同铜铃。看个得看，听不懂人话是吧？就他妈数你眼睛瞪得最大，跟俩牛蛋似的。林凡指着阿3国的总统破口大骂，同时冰冷地扫过其余人，我数到3，还不开始就等死吧你们！3，各国总统回过神。2，各国总统心中挣扎，眉头紧皱。啪！棒子国总统率先出手，一巴掌狠狠扇在自己的右脸上，力量之大，使得整个人都转了一圈。一圈过后，嘴角阴血迹流出。啪！扇嘴巴子的声音猛然间接连而至。长得挺黑，软弱无力是吧？还是你驴日的糊弄我呢？林凡指着阿3总统，阿3是吧？你们首都没了，
我说的。掏出手机，飞快地给喵喵发送了一行文字。1分钟后，阿三国的屏幕直接黑屏，所有的总统一时间扇得更加卖力，恨不得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了出来，脸蛋子皮开肉绽，嘴角血迹横流，一个个肿得堪比猪头。不多时，阿三国的屏幕再次亮起，新任总统出现在大屏幕上，见到林凡连忙跪地，不断叩拜。林凡阁下，我为我们上届总统的所作所为向您道歉，请您一定不要再降下光束了。随着新任阿三总统的话音落下，黑黝黝的大手不要命地拍击在自己的脸上。林凡喝着茶，抽着芙蓉王，看着屏幕上一头头畜生表演。那个棒子国的，你那颗牙直接扇飞吧，看着真是让人犯强迫症。林凡没好气地说道。啪，嗖，哗啦啦，不敢怠慢，棒子国总统拿起桌面上的键盘，直接扇在了自己的牙上。霎时间，整张嘴内的牙掉了一半。林凡所说的牙，他并不知道是哪一颗，生怕林凡不满意，降下毁灭光束。于是乎，他就只能宁拍错不放过了。持续了足足1炷香的时间，各国总统终于把自己的脑袋成功封满了5圈以上。这效率估计整容医院都比不上。你们只配跪着和我说话，明白吗？林凡再次发号施令。刷，各国总统齐刷刷的跪了一地，没有人再敢反抗。那前任的阿三国总统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在经过第2发毁灭光束后，他们就彻底害怕了。龙国这群人就是一群不要命的疯子。你们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又浪费了我2发毁灭光束。林凡敲击着桌子，说说吧，你们打算怎么补偿我？场上鸦雀无声，活脱脱的就像班主任训斥学生班。都不说话是吧？你来说说。林凡随意指了一名总统。我们愿意赔偿金额和材料。那名被指到的总统哆哆嗦嗦地回答道，嘴里还在不停倒吸凉气。那你们呢？林凡再次问道，想要如何补偿我呢？我们也愿意赔偿金额和材料。其余各国的总统回答道，很好，每个国家100枚传说级金盒，5000枚史诗级金盒，其余物资10万吨，品级不得低于白银。传说级预售弹20枚，史诗级预售弹5000枚，钻石级预售弹5万枚，铂金级预售弹20万枚。另外，龙国周边的国家与我龙国接壤的，全部归属我龙国所有，不日我会派军队接收。物资3日内若不送到，等死吧。林凡略微思索，随后把赔偿的条件尽数说出。哦，对了，这还有份条约，你们派人送物资的时候一并带回去。内容很简单，每年给龙国送上大量的物资，我想这并不过分。林凡继续补充道。听着这大量的物资，各国总统直接陷入了呆滞的状态。这物资的数量太过庞大了，一些大国还好，一些小国别说100枚传说级金盒，就算是10枚也不一定能拿得出。当然，给你们个建议。林凡不屑一笑，若是本国不够，可以去击杀凶兽，当然也可以去其他国抢。各国总统纷纷点头。和灭国比起来，割地赔款那都不算什么。行了，那就滚吧。林凡接过遥控器，按下了关闭按钮，所有的大屏幕瞬息间熄灭。女婿，牛逼 ！X2，欧阳昭、东方离纷纷竖起大拇指。刚才的那一幕看得他们2人简直太解气了。诸国总统在林凡面前就像3孙子一般，连个屁都不敢放。低调，这只是第一步罢了。林凡压了压手，看向记者们，你们拍摄完了就先出去吧。是。记者们没有犹豫，关闭了拍摄，扛着长枪短炮纷纷走出了会议室。女婿，你说这是第一步，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东方离率先开口，目光灼灼。我们龙国周围盘踞的凶兽是个隐患，这个必须要先肃清掉。林凡喝了一口茶水，继续说道，不然单凭这一点就是覆灭诸国最大的麻烦。让诸国赔偿纳贡，只是暂时削弱诸国的实力罢了。我真正的想法是彻底把这些诸国王国灭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还是不必存在的好。那对于龙国四周盘踞的凶兽，你打算怎么处理？欧阳昭询问道。当然是收服。林凡笑了笑。收服？这不太可能吧？东方离摇摇头，凶兽族和我们人类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想要收服他们，那可是比登天还难。林凡，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吧。现在月营的异空间之门内还有着海量的物资，这些物资若是让自己的御兽全部吞噬，最少也能晋级到史诗级。凭借着月营和希诺那些天赋增幅，外加能量魔晶的提升，更何况还有着幸运的辅助，哪怕是传说级的凶兽，林凡依旧有信心直面迎敌。届时只需要控制住凶兽族的当权者，其余凶兽自然不在话下。需要军队的话，直接调动即可。东方离点点头，从怀中掏出了一本证件递给林凡。你的信息我已经录入军方系统，军衔的话和我相同。接过证件，林凡看一眼后揣进了内兜。欧阳昭瞥了一眼东方离，同样掏出了一本证件递给林凡。小凡，这本证件你收好，国安局内所有成员你可随意调动任命，权限与我相同。接过证件，上面等级一栏上印着一个金色的 S， 把证件同样揣进了内兜。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这一会的功夫下来，他好像变成了龙国内彻彻底底的实权人物，无论是国安役或者是军队，他都能调动。东方离，女婿，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不如我们今日就返回京都。不急，在此之前还要去一趟经验秘境办点事。林凡摇摇头，经验秘境？你去哪做什么？欧阳昭不解。林凡，经验秘境内有一株鬼玄树，当时若不是他，我现在已经没命了，如今是时候去契约他了。鬼玄树？那是御兽吗？我怎么从未听说过？欧阳昭一脸懵逼，经验秘境里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御兽了？闻言，林凡剑眉微皱，欧阳昭可是传说级御兽师，鬼玄树他竟然从未听过，难不成其余的经验秘境并没有鬼玄树这种御兽？奇了怪了，莫非洛北经验秘境里的那一株并不是原本就有的？林凡百思不得其解，我也没听说过这种御兽，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东方离提议道。林凡点点头，有这2个传说及御兽师保驾护航，契约鬼玄术更加稳妥。毕竟那鬼玄术可是传说级凶兽，被动反击更是有着500的增幅。林凡、欧阳昭以及东方离走出国安分部，纷纷召唤出御兽，向着经验秘境的方向飞去。片刻后，3人抵达经验秘境外，一如既往的热闹，御兽师接连不断的排队等候进入。我操，凡神！真的是凡神！一名御兽师揉了揉眼睛，再次确定后惊呼出声，随后离开队伍，快步向着林凡3人跑去。凡神！我居然见到凡神本人了！他妈的，我那会还看凡神的直播了，太痛快了！凡神，偶像，旁边的那2位不正是会议室内的那2位吗？凡神他们居然来经验秘境了！其余正排队的御兽师听见这声，互纷纷转头看去，全场顿时沸腾，全部离开队伍，呼啦啦一片向着林凡3人包围而去。不过1分钟的时间，林凡4周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御兽师们群情激昂，不断拿着手机拍摄林凡。凡神，我是你粉丝，给我签个名吧。凡神，俺也一样，给俺签个名吧。我太崇拜您了，凡神您需要小弟吗？我能跟着您混吗？凡神，我每晚睡觉之前都得对着你的照片来一发，我已然无法自拔。你个死变态，居然亵渎我凡神，我踢死你！御兽师们争相拥挤，呐喊欢呼。林凡，这群众似乎有点太热情了些，似乎还混入了不少变态。去经验秘境内契约鬼玄术才是要紧的事情，一个个签名，不知道要签到什么时候。无奈的摇了摇头，林凡拉住欧阳昭和东方离后，按下了闪现按钮。唰，林凡3人的身影瞬息间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已然来到了前方10米处。唰，没有停歇，林凡再次按下了闪现按钮。唰唰，直至瞬移出50米后，林凡3人终于摆脱了狂烈粉丝们的包围。2位岳父，别看了，赶紧进经验秘境。言罢，林凡率先进入经验秘境内。欧阳昭和东方离对视一眼后，立马跟随着进入了经验秘境。抬手间，林凡召唤出月莹。林凡，月莹，上回咱们掉入的那个崖底，你还有印象吧？有的。月莹微微思索后点点头。带我们去崖底。林凡下令道。月莹摇身一变，化作龙形态，林凡站在月莹的头顶向前飞去。欧阳昭和东方离分别召唤出各自的御兽，紧跟其后。小凡，刚才我们明明被包围在了人群中，为什么我们突然就出现在了10米外？欧阳昭不解，刚才他就一直没搞懂这是怎么回事，人类怎么会拥有这样的能力呢？简直太匪夷所思了。对啊，女婿，这是怎么回事？东方离同样好奇地询问道。这个手表的功能。林凡抬起手腕指了指，这是喵喵研究出来的手表，不仅拥有通讯功能，还能短距离瞬间移动。我操 ！X2，两人目瞪口呆，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凡手腕上的表，就这么一块小小的手表，居然可以拥有瞬间移动的功能。林凡妖孽，他的御兽同样不简单啊！再联想到那副灭百功的毁灭光束，两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猫的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为什么能研究出这么多逆天的东西？小凡，这种手表能量产吗？欧阳昭捏着下巴，这种手表若是能够量产，装备龙国军队的话，那龙国军队的整体实力起码能上升一大截，遇见危险直接瞬移，御兽师本体羸弱的短板会极大的缩小。不清楚，理论上是可以的。林凡摇摇头，研究一直是喵喵主导的，他只负责使用，至于能不能量产这个，他还真不清楚。女婿，你预售的那个科研室我看过，规模太小了，我觉得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科研室进行研究。东方离提议道，这么短的时间就研究出这么多前所未有的东西，若是平台足够大，帮手足够多的话，我相信未来一定不可限量。确实。林凡点点头。东方离，你同意了？那么这件事就交给岳父吧，资金、科研人员的问题我来解决。欧阳昭，那我解决场地的问题，这次返回京都后，小凡你就定居在京都吧。林凡没有犹豫，洛北和京都其实没什么区别，他又没有家人，去哪里其实都是一样的。主人，前面就是了。月莹的声音突然传至林凡的耳畔，看着那熟悉的断崖，林凡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随着月莹的降落，林凡一跃而下，四周场景一如既往的诡异，毫无生机枯槁的杂草，以及那茁壮生长结满果子的鬼玄树。这就是鬼玄树吗？这气息是传说级。欧阳昭瞪大眼睛，不可置信，这经验秘境中什么时候出现传说级的生物了？散发出的气息的确是传说级，而且是满级传说。东方离微微皱眉，看向林凡，女婿，你要契约他？传说级能契约成功的概率只有1，如果失败会精神力受创变成白痴的。林凡自信一笑，放心吧，我有把握。1对于他来说和100没什么区别，哪怕就是不可能，到他面前同样会变为可能。哈喽，又见面了。林凡走上前，冲着鬼玄树打了个招呼。当初说会回来契约你的，如今我来兑现承诺了。鬼玄树还是这么不善言辞啊？林凡耸耸肩，鬼玄树，老王八蛋，你说小凡对着一棵树说话，那树能听明白吗？欧阳昭拍拍身旁的东方离，那树可是传说级凶兽，小凡不会有危险吧？欧阳老贼，小凡都说了他有把握。东方离拍开欧阳昭的手，撇撇嘴，你要相信小凡，况且有我们俩略阵，小凡能有什么危险？我要契约你了。林凡继续向前，你要是不说话，那可就是默认了。鬼玄术，很好。林凡点点头，咬破中指，刚滴出一滴血，下一秒中指上的伤口直接愈合。林凡，我操，这不完犊子了吗？林凡轻抚额头，
他才想起来自己现在是有着再生天赋的，咬开的这一点缺口瞬息间便会自动愈合。妈的，看来只能来个狠的了。林凡眼神凌厉，一个塑料盆刹那间出现在他的脚边，再次取出一柄匕首，林凡手起刀落，中指瞬息间被斩断。中指，跟了你我可到了8辈子血霉了。死！林凡倒吸了一口凉气，伤口处鲜血喷洒而出。小凡，女婿！欧阳昭和东方离纷纷惊呼出声，带着玉兽连忙向着林凡的位置跑来。在二人赶到时，林凡的中指已然重新长了出来。看着林凡完好无缺的手，又看了看水盆内那截中指，我没事，我就放血。林凡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翻手间，一支毛笔出现在林凡的手中，蘸着血盆内的血液。林凡开始在鬼玄树的树干上画着契约法阵。随着契约法阵最后一笔画完，嗡！血红色的契约法阵猛然间扩散，悬浮于鬼玄树的最上方。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能量不断自四面八方汇聚在契约法阵之上。原本的血红色的契约法阵逐渐转变为七彩之色，耀眼夺目。咔嚓，咔嚓！经验秘境内的天穹之上，猛然间道道裂纹凭空出现，正在不断的向外延伸。这什么情况？欧阳昭呆愣愣地看着天穹之上发生的巨变。小凡，这经验秘境是不是要崩坏了？契约玉兽他见得多了，这样契约的他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这契约个玉兽把天给干碎了。女婿，你每次契约玉兽都这么恐怖的吗？东方离嘴角微微抽动，他感觉今天这一幕幕简直颠覆了他的三观。我啥也不知道啊，我啥也没干啊。林凡一脸无辜的耸耸肩。与此同时，在经验秘境内击杀野怪的玉兽师们纷纷被不知名的能量所笼罩，尽数送出了经验秘境。被送出经验秘境的一众玉兽师一脸懵逼，自己上一秒还在击杀野怪，下一秒怎么就被传送出来了？这经验秘境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功能了？而想着再次进入经验秘境的玉兽师却发现入口已然无法进入，所有人都陷入了迷茫，不知所措。经验秘境内各种能量还在不断的汇聚进契约法阵之内，天穹之上龟裂的速度愈来愈快，露出了其后虚无的空间。咔嚓咔嚓，地表同样开始龟裂，极为迅速，高山崩塌，河水翻滚，野怪咆哮哀嚎，但这一切却尽数避开了林凡所在的这块区域。林凡剑眉微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以前契约预售的时候可是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太古怪了这也。看样子这经验秘境是要彻底崩塌。1小时后，能量还在汇聚，灌入契约法阵。2小时后，整个天穹已然彻底消失，露出一片虚无。原本碎裂的天穹同样化作能量灌入契约法阵。3小时后，野怪的哀嚎彻底消失，无数细微的光芒凝聚成一道能量，尽数注入契约法阵。4小时后，除了鬼玄树所在的这块地表还存在之外，其余地表全部消失，化作能量注入契约法阵。5小时后，鬼玄树下方的地表彻底消失，其根系蔓延不止几千米，这一幕颇为壮观。林凡、欧阳昭、东方离、月影以及2只传说级玉兽漂浮在这虚无的空间内。契约法阵落下，彻底融入了鬼玄树的躯干内。鬼玄树周身七彩光芒猛然迸发，那庞大的躯干逐渐缩小，最终化作一名少女。主人，鬼玄树冲着林凡款款一礼。咦？林凡微微一愣，他记得以前看过鬼玄树的面板属性啊，鬼玄树明明是无性，为什么化形后就是少女呢？运转洞察之眼再次扫过鬼玄树的面板，姓名天命鬼玄树，性别属性全属性，资质神话，等级200-300传说阶，天赋一天命孕育，随机凝结出生机果实、力量果实、敏捷果实、体质果实、防御果实、精神果实、经验果实，所有果实无限制，效果根据等级几何翻倍。2天期，寿元无穷无尽，不会衰老，魅力永久性增幅100，永久性反哺宿主100。3被动反击，后发出手状态下，技能威力提升500，技能必定触发暴击。4天命辅助，友方单位和自身经验获取提升100，全属性提升100，技能威力提升100，攻击产生负面效果状态提升100，暴击率提升100。注：需要本体在场，友方单位仅限宿主其他御兽。5天命守护，防御临时提升1000，天命守护状态下，每次受到攻击会减少，临时提升50防御，降低至500后，释放一次壁中的毁灭攻击，威力为自身防御属性加对方攻击总和1000。6天命万载，自身可化作任意形态附着，被附着的单位获取自身100全属性加成，可使用自身所有天赋技能，无使用时间限制，无使用次数限制。7天命汲取，释放汲取之种，被汲取目标50全属性会被临时吸收附加自身，其实的全属性会被彻底保留加持自己，效果持续1小时，汲取之种使用无限制次数。8天命治愈，所有治愈类技能效果增幅200，治愈后的友方单位全属性临时提高50。9继承，继承宿主全部幸运值。技能一夜刃风暴，群体本体叶子凝聚而成的攻击，造成持续切割效果。2毁灭之，单体本体上任意树枝延伸攻击。3看着鬼玄树的面板，林凡陷入了呆滞。资质从传说进阶到了神话，天赋竟然全部上升了一个层次。对比于传说资质的鬼玄树来说，这神话资质的鬼玄树简直就是强到离谱，这完全就是生命层次上的升华。其中最牛逼的就是那个天命万载，上次使用过欧阳昭玉兽的万载后，自己就一直羡慕，这次直接给自己来了个没有限制的万载，真的是太屌了。自己这一波战力直接蹭蹭上涨，哪怕现在直接和凶兽亦或者诸国开战一时不惧。天命万载一开，
无论是附着在月莹还是希诺身上，那都是大杀器一般的存在。林凡有自信，那些所谓的传说及预授3招之内必然殒命当场。以后你就叫茵茵吧。林凡挥手间，希诺被召唤而出，指着月莹和希诺介绍道：“这位是月莹，这位是希诺，还有一个喵喵没在这，你是我的第4只预授，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茵茵谢过主人。鬼玄术再次一礼，随后看向月莹和希诺二女。茵茵见过2位姐姐。嘿嘿，茵茵你好。希诺蹦蹦跳跳的上前拉住茵茵，月莹同样上前，3女一片融洽，不断窃窃私语。林凡扫视了4周，尽是虚无，样子倒是与他第一次契约月莹时的那个空间的虚无极为类似。欧阳昭、小凡，我们现在怎么出去？东方离，对啊，这里四处都一个样子，我们貌似被困在这里了。别着急，说不定等下出去的门就会出现。林凡安抚2人，试着说道。话音刚落，一个黑点猛然间出现在林凡等人的不远处，随后不断扩散，化为了一扇黑漆漆的大门。林凡、欧阳昭、东方离，女婿，你是神仙吧？东方离一脸狐疑的上下打量林凡，这上一秒刚说完，下一秒大门就突然出现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虚无空间是林凡他家呢，就连正门都是声控的。这可能是个意外吧。林凡挠头尴尬的笑了笑。老王八蛋，你别拿小凡开玩笑了，既然门已经出现了，那我们就赶紧离开吧。欧阳昭一脚踢在东方离的屁股上，催促道：“欧阳老贼，你又偷袭我！”东方离挥起手就是一招黑虎掏心，看着2人，林凡一脸黑线，冲着自己的3只御兽招招手。林凡想着漆黑的大门而去。别打了，小凡自己走了，我们赶紧跟上。欧阳昭挡住东方离再次袭来的一拳，喝道：“还不是你先动的手，这次放你一马！”哼！东方离冷哼一声，2人边整理着衣服，边带着御兽向林凡的位置跑去。漆黑的大门前，3人带着御兽们一同迈入其中。霎时间，眼前的场景瞬息间变换，一股强烈的失重感猛然传来。月莹直接飞身抱住了正在下落的林凡，希诺和茵茵护卫在两侧，而欧阳昭和东方离的御兽连忙前去接住各自的主人。林凡扫过下方的场景，剑眉微皱，他们并没有出去，而是莫名其妙的又来到了另一个地方。下方丛林密布，一间小木屋显得尤为突兀。月莹向着那间小木屋飞，林凡指着小木屋的方向下令道：“好的，主人。”月莹点点头，骤然开始加速。欧阳昭和东方离2人同样指挥着各自的御兽紧跟林凡。小木屋前，月莹抱着林凡落地，林凡走上前，小木屋的门似有着灵性般，吱嘎一声竟缓缓开启。好家伙，自动感应门吗？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心中腹诽，这整的还挺先进啊。走进屋内，林凡环顾四周，屋内只有一张竹桌以及一张竹床，但却是一尘不染。竹桌上摆放着3只精致的盒子，阳光透过窗子照射在盒子上，盒子的表面隐隐散发出金属的光泽。咦，这竹桌上怎么摆放着3只盒子？欧阳昭不解，伸手就要去触碰，轰！手指还未触碰到盒子的表面，一道强横的能量瞬息间爆发而出，欧阳昭的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直接砸在了一棵大树之上。强横的劲道使得大树被直接砸断，欧阳昭趴在地上，口中不断溢出鲜血。林凡顾不上桌面上的盒子，和东方离境自跑出木屋，来到欧阳昭的身侧。茵茵，给我一枚生机果实。查看了一番欧阳昭的伤势，林凡转身看向茵茵。好的，主人。茵茵手一翻，下一秒一枚生机果实出现在他的手中，随后递给了林凡。把这枚果实吃了，你的伤就能痊愈。林凡把生机果实递给欧阳昭，欧阳昭点点头，颤巍巍地接过生机果实，开始啃食。吃完整枚生机果实后，欧阳昭惨白的脸色恢复正常，活动了一下手腕，重新站了起来。欧阳老贼，你这也太不小心了。东方离皱眉，什么都还没弄清楚，之前你就敢乱碰，要不是我女婿差一点，你就没命了。欧阳昭瞪了一眼东方离，转头看向林凡，小凡，谢谢你。没事。林凡摆摆手。林凡3人再次返回那间小木屋内，这次欧阳昭和东方离就静静地站在林凡身后，再没有乱动，仔细打量着桌面上的3只盒子。林凡并没有看出任何端倪，洞察之眼看着盒子就是盒子，盒子有着什么东西根本无法洞察，这还是林凡第一次遇见。这盒子无法触碰，刚才欧阳昭已然用实际行动做出了证明，那要怎么打开呢？究竟是谁把这3只盒子摆放在这里的呢？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林凡百思不得其解。妈的，拼了！林凡心一横，伸出右手抓向中间的那只盒子，并已然做好了被弹飞的准备，手逐渐靠近。月影玉手轻抬，林凡的身后一道七彩光幕凭空出现。欧阳昭和东方离捏紧拳头，心提到了嗓子眼。随着手中冰凉触感的传来，林凡并没有被弹飞，所有人与此同时松了一口气。盒子在林凡的手中散发出一阵耀眼的光泽，光泽散去，2行鎏金的字体凭空出现在众人的眼前。天命之人，滴血后可开启考验，通过考验后，你将会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好家伙，又来这一套是吧？林凡面色一黑，剑眉微皱，瞥了一眼那串鎏金文字，就天天想吸老子血是吧？休想！一脚踢飞了那只盒子。林凡一脸不屑，转眼间那串鎏金文字竟然开始变换，最终凝聚成一个中指图案。林凡身后的欧阳昭和东方离看着这一幕，皆是嘴角不停的抽动，这简直太诡异了！凭空出现文字不说，这文字还仿若有着灵智和生命。靠！林凡身冲着那鎏金中指伸出2只手，左右手各比了一个中指，鎏金中指微微震颤，竟开始再次幻化，一时间分裂成10个，同时向着林凡比起了中指。挺会玩是吧？
林凡细眯双眼，冷哼一声，比手指头多是吧？唰！林凡心念一动，银白铠甲笼罩周身。茵茵，使用天命万载。是，主人。茵茵点点头，身影化作点点流光，凝聚成一件披风，附着在林凡的铠甲之上。随着茵茵的附着，林凡感觉到体内的能量瞬息间充沛万分。万化牵引，心念一动，数千个林凡凭空出现，小木屋内站满了林凡的分身。欧阳昭以及东方已直接被挤出了小木屋。小木屋外此时同样被林凡分身所包围，每个林凡同时伸出了左右手，冲着流金文字数起了中指。哼，小样，和我斗！林凡本体嘴角上扬，流金文字震战，中指图案随之消散，再次凝聚成了一行文字。你赢了，成功通过考验。TT， 呜呼！林凡微微一愣，本来就寻思和这流金文字玩玩，没想到居然通过了什么考验。放着这3只盒子的人是有多无聊啊！没事闲的和别人比数中指玩。林凡咂咂嘴，数千分身瞬息间凭空消散，被踢飞的盒子漂浮而起，飞至林凡的面前。流金文字再次变换，金色光泽更甚仿若实质，凝聚成一把钥匙，自顾自地捅进盒子的锁孔内。啪嗒，盒子的盖子自动弹开，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光球。运转洞察之眼扫过光球，这次面板属性顺利地出现在林凡的眼前。物品：天赋光球，品质：神级，唯一。效果：无限契约预售，精神力无限，被契约的预售资质永久提升1个阶位，所契约预售经验获取速度增加100。看着眼前的属性面板，林凡眨了眨眼，这天赋光球有点逆天啊，竟然可以无限契约预售，这岂不是说自己以后就可以无限暴兵了吗？别人最多召唤8、9只，自己直接可以召唤一群群殴，简直不要太爽了。解除铠甲状态，林凡拾起盒子内的天赋光球，天赋光球似有灵性一般，缓缓地漂浮而起，没入林凡的眉心之中。林凡周身纱内间被七彩光芒所笼罩，这一幕把门外的欧阳昭和东方离看得目瞪口呆，两人相互对视，这匪夷所思的情景，饶恕他们活了半辈子，同样不曾见过。流金钥匙飞出锁孔，再次凝聚成一段文字：天命之人是否开启第2个考验？我拒绝。林凡摇摇头，转身就要走出小木屋的房门。小木屋的房门骤然关闭，一道无形能量顷刻间笼罩了整座小木屋，周围场景消散，归于虚无。小木屋外，欧阳昭和东方离看着面前凭空消失的小木屋，纷纷揉了揉双眼。操！房子呢？确定小木屋真的消失后，东方离急了，赶紧找！欧阳昭抬手间召唤出自己所有的御兽，小凡还在里面，小凡一定不能出事。东方离点点头，抬手间同样召唤出自己的所有御兽。一时间，16只史诗级以上的御兽纷纷出动，开始漫山遍野的搜寻。虚无空间内，林凡面前流金文字不断闪烁，逐渐汇聚凝结成人形轮廓。完全凝结后，另一个林凡凭空出现。雾草！林凡惊呼：“你他妈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身后的月莹、希诺以及茵茵秀眉紧皱，警惕地盯着流金林凡。虽然外貌衣着与林凡完全一致，但其身上的气息却完全不同。流金林凡没有答话，嘴角勾起一丝弧度，抬手间4道法阵凭空出现。月莹、喵喵、希诺以及茵茵同时被召唤而出，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流金林凡的面板。姓名：幻星，神文。性别：属性：全系别。资质：神话。等级：200-500，传说阶。原来如此，这流金文字竟然是只御兽，还是神话资质的御兽。这4只召唤出的御兽竟然全是200级传说阶，不过天赋却只是初始时的那些天赋，并没有后续复刻的那些天赋。林凡心中不禁腹诽，他有些搞不懂这幻星神文想要做什么了。攻击！幻星神文细眯双眼，下达指令：主人小心！月影反应最快，刹那间抱住林凡，向着一侧躲闪而去。轰轰轰！原本林凡所站的位置，刹那间被数道攻击所笼罩，整个虚无空间都略微震颤。唰！林凡周身银白铠甲覆盖，进入铠甲状态。复刻！幻星神文口中淡淡的吐出2个字，随后其召唤出的月莹周身银白光芒闪烁，完成了复刻。唰！下一瞬，幻星神文同样周身银白铠甲覆盖，进入铠甲形态。哟呵，还能这么玩？林凡略微惊诧，随后看向茵茵，茵茵秒懂，下一瞬化作披风附着在林凡的身上。月照星河，抬手间无数银白能量汇聚，目标正是幻星神文所在的位置。轰！银白光束直落而下，虚无空间再次震颤。撕拉！背后金铁交鸣之声传来，溅起一道道火花。林凡皱眉，身形瞬息间出现在10米开外。只见其原本的位置，幻星神文披着同款披风，正手执银白掌剑。轰轰！另一侧的希诺凭借着铠甲的增幅以及各种天赋，不断硬刚着传说级的希诺和喵喵，但终究是等级差距过大，俨然一副快支撑不住的架势。他妈的，这么打下去要凉！林凡暗骂，再次瞬移出现在希诺身前，一拳轰飞了想要偷袭的喵喵。月照星河，趁着喵喵倒飞出去的空档，银白光束再次出现，彻底笼罩喵喵。在这一击之下，喵喵直接爆开，化作点点能量消散。希诺捂着小腹半跪在地，身上的铠甲消失。噗！一口鲜血喷涌出，小脸一片惨白。希诺，你怎么了？林凡搀扶起希诺，主人我没事，我还能继续战斗。希诺仰起头，银牙紧咬。话音刚落，一道银白如一道流星般飞驰而来。
主人！希诺一把推开林凡，银白长剑的剑柄顷刻间击中希诺，希诺的身形瞬息间倒飞出去，不堪一击。如果不是剑柄，你就死了。幻心神文摇摇头，心中喃喃自语。林凡凌空而起，接住倒飞的希诺，翻手间一管生机药剂出现在手中，捏开希诺的小嘴喂了进去。生机药剂入腹，希诺惨白的小脸顿时恢复红润。你到底想做什么？落地后，林凡捏紧拳头，死死地盯着幻心神文。刚才那一幕他看见了，这幻心神文使用的只是剑柄，若是使用剑刃的话，那么希诺就不是被击飞，而是被击杀了。第二关考验就是击败我，我会成为你的御兽。幻心神文长剑附于身后淡然道，如果你不能击败我，那么你将会永远困在这里。林凡，这幻心神文本身就是传说级，所召唤出来的御兽同样是传说级，附着铠甲以及披风后能力再次大幅度提升，自己拿锤子击败啊！主人，我有办法。希诺拥有复刻天赋后所召唤的同样是终极版铠甲，我和希诺的铠甲可以再次进行合体，不过我们的等级不足以维持太长的时间。月莹的声音突然自林凡的耳畔响起，那要怎么做？林凡心念一动询问道。月莹，主人，你先解除铠甲状态。好。林凡点点头，下一秒月莹以及茵茵重新出现在林凡身侧。诺儿。月莹看向希诺，希诺点点头。二女双手合十，周身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月莹化作一道银白流光，希诺化作一道赤红流光，两道流光围绕林凡周身。唰！一套全新的铠甲出现，覆盖林凡的周身。茵茵随之化作披风，再次附着于铠甲之上。这力量真不错。林凡捏了捏拳头，传说级怕不是能顷刻间捏死，不过这还不够。大量新的技能以及效果顷刻间出现在林凡的眼前。天命汲取，林凡直接开启茵茵的天赋，数百枚汲取之种凭空出现，不断射向幻星神文的位置。幻星神文不断躲闪，手中银白长剑不断劈砍，一枚枚汲取之种不断被劈落。你躲得掉吗？幻星神文的身后一道屏障猛然间出现，把其牢牢地吸附在屏障之上。什么？幻星神文惊诧，脸上流露出不可置信。汲取之种尽数没入幻星神文的体内，感受着自身临时提升的50全属性，林凡微微嘴角上扬，日月两仪。抬手间，幻星神文所处的位置之下，一道神似太极的图案凭空出现，不过却是一红一银，不停转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太阳虚影和月亮虚影同时浮现，轰！赤红和皎白的能量顷刻间宣泄而出，笼罩住被屏障所吸附的幻星神文。这一击之下，使得整个虚无空间不停震荡。铠甲状态的幻星神文恢复了本体，铠甲消散。同一时间，林凡铠甲解体，月莹、希诺以及茵茵同时出现，皆是喘着粗气，俏脸无比惨白。幻星神文摇身一变，化作一名少女，缓缓走至林凡身前。幻星见过主人，三位姐姐辛苦了。幻星玉手一挥，一股浩瀚磅礴的能量霎时间涌入月莹、希诺以及茵茵的体内，三女顿时恢复如初，还望主人和三位姐姐不要怪罪。你告诉我，究竟哪个傻逼设置的关卡？林凡盯着幻星，一脸黑线，有朝一日我非得给他2巴掌。这个，主人我也不知道。幻星低着头，不断搓揉着衣角。真的？林凡狐疑。真的。幻星举起3根手指，语气真挚，比真金还真。行吧。林凡冷哼了一声。那第2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需要主人契约我之后，我才能打开盒子。幻星如实回答，俏脸绯红，还请主人契约。话音落下，幻星解开衣带，浅紫色的纱裙悄然滑落。林凡，哇哦，莹莹姐你看。希诺惊呼，幻星妹妹3、6弟，你又明白了。月莹轻抚额头，无奈地看着希诺，为什么主人当时契约我的时候，我还在蛋里啊？希诺撅着嘴，委屈巴巴地看向林凡，主人，你能不能重新契约一下我？言罢，玉手伸出解开了月莹的衣带。月莹还未等茵茵反应过来，衣带同样被希诺解下。茵茵，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刺眼的雪白险些亮瞎了他的双眼。深呼吸了一口，把月莹3女收回了御兽空间内。翻手间，一把匕首以及一个塑料盆出现在林凡的手中，手起刀落，中指再次被斩下，鲜血哗啦啦的喷涌而出。主人，你……幻星上前一步，看着塑料盆内的中指，心间一颤。无妨，我契约御兽的专属动作。林凡摆摆手，普天之下独此一份。中指重新长出后，林凡取出毛笔，开始画下契约法阵。随着最后一笔落下，红芒闪烁，契约法阵融入幻星的体内。林凡和幻星成功建立契约。幻星穿好纱裙后，盒子悄然间出现在手心之上，咬破手指，幻星在盒子上滴了一滴鲜血。盒子上一阵红芒闪烁，咔嗒一声响起，盖子自动弹开，一枚珠子竟自飞出，漂浮在林凡面前。运转洞察之眼，林凡扫过这枚珠子的面板。物品：全属性药珠，效果：服用后可获得全系别属性，具备隐身能力、御空能力、免疫毒素、水下呼吸，注不限制任何生物。我操，这玩意牛逼啊！林凡惊诧，获得全系别属性，那就代表他如果吞服就可以使用技能了。技能的话，他可是有着一大堆的，只不过苦于没有属性使用不了，还有着种种其他的能力可以使用，尤其是隐身，这能力可是用处极多，比如偷看，呸！比如神不知鬼不觉的偷袭凶兽。没有犹豫，林凡拿起珠子放进口中，咔嚓咔嚓，咀嚼了2下便咽了下去。这感觉就跟吃麦丽素差不多，有股淡淡的巧克力味。
没啥感觉啊。林凡剑眉微皱，该不是这玩意过期了吧？伸出中指，心念一动，唰，一朵小火苗在林凡的指尖悄然出现。呜呼！林凡一脸兴奋，刷刷刷刷，其余的4根手指指尖上小火苗同样出现。玩了一会后，林凡熄灭了指尖的火苗。幻星，把第3个盒子打开吧。林凡下令道。好的，主人。幻星点点头，俯下身在塑料盆内蘸了几滴林凡的鲜血滴在盒子上。盖子弹开，4张卡片静静地躺在盒子内。这是什么玩意？林凡从盒子内取出一张卡片，运转洞察之眼扫过。物品：凶兽军团封印卡，小型。效果：小型军团卡内置有5万只凶兽，包含1只传说级、100只史诗级。注：滴血认主后可使用，凶兽可随时召唤收取。再次扫过其余3张，同样都是小型凶兽军团封印卡。每张卡内有着5万只凶兽，那么4张卡自己现在就拥有了20万只凶兽。传说级的4只，史诗级的400只。好家伙，发财了呀！这波简直就是瞌睡来了送枕头，血赚！看来自己只要从这虚无空间之内出去，就可以马上去收服盘踞龙国周边的凶兽了呀。从空间手环内取出1只空试管，林凡把塑料盆内剩下的鲜血全部灌入试管内，随后拿着试管在每张卡上滴了1滴鲜血。把试管收入空间手环后，林凡拿起一张小型凶兽军团封印卡，心念一动，卡片瞬息间化作一扇大门，一头头凶兽不断从大门内飞出。好家伙，腾蛇！扫过这些凶兽面板的林凡不由得惊呼出声。他没想到这张卡片内封印的凶兽军团竟是腾蛇，这可是仅比4项略低1级的存在啊！而且通过面板上的天赋和技能来看，这实力可是极为强悍。一炷香的时间过后，整整5万只腾蛇整齐的列队，大门化作卡片形态，重新飞回林凡的手中。为首的那名传说级腾蛇摇身一变，化作一名女子，身姿婀娜。紧接着100只史诗级腾蛇尽数化作人类形态，有男有女。柳柔邪腾蛇一族拜见主上，各位腾蛇族的将士们不必多礼。林凡45度仰望虚空，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和蔼可亲的微笑，挥挥手，都伸吧。谢主上。柳柔率先起身，眼神炙热，毕恭毕敬。谢主上。紧接着是5万腾蛇族大军，动作整齐划一，声势如雷，气势如虹。不得不说，这万人朝拜的感觉是真的爽。这一刻，林凡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升华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林凡，而是拥有20万凶兽大军的林凡。你们都先回卡片里吧。林凡心念一动，卡片再次飞出，形成了一扇大门。遵命。柳柔躬身领命，带着其余腾蛇大军有序地进入大门之内。半炷香后，5万腾蛇大军全部进入，大门转化为卡片形态，飞回林凡的手中。把卡片收入空间手环内，林凡看向幻星，3个箱子都已经打开了，我们出去吧。没问题。幻星点点头。下一瞬，虚无空间消失，小木屋内的陈设重新出现。一直在徘徊在原地的欧阳昭和东方离2人看着再次出现的小木屋，纷纷愣神。东方离，我不是眼花了吧？欧阳昭揉了揉双眼，有些不确定地问道：这小木屋居然又重新出现了？小木屋刚才可是彻底消失了。你没眼花，小木屋确实又出现了。东方离眉头微皱，我们上前看看，小凡还在里面呢。2人警惕地靠近小木屋，同时用精神联系自己的御兽们回返。吱嘎，随着小木屋的房门打开，林凡和幻星走了出来。小凡，你们是真的太好了！欧阳昭连忙上前拉住林凡，感受着真实的触感，才确定这一切并非幻象，心中悬起的巨石终于落下。女婿，这小木屋刚才突然消失了，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东方离脸上全然一副关切之色，指了指林凡身旁的幻星，这位是？这个是我新收的御兽，就是你们之前看到的那串鎏金文字。林凡介绍道。这气息是传说啊！欧阳昭惊诧，刚才心思全在林凡身上，并没有关注林凡身侧的这名少女，如今感受到那澎湃的气势，心中不由得微微一惊。是满级传说。东方离同样震撼，先前的那株鬼玄树就是满级传说，如今林凡再次契约了一只满级传说，2只满级传说啊，那可是再加上林凡种种的神奇能力，这战力一下子就和他们这些老家伙持平了。不，或许还要比他们更强，这成长速度简直太快了。精灵本非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古人诚不欺我，还好自己有先见之明，已经把林凡变成自己的女婿了。要加快进度了，争取回到京都就让林凡和自己女儿完婚。就在欧阳昭和东方离2人思绪翻飞之际，派出去的16只御兽相继回返。幻星，你能开启通往现实世界的通道吗？林凡询问道。幻星摇摇头，小木屋内的一切他可以控制，但小木屋之外的这处空间他是无法控制的。如果他能开启通往现实世界的通道，他早就带着盒子出去找林凡了，哪里还需要在这小木屋内苦等千百年。与此同时，一个小黑点恰合时宜的出现，随之慢慢拉伸延长，化作一道漆黑的大门。果然，这些未知空间内的门都是声控门。林凡无奈的摇摇头，心中暗自腹诽，又出现了。欧阳昭和东方离收回各自的御兽，目瞪口呆地看着出现的漆黑大门。2位岳父，我们走吧。林凡耸耸肩，带着幻星率先踏入了漆黑大门。岳父，没想到主人竟然这么快就结婚了。幻星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眼欧阳昭与东方离，随后转头紧跟林凡的脚步。眼前场景再次变换，林凡3人和幻星出现在了经验秘境的入口处。经验秘境入口处已然拉上了一道道警戒线，大量的军队和执法正在看守。至于御兽师，则是一个没有。林凡招了招手，一名执法队长小跑而来。林部长，
执法队长敬礼，脸上全然一副恭敬。在洛北，执法们可能不认识欧阳昭、东方离，但一定认识林凡。林凡的知名度现在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拉上警戒线了？林凡不解。在几小时前，进入经验秘境的御兽师们全部被突然传送出来，之后经验秘境就彻底无法进入了。执法队长如实汇报。闻言，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这经验秘境好像是因为他契约鬼玄术造成的，当时整个经验秘境内的一切都消失，化作虚无了。自己好像无意间把经验秘境给毁了。不过好在那些御兽师都被传送了出来，不然无意间不知会造成多少御兽师无故死亡。我知道了。林凡点点头，转身尝试着进入经验秘境。他想看看自己出来后，这经验秘境还能不能再进入，进入后是不是之前那片虚无。唰，林凡的身影瞬息间消失在原地。那名执法队长愣神片刻后陷入了茫然。这经验秘境刚才不是不无进入吗？经验秘境他自己同样尝试过，确确实实的无法进入。可是林部长是怎么进去的？林凡的眼前场景变换，不是虚无，而是一片郁郁葱葱。这似乎是小木屋所在的那个空间。林凡环视一番后，不确定的喃喃自语，尝试着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御空能力。林凡的脚下猛然间被一股气流所包裹，缓缓地拖动着林凡向上漂浮。飞至天穹之上后，前方的场景一览无余。林凡发现了高山上的那所小木屋，确定了这个空间就是刚才自己所处的那个空间。无数的野怪凭空生成，在林中不断穿梭。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些野怪的面板，林凡发现这些野怪对比于之前经验秘境中的野怪等级起码高了20级。看来经验秘境彻底被小木屋那个空间所替代，变为了新的经验秘境。抬手间，一道法阵凭空出现，月影被召唤而出。一只正扛着木棍的哥布林大摇大摆地扑倒一只雌性凶兽，企图跨越种族型不轨之势。月影攻击那只哥布林。林凡下令道，让月影进攻并不是害怕自己长针眼，而是试验一下这更替后的经验秘境对比于之前的是否有着一些变化。随着林凡的话音落下，银白的光束顷刻间落下，笼罩了那只哥布林以及被扑倒的雌性凶兽。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两只野怪双双化为虚无，消散在原地。看了一眼月影的面板，经验加290 1452，经验加90 452。林凡惊诧，自己并没有召唤出茵茵，这为什么会获得2倍的经验？难不成这交替后的经验秘境刷怪是双倍经验提升？就在林凡愣神之际，月影一挥手，地面上的4枚能量魔晶漂浮而起。雾草，4枚，连爆能量魔晶都双倍。林凡不淡定了，这经验秘境的野怪的等级虽然提升了，但双倍经验、双倍爆率，这可简直太逆天了。月影攻击那群灰狼。林凡指着不远处的狼群下令道：轰！月照星河落下，狼群顷刻间化作虚无，连带着周边的树木杂草以及巨石，整片区域全部清空，只剩下一片荒芜的地面。运转起洞察之眼，注视着月影的面板。月影的经验值再次提升，同样是双倍经验。林凡确定了这新经验秘境中的机制彻底更改了，自己这一波不仅没毁掉经验秘境，反而还给增强了。月影一挥手，所爆出的能量魔晶尽数飞来。待月影吞服能量魔晶后，二人离开了经验秘境。经验秘境入口处还处于警戒状态，欧阳昭、东方离以及那名执法队长还在入口处等候林凡。经验秘境可以正常进入了。林凡把月影和幻星收入御兽空间后，看向那名执法队长。不过里面野怪的等级都有着不小的增幅，但击杀后却是会获得2倍的经验。2倍经验！我的天！执法队长瞪大双眼，惊呼道：“那岂不是说在里面刷1天的野怪比得上之前刷2天的了？”别急着高兴。林凡摇摇头，虽然经验秘境现在是双倍经验，但野怪最低的等级都有着20级黑铁阶，而且野怪的密度比之原本高了不止1个层次，所以开放后这些要写清楚。我明白了。执法队长敬礼。林凡拍拍执法队长的肩膀，看向欧阳昭和东方离：“我们回去吧。”好。二人点点头。抬手间，欧阳昭召唤出飞行御兽，林凡3人乘坐着飞行御兽向着别墅的方向飞去。2位岳父，龙国附近的凶兽势力你们清楚吗？林凡询问道。对于这些林凡并不清楚，互联网上同样搜索不到。如果要收复龙国附近的凶兽族，那么肯定要先了解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欧阳昭点点头，掏出手机给林凡发送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上就是凶兽全部势力的划分。掏出手机，点开欧阳昭发来的资料，林凡开始研究起来。神殿应该就是凶兽指挥的中枢。林凡心中暗自腹诽，看了一会后不住摇头。不过自己记不住路，这地图看的也是一知半解，看来这活还是得交给百里姑来干。地图上清楚地标注了4座神殿的位置，东西南北各有一处，而离自己最近的就是东边的这一处神殿。自己收复凶兽族，就先从这一块开始吧。时间不知不觉间流逝，飞行御兽在林凡别墅门口降落，推开别墅的大门，就见沙发上舞女正端着手机，神色紧张，手指不停按下。欧阳瑶、袁雪，快去下路，对面打野从河道过去了。袁雪，马上4级，下路等我。东方清婉，哎呀，我死了，那孙尚香还有一丝血。林凡嘴角微微抽动，悄悄走到舞女身后，看着手机上显示的界面。好家伙，这是5排呢。没有打扰舞女。林凡冲着欧阳昭和东方离招招手，3人上楼前往了林凡的房间，给元宝和百里姑各自发了条消息。不出2分钟的时间，2人出现在林凡的房间外。我打算今晚就去凶兽族东部战区的神殿来一波突袭。林凡掏出手机，直入正题。今晚会不会时间太仓促了？欧阳昭微微皱眉，神殿内的高手可是不少的，
而且周围还有着大量的凶兽部落环绕。确实，东方离点点头，无妨。林凡摆摆手，今晚百里姑、元宝和我去就行了，放心好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去凶兽老巢，这简直太刺激了！元宝一脸激动，眼中不断闪烁小星星。至于说危险，元宝压根就没想过。去樱花的时候，那就和郊游差不多，走到哪杀到哪。什么传说级、史诗级，在凡哥的面前连个屁都不算。没问题。百里姑点点头，对于林凡的决定，他一向是遵从的。林凡想要去的，那肯定不会少了他百里姑的身影。小凡，要不你把我和东方离都带上吧？欧阳昭提议道，我俩都是传说级御兽师，哪怕有情况也能帮得上忙，最不济还能掩护你逃出去。对啊，女婿，你现在是整个龙国的希望，你不能出事。你要去的话，就带上我们。东方离同样说道，你要是出事的话，我们两个还有什么面目面对青婉他们？虽然林凡现在是传说级御兽师，但就这么3个人去凶兽老巢，欧阳昭和东方离还是不放心。林凡，那行吧。林凡耸耸肩，带着欧阳昭和东方离去，确实更加保险一些。反正有着异空间之门在，都能装得进去。与此同时，咚咚咚，林凡的房间门被突然敲响。元宝起身打开了房门，只见欧阳千木舞女齐刷刷的站在门前。你们不是在楼下舞台吗？林凡疑惑的看向舞女，有什么事吗？林凡，我们也要跟你一起去，我们现在都是史诗阶御兽师了，门不是关着的吗？他们是怎么听见的？自己这别墅啥时候隔音这么差了？林凡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史诗级御兽师？欧阳昭和东方离互相对视，脸上尽是不可置信。这才几天的时间，怎么突然就史诗级了？之前不是才白银吗？坐火箭速度都没这么快的吧？如果我不带你们去的话，林凡起身走到舞女身前，你们怕不是也要偷偷的跟着去吧？欧阳千木舞女皆是点点头。林凡，带你们去可以，不过一切行动都要听我指挥。好，没问题，都听你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舞女顿时眉开眼笑，咕，肚子不合时宜的开始抗议。林凡揉了揉肚子，面露尴尬。欧阳千木，那我们去做饭喽。林凡，你想吃什么？欧阳瑶，我们可是买了好多食材呢。百里霓裳，林凡，你喜欢吃糕点吗？袁雪，我最近新学了几道汤，等下你尝尝看好不好喝。东方青婉，林凡，你喜欢喝什么粥？我只会熬粥怎么办？东方青婉一脸苦涩，在线等，挺急的。都行，对于吃林凡倒是没什么特别喜欢的，能填饱肚子就行。哦对了，林凡突然想起来自己空间手环内还有不少八岐大蛇的心脏，这八岐大蛇的心脏对御兽师的体质有着增幅效果，哪怕是御兽吃了同样会获得不菲的经验。心念一动，一颗八岐大蛇的心脏凭空出现，这是传说级御兽八岐大蛇的心脏，等会你们研究着做几盘菜。看着足足有着1人多高的巨大心脏，舞女面面相觑，嘴角微微抽动。雾草，八岐大蛇，樱花天皇的御兽。欧阳昭惊诧，八岐大蛇他可是听说过的，实力极为强悍。没错，就是那只。林凡点点头，我们当时在樱花的时候吃了不少，八岐大蛇有着再生天赋，所以我就带了一些心脏回来，味道还是不错的。牛逼！欧阳昭和东方离竖起拇指。舞女下楼开始忙活晚饭，欧阳昭4人扛着八岐大蛇的心脏放入厨房后，各自返回自己的房间，开始收拾东西。抬手间4道法阵接连出现，月莹、希诺、茵茵以及幻星被召唤而出。希诺，给我3份天赋光球，2份要完全版的，1份只要吞噬和无碍进阶。好的主人。希诺发动无损传承，不久3份天赋光球凝聚而出，漂浮在希诺的前方，把2份完全版的天赋光球给茵茵和幻星服用，另一枚则是被林凡收入空间手环内。月莹，开启异空间之门，把物资都取出来。林凡下令道，你们4个以最快的速度吞噬物资，在出发之前尽量多提升等级。是，主人。交代完毕后，林凡打开房门，向着楼下而去。舞女正在忙碌着。林凡来到正制作糕点的百里霓裳身侧。咦，你怎么下来了？百里霓裳停止手上的动作，抬头看向林凡。这是天赋光球，给你天赋最高的御兽使用。林凡手一翻，把那枚天赋光球递给百里霓裳。光球内有着吞噬和无碍进阶2种天赋，可以让御兽最快速度的进阶。闻言，林凡，你对我太好了吧？百里霓裳俏脸上满是感动，却把林凡的手推了回去。但这天赋光球真的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你给你的御兽使用吧。林凡，给你就收着。林凡把天赋光球塞进百里霓裳的手中，转身离去。其余的4女都有，百里霓裳自然不能落下。百里霓裳呆愣愣地看着林凡离去的背影，不知在想些什么。返回自己的房间后，林凡斜靠在床上，看着月莹4人正在不断地吞噬物资。异空间之门一直悬浮在半空，物资不断地被运送而出。我觉得你们变成兽形态可能吞噬得快一些。林凡提议道，人形态虽然看着养眼，但吞噬物资的效率却是一点不快。照这么个吞噬法，可能1天过去，运出的这些物资都不会被吞噬完。主人，卧室内的空间太小了。月莹抬头看向林凡，化成龙形态的话，卧室就没了。好像也是。林凡扶额指了指窗户，你们去花园，那块空间大。月莹4女点点头。异空间之门关闭，吞噬完运送出来的物资后，月莹4女向着花园的方向飞去。4道光芒闪过，4女分别化作原本的形态，银龙、麒麟、大树以及鎏金文字。龙和麒麟吃饭，林凡见过，他很好奇大树和文字是怎么吃饭的。趴在窗台，林凡不断张望。茵茵操控着根系不断卷起一堆堆物资，
随后那些物资竟然凭空消失。没错，就是凭空消失。原理是什么？林凡看了无数遍，终究没研究明白。幻星直接变换成一扇大门，异空间之门内运出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被吸收进幻星所变化的大门内。饭桶啊！林凡眨眨眼，惊叹道，但效率确实挺快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消化。看了一会后，林凡坐在床上掏出手机，点开喵喵的聊天界面，发送了那份资料以及一条消息。林凡，喵喵，那份资料你看一下，然后用你的新武器锁定东部战区的神殿。喵喵，明白。主人，你这是准备干掉凶兽族的中枢了吗？林凡，没有，能收复最好是收复，但要是不能的话就毁灭好了。这么短的时间，你应该还没看完资料吧？你怎么知道那是中枢？喵喵，龙国周围的凶兽族总共有着4个中枢，我之前无聊的时候研究了一下。林凡，深藏不露啊，喵喵，过几天我们就搬家去京都了，到时候给你换个大的科研室，会给你填充大量的科研人员供你调动。喵喵，好的主人，到时候我会再给你一个惊喜的。结束聊天后，林凡打开房门，餐桌上此时已然端上了不少菜品，闻着不断飘来的香气，林凡不由食指大动。凡哥哥，百里霓裳端着一个托盘走来，玉手拾起一枚糕点递到林凡嘴边，你尝尝看好不好吃？入口酥脆，层次分明，甜而不腻，真不错。林凡不住赞叹，这东西若是当成干粮，那可比压缩饼干强上100倍。凡哥哥喜欢就好。百里霓裳甜甜一笑，霓裳，这种糕点多做一些。林凡点点头，我们去神殿的路上就吃这糕点了。百里霓裳俏脸全然一副欣喜之色，放下托盘转身继续忙活。随着各式各样的菜品不断上桌，林凡在群里发了个消息，欧阳昭、东方离、百里孤以及元宝各自背着一个背包迅速下楼，相继落座。舞女不断给林凡夹菜，林凡面前的餐盘再次高高的堆起，打了个饱嗝，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20点15分。林凡起身走出别墅，花园内月莹4女还在不断吞噬物资，运转洞察之眼扫过4女的面板，信息顿时出现在林凡的眼前。姓名：银双辉月龙，月莹，等级165-300，史诗阶。姓名：日耀、麒麟、希诺，等级158-300，史诗阶。姓名：天命、鬼玄术、茵茵，等级210-300，传说阶加。姓名：幻星、神文、幻星，等级215-300，传说阶加。月莹和希诺现在的等级已然晋升到了史诗，茵茵和幻星晋升到了传说家，整体实力再次拔高一截。随着月莹4女的晋升，自己现在的幸运点数已然过万，不知道对战的时候会触发什么效果。之前在对战时，对手就意外频频，如今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来个心脏病突发暴毙而亡。林凡不由得开始期待起来。准备出发，月莹4女纷纷化作人形，停止吞噬物资，大手一挥，4女被林凡收入御兽空间。返回别墅内，餐桌上的盘子已然消失不见，所有人都整装待发。凡哥，我们现在出发不？元宝紧了紧背包带子，眼中满是炙热。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林凡，地图的话我研究明白了。百里孤开口，总共有3条路线，第一条路线就是直插过去，速度最快，不过沿途有着大量的凶兽部落，甚至说我们可能会被包围。第2条需要绕不少圈子，但却也相对安全。第3条，直接走第1条。林凡摆摆手，打断了百里孤的话。如今月莹和希诺都达到了史诗，茵茵和幻星都达到了传说家，那不就不必再躲躲藏藏了。更何况有着欧阳昭、东方离2大传说级御兽师，又有着欧阳千木等一众史诗级御兽师在，什么凶兽部落直接打过去就行了，要么臣服，要么死。好，百里孤点点头。林凡的决定他无条件支持，他相信林凡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选择第1条行进路线。如此，那就出发。林凡下令道。一行人走出别墅，召唤出各自的飞行御兽，在百里孤的导盲下，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着东部战区神殿而去。明月高悬，很快林凡等人便飞出洛北市的范围。林凡，前面7公里处我们会遭遇第1个凶兽部落。百里孤拿着一台平板，这个凶兽部落是一个混合型部落，数量大概有3万头，凶兽首领等级在钻石级。林凡点点头，转身看向幻星，前面那个部落交给你了，若是臣服就收复，若不臣服就把他们的晶核都带回来。好的，主人。幻星领命后，化作一道流光向着前方飞去。不出1分钟的时间，幻星便抵达了混合型凶兽部落的上空。刷刷刷！幻星双手合十，万道金芒顷刻间洒落。同一时间，传说家的气势彻底爆发而出，没有任何的花哨，金芒所落之处，所有的一切就如同豆腐块般被切割，切口光滑平整。无数的异色光芒在金芒落下后不断出现，这是凶兽死后所爆出的能量魔晶和物品。部落首领，1分钟之内出来见我。幻星朱唇轻启，语气中不带有一丝感情，否则整个部落尽数覆灭。一道身影冲天而起，皱眉矗立在幻星前方50米的位置。敢问阁下是谁？那道身影开口道，为何一出手就屠灭我近半的族人？啪！幻星玉手轻抬，对面的那道身影顷刻间就被扇飞了出去，脸上5个血红的指印在月光的映照下极为清晰。2个选择，第1个臣服我的主人，第2个你和你的族人被我尽数屠灭。没有多余的废话，幻星直入正题，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考虑。那道身影嘴角溢血，眉头紧皱，身躯不断颤抖。这人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气势如此强大，分明就是已然达到了传说级的层次。主人，莫非他是人类的御兽？时间到，
幻星掐算着时间，距离林凡他们赶来差不多还有着2分钟的时间，屠灭这个部落应当是足够了。我臣服。那道身影没再犹豫，立马单膝跪地。很好。幻星点点头，2分钟内带着你的所有族人出来，恭迎我主人的到来。是。那道身影得到命令后不敢迟疑，立马动身。挥手间，地上散发着光泽的物品以及能量魔晶尽数漂浮而起，幻星一件不落的收入空间手环内。2分钟后，林凡一行人浩浩荡荡而来。主人，这个部落已经收复。幻星飞至月营的背部，向着林凡汇报。干得不错。林凡点点头。没想到幻星的效率竟然如此之快，这才短短的几分钟时间，竟然就把一个部落收复。虽然这个部落的首领才是钻石罢了。拉鲁部落族长卡纳拜见主上。卡纳单膝跪地，语气虔诚。其余的族人能化形的如卡纳一般，不能的则是匍匐在地，不断嘶吼。没办法，幻星最开始的那一击实在太过震撼，反抗只会是死路一条。林凡点点头。下方的残垣断壁，被切割成数段的凶兽残尸，显然是幻星的杰作。取走了拉鲁部落1/2的物资后，林凡一行人继续前进。至于这些凶兽部落是否真心臣服，林凡并不在意，他的目标就是4个战区的神殿以及沿途各个部落的物资。只要这些神殿臣服，那么盘踞在龙国周边的凶兽就算彻底收复。一路前行，所遇到的凶兽部落不知几何，臣服的部落收取一半物资后离去，不臣服的部落尽数屠灭后搜刮所有的物资。时光如水，岁月如梭，3天的时间一晃过，异空间之门内的物资堆积如山，而林凡一行人成功抵达了东部战区神殿最外围。说是神殿，其实和人类的城市一般无二。高耸的城墙，成片成片的建筑群，数百只史诗级凶兽以及数万只钻石级凶兽立于城墙的前方，目光森然地盯着林凡一行人的位置。城外环聚着不可计数的凶兽，林凡一行人此刻正被凶兽大军团团围住。凡哥，这起码得有着几10万凶兽吧？元宝啃着面包，我们现在怎么办？少了，凶兽群起码有着100万之巨。百里姑摇摇头，这神殿怕是得到消息，把附近能调动的部落都给调动过来了。切，100万而已。元宝撇撇嘴，千万来了，我凡哥都不放在眼里。开始战斗，向神殿内迅速推进。林凡活动了一下手腕，这些低级凶兽拦不住我们真正的对手在神殿内。唰，心念一动，银白铠甲覆盖周身，殷殷双手合十，化作点点流光凝聚成披风形态，附着于林凡肩上。希诺和幻星紧跟林凡左右，数十道召唤法阵接连出现，其余众人的御兽相继被召唤而出。欧阳昭和东方里指挥着自己的御兽，开始给在场众人的御兽不断叠加 buff。月照星河，抬手间，一道直径数百丈的银白光束凭空出现，尽数笼罩了林凡前方的位置。轰！前方的位置刹那间被清空，这一击不知泯灭了多少只凶兽。密密麻麻的能量魔晶和物品被爆出，散发出各色的光芒。刷刷刷！轰轰轰！凶兽群们开始反击，颜色各异的攻击接连不断朝着林凡等人以及御兽袭杀而来。嗡！一阵嗡鸣之音传来，如沐浴在金色圣光中的女神般，幻星周身道道金芒环绕，钻刻着玄奥符文的防护屏障瞬息间笼罩在场的所有人类以及御兽。凶兽们攻击打在防护屏障之上，不停地荡起阵阵涟漪，随后攻击就如同被防护屏障粘住一般，其内的能量被防护屏障尽数吸收。不断吸收攻击能量的防护屏障金芒大盛，其上玄奥的符文不断被点亮，直至点亮最后一个符文。幻星双手合十，随后一道指印悄然成型。轰轰轰！一道道金色光束携着摧枯拉朽之势不断射向包围着的凶兽群，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不断响起。凶兽群在金色光束面前仿若纸糊的一般，碰着就死，擦着就伤。一时间残肢断臂横飞，哀嚎遍野，周围顿时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随着金色光束释放完毕，防护屏障如玻璃般破碎，化作点点流光彻底消散。幻星立于天穹之上，玉手一挥，能量魔晶以及物品尽数漂浮而起，被幻星收入空间手环之内。雾草，幻星技能这样牛逼的吗？林凡惊诧，之前他并没有观察幻星的技能面板，没想到幻星的技能居然有着这样的威力。主人，接下来的就交给我吧。幻星重新取出一只空间手环戴在手腕上，3分钟内一定进入那座破城。林凡点点头，防护屏障再次出现，比之上次更加凝实几分。幻星口中吟唱着林凡听不懂的曲调，随着吟唱，大量的流金文字相继出现。赤！幻星玉手擎天，文字四散而飞进，自没入四周凶兽的体内。吼吼吼！随着一声声咆哮传来，只见被文字没入身体的凶兽双眸变得一片赤红，身上气势节节攀升，向着周围曾经的队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幻星还在不断吟唱，越来越多的文字出现，不断没入凶兽体内。屏障之内，凡哥，你这御兽的技能太变态了吧，竟然能控制凶兽让他们自相残杀。元宝目瞪口呆。林凡，你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我越来越期待以后了。百里孤心中不住感慨。欧阳千木舞女没有说话，但却同样是一副震惊之色，无奈的摇摇头。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幻星的面板，神纹光幕吸收攻击能量，点亮光幕之上的神纹，神纹全部点亮后发动一轮毁灭光束，光束威力等于本体攻击属性加攻击者攻击属性200，注最大承受攻击限度为本体阶位的3次。神纹星咒释放神纹，操控敌方单位，燃烧敌方单位的全部生命力，生命力燃尽后被操控的敌方单位自爆，注
操控等阶越高的敌方单位，消耗自身能量越大，对比自己等阶高的单位无效。看着技能面板的介绍，林凡大致明白了幻星所释放的这2种技能。包围着自己等人的凶兽群，其内等阶最高的不过是铂金阶，对于幻星来说消耗的能量并不多。2分钟后，内圈的凶兽群尽数被神纹星咒所控制，不断的向外发动攻击。一头头凶兽猝不及防间被扑倒，随后头颅、肢体被无情的扯掉，凶兽群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幻星停止吟唱，引领着光幕向着神殿飞去。3分钟后，随着一声声爆炸接连不断的响起，林凡一行人来到了神殿围墙之外。看着伫立在外墙之外的数百名史诗以及数万名钻石，林凡双眼微微眯起。与此同时，天穹之上一道空间裂缝悄然开启，一名少女拉着一名小萝莉自空间裂缝内走出。那是少女心间微颤，大眼睛一眨不眨的注视身着银白铠甲的林凡。是夫君的气息。少女拉着小萝莉消失在原来的位置，下一瞬直接出现在林凡的身前。圣女，那是圣女，没错，就是圣女。圣女不是失踪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还似乎和那人类认识。我怎么知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攻击吗？你傻逼吗？那是圣女，你是不是嫌自己命长？等吧，店主大人肯定感知到了圣女的气息，说不定正在赶来的路上。神殿前的数百名史诗一时间全懵了，纷纷交头接耳。胡子花白的老头感受到少女的气息，从主殿内飞身而出，不断向着城外飞去。夫君！少女玉手一挥，包裹着林凡等人的防护屏障顷刻间支离破碎。雾草！林凡看着面前出现的少女，一脸茫然，不由得惊呼出声，揉了揉眼睛。少女和小萝莉还在，伸出手狠狠地拧了自己一把。咦，怎么不疼？我难不成真的在做梦？林凡剑眉微皱。哦，凡哥，疼，你快松手！元宝凄厉的惨叫顿时响起。林凡低头一看，只见元宝正抱着大腿，一脸幽怨地看着自己。林凡摇摇头，伸手捏了捏少女的俏脸，转身又捏了捏欧阳千木的俏脸，又捏了捏袁雪的俏脸。欧阳瑶、东方青婉以及百里霓裳，感觉都是一样的，看向自己的眼神中都带着不解，脸颊上泛着红润，毫无差异。运转洞察之眼，林凡那是自己的面板。他赫然发现自己契约的预售一栏中竟然出现了星之鲲鹏的字眼，自己正在进攻神殿，怎么可能会突然睡着？不过少女和小萝莉明明就存在于自己的梦中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超过万点的幸运能让自己梦境成真？林凡，你没在做梦。百里姑走至林凡身侧，附在林凡耳边，声音极低，一切都是真的，这都是命运。林凡。言罢，百里姑走向一侧。你们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林凡看向少女和小萝莉，虽然确定了这并不是梦境，但这个问题确实令他疑惑。有一道文字指引我们，他说夫君你需要帮助，然后一道空间裂缝就出现了，我们走出空间裂缝后就来到了这里。少女解释道。文字？什么文字？林凡不解。少女略微思索，鎏金文字可以自由变换形态，就像有着生命一般。林凡，难不成是幻星干的？不对啊，幻星一直在自己身边，怎么可能？林凡百思不得其解。眼下的事情是先解决神殿的事情，其他的事情等后面再想。洞察之眼扫过少女和小萝莉的面板，姓名12尾幻天狐安若，等级245300，传说皆佳，姓名星之鲲鹏安怡，等级260-900，神话阶。看着少女和小萝莉的面板，林凡微微愣神。自己离开梦境之时，少女还是和小萝莉可还是传说，现在竟然已经一个传说家，一个神话了，这速度简直太快了。不过有着两女的帮助，想必后续会无比轻松。刚才心思全在林凡身上，他根本没注意所处的位置。少女转头看着这无比熟悉但场景，心头不由一震。夫君，你们这是被神殿的军队包围了？少女不解。你知道神殿？我是神殿的圣女，我这就下令让他们退去。林凡。少女凌空而起，一枚令牌出现在手中。参见圣女大人。原本还在交头接耳的史诗钻石凶兽，见少女掏出令牌，当即全部落地参拜。若儿，老头这时候同样赶到城外。你这段时间去哪了呀？自从去了洛北之后，你就再无音讯。爷爷，林凡是我的夫君，你快让他们都退去吧。少女说道。其余的事情我稍后给你解释。夫君？老头眉头微微皱起，指了指林凡，他可是人类。我知道，但林凡的确是若儿的夫君。安若面色不改，义正言辞，在夫君的帮助下，若儿现在已然今非昔比。爷爷，如果你执意要为难林凡，那么若儿只能和神殿为敌了。安若银牙紧咬，周身气势瞬间爆发开来。传说？不对，这气势远远不是传说可以衡量的。老头瞪大双眼，心中巨震，全然一副不可置信。要知道安若离开之时只是钻石阶的实力，这才多久的时间，竟然达到了传说以上的实力。还是在这林凡帮助下，这林凡到底是什么人？神仙吗？什么御兽师能让御兽短时间提升这么多级？哪怕就是那些死去已久的大帝生前亦是做不到吧。但事实就摆在他的眼前，容不得他执意。唉，老头叹息一声，挥挥手，你们全退下吧，让外面那些军队也退下。是。跪拜在地的一众史诗钻石纷纷领命，随后向着四处飞去。凶兽大军在史诗钻石的指令下纷纷退去。林凡看着安若的操作，嘴角微微抽动。老头和少女向着林凡的位置飞来，
你就是林凡。老头上下打量着林凡，但由于铠甲的覆盖，并没有看出什么。所以你就是这神殿的老大？林凡心念一动，铠甲消失，真身出现在老头眼前。如今看来是打不起来了，那就好好的谈一谈。能兵不血刃的收复，那自然是再好不过。可以这么理解，同时我还是若儿的爷爷。老头点点头，既然你是若儿的夫君，那么我们自然不是敌人。你这次来是因为什么？收复龙国周边的凶兽族，彻底完成统一。林凡并未隐瞒，然后覆灭其余诸国。闻言，老头眉头再次皱起，看向林凡的表情带着些许的复杂之色。你确定你真的能做到？当然，既然你是安若的夫君，那么也就是我的孙女婿。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你能把其余3个战区的首领聚集到你这里吗？林凡略微思索，缓缓开口。如果可以把其余3个战区的首领聚集到这里，那就省了不少事情，就不需要林凡横跨万里前往各个战区了。皆是凭借着自己预售的逆天战力，直接把那3部首领全部打晕，记忆读取后进行灵魂操控，这样4部神殿的首领就尽在掌握，盘踞龙国周围的凶兽族就彻底的全部臣服。4部神殿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好，聚集到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老头叹息一声，摇摇头。自从凶兽族大帝们陨落后，4部神殿就各自为政，彼此间甚至互相攻伐。如果4部神殿能同仇敌忾，携手共进的话，那早就聚集起来包围龙国，发动全面进攻了。好吧，你受伤了。对于老头的回答，林凡并不意外，运转洞察之眼扫过了老头的面板，只见老头的状态一览显示的是重伤状态。你怎么知道？老头惊诧，自己表现出的状态就和正常人一般无二，而且知道自己受重伤的寥寥无几。这林凡是怎么看出来自己受了重伤的？天赋罢了。林凡转头看向茵茵，茵茵，给我拿一枚生机果实。这老头既然是自己人，那么该照顾还是照顾一下，更何况以后还要帮自己打理凶兽族的事务。茵茵点点头，翻手间一枚生机果实凭空出现，随后递给林凡。林凡把生机果实递给老头，这个是生机果实，服用后你的伤势就会痊愈。孙女婿，我这伤可是很多年了，稀有材料服用了不知多少，就这么一枚小小的果子就能让我痊愈？老头接过生机果实打量一番，心中却没抱什么希望。这伤是他心中最是清楚，几乎是药石难医，这么多年下来他都几乎放弃了。自然，林凡不置可否，生机果实的效用说是活死人肉白骨都不为过，就算是濒死状态都能给强行救回来，更何况是重伤。爷爷，夫君很厉害的，他说这果子能治疗你的伤势，就一定可以。安若附和道。见自己的孙女都这样说，老头没有犹豫，几口就吃掉了整枚生机果实。随着生机果实入腹，老头脸色微变，他感觉自己的伤势竟然真的在好转，这太神奇了。生机果实的能量不断修复，老头面色逐渐红润，整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看向林凡的眼神愈发惊讶和满意。这年轻人是真的不简单，当真是恐怖如斯。随手一枚果实竟然就治好了自己这要命的伤势，自己的孙女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相信自己的儿子儿媳在天有灵也一定会很欣慰吧。虽然对方是人类，但那又如何？孙女婿，你这果子当真神奇，我的伤势竟然真的痊愈了。老头热情的邀请，外面风大，我们进神殿内说话。时间紧迫，我还要赶往其他3部神殿。林凡摆摆手，随着话锋一转，对了，收复3部神殿后，还需要你统领凶兽族。现如今东部战区神殿已然收复，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其他3部神殿，尽早解决，以免夜长梦多。没问题。老头在怀中取出一枚令牌递给林凡，这是我的令牌，凭借这枚令牌可以调动东部战区内所有的凶兽军队，就送你了。安若，爷爷，那我也随夫君去了。接过令牌，林凡到了生谢后，便大手一挥，带着众人离去了。老头看着林凡等人离去的背影，不知在想些什么。天穹之上，介绍一下，这位是安若，和你们一样都是我的未婚妻。林凡指着少女向欧阳千木舞女介绍道。既然少女真实的出现了，那么在梦境中和少女发生的种种自然是真的。他林凡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是提上裤子就不认账的人。安若和欧阳千木舞女相互对视，互相打着招呼，一副和谐之景。早在发现林凡之时，他就已然注意到了欧阳千木舞女看林凡的眼神含情脉脉，心中早有预料，自己的夫君这么优秀，身边的女人肯定不会少。至于说夫君有多少女人，他不在乎，只要夫君的心中有自己，那就够了。欧阳千木舞女早已见怪不怪了，不知不觉间从4个变成了5个，这下又多了一个。这位是安姨，我的新御兽。林凡再次指了指小萝莉，向着自己的一众御兽介绍道。希诺，主人，我不想当你的御兽了。林凡，希诺眨眨眼睛，我也想当你的未婚妻，反正主人你都有6个未婚妻了，再多几个也没事的吧。希诺，你在开玩笑还是你生病了？林凡把手背探到希诺的脑门上，一片冰凉。不对啊，这也没发烧啊。主人，我是认真的。希诺摇摇头，茵茵姐，茵茵妹妹，幻星妹妹，安姨妹妹，你就一起都娶了吧。之前安若没来之时，他以为主人就喜欢人类，可安若明明和他们一样都是御兽啊，凭什么安若可以是主人的未婚妻，而他们不行呢？他们的姿色天赋又不比安若差分毫，更何况主人昏迷的时候，他和莹莹姐都那样了。他相信不只是自己，莹莹姐、茵茵、幻星他们肯定都是喜欢主人的。既然如此，那么就一起嫁给主人好了。林凡嘴角微微抽动，月影等一众御兽皆是美眸流转的盯着林凡，眼中满是期待之色。安姨歪着小脑袋，不明所以的拉着林凡的裤腿。欧阳千木，我没意见。欧阳瑶，我什么都不知道。
元雪，不知不觉又多了5个妹妹。东方清婉，所以我是第几个？百里霓裳，反正我终于不是最后一个了。安若，元宝不住叹息自己为啥不是个妹子。百里姑一脸黑线的鄙视着元宝。欧阳昭和东方离2人抽着烟眺望远方。你们也都是这样想的？林凡扫过月莹几女，月莹几女虽没说话，但却结实点点头。看着月莹等女点头，安怡连忙跟着点头。林凡轻抚额头，自己这御兽师可真没白当，直接御出一堆未婚妻，还是组团的那种。若是算上月莹几女，那自己现在的未婚妻就已经有了11位，一晚上照顾得过来吗？自己以后不会肾虚吧？要不要提前买几仓库肾宝囤起来？既然如此，那我林凡就顺应天意，替天行道，勉为其难的同意吧。既然无法反抗，那不如就找张大床享受。随着林凡点头同意，月莹、希诺、茵茵、幻星俏脸上满是喜悦，没想到主人竟然真的同意了。安怡歪着脑袋，同样露出喜悦之色。茵茵姐，以后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了。希诺拉着月莹，再也不用趁着主人睡着偷偷行动了。月莹点点头，俏脸绯红一片。林凡一头雾水，你们偷偷干啥了？就是……希诺刚要说话，月莹一把捂住希诺的小嘴，就是偷喝主人的旺仔牛奶。你们喜欢喝的话自己拿就好了呀。林凡摆摆手，不用等我睡着偷着喝，我又不会怪你们。好的主人。月莹点点头。茵茵姐，旺仔牛奶是什么啊？安怡眨着大眼睛看向月莹。就是这个。月莹玉手一翻，一罐旺仔牛奶悄然间出现在手中，插上吸管后递给了安怡。接过旺仔牛奶，安怡吸了一口，哇，甜甜的，好好喝啊！安怡小脸上满是惊喜，抱着旺仔爱不释手。月莹松开了小手，希诺喘了口气。安怡妹妹你过来，姐姐给你说点小秘密。希诺冲着安怡招了招手，又看看其余几女同样招了招手，你们都过来一下。月莹、希诺、茵茵、幻星、安怡几女走向另一边窃窃私语。林凡耸耸肩，向着百里姑和元宝的位置走去。凡哥，来颗华子。元宝掏出3颗华子，一颗递给林凡，一颗递给百里姑。接过华子，元宝开始点火。3人坐在一起吞云吐雾，吹着牛逼。不一会，欧阳昭、东方离同样凑了过来。女婿，这次回京都以后你就结婚吧，婚礼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东方离拍了拍胸脯，我保证这一定是龙国历史上最盛大的婚礼，你肯定会满意的。东方离，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别忘了小凡可也是我的女婿。欧阳昭嘱咐道。小凡，你可要努力啊，我想快点抱上外孙子。对，欧阳老贼说的没错，我也想抱外孙子，女婿你加把劲。东方离附和，最好生一个足球队，这样我就可以退休给你带孩子了。林凡，百里姑，林凡，其实我也想抱外甥。元宝，凡哥加油，我看好你。林凡，女婿，婚礼的话你喜欢中式的还是西式的？东方离再次询问。中式。没有犹豫，林凡脱口出，没问题。东方离掏出手机给管家发了条消息。另一边，各位妹妹，我给你们说一个秘密。希诺一脸神秘。希诺姐姐，什么事情啊？安怡喝着旺仔，一脸好奇。主人的旺仔牛奶可以让我们提升经验，提升全属性，甚至获得新的天赋。希诺小声地说道。希诺姐姐你骗人，虽然旺仔牛奶甜甜的很好喝，但没有你说的那个功效呀。安怡摇摇头。茵茵，是啊，旺仔牛奶我也喝过，不就是一种很普通的乳制品吗？幻星同样点点头。月莹面色绯红，没有说话。希诺，是主人的旺仔牛奶，不是你们喝的那种，有机会你们试试看就知道了。我和茵茵姐亲身尝试过，你说对吧，茵茵姐？是的，诺儿说的没错。月莹面色羞红。难道说主人会产奶？安怡不解。主人又不是奶牛。希诺一脸黑线，大眼睛转了转，冲兜兜里掏出一部手机，把声音关闭，点开了一部动画片，递到茵茵、幻星以及安怡面前。你们看看这个就懂了。几女围在一起，看着希诺手机上播放的动画片。不出片刻，几女皆是俏脸微红。茵茵，我好像懂了。幻星，我也懂了。安怡，我还想再看一遍。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2天的时间悄然而过。林凡一行人成功抵达西部神殿的外围。这2天的时间内，月莹和希诺的等级成功提升至了200级传说。此刻林凡的御兽中，除了喵喵外，战力都在传说及以上的水准。喵喵的战力不是用等级可以衡量的，就拿喵喵研究出的毁灭光束来说，可以轻易覆灭掉一座城市。这种实力算下来，怕是比之神话亦是不遑多让。刷刷刷，轰轰轰！月莹、希诺、茵茵、幻星、安怡、安若6女一往无前，手中各色攻击不断轰出，所过之处，凶兽大军尽数覆灭，不断化成能量魔晶以及物品。林凡站在欧阳昭的飞行御兽上，观望着一切。数名传说、100名史诗级凶兽和数万名钻石级凶兽从神殿内飞身而出，拦在了月莹几女的身前。把你们首领叫出来。月莹瞥了一眼那些凶兽，不然你们只会是死路一条。放肆！你算什么东西？一名传说级凶兽瞪着3角眼指着月莹暴喝：店主大人，其实你想见就能见的。擅闯神殿者，死！敢骂我茵茵姐，我看你是嫌自己命长了。希诺面若寒霜，语气冰冷。唰！赤红铠甲覆盖周身，希诺化为铠甲形态，手中火灵剑悄然出现。希诺向着哪名3角眼的传说级凶兽杀去，赤红流光快若残影，让人捉摸不清位置。唰！一道红芒闪过，鲜血瞬间喷涌出，
一颗硕大的头颅冲天而起，头颅的主人自是刚才叫嚣的那只传说级凶兽。扑通，扑通，失去控制的凶兽身体重重的砸落在地，不过片刻，头颅紧随而下，滴溜溜的在地上滚了2圈。那头颅上的三角眼睁的老大满是惊恐和不可置信，不过却再没有闭眼的机会。赤红残影再次掠过，出现在月莹的身侧，手中的长剑鲜血还在不停的滴落。一击瞬杀传说所用时间不过短短的几秒钟。我最后重复一遍，叫你们首领出来。月莹扫过胆寒的一众传说，否则你们的下场就是覆灭。这次再没有传说级凶兽敢站出来反驳，刚才的那一击清楚地落在他们每只兽的眼中。他们自问，那攻击的目标如果是自己，那么自己的下场一定如三角眼一般失手分离。太快了，根本躲不过。对面的实力远远地超过了传说，根就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不必了，我来了。一道身影从神殿内部飞出，身侧还带着几名同样传说级的强者。运转洞察之眼，林凡扫过那身影的面板。姓名：六翼更金虎，性别：属性：精系、风系，资质：传说，等级200-200，传说阶。月莹，你就是西部战区神殿的首领？没错，在下风烈。我西部战区神殿可是从未招惹过各位。风烈细眯双眼扫过月莹等人，各位来此究竟想要做什么？还请话出道来。身为老牌满级，传说见识自然不凡，面前这几个女人爆发出的气势显然已经不是传说级可以对抗的了，哪怕是满级传说一样不行。你臣服于我的主人，以后西部战区神殿姓灵。月莹语气中不带有一丝情感，极为冷漠。反抗你会死，就算你死了，神殿同样还是姓灵。如果你脑子没病，你应当知道如何选择。风烈眉头紧锁，仅仅思考了1/10秒后就做出了选择。我臣服。风烈开口道，自己外加上全场的所有传说加起来都不够面前这几个女人杀的，若是反抗必然会死，蝼蚁尚且惜命，更何况是他呢？更何况能培养出这么强大御兽的御兽师，肯定神秘莫测。自己若是能追随，以后说不定实力可以更进一步。店主，不可呀，那可是人类。身后一名传说立即开口，放肆！风烈双眼一厉，猛然转身，手掌化为虎爪，在阳光的照耀下，竟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噗呲，虎爪猛然间贯穿那名传说级凶兽的左胸，一枚正在跳动的心脏被生生的掏了出来。我意已决，反抗者有如此了。风烈一把捏爆手中的心脏，冲着全场所有凶兽大军暴喝。那名被挖出心脏的传说级凶兽眼中带着不可置信，生机逐渐流失，最终化作尸体掉落在地面之上。尊店主命！好，好！一众传说、史诗、钻石以及不可计数的凶兽军队刹那间全部跪倒。这老虎挺狠啊，现在就知道给自己交投名状了。本来还想着给变白痴进行灵魂操控的，莫不如直接契约了吧。看着这一幕的林凡心中喃喃自语。风烈拜见主上。风烈冲着林凡的位置单膝跪地，拜见主上。好，好。随着风烈的参拜，凶兽大军尽数朝着林凡的方向跪拜。哟，这么多人，你怎么就知道是我？林凡笑了笑，你若是拜错了，岂不是很尴尬？主上眉宇间霸气侧露，眼神中透露出睥睨天下之势，更是立于众人最前方。风烈义正言辞，最主要的是主上很帅，是我见过最帅的人类，所以烈不可能判断错。你还挺会说话的。林凡挥挥手，都起来吧。风烈，你过来。是。风烈起身，向着林凡的方向飞来。林凡，我现在契约你，你别乱动。能被主上契约，是烈的荣幸。风烈恭敬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装满林凡鲜血的试管被林凡自空间手环内取出，打开盖子，林凡蘸着鲜血在风烈脸上画下了契约法阵。随后一笔落下，契约法阵散发红芒，融入风烈的体内。咔嚓！刹那间，风烈只感觉自身的桎梏被打碎了。他感觉传说资质已然不再是自己的极限，自己现在还能再往上继续晋升。果然，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这个御兽师，不，现在是自己的主人。和其他的御兽师不一样，契约之后竟然可以强行提升自己的资质，这简直太神奇了。他还从未听说过有御兽师可以做到提升御兽资质的事情。我叫林凡，你现在召集你钻石级以上的手下，跟着我们前往南部战区神殿。林凡自我介绍后下令道：烈，遵命。风烈再次抱拳行礼，随后起身飞出半空。西部战区所有钻石级及以上将士听命，跟随主上前往南部战区。钻石阶以下的返回各自部落，原地待命。随着风烈的命令下达，凶兽军队开始有序的行动。数万钻石级以上的凶兽军队排列整齐，紧随林凡等人的后方。林凡一声令下，向着南部战区开拔而去，声势浩浩荡荡。主上，你是要彻底收复东西南北四部神殿吗？风烈站在林凡的一侧，神色恭敬。现在还差南部和北部。林凡点点头，掏出2颗芙蓉王，来1颗吗？烈，谢主上赏赐。林凡，别整那些虚的了，我现在契约了你，你以后就是自己人，随和一些，别整那些礼数。明白了。风烈接过芙蓉王，指尖上一道火苗猛然间窜出，点着了火。那动作竟是无比娴熟，看得林凡一愣一愣的。林凡，你这以前没少抽吧？人类的烟酒茶我都接触过，烟感觉抽起来比较舒坦，很提神。风烈回答道：酒的话还好，但是茶我不是很喜欢，喝多了拉稀。那是你肚子里油水太多了。林凡嘴角微微抽动。主上说的是。风烈点点头，随后抱拳请命。主上，抵达南部神殿之后，烈请命充当先锋。被契约后，他还寸功未立，
对比于主上之前的那些御兽来说，自己还是个小萌新。林凡略微思索，自己御兽的实力，每一只现在都是能吊打传说的存在，自己单线推进太慢了，莫不如兵分两路，自己领着一队前往南部神殿，另一队由安若带队前往北部神殿。可以。对于风烈的请命，林凡点点头。烈，谢过主上。风烈大喜，立功的时候到了。若儿、希诺、安姨，你们三个过来。林凡招招手。夫君，主人，主人。三女连步轻移来到林凡身前，等候林凡的指示。林凡、若儿，我们兵分两路推进，你们三个前往收复北部神殿，有问题吗？安若，请夫君放心，若儿定完成任务。希诺，没问题的，主人。安姨，俺也一样。注意安全。林凡点点头。对于三女，林凡还是比较放心的。安若原本就是东部神殿的圣女，对于路线肯定是清楚的，所以不会迷路。战力的话，安若和安姨完全属于极度超标的状态。梦境中，安姨还是传说级的时候，就能3分钟的时间使用水幕泯灭神话阶凶兽，如今对付一群传说，那简直是小菜一碟。收复区区一个北部神殿，自然不在话下。安若三女凌空而起，向着北部神殿的方向飞去。林凡负手而立，三女的身影逐渐化作3枚黑点，最后彻底不见。时间犹如白驹过隙，转眼间2天的时间悄然而过。杀！随着风烈的一声暴喝，清一色钻石级及以上的凶兽开始进攻南部神殿。南部神殿外围抵御的大军就如同割麦子般成片成片的倒下，毫无招架之力。最外围的凶兽大军最高等级不过铂金，数量虽然庞大，但面对数万钻石级以上的强者，最终也只能饮恨当场。刷刷刷！随着风烈大军的不断推进，南部神殿的钻石级及以上的强者纷纷出动，场面一度陷入了僵持。风烈双眼微微眯起，周身光芒亮起，身形急剧膨胀，化作猛虎形态，背后6只光翼猛然展开。吼！仰天长啸，一道庚金光柱自风烈虎口中喷射而出，轰轰轰！扫过之处，钻石阶直接化作血雾爆炸开来，史诗直接被炸得倒飞出去，身受重伤。不错，观战的林凡点点头称赞道：“若是再吞服大量的能量魔晶，日后战力定然很可观。”风烈在战场上犹如绞肉机般，范围之内南部神殿的钻石史诗无差别的被攻击，大量的能量魔晶以及物品被不断爆出。嗖嗖嗖！6道身影从南部神殿内城飞出，直接把风烈包围在中心。风烈，你活腻歪了不成？竟敢前来攻打我南部神殿！一名身穿赤袍的美妇娇喝。言姬，我劝你赶紧率部投降于我的主上。风烈冷哼，迟了，怕是你这南部神殿怕是要彻底覆灭。大言不惭，既然来了，那就把命留下。言姬抬手间，一枚赤红火球猛然爆射而出，炙热的高温灼烧的空气都变得极度扭曲。运转洞察之眼扫过包围着风烈那几人的面板。姓名：赤玄离焰皇。性别：属性：火系，飞行系。资质：传说。等级：200-200，传说阶。其余的5道身影同样为传说阶。轰！风烈口中一道庚金光柱喷射而出，和赤红火球对撞，爆炸声骤然响起，滚滚浓烟直冲天际。浓烟中红芒透亮，一只巨大的火皇凭空出现，双翅猛然扇动，狂风骤起，滚滚的浓烟被尽数吹散。2道携着火系能量的风暴向着风烈袭击而去。其余5名传说同一时间一同发动了攻击，5道颜色各异的光束向着风烈的位置射去。风烈6只光翼震动，整个身躯猛然上升，速度快若闪电。轰！5道光束碰撞在一起，声势浩大，一朵100米高蘑菇云冲天而起，散发而出的冲击波掀翻了不少凶兽，等级低于黄金阶的凶兽在这冲击波之下不知被震死了多少。唰唰！2道金芒闪过，撕裂了袭来的火焰风暴，风烈去势不减，直扑言姬。什么？言姬双眸中流露出不可置信之色，这风烈的实力居然不住从前更强了。顾不得想太多，言姬猛然向天穹之上掠去。噗呲！皮开肉绽之声传出，大量赤红色的羽毛散落漫天，伴随着的还有炙热的鲜血。虽然堪堪躲避，但这一击使得言姬的腹部被撕开了一道3米来长的巨口。投降吧，言姬，你不是我的对手。风烈双眸扫过天穹之上的言姬，追随主上，日后前途一片光明。休想！言姬娇喝，让我臣服人类，别做梦了。人类怎么了？数百年的时光过去，你的实力不还是止步于此？风烈不屑，不怕告诉你，主上契约我后，我的资质再次提高，我的实力还能再次晋升。主上的神秘是你永远也想象不到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追随主上才能走得更加长远。你的路走窄了，你大可感受一下主上身旁那3位的气息。你对上的如果不是我，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月莹、茵茵以及幻星周身气势猛然爆发开来。什么？天穹之上的言姬双眸中全然一副茫然之色，口中惊呼出声。这气势完全就已经超越了传说。风烈说的不错，若是自己遇上的是那3位，怕不是一回合下来，自己连带着那5名传说就要全部殒命。这人类到底是何人？如此年轻，以前更是从未听说过。脑海中不断的天人交战，最终言姬叹了口气，我选择臣服。很好，你做了个明智的选择。风烈身上金光闪过，化作人类形态，命令你的部下全部退下，随我去参拜主上。言姬点点头，同样化作人形。本就赤红的衣袍被鲜血染的颜色更深，腹部还在不断的向外溢出鲜血。全部退下，原地待命。
严姬喝道：“是。”有着严姬的命令，战场上的激战戛然而止。风烈带着严姬前往林凡的身前：“主上，烈性不辱命。”严姬拜见主上。严姬单膝跪地，拜见主上。与此同时，数百万的南部战区凶兽大军齐齐匍匐，齐声高喝。林凡点点头，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枚生机果实，递给严姬：“吃下这枚生机果实，你的伤势就会复原。”谢过主上。严姬小心翼翼地接过生机果实，几口间，生机果实入腹，腹部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愈合。严姬俏脸上惊诧万分，她没想到这小小的一枚果子竟然治疗效果如此之好，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看来风烈所说都是真的，这个主上当真是神秘莫测，跟随着这样的主上以后，前途定是一片光明。林凡，伤势痊愈，那么就开始契约吧。严姬，是主上。装有鲜血的试管被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打开盖子，手指蘸着鲜血，开始画下契约法阵。不多时，契约法阵红芒骤然亮起，随后没入严姬体内。感受着和严姬精神上产生的联系，林凡知道这是契约成功了。严姬俏脸上再次流露出惊诧，他感觉自己体内的桎梏被打破了，传说界的界限彻底消失，能向着更高层次迈入。打扫战场，把金盒都收集起来。林凡下令道：“刚才的大战，死伤的凶兽大军不可计数，这可是一笔可观的物资。”遵命。严姬领命后，开始命令部下打扫战场。北部神殿外，安怡素手轻抬，水幕漫起万丈之高，铺天盖地的落下，成片的凶兽大军被吞没，尸骨无存。息诺，安若见怪不怪，在梦境中他就已然习惯了。玉手一挥，地面上的金盒、能量魔晶以及物品纷纷漂浮而起，被安若不断收入空间手环内。一只空间手环不断被装满，看着还在不断覆灭的凶兽大军，安若无奈的摇摇头。安怡又杀嗨了，在梦境里就是如此，凶兽在前面跑，安怡操控着水幕在后面追。轰，哗啦啦，又是一道水幕覆盖而下，城墙顷刻间分崩离析。安若，安怡先别杀了，我们的目标是抓住北部神殿首领，打开一道缺口就够了。好吧。安怡一脸不情愿的被安若拉着向内城飞去。刚入内城，三女就被大量的史诗以及钻石团团包围，领队的是10位传说凶兽。唰，安若身影顷刻间消失在原地，1秒后身影再次出现在原地，手中拎着一名传说级凶兽。说，你们首领在什么地方？安若问道。1秒，2秒，3秒，咔嚓，安若直接拧断了传说凶兽的脖子，传说凶兽不再挣扎，无力的瘫软，如同丢垃圾般随手扔飞，尸体重重的砸落在地，溅起阵阵烟尘。包围着安若三女的一种凶兽皆是面露惧色，那可是传说级啊，这么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就死了，甚至问话的那女人行动的时候，他们连行动轨迹都没有捕捉到。若儿姐姐，要不把他们都杀了吧？安怡提议道。不行。安若摇摇头，都杀了的话，还怎么问出首领的位置？不过嘛，你可以先杀一半。嘿嘿，好的哦。安怡面色一喜，舔了舔嘴唇。希诺姐姐，你和若儿姐姐就不用动手了，这些还不够我杀的呢。希诺，合着自己过来就是打酱油的呗，这连出手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希诺心中暗自腹诽。安怡小手微微抬起，10枚直径100米的水球凝聚而出，围绕着三女周身不停旋转。唰，在安怡的操控下，1枚水球向前飞去，眨眼间就笼罩了前方数十只凶兽。水球内的凶兽面容不断变得扭曲，但由于水球的隔绝，却听不见其内发出的任何声音。啪！安怡打了个响指，水球内的能量不断凝实，凶兽们逐渐停止挣扎，被碾压致死。这一幕使得凶兽们心中更为惶恐，再顾不上什么包围，纷纷四散而逃。还想跑？去！安怡一声令下，剩余的9枚水球散开，被笼罩其内的凶兽再次被碾压致死。唰！安若的身影再次消失在原地，下一秒提着一名传说回返。带我去找你们首领，不然你就死！安若语气冷漠。我带你们去，带你们去。那名传说连忙点头同意，生怕回答的慢了被拧断脖子。有着那名传说带路，安若三女来到一处巍峨的宫殿前方，正巧碰见了准备跑路的北部神殿首领。那就是了。那名传说凶兽指了指。很好，滚吧。安若放开那名传说凶兽，传说凶兽如蒙大赦，一溜烟的功夫就跑得没了踪影。你为什么这么怂？希诺抱着肩膀上下打量着北部神殿首领，别的神殿首领还知道出来硬刚一波，你这就想着跑路了？打不过，那我还不能跑吗？首领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他们那是傻逼，明知道打不过还出去送人头。希诺，别和他废话了。安若走上前，居高临下，你要么臣服我的夫君，要么现在就送你上。我臣服。还没等安若说完，首领直接抢答，召集你的军队在城外恭候我。夫君的到来。安若瞥了一眼首领，抬手间一枚红色丸子打入首领的口中，你要是敢跑路，2天之后你就会尸骨无存。是。首领大惊失色，连忙起身前去召集军队。安若，你给他吃的什么毒药，还能对传说级的凶兽起效果？希诺眨眨眼。噗！安若捂嘴轻笑，不是了，那只不过是一些材料混合而成药丸罢了，功效的话只会是拉肚子，不威胁一下他那么怂，万一跑路了，那我们不就白忙活了？2天后，林凡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抵达北部神殿，看着坍塌的围墙，林凡嘴角微微抽动。不用想，这肯定是安怡干的。宣言，拜见主上，拜见主上。
玄岩和北部神殿的凶兽大军齐齐跪拜，口中高呼，运转洞察之眼扫过玄岩的面板。姓名：沧海岩龟，性别：属性水系、土系，资质传说，等级200-200，传说阶。你们都起来吧！林凡抬抬手，谢主上。又是一声高呼，玄岩以及凶兽大军纷纷起身。你过来！林凡冲着玄岩招招手，现在就开始契约。是。玄岩领命后飞至林凡身前。经过2天的时间，玄岩的心态已然彻底转变，不再想着跑路。能有着如此强大预兽的预兽师一定不一般，更何况其余3部神殿都已然臣服。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装有鲜血的试管，打开盖子，开始绘画契约法阵。片刻后，契约法阵成型，一阵红芒闪过后，法阵融入玄岩的体内。契约完成，自此4部神殿彻底归于林凡麾下，龙国周边彻底安宁，接下来就是诸国覆灭的时候了。哈哈！风烈哈哈大笑，拍了拍玄岩的肩膀：“老严，如今我们4部都归于主上麾下，以后就能一起并肩作战了。”是啊，没想到我们4部神殿在100年后居然再次合为一处，主上真乃天命之人。严基点点头，话锋一转：“玄岩，追随主上后，你可要改改你那鼠胆，动不动就逃跑。主上的命令你若是敢不遵从，我就先飞你的乌龟壳。主上放心，我玄岩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但凡主上之命，严必效死力。若是违背，必遭五雷轰顶，尸骨无存。”被揭穿牢底的玄岩老脸一红，瞪了严基一眼，连忙举起3根手指对天发誓，他可不想在主上面前留下不好的印象。刚才契约完成之时，他就发现自己的体内出现了变化，资质层次上的晋升更加使得他打定了追随林凡的信念。林凡点点头，既然这玄岩敢发誓，那么若是违背，必然会成为现实。自己这1万多点的幸运，那可不是说着玩的。还请主上进入内城休息。玄岩伸手邀请道：“我已备好了盛宴，就等着主上您的到来。”林凡点点头，在玄岩的带领下进入内城。这几天风餐露宿的都没怎么好好休息，干粮的话吃的几乎都是百里霓裳制作的糕点。大殿之内摆放着数十桌丰盛的宴席。主上，这边请。玄岩再次伸手，林凡落座于主位之上，身侧是月莹、欧阳千木等一众未婚妻，对面是元宝、百里孤、欧阳昭、东方离以及3部神殿殿主，其余桌皆是3部内的传说史诗凶兽。至于钻石，则是没有进入主殿的资格，只能在主殿外的侧殿吃饭。玄岩拍拍手，负责演奏的凶兽们开始演奏乐曲，化形后的凶兽少女们开始舞动身姿。主上，您能来北部神殿，是我等的荣幸，我敬您一杯。玄岩率先起身，给自己斟满一杯酒，随后一饮而尽。欧阳千木给林凡斟满酒，林凡拿起酒杯，同样一饮而尽。主上，先前烈冒犯主上，烈自罚1瓶。风烈拿起白酒瓶子，随着喉结的蠕动，整瓶白酒咕嘟咕嘟尽数灌下。主上，严基敬您。随着众人的不断敬酒，林凡面前多出了10来个空瓶。不过林凡依旧面不改色，无论是自己体质的原因，还是霸体天赋的强悍，无论喝多少酒，林凡都不会醉。随着宴会的结束，林凡住进了一间极其奢靡的卧室，古色古香，雕梁画栋。不得不说，凶兽其实同样挺会享受。躺在大床上，林凡仰望着天花板，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梦乡。唰唰唰唰唰，5道身影凭空出现在林凡的身侧。嘿嘿，主人睡着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希诺小脸上满是兴奋。嘘，你小点声，别把主人吵醒了。月莹手指竖在嘴前，语调极轻。怕什么啊？我们现在可都是主人的未婚妻。希诺耸耸肩，就算被主人发现也没有关系的吧。月莹，希诺上前一步，拉开了林凡的小被子。玉手翻飞，莹莹姐，你先来吧，我第2个，茵茵第3个，幻星第4个，安怡妹妹最后一个。希诺转身让开位置。4只玉兽皆是点点头。月莹莲步轻移，漂浮至林凡身前，小嘴微张。就在此时，唰！林凡卧室门前一道空间裂缝猛然间出现，安若以及欧阳千木6女接连从空间裂缝内走出，个个面色潮红，显然是喝了不少酒。没有霸体天赋的他们，对于酒的醉意自然不免疫。若儿姐姐，你们怎么来了？安怡眨眨眼睛，小跑到安若身边，拉住安若的衣袖。我想夫君了。安若娇羞，所以就想来看看。其余的5女同样点点头，但目光扫至床上的林凡时，欧阳千木6女同时一愣，大脑直接宕机。1/2秒后，6女纷纷回神。欧阳瑶，你们？希诺走上前，反正大家都是主人的未婚妻，早晚都是主人的人，早一天晚一天都一样，不是吗？而且主人的旺仔对于御兽来说是有着全面提升的，当然对于人类来说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也可以试试。欧阳瑶，我，欧阳千木，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说的没错，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区别。言罢，欧阳千木走至林凡的床前，见欧阳千木如此，袁雪自然不甘示弱，同样来到林凡的床前。其余几女接连而至。1小时后，随着咕噜一声，月莹起身。欧阳千木，让我来吧。不行。希诺摇摇头，莹莹姐之后应该是我，你们得往后排了。袁雪，我觉得我们应该公平一些，这样吧，我们划拳来决定谁是第2个。东方清婉，我赞同雪儿的意见。欧阳千木，我也赞同。欧阳瑶，这样分配很公平。安若，确实，不然的话，等轮到我们都已经第2天了。百里霓裳，凡哥哥如果突然醒了怎么办？既然你们想要猜拳，那我们奉陪就是。希诺点点头同意。他们可都是有着幸运点加成的，尤其是他和月莹，幸运点数极其之高，
就是想要数都难，想要用猜拳来排名次，其实最终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当然，幸运点这种东西只有他们知晓。就像阳光穿破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猛然间，林凡枕边的手机铃声响起，这声音犹如魔音贯耳，震颤着在场众女的小心脏，众女皆是呆愣当场。林凡翻了个身，缓缓地睁开双眼。我操！看着床前站着的众女，林凡直接傻了。你们怎么进来的？你们在干啥？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灵魂三问自林凡的口中发出。主人，因为你长得太帅了，我们在围观你。希诺眨了眨大眼睛，至于怎么进来的吗？安若拥有空间技能，所以他们就进来喽。回过神来，根据此时此刻的情景，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在这么一瞬间，他懂了，他还是太单纯了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啊！由此，林凡终于明白了前几次为何起床后感觉腿脚发软了。本来还以为那是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原来真正的问题在这。希诺，主人，你别怕呀，我们真的什么都还没做。林凡，由于林凡的苏醒，后续没有再继续进行，反正是不能再继续休息了。毕竟这种大事，林凡觉得还是要在新婚之夜。更何况他可男人，怎么能？所幸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了3副麻将，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属实有点尴尬。算上他在内，总共12个人，3副麻将正好够了。在玩过一圈麻将后，月影几女便学会了。于是乎，林凡卧室内麻将的碰撞声不断。麻将这东西的确很上瘾，就这么不知不觉间，一夜时间而过。翌日清晨，吃过早饭后，林凡坐在大殿主位之上，下方以风烈、炎姬、玄岩为首，后面是传说史诗级的部下。拜见主上！所有人齐齐跪地，叩首参拜。都起来吧，今天有2件事要宣布。林凡抬抬手，示意众人起身。谢主上！众人纷纷起身，眼神炙热。第一件事，我等今日要回返龙国京都。第二件事，风烈、炎姬、玄岩，你们3部神殿即刻起召集所有凶兽大军，赶赴国县边境，给我彻底攻陷棒子国。林凡大手一挥，下令道：根据国安部的传讯，诸国的赔偿已然到位。既然到位了，那么就可以开始下一步覆灭诸国了。遵主上命！风烈3人齐齐拱手。林凡起身向着大殿之外走去，众人紧随其后。天穹之上，林凡一行人踏上了回返京都之路。林凡等人离开后，风烈3人互相对视一眼，随后各自回返本部神殿召集大军。玄岩本身就在北部神殿，所以集结大军的速度最快。半空中，玄岩俯视全场，下方21名传说立于最前方，600多名史诗立于第2排，其后是数万钻石凶兽，在后面则是成百上千万的凶兽大军，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一片，一眼望去犹如无尽的海洋。诸位将士，我们即将赶赴龙国与棒子国的国境线，我们的任务是覆灭棒子国。这是主上第一次给我们下派任务，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北部神殿的气势，首战破城之功一定会属于我们北部神殿。你们都是我北部神殿的勇士，你们有没有信心？玄言高喝，声音响彻云霄，传在每一只凶兽的耳边。有，覆灭棒子国，覆灭棒子国！下方声浪一声高过一声，士气高涨。主上万岁！为主上效死！玄言举起右臂，再次高喝：主上万岁！为主上效死！主上万岁！为主上效死！所有将士同样举起右臂高喝：出发！玄言大手一挥，率先向着边境线的位置飞去。凶兽族将士在各位钻石级的带领下紧随其后，在全速飞行之下，1天后，风烈回返西部神殿，炎姬回返南部神殿，最快速度的召集了自己麾下的全部军队，赶往边境线。天穹之上，林凡等人已然驶入龙国。凡哥，我老爸发来消息，我们袁家已经全部搬入京都了。元宝一脸兴奋。几天前得知林凡要前往京都，并在京都定居后，元宝就连夜的联系自己的老爸。毫无意外，袁万道收到消息后，二话不说就开始行动。这几天下来，整个袁家全部入驻京都，自己女婿要去京都发展，那么他这个岳父当然要大力支持。林凡点点头，该说不说，自己这些个岳父还是不错的，每一位都对自己关爱有加。女婿，诸国赔偿的那些物资你打算怎么办？欧阳昭凑过来看向林凡询问道。那些钻石及以下品质的预售弹和物资全部下发到各市的高中，有些家境不好的学生甚至可能连预售都无法契约。对于贫困的学生，物资的话尽量多提供一些。我准备在京都办一所大学，那些高资质的预售弹就用于培养人才。哦对了，把李长青调过来吧，这老头给我当副校长，我比较放心，还有钱有为，挺会来事的。每次我去找他，都给我准备旺仔牛奶。林凡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他自己就是个例子，若是没有系统的突然到来，可能他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光杆司令。没问题，校长的话就由你亲自担任吧。欧阳昭点点头，至于教授导师什么的，我来想办法。女婿，那场地的问题交给我，正好你预售的科研院可以放在大学里。东方里打趣道，以后你可就是林校长了，哈哈。岳父啊，你可别打趣我了，什么林校长？林凡摊摊手，我这可都是为了龙国以后能拥有更多高端的战力，校长只是挂个名罢了。时至正午，林凡一行人抵达了京都。东方离开始操办大学场地的事情，同时从军区和家族那条来大量高阶预售师充当教授和导师。林凡则是同欧阳昭一起去了1号所在的住所。咚咚咚，敲响房门，不出1分钟，房门便被打开。一位身着唐装、头发花白的老者出现。这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欧阳潇。看见欧阳昭身侧的林凡，欧阳潇微微惊诧，随后面容一喜。孙女婿，来，快进来。老头子，我可是很早就想见见你了。
欧阳潇热情地拉过林凡，随手带上了房门。Doom， 房门直接关闭，被关在门外的欧阳昭一脸懵逼，这什么情况？我为什么被关在门外了？哦，对了，我有钥匙。掏出钥匙，插进锁眼内拧动，大门开启。欧阳昭走进房间内。欧阳昭，爸，你刚才把我拉外面了，没注意，下次一定。欧阳潇抬头，反正你有钥匙，能自己进来。欧阳昭，孙女婿啊，那天的直播我全程都在观看。欧阳潇转头赞叹，可真是太痛快了。那些诸国的总统就如同孙子一般，老头子，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你算一个，爷爷谬赞了。林凡笑了笑，身为龙国人，自然要顶天立地，把诸国砸碎踩在脚下。哈哈哈，不愧是我的孙女婿，既有实力又有魄力。今天陪老头子，我好好喝几杯，不醉不归。欧阳潇大笑，看向欧阳昭，话锋一转，欧阳昭，你去隔壁把东方夏叫来，告诉他小凡来了。好，我这就去。欧阳昭点点头，转身离去。孙女婿，你在这等会，我去把我珍藏几十年的好酒拿来。好的。欧阳潇起身，龙行虎步地向着外面走去。林凡掏出手机，点开喵喵的聊天窗口，发送了一条消息：林凡，喵喵，我现在抵达京都了，你现在通知中浩，让洛北国安分部的人员全部前来京都。喵喵，没问题主人，我这就去办。喵喵，对了主人，这是这段时间制作的动画，你看看。喵喵，天赋1视频 MP4， 天赋2视频 MP4， 天赋3视频 MP4。顷刻间，8个天赋视频，5个技能视频被喵喵发送而来，每个视频的时间都不长，仅仅只有2-3分钟。林凡，视频都收到了。喵喵，主人，我的本体实力这段时间同样没有落下，我现在的资质已然晋升到了神话级，等级达到了165史诗阶，相信很快我就能突破到传说了。我听说月莹他们都已经传说了，我总不能拖主人的后腿不是？林凡，勿草，资质晋升到了神话级。喵喵，你是怎么做到的？喵喵，我制作的第一个视频就是能帮助御兽提升资质的，而且我现在有复刻天赋，复刻一下就可以了呀。林凡，很好，你他娘的可真是个天才，我在京都等你们。发送完最后一条消息，林凡点开了第一条天赋视频。这次的视频做工就很精致，不再是只有一块颜色背景的火柴人大乱斗了，动画栩栩如生，甚至配音都很齐全。观看过第一个天赋视频后，林凡成功复刻了一个天赋，极限神话，神话以下资质的御兽可以强行把资质提升至神话，所有属性大幅度增加。注：只有神话资质及以下的御兽、凶兽可以使用，神话以上资质无效。这天赋对于林凡来说作用不大，但对于这个世界的御兽、凶兽来说，那无疑是神一般的天赋。资质决定上限，资质越高，潜力越大，日后能走的路就更加长远。哪怕是月莹他们几只神话资质的御兽，同样可以提升一波全属性。正当林凡刚打算观看第二个天赋视频的时候，欧阳潇、东方夏以及欧阳昭推门而入，索性林凡就收起了手机。屏又不会丢，等闲下来再观看也不迟。小凡，老夫我可是你神教已久啊，这次终于让我见到本人了。东方夏一进房间，见到坐在沙发上的林凡，顿时一声高喝。这一声高喝给林凡吓了一哆嗦。妈的，太热情了！东方叔，小凡现在也是您孙女婿。欧阳昭小声提醒道：难道这么大的事东方离没告诉您吗？什么？东方夏惊诧，随之面色一喜，老脸上满是激动。东方夏激动过后，心中暗想：靠，东方离这个王八羔子，这么大的喜事居然不告诉我，等这小王八羔子回来，老子非得捶他一顿。艳阳高照，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还在盲盒场地的东方离突然狂打了5-6个喷嚏。操，哪个老贼在背后说我坏话呢？东方离皱着眉揉了揉鼻子。1号住所内，随着一道道菜品上桌，欧阳潇启开了他珍藏数十年的好酒，酒香扑鼻，甘醇典雅。东方夏，欧阳潇，你这酒我可是惦记好久了，今天你终于舍得拿出来了。欧阳潇，我孙女婿来了，自然要最好的酒作陪，更何况小凡还是龙国的大功臣。没错，龙国有小凡在，那可谓是让诸国胆寒。孙女婿，来老夫敬你一杯，你做了我们这些老家伙想却不能的事。东方夏斟满一杯酒，敬向林凡。东方爷爷客气了。林凡笑笑，同样斟满酒。爸，东方叔，你们还不知道吧？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小凡就把我们龙国周边的4部神殿全部收复了。欧阳昭说道。什么？什么？欧阳潇和东方夏瞪大了双眼，这消息太过震撼，震撼的东方夏手中的酒杯差点脱落。4部神殿加起来，那可是有着近100名传说高手，史诗数量更是有着好几千，4部殿主的实力更是高深莫测，一般的满级传说亦不是对手。不算高端战力的话，低阶凶兽1部神殿最少也有着1000万的凶兽大军，几天的时间居然收复了4部神殿，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孙女婿，你到底是怎么做到收复4部神殿的？欧阳潇老脸上满是好奇。你的御兽现在已经是什么等级了？当然是打服的。林凡夹了一筷子菜放进碗中，解释道。至于等级的话，最高的一只达到了神话级，最低的史诗级。御兽的资质最高不就是传说吗？东方夏插话，神话难不成是传说之上的等级？在他的认知中，传说已然是极限，从未听说过神话这种资质。在传说资质之上，还有着传说家资质、神话资质。至于神话之上，还有着更多的资质，宇宙之内的其他星球，其上的生灵资质以及实力，远远比我们地球上的生灵更加强大。林凡边吃着菜，边滔滔不绝地讲解着。这里有他自己知晓的，剩下的一部分则是在梦境中小鲲鹏所说。当安若和小鲲鹏真正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的时候，他就知道小鲲鹏所说一切都是真实的。
地球乃至银河系只是浩瀚宇宙中的沧海一粟罢了。听着林凡的话，两位老者面色不断变换，这已经彻底打破了他们的认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位老者显然喝高了，苍老的面容上泛着红润，拉着林凡谈天说地，感情急速升温，就差来的桃园三结义了。这一幕给欧阳昭看得一愣一愣的，他可是从未见过自己老爸和东方夏如此过。为了不让林凡超级加倍，欧阳昭扯了个谎，拉着林凡就匆匆离开了1号住所。与此同时，玄岩率领北部神殿大军已然抵达了边境线不远处，命令大军稍作休整。一路风驰电掣的奔波，他们这些高等阶的可能无碍，但低阶的凶兽们可是吃不消的。临时军帐内，玄岩副手看着桌上摆着的棒子国地图，其侧还有着不少传说史诗的凶兽参谋。店主，这区棒子国还没有龙国的一个省份大，边境线一过便是京畿道，而棒子国的都城汉城就在京畿道内。趁着深夜棒子国没有防备之时，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直接破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一名传说接凶兽建议，只要中枢一破，其余城市定会乱作一团，届时我们长驱直入，相信棒子国很快就会覆灭。玄岩点点头，卡木将军的提议不错，就这么定了。传我军令，我们所带的物资尽数给军队们分下去，让将士们好好休整。凌晨2点，大军以最快的速度全线出击，半小时内务必破城。趁着西南2部神殿未到，这破城首功我北部神殿必须要拿到。玄岩大手一挥，下令道：是。其余部下纷纷拱手，随后离开大帐。由于玄岩所率领的北部神殿大军并未距离边境线太近，所以棒子国并没有任何觉察。玄岩继续观察着地图，从桌上拿起一支红蓝铅笔，不断考量着破城后的路线。时间犹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明月高悬，夜一如既往的静谧。丛林间凶兽窜行，不过却没有一只敢靠近军营。玄岩双眼猛然睁开，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1点45分。玄岩走出军帐，在各部将军的统领下，凶兽大军已然有序的集结完毕，只等凌晨2点进攻开始。时间1分1秒的流逝，玄岩心中愈发兴奋。凌晨2点整，全军出击！玄岩一声令下，所有凶兽大军奔赴向边境线外的围墙。玄岩和10几名传说一马当先，率先抵达围墙之外。兄弟们，打破城墙！玄岩暴喝，手中褐色光芒闪烁，顷刻间地动山摇，褐色的能量纷纷没入地面与高耸的城墙内。轰隆隆，咔嚓咔嚓，大地开裂，城墙崩塌。轰轰轰！10几位传说同一时间各色的攻击不断轰出，城墙上一个个巨洞被轰出，连带着城门直接被轰成了碎片。城墙崩塌的速度更为迅速，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就已然倒塌了大片。兄弟们冲啊！立功就在今日，破城后一个不留，跟我杀！2分钟后，见城墙彻底化作废墟，玄岩高喝，带头向着城内杀去。杀！杀！吼！吼！吼！10几位传说紧随其后，在后面是数百史诗，随后就是数万钻石带领着千万的凶兽军团。霎时间，城内火光四起，硝烟滚滚。棒子国的军队还未等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便被彻底打散。在钻石凶兽的统领下，一对对凶兽不断的摧毁着建筑，无数棒国人惨叫着、哀嚎着，最终被凶兽一脚踩成肉饼。汉城指挥中心内，电话已然被打爆了。凶兽突然的袭击使得他们猝不及防，损失不可计数，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千万数量的凶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大量的军队从各地不断被调拨，传说级史诗及御兽师更是相继赶往前线。若是前线抵挡不住，凶兽大军一旦彻底冲入，那么一切就完了。玄岩手中一道道水柱不断射出，一头头御兽顷刻间被穿透脑袋，倒地死亡。我跟你拼了！一名棒子国军官双眼赤红，乘坐在一只飞行御兽之上，向着玄岩不断的进攻。史诗弱鸡，死！玄岩双眼细密，褐色能量再次出现，刹那间还在空中的御兽直接被引力吸附，急速坠落。轰！御兽不断挣扎，但引力的作用下，使得它就像背负着一座山岳，根本无法离开地面分毫。而那名棒子国军官被这一下甩到了地面上，同样被死死的吸附在地面上，动弹不得。玄岩飞至那名棒子国军官的身前，不屑地瞥了一眼，随后抬起脚一脚踩爆了那名棒子国军官的脑袋，脑袋犹如破碎的西瓜般炸开，红白之物散落一地。嗖嗖嗖！抬手间几道水流凝聚而出，周身温度骤降，水流化作冰箭，贯穿那只御兽的脑袋，使是御兽顷刻间死于非命。所有大军听令，最快速度奔赴汉城！玄岩弹射起步，飞至天穹暴喝，声音犹如炸雷般响彻云霄，清晰印在每一位凶兽将士的耳畔。是。得到命令，钻石级统领重新集结，分散各处不断屠杀的凶兽大军。短短的半小时内，千万凶兽大军入城屠杀，这座棒子国的边境小城彻底化作了人间炼狱。断壁残垣，街道上已然被鲜血涂成了暗红，残肢碎肉凌乱地洒落在各处。玄岩留下了5万凶兽大军驻守此地，顺带继续清剿城内可能还存在的活人。其余大军继续前进，直奔棒子国首都汉城。汉城指挥中心报告，兽潮已然攻破河源，河源彻底沦陷，且兽潮现在直奔汉城而来。一名军官起身汇报，面色急迫，满头大汗。通过卫星的监测，兽潮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犹如蝗虫过境一般，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摧毁。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整座河源市就彻底沦为了废墟，彻底变作凶兽的乐园。传令下去，把所有能参战的人员全部派出，导弹、核弹给我统统打光，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兽潮攻入汉城，命其他各市增援部队以最快速度赶往前线，违令者军法处置。棒子国的总统拍案而起，嘶吼道：是！
指挥中心内的军官们齐声，随后执行命令。棒子国各市的军区内，导弹、核弹接连不断的升空，摇曳着长长的尾焰划破天穹，目标正是玄岩所带领的千万凶兽大军。嗖嗖嗖！玄岩眉头微皱，抬手间数十道冰箭凝聚而出，向着头顶密密麻麻的导弹、核弹群轰去。其余的传说、史诗、钻石以及凶兽大军同样接连不断的向着空中发射技能。轰轰轰！一朵朵蘑菇云冲天起，天穹之上顿时烟尘滚滚，高悬的明月都被这浓烟遮挡得不见踪影。在接连不断的爆炸下，整个天穹都被映照成一片赤红，那场景犹如世界末日般震撼。轰轰轰！随着导弹核弹群的再次袭来，开始有零星的导弹核弹突破防守，落入凶兽大军内。吼嗷！惨叫声一时开始出现，大量的黄金阶及以下的御兽被波及，血肉横飞。铂金阶被强横的冲击波震得倒飞出去，只有钻石阶及以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店主，这些导弹会大大影响我们前进的速度，我们大军太过密集，不少的低阶将士都负伤了。一名传说阶凶兽上前，眉头紧锁。他妈的，传我军令！钻石阶以上的所有统领最大限度的拦截空中的导弹核弹群，让大军快速通过，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攻破汉城，哪怕腿断了爬，也要给我爬过去！玄言厉喝，咬牙切齿。遵命！那名传说拱手下去传达命令。凶兽大军纷纷快速前进，在不顾空中落下零星的导弹核弹，哪怕是导弹核弹在身旁引爆，胳膊腿被炸飞，凶兽依旧强忍着疼痛，紧咬着牙前行。玄言全身散发出褐色光芒，空地处的引力骤然间不断加大，强行改变导弹核弹原本设定好的路线。轰轰轰！大量的导弹核弹被牵引落地，随之引爆。持续了大约1小时的时间，所有凶兽大军全部通过。玄言擦了擦额角的汗珠，虽然他是传说级，但使用这种引力技能无疑会耗费大量的能量，短时间还好，长时间下来他同样有些吃不消。翻手间，一枚生机果实出现在玄言的手中。在林凡离开之际，他、风烈以及炎姬每人获得了5枚生机果实。咬了一口后，感受着体内的能量逐渐再次充盈起来。这果子当真是神奇无比，仅仅一口就能让我的能量不断恢复。主上的手段当真是恐怖如斯。玄言心中不住感叹，更加确定了追随林凡的念头。玄言收好生机果实，带领着钻石阶以上的统领全速飞行，追赶凶兽大军。5分钟不到，玄言等就来到了凶兽大军的前方。刚才经过导弹核弹群的轰炸，凶兽大军虽然死伤了一些，但对于千万的基数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再次前行了半小时的路程，大量的棒子国军队严阵以待，其中还夹杂着一些穿着便装的御兽师，数量大概有着1万余人。杀！玄言细密双眼一声暴喝，率先冲向棒子国的军阵。他现在的实力已然突破了传说层次，就算是他以前的实力，满级传说亦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对面只有区万余御兽师，就算每人召唤出8支满编队，那也不过区80万只御兽而已。他这边可是有着1000万大军，1000万对80万，优势在他，这些人必会覆灭。杀！杀！杀！统领们带着凶兽大军紧随其后，口中不断高喝，气势如虹，一往无前。召唤御兽，御敌，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身后就是都城，里面还有着我们的亲人朋友，就算是死也不能让兽巢踏入都城一步。各市的支援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只要坚持到援军到来就是胜利。将士们，随我杀！棒子国领头的军官同样高喝，率先召唤出自己的8只御兽，俨然这是一位传说级御兽师。随着军官的一声令下，无数法阵接连出现，一只只御兽被凭空召唤而出。军官命令自己的辅助性御兽给场上的己方御兽加满状态。杀！杀！杀！保卫家园！就绪后，军官骑着一头飞行御兽率先冲锋，身后是其余的御兽师以及御兽，两军交错，厮杀不断。玄言毫无意外地对上了那领头的军官，除却军官乘坐的那头飞行御兽外，其余7只把玄言团团围住。感受着这7只御兽散发出的气势，玄言不屑一笑。3只传说，2只史诗，2只钻石，对于如今的他来说，不过小菜一碟罢了。只要灭了这个领头的，后续的大战想必很快就能结束。至于所谓的援军，只要率先破城，来多少，他玄言就灭多少。攻击，干掉他！军官嘶吼下令，其御兽们纷纷行动，各色的攻击相继打出，目标正是中心位置的玄言。呵，玄言眯着眼睛，周身猛然间爆发出耀眼的蓝色光芒，身形逐渐变得巨大，一头体型如同山岳般的玄龟赫然出现，龟壳上的纹路流转着玄奥的光泽。轰轰轰！接连不断的攻击打在龟壳上，但龟壳却没有丝毫损伤，甚至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你们是在给本尊挠痒痒吗？玄言冷哼，接下来该到我了，受死吧！褐色的能量不断自玄言的身躯上涌出，融入地面之内，地面之上引力骤然加大，盘踞在空中，包围着玄言的7只御兽，连带在这棒子国军官的那只飞行御兽，顷刻间感觉到身体加重，身形不受控制的向着下方坠去。轰轰轰！随着这8只御兽的坠落，玄言那庞大的如同山岳般的身体猛然升空。阿西吧！棒子国军官双眼暴突，面色巨变，口中不停暴喝出声。空中的玄言急速坠落，引力的加持下速度更快，阵阵音爆不断传出。棒子国军官看着越来越近的玄言，想爬起身逃离，但却根本无法行动。此刻的他感觉动一下都无比困难。轰！还没等他再有其他的想法，玄言那山岳般的身躯已然砸落而下。毫无意外，
棒子国军官连带着他的那只飞行玉兽被这一下砸成了肉饼，紧紧的和大地融为一体，不细看根本看不出那曾经是一个人类。这一击之下，就连整个战场都在震颤。唰！玄岩摇身一变，化作人类形态，随手掸了掸身上的灰尘，不堪一击。玄岩摇摇头，抬手间7枚冰箭凝聚而出，分别射向了那还在挣扎的7只玉兽。冰箭贯穿大脑，那7只玉兽顷刻间不再动弹，彻底死亡。将士们，速战速决！玄岩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随后飞至天穹高喝道。看了一眼其余正在战斗的传说以及史诗，再次加入了战团。有着玄岩的加入，棒子国的军队以及御兽师的御兽死伤更为迅速。1个半小时后，天已然蒙蒙亮起。战场之上再无一名活着的棒子国御兽师，连带着那些召唤出的御兽同样无一幸免，全部死亡，留下1万将士快速打扫战场。其余将士随我一举攻破汉城。玄岩快速下达指令。是。一名钻石统领拱手带着自己的部下留下打扫战场，收拢金河。半小时后，玄岩率领犹如潮水一般密密麻麻的凶兽军兵临城下攻城。率先破城者赏传说金河1枚，史诗级金河10枚，钻石级金河100枚。玄岩没有犹豫，直接下令：冲啊！杀！杀！冲啊！在传说史诗钻石级统领的带领下，千万凶兽大军向着城墙冲去，每一个都斗志昂扬。传说级金河，那玩意每一枚都可遇不可求。城墙之上的守军看着这一幕，头皮发麻，只能不断的利用武器和御兽进行着作用不大的抵御。汉城内的军队和高阶御兽师已然全部派出阻击，但兽潮还是抵达了汉城。可见那些军队和御兽师已然全部阵亡。如今的汉城守备力量几乎等同于无，城墙上尽是老弱病残以及一些学生兵。玄岩掏出手机，点击拍摄按钮，拍摄了一张照片后发送给了林凡。玄岩，主上，北部神殿正在进攻棒子国都城汉城，不出1个时辰定能攻破。欧阳家别墅，林凡卧室内，手机提示音突然传来，林凡睡眼朦胧的拿起手机点开了绿信，看着绿信上玄岩发来的消息，林凡瞬间精神，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就打到了棒子国的都城。林凡立马打字回复道：林凡，干得不错。风烈和炎姬他们呢？怎么没看见？玄岩，我率领北部神殿的大军先到达边境处，连夜突袭棒子国的边城，成功覆灭后直奔汉城而去。风烈和炎姬他们太慢了，兵贵神速，我就没等他们。林凡，记住了，我要的只是地方别留下一个活人，回来后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玄岩，谢过主上。玄岩定会誓死效忠主上。林凡，就先这样吧。结束了对话，林凡此时困意已然消退，点开手机上的棒子国地图，端详了2分钟后，点开绿信，把玄岩、风烈、炎姬以及安和、安若爷爷一同拉进了一个讨论组内。林凡，玄岩在进攻京畿道，现在已然抵达汉城。风烈，你全力进攻江原道，迅速推进和玄岩的北部神殿尽早会合，随后逐步延伸。林凡、安和，你现在召集东部神殿大军全速前进，直奔全罗道。林凡、炎姬，你南部神殿飞行凶兽大军居多，你率领大军绕到后方，全力进攻庆南道，随后向前推进，与东西北3部神殿大军形成夹击之势。林凡，不接受投降，活人一个不留。玄岩，遵命。风烈，遵命。炎姬，遵命。安和，遵命。下达命令过后，林凡放下手机。另一边，同行的风烈和炎姬收起手机后，相互对视一眼。玄岩这老小子仗着自己离得近，竟然率先攻破京畿道，都不知道等等，我们太不仗义了。风烈气呼呼地抱着肩膀，行了，别不知足了。主上的命令是让我们南部神殿进攻庆南道，那是在棒子国的大后方，等真正开战之时，都要1-2天之后了。你所负责的江原道马上就快到了，到时候你们的战功肯定比我多了。炎姬哼了一声，这没办法呀，谁让你们南部神殿基本都是飞行凶兽呢？哈哈哈！听着炎姬的话，原本还有些郁闷的风烈突然哈哈大笑。对比于炎姬来说，他可是马上就能作战了，太久没有攻城略地，他可是手痒得紧啊。若是自己加快速度，接连破城，功劳未必会比玄岩那老小子少，到时候主上肯定会更欣赏自己。2小时的时间悄然而过，西南2部神殿抵达江原道10公里之外。炎姬，那我们2部大军就此分别吧，我要带着我西部神殿的大军全速前进了。风烈拱手告辞，炎姬拱手还礼，带着身后的南部神殿军队向着庆南道急速飞去。将士们听令，此地距离棒子国江原道仅有10公里的路程，我们务必要一举攻破边城，打开缺口，迅速推进。北部神殿已然在进攻棒子国的都城汉城，快了我们一步，但我们不能落后。我们虽然到得晚，但一定要比北部神殿攻城略地更快。此战一定要打出我西部神殿的气势，你们有没有信心？风烈转身飞至半空，扫过下方的大军。有。所有西部神殿的将士齐声高喝，气势如虹。好，不愧是我西部儿郎，率先登上城墙者赏金河1000枚。儿郎们，随我杀！风烈一马当先，率先冲锋。杀！杀！杀！霎时间，喊杀声震天，铺天盖地的大军随着风烈快速前行。哪怕隔着10公里的距离，这响雷般的喊杀声依旧传了出去。江原道边城，听着猛然间传来的喊杀声，城墙上仅剩的守备军队人心惶惶。无他，军队全部被调走，向着汉城支援而去。城内防守力量空虚，能战之兵寥寥无几。如今这喊杀声震天，规模起码不下100万之巨，甚至可能如汉城般有着1000万的数量，这根本无法抵挡。撤退！
命令所有守军撤退。城墙上的守备军官眉头紧锁，连忙下达着命令。团长，我们就这么撤退，城里的百姓怎么办？副官询问道。百姓个屁，就凭我们这点人怎么抵挡？那受潮一扑上来，我们都要葬身受缚，白白牺牲，倒不如让百姓们替我们抵挡一阵，让我们能够全身而退。团长没好气地说道。那是他不想守城吗？那明明是没得守，就凭他这区1000余人，还不够受潮第一波的进攻，不如保存有生战力，再企图日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副官捏紧拳头，最终还是无奈的点头。随着命令的不断传达，城墙上仅剩的一个守备团全部撤离，城墙上再无一人。10公里的距离，对于全速前进的凶兽大军来说，不过几分钟的事情。随着第一批大军兵临城下，风烈细密双眼看着毫无动静的边城城墙，奇怪了，怎么连个人影子都看不见？城墙上的守备军呢？难不成有什么阴谋？或者说这是在给我唱空城计？风烈百思不得其解，心中不住腹诽。店主，末将请命率领部下攻城。一名传说凶兽见风烈迟迟不语，拱手请命。店主，末将请命，末将请命。随着那名传说请命，呼啦啦一众传说史诗统领们同样拱手请命。所幸风烈不再想那些有的没的，自己数千万大军，管他有什么阴谋，以力破之便可。区区一个边城能有多少守军？难不成还能把他这1000万大军吞没？自己似乎是太过小心了。所有大军全线攻城。风烈下令道。是。统领们拱手领命，率领着大军向着城墙冲杀而去。大地在震战，凶兽在嘶吼，城墙轻而易举地被攻陷，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原来是直接跑路了，真是一堆垃圾。城墙之上，风烈一脸不屑。至于攻入城内的凶兽大军开始屠城，守备军虽然跑路了，但那些百姓却还在。主上的命令是不留下一个活人，这他风烈自然会完成。城内火光四起，建筑群纷纷倒塌，惨叫接连不休，边城彻底化作人间炼狱。千万大军齐齐出动，屠杀仅仅用了10分钟，进展的速度异常之快。留下2万凶兽大军驻守以及打扫战场，风烈带着其余大军继续赶往下一个城市。一路推进，几乎每个进攻的城市都羸弱不堪，要么是守备军如同边城般跑路不见踪影，要么就是只有寥寥无几的1000余人。月明星稀，风烈在一座城内稍作休整，短短1天内，他率领着西部神殿大军连下棒子国32座城市。此刻，他正掏出手机向林凡汇报着战况。讨论组内，风烈，主上，这棒子国城市的防守太弱了，就如同不设防一般。短短1天下来，我西部神殿大军就破了32座城市，城内所有棒子国人尽数屠杀一空，获得物资无数。林凡干得不错。另一边，京畿道汉城已然被玄岩所攻陷，棒子国总统更是被玄岩碾成了肉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接到命令的棒子国军队接连而至，把整个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玄岩正带领着凶兽大军与其不断厮杀，看着讨论组内风烈邀功的消息，气就不打一处来。什么叫防守力量弱？他妈的，棒子国的军队都被调来围攻自己的北部神殿了，那其他城市防守力量能强吗？玄岩凝聚出一道冰剑，挥手间贯穿了一只玉兽的头颅后，拿起手机在讨论组内打了一行字：玄岩，棒子国的军队现在都在汉城外围，你当然破城容易了。林凡，你被围困在汉城了。玄岩，主上不必担忧，我们顶得住，这些军队消灭只是时间问题。林凡，风烈，你现在立即率部前往支援玄岩，内外夹击全歼棒子国军队。风烈，是，列半小时内必会抵达，请主上放心。玄岩，谢主上挂念，玄岩必定竭尽全力攻城略地。玄岩嘴角上扬，心中暗喜。风烈啊风烈，让你小子嘚瑟，这下子你小子也闲不下来了吧？哈哈哈哈！收起手机，玄岩再次飞身跃起，手掌间褐色光芒浮现出，面前的数十只玉兽直接在引力的牵引下趴倒在地面上动弹不得，随后被数发冰箭贯穿头颅，含恨而亡。那些玉兽的玉兽师面色惊恐，玄岩咧着嘴飞身上前，把这些玉兽师的脑袋纷纷拧了下来。得到林凡命令的风烈收起手机，立马动身召集大军前往汉城。追星赶月，风驰电掣，在全速前进下，不过20多分钟的时间，风烈率领着西部神殿的大军便已然抵达。将士们，杀呀！风烈暴喝，率先朝着棒子国的军队扑杀而去。杀！杀！杀！凶兽将士同样高喝，向着棒子国的军队铺天盖地的冲杀而去。战场上正在厮杀的棒子国军队一时间懵逼当场。原本这些凶兽就够难缠的了，这怎么突然又来了1000万只凶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凶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棒子国周边是有着凶兽，但数量远远没有这么多。这么多凶兽，当真是天要亡棒子国呀！噗呲，风烈双手金芒攒动，一把将一头史诗阶玉兽撕成了2半，鲜血内脏哗啦啦的流了一地，随手扔飞了2半的尸体。风烈摇身一变化作猛虎形态，6只光翼阵战，一道道金色光束不断横扫而出。随着2部神殿大军的内外夹击，天蒙蒙亮之时，棒子国前来支援的军队便被屠戮一空。战场上残肢断臂几乎铺满了地面，土地和鲜血混合成一片片泥泞沼泽。这里面有棒子国士兵的，有御兽的，同样也有着凶兽大军的，不过混合在一起却是根本无法分辨。留下1万的凶兽将士打扫战场，收集金盒，缴获的物资材料等纷纷下发，充当大军的食物。玄岩和风烈2人分别掏出手机，向着林凡汇报战况，随后落座于一间房子内，桌上摆放着不少菜肴，2人推杯换盏。风烈兄，这次辛苦了，我敬你一杯。玄岩斟满酒举杯，我等同为主上效命，不必客气。风烈举杯回敬。我当时还奇怪呢，
为什么棒子国城池防守那么弱？原来是玄岩兄你干的！哈哈哈哈哈！相信经过刚才那一仗，棒子国的军队已然彻底残了。接下来我们推进的速度会更快。玄岩笑道：“自然，估计用不了3天，棒子国就会彻底沦陷。相信主上到时候一定会对我等刮目相看。主上赏赐的那生机果实你使用了吗？效果简直太强悍了。用过了，主上的手段简直是神秘莫测，能追随主上真是我等的荣幸。对，自打追随主上那天起，我风烈这条老命就彻底交给主上了。俺也一样。”酒过3巡，菜过5味，玄岩与风烈告辞，各自率领着本部大军继续不断向前推进。由于棒子国军队被全部干掉，仅剩的守备军又太过羸弱不堪，攻破一座城市往往只需几分钟的时间。短短1天的时间过去，整个京畿道和江原道已然彻底沦陷。庆南道，延基率领着南部神殿大军已然抵达。由于久时全是飞行凶兽大军，根本无需破城，直接从空中无差别攻击。全罗道，最后集结的东部神殿大军在安和的率领下同样抵达，开始不断猛攻。4部神殿从4个方向不断推进。又是2天的时间过去，4部神殿大军接连相遇，整个棒子国彻底沦陷，再无一个活人。收到消息的林凡点点头，面露喜色。4部神殿大军果然强悍，短短几日时间就彻底沦陷了棒子国，使其变成一片无人区。林凡在手机上打出3行字，继续下达指令：林凡，棒子国周边的凶兽你们尽数收服，扩充兵源。4部神殿的大军就先暂驻在棒子国内，等候我的下一步指令。林凡，我会派幻星前往棒子国内，给你们每人一份全天赋光球。林凡，你们获得全天赋光球后，使用无损传承天赋继续制造天赋光球，然后给部下们使用，部下们继续循环下去。天赋光球选择极限神话、吞噬以及无碍进阶即可，其余的不必。风烈，遵命。谢主上恩赐。玄岩，遵命。谢主上恩赐。延基，遵命。谢主上恩赐。安和，遵命。谢主上恩赐。林凡收起了手机，抬手间一道法阵凭空出现，幻星被召唤而出。幻星，你立即前往棒子国境内，找到风烈他们，给他们每人1枚全天赋光球。他们所在的位置，我等会发到你手机上。林凡下令道：“好的，主人。”幻星点点头，随后立即动身前往棒子国。林凡看着幻星离去的背影，嘴角不由上扬。每只御兽1个月能使用5次无损传承天赋，如此循环下去，所有凶兽大军届时的天赋都将会变成神话。只要沦陷诸国，获取足够的物资，说不准自己的凶兽大军就会涌现出大量的神话级战力，倒是反攻龙域的资本就有了。不说龙域，哪怕是更远的星辰宇宙，都未必不能一战。说起龙域，林凡倒是想起来，在那个空间内可是还有着不少龙族大军呢。这些龙族大军同样是一股不小的战力，是时候契约这些龙族了。走出房门，林凡来到一处宽敞的空地，从空间手环内取出当初月莹交给自己的那枚冰符。林凡咬破手指，迅速把鲜血蹭在冰符上。1/2秒后，伤口愈合，冰符上闪烁起红芒。林凡心念一动，一道数10米长的空间裂缝猛然出现，一声声龙吟从空间裂缝内传出，紧接着一条条巨龙腾飞而出。对比于之前，这些巨龙的身影更加庞大，每一头都有着100米之巨。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林凡不住的点点头。龙族果然不凡，最低的都已然进阶到钻石界了。先前所见到的那些部族统领更是晋升到了传说界。不过令林凡好奇的是，他们是怎么进阶的如此迅速的？莫非是那空间内有着什么特殊的东西，能帮助这些龙族快速晋升实力？随着巨龙的不断飞出，原本身长100米的巨龙们摇身一变，纷纷化作人形，整齐列队排列在空地之上。抬手间，3道法阵凭空出现，林凡把月莹、希诺以及茵茵召唤了出来。我等参见主上。圣主！所有龙族齐齐单膝跪地，右手横于胸前。都起来吧！林凡微微抬手，各部首领过来我这，我契约你们成为我的御兽。谢主上！所有龙族再次齐声高喝，声势如雷，响彻云霄。各部首领齐齐上前，等候林凡的契约。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装有鲜血的试管，看了看只剩1个底的鲜血，满头黑线，看来又要砍手指了。造孽啊！林凡暗自腹诽，虽然能再生长出来，但疼是真的疼。从空间手环内取出塑料盆和一柄匕首，手起刀落，右手中只应声而落掉在塑料盆中，鲜血挥洒，尽数喷涌进塑料盆。主上！各部首领心中一颤，连忙上前面色焦急。您这无妨。林凡另一只完好的手挥了挥，放了会血后，中指再次长出，看了一眼塑料盆中的血，林凡剑眉微皱，这些血契约12个首领貌似不太够用，心一横，再次手起刀落，刚长出的右手中指再次被斩落。放了整整小半盆血后，林凡擦了擦额角的汗珠，收起了匕首，开始契约各部首领。随着一道道契约法阵的形成，各部首领面露惊诧，全然一副不可置信。无他，他们感觉自身的桎梏被打破了，从原本的传说家晋升到了神话。没想到主上居然如此神奇，契约御兽还能强行提升御兽的资质。茵茵，给我1枚全天赋光球。全部契约过后，林凡转身看向茵茵。好的，主人。茵茵点点头，发动无损传承天赋。片刻后，1枚全天赋光球漂浮至林凡身前。林凡接过光球，递给了秦阳。这是全天赋光球，里面蕴含了不少天赋。你使用过后，利用无损传承，再次制造5枚全天赋光球分给他们。遵命。谢过主上。秦阳恭敬地接过光球，随后把天赋光球吞噬。随着天赋光球被完全吞噬，秦阳感受着自己凭空出现的大量天赋，整个人都懵逼了。这新多出的天赋起码有着数十种，且每一种都无比强横，每一种天赋单拎出来都能造就一尊强大的存在。
更别说这么多天赋聚集于一身，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恩赐。主上之恩赐，秦阳无以为报。以后秦阳这条命就是主上的，主上但有吩咐，哪怕是火海刀山，秦阳绝不皱半下眉头，甘愿为主上效死。秦阳单膝跪地，右手横于胸前，眼神坚定，语气无比真挚。好了，起来吧。林凡扶起秦阳，按我刚才说的做。遵命。秦阳拱手领命，发动无碍传承天赋，制造了5枚全天赋光球，分别递给了5名首领。那5名首领接过光球，没有犹豫，直接吞服，感受着体内出现的数十种天赋。那5名首领如秦阳的表情一致，看向林凡的眼神中一片炙热。那5名首领继续制作出25枚天赋光球，剩余的6名首领同样获得了天赋光球。运转洞察之眼，林凡扫过这些首领的面板属性，果不其然，在极限神话天赋的加成下，属性都有着大量的提升，其余天赋尽数出现。使用6枚后，全天赋光球还剩19枚，尽数被林凡收入空间手环内。你们6人制作30枚天赋光球，天赋的话保留极限神话、无碍进阶、吞噬以及无损传承。林凡看向那6位刚吞服的首领下令道：“这30枚天赋光球给你们的部下使用，然后无限循环下去，明白了吗？”我等明白，请主上放心。6人齐齐拱手。主上，我等也去帮忙。秦阳等使用过无损传承的，同样齐齐拱手。林凡点点头，再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那4张凶兽军团卡，心念一动，4张凶兽军团卡齐齐飞出，4道大门凭空出现，源源不断的凶兽大军从里面走出。腾蛇军团灵凡上次在未知空间内就已然召唤过，剩余3张卡内的凶兽，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分别是青鸾、九鹰以及蜃龙。参见主上。在4部首领的带领下，共计20万凶兽向着林凡齐齐参拜。都起来吧，4部首领过来。林凡点点头，冲着4部首领招招手。得到命令的4部首领摇身一变，齐齐化作人形，2男2女。腾蛇青鸾为女性，九鹰蜃龙为男性。尤其是青鸾，外貌极美，一颦一笑都带着勾魂夺魄的美感。4人走至林凡身前，恭敬一礼，等候着林凡的指令。林凡蘸着塑料盆内的鲜血，在4人身上画上契约法阵，红芒接连闪烁，随后融入其身。契约完毕后，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了4枚全天赋光球，分别漂浮至4人身前。这是全天赋光球，你们现在吞噬掉。林凡下令道。得到命令的4人没有犹豫，纷纷把光球吞噬。光球入体后，4人瞪大眼睛。林凡点点头，继续下达着刚才交给龙族的命令。4部首领齐齐一礼，去执行林凡的命令，心中却是无比的激动。主上恩赐的天赋光球简直太逆天了。月莹，打开异空间之门，把里面的物资全部取出来。林凡转身看向月莹。好的，主人。月莹点点头，挥手间异空间之门开启，海量的物资被不断的运出，逐渐的堆积成了一座座小山。林凡看了一眼物资的数量，掏出手机拨通了欧阳昭的号码。电话响了2声便被接通。女婿，找我什么事？岳父，弄20万吨物资送到我的住所里，材料的等级无所谓，量大就行。20万吨，没问题，你等着我亲自督办。半小时后见。麻烦了。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我欧阳昭有的以后不还都是你的吗？更何况诸国送来的比这可是多得多，20万吨不算什么。哈，岳父等会你来了，我送你一场造化，你肯定会满意的。好的，那我现在就去准备。说完，挂断电话，林凡看向不断服用天赋光球的各部将士。以后这将是一步步所向披靡的大军，清一色的极限神话资质。20万吨虽说还远远不够这20多万大军晋升传说，但林凡已然打算派遣这些大军前往进攻诸国，以战养战。随着吞噬天赋光球的凶兽将士越来越多，更多的天赋光球不断被制造出来，就如同滚雪球一般。半小时的时间悄然而过，哒哒哒，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出现在林凡的处所上方。欧阳昭看着空地上的20多万密密麻麻的凶兽大军，整个人陷入了茫然。呆愣片刻，欧阳昭回神，顺着直升机的绳索下降到了地面上，向着林凡的位置小跑而去。女婿，这咋这么多凶兽？欧阳昭指着凶兽大军，有些结巴。这些都是我的属下，岳父不用惊讶。林凡笑笑，20万吨物资就是给他们准备的，我打算开始彻底对诸国动手了。欧阳昭，女婿啊，我可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能是我比较有魅力吧。林凡自嘲道，随后向着秦阳的方向喊了一声：“秦阳，拿8枚天赋光球给我。”遵命。秦阳点点头，拿起8枚天赋光球，向着林凡的位置飞来。在场的凶兽加起来有着20多万，能产出的天赋光球数量可是有着100多万枚，数量只会更多，所以林凡打算给欧阳昭等人的御兽全部装配上。主上，秦阳单膝跪地，手中托着8枚天赋光球呈放在林凡面前。你等会去把龙族包括其余4部多余的天赋光球全部回收，然后让月莹收取到异空间之门内。林凡接过8枚天赋光球，下令道：“等军队都服用完天赋光球后，把那些物资分发下去，让将士们提升等级。”是。秦阳领命后回返。岳父，把你的御兽都召唤出来。林凡看向欧阳昭，把8枚天赋光球递给欧阳昭后，介绍了一番天赋光球的作用。好。欧阳昭点点头，还不拖泥带水，自己女婿就是对自己好啊。这天赋光球简直太逆天了，竟然能让御兽强行晋升到神话资质，更是直接吞噬材料就能升级。神话资质上回在他就听林凡说过，乃是传说之上的资质，如今他的御兽马上就能达到了，这让他极度亢奋。抬手间，8道法阵接连出现，8只御兽被尽数召唤而出。欧阳昭把8枚天赋光球分别喂给了自己的一众御兽。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那8只御兽的面板，
资质和天赋已然成功变换。时间1分1秒的流逝，2个小时后，所有的凶兽大军已然尽数服用天赋光球，剩余的天赋光球被秦阳聚拢在一处，月银全部收入异空间之门内。20万吨的物资被不断送入林凡的住所，卡车源源不断，起码有着几千辆。空地上除了凶兽大军外，就是堆积如山的物资。林凡走至排列整齐的凶兽大军前方，洞察之眼扫过，整整齐齐清一色的神话资质。林凡点点头，脸上笑容浮现。岳父，你的御兽进阶到神话后会再次多出一个契约位，你看看有没有你中意的，你可以挑选一位。林凡侧头，他们的资质可全是神话，那我可不客气了。欧阳昭搓手跃跃欲试，这些凶兽看起来就属于极强的那种，如今林凡都开口了，他怎么好意思推却呢？林凡点点头。欧阳昭左看右看，最终选中了一名药龙族的族人。以后你就跟随我岳父吧。林凡拍了拍那名药龙族族人的肩膀。秦越，尊主上命。那名药龙族族人单膝跪地，右手立于前胸。秦阳交给你个任务，在每部内挑选出20名族人，我有大用。林凡看向另一侧的秦阳下令道。遵命。秦阳点点头。交代过后，林凡同欧阳昭离开了住所的空地。这几日下来，东方离负责的大学已然弄得差不多了，命名为京都御兽大学。喵喵的科研院正式的开办了起来，大量的科研人才被送入科研院。林凡和欧阳昭来到京都御兽大学，由于还没开始招生，所以大学内比较空旷，没有什么人。林校长见林凡到来，保安室内的保安齐齐出动，列队欢迎。为首的这保安队长林凡还见过，正是当时阻止洛北王家突围的那名执法队长。辛苦了。林凡走上前拍了拍那名保安队长的肩膀。那些兄弟们的家人都安置好了吧？都安置好了。保安队长庄重的点点头。很好，你们继续工作吧。言罢，林凡和欧阳昭进入京都御兽大学内，一众保安齐齐敬礼目送着二人离去。进入教学楼，林凡迎面就撞上了钱有为。林校长。钱有为立马小跑上前，手中递过来一盒旺仔。哟，钱主任，你这还随身带着呀？林凡接过后笑着打趣道。自打您说喜欢，我出门每天都揣着2盒，怕遇见您的时候来不及买。钱有为憨憨的挠了挠头。挺好，很有前途吗？林凡插上吸管喝了一口，夸赞道。那你去忙吧，我就来看看。那您忙，我就先不打扰了。钱有为伸手目送林凡二人上楼。走至校长室前，林凡见到李长青正在门前等待。李校长，你这咋在门口待着呢？林凡不解。小钱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过来了，那我一寻思的出来迎接一下林校长不是？李长青侧身伸手，茶我都准备好了，刚沏好的。落坐在沙发上，林凡翘着二郎腿。李长青轻抿了一口茶，随后开口道。林校长，咱们这学校还没开始招生，就有很多学生家长打电话过来，说想要花千万龙币买一张录取通知书。这几天我这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虽说林凡的这所大学是刚开办的，但是却不比那些老牌的名校差分毫。林凡现在是龙国乃至于全世界的风云人物，有着林凡这杆大旗在，想要进入这所大学的必然不会少，有这些操作林凡并不意外。公平公正即可，有实力就考进来，没实力就靠边站。林凡说道。我开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为我龙国培养人才，而不是要混子镀金的，明白吗？我明白。那些家长已经被我婉拒了。很好。林凡点点头，从空间手环内取出2枚天赋光球递给李长青。李校长，这是天赋光球，可以把御兽的资质强行提升至极限神话，并且御兽只需要吞噬物资就能升级，再没有瓶颈，不再需要进阶。什么？闻言，李长青目瞪口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李校长，我女婿说的没错，这天赋光球我的御兽已然使用过了，效果逆天至极。欧阳昭附和道。见欧阳昭同样如此说，李长青确信自己不是听错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这天赋光球太贵重了。林校长，这天赋光球太珍贵了，我一个老头子。李长青思来想去，还是把天赋光球推了回去。林凡把2枚天赋光球直接塞到李长青的手中。行了，李老头，咱俩又不是认识1天2天了，在洛北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靠谱，收着吧，自己人客气个什么劲？李长青面露感动，眼角微红，不住的点头。虽然在洛北的时候自己总被坑，但有郝世林凡是真想着自己，不仅把自己从洛北调来成为京都御兽大学的副校长，如今又送了自己这么贵重的东西。原来林凡一直都把自己当成是自己人，这他李长青何以为报？为校死命而已。林校长，以后我李长青定鞍前马后，刀山火海在所不惜。李长青眼神坚定，起身鞠躬。李老头，咱俩谁跟谁啊？快起来！林凡连忙起身扶起了李长青。又闲聊了一会后，林凡和欧阳昭在李长青的目送下离开了学校。回到住处后，林凡掏出手机给欧阳千木五女、百里姑、元宝、东方离等分别发送了一条消息。消息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来林凡的住所。不出片刻的功夫，一众人聚集在了林凡住所的卧室内。凡哥，是不是又有什么大的行动了？元宝一脸兴奋的搓搓手，这回我们干谁？林凡这次把这么多人都聚集在了一起，他猜想很有可能是要有什么大的动作。自打跟随林凡覆灭樱花，收4部凶兽后，他就一直等待着下次行动，跟着林凡征战简直太过瘾了。凡哥就是不败战神，所向披靡。不是，林凡摇摇头，这次是给你们的御兽提升实力的，至于行动暂时还没有。自己现在的实力傲然全世界，但身边的人实力基本还是老样子，如今是时候把他们的实力提升一番了。行动的话，暂时由自己的凶兽大军出手就行了。有着天赋光球内的天赋，再加上海量物资的喂养，想必自己的凶兽大军很快就能提升到一个极高的层次。
扫平天下只是时间问题，届时地球就是自己征战诸天万域的大本营。走吧，我们去外面。林凡说道，随后走出住所，向着之前的那片空地走去。玉兽的体型毕竟不小，如果尽数召唤出来，自己的住所可能会塌掉。一众人浩浩荡荡的紧随其后，来到空地前，除了林凡和欧阳昭外，所有人都是一脸惊诧。成片的物资以及那20多万凶兽大军，无不震撼着全场众人。抬手间，一道召唤法阵凭空出现，月莹被林凡召唤而出。莹儿，把异空间之门打开，我需要里面的天赋光球。林凡下令道。好的，主人。月莹点点头，刹那间异空间之门出现，缓缓开启，天赋光球被不断送出。天赋光球的作用就不用我过多介绍了，你们基本都使用过。这次的天赋光球可以把资质提升至极限神话，你们把所有的御兽都召唤出来吧。林凡说道。儿子，天赋光球是什么？百里孤身侧的百里敖云小声询问道。极限神话又是什么资质？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天赋光球是可以给御兽增加新的天赋，其内有着无碍进阶和吞噬2种天赋，御兽升级进阶只需要吞噬物资即可，简单快捷。极限神话就是比传说更为高级的资质。百里孤解释道。简直不可思议。百里敖云惊诧。自然，我看中的人肯定不简单，不然我何必放着潇洒的日子不过，跑去洛北苦等3年呢？百里孤笑笑。像袁万道等本来还对着天赋光球有着不解，但百里孤的解释他们同样听到了，心中震颤不已。林凡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居然连这种东西都能弄出来。把天赋光球分发下去后，众人纷纷召唤出自己御兽，命令自己的御兽吞噬天赋光球。不出片刻，天赋光球就被吞噬完毕。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些御兽的资质已然全部变为了极限神话，吞噬和无碍进阶以及无损传承天赋同样出现。这些都是我的属下，他的天赋同样都是极限神话，你们每人可以挑选几只作为御兽。林凡指了指那20多万凶兽大军，随后看向众人。众人闻言更是面露喜色。那些凶兽大军有些是化作人类形态，有些还是兽化形态，但从兽化形态来看，里面简直就是藏龙卧虎，不仅有着神龙，还有着腾蛇、九鹰、青鸾等等，这些可都是传说中的生物，若是能契约一只，那都是天大的福泽。凡哥，我可真是太爱你了，我剩下的契约位还一个没契约呢，正愁没有合适的御兽。扑通，元宝一个飞扑，想要给林凡一个熊抱。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轻轻侧身，元宝直接拥抱大地。哈哈，在场众人爆笑出声。元宝抬起头，中指指天，心中不住落泪，咱不就是想给凡哥一个拥抱吗？咋就这么难呢？扶起元宝后，众人开始从凶兽大军内挑选御兽。凶兽大军在各部统领的命令下整齐列队，等待着被挑选，心中并没有任何排斥。这些都是主上的亲信，自己能被选中契约，那同样是件好事。嘿，兄弟，你是什么实力？元宝来到9鹰部的队列中，拍了拍第一列中的一名络腮胡大汉。史诗。络腮胡大汉回答得干净利落。你叫什么名字？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分，不知你可愿意成为我的御兽？元宝点点头。史诗级的实力已然很不错了，而且这彪悍的体格，性感的络腮胡带出去就感觉很拉风，再加上9鹰那霸气的本体，该说不说他元宝爱了，在下殷荒自然是愿意的。络腮胡大汉拱手一礼。很好。元宝咬破手指，直接画下契约法阵，不出片刻的功夫就同殷荒完成了契约签订。元宝带着殷荒继续向着下一个部而去，他的羊驼最近疯狂吞噬物资，已然干到了传说级。他本就有着2只御兽，算上刚契约的殷荒只有3只，还有着5个契约位。凡哥如此豪气，那自然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自己实力强大才能帮凡哥分担更多的事。姐，我们去青鸾部看看呗。欧阳瑶看向欧阳千木，青鸾部几乎都是雌性御兽，而且都好漂亮呀。好。欧阳千木点点头。欧阳姐妹相伴来到青鸾部，开始挑选御兽。袁雪和东方青婉则是前往了腾蛇部挑选御兽。百里霓长左看看又瞧瞧，最后前往了天龙族挑选御兽。百里孤则是走向骁龙族的队列，看着一第5排一位俊朗的龙族青年，露出了一抹微笑。梦中神交已久，如今却是终于相见了。百里孤暗想，走上前伸出手：萧峰你好，我是百里孤。你认识我？那名龙族青年微微一愣，面露不解。自己等龙可是今天刚被主上从那处空间内召唤而出，除了主上之外，他们可是并不认识其他的人类。自然，我的天赋类似于预知，我们早已注定是伙伴。百里孤点点头，脸上带着笑意。不然我又是如何知晓你的名字，又是如何准确在这20万余凶兽大军中一眼找到你的呢？一切都是命数使然。萧峰伸出手和百里孤相握，命数他萧峰不懂，但既然主上下了令让自己等成为人类的御兽，那么自己等就一定会坚决执行。百里孤和萧峰聊了一会后，成功契约了萧峰。时间一点点流逝，每个人都心满意足的把剩余的契约位契约满了。东方李等一众，林凡的岳父岳母则是挑选了一只御兽，等着自己的御兽进阶至神话再进行契约。众人契约的这些御兽，对比于20多万凶兽大军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如今林凡身边的人御兽资质已然全数极限神话，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好。自己这20多万凶兽大军把物资使用过后，就要准备下一步的征战计划了。众人同样没有多做停留，分别返回各自的家族，开始筹备物资，培养御兽。林凡返回了卧室内，召唤出月影等，命其前往京都内的经验秘境。野外的凶兽现在已然是他的部下，想要获取能量，就不能继续击杀凶兽了。林凡躺在大床上，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梦乡。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间3天时间悄然而过。
20多万凶兽大军在第二天已然把20万吨物资吞噬一空，后陆陆续续又运来了20万吨物资，合计40万吨物资。现在20多万凶兽大军里，实力最低的都有着史诗阶，像是各部首领已然达到了传说家的层次。1天前，焕星抵达了指定的地点，把天赋光球交给了4神殿首领，并按照林凡的命令彻底提升麾下凶兽军团的资质。风烈、炎姬、安和、玄岩4人得到天赋光球后，纷纷向着林凡的方向跪拜。这种恩赐无异于再造，根本无以为报。当把天赋光球分发给麾下的凶兽将士后，凶兽将士们更是彻底的沸腾了。资质从来都是天生，有些凶兽生来就是高资质，注定不平凡；有些凶兽生来就是弱鸡资质，只能沦为最低等。如今主上赐下这等神奇的天赋光球，使得他们怎么能不沸腾？所有的凶兽将士对于林凡的恩赐，心中尽是决定笑死。以前只是迫于林凡的实力，外加听从店主的命令，如今乃是真真正正的归心。所有的凶兽将士都在等待着下一次的出征，为林凡征伐天下。欧阳千木舞女、百里孤、元宝、欧阳昭、东方离等等，在这3天内提升同样不小。御兽最高的已然达到了传说家，最低的都达到了传说级，实力已然站在了这个世界的最顶端。可以说，除了林凡之外，整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是他们的对手。洗漱一番后，林凡吃过早饭。客厅内，各个部族的首领落坐于沙发上，手中各自拿着一盒旺仔牛奶。桌面上摆放着一张世界地图。林凡，各位，今日你们就要出征了，但凭主上吩咐，我等愿效死命。众首领纷纷拱手，神情肃穆，却又夹杂着兴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今能为主上征战天下，这如何能让他们不激动？你们现在部族中最弱的都是史诗实力，是精锐中的精锐。林凡压压手，所以要分散开来，把龙国周边的国家尽数覆灭。我只要土地和物资，活人的话一个不要。明白？各部首领纷纷点头。好，这是手表和手机，在任何地方都有信号，可以随时传递信息。你们每人取一套。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个箱子，里面有着10几部手机和手表，这些都是喵喵研究出来的。信号的话是通过喵喵制造出来的新型卫星进行传输，所以哪怕是在国外征战，同样不怕没有信号，且保密效果极强。各部首领起身，陆续上前，从箱子内取出一部手机和手表。看着手机和手表，各部首领有些迷惑，他们不同于本土的凶兽，这种科技产品接触的并不多。看着各部首领的神态，林凡笑了笑，开始教各部首领如何使用。各部首领的学习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只一会的时间就已然彻底熟知。林凡把所有首领全部加上好友，拉入了一个讨论组内。可以了，那么现在开始下达作战任务。林凡收起手机，目光落在世界地图上。各部首领同样收起手机，等待着林凡的命令。秦阳，你律要龙部攻打小冕，沿途所遇的凶兽部族能收服就收服，不能收服的直接覆灭。宁霜和荒雷，你们2人率领雪龙部以及蛮龙部攻打小月，小月灵深树密凶兽的数量定然不少，多加小心。卡洛奇、瑶和斯格鲁、庆，你们2人率领天龙部以及魅龙部攻打小抓，沿途凶兽不足的话能收服最好，若不服从尽数诛灭。你们5部待攻陷3国后，合力覆灭小泰以及小简等国，下方这片的国家全部肃清。命令即刻执行。林凡下派完5部的命令后，拿起红蓝铅笔在世界地图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尊主上命，我等必誓死完成任务。5人起身，全部右手横于胸前，随后起身向着住所之外的空地而去，召唤族人前往林凡所下派命令的区域。阴风和柳柔，你们2人绿九鹰部以及腾蛇部进攻阿三国，覆灭阿三国后向西北方向推进。清代和敖正，你们2人绿青鸾部以及谮龙部进攻龙国以西的各种斯坦，随后向东南方向推进，与阴风和柳柔会合。龙国的西部地区要全部肃清，活人一个不留，明白吗？林凡拿着红蓝铅笔继续在地图上画着行进路线，最后把整个西部圈了起来。明白。4人起身领命，随后走出住所前往空地处调度各部军队。其余7部由萧雨为统帅，全力进攻小盟，覆灭后向着毛熊国推进。毛熊国我会派遣其余部队，你们届时与他们会合即可。其余7部的人数并不算很多，索性林凡就把这7部编在一起。尊主上命，我等定万死不辞。剩余的7部首领起身，右手横于胸前，随后走出林凡的住所，带领着部众向着既定的目标方向出发。看着所有的首领尽数领命离去，林凡嘴角上扬。这次派遣而出的军队虽说人数不多，但却全部是精锐中的精锐，会如一把尖刀般所向披靡。其余诸国外还有着不少凶兽环绕，在控制住这些凶兽，部队只会越大越多。肃清整个亚洲区域指日可待，随后就该是海外了。掏出手机，林凡把风烈等4部首领拉进了新的讨论组内，随后开始下达指令。林凡4部神殿全军出动覆灭毛熊国，所遇凶兽部族能收服收服，不能收服尽数诛杀。林凡、萧雨等7部覆灭小盟后，同样会前往毛熊国。毛熊国的面积比较大，你们务必全数占领。林凡，稍后我会让喵喵把你们各自负责区域的详细地图发送给你们。风烈，遵命。安和，遵命。玄岩，遵命。炎姬，遵命。林凡抬起手，在手腕的手表上点击了喵喵的电话，不出2秒的时间，电话便被接通。紧接着，喵喵的3D 投影就出现在了林凡的手表上。和喵喵交代一番后，喵喵点点头，表示没问题。挂断电话后，林凡拿着红蓝铅笔继续研究着世界地图，圈圈点点。空地处，5路大军向着不同的方向接连出发，所有将士皆是斗志昂扬，摩拳擦掌。由于全部是史诗阶及以上的大军，所以行进速度极快。
仅仅1天的时间就已然抵达原本既定的位置。柳柔，你看我们和阿三中间还隔着一个小泥，这个主上并没有说，我们该怎么办？殷峰手腕上显示的正是全息投影地图，这种小地方主上估计都没注意，这个小地方我们顺手把它覆灭就好了。柳柔轻笑，我们可是有着10万史师以上的大军，覆灭这样一个小国如同探囊取物般简单。殷峰点点头，既然如此，那么就开始吧。太久没战斗过了，我都快忘记那种饮血的滋味了。小泥边境线处，殷峰、柳柔等部碰见的不是人类，而是成规模的凶兽大军，最外围的数量起码有着100万之巨。看来这小泥是已然被凶兽沦陷了，这还只是最外围就有这么多的凶兽，其内我估计没有活人了。殷峰看着前方盘踞的凶兽大军说道：无所谓，打过去就行了，要么臣服要么死，反正我们怎么都不亏。这100万凶兽大军实力真的不怎么样，最高的才只是堪堪钻石阶罢了，就算在内部有着传说级，那也无所畏惧。他现在可是传说家的等级，加上主上赏赐的天赋光球内的逆天天赋，就算来10个传说他都不会放在眼里。我要带着我的族人上了，时不待我还等着拿下阿三国向主上复命呢。腾蛇不随我杀敌，柳柔玉手一挥，率先向着最外围的凶兽大军杀去。杀！杀！杀！有着柳柔的命令，腾蛇部族人齐声高喝，纷纷争先恐后的冲杀而去。兄弟们，我们不能落后，随我杀！殷峰大手一挥，紧跟着冲了上去。杀！杀！杀！九阴部的族人同样发起了冲锋，速度丝毫不慢，整整10万大军，气势犹如排山倒海。传说家的柳柔和殷峰犹如无人之境，所过之处，凶兽大军成片成片的死亡，无数的能量魔晶以及物品被爆出。其余传说皆使世界的族人同样一个技能覆灭一堆，等级差距太过悬殊，完全就是单方面的屠杀。柳柔身影快速掠去，如抓小鸡仔般提起那名钻石阶的凶兽，澎湃强大的气势一瞬间全部爆发开来，那钻石阶的凶兽差点吓得昏死过去。带我去找你们的首领。柳柔语气冰冷，不带有丝毫感情。钻石阶凶兽还处于愣神中，久久没有答话。咔嚓，柳柔秀眉微皱，一把捏碎了钻石阶凶兽的右臂。啊！钻石阶凶兽顿时惨叫出声，惊恐地看向面若寒霜的柳柔。带我去，活，否则死！柳柔再次开口，不过显然已经没有了耐心。我带你们去，带你们去，别杀我，千万别杀我！钻石阶凶兽连连点头，不断告饶。柳柔冷哼一声。10分钟后，战场之上的100万凶兽大军已然全部覆灭，只剩下一地等残肢断臂，原本的地表已经被鲜血浸透的泥泞不堪。至于2部的族人，则是无一人伤亡，10万对100万，虽说对方人数众多，但等级差距如同鸿沟般不可跨越。打扫过战场后，那名钻石阶凶兽在前方引路，柳柔和殷峰带着大军紧随其后。沿途所遇见的凶兽大军，要么被收服，要么被屠戮殆尽。柳柔只问一遍，机会给过后不珍惜等待的，就只有覆灭一途。还是那么没耐心啊！殷峰无奈地摇摇头，暗自腹诽。随着时间的推移，2部的身后已然林林总总跟了60万凶兽大军，距离小泥凶兽的总部也仅仅只有3公里的路程。10分钟后，大人，这就是首领所在的城池了。那名钻石阶凶兽哆哆嗦嗦，畏惧地说道：很好，你的使命完成了。柳柔点点头，美眸细眯散，发出危险的光泽。那我还莫等钻石阶凶兽说完，柳柔抬手间数道锋刃飞出，钻石凶兽顷刻间被斩作了数段。使命完成，那你就去死吧。柳柔冷哼，这种没有留着的必要，收到自己的部队里只会是害群之马。若是他柳柔被擒，唯死而已。一侧的殷峰面色如常，他早已猜到了结局。作为同僚柳柔的性格，他还是很了解的。别看名字带个柔，心肠却是极狠，不仅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攻城，后退者杀无赦。柳柔娇喝，玉手一挥。对于自己的族人和九阴部族的族人，他是放100个心的，但对于那些新收服的凶兽大军，他还是持着怀疑的态度。若不是主上有命能收服的，尽量收服，以他的性格，就直接杀绝了。杀！杀！冲啊！顿时铺天盖地的凶兽大军冲锋上前，有着数万传说和史诗，城墙没坚持几分钟的时间，便坍塌成了一片废墟。待城内的传说史诗赶来之时，柳柔和殷峰已然攻入了城内。呵，6只传说。柳柔不屑，双眸中散发出一阵妖异的红芒，随后一团血红的雾气凭空出现，顷刻间笼罩了一只传说级凶兽。啊！救我！血红雾气中凄惨的吼叫声不断传出，不过却是愈发的微弱。1分钟后，惨叫声彻底消失。柳柔玉手一挥，血雾霎时间消散，一具红纹密布的骨骼连带着金河噼里啪啦的散落一地。这一幕把剩下的5只传说吓得不轻，这可是才短短1分钟的。剑啊！1只传说级就这么陨落了，太可怕了。3秒钟做个选择，要么臣服于我的主上，反之刚才那个就是你们的下场。柳柔扫过那5名传说，缓缓开口，同时周身的气势猛然爆发，传说家的气势瞬息间席卷全场。5名传说眉头紧皱，传来那恐怖的气势，使得他们双腿不自觉地微微发颤。2，我臣服。1名传说凶兽不再思考，直接单膝跪地。1，我臣服，我臣服，我也臣服。我还没等最后那一只说完，数道锋刃接连飞出，直接把最后开口的那名传说凶兽切成了数段，鲜血喷洒而出，溅了其余4只传说一头一身。臣服主上后，若再如此拖泥带水，那就是下场，明白了吗？柳柔喝道。我等明白，明白。仅剩的4只传说凶兽接连点头。
面前这女人简直太恐怖了，一言不合说杀就杀，命可只有一条，可能不得罪这女人。劝你们别有其他小心思，若是敢背叛主上，你们会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柳柔再次敲打，对于这些投降的，他是没什么好感的。全军休整半小时，打扫战场。半小时后，全速前进，攻陷阿三国。殷风挥手向着身后的大军下令，又看向了那5名传说：“你们5个集结所有凶兽军队，半小时后随我们一同出发。”是。众人齐齐拱手领命，开始下去做着准备。林凡住所内，电话铃声骤然间响起，拿起一看，是欧阳昭打来的。林凡直接按下了接听键。女婿，龙国周边诸国在向我们求援，他们说有大量高阶凶兽突然出现，想让我们帮助他们抵御凶兽，你看怎么办？欧阳昭的声音从听筒内传出，语气不疾不徐。不用管，那些凶兽军队是我派过去的，这次我要肃清整个亚洲区域。不会是前几天那些凶兽大军吧？欧阳昭微微惊讶询问道。没错，毛熊国我同样派遣4部神殿大军前往征讨了，等亚洲彻底平定，下一个开刀的就是鹰将。女婿，那用不用派我们龙国的军队援助凶兽大军？或者说我们支援一些导弹核弹？不必，龙国军队不用出手，一切交给凶兽大军就好。好，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或者你去军部国安部自己调动，你现在的权限都能调动。没问题，那就这样。林凡挂断了电话，自己派出的凶兽大军每一步行动都有着汇报，一切他行动都知晓。传说史诗的破坏力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各部首领乃是传说家的等级。推进最快的乃是小冕区域，虽然秦阳一部只有3000多要龙族军队，但所过之处的凶兽大军尽是臣服，不知不觉间拉起了数百万的凶兽大军，一路摧枯拉朽，仅抵达后的半天时间，已然连下小冕8座城池，斩敌无数，打得小冕心颤胆寒。所获取的物资，林凡下令尽数让秦阳分发给部众使用，提升实力。国安部内，欧阳昭一一回绝了那些被揍诸国的总统，心中却再不住的偷笑。原来这一切都是自己女婿搞出来的，这些诸国还真是倒霉，国家安在哪不好，非要安在龙国周边，这下好了，全部要化作凶兽大军的粪便了。如此好消息，那得告诉东方离这老王八蛋一声。欧阳昭心中暗想，随后出了国安局，开车向着京都军区而去。京都军区内，东方离正喝着茶，手中不断的翻阅文件。猛然间，咔嚓，办公室的房门被推开，欧阳昭大摇大摆的长驱直入。喂，欧阳老贼，你丫的进来都不知道先敲门的吗？东方离抬头看向欧阳昭，面色犹如锅底。还有，我那房门是锁着的，你直接就把我办公室门搞坏了，你得赔我个门。一个门而已，别纠结这个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欧阳昭笑着迈步走到沙发前坐下。你能有啥好消息？东方离咂咂嘴，轻抿了一口茶水。你还不知道吧？亚洲区域的诸国总统今日向咱们求援，说是受潮来犯。我寻思问问小凡的意思，结果你猜怎么着？欧阳昭挑挑眉，嘴角上扬。结果那受潮就是小凡派去的。东方离捏着下巴略微沉思，随后开口道：哟，这你都能猜得到？欧阳昭惊诧，没想到你他娘的还是个天才。你那不废话吗？东方离瞥了一眼欧阳昭，当时我们去小凡的住所，那片空地上有着那么多的凶兽军队，你刚才又说到了受潮以及询问小凡，这就算是傻子也能联想到其中的关系吧？哈，算你聪明，这可是大好事。欧阳昭起身，走，咱哥俩出去喝点庆祝一番，再过不久，整个亚洲区域可就都是龙国的领土了。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不得不说我女婿就是厉害，随随便便就能调动凶兽大军，古今有哪个人类可以做到？东方离不住的赞叹，随后掏出了手机给林凡打了个电话。喝酒这种事情自然不能忘了林凡，现在林凡就是主心骨，有林凡在一切皆成。欧阳昭和东方离出了军区，驱车前往了林凡的住所，随后3人一起前往了酒店。小泥境内，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小泥境内的所有凶兽大军尽数被召集而来，跟随着柳柔和阴风等部的后方，浩浩荡荡的绵延数百里，数量之巨绝对不少于3000万之数，其中钻石以及史诗加起来达到了5万多的数量。此地距离阿三国边城只有5公里的距离，所有将士全速前进，一举破城。柳柔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全息地图后，玉手一挥下令道：是。那5名传说首领立即领命，动作整齐划一，还不拖泥带水。拖泥带水的下场他们已然见识过了，那就只会是死路一条。现在他们的身份还是降军，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只能杀敌破城立下功劳。5位传说首领把命令传递下去后，3000多万凶兽大军就如同发疯一般向前冲锋，边冲锋边不停地咆哮嘶吼着，一时间大地开始不断的颤动。柳柔和阴风2部的10万大军都是史诗级以上，全部是飞行行进，不出半小时的时间，2部就从最前方领路变作了跟随着3000万凶兽大军的后方。阿三国边城城墙上，一众黑鬼感受着大地传来的剧烈震战，以及看着那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的兽潮时，腿肚子还是不停地打颤。虽然他们早就得到了兽潮即将到来的确切的消息，提前联系好了周边的国家进行增援，整整100万大军做好了布防，但每个人的心中依旧是心惊胆战，这一战很有可能要永远的留在这了。一名黑鬼悲痛欲绝，从腰间拿起军用水壶，咕嘟咕嘟的猛灌了一口恒河水。兄弟，这味道很熟悉，让我在最后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另一名黑鬼悲叹：来，兄弟。黑鬼把水壶递了过去，干了这碗恒河水，来生还做大黑鬼。哎，其实我很后悔降生在这个地方，若是我能出生在龙国，那么一定会很幸福。其实我也希望，但这都是命运使然。2个黑鬼相视一笑，做着最后的道别。城墙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城墙下，第一批阿三国以及驰援的军队已然列好了阵势，准备迎敌。杀！杀！杀！
5名传说首领一马当先，率军冲锋，挥手间不断的打出一道道攻击。其身后的凶兽大军同样发动了各式各样的攻击，一时间密密麻麻的攻击打向了城墙下的阿三国军队。轰轰轰！无数的攻击在空中对撞发生爆炸，有的攻击突破重围，或落在阿三国的军队中，或落在凶兽大军的阵营内。一时间血肉横飞，一朵朵蘑菇云冲天起。不过这只是第一波的远程打击。随着第一波攻击的远程打击过后，凶兽大军同阿三国军队开始了厮杀。城墙之上的阿三国军队御兽师指挥着御兽，不断向着没有交战中的凶兽大军发动着攻击。一道道攻击落在凶兽军阵中，惨叫声、哀嚎声顿时不绝于耳。不过这更是激起了凶兽的凶性，赤红着双眸，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锋。柳柔，我们是不是该上了？阴风看向柳柔，这些凶兽大军至今没有一只退却，哪怕是缺了条腿，还在不断的向前冲锋。我觉得你的疑虑应该可以打消了。破城吧。柳柔点点头，没有多说。这些凶兽大军的表现，他自然看在眼中，不用阴风多说，他自然也会下令破城。柳柔和阴风率领着2部直奔边城的城墙而去，沿途一道道攻击打出，准确无误地瞬杀了那些阿三国以及驰援军队的御兽。至于城墙上、城墙下袭来的攻击，纷纷被九阴族释放出的屏障所抵御。边城城墙之上，看着越来越近的柳柔和阴风2部，阿三国的黑鬼们不断命令自己的御兽发动攻击，但攻击的效果微乎甚微。那该死的屏障就如同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哪怕就算是一道攻击突破进去，也仅仅是造成一点点伤害。距离仅仅只有50米时，柳柔以及腾蛇部众们纷纷双手合十，双眸中发出赤红的光芒，一团团血色雾气凭空出现，瞬息间笼罩住城墙上多御兽师以及御兽们。凄厉的惨叫声顿时传出，充斥着在场每一个黑鬼的耳膜。啊，这是什么鬼东西？痛死我了！救命！我的手消失了，谁来救救我？我的吉尔被融化了，我还不想死啊！刚才喝恒河水中的其中一名黑鬼被血雾所笼罩，他身边同喝一壶恒河水的好基友强忍着心中的恐惧，试着伸出手想要搭救，手刚一触碰到血色雾气，血色雾气如同一道血色长蛇般顷刻间吞没了伸来的黑手，剧烈的疼痛感猛然传来。妈的，痛痛痛！黑鬼好基友痛呼连连，额头青筋暴起，连忙挣扎想要抽出被吞没的黑手，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大量的血色雾气犹如复古之躯般不断的蔓延，在黑鬼好基友惊恐的目光下，直至彻底吞没。这一波血雾攻击直接带走了10来万阿三国的御兽师以及御兽，城墙之上陷入了一片混乱。柳柔的俏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这波攻击效果出奇的好，本来他的预期只是能击杀掉万余御兽师，可这些黑鬼们和御兽们并不知道血雾的特性，居然不要命的赶去触碰，触碰的下场自然会被吞噬，最终化作一块块骨骼。腾蛇部，随我杀敌！柳柔一声骄喝，身形快速向前冲去，锋刃不停的凝聚而出，射向城墙之上混乱的阿三国军队。腾蛇部族的族人同样向前冲锋，无数的锋刃铺天盖地掉向着城墙之上的阿三国军队袭杀而去。九阴部，随我杀敌！阴风收起防御屏障，一道直径数十米的火球凝聚而出，周围的温度骤然间拔高，空气都被这炙热的火球蒸腾的扭曲。火球直挺挺地向着城墙之上轰去，城墙上的御兽师以及御兽擦着就伤，碰着就死。火球中心覆盖的中心区域，御兽师以及御兽顷刻间被烧成了飞灰，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这一道火球之下，起码干掉了1000余名黑鬼以及御兽。九阴部族族人同样凝聚出大大小小的火球，向着城墙之上无差别袭杀而去。锋刃、火球，使得本就混乱的城墙上更加混乱。不可计数的黑鬼以及御兽死在了这2种的攻击之下，还有部分在慌乱中跌倒，被曾经的战友或者自己的御兽活活踩成了肉泥。没有秩序的城墙1小时内便被柳柔和阴风率部占领，城墙之上的防守军队被屠戮一空，2部10万大军无一人阵亡，只有10几名史诗级受了些轻微的伤势，这伤势还是被友军的攻击误伤到的。边城的城墙已然被彻底占领，城下之下的抵御力量就犹如无根浮萍般，在柳柔和阴风率部绞杀下彻底全军覆灭，留下5万大军打扫战场，收集金盒以及其他的物资。柳柔和阴风率领着部众以及凶兽大军向着城内杀去，破城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项便是屠城，这是主上的命令，还是特意交代的。虽然不知是为何，但柳柔和阴风还是会严格执行，主上的命令高于一切，哪怕是让他们自刎当场，他们同样不会有丝毫犹豫。随着3000多万的凶兽大军入城屠杀，边城内霎时间火光四起，惨叫遍地，无数的黑鬼不断的奔逃，有的试图命令自己的御兽进行抵抗，不过都只有这一个下场，那就是死，不是被锋刃切割成数段，便是被火球燃烧成飞灰。一间房屋内，房盖已然不见，但房间内却正传出不堪入耳之声。半空中，阴风以及身后的几名九阴族族人皆是眉头微皱。族长，这些黑鬼们都死到临头了，居然还想着繁衍后代，我不明白。一名九阴族传说接族人开口道，面露不解之色，可能知道马上就会死绝，在进行着最后的疯狂吧。阴风转身挥挥手，这种恶心的繁衍不应该存在，英华你去把他们火化吧。不知为什么，他感觉这种黑鬼有些莫名的恶心，想必夜晚这群黑鬼出没，空中只会飘着一排牙吧。难怪主上会下令把这些黑鬼王国灭种，这样的黑鬼存在，可能都会影响他吃饭的食欲。是，刚才那名传说点点头，挥手间一道火球凝聚而出，炙热的火球顷刻间吞没了那座房屋，不堪入目的场景顿时消散，整座房屋都化作了飞灰。屠城仅仅40分钟便已然落幕，这座边城内再没有一个黑鬼，所有的黑鬼都尽数的死去。边城内要供给大量的阿三国军队以及驰援而来的军队，所以存储的物资数量极为庞大。
柳柔和殷风向林凡汇报了战况。林凡命令柳柔和殷风下发天赋光球，彻底收复这些凶兽大军的军心，同时把这些物资尽数吞服掉。柳柔和殷风领命后，把5名传说首领纷纷叫到临时军营内。你们5个刚才的表现不错，我们的主上很满意。柳柔夸赞了一句后，取出了5枚天赋光球，玉手一挥，5枚天赋光球漂浮至5名传说首领的面前。这是主上恩赐给你们的奖励，可以强行提升资质到极限神话，吞噬物资就可以不断升级，进阶没有任何阻碍，吞服即可。虽然之前林凡把各部大军产出的天赋光球都回收走了，但是各部的首领还是留下了一些作为备用。闻言，5名传说首领皆是面露惊诧。强行提升资质，吞噬物资不断升级，进阶没有阻碍，这3项简直就是逆天般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种东西吗？不过他们却不敢犹豫，纷纷捧着天赋光头开始吞噬。彻底吞噬天赋光球后，5名传说首领感受着自身体内桎梏的碎裂，皆是面色一喜，眼神中透露出激动之色。扑通！5！我等谢拜谢2位大人，我等愿誓死追随2位大人，刀山火海在所不惜。5名传说首领直接跪倒在地，纳头便拜，这无异于再造之恩。这是主上对你们的恩赐，你们要效忠的是主上，而不是我们，明白了吗？柳柔秀眉微皱，语气冷漠。是，我等明白，我等必定誓死追随主上。感受着突然传来的冷意，5名传说首领浑身一颤，立马改口。你们应该已经感觉到了，这天赋光球内有着4种天赋，接下来你们使用其中的无损传承，分别制造出5枚天赋光球。制造天赋光球过后，把这些天赋光球下发给你们的部下，再如此循环往复，使得整个军团全部获取天赋光球内的天赋。阴风扫过下方跪地的5名传说首领，下令道：整个团全部获取天赋后，这座边城内的2/3物资全部下发下去，用于快速提升实力。接下来我们会不断的进行作战。是，我等遵命。5名传说首领拱手领命，起身后走出军帐。殷华，你把边城内1/3的物资下发给我们2部的将士，用以提升实力。殷风侧头再次下达命令。是。殷华点点头，走出军帐。3000多万凶兽大军的数量规模过于庞大，整整持续了3天的时间才全数吞噬天赋光球以及下发的物资。整体实力对比之前来说有着大幅度的提升，现在凶兽大军内最低阶的都达到了黄金阶，所有凶兽大军对林凡这个主上已然彻底心悦诚服。2部10万将士在这3天的时间内再次进阶出了372名传说，6名原本传说实力的小统领更是进阶成了传说家。天刚蒙蒙亮，2部将士以及凶兽大军已然整齐的列队出发。柳柔玉手一挥，率领着大军继续前进。实力的整体提升使得进军的速度对比之前来说快了不止1倍。不出2小时的时间，柳柔和殷风就率部抵达了第2座城市。城墙巍峨耸立高达100米，上面密密麻麻的站着无数身穿迷彩服的士兵以及召唤而出的御兽。城墙之下，阿三国的军队以及其他诸国援助的军队比边城时所遇见的数量更多。柳柔目测估计了一下城墙之上和城墙之下的军队数量加起来起码有着400万的数量。嗖！就在此时，大量的破空之音传来，密密麻麻的导弹核弹从天穹之上的不同方向飞驰而来，目标正是柳柔和殷风率领的凶兽大军。9营部族族人全体释放防御屏障，务必抵挡住这波轰炸，主要保护铂金以及黄金阶的凶兽。殷风眉头紧皱，毫不拖泥带水的下令道，其余将士全力拦截空中的导弹核弹群。嗡！一道道防御屏障瞬息间被凝聚而出，整齐的排列在凶兽大军的最上方。其余的将士纷纷凝聚出攻击，向着空中密密麻麻的导弹核弹群对轰而去。轰！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传出，朵朵蘑菇云冲天而起，硝烟弥漫整个战场。城墙之上、城墙之下的阿三国军队以及诸国援军见状，面露喜色，开始下令御兽们使用攻击进行远程打击。能消耗死越多的凶兽，他们的赢面就越大。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支援，就是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兽潮。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是懂得，若是阿三国被凶兽覆灭，那么接下来就会轮到他们。他们的国力甚至说还不如阿三国，如果遇见这种规模的兽潮，那么只有死路一条。操！殷风看着前方不断袭来的攻击，怒骂了一声，但天穹之上的导弹核弹群还在不停地砸落而来，他的防御屏障根本无暇兼顾这么多方位的攻击。殷风和你的部众，你挡住导弹核弹群就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腾蛇部。柳柔双眼细眯，率先向着城墙之下冲杀而去。腾蛇部族人听令，放弃防御，全力进攻。是。腾蛇部所有族人紧随而上，悍不畏死，一道道攻击不要钱似的打向城墙之下的御兽师以及御兽，对于袭来的攻击完全不做防御。轰！无数的火焰、血雾、锋刃以及猛然间从地面之下窜出的土刺出现在城墙之下正进攻的阿三国军队以及诸国的援军中，一时间死伤无数。腾蛇部军阵中虽然有受伤的，但却并不致命。柳柔已然率先冲入了阿三国的100万军阵中开始厮杀，后续多5万部众接连至加入战团。他奶奶的，这导弹核弹怎么没完没了的？殷风心中暗骂一声，转头看向身后的5名传说首领，传令下去，大军最快速度推进。我们与那些阿三国的军队战斗在一起，这些导弹核弹就没用了，他们总不可能自己炸自己。是。5名首领领命后开始传达命令。9营部族在最上方开启着防御屏障，3000多万凶兽大军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城下之下的军队和柳柔的腾蛇部族战作一团，城墙之上掉攻击却还是接连不断的袭来。殷风恶狠狠地瞪着城墙之上的黑鬼们，心中暗下决定，破城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杂碎全部剁碎了喂狗。
随着时间的推移，3000多万凶兽大军终于抵达了城墙之下，加入了战团。天穹之上的导弹与彻底停止。在刚才接连不断的轰炸之下，凶兽大军起码被炸死了70万的数量。若不是有着9音部的防护，损失只会更大。他娘的，老子烧死你们这群驴日的杂碎！阴风怒骂一声，随后猛然向着城墙之上飞去，周身燃烧着熊熊烈焰。一枚火球在阴风的头顶上方不断凝聚，面对袭来的攻击，阴风不躲不闪，任由这些攻击击打在自己的身上。1米、10米、100米、200米、300米，最终一枚直径1000米的火球彻底成型。阴风身上不断冒着白气，这是被火焰蒸发的汗珠。嗖！阴风用力向前一推，直径1000米的火球向着城墙之上飞去，空气被高温蒸腾的不断扭曲变形。城墙之上的军队双腿颤抖，这种攻击他们从未见过。还莫等多想，直径1000米的火球就已然彻底吞没了他们，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直接被高温融化，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仿若从未出现过一般。爆！阴风暴喝一声，直径1000米的火球顷刻间爆炸开来，冲击波掀飞了一片又一片的御兽师以及御兽。炸开的火球如同火雨一般纷纷散开，砸落溅在那些士兵以及御兽的身上。火焰犹如复古之躯般无法覆灭，反而是不断的继续燃烧，从一点化作熊熊烈焰。救命啊！谁来救救我？痛啊！这是什么火焰？怎么扑灭不了？哼，灭火！快帮我灭火呀！惨叫声、哀嚎声此起彼伏，歇斯底里，但最终结果都只是化作一抹飞灰。这一道大招之下，城墙之上的士兵以及御兽起码干掉了数十万之巨，1000米范围之内尽数被清空，只剩了一地散落的晶核。不过这道攻击却阴风把体内的能量尽数消耗一空，身上燃烧着的熊熊烈焰消失，阴风喘了口粗气，掏出了一枚生机果实啃了起来。随着一枚生机果实的入腹，伤势以及能量在不断恢复。城墙之下喊杀声接连不断。随着3000多万凶兽大军的加入，阿三国以及诸国军队开始节节败退。这群凶兽大军就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悍不畏死，哪怕是身子被轰没了半截，还在向前爬着想要杀敌。有的残废的赤红着双眸，不要命般的冲上前，选择自爆，与敌人同归于尽。柳柔所率领的腾蛇部就如同一柄尖刀般，专门盯着军队中的高级御兽弑杀。传说家的实力对战传说就如同杀鸡屠狗般简单，哪怕军队中有着辅助型御兽加持各种状态，但依旧不是柳柔这种吞服了大量能量魔晶、提升了全属性的对手。彻底恢复后的阴风率领着9鹰部直接杀上城墙，屠杀着城墙之上的士兵以及御兽。经过刚才阴风的那一击，阿三国以及诸国的士兵看见阴风的眼神极为恐惧，就如同见了九幽之下的恶魔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城市的抵抗军尽数被剿灭。腾蛇9鹰2部没有阵亡的将士，仅仅有着数十名重伤的。3000多万凶兽大军在这一役中阵亡的数量不少，高达200多万。如果算上导弹核弹群队那一波，战损直逼300万。城破后，柳柔下令屠城，但城内却空空如也，没有一个阿三国黑鬼，有的只是这些阿三国军队以及诸国援军的补给物资。再次吞噬了这座城内的所有物资后，柳柔阴风继续率领大军向前而去。林凡住所内，看着手机讨论组内不断传来的消息，林凡剑眉微皱。这些诸国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其中还有鹰将等国的身影。今日进攻城市的时候，几乎每一路大军都遭到了导弹核弹的袭击。根据汇报，这些导弹核弹就如同下雨一般，不要钱似的砸下来。原本派出的军队倒是没什么伤亡，但收复的凶兽大军却是伤亡惨重。看来我该去一趟鹰将了。本来还想着等彻底统一亚洲地区再收拾这帮玩意，没想到这么迫不及待的就想着找死了。喜欢帮人出头，那就看看你们覆灭有没有人帮你们收尸吧。林凡心中腹诽，活动了一下手腕，站起身。正好他很久没有出去走动了，该活动活动身子骨了。咚咚咚！与此同时，房门突然被敲响。林凡走至房门前，拧开门锁，拉开了房门。两个人正在门前等候着，不是别人，这二人正是百里孤和元宝。凡哥，我俩准备好了，咱啥时候动身啊？元宝背着登山包搓手，一脸兴奋。你这又给梦见了？没有回答元宝，林凡看向百里孤，百里孤笑着点点头。你是真的离谱，我这才刚决定。林凡无奈的摇摇头。其实我是昨天刚梦见的。百里孤耸耸肩，所以我就叫上元宝过来找你了，替你省了4毛钱电话费。我这大舅哥靠谱吧？林凡，我可真是谢谢您嘞。百里孤摆摆手，一家人不用客气。林凡，行了，事不宜迟，我们出发。林凡走出住所，锁好了房门。抬手间，林凡召唤出了月营，一跃而起，站在月营的头顶。此刻的月营等级已然达到了265级神话阶，在部分昼夜击杀经验秘境中的野怪后，全属性更是提升了一大截。百里孤召唤出了萧峰，元宝召唤出了阴荒。萧峰、阴荒，见过主上。萧峰见过圣主。两只御兽刚一出现，便对着林凡一礼，见月营也在萧峰对着月营再次一礼。这点百里孤和元宝倒没有什么意见，本来这两只御兽就是林凡的属下，而他们两个又都是林凡的兄弟。林凡点点头，运转洞察之眼扫过两只御兽，姓名骁龙、萧峰，资质极限神话，等级23200传说家，姓名九阴阴荒，资质极限神话，等级210-300传说家。很不错，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晋升到了传说家。林凡夸赞道：“谢主上夸赞。”二人再次一礼，这一切都要感谢主上的再造之恩以及主人的全力培养，这一点二人心中是不敢忘却的。林凡，行了，目标鹰将，百里孤还是你带路。百里孤，没问题，我早就准备好了，
行进路线以及鹰将的地图我已然烂熟于心。萧峰和殷荒纷纷化作龙形态和九阴形态，百里孤和元宝跳上个自愈兽的头顶后，由百里孤指挥着萧峰领路。林凡一行人向着鹰将国驶去。凡哥，百里孤，整一根不？元宝掏出一盒华子，抽出3颗，分别递给林凡和百里孤。接过元宝递来的华子，林凡指尖窜出一缕火苗点燃，吸了一口华子，轻轻地吐了个烟圈。元宝一脸羡慕地看着林凡的操作，这玩火的手段可真是太神奇了。和电视上那些魔术不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能操控火焰。叼上一颗华子后，元宝拍了拍殷荒的其中一颗头颅，殷荒立即会意，那颗头颅扭转过来，一道火焰喷吐而出，烈焰瞬息间点燃了元宝口中的华子，连带着的还有一半被烧成灰的头发。元宝轻抚了一下缺了半边头发的脑袋，一脸潇洒地给殷荒的9颗头颅分别递上一根华子，随后9阴深处一只爪子分别给每颗头颅上火。这波操作直接把林凡和百里孤看呆了，这把御兽当打火机用就算了，居然还教御兽抽华子，简直离谱。凡哥，你看我这新发型如何？你这发型挺欠揍的。林凡嘴角微微抽动，不知为何他现在有种想揍元宝一顿的冲动。我想把你另外一边的头发烧干净做个对称，整得我强迫症都要犯了。百里孤皱眉，从裤兜里掏出一只打火机。我操，你别过来！元宝花容失色，中指指着百里孤连忙向后退去。嘿，就一下，别乱动哦。百里孤纵身一跃，跳到了殷荒的背上，不断逼近。俩变态，真会玩。林凡无奈的摇摇头，转身不去看百里孤和元宝，任由二人你追我赶。林凡掏出手机给喵喵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2秒便被接通。喂，主人找我有什么指示？喵喵，把鹰将国新任总统的电话查出来发给我，我有用。明白，我这就去办。好，就先这样，后续我还会联系你。言罢，林凡挂断了电话，坐在月营头顶等待着喵喵的消息。不出2分钟的时间，手表震动了一下，一串电话号码被喵喵发送了过来。林凡满意的点点头，喵喵的办事效率还真是快，不愧是搞科研的。看来当初收服喵喵的选择真是极为正确，科研型御兽在关键的时候助力一点不比战斗型御兽差。在手机上输入了这串电话号码，林凡拨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后接通了。Who are you？ 电话另一头一声略带疑惑的鸟语传了出来。我你爹，给我说人话，别说你那我听不懂的鸟语。林凡一脸黑线，怒骂一声 Fuck neuropathy！ 操，神经病！你他娘的敢骂老子？信不信我让你百宫再化成灰一次？虽然后面那句林凡听不懂，但就算他再不懂外国话，前面那个 fuck 他也知道什么意思啊。你是林凡？听着电话内的话，鹰将国新任总统反应了过来，能让百宫化成灰的龙国只有林凡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声音简直和上次大屏幕连线时听到的一模一样。哟，听出来了呀？你再骂我一句我听听。林凡撇撇嘴，不，尊敬的林凡阁下，我刚才并不知道是您，请原谅我的冒昧和无知。鹰将国新任总统语气极为谦卑，仿若受气的小媳妇一般。这林凡可是惹不得，这个人就是个疯子，说干你都不带犹豫的，完全不考虑任何后果的那种。啧，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林凡不屑，我还是喜欢刚才硬气一点的你。林凡阁下说笑了，我怎么敢捋您的胡须呢？鹰将总统陪笑，林凡阁下您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想听狗叫，你说怎么办？林凡有节奏地敲击着手指，慢悠悠地说道。电话另一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不出3秒钟的时间，鹰将国总统那有节奏的狗叫声传了出来，一声高过一声。没办法，得罪不起，只能忍了。唉，鹰将总统心中欲哭无泪，他想辞职不干了。停，叫得真难听。林凡出声打断了鹰将总统的狗叫声，语气中满是嫌弃。您千万别生气，我这就去学，肯定让您满意。鹰将国总统此刻更想哭了。不必了，听你狗叫太折磨人。林凡拒绝，语气意味深长。我现在要去你们鹰将国，我们一行人就3个，给你个机会，你可以派大军过来干掉我来报仇。当然如果你害怕，也可以联合其他诸国一起过来干掉我。反正现在他林凡无所畏惧，哪怕是明告诉他们又如何？他不认为有谁能拦得住他。您的威名早已然传遍了全球，您就是借我们1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啊。林凡阁下，您要来我们鹰将国，我们自然会以最高规格的礼仪迎接您。好吗？机会可是给你们了，不珍惜那可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林凡阁下，我们真的不敢，你有什么要求您就提，我们一定照办。哦，林凡拉长声音，眼睛转了转，听说你们导弹核弹存储量不少，等我到的时候，我希望看见1000万枚以上的导弹核弹供我调动，明白？明白。鹰将国总统头皮麻发，看起来你的样子很不情愿啊。我林凡可是最不喜欢勉强别人了，既然不愿意，那就当我没说过好了。不过，明白。林凡阁下，您的要求我们一定照做，我们是自愿的，一点也不勉强。还没等林凡说完，鹰将国总统立马斩钉截铁，看你的语气，倒怪我说少了，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3000万枚吧。林凡若有所思，是，明白。电话另一边的鹰将国总统嘴角抽搐不停，恨不得给自己几个大耳刮子，自己非得犹豫那么一下干什么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行了，那你准备吧。言罢，林凡直接挂断了电话。看来这些诸国是真的被自己上次那2发毁灭光束给打怕了，原本不可一世的鹰将，如今比3孙子还3孙子，真的是纯纯的欺软怕硬，舔起来比舔狗还舔狗。林凡转头，百里孤和元宝的追逐已然停止，元宝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般，顶着一个大光头，楚楚可怜地站在原地。在太阳的折射之下，光头上不断反着光辉。凡哥，百里孤他欺负我，我帅气的头型被他毁了。
元宝见林凡忙完，小跑上前告状。林凡看着元宝的模样，林凡强忍着爆笑出来的冲动，他怕笑出来，元宝一个想不开从天上跳下去。百里姑，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这么欺负元宝呢？林凡瞥向百里姑，就是，你就知道欺负我。元宝点点头附和。你说说你，为什么在他光头中间还留了3根头发？你就不能整得彻底一点？你让元宝搁着玩 cosplay 三毛的呀？林凡再次开口道。元宝，下次一定，哈哈哈！百里姑忍不住了，疯狂大笑。林凡看着狂笑的百里姑，真想一鞋底子拍过去，憋笑很累的好吗？行了，别悲伤了。林凡强压住笑，拍了拍元宝的光头安慰。花有重开日，毛有再长时。凡哥，我可谢谢您嘞。元宝生无可恋，没想到小丑竟然是他自己。别客气，谁让我们是好兄弟呢？我林凡生平甘愿为兄弟两肋。还没等林凡说完，百里姑大惊失色，顿时飞扑而去，捂住林凡的嘴。见林凡没有把插刀2字说出口，百里姑松了口气。上回一众赛场那一幕，他可是还清晰的记得。若是说出来，那就不是光头了，那是要命了啊！林凡挣扎，当然并没有用大力，不然百里姑顷刻间就会被拍飞出去。林凡，那2字千万别说出来，说出来的话要命。百里姑嘱咐，随后松开了手。尊都假都，林凡狐疑，你还记得一中赛场上我被2把手术刀莫名其妙的给戳了吗？百里姑郑重的点点头，现在想起来，他还感觉肋下隐隐作痛。林凡，元宝啊，我刚才可是救了你一命。百里姑看向元宝，你头发的事情咱俩就算扯平了。你丫的，你怎么就救我一命啊？找借口可不是这么找的。元宝抱着肩膀，一脸愤愤不平。林凡刚才那句说出来，你可就要挨刀子了。百里姑努嘴，不信的话，你大可以尝试一下，不过可别怪我没提醒你，挺疼的。如果扎腰子上，那可就不妙了。元宝一脸黑线的冷哼了一声后，坐到一边暗自沉默去了。这百里姑的预知天赋和凡哥的种种神奇，他可不想以身试法。若是百里姑说的是真的，那可就追悔莫及了。他可不想年纪轻轻的腰子就被扎上2刀。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一晃眼1天时间悄然而过。林凡3人乘坐着各自的御兽抵达了鹰将国的边境。鹰将国边境，大量的直升机、战斗机整齐排列，其上拉着装扮的喜气洋洋，拉着一道道彩色条幅，热烈欢迎林凡阁下莅临鹰将国。看着条幅上的汉字，林凡心中暗自腹诽，等玩够了，鹰将就会彻底消失了，就让你们做最后的狂欢吧。凡哥，这群洋鬼子还挺热情啊。元宝抽着华子，指了指战机以及条幅。热情？百里姑噗呲一笑，别太天真了，要不是林凡的毁灭光束把他们吓到胆寒，他们早就去龙国找我们报仇了。别看现在他们这样，若是有朝一日他们比我们强了，届时他们是什么尿性，你我都心知肚明。确实，元宝点点头，百里姑说的一点没错，若不是他们害怕得罪凡哥，怕凡哥一发毁灭光束打过来，早都在半路上截杀他们了，还换一个锤子。林凡3人乘坐着御兽，距离战机欢迎队越来越近。你们在这等我。林凡转头看向百里姑和元宝，随后把月营收回了御兽空间内，运转起自己的飞行能力。林凡向着其中一架战斗机飞去。战斗机上的鹰将鬼子们看见这一幕，纷纷呆愣，见鬼一般的摘下飞行眼镜，揉了揉眼睛，嘴角不断抽搐。人类居然能在天穹之上飞行，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说出去怕不是会被人当作精神病。咚咚咚，一架战斗机的舱门前，林凡用脚踢了踢，不出几秒的时间，舱门就被拉开，林凡直接飞身而入。那名鹰将鬼子顷刻间重新合上了舱门，在空中强行打开舱门，那可是极为危险的事情。若不是面前这位是总统团特意交代过的林凡阁下，哪怕是打死他，他也不敢随便开舱门。哟，不错呀，这里面。林凡在战斗机里东摸摸西摸摸。林凡阁下，那名飞行员一脸惊恐地看着林凡手中的物件，大脑刹那间一片空白。这红色按钮是干嘛的？林凡眨眨眼睛，手指推开上方的玻璃盖，轻轻按下。鹰将飞行员，嗖嗖嗖嗖，4发机载导弹齐射而出，摇曳着长长的尾焰，向着建筑群飞驰而去。轰轰轰！接连不断的4声爆炸相继传出，远处的建筑群倒塌一片，顿时火光冲天。原来是导弹啊，简直太危险了！林凡见眉微皱，惊呼出声，翻手间一把匕首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中，随后转身看向飞行员：“我说我不是故意的，按到的你信吗？”“我信。”鹰将飞行员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这简直就是个魔王，不是魔鬼。关键这是他妈的耶稣都治不了的魔鬼啊！估计耶稣来了都得含笑九泉。难怪总统特意交代，千万不要反驳林凡。看着林凡手中那寒芒毕露的匕首，鹰将飞行员可以很确定，刚才自己只要说一个不字，自己很可能下一秒就会被扎几10个窟窿。哎，都因为我才导致了那些建筑坍塌，我可真是个罪人啊！林凡叹息，手再次推开了另一个玻璃盖，手指轻轻地按下了蓝色按钮。嗖嗖嗖嗖，顷刻间4发机载导弹再次发射而出，刚才那片区域内4朵蘑菇云再次冲天而起。哎呀，我又不小心按到了。林凡一脸自责。鹰将飞行员哑口无言。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战斗机上就只有8枚机载导弹，这下全打空了，就再也没有手误这一说了。林凡阁下，您看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我们总统还在白宫等着您的到来呢。鹰将飞行员平复一下心情，脸上堆满了笑容，看起来就宛如一个猥琐老叔叔一般。你在叫我做事吗？林凡瞥了一眼鹰将飞行员，语气猛然间变得冰冷。你们鹰将总统好大的架子啊，在白宫等我过去找他，我就在这待着，让他滚过来见我。这
您看，鹰将飞行员再次懵逼，支支吾吾的不知所措。他怀疑他今天肯定是倒霉到家了，为什么这么多战机林凡不去，偏偏选中了他这一架？这不是难为他吗？怎么办啊？怎么？是我林凡的话不好使了，还是说你们鹰将的御兽师又行了？亦或者是想尝尝毁灭光束离地的滋味了？不，林凡阁下，请您不要误会，我这就联系我们总统，让总统过来见您，您千万别生气。鹰将飞行员面色惶恐，连忙掏出手机。林凡没有说话，冷哼了一声。不出片刻，鹰将飞行员收起了手机，满脸堆笑。林凡阁下，请您稍等，我们总统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行吧，你这战斗机里太闷了。林凡转身向着舱门走去，看也没看那名鹰将飞行员。轰！随着林凡一脚踹出，战斗机的舱门直接飞了出去。So doing， 飞出去的舱门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直挺挺地砸在了一架战斗机的机窗之上。咔嚓咔嚓，被砸中的那架战斗机机窗瞬间破碎，巨大的惯性使得战斗机一颤，在空中打着旋儿的向下栽落而去。驾驶位上的飞行员大惊失色，但整架战斗机却彻底失去了控制，甚至连弹射装置都无法开启。心中绝望之色渐浓，那名飞行员已经闭上了双眼，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这可能就是命运吧。轰！随着战斗机和一栋建筑的亲密贴合，一声猛烈的爆炸声响彻云霄，熊熊烈焰燃起数十丈高，一股蘑菇云冲天起。原本高耸的建筑刹那间坍塌，如同一根被百年蛀空的病树，露出那中空腐朽的内部。惨叫声、哀嚎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一幕呈现在每一个鹰将飞行员的眼中，但却都是敢怒不敢言。林凡那可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人，如此很可能就是在借机挑起战端，他们可不能傻乎乎的做出头鸟，成为整个鹰将的罪人。势比人强，不能不忍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只能心中对被舱门砸落的倒霉蛋和建筑内的人们抱着12分的同情了。逢年过节去给他们祷告一番，以表哀思。哎呀，不就是大力了一点，这舱门太不结实了，还是我龙国的舱门好。林凡颇为苦恼，凌空而起，向着百里孤和元宝的位置飞去，稳稳地落在殷荒的背部。凡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元宝激动地搓搓手，刚才那一幕可真是太爽了。用鹰将的导弹炸鹰将的建筑，一舱门直接击落了一架战机，这群洋鬼子连个屁都不敢放，看向他凡哥还的满脸堆笑，露出那充满讨好的笑容。等鹰将的总统过来，到时候你们做得越过分越好。林凡看向百里孤和元宝，哪怕你们就是找他要几十个大洋马都没问题。去你的吧，我百里孤可不好这口，几十个下来，生产队的驴都能被榨干。百里孤大笑，我看元宝行，你可以让他试试。百里孤，老子跟你拼了！好事你就不想着我，这种事情你倒是一点也不和我见外。元宝攥起拳头做事就要冲向百里孤，不过健身后的林凡没有动静。凡哥，你怎么不拉着点我？万一我把他伤了，那不就不好了？行了，你俩别闹了，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来斗地主。我带了扑克。林凡翻手间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副扑克，冲着两人摇了摇。凡哥，要不还是算了吧，和你玩斗地主我就没赢过。元宝松开拳头，哭丧着脸，我怕被弹出脑震荡。算了。百里孤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一般，连连拒绝。哎，无敌可真是太寂寞了。林凡心中叹息了一声，现在居然连个斗地主都没人和他玩了。看来自己想玩斗地主，还是得回去以后找欧阳千木他们玩了。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间1小时的时间悄然而过。鹰将国总统乘坐着飞行御兽急匆匆地赶来，身后还跟随着数名传说级的御兽师高层。尊敬的林凡阁下，是我考虑不周，我有的行为向您道歉。鹰将国总统躬身一礼，脸上全然一副歉意。啊，你架子挺大啊，我凡哥来了你都不亲自过来欢迎，道个歉就完事了。元宝撇撇嘴，一脸不屑的斥责，整几架破飞机，拉几道破条幅就叫欢迎了？怎么的？你们鹰将这么寒酸？还是说你压根就没把我凡哥当回事？鹰将国总统刚要开口，就被元宝再次打断。我什么我？让你说话了吗？之前当世界老大当习惯了，现在分不清大小王了是不是？不知道我凡哥现在打个响指就能把你这鹰将给炸成渣渣吗？今天这事你说怎么办吧？你让我凡哥在这白白等了你1小时，我凡哥这种顶级大佬的时间多么宝贵，想必你应该清楚。在我们龙国有句话叫做时间就是生命，你这等于让我们损失了1小时的生命。还有你站着算几个意思？你有资格站着和我凡哥讲话吗？你配吗？看什么看？跪下！你是他娘的听不懂人话吗？还有你们也一样，眼睛瞪得跟个牛蛋似的，怎么的？想打我呀？不怕告诉你们，凡哥是我姐夫，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看？脑袋不给你打放屁喽！更何况就算你们一起上，也未必打得过我。元宝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堆，听得林凡和百里孤嘴角微微抽动。没想到元宝的口才居然还挺厉害的，以后这种活还得让元宝来。鹰将国总统看向林凡那并不太好的脸色，加上元宝刚才所说的一席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再次向着林凡致歉。自家总统都跪了，身后跟着的几名高层心中略微挣扎，紧跟着扑通几声接连下跪。我要的3000万枚导弹核弹准备好了吗？林凡淡淡的说道。林凡阁下，您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待着您过来检阅了。鹰将国总统连忙回答道，不敢再有一丝一毫的怠慢。行，现在带我过去。林凡点点头，是，我们这就去导弹基地。鹰将国总统见林凡并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不由得松了口气，连忙附和。让你起来了吗？跪着带路。见鹰将国总统想要站起，元宝冷喝道。林凡扭头懒得看鹰将国总统那张脸，自顾自地掏出一罐旺仔喝了起来。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鹰将高层直挺挺地跪在飞行御兽的背部，向着导弹核弹控制中心的位置带路，四周是成片的战机群护送。
百里孤纵身一跃，跳上了殷荒的背部，抬手间收回了萧峰。凡哥，我刚才表现得不错吧？元宝得意一笑。林凡，不错，没看出来啊，你小子口才如此之好。那殷将总统和那些高层连个屁都不敢放。元宝，嘿嘿，这还不都是碍于凡哥你的神威？而且我早就看这殷将不爽好久了。生平我最讨厌的就是小樱花和殷将了，一个天天犯贱，另一个自以为是。是啊，不过很可惜的是，他们遇见了林凡，他们终会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坨垃圾，甚至以后都不会有人和生物记得出现过这两个国家。百里孤耸耸肩，林凡笑了笑，掏出手机看着讨论组内的未读的消息，随后双手敲击虚拟键盘，发送了一条消息：林凡，各部汇报一下当前所在位置，暂时停止向前继续推进。消息刚一发出，没过2分钟的时间，各部首领的消息就相继发送了过来。秦阳回禀主上，耀龙部以及1200万凶兽军团于1小时前刚攻下小缅境内的曼德，现在正在此处进行休整。宁双回禀主上，雪龙部以及蛮龙部现正在进攻小月境内的莱嘉城，预计半小时后就能结束战斗，我们2部会在莱嘉城内进行休整。卡洛奇瑶回禀主上，我们2部正在进攻小窝境内的万荣，预计20分钟后结束战斗。柳柔回禀主上，我2部以及3400万凶兽军团现在位于阿三国境内的安拉城进行休整。清代回禀主上，我2部以及2000万凶兽军团现在位于哈克国境内的扎尔城进行休整。萧雨回禀主上，我7部以及4600万凶兽军团现在进攻小蒙境内的博格城，预计半小时内结束战斗，我们会在这里进行休整。风烈回禀主上，我4部神殿现正在进攻毛熊国境内的戈尔城，预计1小时内能够拿下。林凡辛苦了，各部等待我的下一步指令后再继续向前推进，我会利用鹰将国的导弹核弹群把你们前方还未推进的诸国区域给无差别轰炸一遍，到时你们推进会更加方便。发送消息后，林凡把各部首领以及大军所在的位置牢牢记住后，收起了手机，从空间手环内拿出一张纸质的世界地图以及红蓝铅笔，把世界地图摊平。林凡拿着红蓝铅笔，在需要轰炸的城市以及沿途的路线上用红色仔细标注，圈圈点点。虽然近些日子几乎每天都在看世界地图，但对身为路痴的林凡来说还是不太适应。不过好在有着百里孤帮忙。半小时后，世界地图上亚洲区域内需要轰炸的地方已然尽数的标注出来，3000万枚导弹核弹，林凡相信一定能把这些区域给力一遍。不是喜欢用导弹核弹对付自己的凶兽大军吗？这回也让你们尝尝被导弹核弹群轰炸的滋味。最主要的是，这导弹核弹还不用自己花钱，简直是一本万利。就在林凡思索之际，前方跪着的鹰将总统转过头，潺潺开口：“尊敬的林凡阁下，前面就是导弹核弹控制中心了。”行，那就降落吧。林凡下令道。好的，林凡阁下。鹰将总统点点头，命令着身下的御兽降落。元宝指挥着鹰荒进行降落，林凡3人一跃而下后，元宝把鹰荒收回了御兽空间内。行了，起来吧。看着降落后还在跪在飞行御兽背上一动不敢动的鹰将总统以及高层，林凡没好气的下令：“是，谢谢。”得到命令的鹰将总统以及高层如蒙大赦，纷纷起身，不断向着林凡点头哈腰，口中道谢。你过来。林凡冲着鹰将总统勾了勾手指，鹰将总统收回飞行御兽，如一条哈巴狗似的小跑来到林凡身前。这张地图上标注红色记号的地方，给我无差别轰炸。你要是敢炸错一个地方，我送你和你们鹰将直接归西。林凡把地图扔给了鹰将总统，鹰将总统接住地图，小心翼翼地张开瞄了一眼。仅仅是这一眼，差点没给鹰将总统的天灵盖惊的飞起。这张世界地图上标注的全部都是亚洲区域的城市以及沿途要道，而且这行动轨迹好像正是那些兽潮即将要前往的城市。一个大胆的猜测自鹰将总统的脑海中升起，同时眼神中的恐惧之色越来越浓烈。这兽潮该不会是林凡发动的吧？天哪，他真的不敢再继续往下想了。如果这是真的，那这林凡真的是太可怕了，不仅拥有毁灭国家的超标武器，竟然还能肆意的指挥兽潮攻城略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才？为什么这样的人出生在龙国？要是出现在鹰将，那他们鹰将岂不是可以无敌于世界了？林凡简直太过可怕了，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保住鹰将？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个无解题，打又打不过，这可真的是难办。你搁那想什么呢？世界地图看不明白？见鹰将总统发呆，林凡呵斥：看得明白，看得明白。鹰将国总统回神，立马点头哈腰：我立即布置下去，您的吩咐我们鹰将肯定会全力以赴。就在这一瞬间，鹰将总统开窍了，他明白怎么保得住鹰将了，那就是当林凡的狗腿子，只要鹰将还有利用价值，林凡就不会灭亡他们鹰将。林凡他要什么，他们鹰将就给什么，不断研发出高能武器，让自己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让林凡看到鹰将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把林凡这尊大神给供起来，千万不能得罪，尤其是现在。言罢，鹰将总统一马当先在前方领路，林凡等人大摇大摆地跟在后面。有着鹰将总统这张脸在，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控制中心内部。林凡翘着二郎腿坐在一间会议室内，会议室内的大屏幕全部开启，各块大屏幕上播放的正是各个军区内导弹核弹的发射现场以及待轰炸地区的卫星锁定画面。林凡阁下，您布置的任务已然彻底准备完成，只要您一声令下，3000万枚导弹核弹即刻发射。鹰将总统满头大汗的小跑上前，气喘吁吁地说道。为了完成林凡交代的任务，他腿都快跑断了，才在这半小时内安排好了一切。他都恨不得自己再多生2条腿，若是慢了一些，让林凡不满意了，那他们鹰将可就惨了。这破总统可真是不好当啊，又是要当三孙子，又是要当狗腿子。他都怀疑他脑子当时是不是进水了，会去竞选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破差事。
林凡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12:05，时间刚刚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了。正好请这帮曾经的邻居们吃顿午饭好了。不过这午饭就比较奢侈了，乃是由导弹以及核弹构成的盛宴。凡哥，来根华子。元宝很合时宜的从口袋中掏出一根华子递给林凡。林凡点点头，接过华子，小火苗自中指指间绽放，一股股虚无缥缈的白色烟雾升腾而起。看着这非人类一般的操作，鹰将总统以及其余高层纷纷张大嘴巴，那表情仿若能吞下一枚西瓜。这林凡究竟是个什么生物？这貌似已经超出人类的范畴了吧？操控元素能量不是只有凶兽才能够做到吗？难不成这林凡不是人类，而是凶兽化形而成？你们看着我干什么？跟基佬似的，我可是个正经人。林凡吐了个烟圈，瞥了一眼鹰将总统以及那些鹰将高层。没，您误会了，您点火的样子实在是太帅了，我们被您这帅气的姿势吸引住了。鹰将总统回神，连忙否认解释。马屁精。元宝撇撇嘴，一脸不屑。没有，这是我发自真心的。林凡阁下是我平生见过最帅气的男人。鹰将总统语气真挚，双眼中泛着金光。他发现自己似乎对这一途很有天分啊，自己看来以后应该多加练习拍马屁，争取早日成为最强马屁精。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赶紧发射。林凡摆摆手，仿若就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一般。是。得到命令，鹰将总统立即回应，随后拿起桌子上的平板电脑下达发射的命令。霎时间，大屏幕上各个军区内发射现场的无数导弹核弹在同一时间升空，摇曳着橙红的尾焰划破天际，向着不同的方向飞去，场面颇为壮观，甚至比之上次炸成樱花更为绚丽。毕竟上次仅才20多万枚，这次却是整整的3000万枚，其中核弹的数量占据着1/3，也就是说有着整整1000万枚核弹。相较于导弹来说，核弹的威力和破坏力更加的可观。由于鹰将距离亚洲地区以及毛熊国的位置并不算近，第一波导弹核弹到达之时，林凡的脚下已然多出了2个烟头。大屏幕上火光冲天，爆炸接连不断，随后便是滚滚的蘑菇云腾起，成片的建筑群在这一排排导弹核弹的洗礼下化作废墟。大量的御兽师，甚至连御兽都来不及召唤出来，就被炙热的高温所蒸发。有些钻石阶以上的御兽师召唤出自己的御兽抵御导弹核弹，不过却并不成建制，只是杯水车薪罢了。抵御没一会，依旧还是淹没在了导弹核弹的海洋中。虽然无声，但这一幕在鹰将总统以及那些鹰将高层的心中，却如同一道道雷霆炸响。林凡、百里孤和元宝看的是极为舒爽，这可比看烟花爽多了。这一波下来，估计那些亚洲区域以及毛熊国就没有几个活人了。导弹核弹群洗地整整持续到了下午5点多，整整5个多小时的轮番轰炸。从卫星上来看，这些地区的地表已然是一片漆黑。林凡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他感觉这些国家的地面高度都下降了一些。小鹰啊，这场烟花表演我很满意。林凡翘着二郎腿，喝了口旺仔。由于这外国名叫着太绕口了，索性林凡就把这鹰将总统叫做小鹰了。您能满意，是我的荣幸。鹰将总统躬身一礼，腿肚子却是在不住颤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了5个多小时，他感觉他的老腰都快断了，但没有林凡的命令，他是真的不敢动啊。小鹰啊，时候不早了。林凡捏瘪了罐子，揉了揉肚子。您请跟我来，我早已准备好了盛大的晚宴。鹰将总统立即会意连忙邀请。林凡起身，大摇大摆地跟上，百里孤和元宝紧随其后。晚宴的地点就在控制中心内，林凡落座于主位，百里孤和元宝分居两侧。桌上清一色的龙国菜肴，各个地区的招牌菜都有。林凡点点头，这洋鬼子想的还是挺周到的，马屁都拍出精髓了呢。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些外族在林凡眼中都必须死，不可能因为会拍马屁就留个祸患。抬手间，5道法阵相继出现，月莹、希诺、茵茵、幻星以及安怡被林凡召唤而出。你们都落座吧。林凡看向自己的5只御兽，今天的菜品还是挺丰盛的，这些就我们3个肯定吃不完。好的，主人。5只御兽俏脸上满是欣喜，连忙落座，开始大快朵颐起来。林凡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吃了起来，味道的话很不错，肉质嫩滑，唇齿留香。抬头瞥了一眼鹰将总统以及鹰将高层们，只见他们正站在一侧不敢落座，但肚子却是不停地叫唤着。林凡无奈地摇摇头，自己就是太善良了，居然开始有点同情他们了，这可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不过这可能就是自己的性格吧，主打的就是一个善良。唉，林凡叹了口气，翻手间一个狗盆被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把狗盆扔到了地上。林凡把刚才啃完的那块排骨所剩下的骨头扔到了狗盆内，骨头上林凡还特意留下了几根肉丝。去吃吧，看你们饿的。林凡指了指狗盆，脸上全然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我这个人吧，最见不得别人受苦了，别客气，快来吃吧，还热乎呢。言罢，林凡再次往狗盆内扔了一根骨头。怎么个事？还在那跟个傻子似的愣神？是我凡哥说话不好使。元宝喝道，把面前的一盘酱油倒进了狗盆内。似乎觉得还不够，元宝又把鞋脱了，拽下自己的袜子扔进了狗盆内。我操！见元宝直接脱鞋了，百里孤惊呼一声，连忙捂住了鼻子。林凡见眉微皱，瞪了元宝一眼后，直接使用闭气大法。元宝眨了眨眼睛，不解地看向林凡二人，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元宝打了个冷战，连忙把鞋重新穿回了脚上。月莹等5只御兽暗自庆幸，还好他们离得远，并没有被波及。不过看主人的脸色就知道主人肯定憋得很辛苦。一时间，月莹不由得想要揍元宝一顿，不过想想还是算了，主人都没说什么。挥手间一股清香散发而出，把原本的味道彻底覆盖。嘿嘿，凡哥我这一着急就给忘了。
元宝挠了挠头，一脸歉意，现在没味道了，你们都不用憋着气了，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了。你丫的，你就不知道注意点。百里孤松开捂住鼻子的手呼吸了一口，果然味道已经消散，空气中反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你这脚赶上毒气弹了，估计蚊子都得退避三舍。林凡解除了闭气，没好气的说道：凡哥哥，人家真不是故意的嘛，你就不要生人家的气气了，好不好吗？元宝委屈巴巴，语气略带撒娇。哟，百里孤被这一下直接干破防了，刚喝进口中的啤酒尽数的喷了出去。你他妈给我停，不然我可要抱起伤人了。林凡强忍住一巴掌拍飞元宝的冲动，这元宝越来越变态了，真不知道从哪学来的。嘿，我就知道凡哥你对我最好了。元宝得意一笑，转头看向鹰将总统以及高层们，你们看得得呀看，赶紧去吃饭，不要浪费我凡哥的一片苦心，不然我凡哥抱起伤人我可是拦不住的。鹰将总统一众高层怀揣着想要去死的冲动，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高层不情不愿地挪着步子向着狗盆走去。你们站着吃饭啊？元宝起身，语气不善。唉，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高层心中叹气，认命般的纷纷跪倒在地，随之趴在地上。狗盆内那漂浮着兜袜子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他们的神经，酱油的咸味配合着那袜子酸爽的气味，仅仅只是趴在狗盆的前方就已经是万般折磨了，这究竟要怎么下口啊？这个叫做元宝的王八蛋简直太可恶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真的好想弄死他。总统，要不我们跟他们拼了吧，这日子过得活着还不如死了。一名鹰将高层用极低的声音趴伏在鹰将总统耳边说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势比人强，我们若是一时冲动，毁灭的将会是整个鹰将。鹰将总统微微叹气，小声回应，他又何尝不想拼命，他承受的比这多太多了好吗？自林凡给他打电话的那天起，他就已然抛弃了所谓的尊严。摇尾乞怜的学狗叫就不说了，最重要的是还被嫌弃不好听，他可真是太难了。但他在这个位置，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时的冲动那是愣头青干的事情，他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考虑到的是整个鹰将的利益。可是就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他们会越来越过分的啊。那名高层不死心的继续说道，如此以往，我们鹰将还是难逃覆灭的下场，不如我们拼死一搏，哪怕最终覆灭也比在这当狗好，起码我们死的壮烈，不是吗？壮烈顶什么用？覆灭了谁会记得你？你的死有什么价值？鹰将总统无奈。林凡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以他现在的听力，哪怕再小的动静对于他来说也能清晰的听见，这些窃窃私语自然逃不过他的耳朵。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没想到这鹰将倒是也有硬气的人。林凡转身看向趴在地上的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高层，看来你们是要出手来对付我们啊。果然啊果然，要不是我的听力够好，我还被蒙在鼓里呢。林凡意味深长的开口道，手指不断的敲击着桌面。没有，林凡阁下，请您一定要听我的解释。鹰将总统连忙摆手，手指指向刚才一直谏言的那名高层，是他一直在挑拨我们，想要让我们一起出手对付您。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干啊，您的神威我们怎么敢触碰？哦，林凡笑眯眯地看向那名高层，没错，就是我。那名高层站起身，目光和林凡对视，不卑不亢，心中彻底对鹰将总统失去了期望，直接就给他卖了，这算什么狗屁总统？同时已然抱有死志，他知道今天他肯定是活不了了，既然如此，不如就死得壮烈一些，也算不枉来这世间走一走。很好，我很欣赏你的骨气，但你会为此送命。林凡手指停止敲击桌面，仿若死亡的丧钟已然到来。月莹，送他去死。林凡毫不拖泥带水的下令道。刷刷刷！林凡对命令刚刚下达，数十道绞白的弯刃顷刻间出现，那名高层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弯刃切割成无数大小相等的肉块。随着那名高层的死亡，其构筑的御兽空间破碎，御兽尽数出现，弯刃再次飞射而来，这些御兽还未弄清什么情况，就尽数化作肉块，陪着他们的主人父皇权了。虽然林凡喜欢有骨气的人，但他却并不喜欢这种有骨气的人出现在别的国家，这种人遇见了直接斩杀就好，甚至于名字都不需要知道。倘若留下，那必然就是个隐患，而他林凡最烦的就是隐患和麻烦，所以还是直接清理干净的好。你们呢？什么想法？是不是想和他一样变作肉块来捍卫你们那什么狗屁尊严呢？林凡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浑身颤抖的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高层，手指再次开始有频率地敲击着桌面。微弱的手指敲击声听在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高层的心中，犹如巨锤般重重砸落，心全部都提到了嗓子眼。他们猜不透林凡是什么意思，刚才那个白痴很有可能就此惹怒了林凡。刚才林凡的御兽展露出的实力，他们可是都见识到了，出手的瞬间秒杀传说级，就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这等恐怖而又强横的实力根本无法与之相抗，只能把姿态放到最低，祈求林凡的原谅。不，林凡阁下，这都是他一个人的想法，我们对您绝无谋害之心，天地可见啊！您能来到我们鹰将，是我们的殊荣。鹰将总统连忙回应，举起3根手指向天发誓。是啊，林凡阁下，您如此英明神武，就算是借我们1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谋害您啊！一名高层附和，语气真挚。林凡阁下，您就像那天穹之上的太阳，我等就如那树下爬行的蝼蚁，我们怎么敢对您有谋害之心啊？您误会了，林凡阁下，尊严什么的那就是个屁，我们对您的敬仰就如那滔滔江水。林凡阁下，这袜子我现在就吃，您看好。又是一连串的恭维和马屁，这群鹰将高层怕是把这辈子的好话都在今朝给用了出来。
一名高层更是一口把元宝的袜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双眼瞪得犹如铜铃，额头之上青筋暴起，仿若一条条青色细蛇，面容极度扭曲之下，那名高层心一狠，直接一口吞咽了下去。如此，我就勉强暂时相信你们吧，但是要看你们后续的表现。林凡的手指从桌面上移开，嘴角微微抽动。这些高层为了活命真的是太拼了，林凡真的很怀疑那么大一团袜子是被怎么吞下去的，这还能拉得出来吗？是，感谢您能相信我们，您有什么指示，我们一定竭尽全力的完成。鹰将总统见林凡松口，连忙表态，生怕晚了。其余一众高层纷纷点头。那名吞袜子的高层虽面色苍白，双眼逐渐翻白，但依旧不甘落后。很好，吃完饭我会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能不能让我满意，就看你们的表现了。言罢，林凡转身继续吃起了饭，时不时地丢出一根根骨头以及菜叶扔进狗盆之内。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高层再不敢不多言，也不顾什么尊严与否，捏着鼻子开始在狗盆内夺食。这顿饭林凡吃的还是相当满意的，伴随着腥风血雨，连带着喂狗，别有一番风味。至于鹰将总统等人，林凡就不知道了，毕竟骨头上还是留了几枚肉丝的，只要酱油喝得多饱腹还是没问题的。饭后，时间俨然来到了晚上7点，林凡打了个哈气，伸了伸懒腰。林凡阁下，忙碌一天您辛苦了，我为您准备了豪华套房供您休息。鹰将总统连忙上前谄媚一笑，带路吧。林凡起身，是。鹰将总统连忙点头。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着控制中心外走去，而那名生吞袜子的高层则是被送去了急救室。对此林凡并不在意，一条狗的死活谁又会理呢？控制中心外，一辆极为豪华的加长林肯停在外面，鹰将总统屁颠屁颠地小跑着上前拉开车门，伸手向林凡恭敬一礼。林凡坐在了最后排，元宝和百里姑紧随其后上了车。鹰将总统轻轻地关上车门，面带微笑地向前走去，随后拉开驾驶位的车门坐了进去。现在的他如履薄冰，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至于让司机来开车，那他是万万不敢的。林凡这尊大神可万不能再得罪了，万一给自己再定一个摆谱的罪过，那自己可就太委屈了。一众鹰将高层并没有敢和林凡同坐一辆车，而是从车库内开了3辆车紧随加长林肯的身后。至于这3辆车的身后，则是大量的执法车以及军车，足足有着上百辆。沿途的鹰将行人纷纷被这一幕震撼，这么大的排场他们可是从未见过的。甚至第一辆林肯上驾车的乃是鹰将的总统，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行驶了约莫20分钟的路程，随着刹车声响起，车辆稳稳地停在一家10星级豪华酒店的正前方。鹰将总统推开车门，屁颠屁颠地再次来到后方为林凡开门。林凡下车，看向面前辉煌巍峨的酒店，点点头。该说不说，这鹰将总统还挺会来事的，这酒店看起来确实不错。酒店外，一条超长的红色地毯铺于最中间，超过10米长的迎宾小姐们分居两侧。林凡大摇大摆地走上前，音乐声骤然响起，迎宾小姐们纷纷鞠躬，雪白的沟壑尽显无疑，晃得林凡有点眼睛疼。进入酒店大厅后，在鹰将总统的领路下，林凡、元宝以及百里姑乘坐着电梯上至最高层，来到了提前准备好的3间房前。林凡阁下，这是你们的房卡，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有给您的礼物，您一定会喜欢的，有事联系我就好，我会随叫随到的。鹰将总统把3张房卡恭敬地分别递给林凡3人，随后告辞离去。离去后的鹰将总统终于松了一口气，在林凡的面前，他感觉时刻都像是要赴死一般，太恐怖了。同时又隐隐地期待起了林凡下次呼叫自己给林凡准备的礼物，林凡肯定会很喜欢，相信下次肯定不会难为自己了。接过房卡后，林凡3人分别进入了各自的房间。房间内，数十名大洋马整齐的排列，金黄的发丝，姣好的面容，以及那凹凸有致的身材，最重要的是，全部都是比基尼。林凡看着面前的一幕，林凡一脸黑线，如遭雷击。真的是说什么来什么啊！在飞行前来的途中，他就说了这个东西，万万没想到鹰将总统居然真的给自己来这一套。仔细数了数，这特么足足有着52名大洋马，感情这鹰将总统是想要把自己给榨干啊，其心可诛啊！美人计，他林凡可不吃这一套。刚走出10星级酒店，鹰将总统猛然间打了数十个喷嚏，没走出2步，便感觉脚下传来一片柔软之感。鹰将总统皱眉抬脚一看，一坨焦黄的便便，好巧不巧地粘在了他的鞋底。fuck！ 鹰将总统怒骂了一声。就在此时，一坨白色带着汤汁的鸟屎从空中悄然落下，稳稳地落入了鹰将总统的嗓子眼里。感受着嗓子眼内传来的芬芳，鹰将总统双眼瞪得溜圆，面容变得极为扭曲。他身为总统，居然活生生地吞了一坨鸟粪，关键是这鸟还特么拉稀了。他现在恨不得把这只该死的鸟打下来做成红烧的。嗓子眼内的味道愈发上头，直冲天灵盖。鹰将总统躬身就要作呕。砰！鹰将总统刚躬身之际，一声枪响骤然间传出，在这空旷的酒店前传了老远老远。嗷！歇斯底里的惨叫声自鹰将总统的口中传出，本要呕出的残渣再次被咽了下去。鹰将总统面色惨白，浑身颤抖，脑门上细密的汗珠不停地渗出，他感觉他的屁股中弹了，不是感觉，而是就是那疼痛的撕裂感。他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枪正中了红心。fuck！ 鹰将总统伸手一探，手上尽是嫣红的鲜血。若是林凡此时在场，一定会贴心的给他递上一张 WSJ。一众高层见鹰将总统突然变成这样，连忙冲上前搀扶，在一番不懈努力之下，鹰将总统终于被扶上了车。哦！又是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响起，鹰将总统抬起手，冲着面前高层就是一嘴巴子。你是瞎吗？不知道我开花了吗？还让我坐着！鹰将总统怒视那名高层，要不是他的意志力坚强，就刚才那一下，他就已经痛晕了过去。对不起，对不起！那名高层一脸委屈，连连道歉，心中却是不满到了极致。
你自己又没说屁股受伤了，好心让你坐下你还打老子，抽空必须得找你老婆多谈几次人生。把守着10星酒店的执法队伍中，一名执法队长心惊胆战，刚才就是他的枪莫名其妙是走火了，还好巧不巧的打中了总统的屁股。不过好在这附近都是他的好兄弟，应该没人会去告发他。他就期盼着不会查到自己的头上，若是查到自己的头上，自己这条小命可能就彻底交代在这了。房间内，5道召唤法阵凭空出现，月莹、希诺、茵茵、幻星以及安怡被召唤而出。5只御兽刚一出现，看向那52名大洋马，便是秀眉微皱，脸上充满了敌意。交给你们了。林凡摆摆手，自顾自地走到沙发边落座。没问题，主人。希诺率先抢答，下一秒身形瞬息间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之时，已然来到了2名大洋马的身后。那52名大洋马面色惶恐，瑟瑟发抖，全然一副不知所措。安怡打开了房间门，冲着其余4女点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嗖嗖，希诺一手一个拽着2名大洋马金黄的头发，抡了2圈后，直挺挺地扔出了门外。希诺拍拍手，冷哼一声：“你们是自己滚，还是我们姐妹送你们滚？”在希诺的气势下，剩余的50名大洋马灰溜溜的一哄而散，向着门外奔逃。刚才那2名的下场，他们可是见到了，用凄惨来形容都不过分，简直是太可怕了。哼，主人都不够我们姐妹分的，你们还想凑热闹，真是欠揍。希诺冷冷地瞥了一眼奔逃的大洋马们，没好气的谩骂。林凡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讨论组内的消息，随后快速地打了一行字发送而出：林凡，各部继续向前推进吧，经过这一波的导弹核弹群洗地，相信你们能更快地拿下亚洲区域。秦阳，主上，整整5小时的不间断无差别轰炸，简直是太恐怖了。我那会在高空之上全程观看，小冕基本都快被炸没了，连地表都变得焦黑一片。不出3天，我部必定能拿下小冕全境。宁霜，我那会也在全程观看，我从没想到人类的武器居然可以做到这种地步。主上，3日内我2部必会占领小月全境。卡洛奇，瑶，我2部即刻出发。主上，2日内我2部必定拿下小窝全境。林凡满意的关闭了各部首领的讨论组，点开了元宝以及百里姑他们3人的讨论组，上面还有着几个红点，显然是元宝和百里姑刚刚发送了消息。元宝，凡哥，百里姑救命啊！我这房间里怎么有20多个大洋马？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百里姑，我已经把他们都打晕了，区区几10个女人怎么会是我的对手？元宝，你可真溜。对了，凡哥呢？怎么没见凡哥水群？该不会是……百里姑，你要是敢说出来，你信不信林凡等会给你从楼上扔下去？元宝，百里姑，你等我一下，我要突围出去找你了。你知道的，我元宝从不打女人的。百里姑，我就不开门，怎么样？你气不气？元宝，我送你一种植物。林凡，你们俩现在来我的房间，我有事找你俩。林凡扫了一遍上面的消息，快速的打出了一行字发送出去。元宝，凡哥，你这刚才一直没说话，你该不会是完事了吧？林凡，你喜欢左脸种还是喜欢右脸种，或者喜欢对称一点的？元宝，百里姑，欠的，你看吧，要挨打了吧？该。元宝，别介啊，凡哥，我就开个玩笑，嘿嘿嘿，这种庸脂俗粉我凡哥怎么会看得上呢？凡哥你说对吧？元宝，滚，别打扰，我和凡哥谈情说爱。百里姑，林凡，别扯淡了，我不搞基，现在立刻马上过来我房间。元宝，马上到。百里姑，这就来。不出1分钟的时间，林凡的房间门便被敲响。林凡收起手机，起身开门。咦，凡哥，你的房间里怎么没有大洋马呢？元宝进入房间，疑惑地打量起四周，除却林凡外，只有月莹母女。被我扔出去了，咋地？你有意见啊？希诺抱着肩膀瞥了一眼元宝，没。元宝连忙摆手，他都差点忘了，这还有着林凡的几个御兽，外加未婚妻呢，怎么可能让大洋马肆无忌惮地出现？坐吧，我来说一下我接下来的计划。林凡走至沙发前坐下，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张世界地图，摊平在茶几上。百里姑和元宝坐在对面，看向茶几上平铺的世界地图。林凡拿起红蓝铅笔，在枫叶国的位置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以及2个箭头。林凡，难道你是想要利用鹰将去干掉夹在中间的枫叶国？百里姑捏着下巴，看着红圈，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林凡点点头，有着免费的打手，不用白不用。亚洲地区由我的凶兽大军进行征伐，而北美这面则是利用鹰将征伐诸国。待我的凶兽大军彻底踏平亚洲区域的时候，就是这鹰将以及北美沦陷覆灭之日。在此之前，我需要尽量消耗一下这些北美诸国的国力。虽说林凡都实力以及百里姑他们现在的实力都可以独当一面，整个世界不会有什么能威胁到他们的存在，但毕竟彻底覆灭一个国家，还是需要凶兽军队进行攻伐覆灭的。人太多，单凭借几个人根本是杀不完的。喵喵的超级武器一时不能胡乱使用，覆灭一个城市要10枚传说级晶核作为基础能源，覆灭一个国家那要用到的就不只是10枚了，有些不太划算，基本只能用作震慑。那鹰将会乖乖的听话去攻伐其他的国家吗？元宝不解，仰头询问。不听话的下场就是覆灭，能做到总统这个位置的人，他自然不可能是个傻子。百里姑笑了笑，而且今天鹰将总统以及高层们的表现来看，他们现在看见林凡可能腿都在打颤。林凡今日在晚宴上表现出的强势和实力，已然深深地震撼了鹰将总统和鹰将高层们，外加龙国还有着毁灭光束这种强横的超标武器，妥协是必然的。还是我凡哥牛逼！元宝竖起大拇指，不知不觉间又拍了个马屁。行了，就你嘴甜。林凡白了元宝一眼，话锋一转，今夜我们去沿海城市收复一些海兽军团，如今陆地凶兽军团和飞行凶兽军团都具备了，差的就是海兽军团了。没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元宝嘿嘿一笑，搓搓手，又能和凡哥一起出去干大事了。
元宝表示心情极为愉悦。现在，林凡毫不拖泥带水，起身向着窗边走去。打开落地窗后，月莹立即会意，凌空而起，利落地飞出窗外，摇身一变，化作银色巨龙。林凡把其余4女收进御兽空间，纵身一跃，跳上了月莹的头顶。百里姑和元宝纷纷抬手，2道召唤法阵自窗外凭空出现，萧峰和殷荒被召唤而出，2人分别跳上了各自御兽的背后。林凡3人乘坐着御兽，向着沿海的城市快速飞去。时间犹如白驹过隙，恍然间半小时悄然而过。林凡3人屹立于大海之上。一道召唤法阵出现，安怡被林凡召唤而出。安怡本体是鲲鹏，鲲鹏本身就具有水属性，更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操控水流进行作战。如今释放出安怡来收服海兽军团，无比的合适。主人，我这就去了。刚才在10星酒店内，林凡3人的谈话，他们5个都听得真真切切。虽林凡没有明说，但如今把他释放出来，他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在这大海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大海中他的战斗力更是可以成几何式的翻倍。林凡点点头。安怡顷刻间化作鲲鹏形态，体长保持在100米的长度，一头钻入了大海内。林凡掏出一颗芙蓉王雕在口中，右手中指一朵小火苗，猛然间绽放而出，点着了芙蓉王后，深深地吸了一口，静静地注视着海面上的动静。大海内，海兽横行，来来往往，实力虽然普遍不高，但数量不可计数。安怡游荡在海洋内，周身散发出神话界的恐怖气势，海兽们纷纷逃窜，不敢靠近。这气势太过恐怖，白银阶以下的若是离得近了，很有可能被这气势直接给压死。不出5分钟的时间，安怡双眸中泛起金光，她发现了一只钻石阶的海兽。二话不说，安怡直接一个加速，100米的身躯在这一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之时，已然来到了那只钻石阶海兽的面前。并不是空间能力，而是安怡在海洋中的行进速度太快，甚至于全速下已然超过了音速。钻石阶海兽一脸懵逼，身子在不停的瑟瑟发抖，原因无他。现在的他被安怡包裹在了一个水球内，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这水球内蕴含着的杀机以及安怡那恐怖的气势。他不明白这片海域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如此恐怖的存在。你是谁？别杀我！钻石阶海兽哆哆嗦嗦的开口，语气中带着乞求。你们的首领是谁？现在带我过去找他，不然你就死吧。安怡没有废话，直入正题。他的目标就是找到这片海域内的海兽首领，至于打服还是什么的，等后面再说。没问题，那您能不能先把这水球解开？在水球里我无法行动。钻石阶海兽弱弱地说道。啪！水球猛然间炸裂，钻石阶海兽重新恢复了行动能力，但却不敢有别的动作。在这样恐怖存在的面前，逃跑他是连想都不敢想，逃跑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他可不是傻子，这位要找的是首领，很有可能是想要抢夺首领的位置，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统领罢了。想必自己乖乖带路，这位定然不会为难自己。而且以这位所发出的气势，对比于首领来说，那可是强出了太多。若是自己能提前讨好一番，说不定日后自己的地位也能水涨船高，这可能就是自己的机缘。这边请！钻石阶海兽连忙调整好姿态，伸手一礼，紧接着在前方开始带路。安怡跟在后面，不断向着海域深处遨游。你能不能快点游？慢吞吞的，我真想一巴掌呼死你！安怡有些不耐烦，这钻石阶的海兽游动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主人在外面都要等急了。被安怡吼了一嗓子，那名钻石阶海兽猛然间加快了游动的速度，对比之前来说快了不止1倍。这位等语气可是不太好，他现在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他可不想被拍死。安怡冷哼一声，露出不屑之色。若不是这钻石阶海兽还有点作用，按照他的脾气，早就一巴掌拍死了，怎么会和他说这么多的废话？随着不断的向着海域底部深入，一座巍峨高大的宫殿出现在了安怡的视线中。宫殿外围是一座座高低起伏的建筑，最外围还有着类似于人类城市的城墙，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安怡心中暗自腹诽，不过却也没太在意。这种建筑挥手间便可覆灭，在他的眼中比之玩具差不了多少。安怡身形再次变化，化作粉雕玉琢的萝莉形态。钻石阶海兽睁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他没想到气势如此恐怖的这位，化形后居然会是个这么可爱的萝莉。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安怡目光森然，语气冷冽。这句话把脑海中正胡思乱想的钻石阶海兽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冷战，连忙转过头，不敢再看。这位虽然是萝莉，但那气势可做不得假，说弄死他那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甚至比碾死一只蝼蚁都要轻松。既然已经找到了海兽首领所在的驻地，那么一切就都变得简单了起来。懒得再搭理那名带路的工具人钻石阶海兽，安怡直接飞身来到城门之前。城门之前的海兽守卫严阵以待，虽然对于这恐怖的气势打心底畏惧，但他们的职责就是守卫城门。安怡没有废话，抬手间一道直径超过100米的庞大漩涡瞬息间出现在城门的位置。轰隆隆！在这巨大的吸力之下，城门、城墙连带着大量的海兽守卫纷纷被卷入漩涡之内。漩涡之内还有着无数风系能量形成的锋刃在不断的切割，城门、城墙以及海兽守卫毫无悬念的被切割成了无数碎块。原本清晰透彻的海水在污血的混合下变得一片暗红，不堪一击。安怡摇摇头，挥手间漩涡顷刻间消散，只有海洋中那显眼的暗红色代表着刚刚发生了什么。一道水幕浮现而出，包裹着周身。安怡大摇大摆的向着城内漂浮而去。拦住他！擅闯王城者死！杀呀！杀！一道道喊杀声此起彼伏的传来，大量化形后的海兽从四面八方冲出。安怡冷冷地扫过这些海兽，目光中带着不屑。等级最高的便是史诗阶，他只需要挥挥手，这些海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不想死的就滚开，与你们无关。安怡冷喝，神话阶的气势再次猛然爆发，席卷全场。杀！冲啊！包围他！不能让他进入王城内。
这些海兽虽然感受到这恐怖的气势，但依旧悍不畏死地冲杀向前，企图把安怡包围住。不知所谓，取死之道。安怡心中暗骂一声，小手轻轻抬起，以安怡为中心，数十道漩涡顷刻间凝聚而出，向着四周无差别的席卷而去。这些冲杀而来的海兽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恐怖的吸力直接吸入了漩涡之内，随后被无数的锋刃切割成了碎块。海水再次被染得通红，安怡的面色如常，杀人亦或者是杀凶兽，她不仅没有一丝抵触，甚至还有着些许期待。或许她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为了杀戮而生的吧。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她只知道主人的命令必须完成，从梦境中是在现实世界中更是。随着安怡不断的前进，原本高低起伏的建筑群全部倒塌成为废墟，漩涡中卷入了不知多少碎肉、建筑碎屑以及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安怡发现这些海兽就像是听不懂人言一般，她已经警告过好几次了，但是依旧没什么效果。既然如此，她便不再废话了，走一路杀一路就行了，给脸不要那么就全去死好了。直至走到那栋巍峨的宫殿前方，安怡凝聚而出的漩涡都快装不下了，杀了多少海兽安怡不清楚，反正一路而来遇见的海兽都死了。若是从上方往下看，那么很清晰的就会发现，整个王城被安怡给输了一个中分，还是笔直笔直的那种。哗啦啦，挥手间数百道漩涡消散，碎肉以及建筑碎屑不断的掉落而下。滚出来！安怡冷喝，声音不大，但却清晰的传入了宫殿内的每一个角落。刷刷刷！宫殿内大量的传说以及史诗街出现，为首的是一名青年男子。安怡感受了一下传来的气息，面前这些海兽传说街的大概有着50多名，史诗街的大概有着3000多名。阁下究竟是何人？擅闯我王城，未免太不把我焦某放在眼里了吧？为首的青年男子冷哼一声，语气不善。他在刚才就得到了手下的汇报，本以为手下能把这人格杀当场，没想到却也是硬生生的被突破到了这里。这人的气势他能感觉得出来，无比强横，甚至很可能已经超越了传说街，不然就凭借着擅闯王城这一点，他根本都不会废话，早就直接动手了。不过就算超越了传说街又如何？他们这面可是有着50多名传说街，3000多名史诗街，就算是车轮战亦能消耗死他，所以他还是很有底气的。臣服我主人活，否则全部死。安怡懒得废话，只此一句，这一句还是他跟其他的姐姐们学来的。狂妄之极，受死！为首青年男子暴喝，随后猛然出手。他身为此地唯一的王者，什么时候有人这样和他说话过？百枚冰剑顷刻间凝聚而出，携着摧枯拉朽之势向着安怡袭杀而去。青年男子身后的海兽们纷纷出手，各式各样的攻击不断打出，尽数向着安怡所在的位置席卷而来。安怡两只小手轻轻抬起，身躯之上淡蓝色的荧光不断闪现，一道直径上千米的漩涡被凝聚而出，其内各系能量在疯狂的运转。在梦境中猎杀凶兽之时，他和安若两人早就把属性提升为全系别。小手向前推出，直径1000米的漩涡直接和打来的攻击对撞，没有发生爆炸。这些攻击无论是光束类亦或者是能量凝聚类，纷纷被漩涡卷入其内，无意逃脱。漩涡不断前进，向着青年男子等一众海兽冲去。青年男子以及身后的一众海兽双眼瞪得宛若鸡蛋，这漩涡攻击的威势简直就震碎了他们的三观。我操，这他妈的是什么攻击？居然还能这样玩！青年男子惊呼一声，率先跑路，还不忘提醒被眼前漩涡震撼懵了的一众手下，别他妈愣着了，你们都傻了吗？站在原地等死啊！赶紧后退，规避漩涡。哦！一众手下在青年男子的提醒之下，纷纷回过神，不断向后退去，分散避开这直径1000米的漩涡。异想天开，安怡不屑，他的攻击岂是那么简单就能化解的？若是逃跑有用的话，他的能量岂不是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再次抬起小手，直径1000米的漩涡迅速分裂，化作数百来个直径10米的小型漩涡，向着四散而逃的一众海兽追去。我靠，开挂了吧？还他妈能分散追击！青年男子看着5、6道来势汹汹的漩涡向着自己这面追来，再次惊呼出声。当然，这是安怡特意安排的，这王八蛋的气焰太嚣张了，必须得好好制裁一下。一个传说街就牛逼哄哄的，不吊打一顿都对不起他安怡的手段。至于弄不弄死，先看看情况再说。主人要的是海兽大军，不是一堆海兽尸体。虽然说他很想直接把这些海兽都咔嚓了，但主次上他还是分得清楚的，不能因为他的喜好就坏了主人的大事。青年男子以及一众手下在不断奔逃，漩涡在其身后不停的追逐。安怡没有再继续出手，静静的观看着这一幕。海面之上，海风轻柔的吹过，仿若情人那柔弱无骨的小手在脸上轻轻拂过。林凡躺在月莹的头顶，身侧还摆放着一盘切好的西瓜，拿起一根牙签戳起一块西瓜送入口中，果肉绵密，甘甜汁水在口中爆开。林凡满脸都是惬意，人生啊，真不错。林凡不住感叹，等待总是枯燥的，但百里孤和元宝又不和自己斗地主，自己只能享受一下生活了，吃吃西瓜，吹吹海风，看看星星，倒是别有一番风味。看了看时间，林凡掏出手机给鹰将总统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后便马上被接通。林凡阁下，酒店您还满意吗？您这么晚来电是有什么指示吗？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完成。鹰将总统的声音立即传出，语气中满是一副谄媚之色，同时还夹杂着倒吸冷气的声音。你抽风了呀？一直嘶个不停，还有你给我房间放那么多女人做甚？还问我满不满意？我给你家轰平，你信不信？林凡没好气谩骂，这鹰将总统居然还好意思邀功，自己没冲过去揍他一顿就好不错了。对不起林凡阁下，我不知道您不喜欢女人，我这就给您安排男人，包您满意。鹰将总统打了个寒战，连忙认怂，同时信誓旦旦地保证道。不过心中却是在不断腹诽，没想到林凡这么霸气帅气且无敌的男人，居然有龙阳之好，可真是天妒英才啊！果然啊，上天开启了一扇窗，就会关上一道门。
看来只要把林凡熬死就行了，毕竟龙阳之癖是不会有后代的。我日，你个仙人板板，总统不当，开始在这给我玩拉皮条是吧？你信不信老子给你安排20头母猪？林凡直接被气笑了，这鹰将总统真他妈是个人才，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不过也就是林凡不知道鹰将总统心中所想，不然肯定连夜让喵喵轰平鹰将。电话另一边，鹰将总统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对于林凡得话，他感觉到了恐惧。若是别人说的，他肯定当作放屁，但这可是林凡这煞星说出来的话，那么极有可能给自己安排上。不行，自己刚开花，吉尔可不能再受到伤害了，一定要继续讨好林凡，赢取林凡的欢心，不能让林凡为难自己。林凡这么晚给自己打电话，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岔开这个话题，自己肯定还有着活命的余地。林凡阁下，我对我刚才的冒昧道歉，您这么晚了，一定有什么事找我吧？鹰将总统转移话题，避免自己被20头母猪袭击。你还知道你刚才冒昧啊？林凡冷哼，随后缓缓开口：既然你认知到了自己的冒昧，那么就奖励你自己20头母猪吧，少一头我轰平你100公。鹰将总统闻言如遭雷击，还是没躲过呀。千不该万不该，自己的嘴怎么就这么欠啊？20头母猪，自己怕不是要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不过他还不敢反抗，只能默默的点头称是，享受20头母猪带给自己最后的温存了。视频记得给我发过来，还有我看枫叶国的领土不错，但我又不喜欢活人，明白怎么做吗？明白，我这就去安排。鹰将总统连忙应答，根本不敢有任何犹豫。行，那就等一下，记得要野猪，家猪不适合你。林凡刚想挂断电话，猛然间似乎又想到了些什么，补充了一下：明白。鹰将总统的心再次凉了半截，这简直是要了老命啊！海野猪，那玩意不得给他整死啊！这总统可真不是人当的，我可太难了呀。不过这些鹰将总统只能在心底默默感慨，说出来那他是万万不敢的。那我就挂了。言罢，林凡直接挂断了电话。有着自己的指令，他相信鹰将总统一定会去乖乖执行，不然的话，枫叶他暂时不要了，第一个干掉的就是鹰将。凡哥，怎么样？元宝凑了过来，笑眯眯的询问道：刚才我还听到什么家猪啊野猪的，那是什么？鹰将总统已经安排攻打枫叶国了。林凡回应道：至于家猪还是野猪，那就是对他的奖励了。呜呼！听到奖励这个字眼，元宝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上泛起坏坏的笑容。就在此时，海面翻涌，扑通扑通扑通，一道道水流冲天而起，数千名人形海兽不断跃出，紧接着出现的是不可计数的海兽大军。安怡迅速地飞至林凡身前，小脸上露出可爱的笑容。主人，这片海域的海兽军队已然收服了，干得不错。林凡点点头，看向身后为首的那群人形海兽时，不由得嘴角微微抽动。基本上个个带伤，最惨的还是为首那名男性海兽，一张脸都被揍成了猪头模样，导致林凡第一眼看过去，还以为这是头猪妖成精。拜见主上。由为首的男子带头单膝跪拜，其身后一片部众齐刷刷的跪倒在半空之上。起来吧，你过来。林凡抬抬手，指着那名被揍成猪头的男子勾了勾手指。谢。青年男子拱手含糊不清的开口，随后向着林凡的位置一摇三晃的飞来。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名男子的面板，面板信息顷刻间出现在林凡的眼前。姓名：冰蓝寒娇，性别：属性：水系、冰系、飞行系，资质：传说，等级200/200，传说阶。原来本体是一头蛟，感觉差了那么点意思啊。林凡心中腹诽，蛟可是比龙还差了一个层次，而自己的手下大部分都是龙，还是纯种龙。不过既然是这片海域的首领，那就勉为其难的契约一下吧。你这脸为什么肿得这么厉害？我看其他人好像没你这么严重的伤啊。林凡不解，当然是被主上您的御兽给揍的，怪我太嚣张了，太自以为是了，结果我就被制裁了。青年男子哭丧着脸，如果上天能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他一定乖乖的开局就选择臣服，而不是被暴揍到臣服，这感觉可真的是太不好了。他现在还感觉脑袋瓜子嗡嗡作响。哼，活该。安怡站在林凡身侧，抱着肩膀冷哼，小嘴中轻吐出2个字：谁让这个玩意要抵抗一下的？明明那么弱，还要学人家装杯，大力一点都怕给他揍死。你叫什么名字？林凡无奈的摇摇头，以安怡的脾气，确实能干得出这种事来，不过更多的是同情这青年男子，还好有着自己的命令，不然怕是连变成猪头的机会都没有。主上，我叫骄傲天，还请主上契约。骄傲天如实汇报，同时拱手等待林凡的契约。林凡，难怪成猪头了，你这名字就很嚣张啊。从空间手环中取出一枚生机果实以及一管鲜血，把这个吃了，能恢复伤势。林凡把生机果实抛给了骄傲天，骄傲天接过生机果实，二话不说的就啃食起来。一枚生机果实入腹，骄傲天脸上的伤势以及体内的内伤在不断的被修复。此刻他整条蛟都惊呆了，他没想过这世界上竟有如此神奇多果实，说是神迹都不为过。这果子的效果实在是太霸道了，简直立竿见影。不出片刻，骄傲天肿成猪头的脸恢复成了原本的面容，长得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帅的，不过和林凡一比，那就是天差地别了。谢过主上恩赐，傲天愿为主上肝脑涂地，在所不惜。骄傲天直接双膝跪于半空，冲着林凡就是3叩首。他是发自内心的，眼神极为虔诚。主上的御兽实力他已然见识过了，那是绝对恐怖的存在，一个人追着50多名传说以及3000多名史诗乱杀。主上更是随手就能恩赐给自己如此珍贵的果实，若是牢牢跟紧主上的步伐，那以后的骄生必定是飞黄腾达。而且主上身下的那可是一头真正的龙，散发出的气势对比于刚才那萝莉来说都不遑多让，说不定自己跟随主上以后同样有机会进阶为真龙，
这可是他一生的梦想。林凡拔开试管的盖子，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开始绘画契约法阵。随着契约法阵的绘画完成，一阵红芒不断闪烁，和骄傲天融为一体。林凡感受到和骄傲天产生了一丝精神上的联系，便知这是契约成功了。而被契约后的骄傲天感觉自身的桎梏被打破了，他惊诧地发现自身极限资质不再是传说，而是更高的资质。主上真乃神人也，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我就知道跟着主上混一定没错。骄傲天心中窃喜，不断赞叹自己的睿智，心中更是笃定以后就跟着主上，哪怕是死也要跟着。这光球内有着数十种逆天的天赋，你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御兽，便是自己人了。这枚全天赋光球便送你了。翻手间，一枚全天赋光球再次出现在林凡的手中，随后递给了骄傲天。主上！骄傲天接过光球，泪眼婆娑。主上真的是太好了，这样的主上他真的是太爱了，哪怕现在让他去死他都觉得值。吞噬即可，随后使用里面的无损传承，制造出5枚蕴含吞噬、无碍进阶、极限神话以及无损传承天赋在内的天赋光球给你的部下们使用，以此类推，循环往复。林凡摆摆手继续说道，他的其他凶兽军队全部都是这种待遇，这支海兽军队自然不会区别对待。骄傲天把全天赋光球吞噬，感受着体内多出来的数十种天赋，骄傲天心中巨震，这些天赋简直是相当的逆天，就算是仅仅凭借其中一项就能纵横天下，更何况这么多天赋集于一身，这恩赐比天大，无异于再造之恩。没有再废话，骄傲天把恩情都记在了心中，向着林凡拱手一礼后，转身向着海兽大军飞去。按照林凡的命令，制造出天赋光球，分发给部下，再让部下们以此类推继续下去。海兽们知道这是林凡恩赐给他们的，心中皆是无比感动，发誓誓死效命主上。这支海兽军队彻底归心，他们的眼中现在只认林凡这个主上，若是有任何人想要与林凡为敌，他们就要与其拼命。不出片刻的功夫，海兽军队彻底的熟悉了流程，便开始自主的制造天赋光球，分发给同僚。骄傲天则是返回了林凡的身前，等候着林凡的问话。这海洋内还有着多少像你这般的海兽首领？林凡看向骄傲天询问道。一望无际的海洋内，林凡可不相信只有骄傲天这一支海兽军队，最起码几十几百只应该是有的。海洋的面积可是比陆地上要大得多得多。回禀主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毕竟海洋的面积太过庞大。不过在我领地附近的首领我却是知道的，那附近的这些首领就交给你去收服，我会派安怡跟着你们前往。林凡点点头下令道。知道几个算几个，收服下一支海兽军队的首领，肯定又会知道其附近的几个，如此以往，把这片海域的所有海兽全部收服，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遵命！骄傲天拱手，眼神中充满炙热之色。这是主上第一次给自己下派命令，自己一定要完成的漂漂亮亮，不能辜负主上的厚望，要让主上对自己刮目相看，这样主上以后肯定会重用自己。而且有着这位恐怖的萝莉跟随着一同前往，那么完成主上下达的任务，想必会更加容易。这个拿着，有事情随时联系我。林凡从空间手环中掏出一只喵喵手表和手机，扔给了骄傲天。这些手表和手环都是调试好的，只要会使用电子产品的都能轻松掌握，相信这些传说界的老油条不会没使用过人类世界的电子产品。手表和手机上已然加好了林凡的好友，可以随时发送消息。像这样的手表和手机，林凡的空间手环内还有着数百台，全部都是喵喵近期感知出来的，一股脑的全塞给了林凡。用精神传递消息很麻烦，还是电子产品更快捷方便一些，而且这些全部都是卫星传输信号，太阳能和月能都能充电，根本不愁会断连。接过手表和手机，骄傲天研究了一下，很快便彻底掌握了使用方法。你带着你的部下们现在回去，把储备的物资尽量全部吞噬掉，用最快的速度晋升实力。林凡继续下令道。成建制的海兽军队肯定有着不少的物资，如今这些海兽将士以及骄傲天都获得了天赋，先去升一波级，然后再去收服其他海兽军队，效率自然会更高。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道理林凡自是知晓。好的主上，我这就带人去准备。骄傲天点点头离去，带着几名下属直奔海底。主人，这骄傲天感觉憨憨的，我觉得我还是单独行动比较好。见骄傲天离去，安怡眨着大眼睛看向林凡，语气中满是嫌弃之色。刚才骄傲天在这之时，碍于林凡的面子，他没好意思开口。这骄傲天傻乎乎的，性格又有些自大，他感觉一起行动肯定会碍手碍脚。林凡不知道这骄傲天什么地方得罪安怡了，竟然评价如此之差。不过也难怪，若是不差的话，也不能揍成猪头。倒是他考虑欠周了，自己的御兽和这些后收服的统领们不同，前面收服的御兽更像是自己的家人，后面收服的统领们却更像是自己的臣子。两者虽说都是自己的御兽，但感官和相处方式却是不同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林凡一说不清楚。真要说的话，可能收服的这些统领都是强迫打服的。抬手间，3道法阵凭空出现，希诺、茵茵以及幻星被召唤而出。月莹，等会你跟着骄傲天他们去征伐收服附近的海兽势力。林凡拍了拍月莹的龙角。好的，主人。月莹乖巧的点点头。茵茵、幻星以及安怡，一会我会让骄傲天给你们找3名录影，带你们去其他的海兽势力范围。林凡扫过安怡3女，再次说道。自己的御兽每一名现在都可以独当一面，就算是在水下的战力，茵茵和幻星不如安怡，但对付传说街却还是手到擒来。好爷，就知道主人你最好了。安怡蹦蹦跳跳的拽了拽林凡的胳膊。明白。茵茵以及幻星同时点点头，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主人下的命令他们会不留余力的去完成。主人，那我呢？见其余姐妹都有作战任务，唯独自己没有，希诺眨着大眼睛可怜兮兮的看向林凡。诺儿，你化为麒麟形态载我回酒店。林凡笑了笑。希诺的话
虽然说系别同样为全属性，但林凡感觉并不太适合在水下作战，所以暂时就先顶替月莹在林凡看风景好了。主人，原来今天是要宠幸诺尔了呀！希诺娇笑，诺尔可是等这一天好久了呢，等得诺尔都快望眼欲穿了呢。林凡一脸黑线，果然这种话只有希诺才能说得出来。希诺还是那个希诺，说话从不考虑会害羞，自打坦白以后更加是肆无忌惮。希诺姐姐，你看主人脸都黑了，你就别调戏主人了。安怡眨眨眼睛说道。我可没有调戏主人呀，我这可都是真心话，没掺半句假哦。希诺耸耸肩，语气颇为虔诚，不过却没再继续说，反而是摇身一变化作麒麟形态。林凡纵身一跃跳到了希诺的背上，月莹摇身一变化为人类形态。我们就先回去了，有什么情况给我发消息。林凡看向月莹四女，晃了晃手机。放心吧，主人。月莹甜甜一笑，其余三女皆是点头。执行任务他们都不是第一次了，对于收服凶兽更是各自有着各自的方法。至于危险，不是他们托大，以他们目前的实力，基本没有谁能拦得住他们。当然，除了他们的主人林凡，要说这个地球上综合属性最高的，那还的是林凡，有着一堆御兽的全属性反哺，就连吞噬能量魔晶最多的月莹亦是比不过。不过有着他们在，根本就不需要林凡出手，甚至只要林凡一句话，相信有着大量的国家以及势力抢着当舔狗。莹莹姐，你们加油哦！希诺冲着月莹四女眨了眨眼睛，加油打气。诺尔，今天就你自己在，你可千万别过头了。月莹点点头，随后用意念给希诺传递了一条消息。对于希诺的性格，他自是了解的，平时有着自己在，希诺还是挺乖的，自己出去执行任务，没人约束他。月莹真怕回来之后，主人被希诺给榨干了。放心吧，莹莹姐，主人自打上次之后，睡觉都睁着半只眼，我哪有机会啊？希诺用意念回应道。对于自家两只御兽的意念交流，林凡自然是不知道的。骄傲天的动作还是极快的，仅仅谈话间的功夫，便已然把能调集到的物资全部调集完毕。主上，物资已经调度完毕了，就等着海兽军队尽数服用完天赋光球了。骄傲天跃出海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飞至林凡身前汇报。林凡点点头，随后伸手指向月莹以及其余三女，这位是月莹，她会跟你们一起去征伐收服其余海兽部落，另外再派3名录影带着他们3个前往不同的海兽部落。明白，主上请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妥当。骄傲天拍拍胸膛，信誓旦旦地保证道，同时心中更为震撼，这几位的气势全部都远超于他，甚至和那位萝莉比起来亦是毫不逊色。没想到主上的其余御兽竟然都这妖牛逼，看来自己对主上的真正实力还是不了解啊。这凭借这5只御兽来说，这地球上绝对没有谁是主上的对手。交代完毕后，林凡、元宝以及百里姑3人便乘坐着御兽向着10星级酒店的方向飞去。飞行的速度不快不慢，看着下方的灯红酒绿，林凡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再过不久，这里可能就没有这些所谓的灯红酒绿，有的可能仅仅只是无尽的废墟。20分钟后，林凡一行人降落在10星级酒店前，从希诺的背部一跃而下，希诺随之化为人类形态，紧跟林凡身侧。元宝和百里姑同时收回各自的御兽，跟随在林凡的另一侧。一队队巡逻的鹰将士兵以及鹰将执法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的看向林凡等人。他们在这一直巡逻，根本就没见有人出去过。林凡一行人究竟是怎么出去的？合着他们在这一直巡逻，原来是在保卫空气，就他妈的离谱！然心中抱怨，口中却是不敢明说出来的。这可是连总统都不敢得罪的人物，他们不过是奉命来执行任务的，加上总统特意嘱咐的要给予林凡爸爸一般的待遇，哪怕就是林凡给他们几个大嘴巴子，都要默不作声的忍耐，并且赔上笑脸。鹰将士兵以及执法们迅速排列成2队，向着林凡等一行人面带微笑的敬礼，目送着林凡等人进入，随后继续开始警戒巡逻。其实鹰将总统派来军队和执法的目的并不是保卫林凡的安全，林凡的实力太过恐怖，根本没人是其的对手，这样的存在有什么人能威胁他的安全？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怕有不要命的前来寻衅滋事，惹怒林凡，放置军队以及执法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一路上至顶层，林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元宝和百里姑同样各自返回房间。房间内原本的大洋马已然被尽数撤走，百里姑和元宝松了口气。至于林凡房间内，远在撤走之前，那些大洋马就全部被希诺给吓跑了。林凡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随意的换着频道，看着电视上播放的节目，林凡剑眉微皱，脸上流露出不屑之色。妈的，这老外竟整这些少儿不宜的玩意，这些东西是我这个年纪应该看的吗？林凡心中不住腹诽，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包瓜子，一脸不情愿的磕了起来。猛然间想起希诺还在一边，吓得林凡赶紧关上了电视。希诺小脸微红，起身向着卫生间走去。再次出来之时，身上的衣服却是换成了现代装束。主人，你觉得好看吗？希诺甜美一笑，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挺好看的。林凡嘴角微微抽动，喉结不自觉的蠕动，咽了口口水。该说不说，希诺是真的会啊 ，JK， 白丝都整出来了。平时希诺、月莹他们都是古代装束，这突然换了风格，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那双大长腿，再配上白丝，啧。不过穿成这样，他是想要干啥？林凡百思不得其解。那主人喜欢吗？希诺捂嘴娇笑，向着林凡款款走来。嗨。林凡轻咳2声，缓解此刻他那略微尴尬的神色。不过希诺显然毫不在意，玉手勾起林凡的下巴，樱桃小嘴直接的吻了下去。林凡这一下直接给林凡整懵了，自己这御兽是要逆推自己？大逆不道啊！自己可是御兽师啊！最主要的，他可是个男人，而且希诺的小手，希诺太不像话了，简直就是叔叔能忍，婶婶都忍不了。片刻后，唇分，希诺含情脉脉地看着林凡，身上的香气充斥着林凡的鼻腔。
林凡感觉自己现在挺热的，这感觉梦里经常出现，他清楚自己现在的状态。唉，林凡心中默默地叹了一口气，既然不可避免，那就选择安逸的接受吧。长夜漫漫，雪白的床单上绽放出一朵朵血梅，林凡感觉整个人都炸裂了，这再生天赋可真的是太狠了，居然连这东西都能再生，这就很离谱。希诺自然是开心的，不仅得到了主人，而且还增幅了全属性，获得了新的天赋，以及得到了海量的经验。鹰将作战会议室内，鹰将总统忍耐着花上传来的剧痛，正在部署着作战任务。林凡下达的指令是覆灭枫叶国，虽然很有难度，甚至有可能两败俱伤，但是却不得不执行。两败俱伤总好过林凡一怒之下血洗鹰将要来的划算。大量的鹰将军队被调度集结，向着枫叶国的边境隐蔽的进发。导弹核弹群已然锁定了枫叶国到边城，随时可以展开轰炸。虽然林凡一波直接打光了3000万枚导弹核弹，但是还剩下了那么一丢丢，可以作为远程打击。当然，这一切枫叶国是根本不知道的，这是林凡刚下达的命令，若是能知晓，那才是出轨了。海域内，骄傲天的部众已然尽数吞噬了天赋光球和物资，有着吞噬和无碍进阶两种天赋。海兽军队的等级和等阶突飞猛进，对比于之前的战斗力来说更为强悍。录影的话，骄傲天派出了3名传说接带路，一来是行进的速度较快，能更快速地完成主任交代的任务；二来是能关键的时候不拖后腿。若是等级低一些的，他怕战斗的余波给震死了，那可就滑天下之大稽了。毕竟主上御兽们的实力那可都是一等一的牛逼，战斗的余波丝毫不亚于传说阶的一击。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月影以及骄傲天正带领着海兽军队向着东方行进，茵茵、幻星以及安怡在传说接录影的引导下，向着西方、北方和南方行进。焦统帅，你带我先行前往需要攻伐收服的部落吧，带着你的部众们行进速度太慢了。月莹看向骄傲天，秀眉微皱。海兽军队虽说战斗力整体增幅，但毕竟是一个整体，其中还掺杂着不少黄金阶海兽士兵。一只木桶的装水量看得永远是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这样的行进速度远远达不到月莹理想的预期。按照这个速度，一多半的时间怕不都是要浪费在赶路上。届时说不定他的其余姐妹已然攻下了不少城池，收服了不少的海兽军队。身为林凡的第一只御兽，林凡御兽中的姐姐月莹自然不想落在最后。没问题。骄傲天点点头，并没有反驳。虽说他是海兽军队的首领，但月莹在林凡御兽中的地位超然，他还是要听命于月莹的，毕竟以后他还要在林凡的手下混，可不能得罪了这位。向着一名传说阶手下交代了一番后，骄傲天引领着月莹出发，而海兽军队则是在那名传说阶临时统领的带领下，向着既定的位置行进。骄傲天在吞服物资后，就已然进阶为传说家的等级，在海中前行的速度更为迅速，无需等待海兽军队，不出片刻的时间，两人便抵达了附近的第一座海兽城池。看着前方高耸的围墙以及围墙之上守备森严的海兽士兵，月莹轻轻抬手，唰，银白铠甲顷刻间覆盖全身，闪烁着银色光芒，在这静谧多夜中显得无比耀眼。我操！一旁的骄傲天心中震颤，双眼瞪得溜圆。他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抬手的功夫，逼格就瞬间变得无限大，而且这股散发出的气势，对比于之前来说更为强悍。这就是主上的第一只御兽吗？当真是恐怖如斯！月照星河，月莹双手合十，未曾开口，但一道玄之又玄的声音却是传入所有人的耳中。下一瞬，一道直径1000米的银白光柱从天而降，以城门为中心，方圆1000米的位置顷刻间被笼罩其中，其内一切的物体生灵皆是消失不见，仿若从未出现过一般。我操！骄傲天这次更是惊呼出声，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面前的场景还是如此，没有丝毫变化。这他妈的是什么攻击啊！城门处以及方圆1000米范围内的一切东西都消失不见了，直接被清场。这种攻击真的是这个世界能够存在的吗？太离谱了吧！看来自己还真的是个井底之蛙啊！主上的御兽简直就不能用常理来形容，还好自己当时认怂了，不然现在可能连渣渣都不剩了。月莹侧头不解地看向骄傲天，没事没事，莹姐您继续，我就是看见这攻击太牛逼了，感叹一下。骄傲天连忙摆手解释，行吧。月莹倒是没在意，转头向着城池之内飞去，骄傲天紧随其后，丝毫不敢松懈。刷刷刷！城池内，无数的海兽军队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挡在了月莹以及骄傲天的前方。海兽军队都最前方还有着数十名传说阶以及几千名史诗阶，为首的是一名身穿青色长袍的中年男人。不过此刻这名中年男人却是面色铁青，一脸不善地看向骄傲天。骄傲天，平日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今日你居然把我的城门给轰平了，你也太不把我波的放在眼里了，既然来了就给我留下吧。中年男子暴喝一声，抬手间一道湛蓝的光柱就向着骄傲天的位置袭杀而去。静影逆转，一道银白大门凭空出现挡在前方，大门缓缓开启，湛蓝的光柱尽数没入银白大门内，没有荡起丝毫波澜。紧接着银白大门内一道湛蓝的光柱射出原路回返，速度和威势确实更强，目标正是那名中年男人。轰！中年男人猝不及防间被湛蓝光柱命中倒飞而出，腹部被炸出了一个碗口大小的洞。几名手下连忙跑上前搀扶，中年男子眉头紧皱，捂着腹部强忍着剧痛起身，同时看向月莹多，眼神充满了忌惮。这女人不简单，居然能反弹并且加强攻击，看来自己城门被毁应该也是这女人的杰作。这女人到底是谁？自己可是没得罪过呀。不过他们就只有2个人罢了，实力就算再强横，能量中有耗尽之时，而自己有着1000万大军在，1000万对2个，优势在他。2个选择，第一臣服我的主人，第二你们即刻毁灭。月莹负手而立，语气冷漠，我只给你们3息时间考虑，过时不候。
焦傲天嘴角微微抽动，多么熟悉的台词啊！之前他记得安怡和他们对峙之时，亦是说过这句话，可惜自己当时太过自负，并没有做出正确的答案，导致自己被揍成了猪肉。阁下未免太过狂妄了，你们不过区区2人，谈何覆灭我千万大军？你们若就此离开我，便不再计较，否则你们就永远的留在这里吧。波德强忍腹部传来的剧痛回怼，显然并没有把月莹的话放在心上。波德，识时务者为俊杰。焦傲天叹了口气劝解，我当初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不过我劝你还是臣服吧。莹姐的实力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你的千万军队说句实在话，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别妄想着车轮战取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作为曾经的邻居，我只能劝你到这了，听与不听就看你自己了。哼，你怂不代表我波德怂。波德啐了一口，语气轻蔑，好心当成驴肝肺，活该你倒霉。焦傲天被这句话气得不轻，自己好心劝解，反而落了个怂逼的下场。开什么玩笑？他焦傲天会怂？他那不过是被彻底打服了而已，而且跟随主上得好处，那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焦傲天与波德对话的这些时间早已过去了3夕，月莹早已失去了耐心。地球上的海洋那么多，占据着整整70，其中海兽势力多到不可计数，并不差这一支势力。月照星河，没有再多做废话，月莹双手合十，周身银色光芒闪耀到了极致，整个人就犹如天上的明月。快！所有将士全力攻击，打断他，不要让他释放出技能。波德嘶吼一声，这人的姿态明显就是要进行攻击了，而且这散发出的气势为什么会这么恐怖？对比于刚才来说，完全就是2种气势。他敢肯定，若是让这发攻击打出自己这方，定会损失惨重。得到波德的命令，海兽军队内无一例外纷纷向着月莹所在的位置发动了攻击。月莹对于袭来的攻击置若罔闻，连正眼都不曾看一眼，依旧是双手合十的状态。一侧的焦傲天看着密密麻麻的攻击打来，心中不由得发毛。这么多攻击一同打来的场景还是极为震撼的。但见月莹并没有动作，亦没有躲避的意思，他料定月莹必然能应对这些攻击，悬着的心逐渐放了下来。嗡嗡嗡！一道透明的银白光幕猛然间浮现，笼罩住了月莹以及焦傲天2人，其上流转着玄奥的符文，这正是焕新的神文光幕技能，应对此时袭来的攻击再合适不过。海兽军队的攻击蜂拥而至，不断轰击在神文光幕之上，神文光幕上的玄奥符文被不断点亮，利用着技能的能量进行充能。焦傲天早已预料，此时不由歪嘴一笑。波德，一众传说，海兽军队攻击打在神文光幕上，仅仅只是荡起一丝丝涟漪，这还只是史诗阶以上的可以，至于史诗阶以下的，甚至连涟漪都无法造成。这光幕简直就是离谱，竟然可以同时抵御这么多的攻击而不破碎。不仅如此，这光幕竟然好像在吸收打去攻击的能量。还未等波德等一众海兽惊讶完，此时神文光幕之上的符文已然全部点亮。轰轰轰！以神文光幕为中心，一道道银白色的毁灭光束无差别的开始释放，威力强得惊人。包围的海兽军队内不断传来爆炸，海水在这一刻翻涌不止，无数漩涡不断形成。不可计数的海兽被毁灭光束轰成了渣渣，彻底融入了漩涡之内。还未等毁灭光束释放完毕，月莹所凝聚的加强版月照星河从天穹之上降下，肉眼可视处全部都是一片银白，唯独月莹所站之处没有被波及，没有任何惨叫，没有任何哀嚎。整整1分钟的时间过去，神文光幕破碎，银白彻底消散。月莹以及焦傲天的四周再没有一个生灵，就连原本的城池都已然消失不见，有的只是无数的晶核、能量魔晶以及爆出的物品。甚至就连月莹自己都不知道这加强版的月照星河范围有着多大，反正很耗费能量就是了。刚才这一击几乎抽空了他1/2的能量，不过无妨，他的异空间之门内生机果实有着很多很多，只要吃1枚就能彻底的恢复能量，所以他并不害怕自己的能量会枯竭失去战斗力。焦傲天直接懵了，原本城门处的银白光柱就已经够震撼了，真的是没想到月莹的技能能变态到这种程度。这可是整整一座城啊，就这么一瞬间的功夫就彻底消失了，高端战力真的是不能用人数来衡量的。翻手间，一管生机药剂出现在月莹的手中，拧开盖子，月莹喝下生机药剂，感受着体内再次充盈起的能量，月莹凌空而起，玉手轻轻挥动，澎湃的念力席卷，四周无数的能量魔晶以及物品尽数向着月莹的位置漂浮而来。物品被月莹全部装进了异空间之门，他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反正异空间内足够大，无论多少东西都能够装得进去。至于能量魔晶，则是直接被月莹吸收。收取物品加上吸收能量魔晶，整整耗费了1小时的时间。吸收的话是1000枚能量魔晶一起吸收，缩短了大量的时间。若是换作吞服，恐怕就是再多加上几小时，也未必能吞服完。能量魔晶的数量太过庞大，整整有着1000万枚。这一波下来，月莹的全属性几何式的暴增，月莹感觉现在就算是天塌都能给戳个窟窿出来。这股力量所带来的感觉真的是太不真实了。在一侧就这么静静注视的焦傲天，仿佛就是一个透明人。这次除了带路以外，他貌似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不行，我得展现出我的价值来。焦傲天摇摇头，暗下决心，同时开始思考。月莹吸收这些小方块后，气势对比之前来说更加恐怖。看来这些小方块很不简单。在主上契约我之后，我的天赋内就出现了继承天赋，继承了主上的幸运。能爆出来这些东西，应当是和这幸运有所关联。在人类的电脑游戏里，幸运值就是增加爆东西概率的属性。自己若是击杀凶兽的话，应当也会爆出来这些小方块。若是一直吞噬吸收这些小方块的话，那么自己的实力定然会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强。到时候自己就不再是一个透明人了。越想焦傲天越激动，他开始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前往下一个部落了。这些海兽那简直就是能提升实力的好宝贝啊！自己下次得主动请命破开城门，不然根本就轮不到自己出手。自己不能出手，自然无法获得小方块。同时，焦傲天希望这些首领都硬气点，最好像是这波的一般。那样的话，
他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小方块来提升实力了。这些能量魔晶给你，能量魔晶是可以提升御兽属性的东西，主人的所有御兽都可以通过击杀凶兽爆出能量魔晶以及物品。彻底适应了全属性暴增的身体后，月银玉手一挥，数千枚能量魔晶尽数向着骄傲天漂浮而去，最终停留在骄傲天的面前。谢谢鹰姐。骄傲天略微错愕，紧接着面色一喜，连连拜谢。果然，小方块的效果和他猜想的一般无二，而且月银貌似挺好相处的，居然还给自己留了数千枚小方块，这属实令他感到意外以及感动。不必，我们都是主人的御兽，只有我们实力强大了，才能更好的保护主人，为主人效命。明白，我一定努力提升实力，报效主上。骄傲天拱手，随后开始吞噬能量魔晶。能量魔晶入腹，感受着自身不断增加的属性，骄傲天惊为天人。虽然自己早已知晓效果，但真正服用过后，还是忍不住震惊。月莹则是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不出片刻的功夫，骄傲天把能量魔晶吞噬殆尽，用特有的手段联系了自己的部众后，骄傲天以及月莹两人继续前往下一个海兽城池。茵茵、幻星以及安怡三女在陆影的带领下，同样抵达了预设好的目标地，或收服或覆灭，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间已然天光大亮。林凡卧室内，希诺俏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进入了梦乡。林凡翻手间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枚生机果实，几口间生机果实下肚，感受着体内的能量再次充盈，林凡伸了个懒腰。这一夜从开始就没停下来过，还好自己有着生机果实可以恢复体力和能量，要不然自己怕不是要扶墙而走了。林凡不禁对以后的日子有些苦恼，长此以往自己怕不是要被榨干啊。无奈的摇摇头，林凡拿起手机查看起消息。由于3000万枚导弹核弹的洗地，自己在亚洲区域派出的凶兽军队进攻的异常迅速，所过之处犹如无人之境，再无成规模的抵抗。月莹四女的收服任务进行得如火如荼，迄今为止，月莹收服了5座城池，覆灭了4座城池。收降的海兽军队内有着传说级200来名，史诗级上万，钻石级及以下的海兽将士高达6000万之巨。收获的能量魔晶以及晶核更是多到不可计数。茵茵收服了4座城池，覆灭了2座；幻星收服了6座城池，覆灭了1座；安怡收服了3座城池，覆灭了6座。林凡粗略估计了一番，自己现在所拥有的海兽大军已然有着快2亿的数量。发送几条消息后，林凡打了个哈气，关上手机，进入了梦乡之中。枫叶国边城，导弹核弹不断的落下，守备军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城墙在轮番的轰炸下彻底化作废墟，鹰将军队在军官的指挥下纷纷发起了冲锋，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占领了边城。随之在这座边城内展开了血腥的屠杀，所有枫叶人无一幸免。领头的军官虽有不忍，但这是总统亲自下的命令，服从命令就是军人的天职，他只能按部就班的执行。边城沦陷的消息很快便传至枫叶国的中枢，枫叶总统气得暴跳如雷，牙齿都差点咬碎。现在的他恨不得亲手撕了鹰将总统。他得到的消息是，这群鹰将杂碎不仅占领了边城，甚至还把城内的所有人都屠戮一空，简直惨无人道，灭绝人性。命令外交部给我联系鹰将，问问这帮杂碎到底什么意思。枫叶总统嘶吼。是。一名军官起身领命，随之开始执行命令。枫叶国外交部的电话都快打爆了，可是鹰将就是不接电话，其他任何联系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音信。消息传递回时，枫叶国总统气得喷出一口老血，浑身颤抖地捂着胸口，下达了还击的命令。随着命令的下达，枫叶国的导弹核弹锁定了那座刚被攻占的边城。由于里面的人都被屠戮，所以根本不怕误伤本国人民。而且这帮鹰将杂碎着实可恶，杀1000次1万次都难解心头之恨。嗖嗖嗖！不可计数的导弹核弹升空，橙红的尾焰摇曳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绚丽的弧线，随之飞往边城的方向。轰轰轰！枫叶国边城内刚屠戮完的鹰将军队还未等彻底重新集结起来，导弹核弹群便接连而至，密集程度不亚于洗地。鹰将军队根本来不及做出有效的抵御，损失惨重。再次的轰炸使得本就残破不堪的边城彻底沦为焦土，无数的断壁残垣，被焦化的死尸俨然一副人间炼狱的模样。鹰将作战会议室内 ，fuck！ 鹰将总统看着大屏幕上的这一幕，狠狠地一拍桌子，怒骂了一声。身侧的高层们纷纷吓得一个机灵。总统，我们的海军已经抵达了这个位置，另一面的陆军同样抵达了边城，随时可以展开攻击。一名高层起身指了指地图，小声汇报：打！给我狠狠地打！把空军全都给我派出去！我倒是要看看这枫叶拿什么和我斗！鹰将总统想都没想，直接下令。林凡欺负他也就算了，那是根本无法反抗的存在。如今就连枫叶国都还敢还手，导致他这一波足足损失了数万的军队，简直是该死。是。那名高层连忙回应，随之下派作战任务。总统，你看我们是不是要防备一下小漠以及邻近的诸国？万一枫叶国和他们联手的话，我们会很被动。一名高层看着世界地图，用手指点了点周边的诸国。他们敢吗？鹰将总统不屑。这些诸国从来都是看他们鹰将的脸色行事，他可不认为他们会有胆子敢来挑衅自己以及鹰将。不怕1万就怕万一，龙国有句话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那名高层继续说道，若是他们借机偷袭，那么我们会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困境。他感觉自家的总统有些太过不把这些小国放在眼里了，这个时候还是应该给这些小国一些好处的，不然突然跳出来捣乱的话，那可就不妙了。行吧，那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鹰将总统挥挥手，一脸不在意的样子。是。那名高层面色一喜，随之领命。给这些小国好处的时候，自己顺带着可以小捞一笔物资，这可是件肥差。同一时间，
枫叶国作战会议室内，总统，这鹰将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既然我们已经和鹰将选择全面开战，不如我们就联合鹰将以南的诸国，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承诺他们干掉鹰将后，给他们大片的土地以及物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意的。一名作战参谋手指点了点鹰将南边的诸国，提议道：“林凡的出现，使得现在的世界局势已经彻底改变，不再像曾经一般相互制衡。整个亚洲区域已经在凶兽的攻势下自顾不暇，各个州的小国因为资源物资等问题不断的开战。鹰将虽说是曾经的霸主，但那也仅仅只是曾经罢了。不用吝啬，可以多准备一些物资送给他们，相信他们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若是我们被干掉，下一个轮到的就会是他们，相信他们不是傻子的话，应该会知道怎么做。”枫叶总统点点头，对这名参谋的提议极其满意，简直就是和他想到了一起。有了这些小国的帮助，鹰将这回绝对要完蛋。他们这边负责正面战场，小国负责侧面亦或者偷袭。鹰将区区一国之力，怎么也不可能敌得过他们枫叶外加这么多的小国。是，我这就去办。那名参谋领命，随之便下去操办。此事事关国家存亡，马虎不得。报告，西部海岸以及南部边境发现大量鹰将军队。一名军官起身敬礼，语气肃穆地向着枫叶总统汇报：“命令边城的守备军给我全力守住，附近城市的所有军队立即出发援助。另外派遣西部海岸派遣3名传说街前往，南部边境派遣4名传说街前往，给我把这些杂碎全部留下。命令控制中心把目标锁定在这2处方向，导弹核弹有多少给我打多少，给我狠狠地轰他娘的！”枫叶总统直接下令，毫不拖泥带水，眼神冷冽无比。这些鹰将杂碎真是不死心，刚被打没了一波，下一波又压上来了。既然如此，就让他们好好尝尝教训。是。汇报的军官再次敬礼，随后开始下达命令。随着命令的下达，枫叶国内的军队开始不断调动前往边境。传说街御兽师乘坐着御兽率先赶往，导弹核弹纷纷锁定目标，不要钱般的砸向了鹰将军队。不过这次鹰将军队却是做好了十足的防备，不但空中有着自家的导弹核弹拦截，地面上钻石级及以上的御兽师指挥着御兽攻击那些漏网之鱼，导弹核弹尽数在空中就被引爆，天穹之上都被接连不断的爆炸和火光映照成了一片赤红。虽然鹰将的导弹核弹被林凡基本快消耗殆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库存加上临时改造，还是能支撑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枫叶国外交部开始和鹰将南面的诸国联系，在枫叶总统的授意下，枫叶国准备了大量的物资。大一些的诸国送上10枚传说结晶核、100枚史诗结晶核，外加1万余吨的物资材料；小一些的诸国送上2枚传说结晶核、50枚史诗结晶核，外加1000余吨物资材料。自古财帛动人心，他相信这些物资足以打动诸国总统，外加鹰将的狼子野心，诸国没有理由会拒绝他。鹰将和枫叶的突然开战，周边的诸国自然都注意到了，但却都只是旁观罢了。距离鹰将最近的小莫是枫叶心中合作的第一目标，这第一个联系的自然就是小莫。小莫所处的位置正是鹰将的下方，并且还和鹰将接壤。若是有着小莫的帮助，那么必然事半功倍，足以让鹰将应接不暇。您好，我是枫叶外交部长，我们总统想和贵国合作，一起夹击鹰将。我们这边有一份大礼相送，这算作是我们的诚意。事成之后，更是会平分鹰将的土地以及大量的资源。鹰将狼子野心，此番毫无忌惮的进攻我们枫叶，若是如此放任下去的话，下面就会轮到其余诸国了。这其中的道理大家都懂。枫叶外交部长直入正题，如今的战况诸国自然知晓，没必要绕弯子。抱歉，这个我无法直接做主，我需要和我们的总统进行汇报。等我们总统做决定后，我们会给您一个答复。小莫外交部长并没有直接答应，这等大事并不是他能做主的，真正的意思还是要看自家总统。没问题，麻烦了。枫叶外交部长点点头，把物资的清单发送过去后，便挂断了视频，继续联系下一个国家。所说的话基本都和最开始的一般无二。有些小国听见有这么多物资相送，事成之后更是会分得土地和资源，没多做考虑便答应了。还有一些却是干脆的拒绝了，他们认为这等大型国战不是他们这种小国能参与其中的，风险太高，万一战队失败，那么下场一定会很凄惨的，还是作壁上观比较好。更有一些和小莫的态度相同，需要先考虑一番再给答复。时光荏苒，时间晃然来到了傍晚。林凡缓缓地睁开双眼，做起伸了个懒腰，身侧的希诺早就醒了，正在笑意盈盈地看着林凡。主人，你终于起来了。希诺捂着小嘴咯咯地笑着，人家还想要吗？林凡，看来希诺这是不把自己榨干誓不罢休啊，自己的御兽该不会都是这样吧？要都是这样的话，那这也太恐怖了。主人不说话，那就是默认喽。诺尔可是不客气了。希诺媚眼如丝，语气娇柔。别，我饿了，我想吃点饭。林凡打了个激灵，随后连连摆手。他今天睡了一天，到现在都还没吃饭呢。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更何况他这是直接跳过了早饭和午饭，直接来到了晚饭环节。虽然现在他的体质很强，但却也不能摆脱生物进食的本能。那好吧。希诺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点点头。掏出手机，林凡直接拨打了鹰将总统的手机号，电话瞬间就被接通。林凡阁下，你有什么指示？鹰将总统小心翼翼地询问，语气极为恭敬。给我整点饭送过来，你们这破酒店我又不认识路，找不到在哪吃饭。林凡一脸嫌弃地说道。没问题，我这就准备饭菜给您送过去。您想要吃点什么？随便吧，时间我只给你20分钟。好的，我这就去。挂了。林凡直接点下挂断，下一瞬一股熟悉的感觉传来。林凡低头一看，只见希诺正半跪着，小嘴。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自己就打个电话的功夫，希诺居然又开始了，当真是一点喘息之机都不给自己留。看着自家主人的表情，希诺内心只觉得主人好可爱，这种感觉真的好幸福呀。双眼逐渐眯成了2道月牙，
吸力猛然加强了数倍。林凡，既然无法抗拒，那么就选择安逸的接受吧。林凡现在已经选择了摆烂。时间无声无息的悄然溜走，约莫过了15分钟的时间，林凡的房门被敲响。哼！希诺发出轻微的哼声，一双玉手牢牢地按住了林凡大腿。被牢牢束缚住的林凡根本无法起身去开门，无奈的摇摇头后，他就放弃了。房门外，林凡猜都不用猜，肯定是来送饭的鹰将总统，就让这老小子在门外站会岗算了。林凡房门外带着一票送餐人员的鹰将总统一脸迷茫，挠了挠头，有些不知所措。敲了几声门，门内并没有回应，但他却不敢再敲了。万一林凡在睡觉，自己给吵醒的话，那罪过可就大了。起床气这种东西可是很可怕的，万一直接给自己咔嚓了，那自己一定会是鹰将历史上死的最离谱的总统，还是没有之一的那种。总统，我们现在怎么办？一名高层试探着询问道。等呗，还能怎么办？你敢继续敲门？鹰将总统瞪了一眼那名高层没好气的回应。那名高层头摇得和拨浪鼓一般，低下头不再多言。都这么久了，林凡还没开门，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自己才不去当这个出头鸟。等就等吧，而且自己再多嘴的话，估计就要被骂了。总统的心情明显不是很好，等下拿自己撒气，那自己可真就太冤枉了。门外陷入了一片沉寂，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送餐人员如同木桩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1小时后，希诺起身，心满意足地向着卫生间走去。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管生肌药剂，一饮而尽，感受着恢复的体力，林凡不住地叹息了一声。起身穿戴整齐后，林凡向着房门走去。咔嚓，随着房门把手扭动，房门被林凡拉开。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送餐人员正在门外如木桩般等候着。林凡阁下，您终于肯出来了。见到林凡打开房门，鹰将总统鼻尖一酸，老泪纵横，哽咽着问候。这1小时他感觉可真的是太煎熬了。伺候林凡，他感觉都不如去前线打仗。林凡点点头，饭菜的香气充斥着整个长廊，饥饿难耐的肚子开始不争气地叫了起来。林凡阁下，饭菜都还是热的，您没出来的时候，每隔15分钟我就让他们重新做份新的，您不必担心饭菜凉了的问题。鹰将总统很狗腿的解释，生怕林凡有丝毫的不满意会迁怒于他。让开。林凡没有过多的表情，把面前的鹰将总统吧拉到一边。咚咚咚，向前走了几米，林凡敲响了百里姑的房间。不出片刻，房门便被打开了。百里姑拿着一本书站在门内。你们把这些吃的都送进这间屋子吧。林凡转身看向鹰将总统以及送餐人员，命令道。自己的屋子就算了，希诺可能还在洗澡，屋子里有些凌乱，自然不能让这群洋鬼子进去。没问题，林凡阁下。鹰将总统大手一挥，一众送餐人员呼啦啦地进入百里姑的房间，把餐盒内还冒着热气的菜肴一样样取出，整齐地罗列在餐桌之上。林凡掏出手机给元宝发了条消息，不出1分钟的时间，元宝就屁颠屁颠地前来百里姑的房间，看着满桌子的菜品，元宝咧嘴大笑。正好晚上还没吃东西，凡哥想的可真是周到，这趟来鹰将妥妥的和郊游没什么区别，简直爽到了极致。小鹰啊，枫叶国什么时候能拿下啊？林凡坐在餐桌前，瞥了一眼右后方的鹰将总统，淡淡开口道：这个，我们的进攻受到了顽强的抵抗，不过我已经派出了鹰将的高端战力，很快，相信很快就能拿下枫叶国。鹰将总统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大脑在飞速运转。这个问题他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如果是以前的话，拿下枫叶国可能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如今的话确实有点难度了。他们的导弹核弹被林凡用去了9成，剩下的那1成就有些不太够看了，既要远程打击，又要拦截枫叶的导弹核弹，属实是有点难为他了。纯靠御兽师去进攻，造成的伤亡会极大，所以拿下枫叶国的时间他是真的不敢保证，但又怕林凡怪罪，所以只能说的模棱两可。别在这里给我打太极，我给你7日的时间。林凡夹了一筷子的菜放进碗中，语气冷漠。7日后，你若不能拿下枫叶国，你在我的眼中可就真的一丝一毫的价值都没有了，明白吗？是，我明白。鹰将总统被林凡的话惊出了一身冷汗，连忙点头回应。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了，自己要是7日内拿不下枫叶国，林凡就要把自己和鹰将给干掉。这他娘的是已经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呀！自己若是不拼命，那么自己和鹰将就彻底完了。看来自己这次是要大出血了。行了，没你什么事了，你走吧。林凡挥挥手下了逐客令。是。鹰将总统躬身一礼，连忙带着一众送餐人员离去，还不忘帮林凡关上了房门。凡哥，我们真要等他们7天啊？这几天我们有没有什么行动啊？元宝放下筷子，双眼紧盯林凡。暂时没有，有行动我会告诉你们俩的。林凡边吃着菜边悠悠地说道。月营他们现在加起来已然收服了超过6亿的海兽军队，传说接海兽加起来超过1000余只，等再过2天的数量怕不是会超过20亿的规模，到时候整个北美区域唾手可得。我操！闻言，元宝双眼瞪得溜圆，口中忍不住惊呼。这才短短的1天时间，竟然就收服了6亿的海兽军队，这是什么恐怖的速度？再过2天就能从6亿变做了20亿，元宝甚至都不敢想象那是一种何其恐怖的场景。20亿海兽大军，就算是一兽一口唾沫，估计都能给一座城市淹没了。大惊小怪，百里姑面色如常，自顾自地吃着菜，还不忘嘲讽一波元宝。林凡的离谱他早就见怪不怪了，如今什么事情发生在林凡身上，他都不觉得奇怪。若是林凡平平淡淡，不弄出点花样来，那才是奇怪现象。要不是打不过你，我真想痛扁你一顿。元宝怒视着百里姑，一脸不爽。这百里姑天天就只会对自己，简直太可恶了。可偏偏自己还打不过，真的是好气啊！那你说出来干嘛？你这整的我多不好意思啊！嘿嘿。百里姑被元宝这一句整笑了，刚吃进口中的油麦菜直接喷出，糊在了元宝的脑门上。妈的，
叔叔能忍，婶婶都忍不了了。百里姑，老子和你拼了！元宝伸手一把扔飞脑门上的油麦菜，做事就要起身找百里姑干架。行了，你俩别闹了，先把饭吃完。林凡抬头扫过二人，把4盘没动过筷子的菜收进空间手环内，等吃完饭你俩再慢慢干架，不然我怕血溅我脸上。元宝，百里姑，有着林凡的这句话，元宝瞪了一眼百里姑后，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了筷子。林凡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无比灵验。看来今天是不能和百里姑决斗了，不然肯定有一个得喷血。元宝当然不承认会是他喷血，他这都是为了百里姑考虑。虽然百里姑很气人，但毕竟是兄弟，他元宝可是最重视兄弟情谊的。为了兄弟不喷血，这口气他就暂时先忍下了。菜品足足有着数十道，没一会林凡便吃饱了。不得不说，这鹰将总统准备的还挺周全，很有当狗腿的潜质。打着饱嗝，林凡和百里姑元宝二人扯了会屁后，林凡便离开返回自己的房间了。刚一进门，希诺便扑了过来，抱住林凡。清香的芬芳充斥着林凡的鼻腔，使得林凡再次感觉到有些燥热。诺儿，先去吃饭吧。林凡拍拍希诺的肩膀，语气柔和。好吧，听主人的。希诺乖巧的点点头，走至桌前。林凡把菜品从空间手环内取出，空间手环内时间流速是静止的，存放进去时什么样，取出时依旧是什么样，所以那会收进去的那4盘菜依旧是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希诺拿起筷子，开始吃着林凡带回来的菜品。林凡则是去卫生间洗了个澡，洗过澡后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换了套新的衣服。林凡从卫生间出，希诺已经吃完了饭。白天一直休息，现在的林凡并没有什么困意，索性就带着希诺出了酒店，向着鹰将以及枫叶的边境处飞去。吃饱喝足看看戏，这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以后这样的大戏可是不多见了。返回作战指挥中心的鹰将总统忧心忡忡，因为林凡下了最后的通牒，他的时间只有7天，7天后要是没完成任务，他可不会认为林凡在和他开玩笑。亚洲区域的惨状那可是历历在目的，现如今单靠他们是行不通的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留给他们慢慢进攻，只有联合其他的诸国一同进攻枫叶国，才能在林凡规定的时间内彻底拿下。不过这却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也是他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大出血一波了。唉，时也命也。鹰将总统叹息一声后，一道道命令不断的下达，整个作战指挥中心以及鹰将外交部忙得不可开交，能联系的诸国鹰将一个也没放过，条件开得极为豪华，大量的物资就像不要钱一般的送出。毕竟这关系到整个鹰将的生死存亡，这个时候若是再吝啬，那可就是纯纯的找死了。物资这东西就和钱一样，只有活着才有用，死了那就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了。大部分诸国答应的很是干脆，毕竟鹰将是曾经的霸主，现如今又开出这么丰厚的条件，有的国家物资本就匮乏，有这样的好机会那怎么能错过。还有一部分的诸国已然提前被枫叶收买了，甚至军队都已然开拔，快要抵达前线。当然还有部分的并不想参与在其中，只想安居一隅，索性只是承诺两面都不掺和，静坐闭上关。整个北美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就连欧非区域鹰将都派人进行了联系，大量的诸国军队开始不断的集结，或支援鹰将，或支援枫叶。一些诸国趁乱更是向着邻近的国家突然发起了攻击，整个北美彻底乱成了一锅粥。鹰将和枫叶的边境线以及海岸线处，火光冲天，喊杀声接连不休，成片成片的玉兽站在一起，地面上都被血水浸透的泥泞不堪。鹰将军队已然被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天亮之前彻底攻破边城。枫叶军队同样如此，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抵挡住鹰将军队的进攻。天穹之上，林凡坐在希诺的背上，手中拿着一瓶旺仔，边喝着边看着下方的战场。主人，这些人打架就像过家家一样，可真没意思。希诺看了一会，开口说道。他感觉这些人类以及他们的御兽简直是弱到离谱，不就是攻城吗？这么久还在泥泞焦灼，打得你来我往的。若是换成他或者是姐妹中的任何一人，怕是不出片刻就能把这边城彻底攻陷。看菜鸡互啄，有时候也是种乐趣。林凡笑了笑，把手中的空罐子向下随手一抛，嗖，空罐子急速下落，战场之上的一个倒霉蛋好巧不巧的被这空罐子给爆了头，双眼中带着不甘，直挺挺的向后栽倒。身侧的旺仔铁罐还在不断的打着转，铁罐上小人的大眼睛就仿若是在嘲讽一般。真倒霉啊，出门没洗脸，还是造孽太多了，这都能被砸死。林凡耸耸肩，以他现在的势力，这一幕自然被他看在眼中。至于死的是哪个国的，他就不知道了。那衣服已然被鲜血染成了暗红，根本无法分辨。不过无所谓，就算现在侥幸不死，以后同样还是要死。早一天晚一天，在林凡的眼中没有任何区别。待2日后，月营及女收服的海兽大军达到20亿规模后，北美区域就会彻底化作一片无人区。这北美区域2个比较大的国家就属鹰将和枫叶，其他小国根本不值一提。先让他们内耗去吧，内耗的越狠，到时候抵抗就越是微弱。林凡掏出手机，点开滤信，给欧阳昭打了个视频电话。这种戏码当然要给自己的老丈人分享一下。电话响了一会后便被接听，欧阳昭出现在视频中。林凡把后置摄像头打开，对准了下方的边城战场。女婿啊，这鹰将和枫叶开战，该不会是你的手笔吧？欧阳昭倒吸了一口凉气，老脸上满是惊诧之色。对于鹰将和枫叶开战的消息，他是知道的，但是真正的原因并不知晓。如今见自己女婿给自己直播战场上的画面，他有种拨开乌云见晴天的感觉。没错，我现在就在鹰将国，让鹰将总统去攻打枫叶，就是我的指令。这波先让他们内耗一下，2日后整个北美区域就会彻底归属于我们龙国。林凡不置可否的点点头。啊！欧阳昭再次懵逼，这2国开战跟整个北美区域有什么关系？
整个北美区域的诸国可不仅仅只有这2个。自己女婿为什么会说2日后北美区域会归属龙国？难不成自己女婿又派遣凶兽大军前往北美区域了？自家女婿到底是有着多少凶兽军队啊？他这个老丈人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的预售在这附近的海域，如今已经收服了6亿以上的海兽大军，预计2日后能收服20亿以上的海兽大军。相信到时候他们内耗的也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可以一战平定整个北美。林凡解释道：“女婿，你说多少海兽军队？20亿？我是不是听错了？”欧阳昭掏了掏耳朵，他都怀疑自己听错了。20亿啊，那可是这么多海兽组成的兽潮，他甚至想都不敢想。乌泱泱的一片压过去，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住。哪怕是传说来了，都得累死。虽然传说的战力斐然，但是能量和体力终究是有限的，耗也能被耗死。2日后不仅海兽军队会进攻北美区域，我派往亚洲区域的凶兽军队同样会彻底拿下整个亚洲区域。林凡笑着点点头，话锋一转：“岳父，后面就只剩下欧非区域了。到时候我的凶兽大军攻城时，我需要我们龙国的导弹核弹群进行支援。”“没问题，终于能轮到我们出力了。女婿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给他娘的全轰平。”欧阳昭没有丝毫犹豫便同意了，自己本就想帮忙，但苦于自家女婿的能耐太过逆天，他根本就插不上手。如今林凡终于开口了，虽然只是导弹核弹群支援，但这就足够了，总不能一直让自家女婿在外开疆拓土吧？林凡，好。欧阳昭，女婿，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国？林凡，估计差不多要1周的时间，回去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欧阳昭，那我就准备好庆功宴，等你凯旋了。那我就先挂了。言罢，林凡挂断了视频电话。1周的时间覆灭北美区域只是保守估计，快的话甚至只需要2日便可。林凡在天穹之上继续百无聊赖地看着下方的战场，甚至他还看见了不少其他诸国军队的援军，有驰援枫叶防守的，亦是有加入鹰将攻城的。看来鹰将和枫叶都拉拢了不少附近的诸国，这样的话更是让林凡省去了不少的麻烦。这样的场面，林凡巴不得发生，简直是意外之喜。打吧，打得越狠，覆灭得越快。林凡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微笑。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一晃2日的时间悄然而过。清晨，林凡睁开双眼，伸了个懒腰，起床洗漱一番，和元宝、百里姑一同吃过早饭后，林凡3人乘坐着各自的御兽前往了上次的海域。月莹、茵茵、幻星以及安怡4女身后带领着32位海兽首领，正在耐心等候着林凡的到来。时间早在2日前就已然约定好，今日不仅要契约这些海兽首领，更是要开始全面进攻北美区域。这2日，林凡并没有闲着，而是在这整个北美区域兜兜转转。现在的希诺已然达到了神话级，更是有着神风形态，速度快得简直不像话。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座城市，仅仅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算前往下一个国家，花费的时间亦是控制在2小时内。这些国家的情况简直惨了一笔，到处都是相互攻伐，战火连天，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幸免。鹰将和枫叶的对弈更是打得惨烈，虽然鹰将拼了命的在向前推进，但伤亡却是极其惨重。每攻下一座城池，进攻的军队起码要阵亡2/3，甚至就这2日的时间，鹰将已然阵亡了4名传说级御兽师。枫叶国对比鹰将来说还要凄惨一些，抵御的军队和援军全军覆没，传说级御兽师阵亡了6名，被攻下的城池内的枫叶人被屠戮一空。鹰将军队吃过亏后学得更为鸡贼，把这些枫叶人都先抓起来关在一处，随后全军集结列阵防御后再开始屠杀，这样就不怕导弹核弹群的突然袭击了。约莫10分钟后，林凡3人抵达了那片海域。林凡副手立于希诺的北部。主人，月莹4女飞至林凡的身前，这2日都没有见到主人，他们可是极为想念。林凡，这2日你们辛苦了。月莹，不辛苦，他们的天赋光球我们都已然下发完毕了，只等主人契约就行了。林凡，好，我等拜见主上。那32名首领齐刷刷的单膝跪地参拜林凡。你们都起来吧。林凡抬抬手示意一众统领起身。谢主上。32名统领齐刷刷的起身，向着林凡的方向而来。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鲜血试管，看着试管内所剩不多的鲜血，剑眉微微皱起。随着需要契约的御兽越来越多，试管内的血用得越来越快了。这试管内的鲜血可是还没用几次呢，就又见底了。看来自己又要开启断指模式了。这再生天赋是个神迹不错，但是放血是真的麻烦到不能再麻烦。再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只塑料盆以及一把匕首，看着林凡的操作，那32名首领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主上究竟要做什么。月莹几女却是一脸心疼的看着林凡，心中不住感慨，主人可真是太辛苦了，每次契约御兽都要砍手指头来放血。哎，林凡握住匕首，手起刀落，唰，左手食指应声而落，断指精准的掉在塑料盆内，随后是不断流淌的鲜血，扑通扑通。主上，您这32名首领见状顿时大惊，惶恐的跪倒在地。主上太狠了，一言不合居然就砍自己的手指，这是得多么疯狂啊！你们都起来，我就单纯的放点血罢了，别大惊小怪的。林凡剑眉微皱，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没过一会，断口处一根中指重新生长了出来。剑盆内的鲜血还不太够，林凡咬咬牙，再次一刀挥落，鲜血再次喷涌而出。接了一小盆鲜血后，林凡面色惨白的喘了口粗气。一条毛巾出现在月莹的手中，月莹走上前给林凡擦了擦额角上的汗珠。断指重新长出后，林凡开始绘画契约法阵，不一会的功夫，32名首领便已然全部契约完毕。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些首领的面板，随之不由得微微一愣。这些首领面板上的天赋不再是神话级，而是行星级一段的天赋。微微思索了一番，林凡便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顿时感觉自己亏大发了。使用天赋光球后，这些首领原本的天赋就提升到了极限神话级，
自己契约预售后还能强行再提升1级预售的资质。靠！林凡心中暗骂一声，自己之前都把这个事情给忘球了。不过自己制造出的天赋光球和旺仔牛奶貌似也能给预售提升资质。想到这个后，林凡感觉心中略微平衡了一些。不然自己的主预售反而没有后续收服的预售资质高，那岂不是太扯淡了？不过这个旺仔牛奶貌似目前只能给希诺使用。摇摇头，抛开脑中那些变态的想法，林凡把塑料盆内剩余的鲜血尽数灌入了试管内，把装满鲜血的试管收入空间手环后，林凡取出了世界地图以及一箱子手表和手机。你们各自汇报一下本部的情况，随后我给你们下派作战任务。林凡扫过面前的32位新收服的海兽首领，开口道：回禀主上，我部传说加级2名，传说级16名，史诗级35455名，钻石级及以下将士合计161,100万余。回禀主上，我部传说加级3名，传说级21名，史诗级64782名，钻石级及以下将士合计1亿5700万余。回禀主上，我部传说加级1名，传说级6名。回禀主上，32位首领各自汇报着自己部中的情况。林凡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这些海兽大军加起来都数量已然达到了将近30亿之巨。最离谱的是，有单一部就有着将近3亿的海兽大军，其余的1亿以上部众的还有着17个部族。骄傲天呢？这小子跑哪去了？林凡扫视了一圈，并没有发现骄傲天的身影。主人，骄傲天在下面清点物资，上来的都是没契约的海兽首领。月影解释道。林凡掏出手机给骄傲天发了条消息。不出片刻，海面上扑通一声，一个身影径直向着林凡等人的位置飞来。这身影正是骄傲天。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骄傲天的面板属性，满意的点点头。2日不见，不仅等级提升到了235级传说家，就连4维属性都暴增了不少。拜见主上！骄傲天单膝跪地参拜道：起来吧，你小子咋还混成后勤大队长了？林凡抬抬手，笑着调侃道：主上，这……骄傲天挠挠头，一脸尴尬之色。行了，过来听令吧。见骄傲天支支吾吾，林凡也没难为他，给其余32名新契约的海兽首领下发了手表和手机后，林凡拿起世界地图，33位首领以及月影及女围了上来，等待林凡下达作战任务。你们3部合计5亿海兽大军进攻枫叶国的北部海岸线，1天之内最慢也要给我推进至维多利亚，所过之处活人全部屠杀，凶兽的话能收服收服，不能收服就覆灭。林凡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之上画着行进路线，语气严肃。是。那3名首领拱手领命，随后离去。你们4部合计6亿海兽大军全力进攻枫叶国东部海岸，快速推进，要求一样活人不留，凶兽能收服收服，不能收服就覆灭。是。4部海兽首领拱手，随后离去执行命令。你们4部合计5亿海兽大军，枫叶国的西部海岸线就交给你们了，以最快速向前推进和他们会合。是。你们5部合计4亿海兽大军，负责鹰将国西部海岸线。是。你们3部负责鹰将国东部海岸线。是。你们4部负责小漠西部海岸线，覆灭小漠后向北推进和他们在鹰将会合。是。你们5部负责北美其余小国，一个不留，全给我干掉。覆灭后先行前往南美区域，等候我的下一步指令。是。彻底下达完命令后，林凡收起了世界地图，自己的手中还有5部海兽大军，合计6亿余众。自己所处的这片地区就由他亲自带领着6亿海兽大军进行覆灭。随着海兽大军的不断调动，一片又一片密密麻麻的海兽大军在首领的带领下相继离去，前往既定的作战区域。林凡大手一挥，整整6亿的海兽大军在5部首领的带领下，如潮水般铺天盖地的向着鹰将沿海的城市冲击而去。骄傲天一马当先，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一定要在主上面前好好表现，争取第一个攻入城内。至于月影及女，则是站在林凡的身侧，并未出手。有着这些海兽大军，破城便已然足够了。冲啊！杀呀！喊杀声接连不断，不绝于耳，声浪犹如炸雷响彻云霄。海兽大军如同打了鸡血般一往无前，沿途所有障碍都被瞬息间摧毁。天穹之上，林凡站在希诺的背部，俯瞰着一切，慢悠悠地从空间手环内掏出一颗芙蓉王叼在口中，手指间小火苗猛然间升腾起，点燃了口中的芙蓉王。美美的吸了一口后，林凡轻吐出一个烟圈，烟圈逐渐变淡，最终归于虚无。就如同下方的城墙般，随着海兽大军势如破竹的进攻，化作废墟，化作尘埃，曾经的一切都彻底的烟消云散。鹰将城池守备军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抵抗，就在海兽的洪流中泯灭。破城不过短短的2分钟时间，杀入城内的海兽大军一道道攻击轰出，一栋栋建筑崩塌，火光冲天，肆意蔓延。鹰将鬼子们要么被倒塌崩碎的建筑砸死，要么被咆哮嘶吼的海兽活活咬死，更惨一些的被驰骋而过的海兽群直接踩成了肉泥，根本不成人形。小小的一座边城根本无法承受6亿海兽大军的摧残，数量实在是太过庞大，根本无法抵抗。任何抵抗在这潮水般的兽潮面前都只是徒劳。仅仅10分钟的时间，这座边城彻底沦为废墟，四处都是被摧残过的痕迹，活人尽数消亡。走吧，跟在海兽军队的后方就行。林凡轻描淡写的弹飞烟头下令道。好。希诺点点头，载着林凡跟随着海兽大军的脚步前行。鹰将作战会议室内，和枫叶国到前线战况还在继续焦灼，虽然在不断向前推进，但损失太过惨重，这使得鹰将总统无比心痛，这可都是他们鹰将的战斗力量啊。总统，我们鹰将国的西北区域海岸线附近出现大量兽潮，数量多到根本数不过来，边城现在已经沦陷了，且兽潮正在向我们这前进。一名鹰将军官起身汇报，语气中满是急切之色。鹰将总统为了能更好的服务林凡，特意把作战指挥中心设立在了距离边城不远处的一座城池内，目的就是林凡呼唤他
他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如今，这却是成为了催命符，规模如此庞大到兽潮正向着他们这座城而来，边城的防守力量都仅仅只能抵御2分钟。那么，以他们这座城的防守力量来说，怕是直接就会沦陷。他的家人还等着他回去呢。上个月他的妻子才刚为他诞下孩子，他还不想死。fuck，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鹰将总统一拍桌子，猛然起身，双眼瞪得犹如铜铃一般。兽潮突然间就出现了，根本没有任何的预兆。得到消息的时候，边城已经彻底没了。那名军官低着头回答。鹰将总统感觉自己现在脑瓜子都大了3圈。鹰将都军队基本都派往前线作战了，每个城池都只有最基本的守备军而已，可守备军根本就抵挡不住兽潮，这可真是天要亡他鹰将啊！怎么办？怎么办？鹰将总统抓了抓蓬乱的头发，在作战指挥室内来回踱步，心中思考着应对之策。作战指挥室内的所有高层以及军官们皆是面如死灰，刚才的话他们听得真真切切，没有大量军队的抵御，这样规模的兽潮下，那只有死路一条。高层以及军官们叹了口气，有的掏出了纸和笔开始书写遗书，有的掏出电话和家人告别，更有的想要借机溜走，直接跑路。不知道这兽潮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但能多活1秒总比下1秒死了要强，说不定只要逃得够远，就可以躲过这次兽潮。有了！鹰将总统眼中金光一闪，关键时刻他怎么把林凡这尊大神给忘了？有林凡在，那么兽潮一定可以抵挡得住，自己这么尽心竭力，加上林凡更是住在这座城，想必林凡一定不会置之不理的。你们都不要慌，办法我已经想到了。鹰将总统一拍桌子，气势如虹，他仿佛又找回了自信。高层们，军官们，林凡阁下就住在我们这座城，我们只要求他出手，肯定可以应对这次兽潮。言罢，鹰将总统掏出手机，满怀憧憬地按下手机上那写有林凡名字的电话号码。嘟嘟嘟，电话足足响了4-5声后才被接听。小鹰啊，啥事啊？林凡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此刻鹰将总统觉得林凡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林凡阁下，兽潮来袭，我们抵挡不住，您能不能出手帮助我们鹰将一下？您想要什么报酬都可以。鹰将总统直入正题，此刻没有时间再让他溜须拍马了。当然可以，不就是兽潮吗？把你现在所在的位置用短信给我发过来，我等会就到。林凡语气平和，心中却是阵阵冷笑。开什么玩笑呢？还帮你抵御兽潮？这兽潮就是他林凡弄出来的，目的就是彻底的覆灭北美区域，让他林凡自己抵御自己。这鹰将总统怕是还没睡醒吧？等会他倒是想要看看这鹰将总统看见自己率领着兽潮进攻城池时会是个什么表情。现在就让他充满希望一会吧，在绝境中抓住一棵救命稻草，稻草却突然断了，这种升腾起希望又陷入绝望的表情肯定很精彩。林凡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了。谢谢您，谢谢您。鹰将总统连连道谢，恨不得现在就给林凡跪下磕几个响头。虽然林凡行事飞扬跋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把他当成个人，但是关键时候是真的靠谱啊！看来自己的努力真的是没有白费。林凡敷衍了一声后，便直接挂断了电话。鹰将总统把手机揣回了兜里，仿若整个人都年轻了20岁一般。林凡阁下已经答应帮助我们鹰将抵御兽潮了，我们有救了。林凡阁下真是我们鹰将的大恩人。鹰将总统表情极为自豪，若不是他关键时刻想出这个办法，只怕他们就要沦为兽潮之下的残骸。鹰将有他这样的总统，何愁不兴？总统，您真是太厉害了！林凡阁下肯帮我们，我们真的是有救了。感谢上帝，感谢耶稣，感谢林凡。一众高层以及军官们纷纷面露喜色，不断赞美着鹰将总统，心中对林凡感恩戴德。原本他们以为林凡就是上天降下的魔鬼，没想到林凡才是能救他们的那个天使。总统，虽然林凡阁下答应帮助我们抵御兽潮，但兽潮数量如此之庞大，单靠他一人，这会不会太过冒险了？您看要不要把我们在前线的军队都撤回来？那名最开始汇报情况的军官突然开口道，语气中显得忧心忡忡。林凡阁下的能耐又岂是你能知道的？前线的军队不可能撤回来，这是林凡阁下下达的命令，若是撤回来，肯定会惹得林凡阁下生气，到时候这个锅你来背吗？鹰将总统撇撇嘴，眼中满是不屑之色。就是，林凡阁下既然已经说帮助我们了，那就肯定是有办法，不然他不可能过来送死。你就是太胆小怕死了。总统说的没错，军队若是此刻撤回，肯定会引得林凡阁下恼怒，而且就算撤回来，还不一定能抵御得住。不是抵御不抵御得住的问题，是等赶回来，城池都已经彻底没了。真是个胆小鬼！林凡阁下都答应出手了，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呢？一众高层以及军官们你一言我一语嘲讽着那名军官，完全不是刚才那般就要赴死的神情。fuck， 一群蠢猪！那名军官心中暗骂一声，深深地鄙视了一遍这群人，随后便借着上厕所的名头离开了作战指挥室。距离指挥室不远处，那名军官召唤出自己的御兽，恨恨地瞪了一眼作战指挥室的方向，跳上自己飞行御兽的背部，向着远处飞去。空中的希诺紧跟着海兽大军的步伐前行。林凡看着手机中鹰将总统发来的短信定位，嘴角勾起一丝弧度。不远了，预计再有10来分钟就能抵达定位的城池。趁着这段时间，林凡查看起了讨论组内的消息，今日自己的凶兽大军应该就能彻底拿下整个亚洲区域。虽然是早上，但讨论组内依旧有着消息在不断的发送。林凡翻到上面，开始一条条查阅。秦阳主上，我部已然彻底平定小缅全境，其内活人尽数诛灭，收服共计3600万余凶兽大军，现正在全力进攻小泰，向南推进。宁双主上，我二部已彻底平定小越全境，其内活人尽数诛灭，收服共计5600万余凶兽大军，现正在全力进攻小简。卡洛奇姚主上，我二部已经平定小窝，
活人尽数诛灭，收服共计1800余万凶兽大军，现正全力进攻小泰，向北推进。柳柔，主上，阿三国还剩下2座城池没有攻下，中午之前就能拿下阿三国全境。清代，我二部目前在小朗的伊斯城以北区域尽数覆灭。萧雨，主上，小蒙已彻底覆灭，我7部正在向毛熊国进发。风烈，主上，毛熊国境内幅员太过辽阔，我等覆灭了2/3，现正在向西方推进。萧雨，风烈，兄弟，毛熊国剩下的那1/3的区域就交给我们吧。风烈，那可不行，这是主上交给我们4部神殿的任务，你们想要作战就去小屋好了。萧雨，查阅完毕后，林凡满意的点点头。小一些的国家已经全部覆灭了，大一些的国家还剩差那么一点，不过倒是情有可原，毕竟大一些的国家面积相对的更大，更多的时间都花费在了赶路上。林凡，各位都辛苦了，完成任务后原地待命，进行休整调整好状态，接下来还有作战任务。发送了一条消息后，林凡收起了手机。等龙国的导弹核弹群轰炸一遍欧非区域后，就可以让自己的凶兽大军继续开拔，攻伐欧非区域。导弹核弹群这东西虽然说炸不死高阶御兽，但是对于城池的破坏力还是极为强悍的。不知不觉间，海兽大军已然抵达了鹰将总统所在的那座城池，在各部首领的带头冲锋下，城墙就如同豆腐块般碎成了渣渣。海兽大军犹如潮水般涌入了城池之内，开始疯狂屠杀。希诺，去这个位置。林凡把作战指挥室等位置给希诺看了一眼，随后下令道。希诺点点头，向着作战指挥室的位置飞去。作战指挥室内，鹰将总统面容扭曲，兽潮都已然攻破了城墙，而林凡居然还没到。他现在有些怀疑林凡是不是在诓骗自己，亏自己这么信任他。总统，林凡阁下怎么还没到？兽潮都已经冲入城内了，要不我们撤吧？一名高层提议道，面色凝重，再没有刚才的喜悦。是啊，再不撤，我们就要和城池一起陪葬了。一名军官点头附和。鹰将总统再次抓了抓蓬乱的头发，眼神中吐露出坚定之色，大手一挥，撤。林凡是靠不住了，未经之计只有撤退了。至于这座城内的百姓，他是顾不上了，若是带着百姓走，那么全都得完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些百姓他以后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以他们传说级的实力，跑路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即所有人尽数离开了作战指挥室。作战指挥室外，林凡正站在希诺的背上，刚要掏出手机给鹰将总统打个电话，没想到鹰将总统以及一众的高层和军官就匆匆地走了出来。看见半空之中的林凡，鹰将总统面色复杂，心中再次升腾起一丝希望。林凡阁下，您终于来了！鹰将总统激动到颤抖，声泪俱下。是的，我来了，不过我是来送你去死的。林凡嘴角上扬，语气玩味。鹰将总统，一众高层以及军官，所有人都傻了，甚至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出现了什么毛病。林凡不是帮助自己等人的吗？送他们去死是什么意思？不用那种表情看着我，你们听到的没错，我就是来送你们上路的。林凡抱着肩膀，其实呢，这次兽潮就是我派出的，这种无聊的游戏我已经玩够了，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切了。听到林凡的话，鹰将总统顿时如遭雷击，他是万万没想到兽潮居然是林凡发动的。他对林凡这么尽心竭力，林凡居然还要赶尽杀绝，他不明白，他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自己真的是太傻太天真了，早知会现在这样，当初他就应该联合诸国和林凡拼死一战，也不至于到现在毫无抵抗之力。他悔呀，他恨啊，有什么遗言就赶紧说吧，晚了可就没机会开口了。元宝缓缓开口，似笑非笑地看着鹰将总统以及一众高层。还是他凡哥会玩，这鹰将总统的表情短短一会功夫变换了好几次，估计脆弱的小心脏已经彻底崩塌了吧。林凡，我真是太傻了，我居然想着讨好你，恭维你就能免过灾难，你这个魔鬼，你一定会不得好死的。鹰将总统捏紧拳头，眼睛死死地盯着林凡等人，咬牙切齿地说道。总统，如今我们没有退路了，反正怎样都是一死，和这林凡拼了。是啊，我们都是传说级御兽师，就算是死也要拉个垫背的。林凡，你这个王八蛋，你一定会下地狱的。林凡，哪怕我就是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我要杀你！一众高层以及军官纷纷开口，眼神凶狠地看向林凡。本来心中还有着希望，如今希望彻彻底底的破灭，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只能破釜沉舟。拼了！鹰将总统暴喝一声，随后8道召唤法阵相继而出，把自己的御兽尽数召唤出来。今天算是彻底完蛋了，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和林凡拼死一战。一时间，各色召唤法阵不断出现，其余的高层以及军官纷纷召唤出各自的御兽。月营，送他们上路吧。林凡摆摆手，短短的一句话，彻底宣判了鹰将总统等人的死亡。鹰将总统和那一众高层以及军官，虽然大部分都是传说级御兽师，在别人的眼中或许是一方大佬，但在林凡眼中却犹如土鸡瓦犬，什么都不是。好的，主人。月营点点头。刷刷刷！鹰将总统、高层以及军官们召唤出的御兽嘶吼着向半空中的林凡等人发动了攻击，各色的能量光束携着摧枯拉朽之势不断爆射而出。希诺背上的林凡负手而立，对于袭来的攻击面不改色。神纹光幕，月营双手合十，身上银光流转，顷刻间，一道篆刻着玄奥符文的银白光幕笼罩林凡等人的外侧，能量光束尽数轰击在这银白光幕之上，只是荡起阵阵涟漪，林凡等人毫发无伤。月营可是神话级的存在，除非是同为神话级的攻击，才有可能打破神纹光幕，不然哪怕就是再多的传说级攻击打在神纹光幕上也是徒劳，只会给神纹光幕增加能量。这真的是御兽能做到的吗？鹰将总统内心震颤，以往他并没有见到过林凡的御兽出手，只是知道龙国有着毁灭光束这一种武器罢了。
如今真正见到林凡玉兽出手之时，他才知道有多可怕。这可是数十道传说阶玉兽的攻击，竟然全部被抵挡了下来，而且还是如此的轻松简单。原来龙国最可怕的不是毁灭光束，而是林凡本身。这样的人为什么没有生在他们鹰将？月照星河，月银素手青苔，周身银芒更盛。一道直径100米的银白光柱从天而降，笼罩住鹰将总统等人的位置。没有哀嚎，没有惨叫，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银白光柱散去后，被笼罩的区域再没有任何生灵以及建筑，有的只是一片空荡荡的土地和散落在地的金河。林凡摇摇头，并没有说什么。对比于樱花天皇来说，这鹰将总统的死亡无疑是幸福的。这就算是对鹰将总统这2日来溜须拍马的回馈了，起码不用在痛苦中哀嚎着死去。他林凡还是很善良的。玉兽死亡散落在地的金河被月银全部收起，存放在了异空间之门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兽大军彻底沦陷了这座城市，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天穹之上的林凡面无表情地目睹着这一切，从他穿越而来，再到如今，他毁灭的城市太多了。现在他对于屠城已然彻底的麻木。对于诸国之人，林凡是没有一点好感，甚至可以说是厌恶至极，前世今生皆是如此。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然西落，月月高高的悬于天穹之上。海兽大军还在不停歇的攻城略地，林凡坐在希诺的背上看着手机。派出去的其余海兽大军基本上都已抵达了既定的位置，开始攻城。对于如此恐怖数量的兽潮，那些城市根本毫无抵抗之力，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便被彻底攻破。尤其是鹰将国的城池失去了中枢的指挥，已然彻底乱作了一团，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按照林凡的命令进行。而亚洲区域自己派出的凶兽大军已经彻底收复了所有区域，全部在原地休整，等待着自己的下一步指令。林凡拨打了欧阳昭的视频电话，不出片刻的功夫，电话就接通，欧阳昭的身影出现在视频中。岳父，可以开始了。林凡直入正题，毫不拖泥带水。没问题，早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开口了。欧阳昭笑着点点头。对于林凡所说的，他自然知晓是什么。对于这一刻，他是无比期待的。龙国导弹核弹的数量，对于与曾经的鹰将来说只多不少。有着喵喵科研院的帮助，更多威力强横的导弹以及核弹被研制而出，并开始生产投入使用。这些导弹核弹与以往的不同，而是添加了凶兽晶核内的能源，其威力哪怕是对史诗传说级的都有着效果。若是史诗级的被这些导弹核弹正好命中，怕是会立马殒命当场，就算是传说级亦会受到重创。林凡点点头，随后挂断了电话。对于欧阳昭的办事效率，林凡还是放心的，从来就没出过问题。龙国各个军区以及导弹核弹基地内，无数的导弹核弹冉冉升空，摇曳着橙红的尾焰，向着既定的位置飞去。那名离去的鹰将军官回到家接上家人后，便马不停蹄地向着欧洲区域飞去。看着城市毁灭，那名军官冷哼了一声，他气的倒不是城市被兽潮所毁灭，而是鹰将总统根本不听他的建议，甚至还出言讥讽他，这样的国家不带也罢。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而这荆棘丛中绝非鸾凤栖息之地，不如另投他处。鹰将总统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伤透了他的心，他相信凭借他传说级的实力，在其余诸国一定能混得更好，甚至说在一些小国，他的待遇会更强。传说级御兽的飞行速度还是极快的，此刻他和他的家人已然抵达了毛熊国的境内。他不知道的是，毛熊国现在彻底沦陷，整个境内的凶兽全都是林凡的手下，活人更是一个都不剩。没过一会，这鹰将军官便被一对飞行凶兽拦截在了空中，为首的乃是一只传说级凶兽。传说级凶兽二话不说，直接发动了攻击，一道锋刃顷刻间爆射而出。主上可是说过了，这毛熊国境内不允许有一个活人，如今这出现了7、8个歪果人，这不是在打他们的脸吗？ fuck！ 那名鹰将军官面色铁青，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在这里碰见一只传说级的凶兽。现在传说级的凶兽都这么不值钱了吗？这么容易就能被自己给遇上？没丝毫犹豫，鹰将军官抬手间7道召唤法阵同时出现，7只御兽被召唤而出。速战速决，他不能被拖住，万一一会这些凶兽的援军赶来，那么他们可就全要葬身受缚了。那道锋刃被鹰将军官的另一只传说级御兽拦下，紧接着7只御兽和那对凶兽战成了一团。鹰将军官的实力并不弱，有着2只传说级御兽、4只史诗级以及2只钻石级，而那一对凶兽总共有着23名。传说级队长1名，史诗级副队长2名，钻石以及铂金队员20名，负责的就是巡查空中的情况。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之音自空中不断响起。在鹰将军官的指挥下，2只传说级御兽围攻那名传说阶凶兽队长，2只高阶史诗对上了那2名史诗级副队长，剩下的1名史诗留在原地负责保护，其余的禁术和那20名钻石以及铂金站在一起，战斗愈演愈烈。传说阶的凶兽队长一人独占2名传说愈发的险象环生，身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伤口，而那20名队员在那名不断游走史诗的攻击下，已然陨落了4、5名。唯二还算正常的就是史诗之间的对战，不过若是传说阶落败的话，那么他们都会死。奶奶的，老子和你拼了！一名钻石级凶兽嘴角一血，双眼赤红，流露出嗜血的光芒，不顾袭来的攻击，一往无前，死死地抱住了一只钻石阶御兽。轰！钻石凶兽的身上橙红一片，身躯开始不断的膨胀，达到了临界点时，能量瞬息间爆发而出，碎肉横飞，铺天盖地的散落而下，散开冲击波席卷全场。在钻石凶兽的自爆下，被抱住的钻石御兽同样被炸得粉碎，尸骨无存。5个被冲击波震飞的凶兽们歇斯底里，纷纷捏紧了拳头，双眼中血丝密布。又是一名钻石阶凶兽飞出，死死地抱住了仅剩的一只钻石御兽，
紧锁的双臂如同铁钳一般，那只钻石玉兽双眼惊恐想要挣脱，却根本无法挣脱开来。死吧 ！CNMD！ 钻石阶凶兽咆哮着大笑，面对背后史诗阶袭来的攻击毫无惧色。轰！自爆声再次传来，钻石阶凶兽带着钻石玉兽再次化为碎肉散落而下。fuck！ 都他妈的疯子！鹰将军官怒骂一声，两只钻石阶玉兽就这么没了，同时对这些不要命的凶兽们产生了恐惧。究竟是什么让这群凶兽如此的不要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疯狂？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剩余的10来只钻石以及铂金凶兽嘶吼着冲向了那只游走的史诗玉兽，眼中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之色。轰！轰！轰！一声声自爆之音不断在天穹之上响起，那只史诗阶玉兽颤抖着，只能不断闪避。钻石阶凶兽的自爆，就算是他被炸一下都要受伤，更何况是10来只一起冲过来自爆，这要是被炸中，那肯定要一命呜呼。走，快走，别和这群疯子纠缠了！鹰将军官连忙下令，他原本还想着把这些凶兽解决，如今见识了这群凶兽的不要命后，他就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要是传说阶凶兽自爆一下，自己的玉兽肯定是不死也要重伤，为今之计还是赶紧跑路为上。做梦，都留下吧！那名传说阶凶兽暴喝，他的属下都自爆了，他这个队长又有何惧哉？能为主上效命是他一生的荣幸，他的实力做不到以一敌二，那么就拿这条命报效主上了。严方队长，别自爆，快停下！我们的援兵来了！一名史诗阶的副队长见队长要自爆，连忙开口阻止。无他的余光瞧见不远处一队又一队的凶兽正在向着这面赶来，数量起码有着1000余众。若这个时候选择自爆，那么就是白白的牺牲。援军到了，他们只需要再拖延片刻，弄死这群歪果人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可惜了那些自爆的钻石以及铂金将士，他们都是勇士，是主上真正的勇士。杀呀！杀呀！冲啊！随着援军的赶到，数以千计的凶兽不断加入战团，其中传说阶的凶兽就有着足10来名，史诗阶的更是有着200来名，其余皆是钻石和铂金阶。这一幕彻底把鹰将军官吓傻了，黄澄澄的液体不断自库管内涌出，就如同开了闸的洪水，根本停不下来。而他身侧的家人则是在不断的惊叫，失声痛哭。这么多的凶兽，今天他们就算是插翅也难逃。鹰将军官的御兽们毫无意外的被全部斩杀当场。严防咬牙切齿的提起了一脸惊恐的鹰将军官，鹰将军官被一巴掌拍飞了脑袋，紧接着尸体被撕成了碎块。那些鹰将军官的家人无一幸免，尽数被格杀当场。如鹰将军官这样想要逃到他国的，犹如过江之鲤一般，不过几乎全部都遭遇到了林凡凶兽大军的截杀。远在北美区域的林凡，在讨论组内各部首领的汇报之下，尽数掌握一切情况。欧非区域在龙国的导弹核弹群下伤亡极其惨重，大部分的城市顷刻间沦为废墟，化作一片焦土。可惜的是，喵喵研制出的新型导弹核弹数量不算太多，不然都不用林凡再派军前往，就能彻底清理干净欧非区域的城市。其余未被波及的诸国全部开始慌乱了起来，人人自危。这龙国竟然开始向欧非区域投放导弹核弹群，这是要强行开战的节奏啊！而且这导弹核弹群和以往的不同，就连史诗传说级的御兽都能炸死炸伤。若是如此以往下去，龙国的下一个目标迟早是他们，不能等到那个时候，现在就得联合在一起，想尽一切办法抵御龙国。事关国家存亡，这些诸国的动作极快，除了龙国之外的一切有生力量都被联合在了一起，对此没有任何人反对。现在的龙国那就是世界霸主，若是不联合在一起，那么迟早是死路一条。诸国开始不断尝试联系地球以外的星球，企图得到援助，不然仅凭借他们自己想要抗衡龙国，那是极为困难。君不见整个亚洲区域以及那些曾经大国的惨状，对此他们有着自知之明。鹰将国境内，林凡坐在西诺的背上，翻阅着手机上讨论组内不断弹出的消息，嘴角上扬。各部海兽大军的进攻极为迅速，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现在整个北美区域的1/3都已经被海兽大军所攻陷，其内的活人全部在向着最内侧汇聚。林凡所在西北部鹰将国的这片区域沦陷的最快，短短2日时间彻底被林凡的海兽大军占领，其内的所有物资被尽数搜刮一空，用以提升军队的实力。几位首领的实力清一色的提升至了传说家，骄傲天的实力更是提升到了255级神话阶层次，其余海兽大军的整体实力突飞猛进，最低的都是铂金阶的实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后，林凡所率领的6亿海兽大军以及沿途收服的3000万凶兽大军开始向着枫叶国行进。枫叶国和鹰将国接壤的边境，上次林凡来过，这地方还如上次一般，尽是一片废墟，边城被导弹核弹群轰炸的早已成了一片废墟，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抵抗。林凡的大军便进入了枫叶国的境内。掏出手机，林凡给喵喵发送了一条消息：林凡，喵喵，给我查查枫叶国总统所在的具体位置。喵喵，没问题主人，给我2分钟的时间。林凡，好。2分钟的时间悄然而过，喵喵的信息传了过来，收到了喵喵发来的坐标信息，林凡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就这么看着海兽军队们攻城略地，实在太无聊了，他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前往枫叶国总统的所在地，击杀掉枫叶国总统，彻底破坏枫叶国的指挥中枢，这就是林凡计划要做的。把手机上的定位坐标给希诺看过后，希诺向着既定的位置飞去，元宝以及百里孤二人乘坐着各自的飞行御兽紧随其后。凡哥，你把小莫国总统的位置查一下呗，然后我和百里孤直接去干掉小莫国的总统，不然我俩就完全成打酱油的了。元宝搓搓手提议道，他从来鹰将到现在根本连一点出手的机会都没有。鹰风在这几日大量物资的吞服下，已然迈入了神话阶，这使得元宝更是手痒的紧，想要出手战斗一番。百里孤的御兽同样进阶到了神话层次，对于元宝的提议也是点点头。
可以。林凡点点头。元宝和百里孤如今的实力已然全部是神话级，干掉区区小莫国总统那是轻而易举。掏出手机，再次给喵喵发送了一条消息。不过片刻的时间，小莫国总统所在的位置坐标便传输了回来。林凡把坐标转发在林凡三人所在的讨论组内，收到坐标位置的元宝顿时眉开眼笑，他终于能出手了。百里孤以及元宝和林凡告别，随后乘坐着各自的飞行御兽，向着小莫国总统所在的位置飞去。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林凡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连忙再次拿起手机发送了一条消息：林凡，照片 JPG， 这照片上的2个人是我的好兄弟，你们告诉手下不要误伤了他们。发送过消息后，林凡关上了手机。这个他还是提前通知一下的比较好，海兽大军只认识他，其余的人类并不认识，而他下的命令又是不留一个活人，这要是自己人打伤自己人，那玩笑可就开大发了。百里孤和元宝的离去，仅剩下林凡。好久没有开启铠甲形态了。林凡口中喃喃，心念一动，赤银2色的铠甲顷刻间覆盖周身，殷殷化作披风附着于林凡身后，幻星则是化作玄奥符文印刻在林凡的右前胸。安怡眨了眨眼睛，捏着下巴略微思索，随后眼中一亮，下一瞬化作了一杆长枪，长枪通体呈现金蓝色，嗡鸣一声后飞入林凡的手中。感受着自身强横到极致的力量，林凡整个人都惊呆了。自己的御兽现在可谓是都有殷殷的天命万载天赋，铠甲本身的力量再加上3只神话阶御兽加成的天命万载，林凡感觉自己此刻能把天戳出一个窟窿。嗖！林凡的身影如同一道流星般划过天际，速度快到肉眼几乎察觉不到，阵阵的音爆声不断在林凡耳畔炸响。不过一炷香的时间，林凡便抵达了枫叶国总统所在的城市。根据地图的导航，林凡来到了枫叶国的作战指挥部大楼外，门前有着不少枫叶国的军队正在巡逻。林凡落地后，大摇大摆地向前走去。军事重地禁止通行，若不离去，格杀勿论。一名枫叶国军官厉喝，同时大量的枫叶国士兵把林凡包围了起来。我叫林凡，你们能死在我的手中，值得你们骄傲了。林凡缓缓地开口，语气中透露着不屑。言罢，还未等军官以及士兵们反应过来，无数的草系能量瞬间凝聚成一片片锋锐的叶子，贯穿了这些枫叶国士兵的头颅。你，仅剩下那名军官面色惊恐，浑身颤抖地指着林凡。夜刃风暴！没有管那名军官惊恐的喊叫，林凡再次发动了技能，那些锋锐的叶子不断划过，士兵们死亡后出现的大量御兽被全部切割成碎块。有名死言！林凡心念一动，无数漆黑的火焰凭空出现，切碎的肉块被这些漆黑的火焰尽数包裹，在超过200万兆高温的溶解下，不出1/3秒的时间，肉块全部化为灰烬，只留下了一地的晶核。挥手间，散落在地的晶核漂浮而起，飞向林凡腰带的前方被吸收。现在带我去找你们的总统，不然马上把你烤成烧鸡！林凡命令道，语气不容置疑。那名枫叶军官颤抖着连连点头。林凡的大名如雷贯耳，全地球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活脱脱的一个煞星。他自然是听说过的，如今又见识到了这恐怖无比的实力，他更加确定这就是传说中的林凡。不过自己可真是有够倒霉的，就值个班，怎么就遇见这么个煞星了？反抗肯定是死，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是他，乖乖的听话，或许能保全性命。唉，枫叶军官心中默默叹息一声，带着林凡向着作战指挥部的大楼走去。没走出多远的距离，大量的枫叶国士兵再次把林凡给包围了起来。刚才战斗的声音，只要不是个聋子都能听见。作战指挥部可是总统以及高层们的所在地，士兵守备极其之多。枫叶国军官看了看那些包围的士兵们，又看了看平静如常的林凡，心中极为坚定的选择和林凡站在了一起。刚才的战斗他可是亲眼见识到了，这林凡的实力深不可测，这些士兵估计连给林凡塞牙缝都不够的，自己若是看不清形势，那么变成烧鸡的肯定有自己一份。自己还是乖乖的当个引路人吧，甚至如果林凡有需要的话，自己会毫不犹豫的出手帮忙。你的同僚们又来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很高兴？怎么一点表情都没有？林凡没有管那些包围着自己的士兵，反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身侧的军官。林凡大人，您说笑了。军官略微低头，脸上陪着笑。这些士兵在您的眼中就如同蝼蚁一般，挥手可灭。我现在是您的录影，不再是他们的同僚。说完，枫叶国军官直接把自己身上的军装脱了，怕林凡不满意，又狠狠地踩了几脚。见此，林凡无奈地摇摇头。就算如此，最后你依旧是免不了一死。若是别人可能会留着，但是林凡绝对不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算你再讨好也没用，只要是歪果人就必须死。不过倒是能让这军官稍微躲活那么一会，这就算是最后的恩赐吧。没有再废话，林凡心念一动，漆黑的火焰再次出现，包围着林凡的一众枫叶国士兵顷刻间被漆黑的火焰所笼罩。超过200万兆高温的黑焰，使得这些枫叶士兵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烧成了灰烬。微风轻轻吹过，彻底消散在这世间。士兵们死亡，其构筑的御兽空间破碎，铺天盖地的御兽凭空出现，数量起码有着数千余众。林凡一跃而起，悬于半空之上。那名枫叶军官微微一愣，下一秒连忙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他万万没想到林凡上天了，居然不带着他。不过转念一想就释然了，这肯定是林凡大人给他的考验，是要考验他这个时候会怎么做，看看他会不会趁机跑路。聪明如他那肯定不会跑路，若是能抱上林凡大人这条大腿，那以后肯定是飞黄腾达。林凡手中长枪嗡鸣，阵阵金蓝色的光芒散发而出，长枪向前猛然一刺，一道鲲鹏虚影顷刻间出现，向着地面上数千余御兽冲去。轰！鲲鹏虚影携着摧枯拉朽之势和数千余御兽撞击在了一起，数千余御兽毫无抵抗之力的便被轰成了渣渣，连带着地面上都被轰出了一道10余米深的巨坑。烟尘四起，尘土飞扬，那名躲在不远处的军官被强横的冲击波直接震飞了出去，
好巧不巧地装在了一棵大树上，树杈穿透心脏。军官双眼暴突，一脸的不可置信，嘴角不断的溢出鲜血，拼尽全力的抬起头看了空中林凡最后一眼，随后脑袋一歪，彻底死亡。倒霉蛋啊！半空之上的林凡看向被挂在树上的枫叶军官，嘴角微微抽动，心中不住感叹：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本来还寻思让你多活一会的，居然自己就上树自杀了。不过仅仅是个小插曲罢了。心念一动，漆黑火焰出现，不断焚烧着御兽们的尸体。大量的金核漂浮而起，被林凡不断的吸收。现在这些金核所能提供的经验只有一丝，不过了剩余无，这已然成为了一种习惯。虽然录影嘎了，但这么响的爆炸声，相信那枫叶总统肯定会出来查看情况。果不出林凡所料，烟尘散尽，枫叶总统以及一众高层和军官带着大量的士兵们是出现。枫叶总统看着面前的一幕，内心剧颤，他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你就是枫叶总统啊？半空中的林凡抱着肩膀率先开口：你是什么人？我们和阁下无冤无仇吧？枫叶总统循着声音抬头仰望，见林凡正屹立于半空，用屁股想此刻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半空中这个机器人做出来的。林凡似笑非笑，口中只是淡淡的吐出2个字：什么？枫叶总统惊呼出声，语气中满是不可置信。林凡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呀？他妈的，他们枫叶国可是从来没得罪过林凡啊！上次递交物资的时候，他们枫叶国可是尤为积极的，生怕晚了惹恼了林凡，给他们来上一发毁灭光束。林凡大人，您来我们枫叶国所为何事？枫叶总统颤颤巍巍地询问道。你猜啊？林凡笑笑，语气玩味。我猜不到，还请林凡大人您明示。枫叶总统都快哭了，这林凡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你可真无趣。那就实话告诉你吧，这次过来就是送你和鹰将总统团聚的。和鹰将总统团聚？林凡大人，我不懂您的话。枫叶总统一头雾水，并未理解林凡的意思。鹰将和枫叶虽说由于兽潮来临的原因开战暂停，但依旧处于和海兽大军战争的状态，对于鹰将总统已然人间蒸发的消息并不知情。不过诸国联合企图寻找地球之外援军的事情，他倒是一清二楚，身为曾经的大国之一，自然是联合的首要对象。不过由于兽潮侵袭自顾不暇的因素在内，联合行动他并没有参与在其中。要是林凡来打击报复的话，那怎么也轮不到他。他此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对他充满了敌意，怎么感觉和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林凡剑眉微皱，他感觉这枫叶国总统脑回路好像和正常人类不太一样，说话根本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枫叶总统，这林凡是来找茬的，肯定是想把我们全部干掉。这大坑以及那些焦糊味就是最好的证据。一名高层附在枫叶总统的耳边小声地说道，声音只有他和枫叶总统能听得清楚。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林凡此刻的听力已经不能用正常人类来形容，哪怕是在细微的声响，若是想听清，那也不是问题。他说的没错，我过来就是要把你们全弄死。林凡对于那名高层赞扬的竖起了大拇指，这下好了，剩得他再继续废话。喂！还未等枫叶总统再次开口，一道金蓝色的枪芒携着恐怖的气势不由分说的横扫而来。这恐怖的气势震撼着在场所有人的小心脏，腿肚子不停地打着哆嗦，面容上尽是恐惧之色，一时间竟然忘记了抵挡。不过就算是想要抵挡，亦是徒劳。这枪芒的速度快若残影，怕是还未召唤出御兽，就会被斩作2截。唰！超过10米直径的枪芒掠过了枫叶总统、一众高层以及军官们的身体，如刀切豆腐般，这些人的身体齐刷刷地化为2截。3/4秒后，上身和下身开始分离，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内脏散落一地。林凡弹射而起，屹立于半空之中，就这么肆无忌惮地欣赏起这群人最后的挣扎。随着第一名高层的死亡，其构筑的御兽空间破碎，原本御兽空间内的御兽纷纷凭空出现。看着脚下惨死的主人，那些御兽仰天长啸，双眼赤红地盯着半空之上的林凡。嗖！接连不断的高层和军官彻底死亡，密密麻麻的御兽开始不断出现，随之向着半空之中的林凡发动攻击。面对这些袭来的攻击，林凡并没有放在心上，此刻的他实力已然超脱神话，这些传说级攻击就算打来的再多也是白费。林凡依旧屹立在半空中一动不动，甚至他都没做抵挡这些攻击的想法。他想试试这些攻击能不能打在自己的铠甲之上，能不能破防。天穹之上，风云变幻，晴朗无云的天空，刹那间乌云滚滚，一条条银白的雷霆神龙在云海中不断翻涌。咔嚓咔嚓，一条条银白的雷霆神龙不断俯冲而下，目标正是那些袭来的攻击以及发动攻击的那些御兽们。轰轰轰！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响起，那些袭来的攻击在雷霆神龙狂暴的洗礼下尽数消散，而地面上的那些御兽们则是被轰成了渣渣，焦糊的尸体上还在不断跳跃着细小的银白电流，一声声滋啦之音不绝于耳。林凡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林凡不知道该表达些什么好了。他不就想试验一下自己铠甲的防御属性能达到什么程度吗？这咋就这么难呢？现在的林凡是能感觉出来的，每一条银白雷霆神龙都有着神话阶一击的威力。什么时候天上能打下神话阶的雷了？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他很确定这不是自己发动的，更不可能是月影极女。他在使用铠甲的时候，除非有着他的许可，不然极女根本无法操控半分铠甲。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就算是幸运点的原因，那也不能空穴来风这么离谱吧。林凡决定有机会一定要再试试，看看这银白雷龙还会不会再出现。若是再出现的话，那这可就算是一个被动技能了。谁想要攻击自己，就会被雷劈，这被动那可真是牛逼大发了。随着那些御兽们的集体阵亡，天穹之上的乌云迅速散开，恢复了那原有的碧蓝天空。刚才那惊世骇人的一幕，就仿若从未出现过一般。林凡心念一动，无数漆黑的火焰凭空出现，包裹住地面上那些被电的焦糊的兽尸以及拦腰断作2截的人尸。
人尸和兽尸化作飞灰后，只留下了散落一地的金盒。念动波技能发动，这些金盒整齐排列有序地漂浮至林凡的腰带前。枫叶总统、一众高层以及军官们全部凉凉后，那些枫叶士兵早就一哄而散，向着四周奔逃，只怕是爹妈少生了2条腿。对此，林凡并没有继续追击，就算怎么跑，最后也难逃一死，不被自己顺带着干掉，最终同样会被赶来的海兽军队碾成肉泥。被自己干掉，自己还能免费送他们一场火化服务。可惜这群歪国人并不懂自己的良苦用心。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林凡默默地感叹了一声。月照星河，银白光柱从天而降，整栋作战指挥部大楼顷刻间被吞没其中。1秒过后，银白光柱消散，原本高耸的建筑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片褐色的土壤。林凡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10点30分，正好林凡还没吃早饭，就在枫叶国的这座城市找个地方吃顿饭好了。林凡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飞行着，飞至一片还算热闹的区域后降落而下。街边来来往往的行人看见这空中突然降落而下的铠甲人，纷纷面露不解，带着好奇的目光把林凡围了起来。铠甲内的林凡一脸黑线，他就想很正经的吃个饭填饱肚子罢了，这群枫叶貂毛居然把他当猴子围观，真的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是不行了。就在林凡正想着怎么弄死这群玩意的时候，一名枫叶男子大摇大摆地走上前，掏出手机把身着赤银铠甲的林凡和自己锁定在相机视角内，口中还大喊茄子，茄你妈啊！林凡怒骂了一声，挥手间一巴掌拍飞了那名男子的脑袋瓜子，鲜血顷刻间喷出了1丈来高，随后挥洒而下，溅落在附近围观群众的脸上。那名男子所拍的那张照片，连带着他那具无头的尸体，永远定格在了那一瞬间。闲得蛋疼，非得给自己拍张遗照。林凡火气上涌，没好气地骂了一声：“啊，杀人了！快跑啊！”围观的群众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纷纷惊叫着四散而逃，更有甚者掏出手机开始拨打执法局的电话。一群白痴！林凡冷哼，心念一动，无数银白弯刃凭空出现，把那名男子死后出现的玉兽尽数切割成了碎块。由于金盒的等级过低，林凡连看都没看一眼，反而是捡起了地上的手机，滑动了一番手机桌面后，林凡惊讶地发现这手机上居然也有着缺德地图。看来缺德地图的业务拓展得很丰富嘛，都整到枫叶国来了。点开缺德地图，林凡搜索了一下酒店，很快附近的酒店信息就出现在了导航内。林凡挑选了一家5星级酒店，随着那熟悉的导航音响起，林凡慢悠悠地向着酒店的方向走去。街边原本来来往往的行人此刻都已然不见，此刻只有林凡一人漫步街头。还没等林凡走出多远，大量的执法车辆就拦截在了林凡的前后左右，一队又一队荷枪实弹的执法从车上跳下，枪口对准了林凡。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即放弃抵抗！执法队长拿着扩音器冲着林凡喊道，起初是歪国语，见林凡没有任何反应后，又补充了一遍华夏语，说的简直是狗听了都要摇头，没有10年脑血栓都不会做出这样诡异的行为。妈的，你不会说就别说，显得你有文化是不是？猪八戒戴眼镜，你装你奶奶的大学生呢？林凡剑眉微皱，这鸟人说的什么玩意，简直就是在侮辱华夏语，可真是该死。抬手间一发银白光束射出，目标正是那名喊话的执法队长。银白光束眨眼间便抵达了执法队长所在的位置，那名执法队长毫无意外的凉了，整个上半身连带着那喊话的扩音器一同被银白光束化作了虚无，仅剩腰腹以下在风中摇曳。失去控制的腰腹以下在1/2秒后意识轰然倒地，在场所有枫叶执法皆是一片哗然，这简直太过匪夷所思。就这么眨眼间的功夫，自家队长就直接阵亡了，面前这铠甲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所有执法召唤御兽进行攻击，犯人生死勿论。执法副队长连忙顶替了执法队长的位置，开始下达命令。得到命令的执法们纷纷开始行动，一道道召唤法阵凭空出现，各式各样的御兽相继被召唤而出。我不就想安安静静的吃个饭吗？至于一个个都急着来送死吗？林凡心中暗自腹诽，不做任何防御姿态，依旧慢悠悠地向前走去。既然这群执法这么急着投胎，那就趁着这个机会试验一下，那银白雷龙会不会再次出现吧？那些被召唤而出的御兽在执法们的命令下开始发动攻击。轰隆隆，天穹之上，乌云再次掩盖住了原本湛蓝的天空，一条条银白雷龙再次出现。果然如此，看了一眼骤变的天穹，林凡愈发的肯定了自己的猜测。看来只要自己被攻击之时不做抵御，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就是说相当于自己无形之中触发了雷电法王的被动。虽然不明白是什么原理，但这被动技能林凡还是很喜欢的。一条条银白雷龙呼啸着袭来，目标正是打来的攻击以及那些执法和御兽们。轰轰轰，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传来，林凡甚至不用看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在神话街银色雷龙的威势下，这些攻击仅仅被触碰一下就会立即溃散，那些执法以及召唤出的御兽更是无法抵挡着超越了自身数个阶段的攻击。在银白雷龙的一阵狂轰滥炸之下，所有执法以及御兽们全部被电得外焦里嫩，毙命当场。场上除了林凡之外，再没有一个活着的生物。随着天空再次放晴，林凡无奈的摇摇头，继续跟随着缺德地图的指引，向着5星级酒店而去。走了约莫1小时的时间，林凡终于抵达了这家5星级酒店。随手扔掉了那只手机，林凡解除了铠甲形态，带着月影舞女大摇大摆地进入酒店之内。一间极为奢华的包间内，服务生正等待着林凡点菜，直接把这个菜谱上的菜全给我上一遍。哦对了，那什么82年的拉菲给我来1箱。林凡翘着2郎腿，直接把菜谱扔给了服务生，语气极为豪横。服务生嘴角微微抽动，一脸懵逼地抱着菜谱，心中却是不断地在嘀咕：一顿饭点整整一个菜谱，就是猪都吃不了这么多吧？82年的拉菲还来1箱，你是当这是喝水啊？这人该不会是个土包子吧？
亦或者是想来吃霸王餐的。不过这可就和自己没关系了，吃完饭若是没钱给，那可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他可还从来没见过有人敢来他们这吃霸王餐的呢。你墨迹个 Dana 呀！林凡皱眉，没好气的瞥了一眼服务生。是，我这就去。服务生连连点头，抱着菜谱离去，临走还不忘贴心的给林凡关上了包间的门。林凡自顾自的从空间手环内掏出一颗芙蓉王雕在口中，点着火后美美的吸了一口。在这异国他乡花钱吃饭那是不存在的，更何况他也没有这枫叶国的钱，等自己吃饱喝足后，就直接给这5星级酒店来一发月照星河，就当做吃饭的谢礼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盘盘菜品被不断的端上了餐桌，林凡拿起筷子和月影舞女一同风卷残云。不过林凡还是远远达不到月影舞女的程度，仅仅吃了一些后便饱了。月影舞女还在继续吃着饭，林凡喝着旺仔，百无聊赖地翻看着自己手机上的消息。正在进攻北美区域的海兽大军战况异常的顺利，所过之处犹如无人之境。短短一会的时间，攻陷城池的消息不断传来，看得林凡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不过欧阳昭传来消息，欧非区域的城市虽然基本都被轰炸成了废墟，但是残余的势力联合那些未被波及到的诸国，以及正处于受潮中的诸国，似乎正在密谋着什么。对此林凡并未在意，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阴谋诡计不过只是虚妄罢了。那些诸国在他的眼中仅仅只是跳梁小丑一般的存在，且让他们再存在些时日，等自己横扫完北美区域以及南美区域后，他们的末日就到了。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间月影舞女吃完了，一桌子的菜被尽数消灭干净，剩下的只有高高摞起的碟碗。林凡起身，右手夹着一根芙蓉王，带着月影舞女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包间。先生，这顿饭您总共消费1695亿枫叶币。酒店经理对着林凡躬身一礼，随后款款地说道。由于林凡点菜的数量太过于恐怖，所以由酒店经理直接负责。哦，然后呢？林凡连正眼都没看那经理一眼，自顾自地抽着芙蓉王。您该付款了。酒店经理直入正题。付款？付什么款？林凡反问，随之话锋一转，我林凡来你们这吃饭是给你们面子，你们还真是不知好歹啊。林凡是什么东西？敢来我们这吃霸王餐，你真是好大的狗胆。酒店经理面色一黑，手指在对讲机上一按开始摇人。什么林凡不林凡的他可不认识，他只知道看面前这人的样子是不打算付。在他的地盘上想吃霸王餐，那就是找死。放肆！月莹娇喝一声，澎湃的气势顷刻间爆发而出，随后无数脚白的弯刃席卷而来，目标正是那名酒店经理。这酒店经理居然敢骂林凡，那他月莹可是第一个不答应。月莹身侧的希诺四女同样面若寒霜，眼神不善地看向酒店经理。刷刷刷，脚白的弯刃不断切割，酒店经理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直接切成了无数块，鲜血混合着肉块散落在地。活该！林凡叹息了一声，无奈地摇摇头。大量的安保在这时已然抵达，把林凡等人包围了起来。看着散落一地的肉块，这些安保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面前这人不仅吃霸王餐，居然还敢当众杀人，手段更是如此的血腥，连具全尸都不留，全杀了。林凡摆摆手，语气淡然，口吻仿若就像是在捏死一群蚂蚁般轻松。得到林凡的命令，月影几女齐齐出手，一时间各种威势恐怖的攻击被不断的打出，酒店的承重墙都被直接干塌了，整座酒店刹那间摇摇欲坠，石块灰尘不断的砸落。那些安保自然无一幸免，被这些攻击炸得连具全尸都不剩，其御兽空间内的御兽刚一出现就被直接团灭。走吧。林凡抬起手腕，按下了手表上瞬间移动的按钮，下一瞬林凡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原地。月影几女如林凡般同样按下了各自手表上的瞬间移动按钮，下一瞬齐齐消失在原地。林凡以及月影舞女直接通过瞬间移动来到了酒店之外，看着马上就要坍塌的酒店，林凡嘴角微微上扬。唰，心念一动，赤银铠甲覆盖周身，阴化作披风形态附着林凡的身后，幻星化作文字形态附着于林凡的前胸，安仪则是化作长枪形态飞入林凡的手中。日月两仪，一道直径1000米的玄奥法阵瞬息间出现，笼罩住了这片区域。太阳和月亮的虚影浮现而出，环绕在法阵之内。轰！太阳能量和月亮能量宣泄而出，赤红和皎白相互交织，整片区域顷刻间化作尘埃，随之消散。一道1000米长黑漆漆的空间裂缝出现在了林凡的眼前。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这样的情况可是从未出现过。没想到这日月两仪技能威力竟然如此恐怖，直接能把空间都给撕裂。看来以后这技能不能随便使用啊！这空间裂缝他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玩意会不会自己愈合，还是说会一直存在？不知道这空间裂缝内有着什么东西，要不进去看看？这一想法在林凡脑海中升腾而起后便挥之不去，反正自身现在的幸运点数已然登峰造极，想必就算进入也不会有着什么危险。想着，林凡便一跃而起，直接飞入了空间裂缝之内。雾草！进入空间裂缝后，眼前的场景骤然间发生了变化，林凡不由得心中震撼。眼前是浩瀚无垠的星海，自己的身后便是那蔚蓝的地球。看来这空间裂缝是直接把自己送出地球了呀，有点离谱啊。林凡心中暗自腹诽一番后，继续向着前方飞行。既然已经出了地球，那么就在这太空之内转一转，看看别的星球上的生物吧。反正自己有着铠甲在，并不存在无法呼吸的问题。在这太空之内，没有了重力的影响，林凡的飞行速度更是极为夸张。他感觉现在的自己貌似已然超越了光速。自己前方不远处，一颗绿蓝交织的星球在不断的放大，绿色占据主体有着2/3的面积，蓝色仅有1/3大小。整体对比于地球来说，足足有着地球的5倍大小。这是颗什么星球？林凡并不知道，反正在前世是一定没有这颗星球的。距离越来越近，林凡再次加速，最终停留在了一片绿洲的天穹之上。
放眼望去，这绿洲上除了植物就还是植物，其他的林凡并未发现。不过这些植物都长得异常的巨大，一株平平无奇的青草都有着半人来高，树木最矮的都有着几十米的高度。刷刷刷！就在林凡观望的时候，一条条树枝向着空中的林凡延伸而来，企图想要束缚住林凡。这些树居然还会自动攻击，莫非这些树都成精了？林凡剑眉微皱，口中喃喃，手中的动作却是不慢，一枚枚皎白的弯刃顷刻间爆射而出，那些袭来的树枝尽数被斩落在地。哟呵，果然是成精了。看着被斩断的树枝内流出嫣红的鲜血，林凡嘴角微微抽动，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这些树木的面板，居然每一棵都有着钻石阶及以上的等级，就连地面上那些半人高的杂草都有着青铜阶的实力。接下来更让林凡惊掉下巴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些的树木竟然开始移动了起来，且速度尤为的迅速。唰！一道皎白的弯刃被林凡打出，目标正是其中一棵高速移动的树木。弯刃毫无意外的把那棵树木拦腰斩断，巨大的树冠应声而落，嫣红的鲜血不住的喷洒而出。不过下面半截树干却是还在移动着，树木并未因为这一击死亡。断口处的鲜血不出1分钟的时间便停止了流淌，断口处不断的在修复自愈，有点意思。林凡捏着下巴观看着这一幕，这树木居然在自己超越神话的一击下并未死去，而且这自愈能力简直离谱，都快比得上自己的再生天赋了，这还是很出乎林凡意料的。刷刷刷，又是数十道弯刃凭空出现，尽数射向了那棵只剩半截树干的树木。在皎白弯刃的不断切割下，仅剩的半截树干尽数化作了木块。雾草还没死。通过洞察之眼，林凡发现这棵树木居然还未显示死亡。不过转念一想，林凡就明白了，估计要干掉这种树木，需要彻底毁灭根系，不然这种树木会在根系的修复下再次成长出树干。月照星河，心念一动，一道直径数十米的银白光柱从天而降，顷刻间笼罩了树木根系所在的位置。在月照星河的威势下，树木的根系直接化作了虚无。这棵挨了无数刀树木的树生终于画上了句号，彻底宣告了死亡。一枚金核以及2枚通体墨绿带着褐色条纹的能量魔晶漂浮而起，缓缓飞至林凡身前。这种颜色的能量魔晶林凡还从未见过，之前所爆出的都是单色的能量魔晶。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能量魔晶的属性面板，面板信息瞬息间出现在林凡的眼前。物品：能量魔晶，自愈力，品阶：星耀级，效果：吞服使用，使用者自愈力增加200点，可重复叠加使用，无使用限制。看到面板上的信息后，林凡面色复杂，这玩意自己若是大量服用后，配合着自己的再生天赋使用，那以后自己放血会不会更加困难了？说不定砍下手指以后，还没等放出来几滴血，就又重新长好了。虽然能再生，但疼那是真的疼啊，毕竟十指连心。不知道有没有免疫疼痛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就好了，自己有着霸体天赋在，像什么麻药之类的东西对自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把金核和能量魔晶吞噬后，林凡再次挥手，爆出的2件物品向着林凡的位置缓缓飞来，最终漂浮在林凡面前。扫过这2件物品的面板，物品信息出现在了林凡的眼前。物品：控制之种，品阶：星耀级，效果：种下后可控制星耀级及以下的任意生物，被控制者会100%服从宿主的命令，不会丧失本我意识。物品：自爆之种，品阶：星耀级，效果：种下后宿主可随时操控引爆，相当于满级星耀自爆的威力。这2种物品林凡在地球之上是没有爆出来过的，虽说效果还算可以，但就是品阶太低了，对于现在的林凡来说简直太过鸡肋。区区星耀级的对手挥手间便可覆灭，那还用这么麻烦去种下什么种子？而且自己若是想要操控别人的话，直接用记忆读取天赋，先给目标变成白痴，再使用灵魂操控进行控制即可，自己这个还不限制等级。不过倒也聊胜于无，就先留着吧，反正总比爆出来 BYT 那种东西要好的太多，那东西爆出来自己是纯纯的用不上。把2枚种子随手扔进空间手环内，林凡直接开启了刷怪模式。一道道月照星河不断的从天而降，方圆20公里的范围直接清场。海量的金核以及能量魔晶不断的被林凡吸收，一堆堆爆出的物品，林凡扫了一眼后便一股脑的丢进了空间手环内。这片区域内等级最高的便是满级星耀，在月照星河这种神话阶的大招下，自然无一幸免。唰，林凡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向着下一个区域飞去。不出片刻，林凡的前方便再次出现了一片绿洲。此刻他算是明白了，这个星球上可能有的只是植物。迄今为止，他除了植物以外，其他的凶兽一只也没见过。不过植物点种类倒是挺齐全的，甚至连食人花都有。至于造型嘛，和植物大战僵尸里的食人花长得差不多。林凡直接把超越神话阶的气势全部展开，这次倒是没有植物敢不要命的发起攻击了，反而全是叶子耷拉着在瑟瑟发抖。喂，你们会不会说话？半空中，林凡抱着肩膀扫视着下方，他不知道这些植物能不能听得懂人类的语言。不过讲道理来说，铂金阶以上就能化形了，化形后基本都拥有说话的能力，但这里并不是地球。下方植物们，林凡，下方植物们，林凡。就这么沉默了一炷香的时间，林凡感觉等待的都有些累了。看来这些植物并听不懂自己的话，这无法沟通，那就很难受了。林凡还想打听打听这座星球的情况呢。林凡眼睛转了转，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升腾而起。既然人类的语言这群植物听不懂，那么自己做手势，这群植物总能看得明白吧。于是乎，林凡飞身而下，落在一株食人花都面前。食人花那张血盆大口吓得瞬息间就紧紧地闭上，一双卡姿兰大眼睛同样紧闭，一副引颈受戮的模样。林凡，他现在有点怀疑人生，为什么这食人花这么怂？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干，他就如同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一般，甚至连眼睛都给闭上了，这样还怎么看自己的手势？
林凡走上前，伸手拍了拍食人花的大脑袋瓜子，食人花依旧在颤抖个不停，频率就跟那电动小马达差不多。林凡翻了个白眼，伸出2根手指，直接分开了食人花一只眼睛的眼皮，另一只手指了指自己。被强行分开眼皮的食人花只得无奈地看着面带笑容的林凡，那笑容在食人花的眼中就犹如恶魔在微笑，食人花的眼神里全然一副生无可恋之色。他不明白，他不理解，这气息强大而又恐怖的生物为什么会找上他？这片区域内植物何止千万，他怎么就这么倒霉？算了，试试之前爆出来的那枚控制之种吧。林凡无奈地叹息一声，他感觉这食人花是没救了，正好这食人花是星耀级的，那枚控制之种刚好能派上用场，正好试验一下效果。林凡松开了手，从空间手环内取出那枚控制之种，不由分说地撬开了食人花的大嘴，把控制之种扔了进去。控制之种一进入食人花的体内，便迅速地生根发芽。食人花睁开了双眼，眼神陷入了短暂的迷离之色，随之周身阵阵光芒涌起，从食人花形态化作了人类形态，眼神看向林凡，带着极为恭敬之色。反斜杠，拜见主人。食人花单膝跪地，拱手参拜。有着语言精通天赋在，林凡是能听明白这食人花说的是什么。之前这食人花一直不开口，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食人花使用的是什么语种。现如今却是明了了，于是乎林凡使用食人花的语种，开始与其交流起来。一番交流下，林凡了解了这个星球的基本情况，和之前林凡预料的差不多，这颗星球内全部都是植物，其他的生物是没有的。不过整体实力却是甩了地球一条街，这颗星球上的植物资质最低的都是黄金阶，且不需要吞噬材料和进阶，随着不断的生长就能增长实力，不过周期比较漫长罢了。就自己眼前这食人花，其存活的时间已然超过了4000年的时间。林凡所在的这片区域乃是这颗星球的较为偏远的地区罢了，真正的中心区域远远比这要繁华得多，其内甚至有着神话级乃至超越神话的存在，这倒是超乎林凡意料之外的。他没想到这距离地球不算远的星球里居然有着超越神话的存在。看来自己虽然是达到了地球的顶点，但对于其他星球来说，自己的实力还并未达到顶峰，自己还得继续不断的提升。不知道龙域的暗龙王现在是个什么实力？原本林凡以为撑死就是个神话，但现在看来可能并不是。月离的一道残魂都有着神话级的实力，那么巅峰之时的真正实力定然不会那么简单，甚至可能已然达到了行星、恒星亦或者是星域级别。不过龙域迟早都是要去的，林凡有自信不会太晚，从他崛起到现在用的不过只是短短数月罢了。挥手间，一空间之门出现，林凡把这株食人花收入其内，现在既然已经跟随了自己，那么自然是要跟着自己走的。不过星耀等级赶路的话还是太慢了，带着个星耀级赶路，那简直和龟速没什么区别。林凡的目标是这颗星球的中心区域，这中心区域才是这颗星球的核心。他想见识一下其他星球的神话乃至超越神话实力如何，若是可以的话，收复这颗星球为自己所用也不是不行。一跃而起，林凡重新飞至天穹之上，身影骤然间消失，在空中化作一道道残影，向着中心区域飞去。地球之上，诸国联合作战会议室内，好消息！地球之外的星球终于有讯息传来了。一名诸国总统的脸上洋溢着激动之色，其余的诸国总统们闻言同样面露激动，齐刷刷地看向讲话的那名总统。我们联系上的这颗星球名叫龙域，其内的生灵都是清一色的龙族，相信龙族的实力你们都清楚，那简直就是神明一般的存在。相信有着他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能覆灭掉龙国这个庞然大物以及林凡这个恶魔。不过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要成为他们的附属星球，每个月都要贡献大量的物资。那名总统面色变得严肃，看向其余诸国总统，你们的意见呢？赞同还是不赞同？我赞同。赞同。我也赞同。其余的诸国总统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脱口而出，林凡太可怕了，若是不覆灭龙国干掉林凡，那么他们的下场就只有亡国灭种一途。虽然这龙说白了就是要把他们当作是奴隶，但当奴隶总比被亡国灭种要强，起码还能保存有生力量，说不定有朝一日能强盛起来，重新夺回主动权。那我这就答复他们，让他们尽快出兵。那名总统起身，随后掏出手机发送了一条信息给自己的属下。几小时的时间悄然而过，属下传来消息，那名总统看着手机上的消息面色一喜，连忙看向其余诸国总统，成了，龙域之主答应今天就会出兵，现正在构筑传送法阵，预计最慢明日就会抵达地球。太好了，这次龙国终于要完蛋了，这龙国就是欺人太甚，不知道做事留一线，非要把我们逼上绝路。是啊，真是可恨，尤其是那个林凡，最好给他抽筋扒皮，骨肉炖汤。一众诸国总统闻言脸上纷纷带着笑意，提起林凡以及龙国时却是咬牙切齿。他们现在就等着明日龙域大军的到来，到那个时候就是龙国彻底毁灭的时候，想想都让人兴奋。植物星球，林凡依旧在天穹之上飞行，随着距离中心区域愈发的接近，林凡发现植物的整体等级变得比之前更高。现在下方区域植物最低的等级都有着铂金阶，最高的甚至有着传说家的等级。这香蕉不错呀！林凡看着那株传说家的香蕉树，不由得感叹一声。香蕉林凡见过的太多，吃过的也太多，但单枝直径5米粗，20来米长的香蕉林凡还是第一次见。林凡在这一串香蕉面前就如同一只渺小的飞虫般。喂，给我整根香蕉吃！林凡用着植物星球的语种向着那株香蕉树开口道。面前这明显超越神话的气息，使得传说家的香蕉树根本提不起拒绝的勇气，无奈只得忍痛割蕉。一串香蕉自然断裂，漂浮着飞至林凡的面前。懂事。林凡满意的点点头，拍拍香蕉树的树干夸赞道：大人，您喜欢就好。一道女声传出，语气娇柔。唰！林凡解除了铠甲形态，月影舞女出现在林凡的身侧。请你们吃香蕉，飞行了这么久，想必你们也饿了。林凡笑着指了指那串香蕉。嘿嘿，
主人最好了。希诺在林凡的脸上吧唧亲了一口，随后摇身一变，化作麒麟形态。主人，需要我帮你给香蕉剥皮吗？月莹贴心的询问道。不用，你们都去吃吧，我自己来。林凡摇摇头，剥皮和不剥皮对于他来说意义不大。这么大一根，他还是直接住进去好一些。他甚至有些羡慕月莹他们的本体，那么大一只，吃根香蕉毫不费力。摇摇头，林凡飞至一根香蕉前，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柄匕首，在香蕉外皮上割开一道口子，直接钻了进去。咬了一口果肉，林凡眼前一亮，这香蕉的味道相当不错，入口绵柔，甜度适中，而且竟然能提升体质。这植物星球上的果树有着很多自己见过的，亦或者是没见过的，看来自己可以试试这些果子，说不定每一种都有着不同的效用。自己若是把这些果树都契约了，那么以后水果就不愁了，既不用浇水，也不用施肥，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简直太棒了。这根香蕉仅仅吃了1/50都不到，林凡就感觉自己吃饱了。从被自己住的香蕉内飞出，林凡来到香蕉树前。以后跟着我混吧，我罩着你。林凡捏着下巴，笑着说道。任凭大人差遣。香蕉树并没有抗拒，弱弱的回应道。有着这种气势的恐怖人物，自己若是反抗，那死的一定会很惨，还是乖乖的听话好一些。更何况自己若是追随这等人物，说不定自己的实力还能更进一步。真懂事。林凡满意一笑，从空间手环内取出装有鲜血的试管，拧开盖子，林凡蘸着鲜血开始绘画契约法阵。随着最后一笔绘画完成，一阵红芒闪过，香蕉树成功被林凡所契约。香蕉树周身一阵光芒闪烁而过，化为了一位妙龄女子，年纪约莫20左右，一张精致的鹅蛋脸，配上一身淡黄的罗裙，显得格外清新亮丽。以后你就叫娇娇吧。林凡捏着下巴，上下打量着娇娇。谢主人赐名。娇娇施了一礼。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枚天赋光球，递给了娇娇，随后介绍了一番天赋光球的作用，以及天赋光球内蕴含的各种天赋。身为自己的御兽，那必然要做到天赋 max。天赋这东西对比于技能来说更加重要，月莹若是没有复刻天赋，肯定不会成长到如今的地步。娇娇闻言，面露惊诧。她已然存活了数万年之久，却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天赋，更没见过有谁可以把天赋给别人使用的先例。自己的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居然有着这样的手段？看来自己的选择果然是正确的。娇娇吞服了天赋光球后，体内出现的数十种新的天赋，虽然有着自家主人的讲解，但当天赋真正出现在自身体内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极为震撼的。娇娇妹妹欢迎加入，以后大家就是好姐妹了。我是希诺，这位是月莹，这位是茵茵，这位是欢欣，这位是安怡。希诺摇身一变，重新化为人类形态，笑意盈盈地走至娇娇身前，给娇娇介绍着众人。见过各位姐姐，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娇娇冲着月莹舞女行了个礼。安怡尤为开心，她终于不是排在最后的那个了，她现在也是当姐姐的人了。把娇娇收入御兽空间后，林凡化作铠甲形态，继续向着中心区域进发。沿途所遇见的超过星耀级以上的果树，林凡一株也没放过，尽数契约。直到天色渐暗，林凡才停了下来。距离中心区域的路程估计还有着1天不到。林凡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区域，御兽的话，林凡倒是收复了30来只，12只传说加25只传说，各种水果的应有尽有，而且都能不同程度的提升实力。最主要的是，不知为何这些果树都清一色是雌性，林凡百思不得其解。晚饭林凡倒是没有再吃水果，而是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了大量的凶兽肉和各种蔬菜以及烹饪用的器具。做饭这项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月莹的头上，月莹倒是很开心，带着希诺4女以及新收复的一众御兽便去忙活了。林凡掏出手机，并没有信号，看来以后得让喵喵拓展一下信号业务了，争取在整个星系之内都能联络通畅。玩了一会单机游戏后，林凡便闻到了阵阵饭菜的香气。不得不说，月莹的厨艺还是极好的，哪怕这么久没有做过了，依旧没有退步。林凡起身向着餐桌旁走去，一盘盘菜肴不断的被御兽们端上餐桌。在这植物星球上并没有凶兽这种东西，那就更不存在凶兽肉了，所以这些菜肴自己新收服的果树御兽们并没有见过，但是这香气却是让人不住的咽着口水。林凡从空间手环内掏出几箱旺仔牛奶以及各种饮品，果树御兽们一脸好奇的看向那些饮料，从箱子内取出一罐旺仔牛奶，插上吸管，林凡美滋滋的喝了一口。别客气，想喝什么自己拿就行了。林凡看向一众果树御兽，又指了指摆放在地上的饮料箱子。谢主人。一众果树御兽点点头，各自向着饮料箱子的位置走去，拿起一瓶瓶饮料。包装上的文字他们并不认识，不过这个并不重要。娇娇拿起了一听可乐，观察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打开，摇了摇可乐，听见里面传来的丝丝响动，面露疑惑。罐装饮料上有拉环，拉开就行了。看着御兽们有些二的操作，林凡提醒道：噗噗噗。随着林凡的话音落下，一道道饮料喷在了御兽们的脸上。林凡、月莹舞女看着果树御兽们的模样，皆是捂嘴轻笑。娇娇以及其他果树御兽擦了擦脸上的饮料，随之细细的品尝饮料的滋味。这种味道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每一个脸上都极为震惊。这种气泡感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随着月莹把最后一道菜品端上餐桌，林凡一众人30来号人围着超大餐桌开始享用晚餐。微风轻拂，明月高悬，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林凡吃的不算多，很快便饱了，但这种热闹的感觉他却是极为喜欢。点燃一颗芙蓉王，林凡轻吐了个烟圈，听着御兽们吃着菜品谈天说地。酒过3巡，菜过5味，餐桌上的菜品一丝不剩，尽数被御兽们消灭干净。把餐具收入空间手环后，林凡把果树御兽们收入御兽空间内，重新化作铠甲形态，向着中心区域飞去。地球龙国京都御兽大学，喵喵第一科研院内，喵喵看着监测设备上传来的信息，眉头紧皱，
紧接着打开林凡的聊天框，发送了数条消息，但消息却全部如同石沉大海般没有任何回复，这让喵喵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往昔自己给主人发送消息，不说是秒回消息，那回复自己的时间也从不会超过10分钟。然而这次已经超过了1小时的时间，主人还没有给自己回复任何消息，就如同消失了一般。事关重大，喵喵直接拨打了林凡的电话，若非事态紧急，喵喵基本是不会给林凡打电话的。但电话的提示音却是林凡并未在服务区，这让喵喵彻底懵逼了。整个地球的任何角落都不可能没有信号啊，为什么会提示不在服务区？难不成是自己研究的设备出现了问题？不应该啊，这些设备理论上不会出现问题啊。本着严谨的态度，喵喵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的设备以及卫星，都是正常状态，并没有任何问题。最终喵喵猜测林凡现在可能是在秘境内，要么就是其他空间，亦或者是根本不在地球。这可麻烦了呀。喵喵轻抚额头，有些苦恼。这残余诸国联合起来，加上明日即将抵达的龙域援军，可是个大问题。主人不在，这可不好办了。凭借龙国现在的战力以及那些在外征战的凶兽大军，喵喵不确定能不能抵御得住。对于其他星球的实力，喵喵所了解到的信息，反正都是比地球内的实力要强。喵喵从椅子上跳起来，给欧阳昭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几秒后便被接通。喂，我是喵喵，明日上午10点，外星龙域的军队会抵达地球，目标是我们龙国，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喵喵直入正题，林凡不在，那么龙国的领导人物就是欧阳昭和东方离，肯定要提前部署一番，不然肯定损失惨重。什么？电话另一边的欧阳昭惊呼一声，语气中满是不可置信。外星龙域的军队会在明日上午10点抵达地球，目标是我们龙国，请尽快部署应对。喵喵再次重复了一遍，为什么外星的军队的会抵达地球？为什么目标又是我们龙国？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小凡呢？他知道这个事情吗？他怎么说？一连串的问题自欧阳昭的口中发出。残余的诸国势力这些日子一直在联系外星势力，请求援助，目的就是消灭我们龙国。因为主人的目标就是覆灭除龙国外的所有国家，这些国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国家覆灭，所以甘愿请外域入境。我联系不上主人，我怀疑主人现在可能并不在地球上，所以我才联系的你，希望你尽早做出部署。主人那面我会再想办法联系的。喵喵一时间有些语塞，这欧阳昭简直就是10万个为什么，不过还是耐着性子解释一番。这好吧，我这就去部署。龙域方面的实力如何？军队统领是什么实力？欧阳昭的声音传来，随之再次询问。这个不清楚，不过可能有神话乃至神话以上的生灵。喵喵语气中带着不确定，对于外星他了解的并不多。知道了，我会调动龙国所有的军队，小凡不在，我们会守护好龙国。欧阳昭语气坚定，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喵喵点点头，眼神同样坚定，随后再次拨打了一个号码，电话很快接通。喵喵，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欧阳千木的声音传了过来，话音中带着不解。主母，你们的御兽现在什么等级了？喵喵询问道。龙国的军队既然已经在部署了，那么所差的就是高端战力了。龙国的高端战力除了他的主人外，那就是他的主母们以及百里姑和元宝。我们的御兽都达到了神话级，到底怎么了？欧阳千木回应一声后询问道。主母，明日龙域军队会进攻龙国，到时候需要你们出手抵挡龙域军队内的高端战力。喵喵语气严肃。没问题。欧阳千木想都没想便直接答应了。好，那我先挂了，主母再见。言罢，喵喵挂断了电话。时间紧迫，他还要继续联系其他人。他怀念主人在的日子了，主人在的日子一切都从容不迫，主人突然消失不见，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了他的身上。身为主人的2号御兽，更是主人手下的头号智慧御兽，他责无旁贷。喵喵在林凡建立的各部首领讨论组内发送了一条消息。喵喵，各部首领率领各部大军都从原本的位置返回龙国，外星龙域军队会在明日上午10点抵达地球，主人不在，现在一切由我全权指挥。消息一发出，讨论组内很快便有了回应。这些首领们自然是认识喵喵的，喵喵的地位仅次于月营，林凡不在，喵喵的命令他们自然会执行。看着讨论组内的回复，喵喵松了口气，还差百里姑和元宝了，这2位一直是跟着主人一起行动的，不知道能不能联系得上。抱着尝试的态度，喵喵拨通了百里姑的电话，不出片刻，电话被接通了。百里姑，我是喵喵，你们2个一直和主人一起行动，知道主人去哪了吗？电话接通让喵喵有些意外，紧接着连忙开始询问，若是有主人的下落，能联系上主人，那么什么龙域都是狗屁。主人的能力深不可测，自从自己跟随主人以来，在主人的身上出现了太多的不可思议。在喵喵看来，林凡就是神明，简直是无所不能，区区一个龙域，自家主人翻手就可覆灭。林凡，他不是前往枫叶国去击杀枫叶总统了？我和元宝如今刚抵达小莫国境内，发生什么了？百里姑眉头微皱，喵喵的语气让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主人联系不上了，我怀疑主人现在不在地球上，而我监测到了残余诸国势力联合外星龙域，明日会进攻龙国。喵喵解释道。我明白了，我和元宝这就返回龙国。百里姑略微思索，马上给出了回应。好，那就这样。喵喵说完便挂断了电话。主人依旧还是没有消息，到底是去哪了呢？百里姑说主人是去击杀枫叶总统，那么枫叶国总统的所在位置就是唯一的线索，说不定可以通过这一点找到主人。小莫国境内，天穹之上，坐在各自飞行御兽背上的百里姑和元宝相互对视，皆是眉头紧锁。刚才喵喵和百里姑说的事情，元宝已然知晓，明日将会有一场大战，但林凡却不知所踪。百里姑，我们距离小莫总统的所在位置最多半小时就能抵达，我们先把他给干了，然后再回去吧。元宝提议道，反正他们既然已经快到了，那么就不差这么一会的时间了。行，先把他给干了，不然留着也是祸害。百里姑点点头，并没有反对。
这些诸国总统都属于各国的中枢，干掉后各国最少也会乱上一段时间。元宝二人命令御兽加速前进，仅仅用了20分钟便抵达了目的地。殷荒和萧峰都已然进阶，为了神话级御兽，实力不容小觑。仅仅一招下去，小莫总统所在的位置便被夷为平地，其内的活人以及御兽尽数覆灭。完成任务后，二人不做任何停留，直奔龙国的方向而去。元宝坐在殷荒的背上，不断抽着画子，百里姑则是躺在萧峰的背上，进入了睡梦中。这些日子，他基本都很少睡觉。如今大战将起，他得好好预知一下未来会发生什么。最重要的是，看看能不能梦到林凡在何处。诸国境内的各部大军，无论是凶兽亦或者是海兽，都马不停蹄地向着龙国的方向赶去。看着突然离去的这些海兽大军，那些原本正颤颤巍巍的歪国人一头雾水，虽不知是为什么，但心中却是暗自庆幸。距离死亡仅仅只差了那么一丝丝，可真是耶稣保佑。龙族首领以及部众们纷纷皱眉咬牙切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无比期待着明日的大战。他们曾经也是龙域的一员，但因为暗龙王的反叛，导致他们背井离乡，亲人惨死，这仇终于要报了。可惜的是，主上不在，主上到底去了何处？欧阳昭和东方离把龙国的所有军队都集结了起来，全部的导弹核弹都准备就绪，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同时，各地派出了大量的执法维持秩序，防止有人趁乱滋事。喵喵科研院内，喵喵已经派人前往枫叶总统的位置前去搜索林凡的下落，自己却是在想方设法的继续联系林凡，同时做好了明日上场战斗的准备。现在的他已然是神话阶御兽，更有着全套的天赋，吞服能量魔晶他并没有落下。他现在真正的实力其实和战斗御兽并不差多少。欧阳家别墅内，欧阳千木、欧阳瑶、东方清婉、袁雪、百里霓裳以及安若齐聚一处，无数的物资堆积在一处，准备在明日大战之前再提升一波实力。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龙国彻底陷入了一级战争戒备状态。植物星球，林凡身着赤银铠甲，在天穹之上急速掠过，随着越来越接近中心区域，下方已然出现了大量类似于地球上的城池，其中林凡觉察到了不少神话阶生灵的气息。林凡嘴角上扬，在城池之内落下，追寻着神话阶生灵的气息，林凡向着神话阶生灵所在的方位走去。不出片刻，林凡便抵达了神话阶生灵的住所，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建筑，看起来倒是颇有一番风味。出来！林凡暴喝一声，随之周身超越神话的气息瞬息间爆发开来。刷刷刷！随着林凡的话音落下，几道身影从建筑内飞身而出，落在了林凡身前10米处的位置。大人是何人？深夜前来有何事？为首那名神话阶的青年男子拱手一礼，语气中带着不解。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青年男子的面板，面板信息刹那间出现在了林凡的眼前。姓名：应心流，性别：属性：草系、幻系、空间系，资质：行星一段，等级：285320，神话阶，实力尚可，以后跟我混吧。林凡直入正题，毫不拖泥带水。反正这颗星球内的高端战力，他是打算一个都不放过的。能自主的成长到这种程度，若是再加上自己的培养，那以后的实力肯定不会差劲。青年男子面色微微一变，上下打量着林凡，面前这人究竟是谁？气息强大就不说了，这一上来就让自己和他混，这难不成是别的星球来的？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主动追随我，第二个被我打服以后追随我。林凡见青年男子不答话，反而是盯着自己上下打量个不停，直接给出了选择。青年男子面前这人这么直接的吗？给出的这2个选择，最后不都是一样的结果吗？选择不选择，那还有什么必要吗？不过青年男子却是想要试试林凡的真正实力，虽然这散发出的气息很是恐怖，但真正的实力还犹未可知。想要让自己臣服，只有气势可是不够的，他的真正实力可不知神话这么简单，全力爆发之下，甚至能和行星一段的高手过招。我选择第二项。青年男子缓缓开口，同时凌空而起，摆出了战斗的架势。很好。林凡翻了个白眼，气息都散发出来了，还要上赶着挨揍，那可就不怪他林凡了。左脚轻点地面，下一瞬，林凡直接漂浮到和青年男子相同的高度，手中金蓝色的长枪猛然间向前探出，一道鲲鹏虚影携着狂暴的力量，向着青年男子袭杀而去。青年男子神情肃穆，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这一击的威力甚强，稍有不慎，怕是会直接殒命当场。唰！鲲鹏虚影轰击在青年男子所在的位置，但却是直接穿透了过去，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下一瞬，青年男子的身形自林凡的身后凭空出现，挥手间一道道攻击向着林凡的背后打来。空间系技能吗？有点意思。林凡心中暗自腹诽，身影消失在原地。万化牵引，心念一动，消失的林凡重新出现，不过却是整整有着万余的数量，动作整齐划一，密密麻麻的把青年男子包围在了中心位置。青年男子，每一位林凡都仿若实体一般，身上散发出恐怖的威势，根本分不清是真是假。青年男子心中剧颤，无法辨认出真正的实力位置，若是一味的胡乱攻击，就算是累都能把自己累死。毕竟能量这东西是有限的，并不是说可以无限释放大招，一旦能量消耗一空，那么就是自己落败之时。自己还是先躲藏起来，静待时机，相信这样的技能一定极为耗损能量，带着人能量耗尽之时，就是自己的反击之时。唰！一道空间裂缝出现在青年男子的头顶，青年男子径直飞入了空间裂缝之内。林凡嘴角微微上扬，就在空间裂缝快要闭拢之时，一道空间系能量骤然出现，原本就要闭拢的空间裂缝停止闭拢，开始不断的扩大，万余林凡开始不断的进入空间裂缝之内。小样，以为就你会空间系技能啊？林凡冷哼一声，本体在空间裂缝之外并未进去，这些幻化而来的分身对付那青年男子便足够了。不过短短1分钟的时间，那青年男子就被五花大绑的从空间裂缝内给扔了出来，
脸上鼻青脸肿，俨然不在那般风度翩翩、气质潇洒，彻彻底底的变做了猪头模样。万余林凡分身不断的从空间裂缝内飞出，心念一动，这些分身尽数消散，只留下了林凡的本体。怎么样，要不要放开你再打一次？飞至青年男子身前，林凡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青年男子，语气玩味。不用了，我以后跟您混。青年男子连连摇头，面前这人的实力根本就不是他能对抗的，就连躲藏的机会都没有，一堆分身一拥而上，抓住就是一顿揍，还专门打脸。而且自己引以为傲的空间系技能居然如此简单的就被化解，此人和自己对战时就如同玩乐般，根本未用全力。若是用全力，自己怕不是早就死翘翘了。跟着这样的人混，或许自己往后能走得更远。林凡点点头，从空间手环内取出装有鲜血的试管。青年男子没有丝毫抵抗，林凡站着试管内的鲜血绘画着契约法阵，随着一道红芒闪过，青年男子被林凡成功契约。在青年男子的带领下，林凡把这座城市内的所有传说家以及神话街的植物尽数契约，没有一条漏网之鱼。契约过后，林凡马不停蹄地继续赶往下一座城市，继续开始契约大业。直至天亮，林凡契约的神话街御兽已然超过了50只，传说家的起码有着300余只的数量，可谓是收获颇丰。而距离植物星球的中心区域，不过仅只有100余公里的路程，片刻便可抵达。天穹之上，林凡看着越来越近的中心区域，嘴角微微上扬，终于到了。随意找了一处空地落下，一道召唤法阵凭空出现，青年男子被林凡召唤而出。此刻的应星柳已然从猪头模样恢复成了原本的外貌，被林凡召唤出来后，冲着林凡恭敬一礼：“带我去皇城。”林凡下令道：“自己后面收服的这些神话街，在这植物星球同样属于高端战力，对于王城这些地方肯定是知晓的。所谓擒贼先擒王，自己只要把这植物星球内最牛逼的给搞定了，那么这植物星球自然就彻底归属于自己的麾下。”是。应星柳点点头，走上前开始带路。沿途的场景和人类世界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不同的是，并没有多少化成人类外形的高阶植物，反而都是用自己本体缩小后的形态。其中，林凡甚至还发现了许多不是植物的生灵，在植物星球上不是植物，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和他是一样，来自别的星球。不过林凡也只是看看罢了，现在还是先要去到王城要紧。步行了约莫1小时后，应星柳在一处高耸的城墙前停了下来，转身看向林凡：“主人，这便是王城了，不过没有召见我们是进不去的。”“行，你先回御兽空间。”林凡点点头，挥手间把应星柳收入御兽空间内，只要找到王城所在就行了，管他什么召不召见，让不让进，直接一路打进去就行了。林凡大摇大摆地走至城门前，城门前的守卫立即执着兵刃阻挡住了林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这一堆守卫的面板，领头的乃是一只神话街，其余的最低也是传说街。这种小队的实力，若是放在地球上来说，那都足以堪称是豪华了，但在林凡眼中却是不值一提。没有过多的废话，林凡直接一发月照星河打出，银白光柱瞬息间从天而降，笼罩住了这一队守卫乃至城门。没有惨叫，没有哀嚎，1分钟后，银白光柱消散，原本城门处的位置化作光秃秃的一片，守卫和城门全部消失不见。挥手间，地上散落的晶核以及能量魔晶漂浮至林凡的腰带前被吸收，爆出的物品林凡扫过一眼后被尽数收入空间手环内。城门处的异动引起了王城内的警觉，大量的军队向着城门处赶来，其中不乏有着神话街以及超越神话强者的气息。林凡置若罔闻，大摇大摆地向着王城内走去。擅闯王城者，死！一声暴喝猛然间传来，紧接着一道气势澎湃的光束向着林凡所在的位置打来。这光束的气势显然已经是超越了神话街的水准。静影逆转，林凡不疾不徐，心念一动，一扇银白圆门自他的身前缓缓开启，光束直挺挺地射入了银白圆门之内。紧接着，一道气势更为庞大的光束自圆门内反射而出，射出的方向正是光束打来的方向。那名超越神话的强者双眼瞪得溜圆，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他活了10万余载，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招数，竟然能把攻击反向的打回来，并且打回来的攻击对比于之前的威力更加强横。愣神了20分之1秒的时间后，那名超越神话强者回过神来，这种强度的攻击，若是自己被击中不死，也要受到重创，不能硬抗，还是先躲避为妙。不过天不遂人愿，就在他刚移动开0001米时，他的腹部猛然间开始剧痛，那痛感不亚于怀了10胞胎突然一起想要出世的画面。细密的冷汗自他那不规则形状的脑袋上渗出，一大一小的眼睛中透露出疑惑以及恐惧之色。疑惑的是他这个等级的强者居然会突然腹痛，恐惧的是这痛感强烈的他根本无法移动，眼看那道光束就要命中自己。轰！一道爆炸声响彻云霄，整个地面都被这爆炸震得抖了3抖，直径超过100米的蘑菇云冲天起，笼罩了林凡的前方区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翻了一队又一队前来支援的士兵。哟，还挺顽强的嘛，不过被威力这么大的光束轰到，怕不是会大小便失禁吧？林凡嘴角上扬，意味深长。他感受到刚才那超越神话的强者在这一击之下并未死亡，还有着生命迹象，不过对比于刚才来说却是极其的微弱。林凡的话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是清晰地印刻在附近所有首领以及士兵的耳中。下一瞬，这些首领以及士兵纷纷面色一变，一滩滩黄澄澄的液体控制不住地流出，一股股毒气不间断地释放，甚至还喷出了不少焦黄。这些首领以及士兵都是被爆炸所波及到的，其中以那名超越神话强者为最，液体和焦黄双管齐下，从未停歇。本就身受重伤，气若游丝，在这么一折腾之下，整个兽彻底晕死了过去。不过即使晕死过去，一时未停止失禁。哟，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林凡干呕了几声，连忙选择了闭气，左脚轻点地面，飞上了天穹。现在这里就和化粪池一般，屎尿遍地，臭气熏天，
哪里还有着半分战场的景象？没想到这群植物居然也会排泄，这已然完全颠覆了林凡的认知。林凡还以为植物就只会光合作用呢。随着蘑菇云缓缓的消散，林凡自天穹之上俯瞰下方，下方的景象简直惨不忍睹。那些首领以及士兵个个小脸焦黄，在地面上捂着腹部不断翻滚，地面上已然泥泞不堪，从原本的褐色转变为了焦黄色。而那些未被爆炸波及和刚刚来的首领们以及士兵纷纷捂着鼻子，不断的干呕着，没有人敢上前一步。扪心自问，他们活了这么久，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情，鬼知道靠近会不会被波及。还有那焦黄的，确实太恶心了。林凡向着前方飞去，越过了这片区域，让他在10里战斗，他是不愿意的。追！一名首领见林凡向着前方飞去，强忍住再次呕吐的欲望，大手一挥下令道：是！士兵们齐声高喝，跟随着首领们继续追击着林凡。这些首领们的等级最差的都是神话阶，追击的速度显然不慢。林凡飞行了一段距离，确认在没有臭味之后，便在半空之中停了下来。给你们个活命的机会，带我去见你们的王，不然你们今天都会死。扫过一众首领，林凡语气淡然：大言不惭，就凭你一个人吗？更何况我们的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呢？一名超越神话阶的强者闻言，眼神中流露出不屑之色。他可是行星7段的强者，眼前这人的气息最高也就是行星3段的样子，拿下一个行星3段，他还是有着绝对自信的。哎，希望你别拉死吧。林凡耸耸肩，无奈地叹息了一声。这些植物还真是死脑筋，直接带自己去不就好了，非得想要受罪。那名行星7段的强者刚想再次开口，腹部却是传来了咕噜咕噜之音，紧接着一声犹如天雷般的巨响出现，一股焦黄的气体骤然出现，就连裤纸都被直接炸碎，其身后的无数士兵被这一道响屁炸飞了起码1/3的数量。这行星7段的就是不一样，放屁都跟核弹似的，简直堪称无敌啊！林凡倒吸了1/5口凉气后，想起了什么，连忙停止，心中不断暗自腹诽。其他首领一脸惊恐地看向行星7段的首领，双眼瞪得溜圆，犹如铜铃一般，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这老小子该不会是对面派来的卧底吧？这怎么把自己人都给炸飞了？这是个什么大范围技能，居然能一下炸飞这么多士兵，绝对不是屁这么简单，看来得抽空学习1、2，在战场上这可是大杀器啊！我操，好臭啊！这是吃啥玩意了？恶心死我了！为什么这1/3的士兵有一大半是我的部下啊？造孽啊！这些首领们心中暗想连连，但却没有一人开口。行星7段首领眉头紧锁，一阵阵咕噜咕噜之声再次从他的腹中传出，紧接着一声声炸雷再次响起，接连不断，就跟那过年放鞭炮一般无二。强横的焦黄冲击波掀飞了身后一片又一片的士兵，所有士兵都被掀飞后，那响雷还未停止，反而是愈演愈烈。大量焦黄如同散弹一般被响雷推出，密密麻麻向着倒飞而去的士兵们袭去。嗖嗖嗖，刷刷刷！焦黄喷射而出的速度已然超越了音速，阵阵音爆不断传出，焦黄燃烧着熊熊烈焰射穿了士兵们的身体。轰轰轰！烈焰不断燃烧，遇见之前响雷喷发而出的气体，直接被瞬间引燃。行星7段强者身后的区域一时间化作了一片火海，大量的士兵不断在火海内翻滚，惨叫声、哀嚎声顿时接连不断的响起。观看着这一幕的林凡嘴角不断抽动，他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他从没想过有人放屁能把屁放得如此有深度，这在前世少说也得破吉尼斯纪录了，简直就是牛逼中的战斗机。无需林凡出手，行星7段的强者以一己之屁就把士兵们全部解决。捏着下巴，林凡思索要不要出手把这些首领全部搞死，毕竟都是神话阶及以上的强者，其晶核内蕴含的能量以及爆出的物品想必还是不错的。不过就是这个屁的范围着实有点让人头大，简直就是无差别攻击。现在林凡前方还是一片焦黄的雾气以及一片漫天的火海，火海倒是无所谓，对林凡造不成什么伤害，主要是那片焦黄雾气让林凡一点也不想靠近。算了，还是先去把这植物星球的王擒住再说吧，这屁简直太恶心人了。林凡摇摇头，无奈地叹息了一声，转身继续向着内城飞去。行星7段强者以及那些首领们依旧在水深火热中自顾不暇，并没有继续追击林凡。林凡在天穹之上肆无忌惮的前行，再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全速飞行了约莫5分钟的时间，林凡的前方出现了一栋巍峨的宫殿，一位身材婀娜的女子以及一众强者正立于宫殿外的半空上，似乎正在等待着林凡。林凡负手而立，运转洞察之眼扫过女子以及那群强者的面板，面板信息顿时出现在他的眼前。那群强者清一色的都是行星阶的实力，最高的竟有着行星9段的实力，而为首那位女子的实力更是有着恒星1段。林凡目前为止见过最高的便是行星阶强者，这恒星阶的倒还是第一次遇见，看来这位女子应当就是这植物星球的王了。自己的实力现在处于什么水准，就连林凡自己也摸不清。有着御兽们的反哺，自己本身的实力肯定已然是超越了神话，在行星阶的层次。有着铠甲的加成以及天命万载的加成，再加之幸运的辅助，林凡觉得自己面对恒星1段的应当可以打个五五开。阁下到底是谁？为何擅闯我王城禁地？今日若是没有个交代，就彻底的留在这吧。为首女子柳眉微皱，语气极为冰冷。没什么可交代的，来战便是。林凡活动了一下手腕，抬手间便是一道七彩光球打出，毫不拖泥带水。反正最终的结局还是战斗，与其废话那么多，不如全打服了再说。随着光球的打出，林凡身上气势骤然一变，周身散发出耀眼的七彩之光，铠甲直接切换为闪耀形态。紧接着，一道道玄奥的能量不住地汇聚在林凡周身，希诺的全部形态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开启。林凡感觉自身的全属性正在不断的增强，就连属性技能的威力都有着飞跃般的提升。现在的一道技能起码有着原来8倍的威力。轰！
为首那名女子挥手间，一道攻击打出，和林凡射来的七彩光球对撞，蘑菇云冲天起。感受着林凡那节节攀升的气息，女子面色微变，刚才所传来的气息还是行星3段，这会就变作了行星7段的气息。这人究竟是谁？难不成一直在隐藏实力？那他真正的实力又是什么？来到他星球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断在他的心头闪过。女子双眸死死地盯着半空之上的林凡。林凡双眼转了转，抬手间数十道召唤法阵凭空出现，御兽空间之内的御兽们尽数被召唤而出。天命万载，开！通过精神力沟通，林凡向这些御兽下达了命令。得到林凡命令的御兽们没有丝毫犹豫，周身散发出莹莹光泽，全部汇聚在了一起，最终化作了一个淡黄色光环，飞至了林凡的头顶。林凡的嘴角微微抽动，这场面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第一次欧阳昭御兽给自己使用万载之时，就是化作了天使光环。随着全部御兽化作天使光环的加持，林凡感觉到自身实力再次有了井喷般的提升。半步行星9段，那女子暗自腹诽，同时心中微颤。这才短短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从行星3段变做了半步行星9段，天知道再过一会会不会直接到恒星阶。自己身为植物星球的王才是恒星1段的实力，恒星1段便是自己这颗星球上的顶尖。若是面前这人达到了恒星阶，那就真的无法抗衡了。攻击！女子直接下达了指令。是。女子身后的高层齐齐回应，各式各样的攻击不断射出，目标正是林凡的位置。那女子素手轻抬，淡粉色的能量凝聚成一枚光球，其内蕴含的能量极为恐怖，同样向着林凡的方向袭来。静影逆转，心念一动，林凡身前银白圆门骤然出现，袭来的攻击尽数打进了银白圆门之内。银白圆门略微震颤，丝丝裂痕开始出现。林凡剑眉微皱，下一瞬身影原地消失。静影逆转这个技能吸收攻击，再进行反击，从来都是无往不利，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看来可能是这些攻击的质量太过庞大，银白圆门内无法承受这么多的高质量的攻击，才出现了裂痕。轰！银白圆门上光泽不断闪烁，最终仿若到了极限一般，直接发生了爆炸。其内被吸收的攻击没有了银白圆门的限制，无差别的射向了四周。轰！轰！轰！爆炸声接连不断的响起，女子以及那些高层被这些攻击打了个措手不及。除女子外，那些行星阶的高层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伤势。隐藏在空间裂缝内的林凡并未被波及到，看着空间裂缝外发生的一切，嘴角微微上扬。虽然自己的静影逆转技能被撑爆了，但是效果依旧还是有的。天命汲取，林凡从空间裂缝内走出，无数的汲取之种向着那位女子以及一众高层射去。猝不及防之下，大量的高层中招，被林凡所释放出的汲取之种成功在体内生根，不断汲取着体内的能量，反哺给林凡。这些高层的实力最弱的都有着行星1段50的全属性反哺，那可是不小的提升。林凡的气势再次开始节节攀升。那些侥幸避开汲取之种的高层感受着这恐怖的气息，面色纷纷一变。行星10段，那女子一个闪身，再次躲避开袭来的汲取之种后惊呼出声。此刻那女子彻底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眼前这人并不是在隐藏实力，而是用特殊的方式在不断的提升实力。那这就显得更为可怖了。从刚才的周身散发七彩之光，到凝聚而出的淡黄色光环，再到通过吸取对手的全属性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为什么宇宙中会有这种逆天的存在？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倒霉的还给遇见了？女子此刻有些怀疑人生了。不过她数十万年也不是白活的，身为星球的王者，手段自然还是有的。女子素手轻抬，一道淡粉色的光幕顷刻间笼罩住了自己以及一众高层。感受着体内汲取的50全属性突然消失，只留下了效果结束后固定留存的时，林凡不解地看向了那淡粉色的光幕。行星9段，女子感受着林凡身上骤然降低的气势，心中对林凡的天赋有了大概的了解。那些种子的汲取能提升林凡的实力，自己的光幕是可以隔绝那些种子汲取的。没有了种子汲取后反哺的全属性，这小子的实力就从行星10段跌落到了9段。自己这面人数越多，反而会成为这小子的优势。看来还是得自己和这小子1对1的单挑，不然这些高层只会成为对方的助力。心念一动，淡粉色光幕一分为二，分别包裹着女子和那些高层，操控着淡粉光幕把高层们向后移动了100米。对于女子的操作，林凡全部看在眼中，把暗翼化作的长枪插在背后，林凡直接召唤出2把 AK47 火麒麟。召唤出武器是根据自己的实力来计算的，所以如今的火麒麟今非昔比。哒哒哒哒，一手端着一把火麒麟，林凡直接扣动扳机，无数子弹宣泄而出，化作麒麟虚影向着女子的方向袭杀而去。麒麟虚影不断撞击在淡粉光幕之上，一道道涟漪不断在光幕上被荡起。你的实力现在不过行星9段罢了，相差2个，皆为你根本破不开我的光幕，能量耗尽之时就是你的死期。女子秀眉皱起，能量不断加持在光幕上，语气森然。是吗？林凡意味深长地反问一声，他的攻击可不仅仅只有这么简单，负面效果的触发几率那是极高的，再加上幸运点作祟，那几乎就是必定触发。攻击加上负面效果，这光幕破碎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至于能量耗尽，对别人来说是可能会，但对他林凡来说那是一定不会。生机果实这东西恢复能量那可是一绝。淡粉光幕之上不仅在不断荡起涟漪，此刻上面还出现了不可计数的负面效果。女子的能量如流水般不断的消耗着，林凡感受着体内充盈的能量，嘴角微微上扬。看来都不需要怎么战斗，仅仅是消耗自己就能把对方消耗到虚脱。这女子一开始选择的方式就错了，若是正面战斗，自己可能还会费一番功夫，这样的消耗战那可是他林凡的长处。刷刷刷，无数皎白的光刃凭空出现，环绕在淡粉光幕的周围，不断的切割着淡粉光幕，这无疑让女子更为雪上加霜。原本能量的消耗如同流水，那么现如今那就是开了闸的洪水。女子脸色逐渐变得苍白，
额头之上渗透出细密的汗珠。林凡心念一动，背后安逸化作的长枪飞起，一道道气势澎湃的鲲鹏虚影不间断道向着淡粉光幕袭去。轰轰轰！咔嚓咔嚓！淡粉光幕上一道道裂纹开始出现，随之不断的变多，最终彻底破碎开来，化作点点能量消散于世间。噗！随着淡粉光幕的消散，攻击如潮水般打在了女子的身上。女子本就能量消耗殆尽，根本来不及做出抵挡。女子顷刻间倒飞而出，口中喷出一道血箭。心念一动，双持火麒麟和光刃消散，林凡手持长枪飞至女子身前，长枪枪尖指在女子的脖颈处。你究竟是什么人？来我的星球究竟有什么目的？女子嘴角溢血，双眼死死地盯着林凡。我叫林凡，来自地球龙国，你可愿成为我的御兽？林凡语气淡然，既然已经击败了这植物星球的王，那么自己的目的就达成了，同意与否其实不太重要。反正这植物星球的王已然身受重伤，同意那么就成为自己的御兽，若是不同意，那么就变成白痴后再进行操控。反正这植物星球必定会属于他林凡，具体的就看这女子如何做选择了。女子秀眉紧锁，对于地球她有过一些了解，整体实力并不算强，只能算是末流。地球之上的最高境界不过才是传说罢了。人类这种生物本来羸弱不堪，就是因为有了御兽师这种职业才变得强了一些。没想到面前之人竟然是地球人类，可为什么实力竟如此强横？这是他想不通的地方。愿不愿意一句话的事情，不过提醒你一下，就算你不愿意，你也会被我变成白痴进行操控。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我才会让你有进行选择的权利。林凡冷哼一声，收回长枪负于背后。我愿意。闻言，正在思索的女子回过神来，没做多想便点头同意。对于面前之人种种神奇的能力，她都看在眼中，所以她说能把自己变作白痴再进行操控，女子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与其变成白痴被操控，变成和行尸走肉一般的存在，莫不如自己乖乖顺从。虽说成为人类的御兽有些配不上自己王的身份，但是面前之人却和自己所了解的人类并不同，能打败自己还是越级击败，在实力方面他还是认可的。很好，你做了个正确的决定。林凡点点头，向着女子伸出了右手。女子眨眨眼睛，拉住林凡伸出的手，随后站起身来，心念一动，铠甲解体。月影几女以及一众御兽们纷纷重新化作本体模样，立于林凡的身后。从空间手环内取出装有鲜血的试管，拧开塞子后，林凡蘸着试管内的鲜血开始绘画契约法阵。随着法阵绘画完成，林凡和女子的精神产生了一丝联系后，女子彻底被林凡所契约。婉言见过主人。女子冲着林凡款款一礼。把这个喝了吧。林凡点点头，一枚生机药剂出现在手中，随之递给了婉言。婉言接过药剂一饮而尽，体内原本消耗殆尽的能量和身上的伤势在不断的恢复。可能是因为等级过高的缘故，速度并不如林凡使用时的效果卓越。主人，在前日我们收到了地球内传来的消息，他们想要邀请我进攻龙国，不过被我拒绝了。我担心会有其他星球的人同意前往地球。植物星球的位置距离地球来说并不算远，可以说算得上是半个邻居，所以同样接收到了诸国寻找援军的信息。但地球之上的生灵实力普遍不高，就算最高的也才是传说等级，资源品质以及数量更是和植物星球没得比。出兵地球婉言并没有什么兴趣。不过现在他既然已经成为了林凡的御兽，而林凡又是来自于地球龙国，那么这件事就有必要告知一下林凡。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若是有其他星球大军前往地球的话，那么地球龙国可就危险了。婉言可不认为地球上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主人这样的实力，自己主人的综合实力比自己这星球之主都要强横，更何况林凡的年纪看起来并不大，人类他还是了解一些的，年纪大了外表会变得苍老。自己主人年龄不过双10，日后成长起来的话，就算是整个太阳系乃至银河系可能都能排得上号。我知道了。林凡剑眉微皱，他没想到这群诸国居然在联系地球之外的星球，企图借助其他星球的力量覆灭龙国，而且看样子还被他们给联系成功了。毕竟植物星球都收到了消息，地球附近乃至稍远一些的星球同样会收到消息。植物星球林凡不清楚在太阳系内算作什么等级的星球，但其上最高实力都已然有着恒星一段，其余星球想必最少也都在行星以上的实力。地球之上的最高实力不过就是神话阶，对抗这些行星实力的肯定不太行。看来自己是时候该回去了。你现在立刻去集结大军，半小时后跟随我前往地球。林凡直接下令，语气中带着森然的杀意。这次回返龙国，若是没有星球前来还好，若是有星球来犯，那么就尽数留下。是。婉言拱手，随之离去召集大军。地球，诸国合龙域既定的位置，一道道长达100米的空间裂缝骤然出现，大量的龙族自空间裂缝内不间断的飞出，每一头龙的气息都无比可怖，最差的都有着传说阶的实力。下方迎接的诸国总统、高层以及军官们皆是一副震惊之色，这无数巨龙腾飞的场面简直太过震撼。这一道道惊人的气息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恐怖，这些巨龙的气息最弱的都比他们的御兽强大，有着这样的大军区区龙国简直是弹指可灭。喵喵科研院内，喵喵、欧阳昭以及东方离正注视着大屏幕上的画面，画面上正是空间裂缝出现龙域大军不断飞出的场景。各单位注意，目标出现，立即执行覆盖式轰炸。拿起对讲机，喵喵下达了指令。是。随着喵喵指令的下达，对讲机内传来一声声回应。紧接着，不可计数的新型导弹核弹群开始升空，摇曳着淡紫色的尾焰，划破天际，向着诸国总统以及空间裂缝所在的位置飞去。这些导弹核弹全部都是由凶兽晶核进行改良后的产物，威力更加强横。对于龙域这些大军有没有效果，喵喵并不清楚，但对于地球之上的御兽凶兽乃至人类是一定有着效果的。这轮覆盖式轰炸，喵喵并没抱着太大的希望，
只求最大程度的消耗掉诸国的有生力量即可。诸国联军多死一个人一只御兽，他们这面就会少面对一个敌人。新型导弹核弹的速度极快，短短的5分钟时间便已然抵达目标位置，如倾盆大雨般铺天盖地的落下。猝不及防之下，诸国总统、高层、军官以及联军们顿时死伤惨重，直接锐减了1/2的数量。就连一些传说阶的龙域士兵都被波及受了重伤。不过在神话阶及以上的龙域将士出手后，导弹核弹群的效果便微乎其微，一道道防护屏障展开，导弹核弹群根本无法破开神话级施展的防御屏障。偶尔有些漏网的导弹核弹在诸国联军内炸开，哀嚎惨叫响成一片。但龙域之人却是不理不睬，这些人类在他们眼中不过是虫子罢了，死了便是死了，侥幸不死，日后也仅仅就是奴隶而已。轰炸整整持续了半小时之久，诸国联军的数量已然从原来数千万的规模锐减到了1000万。龙域大军倒是没什么损失，仅仅只是最开始那一批传说阶士兵受伤而已。喵喵看着显示屏上的画面点点头，导弹核弹群的效果还可以。接来下就看各位主母以及百里姑和元宝这些高端战力的操作了，能否抵御得住这些人才是关键。随着轰炸的结束，龙域大军在诸国总统的领路下，兵分6路向着龙国的边境进发。每一路大军的都有着100万的数量，其中龙域大军占据1/3，诸国联军占据2/3。西北部边城距离诸国联军的位置最近，守卫在西北部边城的乃是欧阳千木和欧阳瑶以及林凡麾下的龙族御兽们。欧阳千木立于城墙之上，目光冰冷地俯瞰着远方犹如潮水般袭来的诸国联军以及龙域军队。天穹之上，一道赤红的光柱从天而降落在联军的军阵内，耀眼的红芒照得成千之上的龙国守军根本无法睁开眼睛。这红芒正是喵喵之前研发出的毁灭光束，不过却是凝缩了不少，范围虽小，但威力更强。在这一击之下，诸国联军以及龙域军队内的传说阶士兵尽数消亡，就连传说家的龙域士兵都受到了不小的伤害，只有神话阶及以上的才幸免于难。真是羸弱不堪，垃圾的虫子！这陆龙域军队的统领啐了一口，一脸不屑地骂了一句：“这些人类联军简直是太垃圾了，连城墙还没摸到就被直接给团灭了。”不过对于龙国，他却是彻底收起了轻视的态度。最开始的导弹核弹群能炸残传说阶，就已经让他很意外了。这次从天而降的光束，居然能直接灭杀传说阶生灵，就连传说家都会遭受重创。不得不说，这龙国真的有点东西。难怪这些诸国会去外星寻找援军，像龙国这种实力，在这地球之上，那是绝对无敌的存在了。据他所知，地球之上人类的御兽以及野生的凶兽，实力最强的不过是传说阶，虽然有着这种武器帮助，但终究还是要在他们龙域大军的攻势下覆灭。科研室内的喵喵眉头紧锁，毁灭光束的效果在大屏幕上一览无余。诸国联军全部灰飞烟灭，龙域军队伤亡仅仅只有1/2，可想而知，剩下的1/2全部都是神话阶以及以上的实力。剩下的这1/2的数量，那可是有着数十万的规模。而边城内却仅仅只有欧阳千木和欧阳瑶的御兽，以及自家主人的几只龙族御兽达到了神话阶的层次。10几只对战数10万，这简直就没得打。自己还是错估了龙域的真正实力，原以为只有几只神话阶及以上，万万没想到竟多出来10万倍。自己这边的最高战力仅仅是龙域一方的中间战力罢了。难道龙国真的要被覆灭吗？喵喵，这还是在被林凡契约以来第一次感觉这么的无助。上一次无助之时，还是他的家人被屠杀，他被贩卖到了御兽店。主人啊，你到底在哪啊？喵喵我呀，快撑不住了啊！喵喵心中默默哀嚎。现在只有自家主人的实力才能真正的破局，在最前沿的都是自家主人的未婚妻，要么就是生死兄弟。要是阵亡一个，他都没办法和林凡交代，为今之计只能后撤。不过好在边城以及附近城内的百姓都提前转移到了安全位置，城内留存的只有军队和物资。主母，你们后撤吧，龙域军队内神话以及超越神话的强者足足有着数十万，你们根本抵挡不住。欧阳千木耳蜗内的耳机中传来喵喵的声音，语气显得极为无奈。闻言，欧阳千木陷入了沉默，秀眉紧皱，死死地捏紧拳头。主母，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先退守以待时机，说不定主人就快回来了。见欧阳千木没有说话，喵喵继续说道：“我知道了。”松开攥紧的拳头，欧阳千木叹了口气：“姐，怎么？”欧阳瑶询问道。欧阳千木，喵喵让我们后撤。为什么啊？龙域军队都快抵达边城城下了。欧阳瑶皱眉，俏脸之上流露出不解之色。龙域军队内神话级以上的强者的数量有着数十万，喵喵怕我们不是对手。欧阳千木解释道。什么？这么多？欧阳瑶惊呼。欧阳千木点点头。主母，我们即使撤退，到最后不还是要面对？退又能退到什么地方？不如拼死一战。我元帅本部充当先锋。马革裹尸在所不惜。秦阳单膝跪地，拱手请命。主母，我等皆愿率部死战。马革裹尸在所不惜。其余林凡的龙族御兽纷纷单膝跪膝，拱手请命。龙域本就是他们曾经的家，如今这些来犯的龙域军队更是他们曾经的敌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们早都做好了准备，就算是死又有何惧哉？欧阳小姐，我等龙国将士愿意死战，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一名龙国军官走上前敬了个军礼。没错，欧阳小姐，退到最后还是要面对，我们都愿意死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到了我们出力的时候，不能退啊。欧阳小姐，军官们纷纷敬礼，语气中带着视死如归的气势。欧阳千木扫过在场的一众龙族御兽以及军官们，满意的点点头。身为林凡的未婚妻，林凡不在他，自然要扛起重任，将士们皆不畏死，他又有何惧哉？按下耳蜗内的按钮，欧阳千木说了一句话后，把耳蜗内的耳机取出，直接扔在地上踩碎。死战不退！欧阳千木交喝。死战不退！欧阳瑶附和。死战不退！各部龙族首领以及龙国军官们高喝。
死战不退，死战不退，死战不退！凶兽大军以及龙国军队齐声呐喊，气势如虹。科研室内，喵喵直接石化在了原地。1/3秒后，喵喵回过神来，冲出科研室的大门，向着西北部的边城急速飞去。欧阳千木和欧阳瑶要是死了，主人回来后还不得扒了自己的皮？真不知道这两位主母在想些什么。罢了，自己现在的实力同样超越神话阶，就算是拼死也要保下两位主母。西北部边城下，数十万龙域大军已然兵临城下。城墙之上，欧阳千木面色如常，没有丝毫畏惧之色。秦阳以及一众龙族首领眼神冷冽，恨不得现在就出去拼死一战。人类，你们如果投降或可保命，反抗只有死路一条。龙域军队统领傲然立于天穹之上，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城墙之上居然有着几道半步行星一段的气息，以及10几道神话阶的气息。不是说地球之上最高阶的战力就是传说吗？这龙国之内为什么会有神话阶，令他有些惊讶。不过也就仅仅只是惊讶罢了。他的实力可是在恒星一段，对于这种实力的对手，甚至他都不屑出手。别做梦了，龙国只有站着死的，从没有跪着生的。欧阳千木喝道：“呵，真是找死！”龙域军队统领冷笑一声，随之大手一挥，龙域军队开始进攻。那名统领仅仅只是抱着肩膀傲然立于天穹，并未出手。耀龙族，随我杀！秦阳嘶吼一声，率先化作龙形态飞于天穹之上，口中一道直径超过10米的炙热火球猛然间喷吐而出。数名神话阶的龙域士兵被火球命中，火球爆炸，那数名神话阶士兵顷刻间被炸得粉碎。秦阳正是那几道半步行星内的一位，随着不断的在外征战厮杀，物资以及能量魔晶不知吞噬了几何，等级早已到达了满级神话，真正的实力其实更是超越了神话，比之行星一段都不遑多让。刷刷刷！大量的火球不断的自耀龙族族人口中喷吐而出，目标正是那些袭来的龙域军队。不过效果却是不太理想，只有传说家的族人才能对神话阶造成一些伤害，传说阶的攻击和刮痧没多大的区别。天命万载！秦阳高喝一声，声音响彻云霄。接到命令后，他就制作了一枚有着天命万载的天赋光球下，发给了族人，让族人尽数传承使用。虽然没有林凡的许可，但秦阳相信主人一定不会怪罪自己的。耀龙族族人纷纷化作赤红光点，不断的汇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身铠甲，覆盖秦阳的周身。耀龙族，这地球之上怎么会有龙域的叛徒？那名首领眉头紧锁，他记得当初圣主明明已经派人彻底清剿月里等叛逃出的龙族，为什么这里还有着残存的余孽？不过既然被他遇见了，那么就顺带着把这些残存的余孽彻底超灭吧。3000余名耀龙族族人使用天命万载后凝聚而成的战甲，使得秦阳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从原本无限接近行星一段的气息一路攀升直逼至行星3段。秦阳捏了捏拳头，感受着周身传来的澎湃力量，眼中战意昂扬。一杆赤红长枪凝聚而出，漂浮在秦阳的面前，枪杆上一条腾龙蜿蜒盘旋，枪尖上燃烧着熊熊烈焰。杀！秦阳一把握住赤红长枪，口中暴喝一声，枪尖直指前方的来犯的龙域大军，一条火龙顷刻间宣泄而出，前方的龙域大军被这袭来的火龙撞得纷纷倒飞出去，神话阶的更是直接被一击必杀。这小子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半步行星提升到行星3段的实力，看来这耀龙族的秘法很不错呀。天穹之上的那名统领感受着秦阳散发出的气息，心中暗自腹诽，看来等会要想办法把这个秘法套出来，然后再干掉这小子，能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提升2个小等级。若是自己学会了，那么战斗力肯定会提高一大截，尤其是同级厮杀之时，自己可谓是立于不败之地。那名统领飞身而下，一柄鬼头大刀出现在他的手中，直奔着秦阳的方向劈砍而来。秦阳细眯着双眼，空中的那名统领他一直都在留神。那名统领的气息是这所有龙域大军中最为强大的存在，自己身为圣主之下的第一人，主上龙族御兽内的第2人，这西北边城内战斗力最强的存在，自己最后对上的必然是那名统领。万化牵引，秦阳心念一动，分身不断的出现，这是主上给他的天赋光球内蕴含的技能，他知道这是圣主月营的技能之一，有着这些逆天的技能在，他有自信和这名统领拼一拼，更何况他还有着一个特殊的天赋，那就是继承。主上的幸运，这东西玄之又玄，关键时刻足以扭转战局。我操！那名统领惊呼出声，手中的鬼头大刀一个没拿稳，差点掉落下来。这小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这龙族都这么变态的吗？还好这小子实力现在只是个行星3段，若是恒星1段的话，只怕自己也要饮恨当场了。天命汲取，秦阳没有丝毫犹豫，本体以及幻化出来的万千分身全部出手，铺天盖地的汲取之种向着龙域大军袭去。正在交战的龙域大军猝不及防间，有着近一半数量的将士被汲取之种命中。秦阳的气息以及那些幻化而出分身的气息再次节节攀升，行星4段，行星5段，行星6段，行星7段，行星8段，一直到了行星8段，秦阳的气息停止了增长，不做停歇，继续释放汲取之种，向着那些没被寄生的龙域大军袭去。行星8段的实力已然在这片战场上算是顶尖的战力，所以这次释放而出的汲取之种速度更快，又是大片大片的龙域大军被寄生，全属性再次源源不断的被抽取进入秦阳的体内。行星9段，行星10段，恒星1段，虽没有刚开始那般提升迅猛，但是这也足够了，一个恒星1段足以干掉100个行星10段，其中的差距不言而喻。还好这龙域大军的数量足够的多，其中将士的等级足够的高，不然秦阳还无法借此暂时提升至恒星1段的实力。
其实远在欧阳千木说要撤退之时，他就在思考战术的问题。主上给的天赋光球内，逆天的天赋太多了，搭配使用的话，越级战斗简直是轻而易举。主上把天赋光球赐予他们，肯定希望他们能把天赋光球内的技能和天赋发扬光大。而如今主上不在，就到了他们用命之时，这么轻易的就丢掉城池，秦阳感觉主上回来，自己都无颜面对主上。我尼玛！那名统领直接石化当场，他刚才还在感叹等级的问题，就这么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这小子居然就提升到了横星一段的实力。这升级比吃饭喝水都简单，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战场之上的其余人，无论是友方还是敌人，感受着秦阳那无可匹敌的气息时，全部都是一脸骇然之色。姐，小凡的预售果然不一般，逆风局愣是给打成了顺风局。欧阳瑶嘴角微微抽动，俏脸上全然一副震惊。别看了，赶紧指挥预售战斗。欧阳千木点点头，指挥着自己的御兽，向着一只愣神的龙域士兵发动了攻击。万化牵引，万化牵引，万化牵引！回过神来的其余龙族御兽纷纷发动技能，一时间无数的分身接连不断的出现。短短几个呼吸之内，就凝聚出了数万名半步行星阶的分身。这些分身齐齐发动天赋，向着龙域大军释放着汲取之种。杀！干他们狗娘养的！冲啊！龙国军队以及凶兽大军看着己方突然多出来的无数分身，士气愈发的高涨，高喝着悍不畏死的向着龙域大军冲杀而去。你的死期到了！秦阳本体手持长枪，直指那名统领，心念一动，其余分身尽数向着龙域大军杀去。话毕，不等那名统领回话，秦阳手中长枪横扫而出，一道赤红的炎刃瞬息间凝聚，向着那名统领斩去。那名统领连忙挥舞着鬼头大刀，两道闪烁着金芒的刀刃向着炎刃对轰而去。轰！爆炸之声骤然间响起，冲击波四散而出，掀翻了一片又一片战场之上双方正在交战的军队。那名统帅摇身一变，从人类形态化作了龙形态，全身鳞甲漆黑无比，散发着油有的金属光泽。仰天一声龙吟，随后向着秦阳冲杀而去。对比于人类形态来说，龙形态下无论是攻击力益或者是防御力都更为出众。暗龙族吗？很好。看着向自己冲杀而来的巨龙，秦阳眼神冰冷不退，反进向着巨龙冲去。锋锐的龙爪和秦阳赤红长枪的枪尖对撞，火花迸溅，发出阵阵金铁交鸣之音。秦阳刹那间收枪，一个翻身跃上了那名统领的背部。他本身就是龙，对于龙的弱点自然清楚，只要不是会放电的龙，那么背部和头顶就是绝对的安全区。当然是要在攻击力足够的情况下，不然就算在头部亦或者背部，那也无法破开龙的鳞甲。暗龙族龙如其名，自然是不会放电的。秦阳手中赤红长枪横扫而出，一道道炎刃不断宣泄，向着那名统领后背的鳞甲上击去。炎刃不断和鳞甲对撞，那名统领发出痛苦的哀嚎，不断在半空中翻腾。不出意外，在炎刃狂暴的攻势之下，暗龙族统领背部的鳞甲节节崩碎，露出鳞甲下的皮肉。一枚汲取之种被秦阳释放而出，没入暗龙族统领的体内。感受着体内再次上涨的全属性，秦阳手中攻击的力道更甚。背部传来剧烈的痛感，使得暗龙族统领感到一阵晕厥，摇身一变，再次化作人形态。自己本想着以龙形态作战，万万没想到这小子是一点也不讲武德，直接跳到了自己的盲点之上，自己根本无法攻击。唰！一发黝黑的光球自暗龙族统领的手中发出，向着秦阳打去，同时借机向后退去，和秦阳拉开了一段距离。静影逆转，心念一动，一扇银白圆门自秦阳身前凭空出现，袭来的黝黑光球直接没入银白圆门之内。下一瞬，一道气势更为凶悍的黝黑光束自银白圆门内爆射而出，方向正是暗龙族统领后退的方向。什么？暗龙族统领面露惊诧，口中惊呼出声。不过感受着那攻击中传来的恐怖能量，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躲避是根本来不及的，仓促间凝聚出一发黝黑光球，向着袭来的攻击对轰而去。轰！爆炸声骤然响起，暗龙族统领直接被打得倒飞了出去，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落地后，暗龙族首领捂着胸口，嘴角不断的溢血，眼神中满是惊骇。他打出的那道黝黑光球竟然直接被打爆了，根本就没能抵御得住。不过好在抵消掉了一些威力，不然此刻的他怕不是已经重伤倒地了。耀龙镇魔锁，秦阳双眼中闪烁赤红光芒，一道法阵瞬息间出现在暗龙族统领的脚下。一条条燃烧着熊熊烈焰的锁链自法阵内不断的涌出，牢牢的锁住了暗龙族统领的双腿以及腰肢，还在不断的向上盘绕。暗龙族统领顿时大惊，想要挣脱开来，但这烈焰锁链刚挣脱开一条，下一条立马无缝衔接，而且越来越多。龙焰噬天！秦阳手中长枪挽了朵枪花，随之一条火龙咆哮而出，携着摧枯拉朽的气势一往无前，向着暗龙族统领的方向杀去。不！暗龙族统领双眼惊恐，看着向自己袭来的红龙歇斯底里的咆哮着。不过这都是徒劳的，火龙最终硬生生的撞在了暗龙族统领的身上，彻底吞没了暗龙族统领的身躯。在火龙的不断焚烧下，暗龙族统领彻底化作了一块黑炭，不过依旧还保持着被锁链捆绑住的状态。几道光柱冲天起，通过这几道光柱，秦阳能判断得出这暗龙族统领彻底的死亡了。自己有着继承幸运的天赋在，击杀凶兽是会爆出能量魔晶以及物品的。秦阳喘了口粗气，从怀中取出了一管生机药剂。刚才的技能乃是他的大招，对于能量的消耗极为恐怖。刚才那一击差不多用掉了他全部的能量。拧开药剂的盖子，秦阳仰头把试管中的生机药剂一饮而尽，感受着体内正源源不断恢复的能量，秦阳重新把空的试管揣回了怀中。秦阳飞至暗龙族首领的焦尸前，心念一动，法阵和烈焰锁链瞬息间消失不见，没有了烈焰锁链的束缚，焦尸直挺挺的倒在地面上，碎成了几段。用长枪在焦尸的头部戳了戳，一枚沾染黑灰的晶核滚落而出。
挥手间，能量魔晶、晶核以及爆出的物品漂浮到秦阳的面前。能量魔晶和晶核直接被秦阳吞服，物品的话则是收入了空间手环内。他没有林凡的洞察之眼，这些物品只能根据外形判断是什么东西，至于品阶和具体的作用他不知道，只能等林凡归来时一起交给林凡。解决了西北部边境战场上实力最高的暗龙族统领，那么剩下的龙域大军就好对付多了。看来数十万和10几个相比起来不过如此，当然这都是主上的功劳，若是没有主上恩赐的天赋光球，那么今日就是神仙来了都救不了。秦阳提着长枪杀向了战场，战场之上有着万化牵引以及天命汲取这2种逆天的技能和天赋在，已然彻底的逆转。龙域大军被杀得丢盔弃甲，节节败退。天穹之上，看着不远处的边城，喵喵的速度再次提升，由于速度过来和空气产生剧烈的摩擦，喵喵甚至都闻到了一股焦糊味。不过这都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主母的安全，若是主母战死了，那他可就万死难辞其咎了。几分钟后，喵喵终于抵达了边城的上空，看着下方的战场，喵喵的嘴角微微抽动。这和自己设想的完全就是2个情况，这哪里是打不过啊？这他妈的分明就是压着龙域大军揍啊！自己简直就是杞人忧天。或许是自己一直待在科研院内都给带傻了吧？自己怎么就把主人给御兽们使用了全天赋光球的事情给忘记了？自己的主人是变态，月莹是变态，收服的这些御兽使用过全天赋光球后同样是变态啊！不过既然来了，那么就战得痛快。正好自己好久没有战斗过了，就拿这些龙域大军练练手。喵喵直接从半空中一跃而下，手中反握一把有着空间属性的漆黑匕首，身影如同鬼魅般不断的在战场中穿行。所过之处，龙域大军的将士皆是面色扭曲，双手捂着裆部痛苦哀嚎，一片片嫣红的鲜血自他们的指缝间流出。无他，喵喵的匕首带有空间属性，破开神话乃至以上存在的防御轻而易举，再配合那极致的速度，这些龙域将士几乎在一瞬间就成为了太监。虽然成为太监并不足以致命，但龙族御兽们的分身却是抓住了他们武当的那个空档，直接出手把他们轰成了渣渣。看着战场上林凡龙族御兽使用万化牵引后幻化而出的大量分身，喵喵若有所思，这一只就能顶得上1万只，而且实力都和本体一致。其余方位的边城内同样有着主人的其余御兽首领驻扎，这些首领同样具备全天赋，若是开启万化牵引的话，中间战力就会短暂持平，说不定可以彻底翻转战局，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果然主人就是主人，即使不在地球留下的后手，依旧可以逆转战局。喵喵心中感叹不已，对林凡愈发的崇拜。扫视了一眼天穹之上正在乱杀的秦阳，那赤红的战甲以及那无可匹敌的气势，喵喵想到了一个天赋，那就是天命万载。秦阳之前的气势远没有这般恐怖，仅仅和他持平罢了，现如今能有着这样恐怖的气势，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使用了天命万载。看来应该是自己部署作战计划后，秦阳给自己的药龙部下发了有着天命万载天赋的天赋光球。虽然没有主人的命令，但事急从权。这次要是没有秦阳提前下发的天赋光球，无人应对暗龙族统领的话，那战局说不定就又是另一回事了。一个顶尖强者在战场之上的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或许自己可以下达命令，让其他边城内的御兽首领给部下下发带有天命万载天赋的天赋光球，这样的话就可以批量制造出大量的顶尖高手。还有一个天命汲取的天赋，要是再配合着这个天赋使用的话，那战力就可以短暂的提升到一个巅峰，对面的龙域大军越多，提升的就越多。这些龙域大军最弱的可都是传说阶的强者。喵喵倒吸了一口凉气，此刻他感觉这龙域大军不像是来覆灭龙国的，反而像是来送资源的呀。这么多龙域大军若是全部干掉，那么得收获多少高阶的晶核以及高质量的能量魔晶啊！越想喵喵的眼神越发迫切，手中漆黑匕首划出2道寒芒，2只行星一段，龙域士兵的头颅和脖梗分离，嫣红的鲜血喷洒而出，顷刻间毙命当场。向后接连翻滚，喵喵暂时退出了战场。从空间手环内取出手机，看了一眼其他陆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的位置，其他边城距离这些联军的位置不近，兵临城下还需要些时间，这些时间正好够下发天赋光球的了。点开讨论组界面，喵喵编辑好了一段文字，随之发送而出。喵喵，各部首领听令，现在立即下发带有天命万载天赋的天赋光球给所有星耀级以上部众。相信这群御兽首领都不是傻子，自己下发这条命令后都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至于为什么要星耀级以上的部众，那是因为星耀级以下加持的太少，这种逆天天赋又不是街边的大白菜，怎么可能彻底的全部下发？讨论组内喵喵的命令下达后，各部御兽首领几乎第一时间就全部进行了回复，随后开始执行喵喵的命令。各个边城内大量的天赋光球被下发到星耀级及以上将士的手中，首领们耐心地讲解着这项天赋如何使用。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条命令便执行完毕。各部首领开始在讨论组内汇报着情况。看着讨论组内的汇报，喵喵满意的点点头。这些首领们的办事效率还是很快的。此时西北部边城的战场已经彻底结束了战斗，来犯的龙域大军毫无意外被尽数覆灭，尸体堆积如山，地面都被鲜血浸透的泥泞不堪。这些尸体中还有着不少凶兽大军、人类、御兽以及各部龙族部众的尸体。虽说覆灭了来犯的龙域大军，但守军同样死伤了不少。毕竟除了龙族首领欧阳千木和欧阳瑶的御兽外，其余的部众实力最高就是传说家。秦阳解除了天命万载的形态，3000多条药龙族部众重新出现。虽然等级上限还是极限神话，但秦阳的气势彻底稳定在了行星3段的程度。天命汲取效果结束后，会强制留下被汲取者时的全属性，那么多的龙域大军带来的全属性反哺还是极为可观的。各部龙族部众、龙国士兵以及凶兽大军们正在打扫战场。金河、
能量魔晶和各种爆出的物品被尽数收集了起来。喵喵在讨论组内讲解着战斗方法、天赋以及技能的组合搭配。虽说这些首领都被契约了不短的时间，但对付地球上的诸国根本就无需怎么使用到这些天赋和技能，基本都是一路横推。讲解过后，确保每一位首领都彻底明白后，喵喵重新把手机收回了空间手环内，和欧阳千木辞别后，喵喵向着京都飞去。他还需要坐镇中心，指挥全局。若不是怕欧阳千木和欧阳瑶在西北部战场上出事，他是不会如此什么都不管就跑出来的。植物星球外，铠甲形态的林凡如一颗流星般划过星空，根据来时的方位向着地球急速飞去。婉言带领着数亿清一色传说阶以上的大军紧随其后。植物星球的军队数量自然比这要多得多，不过只有半小时的时间，能聚集起这么多还是可以了。看着越来越近的地球，林凡的速度再次提升，身后的婉言和数亿的大军被落下的越来越远。3小时后，林凡穿破了大气层，重新抵达了地球之上。呼吸着地球上的空气，林凡感觉到了家的味道，看来还是自己的地球好。天穹之上，林凡掏出手机，手机上再次有了信号。同一时间，大量的未接电话、短信以及各种信息不断的弹出，其中最多的就是喵喵的电话和消息。林凡剑眉微皱，喵喵给自己打了这么多电话，林凡感觉有些不妙，很有可能是出事了。林凡直接拨打了喵喵的号码，不出1秒钟的时间，电话便接通了。主人，你终于回来了。电话另一边，喵喵的声音传来，语气中带着激动与哽咽。这2天的时间，喵喵想尽了一切办法，可无论怎样就是联系不上自家主人。如今自家主人终于归来，这让他如何不激动？喵喵，发生什么事了？我这2天一直在别的星球上，手机和手表都没有信号。主人，残余的诸国势力联系外星势力，企图覆灭龙国，其中外星势力中的龙域派遣大军来犯。目前西北部边城，我方覆灭了一路龙域大军，其他路的龙域大军还未抵达龙国其余边城，所以并未开战。龙域？林凡疑惑，这星球他是知道的，当初龙元秘境中遇见的月离以及他的一众龙族御兽都是来自龙域，自己曾经还答应过月银日后必定会打回龙域，把那个什么暗龙王给弄死。就是龙域，他们派出的军队整体实力很强，有着大量神话阶以及超越神话阶的强者，其中统领们的实力更是在恒星阶。行，我知道了，你在科研院等我。言罢，林凡直接挂断了电话，向着京都御兽大学的方向急速飞去。既然知道了情况，那么一切就好办了。看来自己赶回来的还算及时，自己还没去找龙域的麻烦，这龙域反而前来攻打龙国，恒星级的强者都派过来了，这龙域还真是好大的手笔。婉言就是恒星一端的强者，这等强者都能够做一方星球的王者了，看来这龙域的暗龙王实力肯定更高，说不定已经达到了星域级。不过无妨，他林凡打的就是强者，不然成天欺负一些弱鸡有什么意思？新账旧账一起算，这些前来地球的龙域大军就全部留下吧。京都御兽大学，林凡落在校门口处，解除了铠甲形态，月影几女同时出现在林凡的身侧。门口的保安室内的保安队长立即带着一队保安出来迎接。林校长好！保安队长高贺带头敬礼，其余保安分作2排，动作整齐划一，齐刷刷的向着林凡敬礼。辛苦了。拍了拍保安队长的肩膀，在保安队长以及一众保安的目送下，林凡带着月影几女向着京都御兽大学内走去。高考虽然考完了，但此刻还未真正的开学，校园内只有着三三两两的学生。我操，那不是林校长吗？一名学生揉了揉眼睛，惊呼出声。没错，就是凡神，我是凡神的终极铁粉，我来这上学就是为了能见凡神一面。那名学生的同伴神色更为激动，已然从口袋中掏出来一根签字笔，边说着边向林凡的方向冲去，那速度就算是博尔特见了都要落泪。那名学生瞪大了双眼，没想到自己的同伴居然直接自己跑了，没有犹豫直接追赶上去。他同样也是林凡的铁粉啊！林凡的大名，整个龙国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那就是龙国的光，是龙国每一位御兽师所向往的目标。凡神，给我签个名吧，我是你10年老粉，嘎嘎铁的那种。同伴拦在林凡的身前，签字笔高举过头顶，眼神中带着无比渴望之色。林凡的嘴角微微抽动，不过还是拿过了高举着的签字笔。签在哪里？签在这。凡神，您今天怎么突然来学校了？同伴激动地指了指自己的白衬衫，随后好奇地询问道。来处理些事情。林凡笑了笑，刷刷2下在白衬衫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凡神您真是太辛苦了，能和您合个影吗？得到了林凡的同意，同伴连忙掏出手机，站在林凡的身侧摆出了一个极其嚣张的姿势，手上快门咔嚓按下。而此时最开始那名说话的学生才气喘吁吁地匆匆赶到。看着学生手中的签字笔，林凡叹了口气，看来自己的粉丝有点多呀。麻利的签完名后，林凡告别了2名学生，带着月影几女继续向着科研院走去。沿途又遇见了几名学生，没有意外，全部是来找林凡要签名和合照的。林凡感觉来京都御兽大学上学的学生，可能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粉丝，不过实力倒是都很不错，清一色的铂金阶御兽师。若是成长起来，日后龙国定会再增加一批高阶御兽师。没过一会，林凡成功抵达了喵喵科研院。虽然科研院是建立在大学内的，但科研院外全部却都是站岗巡逻的士兵，数量大概有着一个整编团。科研院方圆1000米的位置是属于戒严区域，普通学生是没法进入的，没有传令贸然闯入，第一次警告，第2次直接击杀。科研院内全部都是最新科技和研究资料，容不得有半点马虎。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自己的证件，递给了守备军官。守备军官敬了个军礼，恭敬地接过证件，查看一番后递回。虽说林凡的脸龙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不然万一有人易容成林凡的模样，那可就出大问题了。一路畅通无阻，
林凡进入了科研院内喵喵所在的办公室。主人，我可想死你了！喵喵从办公椅上一跃而下，飞扑抱住了林凡，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全蹭在了林凡的衣服上。林凡摸了摸猫头，林凡把喵喵从身上拽了下来，运转洞察之眼扫过喵喵的面板，喵喵的信息顿时出现在林凡的眼前。极限神话，全属性的数值在行星一段左右，不错。林凡点点头赞叹了一声。喵喵不仅担负着研发工作，还在不断的提升本体的实力，这还是让林凡很欣慰的。嘿嘿，主人过奖了。喵喵挠了挠头，一脸自谦的表情。月影几女则是在旁边捂着嘴轻笑，这喵喵还是老样子，和从前的性格一样，没有一丝改变。好了，先说正事吧。林凡坐在沙发上，看向喵喵说道：“荣誉军队的行进路线给我看一下。”没问题。喵喵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平板，放在林凡的面前，在平板上按了几下后，通过卫星监控的画面立即出现在平板之上。平板上显示的总共有着6个格子，一个格子是黑的，其余5个格子上都有着一条路线以及一个小红点。放大一看，正是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此刻这些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还在行进的途中，距离目标边城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就从这里开始吧。林凡手指点在距离目标边城最近的一个小红点之上，语气中夹杂着冷冽的杀意。主人，你还没回来之时，我下达了让所有星耀级以上的凶兽使用天命万载天赋的光球的命令，这个你战斗的时候应该能用得上。喵喵突然开口道，本来是打算靠着星耀级以上凶兽的天命万载临时提高各部御兽首领的战力，让高端战力的差距缩小。这下主人回来了，自然不再需要像之前一般畏手畏脚，自家主人的逆天之处，喵喵是知道的，但凡出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这些使用过有着天命万载天赋光球的凶兽们，正好能让主人临时提升一波战力。相信以主人的实力，再加上那海量的星耀级以上御兽的加持，定然能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我知道。林凡点点头。讨论组内的消息，他那会略微的扫了一眼。自己不在的时候，喵喵做得很不错，一切都指挥得井井有条。果然，当初自己契约喵喵是一个极为正确的选择。喵喵的忠诚度已然达到了死忠的程度，又具备超高的研究能力，更是能指挥凶兽作战，简直就是自己的左膀右臂。站起身，办公室内赤银2色光芒骤起，铠甲顷刻间附着于林凡的周身。抬手间，数十道召唤法阵凭空出现。植物星球上，林凡所契约的御兽们尽数出现在办公室内。天命万载，林凡直接下达了指令。所有的御兽齐齐点头，全部化作点点流光，凝聚成一对七彩光翼，附着于林凡的背后。对于天使光环的外形，林凡并不太喜欢，总感觉有些奇奇怪怪的。光翼外形的话倒是不错，配合着赤银铠甲，有种说不出的帅气。喵喵眨着眼睛，静静地看着铠甲形态的林凡，眼神中流露出追忆之色。回想曾经，林凡还仅仅只有自己以及月影2只御兽，没想到如今主人御兽的数量竟然如此之多了。光翼震动，林凡从窗户飞身而出，向着既定的目标位置急速飞去。天穹之上，林凡如同一道划过的流星，速度极快，肉眼几乎根本无法捕捉。不过一炷香的时间，林凡便已然抵达边城的位置。边城以及附近的几座城市空无一人，其内的龙国百姓早就被转移到了安全区域。边城内只有着军队驻防，龙国士兵和凶兽大军正在不断的巡逻。参见主上！所有边城内的凶兽大军齐刷刷的跪倒在地，齐声高呼：“林将军好！”龙国士兵以及军官们齐刷刷的敬着军礼，眼神中充满炙热。都起来吧，你们都辛苦了。天穹之上的林凡抬手示意凶兽大军起身，随之向着龙国军官以及将士们回了个军礼。夫君，小凡、安若以及百里霓裳唤了一声，这座边城正是他们2人负责把守。林凡落在2女身前，运转洞察之眼扫过2人的面板。安若现在的等级已然达到了极限神话，限于资质的原因并未升级，若是突破资质，随时都能进阶至行星一段。百里霓裳御兽们的实力进步飞快，有数只已然达到了极限神话。夫君，这些天你去哪了？安若拉住林凡的一条胳膊，眨着大眼睛询问道。是啊，这些天一直都联系不上你，我们都很担心你。百里霓裳拉住林凡的另一条胳膊，同样开口道。去外星了，今天才刚回来。林凡笑了笑回答道。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得先把那些龙域大军干掉再说。所有有着天命万载天赋的凶兽将士们听令，使用天命万载。林凡安抚了一下2女，随后下令道。是。凶兽将士们齐刷刷的回应，一道道流光不断的出现，汇聚在林凡背后的光翼之上。安若自然是使用过全天赋光球的，心念一动，天命万载开启，同样化作流光融入林凡背后的光翼内。百里霓裳抬手间召唤出自己的全部御兽，命令自己的御兽使用天命万载融入林凡的光翼之内。林凡身上的气息在不断攀升，本身在植物星球使用过一波天命汲取后，气息就定格在了行星9段。如今有着海量星耀级以上的凶兽加持，气息已然达到了恒星1段的层次。这种力量暴增的感觉，使得林凡有些不太适应。恒星1段和行星10段属性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甚至说一位恒星1段的强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干掉数倍于己的行星10段。背后的光翼震动，林凡飞至天穹，向着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来袭的方向飞去。这次的速度对比于之前来说更快，之前可以说是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现在却是几乎等同于瞬间移动。不过短短5分钟的时间，林凡便已然见到了密密麻麻的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由于需要这些诸国联军带路，加之龙域大军人为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凶兽羸弱不堪，只要他们抵达那些所谓的城市，根本撑不过几个呼吸，所以赶路的速度并不快。林凡身上澎湃无比的恐怖气息宣泄而出，前方的龙域大军顿时全部打了一个哆嗦，眼神惶恐地看向天穹之上的林凡。龙域统领感受到林凡身上散发出的气势竟然和自己相同，
同样都是恒星一段，不仅眉头紧锁。地球这种小星球上怎么会出现恒星一段的强者？这地球之上的最高境界不就是传说吗？不过他可是高贵的龙族，前方拦路这人的实力也仅仅就是让他震惊一下罢了。他的实力可是在恒星一段拔尖的存在，仅差一步便可达到恒星二段。寻常的恒星一段在他的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大人，他就是林凡，龙国的最高战力。一名总统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开口道：“对于林凡的这身铠甲，地球之上的诸国都是见过的。林凡给他们的阴影太大了，林凡可谓就是他们的梦魇，导致他们看见林凡就身体不住的发抖。”呵，有意思。龙域统领冷笑出声，上下打量着林凡。据他所知，人类的实力极为羸弱，哪怕有着契约预售的反哺，依旧是不堪一击。前方这人形态诡异，更是具有飞行能力，这让这名龙域统领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而且这林凡未免太托大了，居然一个人就敢阻拦他的龙域大军，当真以为凭借他自己就能成为救世主吗？你们在原地待命，本统领去会会这个所谓的林凡。龙域统领下令道，随后身形一闪，直奔林凡的位置而去。运转洞察之眼，林凡扫过这名龙域统领的面板。暗龙族恒星一段的实力。林凡细眯起双眼，口中喃喃：“你就是林凡啊？”暗龙族统领负手伫立于林凡的身前，眼神中流露出阵阵不屑：“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臣服于我，当我的奴隶可免于一死；第二个就是被我杀死。就凭你也配？”林凡冷笑，他林凡是何许人也，竟然还妄想让他林凡臣服？从来都是别人臣服他林凡，想让他林凡臣服，那是在痴人说梦。这暗龙族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凭着暗龙族统领的这一句话，暗龙族必定覆灭。给脸不要，受死吧虫子！暗龙族统领暴喝，他身为高高在上的龙族，何时被如此讥讽过？他认为自己让林凡给他当奴隶，已经是给了这林凡莫大的殊荣，竟然还敢大言不惭，当真是该死。他要这虫子死无全尸，要把这虫子一点一点的捏爆。暗之领域，暗龙族统领嘶吼出声，周身散发出无数漆黑如墨般的能量，这些能量不断的扩散，天穹之上顷刻间被黑暗所笼罩。暗龙族统领身上的气息在节节攀升，从恒星一段的实力直接临时提升到了恒星二段的实力。这些暗之能量犹如有生命般，不断的想要侵入林凡的体内，奈何林凡有着霸体天赋在，这些暗之能量根本无法侵入。有点意思。林凡饶有兴致地看向浑身被黑芒包裹的暗龙族统领，心中暗自腹诽。若是换作其余的生灵，林凡或许会选择契约，但这暗龙族乃是龙域的叛徒，月营的杀母仇人，刚才更是对他大言不惭。感受着林凡的气息，还是恒星一段，暗龙族统领微微皱眉。他这暗之领域不仅可以临时提升自己一个小阶位的实力，更是能降低对手一个小阶位的实力。可这林凡的实力居然没有被降低，这林凡到底是个什么古怪的东西？装完了吗？装完了就受死吧！林凡抱着肩膀，语气极为平淡。没等暗龙族统领答话，林凡双手合十，暗之领域内的黑暗能量尽数消散。咔嚓咔嚓，那薄如蝉翼的漆黑光膜出现了蛛网状的裂痕，裂痕不断扩大，最终如同玻璃般彻底破碎，化作点点能量消散在空中。什么？我的暗之领域居然消失了！暗龙族统领惊呼出声，面前突然发生的这一幕简直惊掉了他的下巴。他的暗之领域屡试不爽，可是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面前这小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太过逆天了！暗龙族统领攀升到恒星二段的实力，失去了暗之领域的加持后，再次跌落至恒星一段。这是林凡之前就获得的天赋，是由喵喵制造出的动画复刻出来的，之前一直没有机会使用，这次碰见增幅类天赋，正好可以使用。这天赋的名称乃是增幅清除，顾名思义，就是清除一切对手增加的正面 buff。一声龙吟自暗龙族统领的口中发出，紧接着从人类形态化为了龙形态。一头身长万丈的黑龙出现在林凡的正前方，眼神中透露出凶狠之色。既然自己的暗之领域不起效果，那么就用龙形态的本体弄死这小子。龙形态的本体体型庞大，攻击和防御更是对比人类形态不知强了多少倍。虽然这小子很是诡异，但暗龙族统领有信心用本体击杀这小子。囚龙天困。林凡双手合十，口中轻吐出4个字。刹那间，天穹之上风云色变，道道电系能量形成的柱子出现封禁在暗龙族统领的周身，随之密集的电网连接而成，其上还钻刻着玄奥的符文。噼里啪啦之音不断自电网上传来，万丈长的黑龙张开巨口，一道漆黑如墨的光柱向着前方的电网喷吐而出，企图击毁面前这电网。轰！光柱打在电网之上，爆炸之声骤然响起，一股浓郁的黑烟散发而出。黑烟散尽，电网毫发无伤，其上的玄奥符文对比之前更是增添了几分光泽。暗龙族统领依旧不信邪的继续攻击着电网，一声声爆炸和无数的黑烟不断出现。林凡嘴角上扬，他这攻击乃是幻星的大招之一，和神文光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阶战力下想要破开这囚龙天困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而且攻击所发出的能量还会不断被这电网所吸收。随着攻击不断的释放，暗龙族统领的能量消耗的越来越多，巨大的龙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心中却是万分的焦急。这小子的手段太诡异了，自己现在完全被困在这技能里，根本无法出去。若是自己再强行攻击下去，怕不是自己会把能量全部耗尽。下方的龙域大军见自家统领被困在阵中，全部面色凝重。一名小统领看着阵内的暗龙族统领气喘吁吁的模样，直接下令攻击法阵，企图集合全军之力击碎法阵。这一幕自然被林凡所洞察，林凡冷哼一声，一道银白光柱从天而降，拦截在了法阵之前。所有的攻击尽数没入银白光柱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龙域大军的所有将士见到这一幕，纷纷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
他们这可是数十万大军一同发出的攻击，最弱的都是传说阶的攻击，哪怕是横星一段的强者都不敢硬抗。没想到这人就这么随手一道银白光柱就给彻底抵消掉了。法阵内的暗龙族统领看见这一幕，心中更是升腾起了绝望。刚才那数十万道攻击的威力，以他的实力，哪怕开启暗之领域都不一定能接得下。没想到这小子居然随手一击就给全部抵消了，自己这下是踢到铁板了。地球之上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存在啊？该结束了。林凡活动了一下手腕，语气淡漠。法阵之上的符文不断闪烁，一道道带着恐怖威势的电芒不断凝聚而出，向着暗龙族统领不断轰击而去。无数的电芒不断击打在龙身上，暗龙族统领的鳞甲被不断的电芒崩飞，裸露出的皮肉顿时被电得外焦里嫩，哀嚎惨叫声不断交织。暗龙族统领此刻就如同鬼畜一般，不停的抽搐，一双巨大的龙眸泛着血丝，但却止不住的向上翻去，露出眼白的部分，龙嘴无力的一张一合，大量的白沫不听使唤的溢出，海量黄澄澄的液体喷洒而出，天空中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微风轻拂下，这些小雨尽数覆盖了下方的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小雨的导电效果极为显著，伴随着淅淅沥沥的落下，那些联军避无可避，纷纷被电得惨叫哀嚎，一时间下方乱作了一团。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法阵内暗龙族统领的身上每秒钟至少有着数亿道电流划过，若不是其本身是横星一段的强者，怕不是早就被电成了焦炭。即便如此，暗龙族统领现在也只是在苟延残喘，再无丝毫反抗之力，死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林凡并不想简简单单就让暗龙族统领灰飞烟灭，那样太便宜这个出言不逊的王八蛋了，不然直接一发日月两仪下去，就足以灭杀这暗龙族统领。法阵内暗龙族统领的哀嚎惨叫之声愈来愈小，林凡撇撇嘴，降落在地面之上，周身一层七彩光幕骤然间凝聚而成，隔绝了天空之上落下的小雨。心念一动，一名诸国总统漂浮而起，向着林凡的面前飞去。那名诸国总统正是负责联系外星势力的负责人，此刻却是满脸惊恐不断的挣扎。林凡并不知道这人就是负责人，他仅仅只是随便一抓，想要问些问题罢了。林凡大人，我错了，我不该联系外星势力，饶命啊！求求您了。那名诸国总统漂浮的途中，用他那蹩脚的华夏语连连告饶，祈求林凡。心中对林凡恐惧到了极致，他不明白这么多人中，为什么林凡偏偏一眼就选中了他，一定是林凡知道了自己负责联系外星，主导覆灭龙国的这一切。这林凡真的是太过逆天了，真的是完全无法抗衡，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存在啊？不打自招。林凡细眯起双眼，心中暗自腹诽，没有理会那名诸国总统的告饶。林凡已然知道了自己想要知道的答案，就是这个狗东西联系的龙域，那么这狗东西就可以去死了。那名诸国总统不再向前漂浮，包裹周身的奇异能量顷刻间消散，重重地砸落在了地面之上，脸陷入了泥泞的地面内。一枚妖异的小火苗在林凡的指尖升腾而起，手指轻轻一挥，小火苗如同一道流星般急速掠去，准确无误地落在那名诸国总统的身上。小火苗直接没入了那名诸国总统的体内，那名诸国总统在地上不断打滚，面容极具痛苦。林凡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内依旧处于混乱的状态，并没有人敢贸然地向林凡发动攻击。那名诸国总统体内小火苗在不断地灼烧，融化着五脏六腑，但外表却是毫无损伤。这技能乃是希诺的技能之一，名为灼心炎。被种下小火苗生物体内的一切器官会被不断的灼烧，在灼烧的过程中，能让被灼烧者时刻保持着清醒的意识，直至最后心脏和大脑被烧成飞灰，留下一副空空如也的皮囊。半小时后，天穹之上的暗龙族统领彻底被电流折磨致死，地面之上的那名诸国总统不再挣扎，彻底化作了一副空皮囊，平铺在地面上。挥手间把暗龙族统领爆出的能量魔晶以及物品收入空间手环内。林凡看向了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那混乱不堪的军阵，月照星河，心念一动，一道道银白光柱从天而降，不间断地落入军阵中。一片又一片的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被银白光柱绞杀，整个人彻底化作虚无，消散在天地间。哭爹喊娘之音传出，无论是龙域大军亦或者是诸国联军，皆是闻风丧胆，不断的四散而逃。这林凡简直太可怕了，明明他们有着100万之众，却硬生生的被一个人压着打，还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那种。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如此疯狂？看着四散而逃的联军，林凡撇撇嘴，露出不屑之色。嗡嗡嗡，一道道透明的无形屏障刹那间形成，笼罩住了方圆万米之内的所有空间。无形屏障不断压缩，向着中心位置收拢。那些四散而逃的联军被无形屏障硬生生的重新逼退了回来。既然敢过来打龙国的主意，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2管生机药剂，林凡拧开盖子，试管内的生机药剂在林凡的操控下飞出，漂浮至腰带前，随后被吸收殆尽。感受着体内再次变得充盈的能量，林凡双手合十，周身赤红光芒大盛，犹如大日一般耀眼。太阳之上，一道炙热的能量猛然间射下，直径足足有着万米之巨，所过之处，空气都被蒸腾得不断扭曲。轰！随着赤红光柱的抵达，无形屏障所笼罩的方圆万米之内被尽数覆盖。超高的温度使得在铠甲之内的林凡都感觉到了一丝灼烧之感。那些龙域大军和诸国联军在赤红光柱之下尽数化作了飞灰，只留下了一地的晶核、能量魔晶以及爆出的各种物品。这攻击和月照星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是来自月亮的能量，另一个是来自太阳的能量。挥手间，异空间之门开启，晶核、能量魔晶以及物品尽数在林凡意念都操控下，尽数飞入异空间之门内。再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2支生机药剂，吸收过后，林凡体内的能量再次变得充盈起来。月银和希诺都是有着大范围杀伤性技能的，所以对付这种成规模的军阵极为显著。
不过这龙玉大军的胆子属实太小了，自己仅仅只是略微出手，就被吓得落荒而逃，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漆黑的火焰覆盖了暗龙族统领的尸体，灼烧殆尽回收金盒后，林凡向着下一处联军的位置飞去。研究院内，喵喵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屏幕上卫星的监测画面，画面中正是林凡所前往的边城。主人就是主人，以一人之力屠杀100万联军，简直是太酷了！喵喵攥起拳头，双眼中目光灼灼。先前西北部边城的战斗，喵喵是参与其中的，虽然秦阳的实力暂时提升到了恒星一段，但效果却远没有主人的强悍，根本达不到一人打得100万联军闻风丧胆的程度。在喵喵看来，可能做到这样程度的，世间也就只有林凡一人而已。只要有主人在，一切事情都不是事情。天穹之上，正在急速飞行的林凡，手表上突然传来了震动之音，抬起手腕一看，是婉言发来的消息。婉言以及数亿植物星球的大军已然成功抵达了地球。林凡把其中一路龙玉大军的坐标通过手表发送给了婉言，让婉言带领着军队前往目标区域，消灭这路龙玉大军。婉言领命后，马不停蹄地带着数亿植物星球大军浩浩荡荡地向着目标的赶去。龙玉的大名，婉言自然是听说过的，整体实力在整个银河系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不过现在他是林凡的御兽，林凡有命，他是一定会执行的。更何况以林凡那些逆天的手段，未来银河系之主的位置说不定就是林凡的。林凡再次通过手表给喵喵和各个边城的负责人发送了一条消息，告知婉言以及植物星球大军的事情。万一到时候自己人打自己人，那可就尴尬了。这种事情能避免还是要避免的。一切完毕后，林凡继续向着目标地点飞去。仅仅半炷香的时间，林凡便看见了龙玉大军以及诸国联军那密密麻麻的队伍。天命汲取，没有多余的废话，林凡直接发动了天赋技能，铺天盖地的汲取之种向着军阵中爆射而去。猝不及防间，大量的龙玉将士以及诸国联军中招，被汲取之种没入体内。敌袭，全军戒备，都不要乱！龙玉统领眉头紧锁，暴喝出声，双眸牢牢地锁定天穹之上的林凡。刚才那些奇怪种子发射下来的一瞬间，他就发现了一股不弱于自己的气息。但这地球之上最高的就是传说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存在？莫非是其他星球的？大人，他就是林凡，龙国的最高战力，就是这小子，就是他主导想要覆灭我们诸国的。就在龙玉统领疑惑之际，一名诸国总统小声地提醒道：地球这种小星球上居然能诞生出一位恒星级强者，这叫林凡的小子有点意思。并未回复这诸国总统的话，龙玉统领只是点点头，心中暗自腹诽。像他们龙域之上，恒星一段的实力或许并不算什么，但在其他星球上，恒星一段那就是绝对的高端战力。汲取之种开始发挥效果，被种下汲取之种的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的武士权属性反哺给林凡。林凡身上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从恒星一段的气息直接提升至了恒星3段。月照星河，念一动，一道道银白光柱从天而降落入联军的军阵中。原本密集的联军被这一道道银白光柱顷刻间清空了一片又一片，只留下了一地的金盒、能量魔晶以及爆出的物品。我操，这好像是月离的技能，不应该啊！月离不是早在万年前就死了吗？龙玉统领双眼瞪得犹如铜铃，满是不可置信之色。曾经的大战，他是参与在其中的，虽然当时他仅仅只是一名行星10段的小统领，但当时月离使用这银白光柱技能时，他却是清楚的见到了。他确定这就是那个技能，无论是形态异或者是效果，都一模一样，分毫不差。容不得他多想，一道银白光柱猛然间从天而降，向着他所在的位置袭来。龙玉统领身影一闪，顷刻间消失在了原地。不过身侧的诸国总统们以及几名小统领却是遭了殃。银白光柱消散后，被笼罩住的区域内生灵尽数都化作了虚无。全军分散，避开这些光柱，随后发动攻击。龙玉统领嘶吼一声，率先向着林凡所在的位置发动了攻击。一道漆黑如墨的光束带着恐怖的气势袭来，林凡心念一动，身形消失在原地。漆黑光束穿破了林凡留下的那道残影，直冲天际。赶到之时，林凡就已然运转洞察之眼，扫视过哪些前方统领们的面板属性。这路的龙玉大军和上一次的有所不同，带队的统领乃是一支恒星4段的暗龙族，其身侧还有着2名恒星2段以及8名恒星1段的龙族。若是和上次一样，林凡直接就选择轰杀了，根本不会选择释放天命汲取来强行提升一波实力。林凡的身影再次出现，随之而来的却是打来的各种攻击。停止释放月照星河，让这些龙玉大军以及那些统领们有了反攻的时机。不过林凡的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慌乱之色，身影再次消失在原地。这些袭来的各种攻击再次落空。凭借他现在的速度，这些攻击想要打到他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刷刷刷，不断闪避的途中，林凡手中一枚枚七彩光弹不间断的挥出，轰轰轰，爆炸声接连不断。有的七彩光弹在半空中和其他攻击对撞发生爆炸，有的七彩光弹轰击在龙玉大军或者统领的身上，还有的落在地面上炸出一个个深坑。看着空中如同泥鳅般滑不溜秋的林凡，龙玉统领眉头紧锁，双手合十，暗之领域天赋发动，暗黑光魔骤然间出现，把林凡笼罩在其中。不过下一瞬，龙玉统领再次陷入了怀疑龙生的状态。只见他们暗龙族赖以为傲的暗之领域天赋形成的暗黑光魔，直接化作点点能量消散在空中。那个男人直接化为了无数个男人，并且每一个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都一般无二，全部都是恒星3段的实力。龙玉统领甚至都怀疑天穹之上的那个男人就是月离。这技能月离曾经同样使用过，真正可以以一敌万的技能。若不是当初月离被他们用计下了毒，导致根本无法动用天赋以及技能，他们谋反的成功率几乎等同于0。这一切简直就是匪夷所思，龙玉统领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技能使用出同样的效果或许是巧合，但2个技能都使用出相同的效果，那就有些不对劲了。
这小子若是真的和月离有着关系，那么日后成长起来，现在的龙域必定会升起一场浩劫，他们整个暗龙族很可能会被覆灭。这件事情必须要立即通知圣主，在这小子还未彻底成长起来之前，要彻底扼杀在摇篮里，不留一点后患。龙域统领已然决定悄悄地溜走，凭借自己横星四段的实力，自己真的不一定是这小子的对手。天知道这小子还有没有月离其他的技能或者天赋。这些龙域大军和这些恒星级的首领们就在这吸引这小子的注意好了。这次来地球虽说没有覆灭龙国，但得知了这一重要消息也不算白来一趟，这消息甚至对比于覆灭龙国征服地球更为重要。龙域统领身形瞬息间消失在原地，退出了战场的范围，急速向着天穹之上掠去。林凡自然注意到了龙域统领的小动作，剑眉微皱，面露不解之色，指挥着幻化而出的万余分身向着龙域大军以及诸国联军进攻。林凡本体化作一道残影，直追着龙域统领而去。感受着身后传来的气息，龙域统领面色一变，紧接着3道黝黑的光束呈现品自行发出，向着后面追来的林凡袭去。发动攻击后，龙域统领转身继续加速疾行，丝毫不想和林凡做过多的纠缠。他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离开地球，返回龙域，把这一切告知圣主大人。林凡细眯双眼，看着打来的3道黝黑光束，不躲不闪，摇身一变，化作一只飞虫，从中心的空间内穿过。心念一动，无数七彩能量不断汇聚，长达万米的七彩光幕凭空出现，拦截在龙域统领的正前方。靠！看着前方突然出现的七彩光幕，龙域统领不禁暗骂一声。这技能还是月离使用过的技能，这小子看来真的是和月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然不可能月离的这些技能都能够游刃有余的使用出来。既然来了，就别想着走了。林凡重新化作铠甲形态，语气冰冷。这龙域统领的想法他大致明白了，那就是想要逃离地球。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龙域统领明明等级比他现在要高出一个小位阶，并且对方的人数远远多于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他直接选择跑路？难不成现在龙域的生灵都如此之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来了，可不是他想跑就能跑的。龙域统领抬手间，几道光束向着七彩光幕轰去，横星四段那强横的实力在此时展露得一览无余。七彩光幕被接连不断的光束轰击得摇摇欲坠，其上产生了如蛛网状密布的裂纹。唰！一枚七彩光球自林凡都手中射出，直指正在向着七彩光幕不断轰击的龙域统领。龙域统领感受着身后传来的攻击气息，立即闪身向着一侧躲避开来。嗡！七彩光球直挺挺地轰击在前方的七彩光幕上，但却并未造成任何伤害，反而是不断修复着七彩光幕上的裂痕。不出片刻多功夫，原本出现如同蛛网状的裂痕被尽数修复完毕。七彩光幕在林凡的操控下，从拦截的万米长度不断对折，把林凡和龙域统领所在的区域彻底笼罩，在天穹之上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的封闭空间。龙域统领看着这一幕，心中一凉，暗道不妙，这小子的种种技能端的是诡异莫测。刚才那七彩光球传来的气息明明是攻击类的技能，但却可以修补这七彩光幕的破损。看来自己想要打破这七彩光幕突围出去，只有使用那个天赋进行短暂的提升实力，不过却是需要一些时间。你到底是什么人？和月离有着什么关系？龙域统领紧绷着身体，体内的能量在不断汇聚。就你也配知道？另外，别想着使用天赋技能了，你的想法已经被我洞穿了，受死吧！林凡冷哼一声，语气中满是不屑。洞穿想法，林凡自然是做不到的，他又不是神仙。不过林凡一直运转着洞察之眼，洞察之眼显示出的面板上，这龙域统领有着一个短暂提升实力的天赋，名为暗龙九变。使用之时，使用者会陷入1分钟短暂的僵直，身体无法进行任何的行动。1分钟过后，全属性会提升200，技能威力会提高200。根据不断上升的全属性，加之这龙域统领突然诡异绷直的身体，林凡判断出这龙域统领就是想拖延时间，使用这项天赋。什么？龙域统领听到林凡的话惊呼出声，他没想到自己的想法居然被这小子知晓了。这小子难不成是神仙不成？居然还能洞悉别人的心中所想。林凡没有再和龙域统领废话，一枚汲取之种直奔龙域统领的位置射去。由于龙域统领此刻正处于僵直状态，汲取之种毫无阻碍地没入了龙域统领的体内。感受着自身体内出现的异样，龙域统领面色凝重，不过此刻他根本无法行动。林凡的气息却是直接变得更为强横，原本他就已然提升为恒星3段的极限，距离恒星4段只差着一丝。如今有了龙域统领反哺的50全属性，直接强行提升到了恒星4段的层次。日月两仪，没有丝毫犹豫，林凡直接发动了大招。龙域统领所在的位置，顷刻间一道赤银色2色交织的太极图案浮现，太阳虚影和月亮虚影升腾而起，跟随着太极图案缓缓转动。轰！太阳能量和月亮能量猛然间宣泄而出，赤红和皎白之色交织在一起，太极图案内恐怖的能量风暴不断的席卷。龙域统领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就彻底被能量风暴搅碎，只留下了一枚金核、4枚能量魔晶以及4个闪烁着光泽的物品。太极图案彻底消散后，原本的位置上再次出现了一道被撕开的空间裂缝，空间裂缝内黑漆漆的一片，犹如一张择然而逝的巨口。林凡无奈的摇摇头，日月两仪这个技能虽然强横无比，但就是太过于强横，每次使用过后都会强行的撕裂出空间裂缝。不知道这次的空间裂缝又是通向哪里的。回手间，金核、能量魔晶以及物品向着林凡所处的位置漂浮而来。金核的话，林凡并没有吸收，直接丢入了空间手环之内。现在自己的一众预兽资质都卡在了极限神话，等级早都达到了满级状态。吞噬金核并不会再增长经验，等自己覆灭这路龙域大军后，再想办法提升预兽们的资质。运转洞察之眼，扫过能量魔晶以及这些物品的面板，面板信息顿时出现在林凡的眼前。名称：能量魔晶全面型。效果：
服用后全属性永久增加1万点，自愈力永久提升1000点，全系别抗性永久提升3000点，能量存储永久提升2倍，适用于任何生灵，无服用数量限制，无任何副作用。不愧是恒星4段爆出的能量魔晶，这效果可真是不错。看着能量魔晶显示的效果，林凡心中暗自腹诽。这种能量魔晶不仅能提升属性、自愈力以及全系别抗性，最为重要的还是能量存储。就如同修仙中气海内所能存储的最大灵气般，同一个实力层次下，这可是能分出胜负的关键。把4枚能量魔晶置于腰带前，能量魔晶直接被腰带所吸收。月莹和希诺二女凭分了能量魔晶所提升的效果，铠甲的本体就是月莹和希诺所形成的，腰带吸收后所对应的受益者自然就是月莹和希诺。其他使用天命万载化作光翼的御兽以及凶兽们只是增幅，和铠甲并不能算作一体，所以无法平摊。名称：资质提升胶囊，品阶：恒星阶，效果：任意生灵使用过后，可强行把原有的资质提升至恒星10段，无任何副作用，无使用限制，可覆盖使用。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看来这狗幸运果真撑不起我。林凡看着面前4枚资质提升胶囊，不禁感叹一声。他原本刚才还在思索着怎么给御兽们快速提升一波资质呢，没想到这就送来了。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仅仅只有4枚。自己现在御兽的数量可是有着不下100余只，这4枚只能算是杯水车薪罢了。但有总比没有强，既然爆出来了那么等会，就先给月莹他们几个使用吧。暂时把资质提升胶囊收进了空间手环内，林凡把撕裂的空间裂缝用七彩光幕进行了封存，等处理完了龙域大军的时候后再进去看看。从万米高空飞身而下，下方幻化而出的万余分身在不断的追杀着龙域大军。诸国联军的实力太过羸弱，在分身刚出现不久后就被彻底的团灭。随着林凡本体的加入，一道道七彩光幕被释放而出，四散而逃的龙域大军被尽数拦截了下来。在一道道不要钱般的月照星河下，这些龙域联军纷纷化作了虚无，消散在了天地间，只留下了一地密密麻麻的晶核、能量魔晶以及各种物品。心念一动，异空间之门骤然开启，晶核、能量魔晶以及各种物品在林凡念力技能的操控下不断飞入异空间之门内。其中林凡发现居然爆出了不少的资质进阶胶囊，这在今天之前是从未出现过的产物。除去自己空间手环内的4枚恒星级，林凡又收获到了2枚恒星级、32枚行星级、1000余枚神话级以及4000余枚传说加级的资质进阶胶囊。现在林凡的御兽最低都是极限神话的资质，所以神话级和传说加级的资质进阶胶囊对于林凡来说有些鸡肋。不过林凡依旧全部收了起来，虽然他用不上，但是可以作为奖励下发给学生们。对于现在的林凡来说，一只传说加乃至神话级的资质的御兽可能算不上什么，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那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心念一动，覆盖周身的赤银铠甲以及身后的光翼顷刻间解体，月莹、希诺以及一众御兽和凶兽们全部重新化作人类形态，立于林凡的身后。从空间手环内取出3枚恒星级的资质进阶胶囊，加上自己新获得的总共5枚，林凡分别交给了月莹、希诺、安若、茵茵以及幻星。安怡本身就是星域10段的资质，所以并不需要资质进阶胶囊。剩下的1枚林凡准备回去之后交给喵喵，作为从最开始就跟随自己的御兽，喵喵肯定是不能落下的。喵喵虽说后面没有跟随自己在外征战，但其发挥的真正作用却丝毫不弱于月莹等女。作为地球上的土著御兽，还是最不被看好的银耳猫，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月莹及女吞噬下资质进阶胶囊后，周身散发出淡淡的光泽，几个呼吸后更是纷纷迈入了行星一段的层次。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月莹的面板，月莹的信息立即出现在了林凡的眼前。姓名：银双辉月龙，月莹。性别：属性：全系别。资质：恒星10段。等级：301700，行星1段。林凡满意的点点头，又扫过了其余几女的面板，其余几女的等级皆是如此，都是达到了301级。由于其余的龙族御兽和一些御兽首领并未在场，那32枚航星级的资质提升胶囊林凡并未分配。铠甲再次覆盖林凡周身，光翼重新凝聚而成。林凡马不停蹄地向着下一路龙族大军的位置赶去。另一边，婉言带领着数亿规模的植物大军正在行进，所过之处有着林凡的命令，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婉言看了一眼手表上的全息地图，预计再有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抵达目标位置。10分钟后，天穹之上的婉言看着下方犹如潮水般的龙域大军和诸国联军，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下令开始。击！各式各样的攻击铺天盖地般不断的射向下方的联军。轰！轰！轰！接连不断的爆炸声自联军军阵内传出，突然袭来的攻击直接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做出防护。这一片覆盖式的攻击之下，龙域大军损失惨重，诸国联军更是差不多全军覆没。杀！婉言娇喝一声，手中一柄长剑凝聚而出，率先杀向下方龙域大军的军阵内。杀！杀！杀！其身后的数亿大军顿时齐声咆哮，纷纷凝聚出自己的武器，紧跟着婉言向着下方杀去。数亿大军对阵100万联军，更何况还是被袭击了一波后的100万联军，结果显而易见，100万联军直接被数亿大军强行冲散。婉言锁定龙域大军的统领，这路龙域大军统领的实力和婉言所差无几，同样都是恒星1段的强者，但龙族的单体作战实力却是极为强横。若是没有使用过天赋光球之前的婉言，或许会有所不如，但使用过天赋光球后的婉言，真正的战斗力与之前相比，那就是萤火和皓月之间的区别。你们是何人？为何突然袭击我龙域大军？难道你们就不怕我龙域圣主降下的滔天怒火吗？龙域统领手中长枪格挡住婉言横扫来的长剑，语气中满是愤怒之色。这数亿大军清一色的传说阶及以上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是地球上的生物。
地球上的生物若是有着如此实力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只是一个这么羸弱的星球了。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这突然出现的数亿大军和他们一样来自银河系内的其他星球。但他们龙域乃是银河系中的第一大势力，不管是谁，竟然敢阻碍他们办事，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们龙域算个屁，本王打的就是你们龙域这群畜生！婉言冷喝，语气中带着森冷的杀意，手中长剑顺着龙域统领的枪杆直划而下，阵阵火花伴随着金铁交鸣之音出现。婉言手中长剑顺势一挑，龙域统领手中长枪顿时从空中坠落而下，直挺挺地没入了地面之中。龙域统领面色大惊，连忙向后几个大蹦和婉言拉开了一段距离。他没想到面前这绝美女子的实力竟然如此的了得，不出2个回合就把她的武器给挑飞了出去。他能感觉得到面前这女子散发出的气息和他相同，都是横星一段的气息。但他乃是货真价实的龙族，全属性乃至战斗力要比普通的横星一段强的不是一星半点。暗之领域，龙族统领直接发动了自身的天赋。既然这女子现在的实力比之自己要强上一些，那么自己就使用天赋才应对。相信在暗之领域天赋的加持之下，这女子定然会被自己斩杀当场。黝黑的能量自龙族统领的周身宣泄而出，在天穹之上形成了一片薄膜，笼罩了战斗的区域。龙域统领周身的气息开始攀升，从横星一段的气息变作了行星2段的气息。就这，婉言冷笑出声，手中长剑顷刻间化作点点淡粉色的能量消散。下一瞬，漆黑的能量同样自婉言的周身散发而出，融入了笼罩住区域的薄膜之内。婉言身上的气息同样开始攀升，达到了横星2段的气息。你为什么能使用我暗龙族独有的天赋？龙域统领微微愣神，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他刚才居然看见这女子使用出了他们暗龙族独有的暗之领域天赋，这直接就彻底炸碎了他对于独有2字的认知。从这女子身上传来的气息波动来看，绝对不是他们暗龙族之人。很好奇吧？可本王偏偏就是不告诉你。言罢，婉言素手轻抬，漫天的花雨骤然间出现，包裹住震惊的龙域统领。异样的香气充斥在龙域统领的鼻腔之内，他的眼神逐渐变得若即若离。龙域统领站在原地，开始手舞足蹈，口中时不时道还泛着犹如二傻子般甜美的笑容。这技能乃是婉言所拥有的幻术类技能，被技能命中的目标会陷入幻境内，幻境内会把心中最期待最美好的事物无限放大，其自身的能量却是会不断的消耗，最后在无尽的欢愉中力竭死去。时间1分1秒的过去，龙域统领依旧保持着手舞足蹈的姿势，虽然是在笑着，但其面色却是变得无比的惨白。下方战场之内，虽说龙域大军的整体实力略高一些，但架不住婉言的大军数量太过庞大，数亿对阵100万，况且100万只是一个虚数罢了，不算上已经尽数覆灭的诸国联军，龙域大军的真实数量只有着40-50万。数百名植物星球的将士对阵1名龙域的士兵，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龙域强者被消耗致死。随着龙域大军死得越来越多，空出来的植物星球大军就越来越多，最终龙域大军在不断的围攻之下被彻底覆灭。暗之领域内的龙域统领依旧还在无尽的欢愉中，嘴上不停地泛着傻笑。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所率领的这一路龙域大军已然尽数被覆灭，就连他自己都快要能量枯竭而死。不用婉言下令，植物星球内的统领们便开始令大军打扫战场。这一战所斩获的，抛去诸国联军预售的金盒外，全部可都是清一色的传说阶以上的金盒，可谓是收获颇丰。同样的，这次的战斗彻底打破了他们对龙域大军的畏惧，什么银河系第一星，最后还不是被他们给全军覆没了。见龙域统领还未彻底能量耗尽而死，婉言有些等得不耐烦。挥手间，无数锋锐的夜刃凭空出现，向着龙域统领斩杀而去。在第一片夜刃斩在龙域统领身上之时，龙域统领发出一声痛呼，那若即若离的双眼恢复清明之态，从幻境中重新回归现实。龙域统领面色惊恐，想要闪身进行躲避袭来的夜刃攻击，却发现自己的体内能量竟然仅只剩下了一点，双腿犹如被灌了铅一般沉重无比，根本无法移动分毫。在惊恐的目光之下，被袭来的夜刃斩成了无数段，淅淅沥沥地散落在暗之领域内。7道光柱散发着不同的光泽，出现在散落的肉块旁。婉言飞身上前，手中长剑再次凝聚而出，一剑劈开了龙域统领的头颅，一枚金盒滚落而出，弯腰拾起地上的金盒、能量魔晶乃至物品。婉言记得当时自家主人在植物星球上之时，击杀他的手下后，同样爆出了这些小方块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用袖子擦了擦能量魔晶，婉言把能量魔晶放进了口中，刚一入口，能量魔晶便化作了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了他的四肢百骸。他只感觉全身舒爽无比，更为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他的全属性增强了一些。怀揣着激动，婉言快速的把剩余的3枚能量魔晶尽数吞服而下，同样的感觉再次升腾而起。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就这样一枚小小的方块物体，竟然可以增加自己的全属性。他活了这么久，可是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神奇的东西。自己的主人可真是不简单，有着这样的小方块在，难怪说自己的主人可以越级战斗呢。或许自己的主人以后真的能成为这银河系的无冕之王。果然当初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自己现在的实力已然进入瓶颈，跟着这样的主人，自己日后的实力必然会无限拔高。哎呀！回过神来的婉言突然惊呼出声，他此刻感觉内心无比的后悔。他刚刚发现自己击杀凶兽是能爆出来小方块这种东西的，可是下方战场之内的龙域大军已经被他的部下给覆灭一空了。这数十万的龙域大军爆出来的，那最少也是100万数量的小方块，他感觉自己这波简直是亏大了。由于在植物星球上得知地球上的消息后，林凡和婉言等走得太过于匆忙，林凡还未来得及告诉婉言被自己契约后会爆出来能量魔晶以及物品的事情，所以婉言对此并不知晓。心中默默地惋惜了片刻后，婉言抬起手腕，通过手表给林凡发送了一条消息：婉言，启禀主人，
这陆龙玉大军以及诸国联军已然全部覆灭。不出3分钟的时间，一条消息便通过手表传输了回来。得到命令后的婉言立即率大军开拔，前往了下一路龙玉大军以及诸国联军的方向。这次婉言决心一定要亲手多击杀一些龙玉大军，获取小方块，不能让一个统领就限制住自己的行动，一定得速战速决。另一边的林凡在回复过消息后，心念一动，大量的银白光柱从天而降，不断的清空着被七彩屏障所笼罩的区域。区域内的龙玉大军以及诸国联军一片片的消失，彻底化作了虚无。如今的恒星一段，在林凡的眼中就如同一只大号的蝼蚁一般，根本不会像之前那样还要动用一些天赋才能杀死。仅仅只是一个回合，这一路龙玉大军的统领便被林凡斩杀当场，最后便是无数的月照星河落下，收割着联军人头。整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过花费了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罢了。收取完金盒、能量魔晶以及爆出的物品后，林凡通过手表向喵喵交代了一下后续的事情后，便直接向着封存的那道空间裂缝处飞去。最后一路龙玉联军由婉言率部解决，林凡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地球有着婉言以及数亿植物星球的军队留守，自己能放心不少。再加上自己的龙族御兽们以及天命万载的加成，可谓是铁板一块。那些诸国在这次诸国联军的覆灭后，所剩下的战力几乎等同于无，自己的海陆空凶兽大军几乎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给全部拿下。相信自己从空间裂缝归来之时，地球上应该再不会存在一个歪果人了。不出10分钟的时间，林凡便抵达了之前封存空间裂缝的地点，挥手间封存在空间裂缝之上的七彩光幕骤然消失。林凡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冲进了空间裂缝之内。四周除了无尽的虚无还是虚无，在这空间裂缝内仿若时间都是静止的一般。不知道在这空间裂缝内若是使用一发日月两仪会是什么效果，会不会来个无限套娃？空间裂缝内出现空间裂缝，林凡心中暗自腹诽，日月两仪这技能的威力可是极为强横的，是能直接粉碎空间壁垒产生空间裂缝的存在。自己若是在空间裂缝内来上一发，说不定能产生异样的效果。至于会产生什么危险，林凡并未做考虑，以自己现在的幸运点数来看，发生危险理论上来说是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日月两仪，心念一动，太阳虚影以及月亮虚影同时出现，不停地跟随着赤银二色进行着转动，随后蓬勃的能量猛然爆炸开来。待爆炸结束后，一切重新归于平静。不出林凡所料，在释放技能的地方出现了一条长达数百米的裂口，裂口内不再是漆黑一片，反而是露出一丝光亮，照射在这漆黑的空间裂缝内。林凡震动光翼，向着裂口内飞去。眼前的场景骤然间变换，碧蓝的天穹以及那高升的太阳，使得林凡感觉仿佛再次置身于地球之上。不过也仅仅只是感觉罢了，林凡面前出现的生物足以让林凡确信这里并不是地球。裂口外，林凡刚一出现就被数十头龙所包围，这些龙身上的气息极为强大，每一头最低的都是恒星3段以上的实力。你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部落的上空？为首的一条龙，那硕大的龙头之上露出尤为好奇的神色，不断上下打量着赤银铠甲覆盖周身的林凡。运转起洞察之眼，林凡扫过为首这条龙的面板，面板信息顿时呈现在林凡的眼前。冥影龙，恒星10段。林凡心中暗自腹诽，同时又扫过包围自己的其余龙族，都是清一色的冥影龙，实力最差的都在恒星3段，更是还有6条恒星9段的冥影龙在紧盯着自己。这么多恒星级的龙，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貌似是打不过的。自己这到底传送到了什么地方？有着这么多龙在，难道说这里是龙域不成？如果这里真的是龙域，那么自己还是先溜为敬。毕竟现在龙域的掌控者是暗龙族，这些龙族那肯定都是敌人没跑了。在天穹之上和这些龙整整对视了5秒钟后，林凡心念一动，直接开启了万华牵引技能。一时间，数万个林凡齐刷刷出现在了天穹之上。雾草，为首那条恒星10段的冥影龙一双龙眸瞪得溜圆，口中一株植物直接喷吐而出。林凡没有管这些冥影龙错愕的表情，本体以及幻化而出的分身四散开来，向着不同的方向急速飞去。快追！别让这个东西跑了！回过神来，为首那名恒星10段的冥影龙下达了命令，率先向着一个方向追去。其余的冥影龙得到命令后，连忙向着不同的方向追击而去。林凡的本体混迹在这几千道分身内，向着西南方向急速掠去。那名为首的恒星10段冥影龙并没有朝着他的方向追来，运气使然，朝着他这方向追来的乃是一条恒星6段的冥影龙以及一群恒星3、4段的冥影龙，数量大概有着20来条的样子。恒星6段的实力，自己或许可以试试，不过距离要再远一些才好。林凡细眯起双眼，心中暗自腹诽。在飞行了不知多久后，林凡的身形猛然间停了下来。如今距离其余方向的那些冥影龙应该足够远了。林凡心念一动，操控着分身全部停止了飞行。分身们在林凡的操控下，直接把一众追来的冥影龙包围了起来。为首的恒星6段冥影龙微微皱眉，面色不屑地扫过包围他们的这数千号分身。刚才还被他们追得嗷嗷跑，这一下居然不跑了，反而是过来自投罗网。林凡的实力以及这些分身的实力，他身为恒星6段的强者，自然能感觉得出来，仅仅只有恒星3段左右罢了。这样实力的生物，在他恒星6段实力的面前不过蝼蚁，别说数千，就是再来几千和送死同样没什么区别。林凡的数千道分身直接飞扑而上，一时间数千枚汲取之种夹杂着各式各样的技能，铺天盖地的向着一众冥影龙打去。嗖嗖嗖，轰轰轰！爆炸声接连不断的传来。林凡的分身对比于本体的战力来说分毫不差，可以说是本体能够使用的技能以及天赋，分身同样能够使用。一众冥影龙同样发动了攻击，和林凡分身所袭来的攻击对轰而去。不过林凡的分身数量过于庞大，其技能的威力远超于普通恒星3段技能的威力，其中恒星3段的10来条冥影龙直接被炸成了重伤状态。
加之神赐天赋的触发，这10来条横行3段的冥影龙身上出现了各种负面 buff， 一个个面容扭曲，显得极为痛苦。负面 buff 越叠越多，这10来条横行3段的冥影龙被活活的折磨致死。头一歪，直直的从天穹之上栽落而下。第一波攻击直接就带走了10来条冥影龙，所剩下的不过只有区5条了。一条横行6段，4条横行4段，找死！那条横行6段的冥影龙看着10多名族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惨死，双眼变得一片赤红。一声震天的龙吟传出，一团团漆黑如墨的火焰自那条横行6段的冥影龙口中喷吐而出，无差别的袭向了包围在周围的灵凡分身。黑焰所散发出的温度极高，铠甲内的灵凡都感到了极为强烈的灼烧之感。灵凡的分身们全部双手合十，一道道七彩光幕顷刻间出现在了最前方，七彩光幕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光墙。死了，死了！黑焰毫无意外地撞击在了七彩光墙之上，但七彩光墙仅仅只是抵挡住了一瞬间，便被这黑焰所融化，化作点点能量，成为这黑焰的燃料。在能量的助燃下，这些黑焰的威势更加强大。横行6段的实力果然强横，这技能的威力若是自己挨上一下，怕不是要直接铠甲解体了。林凡看着被融化的七彩光墙，口中喃喃，动作却丝毫不停，连忙向后几个大跳，避开了袭来黑焰的范围。这一击之下，林凡的分身起码被融化了2/3，只有1/3同样如林凡本体般及时的避开。看着自己的攻击犹如虎入羊群般势不可挡，横行6段的冥影龙仰天一声龙吟，准备直接再来一发，彻底送这些突然出现的不知名东西尽数升天。真是给你脸了，真他娘的当老子好欺负是吧？林凡冷哼一声，心念一动，所有剩余的分身全部化作能量消散，随后身形瞬间消失在半空中，进入了隐身状态。这是上次林凡服用全属性要注中的能力之一。本想堂堂正正的和这冥影龙一分高低，奈何这冥影龙的黑焰太过强横，使得他不得不开启老六模式，竟然消失了。横行6段的冥影龙面色一变，口中蓄势待发的黑焰硬生生的吞了回去，不可置信的喃喃出声。其余4条横行4段的冥影龙面面相觑，这一幕他们同样见到了。那不知名的东西就这么毫无征兆的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不见了。就在这5条冥影龙错愕之时，隐身后的林凡直接潜入了横行6段冥影龙的小腹位置，没做丝毫犹豫就凝聚出一发七彩光球轰击而出。七彩光球准确无误的命中身为雄性生物身体上最脆弱的部分，没有任何意外的被轰断了一截。啊！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顿时响彻云霄。横行6段的冥影龙一双龙眸睁得老大，身躯在天穹中不断的翻腾，显得极为痛苦。那4条横行4段的冥影龙不知所措，刚才的七彩光球出现的太过突然，根本让龙反应不过来。而且那七彩光球距离统领的吉尔只有1米多点距离，他们真的是有心无力。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刚才那不知名的东西并未离去，而是隐身后就在他们的周围，以待时机准备攻击他们。林凡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弧度，这一招果真是大杀器，但凭你实力如何之强，在这一击之下也只能落得个蛋碎肠断的下场。随即林凡的目光看向那4条冥影龙，那4条冥影龙顿时毛发耸立，面色警惕地环视四周的情况，刚才的惨状可还历历在目，他们可不想步了后尘。若是龙生失去了吉尔，那么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不过这不并是他们说的算的，轰击权一直都处于隐身状态的林凡身上，身为同族自然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定要做到一视同荣。林凡几个闪身飞速掠过，手中4枚七彩光弹顷刻间凝聚而出，朝着4个方位直接接连射出。七彩光球的速度快如闪电，几乎一瞬间的功夫就已然抵达。啊！哦，不要啊！我的蛋碎了！伴随着4声清脆的蛋碎声以及那4道歇斯底里的惨叫痛呼声，4枚七彩光球完成了他们光荣的使命。创伤的位置在神赐天赋的效果下，负面 buff 如洪水般的开始不断涌出，一层又一层的持续叠加。处于隐身状态中的林凡捏着下巴，饶有兴致地观看着这5条龙不断翻腾的场景。虽然这5条龙每一条对比于自己现在的境界来说都要高出不少，但林凡真正的战斗力却不是能用境界来衡量的。种种诡异莫测的手段，加之各种逆天的天赋，足以让林凡越级击杀对手。就拿神赐这个天赋来说，以林凡现在的幸运点数来衡量，那么触发的概率一定是100%，会触发的负面 buff 同样是所有的种类。中招的敌人若不使用净化或者治愈类技能救治的话，那么最终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还是最为痛苦的被一点点折磨致死。显而易见的是，林凡面前的这5条冥影龙并不具备净化亦或者治愈类技能，所以最终的下场就只有死亡一途。5枚汲取之种被林凡挥洒而出，分别射向了那5条正不断翻滚挣扎的冥影龙，没有丝毫抵抗，汲取之种轻而易举的就没入了他们的体内。在5条龙50全属性的临时加持下，林凡感觉自身现在的真正能发挥出的实力应该处于横行5段的样子。现在既然达到了横行5段的实力，那么只要再加持一下，就能和这横行6段的冥影龙战力持平。所幸林凡直接解除了隐身状态。我要杀了你，杀了你！那条横行6段的冥影龙双眼血红，咬牙切齿的死死盯着林凡。在林凡解除隐身状态的那一刻起，他就再次重新捕捉到了林凡的气息。这弓形使得他疼痛万分，更是让他失去了身为雄性的尊严。现在的他恨不得把这小子给碎尸万段。仇恨使得他并未注意到林凡那突然暴增到横行5段的气息，张口就是一道黑焰喷吐而出，直奔林凡所在的位置而去。林凡笑而不语，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冥影龙袭来的黑焰攻击。暗之领域，心念一动，漆黑的能量自林凡的周身散发而出，在天穹之上形成了一道薄膜，把这5条遭受了攻行的冥影龙尽数笼罩在内。暗之领域这项天赋既可以暂时把自己的整体实力提升一个小阶位，又可以强行压制对手的实力。
战斗时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索性在地球之上的时候，林凡便复刻了一份。感受着身体内再次上升的拳属性，林凡捏了捏拳头，一道黑焰再次向着林凡的位置席卷而来。林凡攥紧拳头，拳头上顷刻间被一层薄薄的光膜所覆盖，下一刻直奔着黑焰对轰而去。黑焰在没像之前一般一往无前，而是直接被林凡的这一拳给轰得四散开来。收回拳头，林凡吹了吹，光膜消散，拳头毫发无伤。不可能，这不可能！那横行六段的冥影龙状若疯魔般的嘶吼，对于面前这小子竟然一拳轰碎自己黑焰的场景，满是不可置信。刚才这小子明明还被自己的黑焰杀得人仰马翻，犹如丧家之犬一般的不断规避，为什么突然间就能一拳击碎自己发出的黑焰了？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东西？没什么不可能的，能死在我林凡的手中是你的荣幸。言罢，林凡身影瞬息间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之时，已然来到了横星六段冥影龙龙头的上方。百变千击，心念一动，一柄大锤自林凡的手中幻化而出，其上银白的电芒在不断环绕。是大力沉的一锤猛然间砸下，直挺挺地砸在了冥影龙的头顶之上，大锤之上的银白电芒不断没入龙头内，造成着二次伤害。这一锤的威势使得冥影龙一双硕大的龙眸中不断地冒着金星，头一歪，口吐着白沫，直接向着下方栽落而去。看着栽落的冥影龙，林凡到嘴角微微抽动，他没想到这冥影龙居然这么不经锤，这才仅仅一锤子下去，居然就晕死了过去。不过这正合他意，把这横星六段的冥影龙打晕，正好可以让他进行记忆读取。记忆读取过后，他就可以知道自己所处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同时还能变化成这冥影龙道模样，前往他们的部落。他林凡可不是好欺负的，有仇必报，那就是他林凡的座右铭。敢追着他林凡不放，那他就让这些王八蛋尝尝他林凡的厉害。林凡的手附着在龙头之上，顷刻间发动了记忆读取天赋，海量的记忆犹如潮水般没入林凡的脑海之内。约莫一炷香到时间后，重要的记忆全部被林凡读取了一遍，不重要的林凡则是略过。海量的记忆若是想尽数读取，那么耗费的时间无疑是漫长的。更何况这名影龙存活了起码数万年之久，如此多的记忆若是分毫不差到读取完毕，哪怕不是要给林凡累死。通过记忆，林凡得知这枚星球就是龙域，他所在的这片区域乃是龙域东部的一个小区域。这名影龙部落正是片区域内的霸主级别的存在，其部落内最高的实力就是自己最开始见到的那条恒星时段的冥影龙，部众的话大约有着8亿的数量，其中最弱的就是刚出生的钻石阶幼龙。这空间裂缝居然给自己弄到龙域来了，果然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自己若不在这龙域内好好的当一波老六，都对不起这天意的安排。林凡心中暗自腹诽，随后几个大跳和这昏死过去的冥影龙拉开了一段距离。月照星河，心念一动，2道银白光柱从天而降，分别吞噬了这条横星6段的冥影龙以及那4条横星4段的冥影龙。片刻后，银白光柱消散，只留下了5枚晶核、20枚能量魔晶以及10几件爆出的物品。挥手间，暗之领域消散，地面上已经控制的晶核、能量魔晶尽数漂浮至林凡的腰带前，被其吸收。爆出的物品则是被林凡一股脑的塞进来空间手环内。把地面上被七彩光球弄死的那10几条冥影龙彻底火化成飞灰后，林凡变做了那条横星6段冥影龙的模样，跟随着记忆向着冥影龙部落的方向飞去。由于变换成了横星6段冥影龙的模样，外加林凡有着其全套的记忆，再配合上那无可匹敌堪称奥斯卡影帝级的演技，一路上碰见了其余的冥影龙，皆是畅行无阻，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怀疑。冥影龙部落内，其余追逐林凡分身的冥影龙高层们并没有回来，而是前往了空间裂缝处。当林凡选择收回分身之时，所有的分身便一同消失了。失去目标后，那些冥影龙高层只是震惊了一下，便直接离开，前往那道空间裂缝处进行查看。对于林凡这样横星3段实力的生物来说，他们更为好奇的则是突然出现的空间裂缝。不过这倒是便宜了林凡，据他探查到的记忆所知，刚才出去的乃是这冥影龙部落内所有的高层。现如今这冥影龙部落内实力最高的仅仅只有行星时段罢了，行星时段在林凡的眼中只能算是一只大号的蚂蚁，挥手间就可以碾死。不过现在敌众我寡，最好还是避免战斗。空间裂缝距离这冥影龙部落并不算远，不然也不能林凡刚一出现就直接被赶来查看情况的冥影龙高层所包围。循着记忆中的路线，林凡飞至部落内存储物资的仓库区域前降落。仓库区域前的守卫极其的森严，大量冥影龙严阵以待的把守着。见到林凡的身影，看守仓库的小统领连忙上前恭敬的一礼：“隐诀大人，您不是跟随族长出去了吗？怎么突然来这了？”行礼过后，小统领面露不解的询问道：“是这样的，族长大人说需要一些东西，让我来仓库中取一下。”隐诀正是那条横星6段冥影龙的名字，林凡现在所扮演的正是隐诀，表情神色从容不迫。隐诀大人可有族长大人的手谕？仓库重点。啪！手个屁的谕，事态紧急，若是耽搁了族长大人交代的事情，你他娘的一个小小看守统领可能担待得起？更何况族长大人乃是我的叔父，你他娘的是不是眼睛瞎掉了？好言和你说话，已经给了你莫大的脸面，真的是给脸不要。还没等看守统领说完话，林凡直接立起双眸出声打断，气势汹汹的一巴掌扇在了看守统领的脸上，面色上显得极为不悦。这就是这名横星6段冥影龙平时的写照，性情乖张暴力，一言不合就直接动手。虽然在这冥影龙部落中实力不算顶尖，但凭借其族长大侄子的身份，外加新一代冥影龙中最强者的身份，在这冥影龙部落中几乎是没有龙敢招惹他。就算是那些老牌的横星9段冥影龙，亦是要给其3分薄面。看守统领直接被这一巴掌打得原地转了3、4圈，右侧的脸上清晰地浮现出一个鲜红的巴掌印，脑袋瓜子内犹如几万只蜜蜂在内翩翩起舞。是小龙多嘴，隐诀大人您教训的是，您请进。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瓜子，看守统领嘴角不断溢血，
但却是低着头唯唯诺诺，丝毫不敢有其他动作了。他恨自己就不该多那一句嘴，就自己这卑微的身份，面前这位隐诀大人就算是直接给自己杀了，那也是白杀，族长根本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处罚。还好就仅仅只是一巴掌而已。这看守统领心中不禁暗自庆幸，以前他可是亲眼见过这隐诀把一名小统领脑袋轰碎的场景。哼，再有下次绝不轻饶。林凡瞥了看守统领一眼后，直接大摇大摆地迈入仓库的区域。是，小龙知晓，谢大人饶命之恩。看守统领点头如捣蒜一般，被打得发肿的脸上带着讨好谄媚的笑容，屁颠屁颠地掏出悬挂在腰间的钥匙，紧跟着林凡的步伐。林凡扫过前方一座座修筑的极为庞大的仓库，嘴角微微地勾起一丝弧度。这群冥影龙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居然已经成功潜入了他们的部落吧？若是得知自己的仓库突然间被洗劫一空，想必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钥匙留下，你滚蛋！林凡侧头瞟了一眼看守统领，随之伸出手。是。看守统领不敢怠慢，甚至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就直接将手中的钥匙串放到了林凡的手中，随后连忙跑路。在这隐诀的身边，太他娘的危险了，自己感觉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反正这仓库是归属族长直接调度，这是他们自家人的事情，随便他们怎么捣鼓了，不用跟着自己倒是巴不得呢。没有看守统领跟着，林凡手指上转着钥匙串，悠闲地走到了第一座仓库前。我操！看着面前大门上的锁孔以及手中的钥匙串，林凡才一拍额头，口中暗骂一声。虽然他知道仓库的位置，但他并不知道哪把钥匙对应哪个门啊，这不扯犊子呢吗？无奈之下，林凡只得随意地拿起一把钥匙，向着锁孔伸去。既然不知道，那么就挨个试一下好了。咔嚓，钥匙轻而易举地伸进了锁孔内，紧密贴合。随着林凡的转动，一声清脆的响声传出。林凡面色一喜，没想到他随便瞎蒙都能蒙对，看来这幸运点还真不是盖的。就以他现在的幸运点，要是考试的时候蒙选择题，那岂不是闭着眼睛都能全部蒙对？哎，可惜了呀！林凡心中默默地感叹了一声，以他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存在任何考试，这无形之中就少了无数装逼的机会啊！就在林凡感叹的时候，仓库的大门已然被他拉开，一个闪身，林凡直接跃入仓库内。看着仓库内琳琅满目的物资，林凡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饶是他见过堆积如山的物资，但真正看见这些物资之时，却也心中极为震撼。这些物资的品质都不低，地球上肯定是没有的，几乎全部都是神话级及以上的物资。这些材料他连见都没有见过，只是通过洞察之眼才勉强认识。大量神话级及以上的晶核堆积如山，整整齐齐地分作10堆，每一堆的数量起码都有着上万枚。像是月影级女现在的等级，在吞噬史诗传说级的材料以及晶核来升级的话，那获取经验的速度无疑是极慢的。如今有了这么一批物资在，相信自己的御兽们实力定然可以飞速提升一波。心念一动，异空间之门凭空出现，仓库内的物资漂浮而起，被异空间之门内产生的吸力尽数吸入其中。不过片刻的时间，整座仓库内的所有物资便被洗劫一空。林凡心满意足地推开仓库大门，从仓库内走出，向着第二座仓库的方向而去。走至第二座仓库大门前，随意地拿起一把钥匙，伴随着咔嚓之声传来，林凡毫无意外地打开了第二座仓库的大门。第二座仓库内的场景同第一座仓库内的场景一般无二，同样都是琳琅满目的高阶物资。尽数收入进异空间之门后，林凡继续前往了下一座仓库。仓库区域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其内的仓库整整有着100余座的数量。夜色渐浓，明月在繁星的映衬下高悬于天穹之上。花费了1下午的时间，林凡终于把所有仓库内的物资都收取到了异空间之门内。从最后一座仓库内走出后，林凡大摇大摆向着外面走去。看守统领见林凡走出来后，连忙一脸谄媚地前来行礼。林凡点点头，潇洒地把钥匙串抛给了看守统领，随后扬长而去。目送着林凡的身影离去，看守统领嘴角一撇，心中不断地谩骂着。林凡向着这隐诀的住所走去，物资收取完毕后，自然是要让月影级女进行吞噬，快速提升实力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在这龙域上，仅仅一片小区域范围内的一个族长就有着横行时段的实力，其他大区域的族长乃至龙域现在的圣主暗龙王实力定然更高。而目前最为安全的地方，自然是这隐诀的住处。以这隐诀在冥影龙部落中的恶名，等闲人定不会前来打扰。隐诀的住所修筑的极为豪华，占地面积足足有着1万米，一座座宫殿雕梁画栋，就如同古代帝王的皇宫般。走进其内，林凡向着隐诀平时所居住的宫殿而去。大量的婢女以及仆人见到林凡后纷纷行礼，林凡随意的挥挥手后便继续前行。通过洞察之眼，林凡发现这些婢女和仆人并非是冥影龙一族的族人，而是一些其余的龙族，不过等级比较低罢了，所见到最高的不过才传说级罢了。一位妙龄女子正在宫殿的门前等候，见到林凡时双眸中情意绵绵。通过隐诀的记忆，林凡自然知道这妙龄女子是谁，乃是这隐诀还未过门的未婚妻。这妙龄女子的外貌颇为出众，乃是这小区域内玉龙族部落族长的女儿。这玉龙族的实力在这区域内处于中下游，但其部落内的母龙却是生得极为美艳，尤其是化形之后的模样。隐诀的未婚妻直接扑入了林凡的怀中，林凡一时间愣在了原地。此刻他有种在当曹贼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还挺爽的，但是他却并不好这一口。不过一个计策却在他的脑海中升腾而起。这龙域之内虽说是归暗龙族统领，但毕竟不是铁板一块，自己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身份来做些文章。若是自己能发展起属于自己的势力，拉起一片龙域大军的话，那么肯定够暗龙族这群玩意喝一壶的。当初的暗龙族不也是这么干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乃上上之策也。雅儿，我还有要事要忙，暂时先不能陪你了，你先回去吧。林凡推开了自己怀中的妙龄女子，语气中略显严肃。雅儿明白。妙龄女子点点头，表情显得极为失落。
林凡拍了拍其肩膀，安慰了几句后，向着宫殿内走去，找了一处较为宽阔的场地，吩咐仆人们尽数离开后，林凡直接从隐诀的模样重新化为铠甲形态，心念一动，铠甲解体，光翼化作点点流光。月影戟女以及自己星耀级以上的凶兽大军顿时出现在这处场地之上。抬手间，异空间之门出现，从冥影龙部族仓库内搜刮而来的物资被不断的从异空间之门内运出。月影的俏脸上神情有些复杂，在铠甲形态之下，林凡所能看见听见的，他和希诺同样能看见和听见。在得知这里就是龙域后，他就一直回想起自己的母亲，以及脑海中被灌输的那万年前大战的场景。莹莹姐，别难过了。希诺拍了拍月莹的肩膀，轻声安慰。主人肯定现在一定有了对策，相信不久之后，那暗龙王就会被主人打出龙域的。对于月莹的身份，知晓的人并不多，仅仅只有林凡、喵喵、希诺以及那些龙族首领们知晓。我知道。月莹点点头，努力地平复了一下复杂的心情。她心情复杂的源头就是那些不断出现的战争场景，以及她被封印之时的场景。大家把这些物资都吞噬了，尽快的提升实力。我们今晚就暂时在这里住下。林凡看向月影戟女以及凶兽们，下达了命令。月影戟女在服用了资质提升胶囊后，资质都提升为了恒星时段，其余的凶兽们的资质都是极限神话，绝大部分都未达到极限，还有着不少提升空间。尊主上命！凶兽们纷纷单膝跪地，齐声高喝。林凡抬抬手，随后凶兽们便起身，开始不断吞噬物资。运转起洞察之眼，林凡扫过月影戟女以及凶兽们的面板，发现其吞噬神话级及以上的晶核和材料后，获取的经验简直不是一般的多。按照这个趋势下去，月影戟女以及凶兽们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到下一个阶位。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一只摇椅，林凡惬意地躺在摇椅上，看着天穹之上的星河，口中叼着一颗芙蓉王。林凡点着了火，美美地吸了一口，潇洒地吐了个烟圈。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间2个小时悄然而过。林凡的肚子传来了咕咕的抗议之声，忙碌了一整天，到现在他还并未吃任何东西。月影戟女以及凶兽大军们身上不断地闪烁着光泽，升级所产生的光泽在这夜晚中显得极为耀眼。这2个小时里，御兽们以及凶兽们的等级都有着不小的提升，不过物资的数量依旧还有着很多。从空间手环里取出一些百里泥长做的糕点，林凡就着旺仔牛奶开始吃起了晚饭。吃过晚饭后，林凡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梦乡之中。一夜无话，翌日清晨，阳光洒在林凡的脸上，林凡睁开惺忪的双眼，伸了个懒腰后坐起了身。通过一宿的不断吞噬，林凡收取的那整整100余座仓库的物资被消耗殆尽。运转洞察之眼，扫过月影戟女以及凶兽们的面板，面板信息顿时出现在林凡眼前。姓名：银双辉月龙，月影。等级：426-700，行星7段。姓名：日耀、麒麟、希诺。等级：422-700，行星7段。姓名：天命、鬼玄术、茵茵。等级：415-700，行星6段。姓名：幻星、神文、幻星。等级：418-700，行星6段。姓名：星之、鲲鹏、安怡。等级：465-900，行星9段。姓名：12尾幻天狐、安若。等级410-700，行星6段。除了安怡达到了行星9段的等级之外，其余几女的等级皆是在行星6-7段左右。凶兽们的等级最低的都达到了传说家的等级，甚至有不少已然达到了满级的极限神话，距离成为行星1段的强者只差资质提升。林凡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些神话阶及以上的物资给自己的御兽乃至凶兽们的等级提升的极为迅速。若是长此以往下去，达到恒星10段指日可待，自己一统龙域干翻暗龙王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主人，你睡醒了。月影戟女向着林凡的摇椅处走来，俏脸上满是进阶后的喜悦。这一夜你们都辛苦了，都还没吃早饭吧？要不月影你再辛苦一下做早饭呗。林凡笑着回应，随后从摇椅上站起身。月影虽然有点懵逼辛苦后为什么还要做个早饭，但月影还是乖巧的点了点头。林凡从空间手环内取出了大量的食材以及炊具，月影戟女开始清洗食材，其余的凶兽们同样过来帮忙。不过片刻的时间，饭菜的香气就已然飘入了林凡的鼻腔之内。坐在饭桌前，林凡拿起饭勺玩起了一勺瘦肉粥送入口中，入口满是香气，林凡享受的眯起了双眼。月影做的饭还是如此的美味，虽说百里泥长做的糕点味道同样不错，但林凡觉得饭还是吃热乎的比较好。早饭过后，林凡打了个饱嗝，酒足饭饱后，那么就该开始今天的计划了。昨晚在闭目养神时，林凡便已然开始规划今天的行程。下一瞬，赤银2色铠甲覆盖周身，御兽凶兽们化作点点流光，凝聚成光翼，附着于林凡背后。心念一动，林凡直接变换成了隐诀的模样。月影戟女以及凶兽们的等级提升后，总体加成下来的真正实力已然达到了恐怖的恒星7段巅峰。感受着体内传来的澎湃力量，林凡捏了捏拳头，这股力量对比于之前恒星3段的时候来说，强横了起码1000倍之多。自己现在若是开启暗之领域，加上汲取之种等等天赋的话，这名影龙族那恒星10段的族长未尝不能正面一战。林凡凌空而起，伫立于天穹之上，挥手间，一道直径万米的银白光柱猛然间从天而降，笼罩住了隐诀的整个宫殿建筑群。片刻后，随着银白光柱消散，整个宫殿建筑群以及其内的所有龙族婢女和仆人尽数化作了虚无。银白光柱虽然无声无息，但其散发出来强横的能量波动却惊动了冥影龙部族中的其他强者。冥影龙族长以及那些高层们眉头紧锁，向着隐诀住所的位置快速的飞身而来。林凡并没有就此离去，反而是抱着肩膀伫立在天穹之上，等候着冥影龙族长以及那些高层的到来。毁灭了隐诀的住所，那是因为他今日要搬家住进冥影龙族长的住所。实力既然已经够了，那么自然不需要再遮遮掩掩，
就先以收服这名影龙族为起点，随后统一这片小区域。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一位位明影龙族的强者接连而至，呆愣愣地看着伫立在半空中的林凡。林凡现在乃是影绝的模样，他们完全不明白林凡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宫殿建筑群给毁灭掉。大侄子，你是不是睡傻了？你咋把自己家给拆了？明影龙族长抵达后，看着林凡以及下方光秃秃的地表，嘴角不断抽动。林凡没有答话，反而是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运转起洞察之眼，扫过这些明影龙的面板。这些龙他记不清哪个是哪个，只能通过等级来判断。但毫无意外的是，那些高级的明影龙尽数到场，没有一位缺席。自己这大侄子不会变成傻子了吧？看着半空之上的林凡没有说话，反而是在诡异的笑。明影龙族长脸上忧心忡忡，心中不断腹诽。这可是下一代的最强者，是下一代的希望。明明昨天还是好好的，这一晚上的时间怎么就突然变成了这般模样？其余的明影龙高层窃窃私语，眼神中透露出古怪。挥手间，无数的汲取之种自林凡的手中挥洒而出，向着明影龙族长以及那些高层的位置射去。对于化身影绝的林凡，这些明影龙并没有任何的防备，猝不及防之下，汲取之种尽数没入了他们的体内。随着汲取之种开始不断的发挥作用，明影龙族长乃至那些高层纷纷面色一变，他们能清晰的感觉到自己面前影绝在吸收他们的能量。影绝，你个小王八蛋，到底在搞什么鬼？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影龙族长此刻有些生气了，语气中透露出不满。自己膝下无子，这影绝又是自己的亲侄子，自己待他那就如亲儿子般，日后更是要让他继承族长之位。可今天这影绝真的是太不正常了，完全就像是脑子有病一般。老王八蛋，你在那逼逼啥呢？受死吧！林凡冷喝出声，抬手间就是一道黑焰爆射而出，目标正是明影龙族长的位置。有着天命汲取的反哺，林凡此刻的气息已然上升到了恒星9段的水准。对比于这明影龙族长的气息来说，仅仅只是差那么一点罢了。疯了，当真是疯了！明影龙族长怒斥，随后连忙向着一侧躲闪开来。不过令他不解的是，自己这侄子的实力明明之前只有恒星6段，为何出现之时竟达到了恒星7段巅峰？在使用了不知名的种子后，更是飙升到了恒星9段。莫非自己这侄子是被什么东西给夺舍了，亦或者是给附体了？不然怎么可能短短的一夜之内就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还未等明影龙族长继续想下去，漆黑如墨的光芒自林凡的周身散开，暗之领域刹那间开启，薄膜尽数把在场的所有明影龙族强者笼罩其内。这天赋竟然是暗之领域，是暗龙族独有的天赋！一位恒星9段的明影龙高层惊呼出声，目光中透露着不可置信。暗龙族，亏我们明影龙族当年还为你们死心塌地的卖命，如今你们竟然这么对我等，你们真是群杂碎！我要你们给我侄儿偿命！明影龙族人听命，一起上，给我弄死他！明影龙族长自然是见过这暗之领域天赋的，果然这一切都如他猜想的那般，自己这侄儿竟然被暗龙族给弄死了。不仅如此，竟然还敢如此肆无忌惮，变作自己侄儿的模样，在这羞辱自己等龙，简直是叔叔能忍，婶婶都忍不了。当真其他明影龙族无龙了不成？虽然暗龙族的实力强大无比，其内的龙几乎都能越级挑战，但这仇必须要报，哪怕是拼上了自己这条老命。得到命令的明影龙族高层纷纷对视一眼，随后齐刷刷点头，向着林凡的位置发动了攻击。好家伙，你还挺会脑补啊！林凡嘴角上扬，心中暗自腹诽，这明影龙族长还真是有点傻得可爱，自己仅仅只是想使用暗之领域天赋来临时提升一下等级罢了，没想到这条老龙居然还能脑补这么多的东西出来。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自己就将计就计好了。不过倒是便宜这头老龙了，姑且就让这老龙多活些时日吧。暗之领域内，林凡此时的实力已然临时提升到了恒星10段，对于这袭来的攻击自然是不惧。抬手间，一道漆黑的光束射出，轻而易举地击碎了这些袭来的攻击。卑微的东西，你们在我暗龙族面前不过如蝼蚁一般，当年的你们不过就是我们暗龙族的一条狗罢了，杀你侄子又怎么样？林凡轻蔑地扫过一众明影龙，嘴角露出不屑之色，语气极为嚣张。我他娘的跟你拼了！明影龙族长嘶吼，一道道超高温的黑焰凝聚而出，从四面八方向着林凡所在的位置席卷而去。呸！垃圾！林凡啐了一口，双手合十，一股股暗系能量不断喷涌而出。这些暗系能量如同有着生命般不断涌动，把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黑焰尽数包裹。这些被包裹住黑焰当即就如霜打的茄子般变得极其虚弱，最后更是直接彻底熄灭。这些技能自然都是暗龙族的技能，是林凡在地球上的时候复制的。反正天赋和技能这东西，无论是用得上的，亦或者是用不上的，林凡只要遇见了，都会选择复制一份。差距就是这么的明显，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无力呢？林凡大笑出声，全然一副大反派的神色，随后更是直接变化成了地球之上自己所见到过的暗龙族的模样。心念一动，暗之领域消散，林凡身影顷刻间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之时，已经距离刚在的位置有着100米远。追！明影龙族长紧咬着牙关，一马当先，双眼死死地盯着林凡。虽然很可能他们所有明影龙加起来都打不过这条暗龙族的龙，但若是就任由其在自己的部族内肆无忌惮，那么他还不如战死。是。其余明影龙高层回应后，同样跟随着族长向着林凡追去。林凡不疾不徐地飞行着，既然这明影龙族已然对暗龙族产生了些许对仇恨，那么此刻就应该把这仇恨再加大一些。前方就是明影龙部族内族人们的居住区域，林凡抬手间，一道道黝黑的光束轰出，轰轰轰，接连不断的爆炸之声传来，建筑群顷刻间化作了一片又一片的废墟。不知有多少的明影龙族人在这些攻击下丧命当场。愧疚感林凡是一点没有，现在龙域上的这些龙不说都是坏的，
但起码有一大半以上的部族都曾经参与了那场大战，是那暗龙族的帮凶。现如今的这一切不过是给他们的惩罚罢了，更何况在地球之上的时候，他亲手或间接杀死的人已经太多了。对于生命的生死，几乎都已经快要达到了漠视的程度。身后正追击的冥影龙族长以及一众高层目睹着这一切，纷纷怒火中烧，目眦欲裂。这些都是他们的族人，此刻正在被这狗娘养的暗龙族如蝼蚁般的屠杀。以林凡现在横行时段的速度，这些冥影龙自然是追不上的。不过林凡却一直保持着一个合适的距离，持续的增加着这些冥影龙族的仇恨。持续了约莫1个小时的时间，林凡觉得差不多了，直接开启了隐身状态。万华牵引，一道林凡的分身突然间凭空出现，接替了刚才林凡的本体，不再继续向前飞行，反而是伫立在了原地。对于刚才的突然消失又出现，那群冥影龙并未在意，此刻的他们全然被仇恨彻底冲昏了头脑。见林凡停留在原地，这些冥影龙直接一股脑的把林凡分身包围了起来，随后如疯魔般开始了不要命一般的攻击。隐身状态中的林凡本体副手立于半空，静静的看着热闹。虽然只是林凡的分身，但其战斗力依旧强横无比，在一众恒星级冥影龙的攻击之下游刃有余，随手一击便能重伤一位冥影龙高层。不仅如此，林凡分身在林凡本体的授意下边攻击边不断的嘲讽，一句骂的比一句更难听。半小时后，林凡分身手持着一杆黝黑的长枪，枪尖指向地面上重伤的冥影龙族长。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你们就是一群蝼蚁，居然还敢不自量力，妄想挑战我们高贵的暗龙族，当真可笑至极。林凡分身冷笑，嘲讽已经未停止。半空之中，这场热闹感觉看得差不多了，林凡恢复了铠甲形态，同时解除了隐身状态。住手！林凡一声暴喝，重伤倒地的冥影龙族长以及一众高层们纷纷一脸错愕地看着半空之中身着赤银铠甲的林凡。这套铠甲他们昨天才刚见过，是从那道突然出现的空间裂缝中出来的，本想研究一番里面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最终却是给追丢了。没想到的是，此时此刻居然再次出现了。看样子这套铠甲居然想着救他们，这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毕竟昨天他们可是露出了不小的敌意，甚至齐齐出手追捕。不过昨天他们通过气息能判断得出，那铠甲仅仅只有着恒星3段的气息，而这暗龙族的畜生此时却是已经达到了恒星10段，3段打10段，那无疑是送死。你快走吧，不用管我们，对于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以你的实力根本不是这畜生的对手，还有昨日对你的围追，我们很抱歉。冥影龙族长呕了口老血，一脸虚弱的劝阻出声。聒噪！林凡分身变换而成的暗龙族一脚把冥影龙族长踢飞了10几米远，随后手中长枪指着半空中的林凡，脸上露出了更为嚣张的表情，语气中颇为不屑。老子可是高贵的暗龙族，识相的就赶紧滚，敢管老子的闲事，你怕是不想活了。暗龙族算个什么东西，今天这事我还非管不可了。林凡本体冷哼一声，身后的光翼顿时一震，无数光羽顷刻间在林凡的身后凝聚而出，向着林凡分身所在的位置覆盖而去。刷刷刷，如暴雨倾盆，无数的光羽携着摧枯拉朽之势不断落下。嗡！一道漆黑的光膜顿时自林凡分身的上方出现，笼罩住了林凡分身作战的这片区域。轰轰轰！光羽不断砸在漆黑的光膜上，一道又一道的爆炸声接连不断的传出。被踢飞出10几米远的冥影龙族长捂着小腹，一双浑浊的老眼此刻正瞪得溜圆，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之色。无他，铠甲形态的林凡此刻所散发而出的气息，同样是恒星10段的气息，而且竟然和这暗龙族的人打得平分秋色，丝毫不落于下风。昨日这铠甲的气息明明是恒星3段，现如今为什么散发出的气息的恒星10段？一瞬间，这冥影龙族长就想明白了，他悟了，肯定是这铠甲隐藏了气息，即使自己等龙很过分的对其进行围追堵截，但这铠甲只是逃跑，并没有选择和他们战斗。以这铠甲的战斗力，若是选择和他们战斗的话，他们昨天怕不是都会交代当场。今日自己的冥影龙族危难之际，这铠甲竟然挺身而出，不计前嫌的救下自己等龙，这铠甲可真是个大好人啊！想着想着，这冥影龙族长看着半空中正战斗着的林凡，老泪纵横，心中无比的感动，同时心中暗暗发誓，若是今日能够活下来，以后一定要和这暗龙族干到底。漆黑的光膜在光羽铺天盖地的攻势下，开始出现了道道蛛网状的裂纹。轰！随着新的一波光羽再次击势而下，摇摇欲坠的漆黑光膜顷刻间支离破碎，而林凡分身的身影则是突然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之时，已然在林凡的身后，手中漆黑的长枪在同一时间向着林凡本体的后腰刺去。铠甲大人，小心身后！一名冥影龙高层嘶吼一声，提醒着半空中的林凡，眼神中满是紧张之色。林凡的分身乃是由林凡本体所操控的，出现在身后，林凡本体自然知晓，这一切都是林凡在演戏。为了彰显出自己实力的强横，林凡自然要好好的从各方面演一演。心念一动，林凡本体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之时，已然在数十米之外。而林凡分身所刺出的一击自然落空。月照星河，趁着这个空档，林凡双手合十，一道直径数十米粗的银白光柱从天而降，笼罩住了林凡分身所在的位置。银白光柱所散发而出的恐怖气势，使得地面上那些重伤的冥影龙高层们不断的瑟瑟发抖，脸上尽是惊惧之色。冥影龙族长同样是一脸震撼，这技能他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银白光柱消散后，林凡分身变化而成的暗龙族消失不见。半空中的林凡转身看向了下方一众的冥影龙。铠甲大人，感谢您拯救我冥影龙一族，大人大恩无等，没齿难忘。冥影龙族长强忍着浑身传来的剧痛，连忙爬起身，单膝跪拜在地。大人大恩无等，没齿难忘。其余一众高层同样高喝着。半空中的林凡点点头，随之降落在地面上，心念一动，铠甲形态解除。林凡，
月营级女以及一众凶兽们顿时出现在了明影龙们的眼前。明影龙族长以及一众高层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抽动。他们没想到这铠甲解体后居然能出现这么一大票的生物，不过这些生物现在是他们的恩人，他们自然不会抱有敌意。你们都起来吧！暗龙族虽统领龙域，但却飞扬跋扈，我林凡平生最见不得这样的畜生。林凡抬抬手示意跪拜着的明影龙们起身，对于这些跪拜林凡早习以为常，在地球的时候自己的凶兽大军加起来何止数亿，什么场面他没见过。林凡大人所言极是。明影龙族长起身后，一张老脸上满是恭维，大人昨日不与我等一般见识，今日又救了我等简直是无以为报，大人日后若是有名，我等你知道他是何人吗？明影龙族长还想说话，却是被林凡打断。林凡指着身侧的月营，向着明影龙族长询问道。明影龙族长打量一番后，并没有看出什么，随后摇了摇头。她便是曾经龙域圣主月离的女儿。林凡笑了笑，随后看向月营，银儿化为龙形态吧。好。月营轻轻点头，银芒自周身不断闪烁，化为了银龙形态。这明影龙族长嘴巴张得老大，不断的惊呼。身为万年前参与过那次大战的龙族之一，虽然当时仅仅只是个边缘小族，但那也是见过月离化为龙形态的。面前这条银双辉月龙和月离的本体形态简直就是一模一样，那气息同样一般无二。刚才那道银白光柱为何有种熟悉之感？此刻他明白了，那是因为他曾经见到月离使用过。面前这位乃是乾龙域圣主月离之女，那便是乾龙域的公主。现在他既然选择了和暗龙族抗衡，那么凭借他们明影龙区一族的实力显然是不够的。不说对付暗龙族那样的庞然大物，就是其下属的其他部落都不一定打得过。不过终究是天无绝人之路，面前这位是乾龙域公主，此刻又出现在这里，那么目的就显而易见了。明影龙全族愿归顺公主殿下，还请公主殿下带领我们推翻暗龙族的暴政。环龙域一片朗朗乾坤，明影龙族长单膝跪地，右拳横于胸前，语气中满是真挚。请公主带领我们推翻暗龙族，请公主带领我们推翻暗龙族。其余一众明影龙高层同样单膝跪地，齐声高呼。一声高亢的龙吟响起，随之月营周身银芒闪烁，重新化为人类形态，落于林凡的身侧。这位是我的主人林凡，你们以后听命于主人便好。月营没有回应跪在地上的一众明影龙，反而是向着一众明影龙介绍着林凡。对于当什么龙域之主，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这辈子只想跟随在主人的身边。影玄元帅明影龙全族归顺主上，还望主上收留我等。明影龙族长立即明白过来，这位乾龙域公主此刻应该已经成了这人类的御兽。这些生物们都以这名叫做林凡的人类马首是瞻，自己这是拜错了真神啊！不过为时未晚，自己这么心悦诚服，相信这位一定不会拒绝自己的。林凡笑着点点头，自己将计就计的效果果然非同凡响，这名影龙族长居然还真就相信了。真不知道该说是自己太聪明，还是该说这名影龙族长太傻了。不过结果就是这一波林凡收获了一支大军，虽说在龙域上可能算不上什么，但这支大军若是在地球或者植物星球上，那可就是神挡杀神的存在了。这只是个开始，不久之后，这一片小区域内的龙族都会是自己的属下。林凡在族长的带领下，前往了明影龙一族的中心区域。这中心区域乃是由一处处更为富丽堂皇的建筑群组成。主殿内，林凡高坐于主位之上，月营及女立于林凡的身侧。至于其他的御兽凶兽们，则是被林凡收进御兽空间和异空间之门内。主上，在我们这片区域内，除去我们明影龙族外，还有这31个族群，其中与我明影龙族交好的族群有着22个。我这就派遣使者前去游说，让其归顺主上。位于林凡下方左手边第一位的明影龙族长拱手，信誓旦旦地说道：“暗龙族的王八蛋杀了他的侄子，更是屠杀了他大量暗龙族的族人，此仇简直是不共戴天。不过现在的力量对抗执掌龙域的暗龙族来说，还是太过羸弱，还需要徐徐图之。虽然仇深似海，但他却并不是个莽夫。”可以。林凡点点头，随后看向明影龙族长询问道：“你明影龙一族共有多少可战之兵？”回禀主上，我族共计4亿3千万余族人，皆为可战之兵。明影龙族长再次拱手回应道，语气中满是自豪。他们明影龙族可谓是天生的战士，平时为百姓战时皆为兵，不然也不可能成为这区域内的霸主了。不错，既然如此多话，其余的9个族群，你就直接派遣下属前去收服吧。若不归顺，尽数覆灭，命令即刻执行。林凡站起身，直接下达了命令。既然有着4亿多的军队，那么这区域内的其余龙族族群，直接一路打过去就行了。要么归顺，要么就不必继续存在了。若不能为他林凡使用，那么就毫无意义。遵命！明影龙族长领命，带领着一众高层，向着林凡一礼后离开了主殿。一时间，明影龙族无论男女老幼，只要实力在传说级以上，就全部被集结了。来，31名使臣向着不同的方向急速飞去，前往那31个龙族族群。先礼后兵，若是能不动兵戈就归顺那最好，若是不识好歹，那么就开战。在这区域内，他明影龙一族还是有着绝对霸主的地位。1日后，玉龙族族长大殿内，报！明影龙族使臣求见。一名玉龙族护卫单膝跪地，随后向着高坐在主位上的玉龙族族长禀报道：“让他进来吧。”玉龙族族长直接下令道：“他们两族的关系一直不错，自己的女儿更是要嫁给明影龙族长的侄子，两族那更是亲上加亲。就是不知道这使臣突然前来是为了什么事情。”是。护卫领命后起身退出了主殿。不久之后，便带着明影龙族的使臣来到了主殿内。明影龙族影灵见过玉龙族族长，使臣躬身一礼，向着主位上的玉龙族族长问好：“你我二族关系密切，使臣不必多礼，来此所为何事？”玉龙族族长摆摆手，随之询问道：“
昨日暗龙族之人杀害我族长之侄，随后更是灭杀我族大量的族人，但乾隆玉公主以及主上突然出现救了我等，灭掉了那暗龙族之人。我族族长大人已经归顺公主殿下和主上，一同抗击暗龙族。我此行前来的目的就是邀请玉龙族一同加入我们的阵营，来推翻暗龙族的统治。使臣对昨日发生的一切一一陈述着，语气中慷慨激昂，对暗龙族满是愤恨。这隐诀死了！玉龙族族长闻言大惊，自己的女儿如今可是还在冥影龙族中等待着完婚，而这隐诀居然被暗龙族的人给杀了。还有，这暗龙族是怎么出现在冥影龙族的地盘的？乾隆玉公主和什么主上又是谁？这信息量太大，整个玉龙族族长脑子一时间有些发懵。是的，使臣点点头。那乾隆玉公主和主上又是什么人？玉龙族族长再次询问道。乾隆玉公主便是乾隆玉圣主月离之女，主上乃是公主的御兽师，是我们效命的对象。使臣一脸认真的解释道，随后看向玉龙族族长，还望您考虑清楚，这是主上的命令，若是不归顺，那么就我们两族就只有开战一途了。暗龙族飞横跋扈，杀我准女婿，我玉龙族愿率部归顺，为推翻暗龙族的暴政出一份力。了解过情况后，玉龙族族长没有丝毫犹豫，便直接答应了下来。冥影龙族在这片区域内那就是霸主级别的存在，其族内高手如云，几乎全族皆是可战之兵。看着使臣的语气和态度，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他们玉龙族若是不同意的话，那么必定会直接被冥影龙族覆灭。与其被覆灭掉，倒不如率部归顺。很好，我就知道玉龙族长您是个聪明人，还请族长大人您收拾一番，随我去面见主上。使臣面露笑意，拱手再次一礼。好，使臣先去休息片刻，我这就去准备一番，随你去面见主上。玉龙族族长大手一挥，随后向着后殿而去。这样的情况在其余龙族部族中同样出现，同意归顺的有，拒绝归顺的有，当然还有着不少打太极的。翌日下午，冥影龙族主殿内，林凡高坐于主位之上，手中拿着一罐旺仔牛奶，慢悠悠地喝着。下方站立的乃是派出去的各路使臣以及同意归顺的各部族长。我等拜见主上，拜见公主殿下。下方的一众冥影龙以及一众族长们齐刷刷的单膝跪地，向着林凡和月莹参拜。都起来吧，那些拒绝归顺的和打太极的各部族即刻起整备兵马出兵征讨，若再不归顺，破城之日一个不留。林凡抬抬手示意一众龙族起身，随后下达着命令。归顺的部族总共有着16个，其余的部族有8个明确的拒绝归顺，剩余的7个部族则是既没同意也没拒绝，就是拖着没有明确的回应。以林凡的性格，自然不会惯着他们，要么归顺，要么就彻底消亡。若不能为己所用，留之毫无意义，关键时刻可能还会搞出其他的麻烦。是，一众龙族齐声高呼，再次一礼后起身向着主殿外去执行林凡所下达的命令。各部族族长返回各自的领地内，开始不断的调集军队。在面见林凡的时候，他们已然全部被林凡的实力以及给出的资源所折服。在实力方面，林凡是恒星时段的超级强者，更是独自斩杀了一名恒星时段的暗龙族之人。给出的资源更是恐怖如斯，天赋光球这种东西，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重要的是，其内还有着3种极为逆天的天赋，这让他们简直把林凡奉若神明。跟随这样的主上，推翻暗龙族，那恐怕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同时也暗自庆幸自己选择归顺的明智之举，在这1亩3分地上选择拒绝，那摆明了就是找死的行为。选择推翻暗龙族统治的路途可能会死亡，但若选择拒绝归顺，那么马上就会面对死亡。各路大军在林凡的调派下，前往了那些选择拒绝和打太极的部族。兵临城下后，没有任何废话，各部族长直接下令攻城。其中一路大军是由冥影龙族长亲自统帅的，攻打的这龙族部落乃是这片区域内的第2大部族，其部族内有着一名恒星9段的族长。喊杀声震天，鲜血不断挥洒，轰轰轰，一道道攻击接连不断的打出，爆炸声连成了一片。在冥影龙族不要命般的进攻之下，阻挡着的城墙很快便崩塌成了一片废墟。冲啊，杀呀！冥影龙族的大军不断咆哮着，犹如潮水一般涌进了城池之内。尹灵一马当先，对上了暴雨龙族恒星9段的族长。雨南，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要么率全族归顺主上，要么就带着你的全族一起覆灭吧。尹灵指着暴雨龙族族长喝道，下达着最后的通牒。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还妄想着推翻暗龙族的统治，你们简直就是在做梦。不怕告诉你们，我已经派人前去通知暗龙族驻扎在这基拉地区的人了，你们的死期就快要到了。暴雨龙族族长冷笑出声，丝毫没有把尹灵的话放在眼中。在他看来，暗龙族的统治才是正统，什么主上，什么乾隆玉公主，在强横无比的暗龙族面前都是狗屁，冥顽不灵。那你就去死吧！尹灵老眼中爆发出一抹强烈的杀意，抬手间数道熊熊燃烧的黑焰向着暴雨龙族族长的位置袭去。啊！真当老子打不过你不成？暴雨龙族族长细眯着双眼，一枚红色的小药丸顷刻间被他扔入口中，紧接着周身的气息开始节节暴增，一张脸上浮现出诡异的血红纹路。唰唰唰，大量的风刃被凝聚而出，向着袭来的黑焰绞杀而去。其散发出的威力对比于黑焰来说还要更胜一筹。在风刃的绞杀下，那些黑焰被不断分割，最后化作点点漆黑的能量消散在半空中。风刃去势不减，化作一道道快若闪电的残影，向着尹灵直逼而去。什么？尹灵眉头紧锁，眼中露出惊骇之色。他没想到这暴雨龙族族长竟然还有着这等的后手，那枚红色药丸不知道是何物，居然能强行把这暴雨龙族族长提升至恒星时段大圆满的层次。自己还是太大意了，今日自己怕不是要交代在这里了。这才刚举旗想要推翻暗龙族的统治，这就要面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局面。唰！一道七彩光幕猛然间凭空出现在尹灵的前方位置，所绞杀而来的锋刃尽数被抵挡了下来。
下一瞬，身着赤银铠甲的林凡出现在了影灵的身侧。林凡一直在天穹之上观看着下方的大战，这名影龙族的战斗力确实不错，战斗起来更是犹如疯子般势如破竹。不过在看见那暴雨龙族族长拿出那枚红色药丸后，林凡便运转洞察之眼扫过那药丸的面板，面板信息上传来的属性让林凡剑眉微皱。这红色药丸居然能通过燃烧自身的生命强行提升自身一个阶位的实力，更是能将自身的技能威力强行提升2倍。自己若是此刻再不出手的话，明影龙族的这老东西肯定会被斩杀当场。而且他还得到了一些信息，就是这基拉地区驻扎的暗龙族已经得到了这暴雨龙族长的传信，正派人向着这面赶来。主上，您，影灵惊呼出声，浑身激动的微微颤动。他万万没想到主上居然一直在观战，自己刚才可是差点被这暴雨龙族长给干掉，这下自己的老脸可真是丢大发了。行了，你去对付其他恒星阶的，这个玩意就交给我。林凡摆摆手，语气淡然。现在可不是这个那个的时候，林凡没时间和这名影龙族长扯淡。解决了这个使用过药丸强行提升实力的家伙后，这暴雨龙族就再无至强者，自己就能抽手去解决基拉主城内前来的暗龙族军队。是，影灵拱手一礼，向着暴雨龙族其他恒星阶强者攻去。主上这是又救了他一命，大恩大德，他简直是无以为报。你就是那个什么狗屁主上？看来也不过如此嘛。暴雨龙族族长语气轻佻，丝毫没把林凡放在眼中。他能感觉得到，这面前铠甲的实力不过才恒星9段的实力，真搞不明白，身为恒星10段的影灵居然会归顺这么个废物。以他现在吞服过药丸的战斗力，干掉这个什么狗屁主上，简直如喝水一般简单。老壁灯，希望等下你的语气还能如此嚣张。林凡双眼中迸现出一抹冷冽的杀机。这暴雨龙族族长的嘴是真的欠，本来还寻思着一击之下送他归去，既然如此，那么就让他享受一下极致的折磨。心念一动，林凡直接发动了隐身，身影瞬息间消失在了原地。对面的暴雨龙族族长眨了眨眼，左右环视了一圈，并没有发现铠甲的身影。随后冷哼一声，面容上全然一副不屑之色。这什么所谓的主上就是个草包，放了一句狠话之后就直接跑路什么，真的是垃圾。距离他的想法还未过1/3秒的时间，一柄环绕着雷霆的巨锤猛然间出现在他的眼前，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环绕着雷霆的巨锤就砸在了他的脸上，强横无比的力道直接把他轰飞了出去。倒飞的途中，暴雨龙族族长鼻血横流，鼻子被这一锤砸得深深的他陷了进去，在雷霆的效用下，他的嘴唇已然被电成了2片肥香肠。隐身状态下的林凡冷哼一声，手中环绕着雷霆的巨锤顷刻间化作点点能量消散。林凡一个闪身，飞速向着暴雨龙族族长的倒飞的位置飞去，全力加速之下，阵阵音爆之声不断在林凡耳畔炸响。飞至暴雨龙族族长的身后，林凡手中一柄烈焰环绕的匕首瞬息间出现，随后直挺挺地扎在了暴雨龙族族长的腰上。啊！凄厉的惨叫声顿时响彻云霄，猛烈的疼痛以及阵阵的空虚之感萦绕在暴雨龙族族长的脑海之中。匕首之上环绕的烈焰温度极高，入肉的一瞬间，林凡就听见阵阵的呲啦之音，隐隐的还有丝丝烤肉香气传来。林凡灵巧地拔出匕首，快速地飞至另一侧，毫不拖泥带水的又是一刀。一对腰子在林凡的突袭之下彻底报废，暴雨龙族族长的双眼一番直接痛得晕死了过去，直挺挺的从天穹之上向下坠落。哼，就这！林凡手中匕首化作能量消散，不屑地冷哼一声，扑通！暴雨龙族族长坠落在地面之上，溅起了大片的烟尘。林凡解除了隐身状态，落在暴雨龙族族长的前方，心念一动，一枚汲取之种没入了暴雨龙族族长的体内。汲取之种吸取目标的全属性反哺自身，除却临时提升外，最后会有对方时的全属性彻底归于自己。这暴雨龙族族长的实力在恒星9段，此刻更是使用了红色药丸，强行提升到了恒星10段大圆满，这肯定是要吸一波的。林凡一脚踢在暴雨龙族族长的裤裆上，一声淡碎之音猛然间响起。嗷！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再次响起，昏死状态的暴雨龙族族长仰身，香肠嘴拧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裆。还嚣张吗？林凡抱着肩膀，双眼冷漠地看着暴雨龙族族长，一字一句地淡淡地说道。暴雨龙族族长不断倒吸着凉气，面容扭曲，双眼死死地瞪着林凡，不说话，看来是还没到位。林凡点点头，嘴角微微上扬。刷刷刷！心念一动，几道无形的念力顿时笼罩住了暴雨龙族族长，原本其坐立起的身体被直接放平，双手双脚乃至脖颈被死死地固定在地上。林凡慢悠悠地走上前，抬起右脚，狠狠地踩在暴雨龙族族长的左手之上，强横的力道使得暴雨龙族族长左手内的骨骼被直接踩得粉碎。还不算完，林凡的右脚还在不断地碾着，碎骨不断摩擦的咔嚓之音听得人头皮发麻，原本被踩得粉碎的手骨更是逐渐变成了粉末。啊！你这个魔鬼，你杀了我呀！杀了我！被束缚住无法动弹的暴雨龙族族长浑身颤抖，口中歇斯底里的惨叫谩骂。别着急，还没完呢。林凡轻笑出声，他就喜欢当一个魔鬼，当天使有什么用？你若好了别人赞扬，你若不好别人谩骂。魔鬼就不同了，别人只会畏惧。左右彻底成为了不规则的肉饼后，林凡迈过暴雨龙族族长的身体，向着右手踩去。在一声声惨叫和谩骂下，暴雨龙族族长再次昏死了过去。而林凡的这一举动，同样被所有战斗的冥影龙族和暴雨龙族的族人以及高层们看在眼中。这些龙族无不被林凡的举动所震慑，这林凡可真他娘的凶残，这就是他们内心的写照。不过这看在影灵的眼中就是另一个场景了，他的心中对林凡这个主上更是感恩戴德，主上的手段这么强悍，当初却选择放过他们，主上真是有大爱，不乱杀无辜，对敌人又无比的残忍，可真是他影灵的偶像。这样对主上值得他影灵追随，
值得他引灵为其赴汤蹈火。林凡一脚再次踢在了暴雨龙族族长的裆上，昏死过去的他再次被痛醒。虽然已经碎了，但痛依旧还是痛。我服了，我真的服了，我不敢再嚣张了，我真的不敢了。求你给我一条死路，让我去死吧！暴雨龙族长此刻快要哭了，他真的是想死，但偏偏还死不了。这折磨简直太他娘的痛苦了，都怪自己当时嘴贱，若是能重来，他肯定拔腿就跑。